诸夏联邦，金海基地市第85高。晚风习习，带来了天边泛着绯色的霞光。方毅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一心二用，一边听着老师在上面说着各种明天考核的各种标准，一边放空心思。都说这后排靠窗，王的故乡，可方毅坐在这个位置上，却完全没有王之待遇。方毅，诸夏联邦学生，现年16岁，父母双亡，现在和小姨一家一块生活，就读于金海基地市第85高，也就是金海基地市老人们常说的民兵学校。方毅微微叹了口气，看着天际的晚霞，绯色的光芒落在他的眼中，夜夜生辉。来到这个世界已经17年了，没想到竟然重生在了一个类似于灵气复苏的世界。此方名唤地星。100年前，世界各地出现了空间裂隙，未知且恐怖。一开始，困守在地星多年的各国高层欣喜若狂，觉得这是文明发展的天大机缘。可慢慢的，却发现世界远没有自己想的那般好。裂隙那边弥散出来了一股股神秘物质，这种物质被诸联邦称之为灵气或者魔力之类的东西，它对人体有强大的促进作用，若是能够适应其，可以发挥出超出普通人的强大力量。但很多人受不住，会发生基因突变，变成丧尸，更有强大狰狞的异族出现，破城吃人。灵气的出现打乱了原本的世界局势，地星被迫进入万族争霸，人类不再是这颗星球上的唯一霸主。现如今，小国不知灭了多少，大国自身难保，不得已放弃了诸多领地，龟缩在集合全国之力建立起来的诸基地市内。金海基地市就是诸夏联盟的南方区域的一个基地市。当然，人类也不会坐以待毙，通过各种科学研究以及慢慢一些人展现出来的强大力量，逐渐发展出来了武者和异能者两大力量途径。武者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开发自己的身体获得可开山裂石的力量；异能者则要神秘得多，只有少部分幸运儿可以觉醒异能。经过多年的发展，现如今的诸夏联邦已经发展出来了一套较为成熟的人才候选机制。武高就是新鲜血液的重要来源。嗡！就在这时，方毅的耳朵动了动，头本能的一歪，说时迟那时快，一枚合金小刀直接擦着他的头，钉在了后面同学的书本上。后面同学一脸惊惧，方毅却不由得翻了个白眼。拜托啊，老刘，谁家班主任用飞刀教训不认真听课的学生啊？信不信我去金海武道部投诉你啊？方毅抬起头，看着讲台上的中年人，没好气道。中年人名唤刘洋，1.7米左右，身材瘦削，戴着黑框眼镜，整个一文弱书生模样。可你若真的以为他是个文弱书生，那就大错特错了。整个班都知道自家班主任的底细，看着像书生，其实是金海基地市退役军人，6品武者，一手飞刀，玩得溜极了。班主任刘洋扶了一下鼻框上的眼镜，露出一抹笑容，上我课都敢开小差，你敢去告，我就敢让你后悔。两人对视，其他同学窃窃私语。一哥牛的直面小刘飞刀面不改色，6666，还得是我方毅老大。后排靠窗，王的故乡，果然没有说错呀，好厉害，我好喜欢。行了，眼看着议论声越来越大，刘洋提高了声音，震慑住了自己的学生。再吵，你们下周的武道考核谁都不要去。这句话直接把全班同学给吓住了，瞬间鸦雀无声。000，下课铃声过后，刘洋没有拖堂，直接就走。不过临住之前叫了一声方毅，来我办公室一趟。方毅不置可否，耸耸肩，熟门熟路的来到班主任办公室。只见刘洋收起自己的游戏机，看着方毅，微微挑眉。下周的考核有信心拿第一吗？考核全称为武道考核，其实通俗点来说就是月考而已。第85高是一所培养武者的高中，主要是为了金海基地士兵团、警察厅或者武道部提供苗子。当然，这苗子若是过于出色，就会被举荐去更好更大的基地市。这次的武道考核比较特殊，不单单是第85高内部考核，上面牵头让第2和第65高也加入了进来，也就是3方联考。寻常的考核中，拔得头筹的学生可以得到校方的重重奖励。这次的联考是由金海基地市武道部牵头，更是大方。据说第1名奖励是一门 B 级武技，百科能经，一件 B 级武器。此方世界武道发展100多余年以来，衍生出来了种种武道妙法，武技就是其中之重。武技的层次从好到坏分为 SABT，D 级最弱 ，S 级最强。S 级武技是 SA 级武技之下的最强，或者在联邦总部不稀罕。可是，在金海基地市，在刚踏入武道一途的年轻人眼中，那可是不得了的奖励啊！3家学校这段时间对于这次联考都很重视，不单单是因为他们能够得到 B 级武技，更是看重这背后的博弈。刘洋很希望自己的学生可以获得好名次，若是拔得头筹就更好了。但这希望多半就要放在方毅的身上了。面对老师的问题，方毅平静道：“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刘洋闻言没有再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方毅的肩膀，示意好好加油。放学后，方毅没做任何停留，提起自己的包回家了。他家住在幸福路的捷星小区3栋502室。我回来了，小姨。小姨周婉如从厨房里走了出来，系着围裙，但是难掩姿容。小姨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标致的美人，方毅心中肯定道。周婉如笑着接过方毅手中的书包，递上了一个橘子，问起外甥今天过得如何。方毅如实回答，并添了不少笑料，逗得后者一阵笑。表弟和小姨夫还没有回来吗？方毅随手将书包放好，问道。没呢。周婉如在厨房应道。你小姨夫说今天局里有点事情，阿康他去了补习班了，要晚点回来。小易，你要是饿了就先吃，不要等他们2个了。哦，方毅应了声，那还是等小姨夫和阿康回来吃吧。小姨，我先回房间复习功课去了。
得到了小姨的回答，方毅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晚上，一家人吃了晚饭之后，方毅回到了父母留在同一个小区的一栋房子。没有错，方毅是个有遗产的学生。关上门，反锁，心念一动，一枚有着7个孔洞的石头浮现在他眼前。方毅握住石头，闭眼，心中默念：穿越，闭眼，穿越。没有错，方毅不仅只是重生这么简单，更是还可以穿越。前段时间，方毅偶然发现了在河边捡到了一块石头，很奇特的石头，长着7个孔洞，有点像是传说中的七窍玲珑。不小心沾染了方毅的鲜血之后，七窍玲珑石进入了方毅的体内，并且可以随着意念出现在现实中。经过摸索，方毅逐渐知道这颗奇特神石带来的能力。七窍玲珑石似乎连接着另外一个世界，最重要的是，似乎还能带着方毅一块去到那个世界。于是乎，每天晚上回到了自己的家里之后，方毅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终于将对面的世界的基本情况都探明了。那是一个名唤太玄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现代科技世界，也不是末日世界，而是一个修仙世界。不过值得一说的是，这个世界的修仙文明曾经到达过一个极为繁盛的阶段，但不知为何，繁盛之后迎来了没落，世界的灵气逐渐开始下降，很多大派或者消失在时间长河中，亦或者人去楼空，留下了一个没落的修仙世界，并且这个世界正在遭受一种名唤妖魔的生物侵袭。七窍玲珑石带着方毅出现的第一个地方，那是一处城镇，城镇名唤青石镇。靠着从那边灵气复苏世界带来的经营，再加上方毅的小心谨慎，他成功的混入了青石镇，并且还给自己编造了一个十分真实的身份。睁开眼时，方毅出现在了一个小院子里，收起神石，换了一身此方世界的衣服。出了小院，外面还有几个相同的房间，里面也住着人。当当当当，一阵金锣声响起，院落外有粗犷的男生扯着嗓子吼道：真武山外门弟子1年1度选拔大会开始了，欲报名者请速速来广场中心。这一道声音就像是大公鸡陈啼，将原本寂静的青石镇都给唤醒了。霎时间，乌泱泱的人群从青石镇的四面八方涌来，涌向了镇子中心。真武山，青石镇乃是方圆百里的宗门霸主。据传，真武山乃是元婴大能创立，传闻更是有着直指元神老祖的仙门功法，巅峰时期更是整个东夷州的一霸。妖魔灾变之后，天地灵机下降，修仙一途颇为艰难，真武山也不得不从高高在上的仙门跌落与凡人相伴，并且广收弟子与供奉，希望能够再创辉煌。很多人都想要成为真武山的弟子，欲要学习那强大的武道和传说中的仙法。可方毅不急，甚至小院里的其他人也不急。比起外面还需要参加考核的人，小院里的已经内定了的外门弟子。约莫晌午时分，方毅听到了一道剑鸣之声，所有人出了房间，只看到半空之中落下一个御剑飞行的白衣女子。御剑女子那潇洒的身姿，让几人都露出了羡慕的眼神。方毅更是目不转睛，似乎要牢牢记住对方御剑的样子。我名叶青青，内门弟子之中排名第3，炼气7层。此次由我带领你们前往山中，可唤我一声师姐。叶师姐好。在叶青青说完的下一秒，方毅立马走了出来，十分礼貌的问好。其他几人一看他这模样，心中一惊，这小子上道的离谱啊！其他几人心中腹诽了一句，立马也道师姐安好。叶青青看了方毅一眼，似乎要把这位师弟的样貌记在心中。不过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优待方毅的行为，只是平静地点点头，然后素手一伸，一枚核桃小舟出现在他手里。此物名唤河舟，筑基7长老才有资格才能驱使的法器。山门为了迎接你们这批弟子，破例让我带来，让尔等领略一番仙家风采。筑基7法器。方毅闻言，眼神更是好奇。每一个诸下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个修仙梦，方毅自然也不例外。他千方百计地成为真武山的外门弟子，可不就是为了接触这玄奥的修仙吗？紧接着，叶青青在众人的眼前玉手一扔那河舟，后者闻风变大，变成了一艘小船。坐上来吧。叶青道。几人连忙上船，接着小船在叶青青的操控下，竟然晃晃悠悠地飞了起来，直接扬帆飞向了远处的一座大山。半空之中，方毅感受着脚下的踏实感觉，又看了看耳畔的风和下面越来越小的人，心中大喜。果然是修仙啊，还得是修仙啊！修仙，我总算是见识到了仙家风采啊！不单单是方毅，其余几人坐在非洲之上，也不由地面露激动之色。很显然，他们也憧憬着修仙。方毅看着站在非洲前面正在驱使的叶青青，不由得沉思：非洲这都有了，那之后是不是还能见到法器、符箓、丹药、阵法，甚至是传说中的仙剑啊？要是自己能够学会，回到原来的世界，岂不是在武高100步之内无敌？方毅是个务实的人，能够往返2个世界，并且利用2个世界的优势壮大自己，是他现如今唯一的想法。坐在非洲之上，他想了很多，不过当务之急还是顺利拜入真武山，获得功法和武技。真武山不仅仅只有一座山，整个山门由数十座山峰组成，其中坐落着一片庞大的建筑群。叶青青驱使着非洲来到了一处建筑门前落下。落下之后，叶青青脸色有些发白，默不作声地给自己磕了一枚丹药。旋即，他带着5人来到了建筑里，面见一胖老者。高师，师弟师妹们来了。老者点点头。高师看着叶青青，面露和蔼：青青你也辛苦了，下去调戏去吧，之后就交给我们2人就行。叶青青领命退下了。随后又陆陆续续来到15人，想来应该是山下选拔大会选出来的，有男有女，有胖有瘦，但无一例外都对真武山表现出来了极强的好奇心和憧憬之色。高师审视了一番20个弟子，着重在方毅5人身上多看了几眼。半晌，他开口沉声道：既入我门，
先拜祖师。尔等随我来，先拜了祖师，确立了门规，之后便授予尔等功法和武技。是。众外门弟子应道。在这其中，方毅的一双眼睛炯炯发光。拜过祖师，聆听了门规之后，高师没有拖泥带水，而是直接带着众人来到了一处宽广的道场。此处名唤传功堂。高师指着道场内部道：传功堂内一共有3门炼气气功法，数十种下品武技。你们是新入山门的弟子，按照门规，只能选取1门功法和2门武技，可听明白？这话刚落，有人忙不迭点头，但方毅却站了出来，微微鞠躬，执弟子礼，问道：高师，能否与我等解释1、2其中功法？众弟子闻言，纷纷向方毅投去了目光，有感激，也有震惊，更有嫉妒。感激的是方毅替自己说出了心中的疑惑，震惊的是方毅竟然如此大胆。至于嫉妒的，自然是恨方毅如此抢风头。不过这一切，方毅都没有放在心上，抓住一切机遇往上爬，这就是方毅的务实之道。高师的眼神落在方毅的身上，眼中闪过一丝满意，敢于提问：很好，我还以为你们这一批弟子个个都是木讷的蠢材呢。高师冷哼了一声，众弟子不由得低头，脸色微红。点到即止，高师朗声道：这3门功法分别为白霞采气功、青木长青功和金刚力士功。白霞采气功采朝霞之气，中正平和，法力偏向阳和；青木长青功汲取木灵之气，温养身躯，有微微延寿的功效。至于这金刚力士功，则是我真武山改良了佛门功法，取金刚不动如琉璃之意，行力士之道，修行可使得身躯防御力大增。尔等依据自身条件从心去选就行。解释完毕之后，高师也不再啰嗦，直接让众人开始一个一个进入传功堂，一个个进去，一个个出来。有人欢喜，有人忧。很快轮到了方毅，念到自己名字的时候，方毅目不转睛，大步向前。只是在走过高师身前，方毅似乎不小心跌了一跤，正好落在高师身旁。众弟子们见此一幕，哈哈大笑。高师不苟言笑，看了一眼摔倒的方毅，目光似乎有些失望，但他还是去搀扶了一把这个弟子，这是他作为师者应该做到。可他接触了方毅的那只手之后，无人看到他的身躯微微一震，一个呼吸之间，方毅急忙后退2步，装出诚惶诚恐之状，连连告罪：高师海涵，高师海涵，弟子实在是憧憬仙家风采，这才失了仪态。在众弟子们看不见的视野里，高师那隐藏在宽大袖袍里的右手紧紧地攥着，其中有2枚石头。通过身体的反应，高师知道那是1枚灵晶。灵晶也就是浓缩版的灵石，10枚灵石才能凝聚成1威力灵晶，其中蕴含的灵气十分浓郁。高师表面镇定，心中却掀起了波澜巨浪。他死死地看着眼前的方毅，似乎要看透这刚入门的弟子到底是何人，竟然能够拥有灵晶。要知道，在现如今这个灵气贫瘠的修仙界，灵石大家都恨不得一块掰成10块100块花，这小子竟然出手就是2枚灵晶。10个呼吸之间，高师的心思反转了好几个来回。门规里确实没有提及可以贿赂师长，但是这可是灵晶啊！高师现如今在筑基1层，有了这灵晶，说不定可以冲击筑基2层，到时实力增长一番，说不定自己还能够在山门里的地位再升上一升。这灵晶对于此等灵气贫瘠的时代至关重要。片刻之后，高师放弃了盯着方毅，而是平静的点头，道了一声无事，便让方毅进入传功堂。只是在方毅越过高师的那一刹那，在所有人都看不见的视野里，高师的嘴巴无声地动了动，一道细密的声音传入了方毅的耳朵：白霞、游龙、混雷。方毅闻言，露出一抹不可察觉的笑容，迈入了传功堂。一步踏入，方毅只觉得眼前一黑，待视野清晰之后，就看到了一片类似于图书馆的地方。这里无人，但是方毅却觉得有一道视线一直盯着自己，没有做任何反常的举动。方毅快步来到了传功堂中间，见识到了3座巨大的石碑，一者上面描绘着一个高冠道人坐于高山之上，面对着一片浩渺紫色云海；一者是体放光明的金甲神人，最后则是一棵通天大树。没有任何犹豫，方毅直接来到第一个巨大的石碑面前，抬手将自己的手掌放了上去。片刻之后，方毅感悟着脑海里清晰可见的迹象，心中有些惊奇。观想图加上心法，还真是神奇啊！确定了修行功法之后，方毅移步到了武技区，很快按照提示找到了高师建议的2本武技：身法武技游龙步，掌法武技混雷掌。一为身法，二为掌法，一攻一走，果然玄妙。方毅花费了一点时间，得到了誊抄副本，这是可以带出传功堂外的，不过不能外传，且会在3日之内无火自燃。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走出了传功堂，目不斜视地谢过高师，回到了弟子列中。从始至终没有任何出格行为，传功大会很快就结束了。高师宣布3天之内，众弟子需要好好学习功法，过期就不算数了。众弟子允诺，旋即下去。一夜温习，约摸天亮之前，方毅准时醒来，按照地图提示来到了一处面朝东方的云台。云台之上已经来了不少身穿白色真武山外门练功服的弟子，大家都默不作声，随意找了个地方盘膝而坐，面朝东方，等待太阳升起。高师不知何时到来，在太阳升起的那一刻，鱼肚白的天际线忽然生出大片大片的浩渺烟霞，在日光的照射下美轮美奂。就在这时，高师忽地喝道：全力观想神意图，汲取白霞之气。众人忙不迭，纷纷闭眼。方毅也是闭眼，全身心投入记忆里，自然而然地浮现那道高冠道人坐于高山彩霞引路的观想图。嗡嗡嗡，朝霞升起，落在了云台之上，洒在了众弟子们的身上。高师的身后不知不觉间来了几位弟子，
这些老弟子们看着眼前这一幕，眼神中带着怀念，也有感兴趣。哎，你们说这批选择白霞宫的弟子们，第一日有人能够采霞成功吗？有老弟子好奇低声道。不知道，但我觉得是全军覆没。毕竟这一批弟子当中又没有天才。有人立马低声反驳道。说的也对，毕竟灵气贫瘠，采霞时间又太短了。有人叹了一口气。不过，如果我们生在灵气浓郁的时代，那该多好啊！白霞采气功，其核心理念自然就是仙人参风引路，由此而生。这白霞之气也是灵气的一种，优点为品质高，但其有缺点，那就是难采集且量少。历届新入门的弟子之中，都有一批人选择白霞功，可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第一次采霞成功顿生法力的，几乎都是在半个月到1个月时间，这才渐渐入门。这也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每年入门的弟子当中，有超过1/3的选择了中正平和的白霞功，但兜兜转转1个多月，发现自己始终没有采霞成功入门，反而看着选择其他2门功法的一个接一个的成功入门，这其中的煎熬不是人人都可以忍受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放弃了白霞功，专修另外2门功法，到最后采霞成功并且正式入门的弟子寥寥无几，这也是那些老弟子们来此看热闹的原因之一。看后辈重复自己的失败之路，也不乏是一种心理安慰。朝霞渐渐散去，炙热的日光逐渐洒向了整个大地。高师忽然喝道：“全部弟子停止观想！”一连重复了3遍，足见其重要性。可还是有弟子精神力不集中，继续观想。紧接着发出一声哀嚎之声，晕倒在原地。旁边人忙不迭上前一看，只见对方晕死过去，身躯发烫的厉害。见此一幕，有弟子一脸惊恐。高师冷哼一声：“我已经说了3遍，立刻停下了。”可还是有人当作耳旁风。朝霞过后，大日金火岂是你等凡体可以承受的？看，这就是下场。可教训归教训，高师还是让杂役弟子上去，将人带了下去疗伤。云台之上，日光逐渐柔和。高师看着一众采霞失败的弟子们，心道一声果然。不过他依旧冷着脸，做好一个师者应该做的劝解：白霞之气极难采集，你若是半个月到1个月能够成功，就能修行下去；若是自认为没有这份天赋，也没有这个毅力的，趁早专修其他2门功法。还有，晌午过后，我会在道场讲课，尔等需要听课。说完，高师一挥宽大的衣袖，施施然离去。一旁的老弟子们见此一幕，纷纷露出玩味的笑容。如此看热闹的眼神，可是让不少脸皮薄的弟子们羞红了脸。采霞失败，一众选择了白霞宫的弟子们垂头丧气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内。方毅回到了房间，关上门，用木栓插好房门。他回想起刚才的采霞失败，心中感慨：这修仙果然没有这么好修的。采霞一说，他从神话中也听说过，只是这万万没想到的是，要想真正的施展开来，竟然如此的难。不仅仅是难，简直就是虚无缥缈。采霞失败，功法就修行失败；修行失败，体内就没有法力运转；没有法力运转，这游龙步和混雷掌就是一个花花架子。方毅当然不甘于此，这修行门派真武山好不容易让他混进来了，岂能入宝山而没有收获的道理？转念又想起了高师说下午会讲课，方毅眼中闪过一丝思考之色，或许自己这入门的机会也落在了高师的身上了。方毅趁着还有时间，与左邻右舍的新入门的弟子们挎着一点瓜果，谈谈心，很快就知道了一些事情。比如这个世界灵机贫瘠，这才导致了原本高境界的修行者再也难以诞生。灵石从原来的修仙界流通的货币，变成了门派的硬资源。哪家门派在灵机衰落的现如今依旧保存完好，那他一定拥有数量可观的灵石储备。这也就是高师为何会被自己的灵晶收买的真正原因。但与其他人不同，方毅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原来的世界正逢灵气复苏，灵气充裕的不像话。灵晶在方毅的那个世界名唤能晶，已经初步实现了可以人工采集。这2颗灵晶是方毅花费了3万块在武道银行里购买的，之所以带过来，考虑的是不备之需，结果谁能想得到，还真用上了。方毅觉得自己或许可以试一试，回到灵气复苏世界，试试看采霞翼或者直接修行。下午，众弟子们齐汇聚在道场，高师没有讲课，而是换来了3位老弟子给新弟子们讲课。这3位是你们的师兄师姐，由他们来为你们讲解3门功法。方毅闻言看向了3人，2男1女，其中那一女便是方毅入门的带路人师姐叶青青。叶青青似乎对于别人观察自己的目光十分敏锐，直接看向了方毅，发现那张脸还挺熟悉，也没有说什么。让方毅没有想到的是，这叶青青正好修行的也是与自己一样的白霞采气功，她能出现在这里，很明显就是那些能够采霞成功的天赋之人。轮到叶青青讲课的时候，她盘腿坐在众弟子之前，将自己修行白霞功的感悟分享了一部分给师弟师妹们。不过在末尾，她还是着重强调了一番：3门外门功法之中，白霞功为中品，其余2门都为下品。若是能够入门，自然是极好的。但是正因为品级高，门槛才高。我奉劝各位师弟师妹们最好量力而行，免得蹉跎大好时光。当然，尔等若是能够找到灵机充裕之地，直接汲取海量灵气，也能入门。叶青青的一番话虽然语气冰冷，但却充满着关怀之意。不少选择了白霞宫的弟子们此刻已经面露犹豫之色。叶青青见此一幕，微不可察地点点头，但他看向方毅之时，神色却有些错愕，因为方毅丝毫没有露出犹豫之色，反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似乎在发光。叶青青一愣，秀美的脸上浮现一丝错愕之色。不是，这方毅莫不傻了？人家都听劝，开始思考转修了，
这小子怎么一脸激动啊？他难道聋了？没有听明白我刚才的好言相劝？不单单是叶青青，就连高师也是微微有些错愕。课还是要继续讲下去的。讲完了功法要领之后，3位师兄师姐退下走了，高师重新上台。他虽然体态偏胖，但身穿一身云白色袍子，再加上乃是筑基一层的大修士，自带一份威严。高师打了个响指，有杂役抬上了一幅经络图。方毅定睛一看，旁边写着6个字：换血、淬骨、断身。这就是炼体成功之前超凡的3个阶段，也就是武者境。通过你们修炼的武技心法，锻炼自己的身体，拥有一个强大的身体，才能够承受住炼气的强大灵气的冲击。下面我来细细讲述一下这超凡3阶段。不知不觉间，月渐西斜，但方毅和其他新弟子们丝毫不敢松懈，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课。踏入仙门，那是几辈子才能修来的福气。现如今的他们，岂敢在这种重要的讲到时间走神呢？日头渐渐西斜的时候，高师总算停止了讲课，略带威严的眼神扫视了一圈众弟子们，接着在方毅的眼神中微不可察地点点头。下课之后，去丹药堂领取一份淬体液，然后烧开了水泡进去。记住，就算痛得跳脚，也不要跳出来。当然，淬体液不是一直免费的。现如今灵机贫瘠，药材难找，之后要想换取淬体液，需要用善功兑换。下课，高师走了，不带走一丝云彩的走了。他走后，众弟子们如鸟兽一般，哗啦啦一下子就散开了。已经相熟了的弟子聚集在一块儿，交流起心得，但也有迫不及待的弟子直奔丹药堂而去。方毅就是那批迫不及待的弟子。丹药堂，方毅到的时候已经排了老长的队伍，无一例外都是来兑换亦或者领取免费淬体液的。等了片刻之后，轮到方毅了。师兄你好，新入山门弟子方毅，领取一份淬体液。待前面那弟子走后，方毅十分有礼貌地将右手放了上去，礼貌问道：负责发放丹药的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中年弟子，他似乎待在这个职位不痛快，沉默寡言，对谁都没有好脸色。方毅也不立，中年弟子的双目忽然一凝，只见在后面弟子看不见的视野里，方毅用摊开的右手里放着一颗小小的米粒般的东西。别的弟子不识货，可丹药堂的弟子可识货呀，这分明是一块灵粒。所谓灵粒，也就是灵石的边角料。方毅想了想，灵石在这个绝地通天的修仙世界如此匮乏，自己可不能将灵石和灵晶大大咧咧地露出来，但一些边角料可以用来给自己打通不少没有必要的麻烦，也能少走一些弯路。比如现在，3个呼吸之后，中年弟子恢复了不苟言笑，但手里动作默不作声地将方毅递过来的东西收下。他开口道：一份淬体液，记住要练习了3遍武技之后才能使用，效果才是最好的。要是条件可以的话，建议加1株浴血草下去，效果会更好一些。这段话是极小声的，只有方毅和中年弟子可以听到。方毅闻言露出开朗的笑容，那就谢过师兄了。接过淬体液的药瓶之后，大步离去。中年弟子目送方毅离去，心道：这是哪里来的世家大少，出手如此阔绰？一不小心忘记接待了下一位，后者有些急了，大声问道。中年弟子回神，看着脸色着急的下一个人，冷冷道：淬体液1瓶。接着像是不小心一样，直接扔到了那弟子的手里，差点砸碎了。那弟子当即火冒三丈，欲要发火，可对上中年弟子那冰冷的眼神，又诺诺说不出任何话来。你欺负人！中年弟子不理他，冷声道：下一位。欺负人就欺负你怎么样了？要是你能像刚才那弟子一样出手阔绰，老子捧你臭脚叫爹！路上，方毅凭借着不要脸的功夫和一张帅脸，很快知道了哪里有售卖浴血草。那是一处外门弟子和杂役弟子之间自发形成的方式，专门让弟子们兑换所需的修行资源。方毅来到这里，看到了一处颇为杂乱的方式。按照之前询问的消息，在东北角落见到了一处身穿黑色劲装的杂役弟子。那杂役弟子是个有眼力见的，见方毅身穿外门弟子衣，立马上去喊道：这位师兄，需要草药吗？我这里全都是上等货，不骗人的。方毅觉得这人嘴挺甜的，自己一刚入门的新弟子都能舔着脸称呼师兄。方毅点点头，也不墨迹，当即要了摊上那仅剩的3株浴血草。这3株给我包起来吧。杂役弟子一听，又看了看方毅那不作为的脸色，当即大喜。好的师兄，一共6枚灵力。方毅双开付了钱，扬长而去。留下那杂役弟子高声喊道：师兄留个住址啊，师弟下次有货了可以送货上门啊。可惜旁人听到了，方毅却已经走远了，直奔自己的住处。方毅并没有第一时间使用淬体液，而是闭眼链接7窍玲珑石，默念一声穿越。下一刻，一阵光雨按在方毅的眼神闪烁不定。在睁开眼之后，方毅已经回到了高武世界。方毅回来之后，第一时间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看了一眼上面的时间。果然，自己猜测的没有错，高武世界和修仙世界的时间流速乃是1比5，也就是说，高武世界过去1天，修仙世界过去5天。这样的时间流速，对于想要利用2界的优势攀登更高峰是极为有利的。方毅内心大喜了好一会儿，他这才脱下自己的弟子衣，换成了这个世界的衣服。随后第一时间检查了一番门窗，确定没有人在自己消失之后进过自己的家里。确定了之后，方毅这才放心看了一眼天空。此刻时间刚好来到了11点半左右，小区之外还有不少人家亮着灯，似乎在看电视或者打闹。方毅却来到了由已故父母房间改造而来的静音练功房。他缓缓拿起2份武技神意图，将其一一贴在脑门上。游龙步，混雷掌。方毅先是把那份混雷掌的神意图放在额头上，只听虚幻的一声雷光炸响，方毅猛地感觉自己的脑袋里像是多了什么东西。放下神意图，方毅闭上眼睛，
沉思了片刻，他只觉得自己的脑海里竟然铭刻了一套完整的玄奥掌法。微微思考了片刻之后，方毅心念一动，双目睁开，两只手掌开始随着掌法延伸纹路，在空气中开始舞动起来。一开始不熟练的方毅如同一只钢化型的妖精似的，手法笨拙的厉害。可一次不成，再来一次。方毅自问自己，从小到大最缺的就不是耐心。不对，再来，不对，再来，不对，再来。这样的失败再来的过程一直重复了7、8次左右。终于在第9次，方毅成功的将一套完整的混雷掌的堪堪施展开来。双目猛地一睁开，方毅大口大口的喘着粗气，眼神之中却带着难以压制的喜悦。好强，好厉害，好精妙的混雷掌。虽然只是入门，但在高武世界生活了这么多年，方毅通过各种渠道了解过高武世界的武技，也在电视里见过强大的武圣施展出来的武技水平，可感觉都不如修仙世界的武技之精妙。方毅发现，这套混雷掌施展起来大开大合，但其实中间蕴含着多重精妙的变化。最重要的是，方毅觉得自己若是能够真正入门这混雷掌，第8、5高之内，哦不，乃至于整个金海基地是5高学生，自己都能够一战。想到如此，方毅的心中更是大喜。不行，趁着上学还有一段时间，自己可以再练习一遍混雷掌。呼呼呼呼，被布置了静音棉的练功房里，一个模样俊朗的少年双手齐出，掌风发出呼呼之声。接下来的几日，方毅往返于第8、5高、小姨家和自己家。晚饭之后，方毅直接借口要修炼功法，直接一头扎进了自家，并且嘱咐小姨一家若是没有紧急的事情，不要来打扰自己。看见姐姐留下的唯一孩子如此用功，小姨不由得露出欣慰的笑容。只是可怜自家表弟阿康又被拿来和懂事的表哥做比较了。3日之后，方家练功房，方毅站在室内中间，忽的双目一睁，双手缓缓抬起，接着开始施展掌法，或劈，或砍，或抽，或推。短短数十秒之内，方毅的一双柔软白皙的双掌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道玄奥的轨迹，掌风如刀，每当停顿那一刻，都拉出一道凌厉的风声。加速、缓速、慢速，一套混雷掌下来，方毅只觉得体内的气血越来越充裕，越来越……忽的，这最后一式，方毅猛地抽身，接着2只手臂上的经络齐齐绷紧，大步往前一踏，目光如电，只盯着眼前摆放的一个沙包，全力一掌击出。轰！方毅的耳畔似乎有一道微弱的电火花炸裂之声，沙包也被方毅直接打出了一个破损的小口。方毅缓缓手掌，看着那小口，心中充满喜悦。回来之前，方毅早在山门中打听过了，混雷掌一共分为4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入门、精通、小成和大成。入门阶段的标识便是掌风如雷动。虽然现如今的自己只是打出微弱电火花崩裂的声音，可方毅觉得靠着自己现在的进度，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仅仅只是入门。若是需要精通，需要更加勤加练习。练习了几遍混雷掌，将掌法6式基本都谨记在心之后，方毅紧接着开始修行游龙步。偏若惊鸿，宛若游龙，这句话便是这身法游龙步的立意。游龙步也分3个阶段，第1位游云，第2位游龙，至于这第3则为惊鸿。传闻这第3等境界只有真武山寥寥数人才能达到。大成级别的游龙步施展起来，宛若一道惊鸿劈链，身形飘渺无踪迹。方毅缺的就是这种武技，当即牢记步法，无论摔倒多少次都不叫苦也不放弃。终于在第10遍的时候，堪堪将游龙步的基础步法给运行了一遍，勉强施展，想要熟练还需要更多的练习。当即方毅继续刻苦练习。真武山外门弟子精舍，一晃就是5天时间。精舍内部不少人紧闭房门，不少人外出交友训练。方毅终于推开了自己的房门，重新感受着真武山的太阳。果然贫瘠。方毅嘀咕了一句，当当当当，一阵金钟声响起。方毅知道今天到了高师的讲课时间，跟随大部队，方毅来到了道场。高师依旧是那副胖胖的但是不苟言笑的模样，端坐在道场中间，神情严肃。方毅等一众弟子上前，执弟子礼，恭恭敬敬喊道：“高师！”高师平静地点点头，让众弟子落座。待大部人都到齐了之后，高师这才开口道：“不管尔等是否功法入门，今日我要讲的是武技。尔等须明白，在这灵机贫瘠的时代，我等修仙者施展法术消耗极大，且身上若是没有灵草灵药制成的丹药补充，极容易丧失战斗力。那么武道便是修仙一途的护道手段。以武辅仙，这便是我今天要教给你们的道理。”这番话如洪钟大吕，震撼在场所有的弟子们。方毅听得连连点头，心道这话说得极好。修仙者的法术施展需要灵气，但是此方世界灵机贫瘠，若是将体内的灵气都消耗殆尽之后，没有及时得到补充，那跟手无缚鸡之力的凡人就没有两样了。因此，辅修武道作为护道手段是值得推崇的。高师坐于众弟子前，一一让人上前检查对方选择的武技是否入门，时不时点头，时不时劈头盖脸直接一阵骂。很快，轮到了方毅了。当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之后，方毅大步上前，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句：“高师。”高师神情有些微妙地看了一眼这个胆大包天的弟子，微微停顿之后道：“你且将你2门武技施展于我看，我帮你挑出其中的错出来。”是。方毅大声应道。旋即将混雷掌和游龙步一一施展开来。可片刻之后，原本还算嘈杂的道场竟然鸦雀无声。众弟子们齐齐拉长了嘴巴，看着方毅，神情都是震撼。方毅施展完成之后，恭敬站在原地。高师这才忍不住问道：“等等，你莫非是有武道底子？”方毅如实回道：“不，
弟子第一次习武。呵，道场之中响起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众人心中此刻只有一个想法呢，莫非这世间真有天才？接下来的几天，真武山外门弟子之间的热议人物，毫无疑问就是方毅，因为他在别的弟子还未记住武技全部动作的时候，却已经能够完整的打完一套掌法。虽然这套掌法在高师和一众师兄师姐的眼中漏洞百出，可他们依旧震惊无比。这新入门的弟子们或许不知道，混雷掌可不仅仅只是下品武学，更是外门武技当中拔尖的那一批，因为它更为强大，且更为难入门。方毅才学习了多久？几天功法就能够完整的施展开来，这人莫非是天生的武道奇才？方毅的突出让高师惊喜不已。原本筑基大修的高师，对于新入门的弟子不抱有任何希望。新到这群弟子要是能够在3月时间入门，已经算是资质顶好的了。至于在几天时间内施展完整武技，那更是做梦。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出了方毅这个怪胎。3天之后，道场之中，一道风声朝着自己的右侧后方袭来，那是一位使用腿法的弟子正攻向他的后心。周围的观战弟子们见此一幕，纷纷惊呼，更有甚者吓到说不出话来。完了，徐龙这招蛇形腿，鬼魅难测，速度奇快无比，我觉得方毅要败了。有弟子说道。旁边的人听到也连连点头。蛇形腿，下品腿法武技，修炼之人若是大成，施展开来，犹如一条狂舞的黑蛇，鬼魅难测，攻击力也不弱。这是一场正常的弟子之间的比较，也是高师的第2次武道课，想要以此来讲述2大武技之间的优劣之处，同时也可以顺带指点一番。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徐龙那蛇形腿就要狠狠踢中了方毅那一刹那，甚至连他本人都觉得胜券在握。忽的，徐龙只觉得视野里的方毅像是后脑勺长了眼睛一样，身躯飘忽了一下。就是这一下，徐龙的攻击瞬间落空。不好！徐龙见自己攻击落空，心中大叫了一声糟糕。果不其然，下一秒，飘忽躲过了徐龙的腿法攻击的方毅，凌厉的一抽身，右掌顺势推出，趁其不备，一掌正中徐龙的胸口。本就下盘不稳，再加上方毅的混雷掌的攻击，徐龙当即倒飞了几步远，直接重重摔在地面上。徐龙倒在地上，花了好几秒才从地上站了起来，只觉得眼冒金星，胸膛如针尖一般刺痛。他知道自己输了。方毅见徐龙失去了战意，缓缓收起了掌势，修长的身躯立着，抱拳平静道：“承让了。”与此同时，周围的弟子们这才如同砸了锅一般，哗啦的一下齐声高呼了起来：“天哪！我看见了什么？徐龙不是要击中了方毅吗？他怎么一下子闪过去了啊？是步法！方毅的游龙步发挥了作用。不是吧？我练习一门拳法都还不能完整的施展开来，这小子竟然能够施展步法了！苍天啊，大地啊，你还让不让人活了呀？”弟子们无一不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方毅，心道这人到底是什么怪物？竟然在自己等人一门武技都还没有入门的时候，已经开始修行第2门武技了。他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多精力啊？他不用休息的吗？若是方毅此刻掌握了读心术，听着这话绝对会歪嘴一笑。嘻嘻，不好意思，你猜对了哦。他能够比同龄的弟子入门快，有2个原因。其一是高武世界灵气充沛，方毅的体质远比修仙世界的众人好上很多。其二则是因为方毅的专注力。从小到大，方毅的专注力一向很好。他只要认定一件事情，除非是使用了数十种方法都达不到才会放弃，否则只要有一线希望，他就能够有近乎无穷的动力去做这件事。这是方毅的优点，最大的优点。拿到了混雷掌和游龙步的这几天，方毅靠着出色的资质、海量的灵气，再加上本身专注力，已经堪堪将2门武技入门。仅仅只是入门这种程度，在叶青青等老弟子的眼中，自然是不堪一击，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拙劣。但是对于同龄的，还卡在连武技都不能完整施展开来的同一批弟子们，可谓是降维打击。有一句高武世界的现代话来说，就是方毅这厮就是爸妈嘴里别人家的孩子。徐龙垂头丧气的下去了。方毅转过身看向高师，恭敬一礼道：“请高师指点。”好好好。高师见这小子不单单资质好，还这么有礼貌，一连说了3个好字，足以见得心中确实高兴。他大手一挥，指点了方毅刚才的混雷掌的几处姿势错误。方毅细细一听，然后比划了几下，心道果然通畅多了。谢过高师。指教完成之后，方毅礼貌道谢，下去了。高师看着他，眼中飘忽了几分喜悦之情。讲课结束了之后，方毅在一众弟子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中，回到了自己的弟子精舍。一回来便看到了一桶滚烫的热水放在他的房间里，这是他一早拜托杂食堂的人做的。高师说过，淬体液这种东西最好在练功之后进行。于是方毅在每天的练功结束之后，都会进行一桶淬体液的浸泡，顺带扔一朵促进效力的浴血草。淬体液和浴血草逐一放入了木桶之中。没一会儿，原本清澈的热水就变成了一锅黑色浓稠的汤水。看着这奇奇怪怪的眼神，方毅忍不住心中腹诽，这颜色，你说是毒汤我都信。但吐槽归吐槽，可方毅还是搅拌均匀之后，顶死了房间门，赤身进入了淬体液中。一下水，方毅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表情都变得有些扭曲了起来。特马的，这淬体液真疼啊！不仅仅是疼，更像是用很多银针胡乱的扎在方毅的身体上，毫无章法，无论什么穴位都扎进来。忍受了针扎之痛后，紧接着便是常人难以忍受的高温。方毅不住的大口呼吸口气，心中默默运行着混雷掌的心法，据说这才能够汲取淬体液之中的营养成分。针扎、高温不断来回交错。5分钟后，方毅皱眉，看着已经渐渐清澈的药液，摇摇头，出来穿好衣服，开始练功。高师也说过，
沐浴淬体液之后是最佳的练功时间，方毅可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耽搁。练武的日子注定是枯燥的。接下来的半个月时间，高师宣布讲课暂时结束，1个月时间让弟子们先好好练功，争取早点将武学入门。当然，最好是能够练气入门。当然，高师对于自己后半句话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仅仅只是勉励一番弟子们。方毅回到了弟子精舍，宣布闭关。实则，他回到了高武世界。回来之后，方毅便开始尝试修炼白霞采气功了。这天下午放学之后，方毅第一时间回到小姨家，借口今晚要和几个同学一块去最近开的道馆参观，便不吃晚饭了。小姨也只是稍微叮嘱了一下，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实则，方毅哪里是去什么新开的道馆参加啊？他直接回到了父母的留下的房子，一头扎进了精英的练功房。方家，方毅看着被自己加固了隔音材料的练功房，满意地点点头。旋即，方毅从练功房角落里的保险箱打开，拿出了一颗玻璃小球一样的晶石，这便是高武世界所说的能晶，也就是修仙界现如今所紧缺的灵气结晶。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高武世界，能晶其实是通过高科技手段将海量的灵气浓缩而成的灵气结晶。不过在高武世界不称灵气，而称能量，故而称之为能晶。手中握着能晶，方毅盘腿坐下，默默忽想起那日叶青青说的话，以及自己从高师那里打听而来的消息。两者都说过，在灵机充裕的年代，真武山的3大入门功法白霞功是最好的，因为它可以修炼至筑基期，甚至在筑基期还能蜕变，发生玄奥的变化。但随着世界灵气灾变，灵机逐渐开始消散于天地之间，没有了灵气供给的真武山也从一州霸主逐渐龟缩到了真武山，武道这才慢慢发展起来。白霞功采集的是朝霞之气，一种品质较高的灵气，若是能够长久采集是最好的，若是采集不到，也可以用海量的灵气来辅助。灵气在修仙世界是贫瘠的，但是在高武世界，呵呵，那可谓是海量，取之不尽的。方毅缓缓闭上双眼，脑海中观想白霞采气功的观想图，心中默念口诀。下一刻，方毅就感觉到了身体产生的变化。原本在修仙世界丝毫没有变化的身体，这一刻像是活了过来，张开了一张张贪婪的小嘴，开始汲取充斥在空气中的一种物质。方毅闭着眼睛，只感受到来自身体本能发出的一阵愉悦之情。也不知过了多久，方毅只感觉浑身上下热热的，甚至要发烫，暖洋洋的，十分舒服。忽然，身体似乎发生了某种变化，方毅只感觉到身体内部产生了一丝奇妙的变化。这就是气感是吗？方毅睁开眼睛，都是惊喜。要是没有记错的话，练气入门的标准便是产生气感了。方毅道：没想到在修仙世界没有久久做不到的事情，可在高武世界竟然一次性就成功了。如此惊喜，真的是让方毅心中雀跃不已。不由得，方毅重新闭上眼睛，继续修炼。不知过了多久，叮铃铃铃了，练功房内放置在一旁的通讯仪忽然开始发出聒噪的铃声，房间的缝隙处隐隐约约透露出一丝光亮。铃声中，方毅缓缓睁开眼睛，双目之中仿佛有电光闪过。没想到这一修炼竟然到了清晨了。方毅看着洒进来的一丝阳光，发出一声感慨。紧接着，他缓缓站起身来，开始打量起自己的身体，眼中都是欢喜。竟然练气一层了。方毅喃喃道：没有错，仅仅只是一夜时间，方毅从原本的凡人直接冲到了练气一层，不单单诞生了气感，甚至体内还浮现了法力。虽然练气一层的法力极为低微，恐怕一张灵符就能掏空，但这也是实打实的成功迈出了修仙之路，对吧？这对于方毅而言就是数不胜数的欢喜了。修仙世界里，高师说过，若是能够在半年时间顺利练气，就已经是了不得的修仙天才了。更别提按真武山往年的弟子练气成功概率，就自己这一批当中，在1年左右能够顺利练气成功的，恐怕也仅仅只有1、2个左右。这还是真武山已经是精挑细选出来的人才来算的。想到这里，方毅只能感慨一句：时也命也。若是那些人也跟自己拥有穿越2界的手段，起码也能够练气入门。但这是方毅最大的秘密，他是不可能透露给任何人的。感慨了一番之后，方毅洗干净自己身上因为练气成功而压榨出来的黑色杂质，然后匆匆去小姨家里吃饭。小姨做的早饭十分丰盛，警察厅的小姨夫也难得没有出早班。饭桌上，小姨夫蔡武有些惊讶地看着自己这外甥，道：小姨，我怎么觉得你今年好像白了不少啊？还有精神面貌也好了不少。面对小姨夫的询问，方毅当然不能说自己已经是修仙者了，只是笑道：可能我最近练武有成，所以才白了些吧。没有家长不爱听自家孩子热爱学习的。蔡武作为小姨夫，能够在自家妻子的姐姐姐夫去世这么多年供养方毅，不是图方毅父母留下的遗产，而是真的把方毅当成了自家孩子。一听这话，当即哈哈大笑了起来。好，我家小毅果然是个好孩子。小康，多和你表哥学学，你要是有你表哥这么努力，你爸我就烧高香喽。蔡武还不忘顺带拉踩了一下自家儿子。蔡康哼哼唧唧，不服输的怒吃了5根油条。上学之后，方毅的显著变化也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关注，只是一一都被方毅借口扯开了。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的过去了。方毅将自己的课外业余时间全部都压缩到了修炼和练武之上。虽然修仙者强大至极，但是高师也曾经说过，修仙分为练气和练体，练体至高深者也可开山裂海，甚至可以掌劈一方大洲。武学不单单是护道手段，也可以是求道手段。虽然两者同修可能浪费很多精力，但是身怀大机缘的方毅决定了就是干了。
日子如流水般过去。新的一天，小姨家，方毅吃完早饭之后，正打算和表弟蔡康出门去学校。刚走到门口，小姨周婉如的声音匆匆传来：“小姨，等一下。”怎么了，小姨？方毅回头看向小姨，周婉如解下围裙，笑呵呵地从卧室走了出来，伸手给了方毅一个东西，这个挂在脖子上。方毅接过一看，是个红布绣成的护身符。小姨，周婉如笑呵呵道：“这是小姨特地从城隍庙里给您求来的护身符，保佑你今天考核顺利。放心去吧，小姨在家里给你准备你最爱吃的炸虾。”周婉如笑意盈盈地看着方毅，整个人都充满着母性的光辉。这一刻，方毅似乎看见了自己已经过世的母亲。趁着鼻子还没有彻底发酸，方毅匆匆离去，倒是把表弟蔡康落在身后了。蔡康一看表哥一溜烟的没影了，人都傻了。不是表哥，我医学文的，你倒是等等我啊！第85高，方毅从教室后门走了进来，发现班级里乱成一锅粥。毅哥来了。后排同学见方毅来了，笑呵呵地打着招呼。方毅所在的班级是第85高武道一班，这个班级的同学极好，并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这可能也因为是方毅作为班长，能力和颜值都出众的厉害，再加上强大的人格魅力，班里的每一个同学都信服他。当然，其中也不乏刺头，不过这些刺头都在方毅的一番合理说服之下，都心服口服了。方毅坐到了王的故乡上，屁股还没有热呢，就听到一道脆生生的女声喊着自己：“怎么了？苏磊磊同学？”方毅看向声音的主人，那是一个身穿第85高学生制服、扎着高马尾的英气女生，苏磊磊，第85高的副班长。方毅的左膀右臂，同时他父亲也是警察厅的人，他们家和方毅小姨家关系不错，方毅与他关系自然也不错。苏磊磊利索走到了方毅跟前，将一张纸放下，道：“第2和第65高的种子选手的资料，看看。”哟嚯！方毅不由得一挑眉，夸道：“牛啊，这都能搞到手！”听着这话，苏磊磊嘚瑟地哼了一声，双手抱胸，自豪道：“那可不，我苏磊磊的姐妹可是遍布整个金海基地市。”嘚瑟完了之后，苏磊磊收敛笑容，神情严肃了几分：“行了，别皮了，这次联考可不仅仅只有我们学校，第25高和第65高那群家伙也不是吃素的，我可是打听到了好几个厉害的，据说已经有人冲击进入了2品武者了。2品？”旁边有同学不由得惊呼出声：“这还是人吗？怪物吧！”高武世界的武者分级为1到9品，9品之上便是超凡，其中分为败将级、封侯境、称王级以及不知道的几个传说中的境界。寻常的刚开始学武道的武高学生，实力普遍在1品低阶左右打转，稍微强大一点的可以是1品中阶。若是能够在武高阶段短短接触练武不到半年时间就冲击进入2品武者层次，那就是天才了。当然，在苏磊磊的眼中，方毅也是第85高的天才。往日里，方毅的实力也就在1品中阶左右，若是这半个月训练刻苦，恐怕应该是1品高阶武者了。可是这还不够的，因为1品的武者远远不是2品武者的对手，更何况武者当中其实还有可能有异能者出手。苏磊磊他们是担心方毅会遇到那2品的变态。对于他们的警告，方毅淡淡点头道：“知道了，我会注意的。”苏磊磊闻言满意地点点头，同时他也忍不住在心中祈祷了起来，希望方毅不要遇到那些变态，也希望方毅能够取得一个好的名次。考核当天，武高是不上课的，各个班级的带队老师带着自家学生坐上了武道部提供的校车，前往联考的地点——金海基地市军方练功场。那是一处已经废弃了的军方练功场，但修缮了一下，还是能够使用的。校车嗡嗡嗡地停在了练功场外，学生们整齐有序地在各自的带队老师弟带领之下，陆陆续续进入其中。原本空旷的练功场，如今已被人为用高科技手段分成了4大块区域，每一块区域的上方的虚拟屏幕分别写着第1考试场地、第2考试场地、第3考试场地之类的大字。进入练功场之后，有武道部的大人物出来讲了几句话，微微勉励了几番，旋即便让各自武高的学生落座在3个区域，然后有专人过来给学生们一一抽签，带喇叭广播念到你的名字，你就去那个考试场地与对手比试。方毅抽中的是第3考试场地第25位，他安安心心坐在休息室，看着屏幕上显示的晋级人名字。在此期间，抽到了号码靠前的很多同学都上去了，回来之后有兴高采烈的，也有失魂落魄的，方毅都不为所动。直到休息室门口忽然传来一阵骚乱，似乎有第85高的同学大声嚷嚷着什么，口中还说着脏话。方毅睁开眼睛，就见苏磊磊大步走向自己，脸色有些严肃。怎么了？方毅问道。苏磊磊道：第25高有个人，他打伤了我们班的同学，考核不小心有伤势，很正常。方毅道：练武的人受伤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并不奇怪。苏磊磊摇摇头，又道：不仅仅是打伤，那人直接踢断了我们同学的脚筋，要不是裁判及时出声阻止，说不定下一脚就要踢中脑袋了。苏磊磊这番话说得平静，但是其中的凶险显而易见。方毅微微挑眉，站了起来。果真，也不知是不是自己的错觉，苏磊磊只感觉自家班长站起来那一刻，自己的心头猛地一跳，像是冥冥中受到了极大的威胁。真的，你可以去看看伤势。方毅闻言，一双漆黑的眸子里微微眯起，那就是恶意的了。方毅的声音温和但却带着坚定的力量。苏磊磊带着方毅一起去看了受伤的同学，医师已经来了，正在给他上药做紧急处理，但因为是伤到了人体经脉，必须到医院才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处理。方毅看见了受伤的同学名唤刘小梦，是班里一个默默无名的女孩子，平日里乖巧的过分，家境一般。苏磊磊的母亲也是医师，站在方毅身旁，她开口道：按照这伤口，
恐怕就算治好了，也难以练武了。方毅没有说话，而是目光淡淡一闪。人群之中，第85高一班的同学们有一个算一个的，都义愤填膺，直言第25高的人卑鄙无耻。班长，你是不知道。苏磊磊旁边有同学冲到方毅面前告状，那小子打败了刘小梦之后，明明可以不再动手了，却像是没有听到刘小梦的认输，直接一脚就下来。在之后，小梦就成这个样子了。临上车之前，方毅又看了一眼刘小梦，这个出身一般的女生，此刻被同学们围绕着，没有哭出声，只是用双手死死挡住自己的脸，不让自己失去最后的体面。就在这时，人群当中，班主任刘洋走了进来。见刘洋来了，大家伙的情绪更加高涨了起来，纷纷直言这不公平，吵得很大声，甚至外面走廊路过的其他人都频频回头看。吵什么？刘洋冷声喝道。他这个一班班主任虽然平日里嬉皮笑脸的，但在学生们心中还挺有威严的。当即，一班的同学们就安静了下来。可是老师，刘小梦何其无辜！苏磊磊咬咬牙，开口道：“那个嚣张就是故意的，分明就是故意伤害。刘小梦估摸着今后再也不能练武了，不能练武，也就意味着要从武道班出去，变为一个普通人。刘小梦怎么可能不伤心呢？怎么可能不绝望呢？”同学们闻言纷纷露出感同身受之色，都有些悲戚。希望破灭，多么绝望啊！悲戚之中，方毅走到了刘洋跟前，平静开口：“老刘，我能跟你提一个要求吗？”刘洋微微一挑眉：“什么要求？”方毅转过身，环视了一圈全体同学们，淡淡道：“我把能遇见的2高的人都打出擂台，把嚣张也打废，你替我担着。”闻听此言，上的4个考场的选手们的情况，这个冯晓挺不错的，第65高出了个好苗子啊。有武道部的领导喝着茶，淡淡指着屏幕上的一个双马尾女孩道：“第65高校长点点头，脸上有志得意满之色。哪里，我们这边的冯晓还嫩着呢，第25高的李胜、嚣张、刘璐等苗子才好啊。第25高不愧是教育资源最好的5高呀。”谈话之间，第65高校长不经意间捧了一嘴第25高的校长顾明。顾明是个戴着金边眼镜的老者，听到老对头 PU 自己，只是淡淡一笑。但很快，第25高嚣张打伤了第85高刘小梦的事情就传到了他们的耳朵里。当即，第85高的校长古云直接站了起来，指着顾明怒道：“姓顾的，你就是这样教育学生的吗？考核而已，点到而止，费了脚筋，断人前途。”古云是个铁血老者，军人出身，一向护犊子。顾明看见古云指着自己，却不恼怒，只是淡淡品了一口茶，冷冷道：“嚣张不是故意的，他说了，是你们学校那女生认输的声音太弱了，他没有听见。再说了，裁判也没有判他违规，你急什么？你放屁！”听见顾明巧舌如簧，古云当即气得不行，又骂道：“他明显是故意的，你这是在狡辩！”两大5高校长直接对骂起来，让第65高的校长王允偷笑不已。但是他打定主意不掺和，只在一旁看戏。古云见骂不动顾明这个老泼皮，转头向坐在中间的武道部副部长林峰告状：“林副部长，你也看到了，嚣张故意废人前途，这难道不恶劣吗？难道不应该被惩罚吗？”听见古云告状，顾明却冷冷一笑：“林副部长，裁判都没有说嚣张违规，这古老头却说嚣张违规，他这是在质疑武道部的公平公正啊！”此言一出，在场人都倒吸一口冷气。这话说的，一顶帽子就扣了下来了。古云一张脸更是气得通红。可话题扯到了公平公正上了，林峰只能站出来：“和稀泥，两位消消气，消消气，些许小事不值得发这么大火。顾校长，不是什么大事情，我让顾校长给那女生赔款就行了，您看如何？”林峰淡淡开口，说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古云还想开口，但却被身旁的教导主任王娜给拉了一下，拼命使眼色。林峰明显就是在和稀泥，但是古云却不得不忍下这口气。而就在这时，屏幕上忽然出现了嚣张对方毅的画面。古云看着这一幕，又听到王娜耳畔传来的消息，忽然脸色如急转弯一般，直接坐了下来，而且还以一种极为有趣的眼神看着顾明。顾明看着古云这个眼神，心中疑虑丛生，这老小子怎么不气了？第3考核场地，在广播声中，上一个落败的学子下台。这学子似乎是第65高的，见方毅上台，急忙提醒道：“小心点，同学，那嚣张就是个疯子。”方毅点点头，认真道：“谢谢。”学子见状，觉得自己已经够义气了，也就一瘸一拐的下去了。这一路走来，方毅明显发现了一件事情，相较于其他考核场地，第3考核场地的人员负伤率明显要高一些。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现如今霸占着第3擂台的学子，第25高的嚣张。方毅上台，看见了一个留着寸头、身形瘦削、嘴角挂着一丝玩世不恭笑容的青年。没有错，以5高学生的普遍年龄，应该被称之为少年少女才对。可这嚣张不单单是外表趋向成熟，就连这气质也十分流氓泼皮似的。方毅上台之后，对面的嚣张第一时间停留在方毅身上那身第85高的校服上。又是第85高的垃圾啊！我还以为你们第85高的垃圾已经知道了自己和我之间的差距，已经吓得不敢登台了呢。你不怕死吗？说着这话的时候，嚣张还龇牙咧嘴的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故意挑衅全体第85高的学子。休息室内，全体第85高的学子们纷纷露出一脸愤慨之色，显然是被恶心至极，甚至连不少第85高的老师们也纷纷皱起眉头。狂妄、无耻小人，卑鄙至极，有本事和小爷1对1，人事你是一点都不干啊！嚣张这番话叫嚣的可真的是嚣张啊！可越是群情激愤，擂台之上的嚣张似乎越是开心，眉眼之中都是肆无忌惮的笑意，以及对方一浑身上下游走的恶意。小子，我有句忠告给你。嚣张做着夸张的表情，挖着耳朵对方毅说道：“
那表情似乎是在大发慈悲似的。方毅却从始至终没有半分表情，一双眸子静静地看着嚣张。愿闻其详。对了，你叫什么？方毅欲要回话的那一刹那，场外忽然响起了一道道惊呼之声。说时迟，那时快，嚣张就刚才做着一副要唠嗑的模样，实则暗地里拉近了和方毅的距离。嚣张脚下猛地一蹬，身躯猛地往前一屈，两只大手朝着方毅的双臂就抓了过去。嚣张虽然嘴里垃圾话不断，形势对战也是阴险毒辣。他本人修炼的武技名换狼爪手，修炼之后，两只手强劲有力，如锋锐的狼爪一般，可以轻易洞穿脆弱的木板。自打方毅登台之后，嚣张的所有垃圾话其实都是在为这一击做铺垫。他佯装故意激怒方毅，为的就是放松方毅的防备，好趁其不备攻击方毅。而这一抓也是全力出手，不带一丝一毫的留情。至于违规，笑话，考核里可并没有规定只有裁判喊开始才算比赛开始。这一击，嚣张是直奔着洞穿方毅的肩胛骨而去的。只要方毅被自己抓住，这场胜利就是自己的了。场外很多人看见这一幕，都忍不住担心了起来，心中都感慨有这人真卑鄙。唯独方毅像是没有想到嚣张如此出人意料一般，又像是被吓傻了似的，呆呆站在原地。可就在嚣张要抓住方毅的那一刻，方毅动了。方毅身躯微微一斜，像是一条鱿鱼一般，直接从嚣张的两只手的攻击中间穿过。下一刻，方毅猛地一蹲，像是直接落在了嚣张的怀抱里似的。嚣张猛地一惊，心中就要变招，但可惜的是，方毅的掌更快一些。混雷掌！方毅心中默念，旋即全身劲力相合，身体大惊，齐齐一震，衣服之下的身躯宛若赋予了生命一般，齐齐抖动，将全身力量集中在掌上，然后一掌推出。方毅这一掌使用了全部力量，正中门户大开的嚣张腹部。下一刻，嚣张只觉得腹部像是被大铁锤狠狠的锤击，当即一股沛然巨力吸入他的五脏六腑，一口鲜血直接喷出，仿佛有一道炸雷在他体内爆炸。裁判见此，当即想要喊停，但是下一刻，嚣张在裁判的眼中倒飞了出去，划过了一个完美的弧线。砰！伴随着一声巨响，嚣张直接撞击到护栏之上，翻着白眼，口吐鲜血，身躯还止不住的颤抖。可方毅似乎还不想停止，快步上前，趁着那裁判还在愣神，重重仰角直接踢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三脚下去，原本就口吐鲜血的嚣张鼻子里都在吐血了。裁判这才反应了过来，连忙大声喊道：“停下，停下！”方毅这才停脚，站在原地，对着已经昏迷过去的嚣张认真回了一句：“我叫方毅，第85高，武道一班，方毅。”说完这些，方毅也不管裁判用什么眼神看着自己，回头看向擂台之前等候的其他学生们，开口：“我叫方毅，第85高，武道一班的方毅。嚣张已经被我打败，现在这座擂台是我的了。第25高的同学们，从现在开始，无论是谁，都别想通过这座擂台了。”从始至终，方毅的语气都很平静，又很认真，认真的像是在说一个已经既定的事实。方毅的声音很大，传遍了全场，几乎全部人都听到了。霎时间，一股狂风席卷整个练功场，成千上百的学子们纷纷都目瞪口呆地看着方毅，心道一句：这个方毅当真大胆啊！监控室内，原本风轻云淡的第25高校长顾明猛地站起身来，怒道：这是故意伤害，这是故意伤害！古云，你就是这样教你学生的？转过头，顾明又看向了一旁的武道部副部长之一的林峰，就想要告状。可第85高校长古云的声音却轻飘飘传来，当即让他哑火。故意？顾校长难道忘了是吗？只要裁判没有喊停，考核就还在继续。我笑的方毅只是天生有点耳背而已。您瞧见没有？他打完了人，还认真做着自我介绍呢，多么有礼貌的好孩子啊！哈哈哈哈哈！古云的笑声之中，顾明的脸色铁青一片。方毅狂妄的行为，当即也引发了第25高学子们的不满。但尽管不满，可第25高的老师们却仅仅只是皱眉，却没有开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第25高的那些尖子生们仅仅只是看着方毅，却没有人出言阻止。方毅在说完那句话之后，就开始守擂。与此同时，第85高武道一班的休息室，全体同学在看到自家班长大发神威，一举将那嚣张打成重伤之后，不由得欢呼了起来。一哥威猛，牛牛牛！班长了不起！我李小明从今以后就是班长的狗了！汪汪汪！卧槽，你来真的！牛逼！在欢声笑语之中，班主任刘洋也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忽然，他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走出休息室，迎面撞上了一个中年女人。女人名唤沈云，第25高的带队老师之一，同时这人也是嚣张的班主任。看着沈云脸上的怒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来找茬的，旁边路过的行人不由得都避开了。刘洋却适得其反，直接迎面撞了上去。哟，这不是第25高的沈云老师吗？刘洋眯着眼睛，笑呵呵地走上前，大大咧咧道：沈云老师这急匆匆的，莫非是有什么要事吗？刘洋，你别给我装傻！沈云冷着一张脸，右脸颊上那颗痦子随着他激烈的情绪变化抖动得厉害。女人尖锐的嗓音洞穿了半个走廊。沈云怒气冲天，怒道：你们班那方毅怎么回事？大家都是同学，都是人族，他为何要下死手？我要去武道部告你们第85高青天白日的杀人！每个基地市都有武道部，武道部不归基地市管辖，直属首都，但武道部管辖着所有基地市的学校，换句话来说，也可以说是所有武高的直属上级单位。沈云要是真的能以杀人罪将方毅告了，恐怕方毅不死也要脱层皮。毕竟，为了保证人族武者当中的每一个有生力量，武道部可是严令禁止人族之间互相攻，更别提杀人了。
这娘们一上来就给刘洋和方毅扣了这么大一个帽子，刘洋自然是不可能认的。烟灰轻轻弹在地上，看着这女人如此不知好歹且颠倒黑白，刘洋终于是按捺不住自己的好脾气了，冷冷一笑：“告我的学生。”沈云见他如此笑容，不由得心头一颤。是，如何？刘洋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淡淡道：“你当然可以去告了，只是你别忘了一件事。”走廊里的影子忽然变黑了，刘洋有些瘦削的身材缓缓靠近了沈云，脸上露出一抹淡淡的嘲讽笑容。什么事？沈云尽量保持着一脸愤怒，似乎这样才能人心中安慰些。你忘记了，咱们金海基地市的武道部部长姓什么了？你要是能告成功，我奉陪到底。说完，刘洋也不跟他扯皮了，直接大步回到了休息室，只留下沈云一人站在原地，脸色阴晴不定。沈云这才想起来，金海基地市的武道部正部长似乎姓刘来着。这家伙！沈云猛地一抬头，死死要抓下嘴唇，盯着刘洋关上的那扇门，咬牙切齿，喃喃自语道：“我不信，这是巧合。”走廊外，那女人的声音如此之大，休息室里的大伙不可能不知道，但大家都很信任自家杨哥，虽然担心，但也没有多说什么。不过，在看到刘洋一脸痞气的回来，大家便知道这锅自家杨哥顶下来了。哦，杨哥牛的！老刘，你是我的神！原来咱们基地市的武道部正部长是杨哥你家亲戚啊！卧槽，我个小人物还能有这人脉关系？杨哥，哦不，是义父在上，请受我之一拜。刘洋被自家学生包围了起来，听着这虎狼之词，不由得摸了摸额头。一群熊孩子！方毅向来是说到做到，接下来的几场考核里，只要是出身第二武高的学生，基本上一上台就被方毅轰了下去。不过这首恶已除，第二武高的学生与方毅也无冤无仇，所以也不至于下死手。只是在对方登上擂台的下一秒，混雷掌一掌轰出，对方就飞了出去，摔在了不远处的一滩沙包上。不痛，但是比较丢面子。来一个，飞一个。不一会儿的功夫，已经陆陆续续有超过10位第二武高的学生被方毅无情的淘汰，而胜利者方毅也顺利的拿下了15连胜，直接创造了这场联考里第一个拿下10连胜的学生。第3考核场地，当之无愧的霸主。场下，第8武高的学子们有一个算一个，已经封球了。看到没有？那就是我们第8武高的方毅，牛逼吧？班长好帅，好牛逼！结，看到没有？第2武高的小崽子们，这便是我们第8武高第一强者的实力。来多少打飞多少，好牛啊！但第8武高的学子们有多骄傲，被打击的第2武高的学生们就有多么不甘和委屈。诚然，嚣张那家伙确实是有错在先，但是你方毅不也把他打残了吗？为何还打我们第2武高全体学子的脸呢？听着场外的热闹气氛，方毅站在台上不动如山，以左脚为定点，旋转一掌将又一个第2武高的学子送出了擂台。下一个，方毅收掌，淡淡道。场外的欢呼声更是激动。很显然，青春期的武高学子们的情绪已经被方毅这堪称燃爆的行为彻底激活了。但外界如何喧哗，可方毅依旧内心平静。他知道，第2武高里不尽是些庸才，肯定有人会看不惯自己这么嚣张打脸的。没过一会儿，又一个第2武高的学子上了擂台了，是个男生，体格壮硕，走路发出卡兹卡兹的声音，很显然下盘很稳。最吸引方毅视线的是这人的一双手臂，远远超出了正常尺寸，手掌宽大，遍布老茧，表面上有着一根根青筋暴起。方毅看着对方，开口：长圆拳，后武三。考核开始之前，将方毅当成了冲分选手的苏磊磊，拜托了自己遍布整个基地市的好姐妹，收集了第2和第6武高的优秀学生资料，目的是让方毅遇到这些人好有所准备，不至于打一个措手不及。眼前这人，方毅在苏磊磊提供的资料上看过，后武三出身金海基地市的长圆武馆，家传绝学便是以灵活和大力著称的长圆拳。资料上显示，侯武三一双长圆拳刚猛无比，在第2武高也是鲜少有对手。很显然，第2武高的那批尖子生们也看不惯方毅如此打他们的脸了，选择派出了一个人将方毅的胜利终止。只是侯武三一双粗眉毛抖了抖，看着方毅道：“嚣张也被你废了，点到为止就好了。大家都是同学，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呢？”方毅闻言忍不住挑挑眉：“点到为止就好了？之前嚣张在台上废了我们班的刘小梦之后，还继续故意伤害其他学子呢。那个时候也不见你们2高的人出来阻止啊。”方毅平静道：“若你们阻止了嚣张继续下去，而不是让我亲自上台教训他，这是可以点到为止。但是现在，我不想点到为止了。”方毅淡淡道：“废话也不要多说，我们手底下见真章吧。”说完这话，方毅单腿猛地一震，身躯朝着侯武三靠近。侯武三闻言也不意外：“哎，我就知道说不动他，只是希望这方毅等会儿稍微抗揍一点，不要让我。”侯武三的心理活动并没有结束，心头猛地一惊，因为他眼睁睁看着上一秒还在自己5米远的方毅，以一种极其离谱的速度方式就出现在自己的1米范围之内了。1米之内已经是武者安全距离之内了。若在平时，侯武三绝对会在敌人入侵了自己的安全距离之前就发起进攻，但现在他根本来不及。哦，不对，是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方毅的速度太快了，虽然这其中也有侯武三轻敌的缘故，但这方毅的速度未免也太让人措手不及了吧？老刘，这怎么回事啊？苏磊磊拧着眉头，不解问道：“刘洋，我怎么感觉一睁眼一闭眼，方毅就出现在了那人的1米范围之内了啊？”不单单是苏磊磊，其余人也十分好奇和震惊。太快了，那速度实在是让人意想不到。刘洋没有说话，而是看着上面的方毅，死死看着。砰！侯武三一个不察，直接让方毅近身，
一只纤细但是带着沛然巨力的手掌直接攻向了他那脆弱的腹部。若是击中，后武三觉得自己恐怕也要吐血，但他还是挡下来了。类似于一声鼓声的沉闷之响后，方毅抬起头，漆黑的眸子看着挡住自己的东西，后武三的一双长臂。后武三闷哼了一声，露出一抹无奈的笑容：“你小子不讲武德呀，竟然搞偷还来！”一击不中，却将侯武三的虎口震得发麻。后武三还没有来得及卸干净方毅的劲力，却见方毅忽然变招。方毅一个利索的转身，丝滑无比，右手肘化为一杆大枪，如同神鸟啄蛇一般，直愣愣地戳向了后武三的心口处。那速度，那力量感，在还未击中后武三之前，已经让他感觉如芒在背了。不好！侯武三猛地一颤身躯，两只长臂忽然往下一压，就要挡住方毅的进攻。砰！又是一道沉闷的响声。但方毅的表情自始至终都很淡然与平静，可反观侯武三已经紧紧皱眉，脸色难看得过分。旁人或许看不出来，但当事人后武三此刻心中却已经跳脚在骂娘了。靠！这小子什么怪物啊！看起来清秀柔弱书生模样，那打出的力量大得过分。这力量真的只有一品武者水平吗？后武三是真的不好受，只觉得手臂在发麻发疼。可这伤口竟然是一个看上去像是个书呆子模样的方毅打出来。我靠，你还来！风似乎在这一刻被拉近，侯武三只感觉手还在酥麻，却见方毅已经变招。手肘由弯变得笔直，直接化掌。方毅那一对漆黑的眸子里暴涨金光，以极其靠近后武三的方式，直接由拳化掌，手臂之上青筋暴起，身体力量通过特殊的运行方式，顷刻间聚集在了右掌之上，由下而上，虎虎生风，一掌重重打在了后武三的下巴根上。霎时间，侯武三只觉得下巴先是一阵剧痛，紧接着便感觉不到下巴了。他的耳畔仿佛还有一道微弱的雷声炸裂，紧接着，混雷掌那恐怖的劲力透过肉与肉接触的方式传递到了后武三的脑袋里。他直接脑袋往后一仰，吐出了一颗牙齿，鲜血淋漓，双眼一瞪，然后那如铁塔的巨大身躯轰然倒地。烟尘散去之后，方毅知道这人已经被自己一掌就打入了昏迷状态。后武三轰然落地，失去了意识，陷入了昏迷。但方毅这次没有上前补刀，直接伸脚一踹，将这家伙直接踹下了擂台。轰隆！擂台之下的灰尘里，后武三翻着白眼，犹如一只死猴。做好这一切之后，方毅才在裁判那呆滞的眼神中拍了拍身后的灰尘，提醒了裁判一句：“对方被我打出擂台，请宣布我的胜利。”闻言，裁判这才后知后觉，吹响嘹亮的哨声。第85高，方毅胜。可嘹亮刺耳的哨声却并没有唤醒大家的神智。第85高的休息室里，方毅的同学们是一个个目瞪口呆，齐齐看着擂台上那个阳光开朗大男孩，只觉得这眼前仿佛是在做梦一样。哎呦！刘洋忽然叫了起来，抬手一看，自己的手臂已经青紫色了。他猛地看向一旁的学生苏磊磊，怒道：“你这是想要谋害老师吗？”可苏磊磊对他的反应置若罔闻。少女呆呆地看着擂台上的方毅，心中震撼不已。自家班长好强啊！一品中阶，哦不，这是一品高阶的水准了吧？班长他隐藏的好深不可测。伴随着后武三的倒下，偌大练功场当即发出了一声声倒吸凉气的声音。我靠，3招！这个方毅未免也太凶了吧！好强的力量感啊！太狠了，太狠了！这方毅未免也太强了吧！那可是后武三哎，3招就把人给打昏迷了。台下第6和第85高的人议论纷纷，都在用着疑惑或者震惊的眼神看向台上站得笔直的方毅。方毅坦然不惧，静静看向下一个对手。反观第25高这边，气氛十分诡异且沉默。半晌，有第25高的学子悠悠道：“后武三在我们第25高也是排名前茅的了，家里还有家学传承，就这样倒了。这个方毅……”但下面的话就没有人说了。第25高的学子们纷纷看向背后的一间房间，那是第25高的天之骄子们休息的地方。第25高休息室，3个人或站或坐，相立无言。气氛沉默之后，其中有人站了出来，厉声道：“不行，不能让这方毅继续下去了，再让他打下去，我们第25高的士气就要萎靡不振了。”说话之人名唤于刚，身材魁梧，明显也是修行刚猛之类的拳法。值得一提的是，于刚家也是开武馆的，与被方毅打的陷入昏迷的后武三是同辈相交。他这么说也不过分，我觉得也是。于刚身旁一个身材纤细、有着水蛇腰的女生淡淡开口：“不过能够3招解决后武三，说明这方毅本身也是一品上阶武者的水平。我们不能轻举妄动，需以绝对碾压之势，雷霆击败他，才能振奋我们第25高的士气。”女生名唤罗茜，乃是基地市一家医药公司的创始人的孙女。剩下一人也觉得罗茜说的有道理，点头默认。可道理是这个道理，不能亲手上前把方毅这个伤害自己朋友的家伙给打败，这让心气骄傲的于刚心中难受得很。砰！于刚重重挥拳砸在墙上，霎时间，墙上出现一个小坑。可恶！就在这时，房间吱呀一声从外打开，一道倩影出现在门口。于刚3人望去，看清对方的脸，纷纷喊道：“怎么下来了？”来人穿着第25高的学子服，容颜姣好，身材婀娜多姿，最重要的是一双美腿修长，气质十分清冷。高妙！第25高之中排名第3的学子，2品武者初阶的实力，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同胞哥哥高明，2品武者中阶实力，据说已经要触摸2品高阶的门槛了，当之无愧的第25高第一。这对双胞胎乃是第25高的王牌。高妙淡淡扫了一眼3人，清冷开口：“我来就是想告诉你们，校长已经安排妥当了，待会儿我会上台，
把这个方毅赶下来。说完，高妙也不等三位同学反应过来，转身就走，不带一丝犹豫。若是其他人敢在自己跟前这般不懂礼貌，恐怕三人早就暴跳如雷了。但是三人不敢对高妙这样。高妙走后，三人之中唯一的女生罗茜淡淡开口：“很好，我就知道校长不可能看着学校荣誉受损。有2品初阶实力的高妙出手，这个方毅，呵呵，要完蛋喽。”于刚也点点头，不由得觉得自己心头一个大石头放下。高妙出手，那稳妥了。可是，罗茜和于刚不由得回头，怒瞪这个杀风景的人。后者连连摆手，示意自己说错话了。罗茜拧着眉看着他，没好气道：“李鄂，不会说话你就闭上嘴，再说可是我就削你。”李鄂疯狂点头，将下半句话咽进了肚子里。不久前，眼看着方毅说到做到，把自家学子们真的一个个给扔了下来，顾明直接坐不住了。他偷偷将高妙叫来，吩咐了他将这个方毅给轰下来。在顾明看来，有着2品初阶实力武者水平的高妙，那个方毅毫无疑问不是对手。毕竟武者1品一道门槛，1品对上2品还是有不小的差距的。高妙也欣然答应。不久之后，高妙出现在了第3考核场地的外面，那出众的颜值和身材比例当即吸引了无数人的视线。我操，那美女谁啊？第2武高这是打算使用美人计，黔驴技穷了？好一双修长的美腿啊！台下议论纷纷，但是很快就有人认出了高妙，震惊道：“那是高妙，第2武高排名第3的学生。”什么？排名第3？就这一小姑娘？骗人的吧？骗你干啥？这个高妙可很厉害，是第2武高的种子学员，据说实力已经是2品了。死！2品！我擦！2品！同为武高学生，竟然能够冲击到2品，好牛啊！听到这个不起眼的小姑娘竟然是2品实力武者，当即质疑声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道道钦佩和震惊的眼神。武者1品一道门槛，这一批学生刚刚上高2，刚刚学习武道不到1个多月的时间，当然不乏有家境好的，早早开始学习打基础了。但总体来说，1品中阶实力以下，这就是大部分同龄人的实力水准了。能够冲到1品高阶的，基本上是天赋好的；要是能够冲到2品的，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才。紧接着，他们又以一种可怜的目光看着方毅。还是那句话，1品一道门槛，方毅公之于众的实力水准是1品高阶，而这个高妙是2品初阶实力，据说已经有入了2品初阶小半个月时间了，想必已经稳固的不得了了吧？这下子方毅的无敌之路要断喽！高妙师施然登台，裁判见双方都准备妥当，宣布考核开始。但高妙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而一双美眸看向方毅，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可当他将注意力再次集中在方毅身上，却猛地瞳孔缩成针孔大小，身躯猛地一僵，双脚猛地一发力，朝着后方倒飞出去。太快了！高妙原本站的地方，方毅赫然站立，一双漆黑的眼睛冷冷地注视着他。这人还藏拙了！高妙心道一声不妙，方毅却扯开一丝笑容，化掌为刀，再次攻了上来。高妙，第2武高的第3名，修行的是 B 级武技白蛇腿。方毅认出高妙的那一瞬间，脑海中自然而然地浮现出了他的基本资料。这还要多亏了苏磊磊在开考之前给方毅的资料。B 级武技或者在那些大基地市不珍贵，但是在金海基地市这个小小的南方基地市，那可是弥足珍贵。方毅打量着对方，心道这可能与对方家里有矿有关。这些想法都仅只在方毅的脑海中一闪而过。方毅的思维速度很快，又或者说方毅武道感觉一向很快。几乎在判定高妙为敏攻型的武者之后，方毅没选择着重防御，亦或者与对方游走。恰恰相反的是，方毅改变思路，直接攻了上来。既然对方善于游走，那自己就缠住他，不让他有机会游走。呼，空气里无形的风似乎被什么东西割裂着，发出一道尖锐的声音。方毅的身形如同一团白雾。高妙在发现方毅欺身而上的那一刻，就施展白蛇腿。他脚下2只修长的美腿，在这一刻忽然变得柔弱无骨，整个身躯忽然像是变成了水蛇一般，水波荡漾了起来。刷刷刷！高妙的速度猛地提升，直接跃出了方毅的攻击范围之内。又是一阵如水波般的移动。高妙的身躯眨眼间摇晃至了方毅的后侧方，修长的腿一样，如一道细长的软鞭，啪的一下就抽了过来。高妙的心中此刻充满了自信。外界都传闻他只修行了身法武技白蛇腿，但谁都无法想象的是，他除了修行了白蛇腿之外，还修行了另外一门 C 级武技金鞭腿。这门腿法武技修行小成之后十分厉害，只要抽中，这方毅多半也就无了。这一鞭腿又快又狠，高妙特地绕到了方毅的身后，这一腿直接鞭向了方毅的后腰。只要击中，方毅恐怕下个月都下不来医院的病床。休息室内，苏磊磊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倒吸一口冷气。这个高妙实在太强了，果然嘛，自家班长以1品高阶武者实力，还远远不是2品武者的对手。苏磊磊的内心不由得有些失落，他低下头，似乎不想看到朋友兼任班长的失败。可他低下头的那一瞬间，他的身边那些同学们忽然像是都商量好了似的，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死！好快，好快！什么好快？苏磊磊重新抬起头，看向擂台之上，表情瞬间呆滞。班长，好快啊！说时迟，那时快，在高妙的2道腿法武技的加持之下，这一鞭腿若是普通学子，此刻已经被踢出了场地。但就在踢中方毅的那瞬间，高妙原本自信无比的眼神忽地变了。
这一腿之下，方毅像是如有神助似的，双脚一蹬，再次以一种极为诡异的形式，身躯微微一晃，恰到好处地躲开了高妙的强力一击。巧妙到高妙甚至可以察觉到自己已经触碰到了方毅的衣角。怎么可能？高妙的心中震惊无比，所有的自信在这一刻都变成了怀疑。明明自己这一脚是必中的，他到底怎么躲开的？高妙的心中充满了疑惑，可他并没有多少时间疑惑，因为躲开他攻击的方毅猛地又攻上来了。方毅的掌法大开大合，仿佛蕴含着煌煌大势。这样的掌法要是换作是平日里，向来是最好躲的，但此刻高妙却觉得自己无论如何反击都不能躲开方毅的掌法攻势范围之内，就好像自己陷入了一个沼泽地一般，越是拼命挣扎，越是深陷其中。高妙不知道，方毅知道，混雷掌小成阶段的效果就是打出特殊的混劲，使得与之交手的敌人不得轻易挣脱。高妙确实厉害，但是他的一身武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要方毅近身贴着他打，根本就没有半分对抗之力。中间好几次，高妙都想再次拉开距离，使用鞭腿进行反击，但都被方毅粘得死死的。几个回合之后，方毅摸透了高妙的身法和攻击手段之后，也不废话，直接一掌将这个清冷美女轰飞出了擂台。高妙只觉得腹部受了一掌，下一刻倒飞了出去，他的腹部像是受到了特殊劲力一般，一片酥麻，伴随着轰隆一声，高妙落在了第二五高的学子堆里。虽然有垫背的，但还是伤得不轻。第二五高的学子们起初是惊讶无比，但紧接着大呼小叫，着急的赶忙把医师给请过来，因为那高妙已经口吐一口鲜血，就晕了过去。医师，快点，有人受伤了！方毅站在擂台之上，淡淡扫了一眼躺在担架上的高妙，紧接着回过神，看向裁判：“您好，可以宣布考核结果了。”裁判听见少年朗润的声音，不由得咽了口唾沫。这个方毅未免也太恐怖了吧！裁判吹了声哨子，大声喊道：“胜利者，第8武高方毅！”台下无论是哪个武高的学子，在这一刻都愣住了。他们看着台上神情平静却从始至终带着笑容的方毅，不由得齐齐打了一个哆嗦。太可怕了，太牛了！这个方毅竟然以1品实力越阶压着2品的高妙打，甚至也一掌将对方轰出了擂台之外。这真的是我们的班长吗？苏磊磊看着不骄不傲的方毅，喃喃自语。旁边作为方毅的班主任的刘洋，虽然脸上依旧保持着镇定自若，但是内心早已风起云涌了。这小子开挂了。刘洋记得这小子之前明明修行的是 C 级武技雷动掌而已，威力好像没有这么大吧？还有这速度不太正常啊！刘洋不动声色，但内心也极为震撼。没过一会儿，整个会场都传遍了一个十分之劲爆的消息。听说了吗？第8武高的1品武者方毅越级压着第2武高的2品武者高妙。卧槽，真的假的？这还能有假？我亲眼所见，牛啊，这老哥越级压着2品的高妙打，死子，恐怖如斯啊！这场考核因为涉及3个武高的全部学子，1天之内都考核完是不可能的。傍晚时分，方毅再次随意一掌将一个第6武高的学子请下了擂台，然后他也走下了擂台。不要误会，这不是方毅弃权了，而是今天的考核就到此结束了，剩下的考核将会在明天与后天接着进行。方毅下了擂台之后，走向了一旁早就一脸兴奋等待着他的同学和老师们。待方毅走到同学们的身边，第8武高武道一班的同学们迅速围拢上来，发出各种兴奋且意义不明的叫声。班长好厉害，牛逼！毅哥，你是我的神！方毅果然不愧是坐在王的故乡的男人，真乃我辈楷模呀！此时此刻，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字：牛逼666！傻缺，不止一个字！同学们将方毅围成一个圈，齐齐高声呼喊了起来，发泄着自己内心的激动之情。方毅看着这一幕，也不阻止，只是淡淡笑着。就在此时，一道苍老和蔼的声音传来。方毅望去，发现班主任刘洋和一老者与一位妇人缓缓走向自己。方毅让同学们安静下来，然后上前礼貌问好：“老刘，校长和主任好。”老者和妇人正是第8武高的校长古云和教导主任王娜。王娜看着有实力但却依旧保持谦虚的方毅，很是有好感，笑道：“方同学，你可真的是给我们学校长了脸面啊！老师以你为傲。”应该的，方毅笑着回道。这种态度让校长古云越发满意了起来。古云原本对方毅是不太上心的，因为前不久之前第8武高的学生中的前3名里甚至都没有方毅。可谁知道的是，前3名要不是因为提前被重点武大录取了，要不就是被兵团早就看中接走了，没有办法才把方毅给拉了上来。可谁能想得到的是，方毅竟然给了自己如此大的惊喜，有实力却有礼貌，不骄不躁，还有一定的领导力和幸福度，这让古云心中对方毅的评价是极高的。老校长一高兴，乐呵呵，大手一挥道：“方毅，你给我长脸，我作为校长也不能小气，我代表学校奖励你1枚终极能金可好？”此言一出，四座皆惊。终极能金，莫非是价值几十万的终极能金？人群中像是砸开了锅，所有人都被如此丰厚的奖赏给震惊住了。方毅同样有点愕然，终极能金可不是方毅带去修仙界的那些货色可以比拟的。高武世界，武者修炼也是需要灵气辅助的，当然这里不叫灵气，换作为能量。下品能金就能辅助一位2品武者修炼1周，那1枚中品能金则是双倍。最为关键的是，能金作为灵气聚合体，里面的灵气能量十分之精纯，可以一当实用。方毅若是能够用之辅助修炼，恐怕要不来多久就能突破炼气2级了。可不要以为方毅在与高妙的比斗之中没有发挥炼气7的实力，炼气7的实力多半寄托在法术、法器和符箓等等手上，
真武山虽然祖上富过，但是现在可穷的叮当响。方毅根本没有施展的手段，但是炼气期那超出常人的身体素质还是体现了出来的。半个月之前，方毅修行的是第85高，所有人都可修行的大众武技雷动拳。此时此刻，方毅改修了混雷掌之后，力量已经比原来的自己飙升了10几倍。相信过不了多久，方毅的力量就能顺利突破3品武者了。这还只是方毅专修练武和修仙不到半个月时间，若是天长地久、持之以恒的修炼，方毅的目光之中隐隐约约透露出期待之色。不行，练武有小成了，修仙这边也该有点进展了。当天晚上，方毅回到小姨家吃晚饭。当小姨和小姨夫一家听到了方毅今日的壮举之后，既是高兴又是担心。高兴在于他们也没有想到自家外甥竟然有如此天赋。小姨夫蔡武忍不住给自己倒了一杯，连说了3个好字，对着方毅哈哈笑道：“果然不愧是姐夫的儿子，这武道天赋真的好，有这天赋，今后兵团和城防军亦或者是好的武大，都任由你小子选了呀。”蔡武对方毅很好，跟亲儿子似的。方毅也顺势敬了小姨夫一杯酒。其实小姨夫的心中也暗暗松了口气。蔡武这些年待方毅如亲儿子，但到底不是亲儿子。警察厅是独立于武道部之外的机构，岗位副传子还是挺常见的。蔡武担心方毅也看中了接班这个位置，不过现如今看来，蔡武的担心是多余的。小姨夫很快喝醉，被小姨周婉如扶进房间睡觉去了。周婉如难得今天没有因为丈夫喝醉生气，全是因为自己的外甥竟然如此争气。可笑着笑着，周婉如不由得又眼眶泛红。小姨啊，要是你妈妈还在，看到你这么有出息，那该多高兴啊！小姨与自家母亲感情深厚，方毅也急忙上前安慰。吃饱喝足之后，方毅要回自己家。不过临走之前，表弟蔡康拉着方毅的衣角，一脸神神秘秘问道：“表哥，你跟表弟我说实话，你这么厉害，是不是传说中的开挂了？”方毅闻言当即哭笑不得，想什么呢？那是我刻苦修炼来的，哪里来的开挂？可回到自家的静音练功房之后，方毅却不由得笑出了声。开挂算不上，我只是武道修仙两手抓罢了。紧接着，方毅打了2套混雷掌，又练习了2遍游龙步后，脱光了身子，钻进了一旁早就放好了的热腾腾淬体液当中。一阵鬼哭狼嚎的怪叫之后，方毅感受着体内越来越强盛的力量，感觉到身躯越发紧实，每一寸肌肤都在蜕变，表情越发坚毅。淬体结束之后，方毅闭上眼睛，心中默念一声。下一刻，天翻地覆，方毅睁开眼睛，起身推开门，直奔讲道堂而去。该到学法术的时候了。方毅推开弟子精舍的门，直奔讲道堂。又到了高师讲课的日子了。讲道堂，高师将3门炼气基础功法的要义又细细讲述了一遍之后，按照惯例，高师虽然失望，但还是问了一句：“这么长时间过去了，可有人炼气成功了？”此言一出，坐下弟子们有一个算一个的，像是约定好了似的，纷纷低头，像是一只饭了似的鹌鹑似的。见此一幕，高师不由得微微叹气。果然，在这个灵机贫瘠的时代，恐怕这些人其中多多少少有点灵根，可要想修仙入门，恐怕也要花个好几年的时间。想到这里，高师不由得心中深深叹了口气，心道：若是自己早生5000年，得遇那修仙盛世，那该多好啊！回高师，弟子成功了。就在这时，一道朗润的声音打破了高师的回忆。高师刚开始是愣了愣，旋即脑袋猛地一震，用惊疑不定的目光看向声音的源头，竟然是他。高师有些震惊地看着方毅，甚至连自己的呼吸都忍不住沉重了几分，反问道：你说的可是真的？一众弟子也在此刻惊疑不定地看着鹤立鸡群的方毅。迎着这么多目光，方毅没有丝毫慌张，点头称是。下一刻，方毅只觉得面前像是有狂风袭来，眼睛不自觉地眯了一下。待看清楚了眼前近乎瞬移一般的高师，心头忍不住狂跳了起来。这速度，这位高师的武道实力恐怕比自己想的还要深啊。不过想来也是，能够在真武山外门担任传道授业之人，武道实力自然高深。高师一把扣住方毅的身体，下一刻，方毅只觉得高师扣住自己的地方，旁佛有一道暖流缓缓进入自己的身体。检查很快过去，高师的表情也从一开始的不相信，到最后的目光喜悦。好好好，方毅，你很好。一连说了3个好，足以可见高师的喜悦之情。你能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炼气1层的境界，说明你的天赋确实很好，不愧是我真武山的弟子。此言一出，周围原本不少还想看方毅热闹的弟子们都倒吸一口凉气，然后用极为羡慕嫉妒的眼神看了过来。闲杂人等很快就被屏退，高师只留下方毅一人。旋即，高师一挥手，在方毅的眼神中，一道符箓直接飘到半空，化作一团光辉。紧接着，方毅只觉得周围安静了不少。你似乎对符箓很感兴趣。高师见方毅好奇打量着周围，笑呵呵开口：当然很感兴趣了。修真100亿，镇丹符器排在前4，灵符是修仙者的主要攻击输出手段，尤其是对炼气小修而言，更是不可多得的助力。方毅道：弟子想要学习绘制灵符。高师轻声呵了一声：你这小子当真心大，炼气1层就想要学绘制灵符，就不怕这辈子都入不了门？你可知灵符绘制拥有法力是基础，但这并不是谁都能入门的，只有经过不断的绘制，中间会浪费多少材料，你可知道？高师这话像是在劝解，又像是在警告，可方毅却没有放在心上，而是笑呵呵看着高师：可您屏退左右，只留我一人，不就是要传法吗？方毅眨巴了下眼睛，这下子高师倒是笑呵呵了起来：你小子果然聪慧。喜悦之后，高师收敛神情，看着方毅：方毅，你可愿意拜我为师？拜师？这么突然？
方毅拧着眉看向了高师，后者老神在，但方毅却明显察觉到对方看着自己，眼神中满是欣赏。方毅忽然明白了，自己这天赋或许在高武世界不算什么，但是在灵机贫瘠的修仙世界，却有可能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好苗子，甚至可以说是门派想要振兴传承的希望。高师想要收自己为徒，一方面希望能够教导这样一个好苗子，一方面也可能想要占据师徒名分，在宗门获得更大话语权。人老成精，果真厉害。不过，正如利益是互相的，自己在修仙世界也需要一个靠山。高师接触的最多，且在真武山外门的地位不低，就连内门那些弟子们都对他恭敬有加。自己拜他为师，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至今为止，方毅对高师的印象都挺不错的。福至心灵，方毅恭恭敬敬跪在蒲团上，对着高师叩首拜师。弟子愿拜在老师门下。见此一幕，高师大喜，一连说了好几个好字，原本微微有些发胖的脸上也散发出了红润之色。快起来，乖徒儿！为师能在甲子之年收到你这么个好徒儿，也是为师的造化呀。高师收徒之后，也将他的真名告诉了方毅。我名唤高柳，筑基一层实力，武道修为是宗师境。武道主修的乃是混雷掌、游龙身、八流腿、滚雷拳。至于仙道，嘿嘿，我练气期主修的也是白霞功，筑基之后才转修了别的功法。听完这话，方毅猛地一抬头，好家伙，感情你早在我入门的时候就在算计我啊！不管算计不算计，方毅还是不后悔拜高柳为师的。毕竟这个胖老头确实是自己能够接触到最好的选择了。拜师可不是一件小事，除了需要叩拜高柳之外，方毅还需要被带去祖师堂那边上玉牌刻名，之后拜过祖师爷。不过中间有个环节差点让方毅露馅。铭刻玉牌的时候，那祖师堂的道人随口问了一句方毅：拜入真武山之前，你是何许人士？何许人士？也就是开始查祖宗三代了。真武山也不是没有仇家，很显然也怕有仇家内奸混入进来。方毅万没有想到这一层，心中猛然一惊。正愁不知道如何说，高师却站了出来。这小子是我俗家的远房堂姊妹生的孩子，来历清白。高师出马，自然一个顶两。方毅回头，高师也回头，两人大眼瞪小眼。方毅一时间都不知道高师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了。祖师堂的询问环节有惊无险，又或者说，在高师这位真武山的管理层的名誉担保之下，只要方毅不是那种明眼人一看就长着一副内奸面孔，那基本上就没有人会为难。拜师完成之后，方毅并没有回到祖师堂，反倒是被高师带到了一处院落里。方毅踏入院落的那一刻，忽然感觉耳畔的杂音一下子就消失不见了。方毅抬头四下望去，就见在大门之上贴着一阵黄色的符箓。高师见状，笑呵呵道：“此物名唤静音符，可隔绝一切声音。”隔绝一切声音，好神奇啊！方毅赞了一声，旋即跟着高师走进了房间。房间内的陈设很简朴，只有2张椅子和一张八仙桌。方毅坐下：“老师，您刚才在祖师堂？”高师坐在主位上，喝了口茶，慢悠悠问道：“我知道你有秘密，但是这个世道又有谁没有秘密呢？你别以为我是在帮你，其实我们2个是在互帮互助。我观察了你一阵子，你似乎不缺灵晶。”高师这话是慢悠悠说着，但却让坐在他对面的方毅如临大敌。这老家伙看出什么来了？可还没有等方毅思考如何离开的功夫，高师又开了口：“放心，我没有打算抢你灵晶的打算。再说了，你我师徒名分都定下了，难道我这个做老师的还能抢徒弟的东西不成？”说着，高师又抿了2口香茗，一张胖胖的脸蛋，笑呵呵了起来。方毅仔细一想，也就稍微放下警戒之心了。也对，以这段时间对着高柳的行事作风来看，这家伙倒像是个正人君子。稍微降低点戒心可以，但是不能完全失去戒心。方毅考虑清楚之后，客客气气的执弟子礼给高柳倒茶。高柳见此一幕，笑着点点头。一盏茶喝完后，高柳这才起身走向庭院。来吧，既然你已经拜入我门下了，且已经练气入门了，那我这个做老师的也应该传你法术了。法术！方毅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目光炯炯。随后，高柳在隔绝了声音的庭院里传授了方毅2道法术。一道为小庚金剑指，运作法力化作庚金锐气，从指尖迸发，瞬间将地面戳出了一个细细的坑洞。一道为土遁术，运转法力召唤一道土遁，防御力极高。2道法术，一道攻击，一道防御。不得不说，高柳在传授徒弟法术上面果然是深谋远虑。除此之外，高柳还给了方毅3道符箓，只不过他拿出那3道灵符的时候，是从一个黑匣子里掏出来的，看那表情十分之肉疼。这有2道寒冰符和1道烈火符，都是一阶下品灵符，威力巨大，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千万不要使用，知道吗？方毅听出意思了，意思是说自己生死存亡之际才能使用。可方毅不由得又奇怪了，老师，难道灵机倒退的世界下，绘制灵符也受到了限制吗？方毅装作一副好奇宝宝的神色问道。高柳叹了口气，对的，灵符主要也是要灵符师在灵气充裕的环境之下，才能绘制出质量好的。现如今整个世界的灵机倒退，很多灵符师的传承都已经断绝了，为师这匣子里的这几道灵符，还是早些年在一处集会上得来，珍贵不已呢。灵符需要在灵气充裕之地绘制，才能融入更强的灵气，品质才好。那咱们山门有灵符师传承吗？方毅又问道。高柳一愣，你问这做什么？灵符入门很难的，你莫要自误啊。高柳细细给方毅说了一下灵符师入门之艰辛。我有一个老友，20岁开始研究灵符，现如今68岁了，依旧未能入门。他说此生如制符一门，
棺材合上那一刻，依旧懊悔不已。你好好练武和修仙就好了，不要把心思放到其他上去。方毅点头称好，但实则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你那老友入门难是因为灵气不足，可我不一样啊。高武世界什么都没有，但就是灵气充足。或许找个时间可以把真武山的灵符传承弄到手，拿到高武世界去研究。接下来一段时间，方毅在高柳的要求之下，直接住了下来。起初，方毅害怕会影响高柳在山门中的名声，结果高柳直接道：“没事，要是有人有异议，让他直接到我面前来嚼舌根，看老子扇不扇他就完事了。”听完这话，方毅当时是愣住了的。很好，这种师傅谁不爱啊？高柳就方毅一个弟子，这段时间更是全心全力在教导方毅。武道上，他的混雷掌和游龙步的造诣已经达到了大成境界，可以很轻易的指点方毅。再配合高柳亲自配的淬体液，方毅的2门武技的掌握程度可谓是突飞猛进。但最让高柳震惊的不是方毅的武道天赋，而是修仙天赋。白霞采气功，真武山现如今出了名的难练，可方毅不仅仅入门了，甚至还在短短不到半个月功夫，再次又有了不小的增进。这让高柳当时是又震惊又心酸。震惊在于他在有生之年收了一个好弟子，心酸在于比对一下自己50年的功夫才堪堪突破了筑基，当真是心酸无比。在方毅表现出了天赋才能之后，高柳越发的将方毅放在心上，什么好东西都恨不得塞给方毅，甚至又赐予了方毅一道保命符箓。方毅自然是投桃报李，以祖产为借口赠予了高柳2颗能晶。高柳当时在看到蕴含着灵气的能晶的时候，差点没有当场疯掉。随后他又立马给方毅交代，以后灵石灵晶什么的千万要藏好，你我师徒2人知晓也就罢了，其他人不能说，记住不能说，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不能说。方毅点头表示自己明白了。高柳这才兴奋地拿着2颗能晶闭关修炼去了，而方毅也在高柳的院落里住了下来，练武修仙两开花。5日时间很快到了，方毅眼看着高柳还在闭关，就知道一时半会不会出来。他扭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挂上闭关修仙的牌子，闭眼回到了高武世界。黎明时分，方毅感受着体内雄浑的力量，又摸了摸口袋里的几道灵符，心中安全感满满。很好，方毅，就这样默默变强吧。3所武高的联考依旧没有结束，在休息了1天之后，联考继续。上学之前，方毅没有急着去，反而是修行了一会儿白霞功。小小的静音练功房内，方毅盘膝坐在正中间，双手轻放在腿上，掌心朝天，脑海中浮现观想图。嗖嗖，霎时间，周围的灵气海量一般的朝着方毅的身体汇聚而去，那浓郁的灵气甚至变成了一团团灵雾，悬浮在空气中。灵雾的正中间，便是正在修炼的方毅。此情此景，若是落在了方毅在修仙世界的高师身上，恐怕已经彻底疯狂。灵气聚集太多，都雾化了。这要是让高柳来，估摸着都会跪着哭天喊地，直言此生结丹有望了。方毅不言语。没过一会儿，方毅感受到自己体内充裕的灵气和奔腾流转的法力，睁开眼睛，露出笑容。果然，修仙者本质上是掠夺灵气的一台机器，灵气汲取的越多，修炼速度也就越快。想必过不了多久，我就能冲击炼气2层了。方毅内心欢喜。回来之前，高柳带着方毅去了真武山一个地方，测了一下灵根。方毅的资质在修仙世界算得上是优秀的一批了，上品雷金双灵根。高柳在知道自己收的徒弟竟然是上品雷灵根还是稀有的双灵根之后，胖胖的脸蛋之上都是惊喜。方毅不解，老师，上品灵根很珍惜吗？高柳回道，上品灵根若是在万年前的修仙盛世，自然是不珍奇的，但是在现如今这个末法时代，你的上品灵根可谓是千年难得一遇，哦不，是整个七国都很少见。通过高柳的描述，方毅对此方世界又多了不少了解。灵根有5个等级，分别为下品、中品、上品、地品和天品。下品最次，天品最强。灵根其实就是反映着一个人对于在仙道意图上的潜力多少。灵根品级越高的，今后的理论修为就能更强。以高柳的猜测，方毅上品雷金双灵根的资质，要是在万年以前，妥妥未来的金丹老祖。但是现如今，方毅却不以为然。虽然在修仙世界我成就有限，但是高武世界能量变引起质变啊。洗了个澡之后，方毅换上了一身新的第8武高校服，吃了早饭，朝着学校去了。1个小时之后，军方废弃练功场内，第3考核场地，在万众瞩目之下，方毅淡然自若的上台。身穿着一身玄色武道服，方毅身躯挺拔，气质如松，面容清俊。几乎所有女生在看到方毅站在台上，都不由自主的多看了几眼，心中甚至不由自主的小声嘀咕了几句：“好帅啊！”可相比于女生这边的目不转睛，男生那边就是又是羡慕又是嫉妒，当然更多的是敌视。方毅看向第2武高的区域，露出一个笑容。这个笑容当即引发了第2武高学子们不小的反应，直观的便是一个个咬牙切齿，恨不得上来把方毅给轰了下去。而就在这时，第2武高方阵原本的骚乱却像是出了什么变化一样，迅速安静了下来。方毅望去，看到第2武高的方阵之中走出了一个男生，定睛一看，方毅不由得眯起眼睛。这个人长得和前天自己轰飞下去的那个第2武高的高妙长得有些像，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此人应该就是高明了。高明的身材很瘦削，但方毅却能隔着10几米之外感受到那看似瘦弱身材之下的浓厚气血之力。方毅依稀记得，在真武山的传功堂里似乎有类似的武技，外表看上去似乎苍老，但其实是通过某种秘法锁定了气血，对战之时能够爆发出超出想象的战力。好家伙，方毅2只眼睛都眯了起来，感情这个高明还是个老六啊。
不过没有关系，我方毅最喜欢对战的就是你们这些自以为是的老六了。半个小时之前，第25高休息室，于刚、罗茜和李鄂看着眼前的高明，一脸愕然。你要亲自出手？罗茜像是听到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情，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高明问道。高明点点头。可于刚又开口了，不是还有一个李云吗？校长难道不会让他出手了？你可是我们第25高的王牌啊，就这样轻易出手，岂不笑话？在于刚和罗茜看来，高明作为第25高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已年仅不到18岁，习武不到1年时间就从普通人蜕变成了一个实力强大的2品高阶势力的武者。这样的高明，目标应该放在天骄之战上，而不是对付区第85高的小杂鱼们，很掉身价。可高明确实像看透了他们的想法似的，摇头。能够打败我胞妹的方毅，绝不可能是一个普通之人。李云不会是他的对手的，只有我来。你来。罗茜的脸色还是有些难看到，可是你不是在练枯木镜，还需要。说到一半，罗茜看着高明有些微微瘦削的身躯，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猛地捂住了嘴巴，忍不住提高了音量。等会儿，你枯木镜入门了？于刚和李鄂也是一脸震惊，枯木镜竟然入门了。在三人震惊的目光之中，高明露出一抹笑容。在老师和学校的支持下，我已经枯木镜入门了，虽然还差几分感悟就能小成，但想来对付一个1品武者还是绰绰有余的。枯木镜乃 B 级武技中的佼佼者，一旦施展，可以爆发出远超平时3倍左右的实力。难道你觉得3倍实力加深的我对付一个区方毅还不能手到擒来了？三人齐齐摇头，不可能，那方毅绝对不是你的对手。作为一直被高明压在身上的同学，三人最是了解高明的可怕之处。他本就天赋了得，更是拜了一位降级武者门下，那枯木镜就是人家的秘传武技，实力爆发了得。于刚不由得笑出了声，他道：那现在我们恐怕得要为这个方毅感到默哀了。B 级武技的可怕之处，他恐怕会败得一塌糊涂了。罗茜也不由得目露快意，他看向高明，忍不住道：等会你定要好好搓磨这个方毅，让他们第85高这些平民们知道，我们第25高是不好惹的。高明点点头，看向擂台上的方毅，一脸自信。伴随着一阵嘹亮的哨声，第25高当之无愧的第一名高明登场了。高明一登场，当即把在场所有人都给震惊住了。卧槽，高明亲自上场了，这人不是2品高阶武者的实力吗？这不是耍无赖吗？高明一登场，这下方毅的无敌之路就到头了。高明加油，振奋我们第25高的士气。不同于第85高的质疑，第65高的惊疑不定，一直士气低迷的第25高方阵，此刻爆发出来了巨大的支持声。方毅前日压的他们第25高的士气实在太惨了，接连损失了2位第25高的种子选手，让不少第25高的学子们都觉得丢脸了。如今他们第25高当之无愧的第一名王牌亲自登场了，即将洗刷前日的委屈，这怎么不让他们感到振奋？高明在同学们的欢呼声中走上了第3考核场地，他一身白色武道服，身躯表情冷漠。高明看着方毅，淡淡开口：如果我是你，就趁着现在还没有开打的功夫跪地求饶。为什么？出乎高明意料的是，在他看来明显能够刺激高中生内心的垃圾话，但却对方毅丝毫不起作用，甚至方毅还一脸认真地问为什么。高明一愣，又笑了起来。在他看来，方毅此人不过就在仗着一点超出普通武高学生的武道天赋而沾沾自喜，甚至忘乎所以，狂妄到没有边了。高明之前其实也多少有这么一点点像现在的方毅，但是这一切在他遇到了他的老师，看到了更大更远的风景与人之后，才明白什么叫做山外有山，人外有人。高明收敛了笑容，看着方毅，淡淡开口：讲实话，你这种人我见得很多，天赋超出普通武高学子一点点，就忘乎所以，觉得自己天下第一，这种想法本身是没有错的。的确，在第85高，在整个金海基地时，你确实天赋不错。起码，高明视线飘向了方毅身后的第85高的学子方阵，轻轻嗤笑了一句：起码比你们第85高的那些垃圾而言，你的确算得上是天才。此言一出，第85高的方阵之内爆发出一阵嘈杂之声。狂妄！卧槽！高明你骂人可真恶毒啊！兄弟们，这人骂我们是垃圾，谁能忍？草泥马！老子才不是垃圾！但无论第85高的学子们如何群情激愤，可方毅却从始至终保持着脸色平静。高明不由得在心中对方毅的评价高了几分。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高明继续开口：但我今天就要告诉你一个道理，在这个以武为尊的世界，真理和公平往往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那些少数人只能是我高明这样的天骄，而不是你方毅这样的仅仅只比普通人的天赋好上了那么一点点的大垃圾而已。咻！话音刚落，高明悍然出手，他双腿猛地原地一蹬，以极快的速度冲向了方毅。几乎一个眨眼的功夫，高明已经冲到了方毅的身前，他的眼睛里闪烁着疯狂的战意，右手握成拳头，仿佛有千钧之力，朝着方毅的腹部重重打出。整个过程极快，可方毅更快。砰！肉体与肉体相撞的声音重重传出，高明的瞳孔猛地一缩。怎么可能？只见高明臂中的一拳却让方毅用双掌挡了下来，那双白皙的双手却像是一堵铁壁一般，将高明臂中的拳头给挡了下来。方毅咧嘴而笑，双掌轰然发力。顷刻之间，高明的脸色忽然一变，他只感觉那双手掌之上用着一股沛然巨力，直接灌输着自己的身躯。紧接着他倒飞了出去。倒飞的过程中，高明只觉得自己的五脏肺腑里面倒灌进入了一股特殊的劲力，这股劲力霸道至极，差点冲散了他的内力。知了！
高明并没有如同自己的胞妹高妙一样被方毅一魂雷掌直接轰晕过去，他倒飞出去的半空之中及时调整了身躯，恰好站在擂台边缘。高明的脸色一片铁青，嘴角甚至都有一道鲜血。他抬起头，死死盯着方毅，咬牙切齿道：“你不是一品了？”方毅手掌微微一笑，身躯猛地一弹，如同一只矫健的豹子扑了上去。砰砰砰砰！场上10个呼吸之间的功夫，高明与方毅交手了不下5招。可一招一招过去，高明原本骄傲无比的内心，此刻却如坠冰窟，心情复杂至极。好强的力量，好凌厉的攻击，好快的反应速度。高明自问，自从拜师以后，见识到了更强之人，更是接受了更强之人的辅导。这小小的金海基地市，应该没有人能够是自己的对手了。可没有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这个方毅哪里来的力量，竟然比自己还要强？砰！又是拳掌相撞。在高明痴呆的目光中，他那原本刚毅无比的拳头，却被方毅的手掌震得发麻。不可能！高明再也忍受不了，目光陡然一紧，心中下了某个决定，怒吼了一句：“枯木镜！”霎时间，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原本身材瘦削的高明，整个人如同吹气球一般，急速膨胀了起来。仅仅几个呼吸的功夫，高明从一个瘦削身材膨胀为一个肌肉膨胀的硬汉。他桀桀怪叫了起来，右拳猛地抽向了方毅的脑袋。这一拳是大力沉，带着刚猛无比的气势与沛然巨力，若是方毅的脑袋硬接了上去，恐怕脑震荡都是轻的。这一击必胜！高明的脸上露出胜利的笑容。枯木镜的效果就是平日里表现如同枯木般瘦削，但一旦启动，气血之力暴涨，将会发挥出3倍的力量。眼看着那拳头离自己的脑门越来越近，方毅却在所有人的注视之下咧出一个笑容。原本站在高明眼前的身躯忽然一下飘忽了起来。哦不，不是飘忽，而是双腿施展出一道奇妙的步伐，身躯如聚散随心的云雾一般，鬼魅般躲开了这必中的一拳。高明，方毅施展游龙步，如同白云游龙，身躯飘忽不定。高明看到这一幕，咬牙切齿，哼哼道：“不乏武技，方毅，你何德何能啊？我姓方，不姓何。”方毅咧开一个嗜血的笑容，蒲扇大的手掌高高扬起，再次七十而上。方毅运掌如飞，招招凌厉。每次与高明对攻的那一刻，方毅都会倒灌进入一股特殊的劲力，轰入高明的体内。高明只觉得一股股特殊的劲力开始钻入自己的身体。起初他还想用自己的枯木镜去对抗，甚至是去消磨，但越是调动精力去对抗，高明的脸色便越是难看。那劲力就像是一只猎狗似的，来者不拒，将高明的枯木镜统统都给吞吃了。不一会儿，高明只觉得自己的身躯竟然开始疲软了起来。怎么可能？高明死死盯着方毅，目光之中一片骇然之色。自己的枯木镜乃是老师亲自赐予的 B 级武技，蕴含着特殊的枯木镜，极为难缠。可这方毅不过是一个死了爹妈、被亲戚救济的普通人而已，哪里来的这么高深的武技？还有这奇妙的步伐，每次自己要缠着这家伙的时候，他都像是一团聚散不定的云中游龙一般，狡猾的从自己身边游过，让高明明明觉得自己出拳可以必中这家伙，但却每每就差这么一点点。他却不知道，这就是真武山的秘传武技混雷掌和游龙步的奇妙之处。联考之前的半个月时间，方毅却利用2个世界的流速不一样，在修仙世界待了3个月时间。在这3个月时间，方毅认真钻研混雷掌与游龙步，再加上真武山独有的淬体液，2门武技的进步神速已经小成了。混雷掌小成之后，一掌轰出，自带特殊的劲力，名唤混雷劲，可以消磨对方的劲力，并且壮大。游龙步小成之后，方毅的身形如同聚散不定的云中游龙，偏若惊鸿，宛若游龙。再加上炼气有成，反馈给方毅强大的身躯与神经反应速度。高明的每一拳每一招，在方毅的眼中都漏洞百出。高明越打越心惊，越打越觉得内心愤怒与不知所措，但一贯的骄傲不允许他做出投降的行为。再一次对攻的时候，高明猛地深呼吸一口气，原本壮硕的身躯又膨胀了数倍。他厉喝一声，双拳如奔雷一般轰出，直捣黄龙，欲要一拳定胜负。方毅，给我拜！这一招是大力沉，甚至远比寻常武高老师的力量强上不少。可方毅却不闪不避，一个闪身，身躯如鬼魅般挪移至高明的身后，利掌成刀，一掌重重劈在了高明的脖子上。霎时间，高明甚至连半个字都没有来得及说出，眼一翻，倒地长睡不醒。原本膨胀如同小巨人的身躯，也随着晕倒急速开始缩水。很快，高明就恢复原形，躺在地上，双眼泛白，口中吐出白沫。方毅缓缓收工，看着上一秒还在叫嚣着要教训自己的高明，下一秒被自己一掌轰晕，上下打量了一番。你说的没有错，我不过就是比普通人多了那么一点点天赋而已。说完，方毅看向裁判，裁判目瞪口呆，呆呆地宣布：获胜者第85高方毅。霎时间，整个联考现场爆发出一阵惊天的欢呼声。第85高的学子们看着擂台上的方毅，只觉得这一刻像是看到了偶像。联考正式结束，在没有多费多大功夫击败了第25高的第1名高明之后，方毅没有费多大功夫将第65高的种子选手也击败了。方毅也就是本次联考当之无愧的第1名。第1名的奖品，班主任刘洋也带方毅去拿到了一门 B 级武技百科能经，还有一把 B 级武器合金刀，方毅全部收入囊中。第85高的校长古云更是乐得胡子都吹了起来，一个劲儿地拍着方毅的肩膀，直言好小子。就这样，联考结束。原本只在第85高扬名的方毅，
彻底在金海基地市的所有武高之中彻底出名，人人都知道了。第8武高恐怕要出一个天骄了。当然，外界的反应如何都不管方毅的事情，拿下联考胜利仅仅只是方毅获取资源的手段而已。能金虽然不贵，但基本上也在联邦的掌控之中。灵气方毅是带不过修仙世界去了，但是能金还是可以的。有了能金之后，方毅的修仙大业重新起航。1周过去之后，方家静音练功房，方毅从炼气1层晋升为了炼气2层，体质变得更强了，神经反应速度也更强了。说一句耳聪目明都不为过。最重要的是，方毅凝出一枚剑指，对着不远处放着的一个训练机关人凌厉一指，咻！空气之中似乎有什么极快的金光一闪而过。下一秒，原本由强度极高的合金制作而成的训练机关人身躯上凭空出现了一个坑洞。方毅细细观察了一番坑洞，几乎快要穿透了机关人了。好强！方毅露出笑容。刚才那一招就是高柳传授给方毅的小庚金剑指。修仙世界这一招极为耗费灵气，轻易不能动用，但在高武世界，灵气充裕取之不竭的方毅随意练习，反正体内法力没有了，就原地打坐汲取灵气，重新化为法力。几天功夫下来之后，方毅不单单将小庚金剑指练习得如臂指使，甚至连法力的运转都从原来的晦涩变得圆润了几分。而且方毅目光灼灼地看着攻击痕迹，这威力不小了呀。这个训练机关人是方毅特地花钱从网上订购的，据说可以抵挡4品武者的全力一击而无损伤。可方毅现如今才出入2品武者罢了，区2品武者的攻击力却比4品武者还要强，这要是传出去，恐怕整个金海基地市都要闹翻天了吧。方毅不由得露出一抹开心的笑容。很好，自己又变强了几分。小庚金剑指之后便是土遁术了。又花费了几天的时间，方毅直接来到了修仙世界，使用能金不间断地练习2门法术。法力枯竭就掏出能金汲取灵气，重新炼化出法力。法力满了之后继续练习法术，如此循环反复。方毅只觉得自己在这2门法术上的心得体会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使用的随心所欲了。太玄剑，修仙世界。方毅推开房门，直奔自家老师的闭关居所而去。让方毅开心的是，自己老师竟然出关了，并且看着高柳那胖胖的脸上十分之红润的脸色，显然这次闭关收获不小啊。老师，方毅上前什么都不说，恭恭敬敬的行礼。哎，乖头客气了，自己能够有现如今的收获，完全是拜眼前这个徒弟的灵气充裕的灵晶所赐。高柳自然看方毅是100个顺眼，甚至比亲儿子看的都顺眼多了。待方毅坐下之后，高柳抬手一挥那宽大的道袍，只见一道灵符赫然浮现，贴在了门口。方毅耳边的蝉鸣鸟叫之声霎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方毅定睛一看，就知道还是上次那张静音符。看来自家老师也不富裕，在这个灵机贫瘠的时代，就连当做一次性消耗品的符箓都需要省着调用。隔绝了外面的声音之后，高柳这才用慈爱的眼神看着自己唯一的徒弟，笑呵呵了起来。乖徒儿，为师此番闭关，已经从原来的筑基1层顺利晋升为筑基2层了。方毅一怔，旋即大声贺喜，吹得高柳的胖脸上越发红光满面。也是托了乖徒儿你的福。眼看着方毅一箩筐的贺喜之言就不见停，高柳只能摆手让方毅停下。他认真看着方毅，心中唏嘘不已。自家人知道自家事，高柳此番闭关能够顺利晋升筑基2层，与乖徒弟提供的那2枚灵晶有莫大关系。没有想到自己原本只是想找个为自己收拾骸骨的徒弟，却意外找到了一个修仙路途上的贵人。这般想着，高柳看向方毅的眼神越发慈爱了几分。咚咚咚咚，就当方毅就着贺喜的由头想问问自家老师真武山有没有灵符师的传承的时候，撤下静音符没多久之后，高柳的院落之外传来整齐敲门声。门打开，走进一个胡子道士。胡子道士进了小院之后，眼神愕然地瞥了方毅一眼，但他没有与方毅搭讪，老老实实对着高柳行了一个弟子礼。高师，树武堂有新任务，需要劳烦你门下弟子下山亲自走一趟。树武堂这段时间通过高柳的渠道，方毅基本上把真武山给摸清楚了。真武山一共分为5个堂口，分别是祖师堂、传功堂、树武堂、丹药堂和正法堂。其中这树武堂主要掌管真武山对外的一切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交际、寻找弟子等等事宜。胡子倒是恭敬道，西门山那边出了一只吃人的黑虎，据山民们已经吃了10几个人了。当地县令担心黑虎迟早会祸乱县城，为避免造成更大的伤亡，便传书山门，希望能够派遣弟子除去这黑虎，也算是为民除害。高柳听完点头表示知道了，胡子道士也就退下了。也好叫你知道，似乎是见到了方毅一脸好奇的神色，高柳主动解释道，树堂掌管真武山对外的一切事宜，其中包括降妖除魔，本质上其实是接受朝廷的委派，解决那些朝廷处理不了的事情，赚取金银财宝或者名声，才维持山门的地位。高柳这话说的倒也光棍，显然是真的想要把方毅当成衣钵传人了。方毅点头，这黑虎是妖吗？高柳回道，据树武堂传来的消息，这黑虎距离妖应该还差几步，正好你最近也武道水平，也需要一块磨刀石来历练历练，有没有兴趣下山为民除害？方毅一怔，旋即认真思考了起来。弟子愿意。傍晚时分，西门山外的西门村门口，西门村的村长西门富贵正站在村口来回踱步，满脸焦急。怎么还没有来啊？怎么还没有来啊？忽然，远处的土路上传了淅沥沥的马车声，马车的速度很快。西门富贵待那马车凑近之后，才看清楚马车侧面上的真武山标志，当即道大喜过望。
西门村村长西门富贵恭迎真武山仙人林凡。马车下来了3个人，2男1女，其中1人便是方毅，另外2人则是内门弟子之一的叶青青与另一外门弟子林凡。叶青青身为内门弟子，又是师姐，很自然地接过了此行的领队职位。她一双美眸淡淡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西门富贵，上前牵起对方，露出温婉的笑容。老者不必多礼，我真武山贵为凉州的正道山门，当以降妖除魔为己任。西门富贵被扶起来之后，看着面容清丽如仙女一般的叶青青，直言不敢受仙人大恩。很快，在西门富贵毕恭毕敬的恭迎之下，方毅3人进入了西门村。西门村的祠堂里，西门富贵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将那黑虎的凶残描绘给3人。我西门村原本有130口人，现如今只剩下86口人了。敢于进山的青壮年都被那黑虎给吃得干干净净了，只剩下我们这群老的老，少的少啊！3位仙人大发慈悲，拯救我西门村于水火之中啊！金乌落、月兔蹄，好说歹说，将这西门村的村民都劝回家里之后，叶青青、林凡与方毅3人围坐在西门村的祠堂的火炉旁。叶青青开口，眼神闪过一道锋锐之意。吃了将近50口人，这黑虎是留不得了。叶青青入门时间超过5年，想来这等降妖除魔之事，他遇见的不少，能让人如此动怒，想必这黑虎已经有取死之道了。林凡见师姐如此生气，也应和道：“吃人的孽畜自然是留不得了，只是师姐，这黑虎吃了这么多人，会不会已经变妖了啊？我听说妖力大无穷，甚至还会妖术啊！修仙者会法术，妖自然也会妖术。”林凡资质普通，几个月过去之后，依旧没有炼气成功，自然害怕这黑虎会妖术。叶青青闻言喝道：“放心，就算这黑虎成妖了，到时自然有我。”叶青青炼气7层，内门弟子排名第3，想来实力是强大的。他这一说，林凡心中也安心多了。不知为何，叶青青忽然注意到一旁与林凡一般都是新入门弟子的方毅，他知道方毅天赋不错，已经采气成功，正式迈入仙道一途。只是叶青青不由得对满不在乎的方毅开口劝道：“方师弟，你刚采气成功，正式踏入仙道，想必也还未修行法术，待会儿你就给雨林师弟一般，给我列阵，拖住那黑虎就好。放心，师姐有把握能够斩杀那只黑虎。”瞧着叶青青这信心满满的模样，原本方毅还想说待会儿也让自己上的话，噎在了胸口，半天都吐不出来。好吧，既然这师姐如此关心和关怀师弟们，那自己就老老实实受保护吧。方毅点头：“好的，师姐。”叶青青满意的也点点头。还好，这次带的2个师弟都是乖巧懂事的好宝宝，待会儿就看自己带飞这2个新人了。不知不觉，月上中天，西门村外的山路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道庞大的黑影。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黑色的大虎。那黑虎足足有小牛犊子般大小，通体如墨，身躯矫健，一身腱子肉，但走起路来却悄无声息。最让3人意外的是，这黑虎竟然还是个独眼的。躲在祠堂较深处的林凡惊奇开口，方毅和叶青青也顺着看去，果见这黑虎的右眼之上浮现一道狰狞的伤疤，只剩下一只完好的左眼。可即便如此，只剩下一只眼的黑虎依旧狰狞可怕，浑身上下浮现着一种特殊的煞气。黑虎徘徊在西门村外，这畜生似乎闻到了什么，十分警惕。叶青青见这黑虎半天不进村，便知道自己的气息依旧被这黑虎嗅到，果断娇喝一声：“动手！”好！见自家师姐下令，林凡高呼一声就要冲上去，可他只觉得眼前2道影子急速闪过，一个眨眼的功夫，叶青青和方毅一左一右，脚下如风，一人手持宝剑刺向黑虎的仅剩的一只眼睛，一人已经挪移至黑虎的右侧，一拳轰出，直捣黄龙。2人攻击之凌厉，看着林凡是一愣一愣的。不是，叶师姐厉害也就罢了，与自己同一批拜入3门还不到半年的方毅是怎么回事？开挂了吗？这小子！叶青青手中宝剑一挥下，挥出一道湛蓝色的剑光，黑虎如临大敌，猛地一跃就要后撤，可下一秒，一只势大力沉的拳头从他毫无防备的侧后方直捣黄龙，重重轰在了黑虎的腰腹位置。嗷呜！这一拳蕴含着方毅修炼的混雷劲。方毅知道这猛兽的防御力绝对比人类高很多，所以这一拳毫无保留发挥了自己100%的力量。黑虎哀嚎了一声，重重摔了出去，一连撞断了3根碗口大的树后倒在了地上。可他没有立马失去战斗能力，反倒是用仅剩的一只独眼死死地盯着方毅，张开血盆大口呼出一道腥风。可就在这时，叶青青的第2剑也跟上了。叶青青修炼的武技名幻清风剑法，招式如风，威力却不小。下一刻，半空之中仿佛有一道白光闪现，下一刻又是一道凄厉的虎吼之声。迟迟赶来的林凡看见地上赫然出现一滩血迹，一只硕大的虎耳落在地上，接连2次受伤，激发了这黑虎的凶性。一声震天虎吼，叶青青不由得一阵精神恍惚。待他清醒过来之后，黑虎嗷呜一声，带着恶风猛地扑了上来。巧的是，这畜生扑向的正是3人之中最弱的林凡。小心！叶青青急忙大叫了起来，双腿连番抖动了几下，欲要回头调转救援林凡。黑虎扑来，这林凡本应该撤退或者反击，但他看着那凶残至极的黑虎，看着对方张开那血盆大口，看着那一根根獠牙上的细碎肉末，整个人一下子就被吓傻了，直接呆站在原地。叶青青看着这一幕，更是目眦欲裂。妖术！刚才那一声虎吼是震慑心神的妖术，这只黑虎不是普通猛兽了，它已经成妖了。可恶，自己要救援不过来了。就在叶青青以为自己今日就要失去一位师弟的时候，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和林凡就听到了耳畔传来了一声清润的男子声音，那声音断然喝道：“小庚金剑指，结！”霎时间，叶青青只觉得自己的眼前仿佛有一道金光一闪而过，下一刻，那只扑向林凡师弟的黑虎就像是撞到了墙壁一般，庞大的身躯直接软绵绵的从半空击落，重重落在了地上。林凡师弟，叶青青急忙上前查看林凡的处境，却见那只黑虎软绵绵的趴在地上，下面压着一个脸色通红的林凡。林凡上气不接下气，断断续续的说：“师姐，气，上来救我！”说完，林凡扭头，双眼一闭，不省人事。叶青青见此，心神俱震，心中哀伤无比。师弟，你不要！哭声戛然而止。叶青青呆呆地看着方毅，一脚踢飞那黑虎，直接将被压在下面的林凡给弄了出来，上去就2个大嘴巴子，啪啪，2个大嘴巴子下去。原本已经死了的林凡悠悠醒来，目光呆滞，喃喃道：“阿烈，我这是怎么了？”方毅无奈地翻了个白眼。这个林凡还真是个运气好的，那黑虎一身钢筋铁骨，少说也有500来斤，这个林凡被这么压在身上，竟然都没有死，运气真好呀！叶青青上前，悄无声息地擦干净掉了一半的珍珠，打量起那趴在地上软绵绵的黑虎，可这不看不知道，一看被吓了一大跳。只见那黑虎的眉心处赫然出现了一个潺潺流血的小洞，这个小洞自脑后而入，自脑前而出，一击毙命，甚至还带出了不少黄白之物。很显然，这只黑虎妖没有经历太大的痛苦，被人一击毙命。而这个人就是叶青青，一脸骇然地看着站在自己身旁，脸色淡然的方毅。好半天之后，他才张了张嘴巴，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那晦涩的嗓音，干巴巴地问道一句：“小庚金剑指。”方毅点点头，朝着自己的剑指吹了一口气，如假包换。这一刻，叶青青的心情很苦涩，林凡的心情很复杂。除了黑虎，方毅3人此行下山的目的也就达成了。看着村口那巨大的虎尸，村长西门富贵是千恩万谢，就差没有给方毅等人跪下磕头了。最后，方毅等人乘着马车离去之后，西门富贵依旧站在村口，久久无言。回村，要为这3位仙人立下长生祠，日日供奉。官道上，马夫沉默不语，低头赶着路。车厢内，方毅好奇地看着叶青青腰间的那个白色绣着云纹的锦囊，好奇问道：“叶师姐，这可是储物袋？”叶青青点点头。此番下山，树物堂考虑到意外情况，便给了一个储物袋给我，现下倒也是派上用场了。那这种空间装备，我们真武山多吗？方毅又问道。叶青青露出无奈的笑容：“我手头上这个仅仅只是灵气级别的储物袋，仅仅只有普通院落大小，法器和法宝级别的也有，只是储物袋的打开也是需要耗费灵气的。在这灵机贫瘠的时代，每一丝灵气的汲取都来之不易，所以树物堂平日里一般都将储物袋收起来，必要时再发给需要的弟子。”刚才，方毅分明看见叶青青走到那巨大的黑虎尸体身旁，轻轻一拍腰间的储物袋，后者奇妙的消失不见。这就是储物袋啊！高武世界似乎还没有可以储存物体的空间装备诞生哦，也可能自己目前层次太低，暂时还未接触到。其实也不是没有，只是高武世界的科技水平起步有点慢，再加上武道为尊，进入全民练武的阶段之后，科研水平方面诞生的天才也就少了很多。以方毅目前了解的信息就是，上面有人在研究空间装备，只是一直都还没有太大的进展。反观太玄界这头，仅仅真武山这个凉州地界的落魄修仙门派就拥有数量不少的储物袋，这要是放在高武世界去，恐怕会被那群强大的武者一个个疯抢吧。一路上，方毅的思绪不断的发散，他在思考自己可以利用2界穿梭的优势，用以壮大自身实力。回到真武山之后，方毅3人将黑虎的尸体交到了树武堂，完成了任务。方毅获得了300善功，叶青青获得了150善功，只有林凡只获得了30善功。林凡本想问一问自己为何获得如此之少，可转念又一想，自己全程划水摸鱼，还被救了一条狗命，也不好再说什么了。随后，在叶青青复杂的眼神中，方毅施然离去，回到了高师的院子里。方毅细细将除那黑虎的过程说了出来。高柳听完之后，眼睛都差点没有瞪出来。你莫非是在诓骗为师？高柳啪的一下，神色失态，差点没把8仙桌都给捶烂。方毅道：“不敢。”高柳这才重新落座，可是一对眼睛依旧带着震惊之色。半晌，高柳声音晦涩地看着方毅道：“小庚金剑指，你已经炼制小成？”方毅点头：“天才？哦，不对，应该说是仙才，天生的修仙种子。”高柳喃喃道了几句，然后用惊奇的眼神看着方毅，问道：“你知道为师修炼小庚金剑指至小成水平，耗费了多长时间吗？”方毅摇头：“弟子不知。”3年。高柳忽然音量提高，喝道：“足足3年！3年时间的日日夜夜，我这才从入门将小庚金剑指炼至小成阶段。5年时间从精通变小成，7年时间小成变大成。现年我62岁了，终于将大成修炼至出神入化层次，才使得小庚金剑指变为了庚金剑气。如此，我才在真武山留下自己的名号，成为门派嫡传。”高柳说完这些，神色骄傲，但同时更有着极大的震撼与复杂。他看着方毅，方毅也明白了高柳此刻的心情之复杂。这么长时间修炼之炼气法术，若是换在高武世界，恐怕高师早就修行成功了吧。方毅垂眸，不卑不亢道：“还是要多谢高师传道授业。”高柳一怔，旋即心中又是感动又觉得好笑，自家这徒弟当真是有天赋还谦卑啊。
收了一个天赋上乘还异常听话和谦虚的好徒弟。虽然方毅的天赋着实是打击到了高柳，可高柳却觉得自己也算是有个真正的衣钵传人了，所以他对方毅也算是倾囊相授。方毅在小庚金剑指和土遁术上的不解之处，高柳都细心为其讲解，根本没有不耐烦。可越是讲解，高柳心中的震惊和满意就越多。自己这个关门弟子实在是太聪明了，一个难题往往只需要高柳点一笔，立马就通，甚至不少地方还能举一反三。法术上的难题解决之后，高柳觉得以方毅的学习能力应该还有多余，便传授了方毅第3道和第4道法术雷枪术和缠绕术。前者为使用法力凝聚出一根威力巨大的雷枪，给予目标巨大的伤害，附带麻痹效果；后者则是驱使木形，捆住敌人，方便己方打击。除此之外，高柳还将自己压箱底的法术，由小庚金剑指达到出神入化层次，蜕变为准助击七法术的法术庚金剑气的一些经验传授给了方毅。高柳坦然道：“为师就是靠着一手庚金剑气，在真武山名列嫡传，人送外号庚金剑侠。”剑侠有点捞啊！心中虽然吐槽，可方毅没有半分嫌弃。剑气那个年轻人不爱啊！除了法术上的修行之外，方毅也趁此机会将自己想要学习制服的想法道了出来。本以为高柳会责骂自己一番不务正业，可万万没想到的是，高柳在听到方毅想要成为一位灵符师的时候，仅仅只是皱了皱眉，然后道：“好。”片刻之后，方毅拿着高柳的身份令牌去到了传功堂，领取到了真武山唯二的灵符师传承。而方毅也知道，要想在传功堂里获得法术、法门亦或者修仙百艺的传承，都需要耗费海量的善功。高柳这次为了他，可算是下了血本了。方毅铭记在心，旋即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挂上了闭关研习的牌子，闭眼回到了高武世界。联考结束之后，为了庆祝第85高夺下了本次联考的冠军，学校特意给方毅等武道一班的学子放假3天。方毅日常除了在小姨家里吃饭之后，其他时候都借口研习武道，一头扎进了练功房。此刻，方毅坐在练功房角落里的书桌上，打开台灯，翻开了眼前这本名唤《胡氏基础符经初解》的灵符师传承。真武山一共只有2门灵符师传承，一门不知名，另一门就是方毅手里头这本。方毅打开崭新如初的符经，认真学习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方毅僵硬地抬了一下脖子，只听到一阵咔咔声。不行，根本入不了门。方毅还是高估了自己的学习能力，亦或者是悟性。这灵符的学习与高武世界的知识根本不是一个层次，再加上自己根本没有任何太玄界灵符基础知识，所以即便手里头是一本基础灵符初解，也依旧看的是如云里雾里，直看到脑人都疼，可还是没有入门。方毅看着眼前的灵符传承，深深皱眉。明明宝山就在自己面前了，却因为自己没有钥匙而无法拿到里面的财宝，这让方毅那叫一个心痒难耐啊！不行，肥羊都送到自己嘴边了，哪里还有不吃的道理？于是方毅苦苦思索，终于想到了一个笨办法。既然难以入门，也根本看不懂，那自己就一个符文一个符文去试试看，去写出来。里面说了，不同的符文有不同的效果，有的是缠绕，有的是爆炸，还有的是控水。引动符箓都是需要灵气的，同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灵材。这些灵材在如今的太玄界已经难找得很了，但是地心不一样，地心正碰上灵气复苏，什么都缺，就是不缺灵气葱郁催化出来的大量灵性材料。我就不信了，在自己的海量材料试错下，还能成功不了。行动往往比脑子快，指的就是方毅这种行动力快的不像话的人。符经上写着，灵符的组成分为符文、符纸和符墨。方毅现如今要搞明白的就是那基础的18个符文，每一个到底是代表着什么。所以方毅需要准备的就是海量的符纸和符墨。根据符经上说，符纸最好是用具备灵性材料的树木或者皮毛制成，而符墨可以用带着灵性的妖血或者朱砂制成。方毅在网上搜索，很快就找到了2种灵性适中，并且还能够大批量供给自己的符纸来源和符墨来源。金海基地市主要分为东南西北中5个区，方毅家和小姨家住在南区，南区也是金海基地市的住宅区，东区是公共设施区，北区是工厂区和兵团区，中区是金海基地市的政府部门所在，而东区则是金海基地市的种植区和商业区。东区一家名唤桐木店的店门口，方毅直接打着自家小姨夫蔡武的名头找上了店老板李九。你是蔡武的外甥，想要从我这里定期订购一批桐木纸。店长李九挂了朋友蔡武的电话之后，看着方毅问道。方毅点头，是的，李老板。桐木纸，一种由特殊的青铜树的树皮制成的纸张，因为柔软白洁易书写，已经成为了金海基地市乃至周边10几个基地市最重要的纸张来源。青铜树，一种高大的青色树木，在灵气复苏的影响之下，成为了金海基地市东区种植区的经济树种之一。方毅仔细对比了一下，这种桐木纸的效果最适合作为符纸使用了。但这桐木纸毫无疑问，首先供给武道部或者职权部门去印刷书本或者其他了，最重要的是被加工过了。加工过了的桐木纸失去了大部分灵性，已经不适合作为符纸使用。方毅需要的是刚出炉还未印上任何字样的桐木纸。为此，方毅找了小姨夫蔡武的关系，找到了这个李九。李九是蔡武的多年朋友，他一开始怀疑方毅诓骗自己，后打电话亲自向蔡武求证，这才相信。行，看在蔡武的面子上，我可以用成本价卖你。真的吗？老板，你可真是个好人。方毅笑道，然后说出了一个让李九目瞪口呆且后悔不已的数字。那就先给我来500张桐木纸吧。李九，虽然500张桐木纸也不会让李九损失多大，但是方毅也仅仅只是说说笑罢了。买了桐木纸之后，方毅付了款，然后笑眯眯问道：
李老板，不知你是否知道有没有哪家店铺有新鲜的兽血购买呢？李九一怔，兽血，你要什么品种的？方毅回道，量大便宜，富含灵气的。哦，那隔壁雪狼铺子的狼血应该符合你的要求，制成血豆腐，很好吃的。在李九的介绍下，方毅来到了雪狼铺子，与老板谈好了，每天定期让其送一桶狼血到指定地点。解决了符纸和符墨的来源之后，方毅这才骑车来到了商业区某处僻静且隔着工业区的不远处的旧城区，租下了一个2室1厅带着一个院子的灵盒小院。绘制符箓是一个危险的工程，尤其自己还需要尝试灵符的效果，所以更需要一处偏僻还能遮掩声响的地方。这里是老城区，早就无人，还挨着噪音不断的工厂，简直不要太合适。定下之后，方毅便将自己的身心投入了学习灵符的大业当中，刨除了每天的练武和休闲时间。方毅将小姨安抚好，说自己在校外报了一个武馆课程，需要长时间学习。之后的一段时间，方毅下课之后一头扎进这个院子，不断的开始尝试。日复一日，小院里不断传出各种声音，不过这一切在旁边发出巨大噪音的工厂遮掩下都悄无声息。2周之后的某个夜里，小院里，方毅聚精会神，即便汗水已经把上衣打湿了，可依旧不敢任何动作。他将自身全身心投入到了眼前的工作。明亮的工作台上，方毅一丝不苟地将灵符上的最后一丝纹路勾勒完毕。终于完了！方毅松气的那一瞬间，敏锐地察觉到了周围的灵气流通了起来，目的正是自己刚才亲手绘制的那张灵符。片刻之后，方毅拿起这张火箭符，露出了笑容。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制成了灵符了。胡氏基础符经初节里一共有18道基础符箓，一阶下品符箓有11道，一阶中品符箓有6道，剩下1道符箓。幻赤炎剑符为一阶上品，召唤2柄强大的赤炎巨剑，斩灭一切敌人。一阶中品以上的符箓，以方毅目前的水准根本制作不了。方毅所获得成果则是一阶下品基础5行符箓，烈焰符15张，寒冰符6张，缠绕符10张，金光符8张，控水符5张，地刺符7张，还有若干符箓都是妙用无穷。方毅将这沓符箓收了起来，牢牢放在掌心之中，感受着那沉甸甸的厚量，只感觉一片心安。方毅心想，或许这就是火力足够所带来的安全感吧。这段时间以来，方毅在2界来回穿梭，日以继夜地研习制作灵符。在耗费了3批铜木纸、5大桶狼血之后，更是付出了一笔不菲的小院维修资金之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方毅终于从一个门外汉晋升成为了门内汉。当然，在这其中其实也有太玄界那头真武山的高柳的帮助。高柳虽然不看好方毅学习制符，但他这人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他默不作声，以身作则，给方毅讲解了不少灵符基础的知识。在这位老师的帮助之下，以及方毅那100%投入的钻研精神，灵符师的大门终于是被方毅给撞开了。翌日，当高柳看到了方毅手中那厚厚的一沓带着葱郁灵气的崭新灵符，高柳哆哆嗦嗦地掏出自己视若珍宝的匣子，双手颤抖着将其打开，看着匣子里那已经泛黄且灵气十不存一的灵符，又看了看方毅手中那崭新无比的厚厚一沓。半个月时间，真的学会了？高柳颤抖着开口，甚至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嗓音也在微微颤抖。方毅点头，他算是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反正在高师的眼前已经有了一个修行天才的印象了，也不妨多一个制符天才。自己表现得越是耀眼，高师对自己才越是重视，上面也会知道自家新入门的弟子里面出了这么一位人才，那自己之后所能获取到的资源知识也会更多，也更有价值。当然，这个想法是方毅观察了一阵真武山的门派风气所判断出来的。若是真武山是个魔道门派，方毅藏起来都来不及呢。这一刻，高柳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自己这徒弟是个5000年难得一遇的天才，哦不，应该是天生的修仙天才。高柳将方毅的事情报给了山门。很快，祖师堂来了一位羽扇纶巾的道袍老者，后者在对方毅所提供的一批灵符的测试之后，也是神情激动的不得了。高柳，你可算是替山门收了一个好徒弟啊！老者对方毅赞不绝口，甚至也夸了夸高柳。高柳那胖胖的脸上笑的甚至连眼睛都看不见了。徒儿快，给羽沙长老道谢。羽沙长老可是咱们真武山10位筑基大修之一，最为关键的是，他还是咱们真武山唯一的灵符师。筑基大修，唯一的灵符师。方毅双眼发光，直愣愣地看着羽沙，毕恭毕敬地行了弟子礼。外门弟子方毅见过羽沙长老。好，天赋超凡，还懂礼貌，还生了一副好皮囊。羽沙对方毅是越看越满意，越看越觉得此子与自己有缘。他看向一旁的高柳，慢悠悠道：高师弟，我看这孩子在灵符一道上天赋超凡，不知是否能够割爱入我门下。高柳傻眼了，不是师弟，我只是让长老师兄你来帮忙教导教导我的弟子，不是让你当着我的面来挖我墙角的。师兄过分了哈！高柳狠狠地瞪着羽沙，咬牙切齿道。羽沙很没有筑基大修的风度，笑哈哈了起来。玩笑过后，羽沙带给了方毅一个好消息，灵符传承中的5行基础符箓你绘制得很好，又或者说绘制的比我这个老家伙当年入门的时候还优秀很多。当然，这其中不乏有你的灵符材料加持，但这并不能否认你方毅在灵符传承上是一个天才。咱们真武山的灵符本来还以为要断在我的手里了，天可怜见，你入门了。今后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就来祖师堂找我，我可以给你一一详解。说罢，羽沙乘风而去，不带走一片云彩，正如他轻飘飘的从天落下。不过在临走之前，羽沙还留给了方毅一本笔记，里面记载的是羽沙在灵符入门时候的一些心得体会。在有了这本笔记之后，
方毅在绘制灵符上的速度更是一日千里，再加上有海量的灵材供给他挥霍，那绘制基础符箓的水平更是与日俱增。不知不觉之间，方毅在灵符一道上算是彻底入门了。这一天，第85高放学之后，方毅只想着给自己放个假，回趟小姨家中吃个美滋滋的晚饭。这时，忽然有5个体型健硕的彪形大汉拦在了前方的道路上。方毅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身后已经被堵上的通道，没有丝毫害怕，反倒是微微挑眉：“你们是谁？”方毅开口道。大汉堆里走出来一个西装革履的瘦削中年人，中年人手上拿着一柄飞刀，正花里胡哨地耍着刀花。啪嗒一声，中年人合上小刀，看着方毅露出一个嗤笑：“方毅，对吧？我们是萧。”可中年人的话并没有说完，一只强壮有力的手掌眨眼功夫闪至他的眼前，一把抓住了他的脸部，重重提了起来。中年人瞪大了眼睛，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他哪里能想得到，竟然有人连自己的话都没有说完，直接动手。最为关键的是，这个方毅的速度快得根本不像是一个武高的学生。你放下我，可知道我是……砰！中年人还没有说完，就被那只强有力的手掌直接奋力一甩，砸穿了胡同里的2道墙，生死不明。方毅拍了拍手掌，掏了掏耳朵，看着神情愕然的大汉们，淡淡开口：“杂鱼而已，出场词就不能换一换？”说罢，方毅如一只猛虎扑了上去。霎时间，砰砰砰砰，拳头与肉体相撞的声音不绝于耳。僻静的胡同里传出了接连不断的凄厉惨叫声。片刻之后，僻静的胡同内，方毅拖着最后一个大汉，随手将其扔到一边，接着随手从路边捡起一根钢棍，拖在地上，一路吱啦吱啦的走到了中年人眼前。中年人此刻已经浑身是灰，鼻青脸肿，吐字不清。但当他看见方毅手中那根明晃晃的铁棍之后，依旧口气嚣张：“你死定了！你死定了！我是萧家的人，你敢打我萧家的人？”萧家？方毅微微歪头，嚣张那家伙背后的家族是……中年人边往后扒拉，一边叫嚣着自己的身份：“我萧家乃是金海基地市的建成家族之一，你不能这样对我！”建成家族？萧家？方毅举起的钢棍忽然放了下来。中年人见状，心中的害怕逐渐散去，原本颤抖的身躯也止住了，脸色逐渐朝着一开始的嚣张。怕了吧？我可告诉你了，在这金海基地市，我们萧家的能量可大着呢。你要是识趣就放开我，否则……我的腿！我的腿！你怎么敢？你怎么敢啊！中年人在地上哀嚎翻滚，抱着自己已经彻底骨折变形的右腿，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方毅默不作声，抬手，又是一棍重重砸下，目标正是中年男人另外一只右腿。瞬间，中年人发出一声无声的惨叫，紧接着就晕了过去。哐当一声，方毅随手将钢棍一扔，旋即对着旁边还清醒着的打手说道：“建成家族了不起吗？我方毅父母都是警察厅1级警司的，你们萧家有本事就再来搞我，看看到底谁能搞得动谁。”说完这话，方毅扬长而去，不带一次回头。回到小姨家里之后，方毅将在胡同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小姨夫蔡武。蔡武皱着眉，喝了一杯酒，声音低沉道：“小姨，你做的没错，建成家族是地位崇高，但也不能胡来，更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这件事你别管，我会通知厅里去和萧家好好说道说道。”这个说道，很明显是打了双引号的。闻听此言，方毅安心地点点头。金海基地市内势力3足鼎立，武道部等职权部门一方，建成家族一方，剩下一方则是警察厅。至于兵团，则是只属于总部管辖。只要金海基地市不出什么乱子，基本上不会掺和进入3方的争斗当中。建成家族是对基地市的发展有重大贡献，但是警察厅也不是好惹的。吃完晚饭之后，方毅回到了家中，继续练武修仙，多余的时间则是花在了制作灵符上。不知为何，方毅忽然有一种直觉，这个萧家可能会不太甘心。太玄界高柳的院子，方毅张开眼前的人物画像，一脸疑惑。八仙桌旁，高柳品了一口香茗，淡淡道：“此人名唤魏杰，乃是白云观弟子，偷学师门秘传后，杀害同门与师傅，逃了。白云观给我们山门传来了消息，说是他可能往凉州地界逃窜而来，让我们注意一些。青石镇不远处就是凉州城了。凉州城本地太守是我们真武山坚定的支持者，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山门已经决定派遣炼气期弟子下山驻守凉州城，以防万一。为师已经帮你报上名去了。”哈！方毅小小的脑袋上冒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不是，这种事情不应该先问一下本人的意见吗？高柳似乎被徒弟脸上那愕然的表情逗乐了，哈哈大笑了起来。放心，本次带队有内门的叶青青，还有林峰，一个炼气7层，一个炼气6层高手，那魏杰不过区炼气4层而已，翻不出什么大的风浪的。高师说道。炼气4层的逃犯，方毅的心也落了下来。区炼气4层而已，甚至都不用师兄和师姐出手，自己就能搞定。这次委托可行。狙击白云观叛徒魏杰是树武堂分发出来的任务，自然是有善功的。善功在真武山内部很有用。方毅想着多积一些，说不定可以用来兑换一些更深奥也更强大的修仙知识。凉州城，真武山地界所处名唤凉州，除此之外还有其他8大州，都属于大周王朝统辖。隔壁白云观所在的为黄州，每一个州都有着一座没落的修仙门派。当然，亦正亦邪，其中不乏有血河谷这样的魔道门派。这要是放在灵机充裕的修仙盛世，少不得。正道和魔道起码3年一小打，5年一大打。要是有人从中煽风点火，
起码要把狗脑子都给打出来。但现如今不行，因为灵机贫瘠，无论你是正道还是魔道，修行都要靠着灵气，修的都很辛苦。大家都在衰落，且随着时间长河，不少传承都丢失在了历史当中。能够守住1亩3分地已经非常不错了，哪里还有这功夫没事打架呢？大周王朝对各地门派关系一直保持良好，真武山自然有必要维持山门多处地方的安定。凉州城最大最豪华的酒楼中，凉州城太守司徒方对着方毅等人敬酒，城内安定就拜托山门的各位师兄师姐了。司徒方曾经也是真武山的弟子，只不过资质一般，再加上年纪大了之后，转而投身官场，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再加上真武山的支持，一路晋升，并且坐在了凉州的太守位置。方毅等人回了一礼之后的几天之内，真武山此次下山的弟子们就分散融入了凉州城，驻守在各个地方，以便更好的探查是否有那个白云观叛徒魏杰的身影。古代的城市颇有一番风味，方毅一边观赏古代城市独有的风景，一边练武修仙，利用两界不一样的时间流速，方毅的实力在不断的增强。直到这一天，方毅所在的辖区之内忽然爆发出一阵磅礴的气血之力。赶到之时，方毅只看到一所大宅子之内，一个身穿黑色劲装的男人抬手将一个孕妇撕裂，鲜血倾盆下，在他的手心汇聚成了一个血色的珠子。如此血腥残忍，着实让人看得可怕至极。男人似乎察觉到方毅的气息，扭头露出了那张文质彬彬但却隐藏着扭曲疯狂的脸庞。此人正是那白云观欺师灭祖的叛徒魏杰。魏杰起而出身，被白云观看中，入了山门，学习了白云山秘传，踏上了修仙之路。但因心性狭隘，嫉妒同门，杀害老师之后破门而出。这些都是白云观公开的信息。但现如今一看你这一手法术，要是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血河谷的凝血术吧。大宅正厅，方毅长身玉立，身躯挺拔，气质如松。站在他眼前的魏杰狰狞的脸孔，抬手将手中精血凝聚而成的珠子一口吞下。片刻之后，他原本苍白的脸上多了几缕血色。这一幕显得鬼魅至极。魏杰扭过头看着方毅，咧嘴一笑：真武山外门还是内门？方毅挑眉：外门。哈哈哈！魏杰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捧着肚子张狂的笑了起来，笑声里充满着嘲讽：区外门，你莫不是来找死的？说罢，一阵腥风袭来，魏杰凝眸，双目血红，一个眨眼的功夫出现在了身前，蒲扇般大小的手掌轰向了方毅的脑袋。这一掌又快又狠，隐隐约约之间，方毅甚至还闻到了空气中的一股腥臭味道。余光之中，方毅看到了魏杰手掌一片漆黑，白云观秘传武技黑云掌。下山之前，高诗谦叮咛万嘱咐，生怕方毅这个唯一的弟子出现危险，特地将魏杰的情报打听了过来。在这其中，特别注明了魏杰擅长的武技黑云掌，不但劲力特殊，更是因为其有毒，毒风划过，还未击中自己，方毅就隐隐约约有几分头昏眼花。但这都不要紧，白云游龙，小城级别的游龙部施展。方毅化身缥缈白云里那神出鬼没的云龙，划过一道道缥缈的弧线，从始至终让魏杰都难以近身。短短几个呼吸之间，魏杰轰出了10几掌黑云掌，掌掌都带着腥风，凡是被他击中的地方，无一不出现一个深深的掌印，被腐蚀出黑色痕迹。砰！游龙惊现，方毅的身形犹如鬼魅一般，咻呼出现在魏杰的身后，抬手一记又猛又刚的混雷掌轰了出来。魏杰瞳孔一缩，欲要躲避，可他躲不了。方毅的双眸之中隐约有雷光一闪，下一刻，掌风猛地一抽，发出滋啦一声，魏杰双目一瞪，只觉得一只手掌重重轰在自己的腰部，一股沛然巨力直接打进了五脏六腑。痛！那股特殊的劲力移入魏杰的体内，犹如狂龙入海，疯狂的破坏，对周围的一切进行破坏。魏杰倒飞出去，撞塌了一堵石墙。烟尘之中，魏杰站了起来，张嘴吐出一口内脏碎片，看向缓缓收拳的方毅，眼神终于不再是轻蔑，而是无与伦比的凝重。小城级别的混雷掌。魏杰死死盯着方毅，质问道：高柳是你什么人？方毅微微挑眉，竟然知道自家老师。看来这魏杰逃到凉州地界，果然是做了一手准备的。见方毅不答，魏杰却肯定了心中的猜测，他再次气势而上，双掌挥舞的密不透风，漫天之中挥出一道道掌印，触之即中毒。咻咻咻！又是一道黑云掌挥了过来，方毅再次施展游龙步，身形鬼魅的躲开了这一掌。等的就是你这一招。魏杰重重一咬，苍白的脸色迸发出了潮红之声，宽大的黑袍猛地一掀开，一柄黑色的细剑划过一道弧线，刺向了方毅的脑袋。方毅双目猛地一缩，心中忽然升起了浓浓的不安。小城游龙步施展，身形忽闪，但方毅却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躲不开这一剑。姐，没有用的。魏杰双目发红，手中法力不断涌现，那柄黑剑上迸发出3道血光，血光化作3道血色剑气，凌空迸发，刺向方毅的四肢百骸，凌厉至极，霸道至极。血光红的发亮，照得方毅的脸色一片苍白。我这一招名唤血屠术，你躲不开的。魏杰怪叫着，手中法力不断涌现。他之所以能够在白云观破门而出，不单单是因为那日白云观上师门长辈不在，更是因为他学会了这一招来自血河谷的一阶下品法术。此法凌厉至极，可以汲取生灵精血，提升威力。只要汲取了足够多的精血，就能够达到一击毙命的效果。魏杰猖狂着笑着，眼中都在恣意的疯狂。长期的杀人导致了他已经失去了做人的本性。他笑着，似乎已经预见了这个来自真武山的潜力弟子被自己一招毙命的惨烈下场。
至于真武山的报复，笑话！我魏杰能够判出白云观，自然就不怕你真武山的报。你这是什么鬼东西啊？魏杰脸色大变，指着笼罩在方毅全身的那层淡淡的金光。就在刚才，那3道血色凌厉剑气就靠破开方毅体表的那层净力防御，将其开膛破肚。可下一秒，魏杰眼睁睁看着血剑撞在了方毅身上，却被一道淡淡的金光挡住。你说这个？方毅露出笑容，展现出了一道灵符，一阶下品灵符，金刚符。金刚符，防御灵符。方毅得到的灵符传承里面，防御性能最好的灵符，那可以轻易破开武者的血色剑气，在金刚符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效果，就被挡了下来。灵符？魏杰瞪大了双目，你练气成功了？方毅淡然点头，紧接着大手一挥，又甩出了2道灵符，缠绕符、轻剑符。2道灵符在空气中化作光点，一闪而逝。魏杰心头大震，就要逃跑，可下一秒，他低头一看，不知何时从土中长出了几根黑色的老藤，死死地禁锢住了他的双腿，将其固定在原地。不！魏杰心头大震，他抬眸，又看见了目眦欲裂的一幕。在方毅的身前，4道绿光缓缓凝聚成4道锋利的木剑，咻咻咻咻的几声破空而来。毫无疑问，4道木剑将禁锢在原地的魏杰来了个穿刺套餐，直愣愣的穿了个对穿肠。鲜血！魏杰的口鼻不断的涌现出大量的鲜血，脑袋更是一阵阵晕乎乎的。他带着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方毅，喃喃问道：为什么？灵符这么珍贵的东西，你为什么用在我这个小喽啰身上？魏杰巨大的身躯缓缓倒下，方毅耸耸肩，将扣在手心里上前，伸手开始摸尸。当叶青青和林峰听到这边发生的巨大声响，匆匆赶来之时，只能看到原地正被烈火烤得滋滋作响的魏杰尸体。叶青青上前，有些愕然地看着死去多时的魏杰，然后看向方毅，疑惑道：方师弟，你杀的？方毅点点头，表示就是自己干的。叶青青倒吸一口凉气，眼神惊骇地看着方毅。林峰却一脸不相信，他皱着眉，声音沉闷道：这白云观叛徒乃炼气4层，本身还是淬骨劲武者，你一个炼气刚成功，怎么啊？方毅不做任何辩解，扣住的左手一展出，露出2道灵光乍现的灵符。无他，就凭我手中的灵符。叶青青和林峰看着方毅手里头的那2道灵符，目瞪口呆。他们2个都是真武山内门弟子，一个是炼气7层，一个是炼气6层，修炼多年，自然不可能不认识灵符。尤其是叶青青，修仙100亿，在这个灵机贫瘠的时代，叶青青的灵根资质本身就一般，修仙境界缓慢，自然需要寻找其他手段增强战力。他之前也尝试制作灵符，无奈的是制符一道博大精深，不单单要求制符者悟性够强，同时还要求制符者本身足够有才。当然，这个才指的不是黄金白银等凡俗财物，指的是制符灵符的各种材料要充沛，还是时代的禁锢。百年老人参在这个世界都已经很稀有了，更别说是那些具备灵性材料可以充当制符的各种练手材料了。所以说，方毅最大的金手指就是利用2界的特殊优势，不断的拉高自己的优势。也正因为如此，叶青青忍不住道：高师叔竟然如此喜爱你这个弟子，把压箱底的灵符都赠予了你。林峰深以为然，他们不知道方毅往返2界，能够在高武世界得到大量的制符材料，不断试错，最终实现个人量产，自认为方毅手中的灵符都是高柳赠予的。这般想着，2人对方毅的眼神不由得从原来的震惊变得羡慕嫉妒恨了起来。魏杰被烧成了灰，风一吹就扬了。其实这还是方毅的功劳，直接一道烈火拂下去，什么都是空的。杀了魏杰之后，凉州城自然也就无虞了。3人朝着凉州太守告辞之后，便马不停蹄地回归了山门。凉州城固然繁华，但因为人气过于旺盛，导致了灵气近乎于无。这对于武者而言没有什么，但是对于已经踏上了修仙之路的3人而言，简直太难受了。回到山门之后，方毅将自己杀魏杰的全过程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高柳目瞪口呆，兴奋的差点没有把茶杯都给摔碎。好，真不愧是我高柳的徒弟，抬手就是几道灵符挥出，轻易斩杀了那凶恶的魏杰。高柳自然知道方毅有秘密，但是他不问，也没有用特殊的眼神或者其他话语侧面打听，反而避而不谈。方毅果然投桃报李，不动声色地给自家这便宜老师提供了几枚能经，供高柳修炼。高柳心中隐隐约约有个猜测，自己这便宜徒弟该不会就是画本里的气运之子，不小心误入了某个金丹老祖的洞府，获得了天大的机缘吧？要不然这怎么能解释如此珍贵的灵晶，他眼睛都不眨一下就给了自己呢？高柳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不由得在教导方毅上越发的认真。半个月过去，方毅借助高武世界充裕的灵气，顺利晋升炼气3层，同时他绘制灵符的心得体会也更多了，绘制灵符也更成熟了。现如今，他的全身上下各处角落里起码装备了不下于30张灵符，防御、攻击、控制、迷幻等等功能的都有，主打的就是一个全面。但同时，方毅也没有放下武道的修炼，在不限量的淬体液的供给之下，再加上方毅堪称苦行僧一般的练习，最为关键的是高武世界1天，太玄界5天，依靠着不同的时间流速，方毅将武道修炼都放在了太玄界，搭配高师细微的指导，总算是把混雷掌提升到了精通程度。这天，高柳的院子里，一道修长的身影在小小的院落里一闪而过，刹那间，小小的院落里似乎迸发出一道滋啦的雷电之音。下一刻，修长身影跨过半个院子，运掌如风，狠狠拍在了眼前的训练木桩之上。啪的一声，
木屑纷飞。由上了年份的特殊铁木制作而成的木桩之上，赫然出现了一个深深的掌印。方毅站在原地，缓缓收起了掌，感觉体内充沛的气血，露出微笑。啪啪，好！高柳走了出来，看见这一幕，很是高兴。你的武道天赋果然也很好，在搭配了大量的淬体液之后，混雷掌果然进度勇猛。高柳就是练的混雷掌，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层次。他自然知道方毅的混雷掌已经到了什么层次。不单单是混雷掌有长进，游龙步也有不小的长进，距离大成更靠近了几步，想必也不远了。武道乃护身手段，你做得很好。越是看着方毅，高柳的心中就越是满足。作为一个老师，有一个天赋好还用功的学生，他真的是很欣慰。尤其是高柳默不作声地走到了方毅面前，轻咳了一声，小声道：“那个生机符还有没有了？给老师几张呗。”尤其是方毅已经成功成为了灵符师的消息，在整个山门都传遍了。高柳被他的师兄弟们喊着来找徒弟要灵符，当然，这个灵符不是白拿的，而是需要购买。方毅自然不会自己去卖，而是让高柳作为中间人卖给山门里的其他师叔或者师兄师姐们。尤其是他手里的生机符可以治愈伤势或者暗伤，很是受山门上下欢迎。但方毅也知道一次性不能放太大出来，否则那就太危险了。3张，再多没有了。方毅做了个手势，高柳点点头，他也不问什么。这是你要的养神术的心得，付师叔的报酬。将灵符揣进口袋之后，高柳掏出了一本本子，交给了方毅。方毅点点头，还有呢？高柳又掏出了一个东西，不过不是本子了，而是一块玉佩，剩下的拿不出来，需要你自己去传功堂里兑换。这是5000点善功，我给你换来的。方毅接过玉佩，点头，谢过老师了。旋即，他走出小院，大步走向了传功堂。方毅来到了传功堂，执了弟子礼，便进去了。依旧是一位老者，不过对方看了一眼方毅，检查了一番他手里的那枚玉佩，这么多善功，你找高柳去兑换呢？老者诧异问道。方毅点头，传功堂里放着真武山收藏所有功法秘籍，理论上来说，只要你善功足够，都能兑换。方毅此行就是要兑换一门功法，一门可以培养神识的功法。神识理论上只能由筑基大修诞生，但也有意外。在灵机充裕的时代，此方世界天才辈出，有境界高的修仙者为了宗门义或者家族下一代着想，脑洞大开，创造了不少可以让炼气期修士也能够修炼出神识的功法。方毅之前就打听过了，真武山的传功堂里就有这么一门秘法，但这种秘法价值很高，需要很多的善功。于是这段时间，方毅一边与真武山的师叔师姐师兄们交易灵符，一边兑换善功。或许是因为方毅的灵符效果太好，也是山门中唯二购买灵符的地方，很快便集齐了善功。进入传功堂之后，方毅直奔自己的目标而去。在传功堂的某个角落里，方毅发现了自己要找的功法养神术，上面有记载，这是千年之前真武山的某一位老祖在外偶然获得的一部神识秘法，可以让炼气期修士修炼诞生神识。上面还有道心誓言，发了誓言之后就无法传授给其他人。发誓什么的，方毅自然无所谓，反正他也没想着传授给其他人。就这般，方毅顺利的拿到了养神术。出了传功堂之后，方毅回到了小院里，将玉佩还给了高柳，道：“老师，接下来一段时间我需要闭关参悟养神术，还请见谅。”高柳挥挥手：“去吧去吧，为师也正好也闭关巩固第2层境界了。你小心点，如果遇到了什么不懂的地方，可以出关问我，我不会也能厚着脸皮给你去问问其他师叔们。”方毅闻言忍不住一笑。关门，挂上闭关的牌子。方毅又不太放心，在门上贴了一张静音符和一张金刚符。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回到了高武世界。回到高武世界的时候，正是傍晚时分。方毅拿起放在一旁的手机，看着上面小姨的未接来电，想了想，便先回了一趟家里。小姨家，小姨周婉如难得发火，气冲冲地看着一向听话的外甥。小姨，你为什么逃课？方毅闻言，心中咯噔一声，这事终于是暴露了。尽管太玄界和高武界的时间流速不一样，但随着方毅涉足的东西越来越多，时间确实不够用了。第85高教学给他的知识，也渐渐地派不上什么用场了。尤其是前段时间，方毅为了抽出更多的时间来研习制服，更是每天下午3点就跑，钻进自己的小院里，傍晚才回家。长此以往，终究还是被刘洋给发现了。这不，立马就打电话告家长了。虽然小姨发了很大脾气，但方毅却有着办法。从小他就有主见，再加上这段时间他的进步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便以此为理由，争取了下午晚上的课不上。小姨本觉得这不太对劲，但小姨夫蔡武却点头，觉得很不错。老公，你怎么也帮着小姨说话呀？周婉如愤愤不平。蔡武却笑道：“小姨是个很有自我规划的孩子，她觉得不必要的，那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你就随她去吧。”小姨最后还是被劝说成功了，当晚便给学校那边去电，帮方毅争取到了下午和晚上的课，在家自习。方毅便有了更多的时间来变强了。当晚，方家贴上了静音符的练功房内部，方毅盘着腿修行养神术。不知过了多久，方毅睁开眼睛，眼中都是雀跃。他定睛看向四周，只觉得练功房里所有的东西在眼中都清晰可见，甚至还能听到角落里的壁虎爬行的细微声响。这就是神识的效果吗？神识是一种很玄的东西，若是在高武世界这边，想来应该会被认为是精神力强大的念师。没有错，高武世界的异能者一般分为2种，其中便是精神力强大的念师。念师很稀有，其实天生的精神强大之人才能具备。但修仙者的神识不一样，几乎只要你能够获得神识秘法，都能成功练成神识，且效果比念师强了不知道多少倍。此刻，方毅只感觉自己的精神状态
前所未有的好。他重新坐在了地板上，开始一笔一画制作一张符箓。片刻之后，灵符制成，灵气汇聚。方毅细细感受了一下这张灵符的品质，果不其然，品质提升了不少，威力也提升了不少。看来通过修炼神识，果然可以让制符的效率和品质提升啊！这条路子果然没有错，灵符是一条很好的护道手段，且灵符也很好用。修仙百艺，方毅觉得自己有必要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况且灵符也能够让方毅的攻击手段层出不穷一点。翌日中午，铃声响起，在武道一班所有人眼巴巴的注视下，方毅背起包，滴溜溜的就走出了教室门，直奔校门口。在他身后，一干学生眼巴巴的看着他，眼中羡慕不已。但羡慕归羡慕，可没有几个人敢和方毅一般，直接请假不来下午和晚上的课。方毅走后不久，苏磊磊才收了目光，喃喃自语：班长越来越强了。出了校门没多久，方毅的手机铃铃铃的响了起来，是个陌生来电。他没有接，但是很快，在某个转角处，方毅再次见到了萧家的人。之所以能够一眼认出，原因是那群人当中有个熟悉之人，正是被自己在擂台上踢得半死的萧章。萧章看起来伤势已经痊愈了，只不过他看着方毅的双目中总蕴含着一种浓浓的仇怨之色。但这伙人当中，萧章很显然不是话事人。萧章的身后，一个寸头青年慢悠悠地站起来，浑身上下散发着强悍的气息。青年走到方毅跟前，面露笑容：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萧凌。萧凌。方毅听完这人的自我介绍，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他是谁。萧章当即气息一滞，脸色通红，大吼道：大胆！金海市天骄你都不认识，当真是鼠辈！鼠辈！方毅看着气急败坏的萧章，嘴角浮现一丝嘲讽的笑容：我是鼠辈，那被我打成败犬的你是什么东西呢？简单的嘴臭，极致的享受。萧章被这句话噎住，脸色由红变为铁青。他似乎还想要说些什么，但却被身后的萧凌直接呵斥了一声：萧章，退下！萧章被这一声冷哼，十分不甘心：堂哥，这小子嘴巴臭，让我教训教训。退下！不要让我重复第二遍。萧凌冷哼了一声，冷眼看着自己这个堂弟。在这股严厉的注视下，原本在武高里嚣张跋扈的萧章，此刻却像是老鼠遇到了猫一样，垂头丧气地走向了后面。方毅将这一幕看在眼里，心中觉得这萧家当真奇怪，堂哥对自己的堂弟像是下属一般对待。呵斥了萧章之后，萧凌重新将注意力放在方毅身上，他开口道：我来不是为了和你打架的，我们萧家乃金海市的建成家族，气量还是有的。那你找我有什么事？方毅问道。自然是要事。萧凌道：你们武高的学生再过不久就要迎接期末了，这次期末的考核上面想要让你们进行实战，地点在城外。城外？方毅心头一惊，不可能，怎么不可能？萧凌淡淡道：近期夜叉族有异动，距离金海市不远处的基地市都遭受过了几次小规模的袭击，上面要考核你们这批武高学子的实战能力，很正常。这话说的没错，高武世界出现了很多异族，金海市附近的则是一个连通夜叉族的灵境，里面生活着很多夜叉族。夜叉力大无比，长着3只眼，还能飞，成年夜叉都是5品武者以上的境界水平，对于普通人而言简直就是杀戮机器。城内是普通人和普通武者的天堂，而城外则是噩梦。城外的危险程度可怕至极，若是没有必要，普通人这辈子都只会待在基地室内，一辈子都不会踏出城外。若是需要探亲访友，也只有自身实力强大可以横渡，或者走官方专门开辟的安全路线。金海基地市的城外也危险至极。萧凌没有在这一点上过多解释，他说出了此行的目的。这次你们无所武高的期末考定在了基地室外的3大秘境之一的铜陵秘境，里面有一个东西，我想请你帮个小忙，带出来给我。作为报酬，我可以答应你2个条件，无论是金钱还是武技都可以，只要在我能力范围之内。东西带出来。方毅想都没有想，直接抬腿就走。萧凌倒是没有拦住方毅，又或者说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想要拦住方毅的意思，他只是高声喊了一句：下次再见。方毅没有回头，离开了，回到了方家。方毅吃完了饭，进入了练功房，掏出手机想了想，给刘洋发了条短信：老班，期末考要出城去吗？刘洋很快就回了：你从哪里听说的？方毅不答，只是追问。刘洋对于方毅是看好的，也没有隐瞒，道：夜叉最近不太安分，我们担心他们可能又要开战了，上面就觉得希望这一届的武高学子最好能够拥有实战经验，以便后期能够提升存活率。地点是同源秘境吗？方毅又问道。这你都知道了？刘洋似乎有些惊讶。没错，同源秘境2/3是我们金海市掌控，1/3早些年失陷，被夜叉族给占据了。这次让你们多半就是对付那群在同源秘境的那些残存夜叉们。刘洋说得很详细，方毅听完之后大概明白了。同源秘境最早由金海基地市占据，秘境出产的很多珍稀矿石、灵物和材料，对于人族武者或者异能者都有很大的裨益。可10年前，金海基地市内部出了内贼，被夜叉族钻了个空子，侵入了同源秘境，侵占了1/3的区域。之后，金海基地市将夜叉族打退了，秘境中还残存着一批夜叉族。经过多年的围剿，这群被困的夜叉族战力没有剩下多少。金海基地市的武道部就觉得可以以此来做文章，让武高的学子们先试试看，让雏鸟们接触外面真实的世界。简单的来说，就是一场练兵。明白了，谢谢老师。方毅终止了聊天，他开始思考。萧凌找上他，要他从秘境当中带的是什么东西。
但因为情报实在过少，所以也猜不出来。猜不出来，索性就不猜。方毅就打算拒绝萧凌，不管对方报酬有多么丰厚。至于萧凌的报复，方毅不信对方敢冒着得罪警察厅的风险，对自己这个警察厅的遗孤动手。思来想去，方毅觉得，与其胡思乱想，不如踏实修炼。管他什么试炼还是阴谋诡计，只要自己实力够强，那就是虚幻泡影。养神术刚刚入门，方毅需要好好巩固这门神识秘法，但武道和修炼也不能忘。方毅准备好灵石，闭眼回到了太玄界。上午修行武道，下午借助带来的灵石炼气，晚上修行养神术。抽空，方毅还需要时不时的在同门和老师高柳的面前晃悠晃悠，以此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就这般，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太玄界3个月后，方毅将自己境界告知了高柳。当高柳得知之后，整个人既震惊，同时又高兴。他自己如今才筑基2层，而且还在巩固过程中。可没想到自己的收的这个徒弟，在短短半年时间，就从凡人成功蜕变成为了炼气3层的高手，当真让高柳觉得汗颜无比。但方毅却觉得自己的进度还有点慢呢，毕竟自己可是拥有一整个灵气葱郁的世界作为后盾呢。你这次突破来的也好。高柳不知道自己这徒弟心中狂到没边，反而说起了另外一件事。云阳山中一处结丹强者的洞府被发现了，你有没有兴趣去闯一闯？云阳山结丹强者，方毅一听当即来了兴趣。随手，方毅掏出一颗灵石递到了高柳的怀里，笑嘻嘻道：老师细说一下。高柳最喜欢的就是徒弟这豪气冲天的样子，他不动声色地收起了灵石，开口：在山门100里之外有一座云阳山，不久之前当地有个樵夫失足坠落悬崖，本以为一命呜呼，谁知道竟然跌落进入了一处修仙者的洞府。那洞府里似乎失去了主人，只有阵法禁止运转。樵夫偶然得到了一件一阶下品的法器，回到了家中，大肆炫耀，被当地衙门知道了。当地衙门第一时间通知了凉州城的太守，也就让我们真武山知道了。经过一系列的探查，发现这处洞府乃是500年前一个名唤云阳上人的修士的洞府。这云阳上人是一位结丹强者，此方世界境界为炼气期、筑基期、金丹期、结丹期、元婴期、化神期、合体期、渡劫期、大成期。结丹强者，那可是传说中的大修士啊！要知道，真武山能够占据凉州，也是因为现任掌门乃是一位结丹期修士，这还是整个宗门供养出来，已经快要暮年的修士了。可想而知，结丹修士的出现是多么震撼人心的消息。方毅当然感兴趣至极，顿了顿，方毅眼珠子一咕噜，道：如此阵仗，其他地界的宗门不可能不知道吧？结丹修士的洞府，其中极有可能蕴藏着灵石、丹药、法器，亦或者结丹功法的传承。这些对于真武山这等筑基势力而言，当真是兴奋的不得了。方毅不相信其他宗门不会不动心。高柳微微一叹，当然感兴趣了。结丹修士的洞府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就算我们真武山想要独吞，也无能为力。云州的白云观、血州的血河谷、灵州的金刚寺都得到了消息，第一时间赶到了云阳山，欲要大打出手。当时那场面剑拔弩张，似乎下一秒就要打得天翻地覆。方毅被高柳这描述给逗乐了，区炼气期修士而已，你说打一架天翻地覆，谁信？但方毅没有开口说出来。高柳继续道：幸好掌门师叔带着正宗法器真雷剑前往，与他们几方好好说道，终于避免了这场战争。不过这洞府似乎对于筑基期的修士有着排斥，只能炼气期的修士进入，四方都约定好了，只能派遣各自宗门的炼气期修士进入，各凭本事争夺机缘。排斥筑基期？方毅心道，竟然还有这等神奇的阵法禁制。说了这么多，你有兴趣去不？高柳又问了一句。方毅毫不犹豫地点点头，当然有。3天之后，方毅特地向班主任刘洋请个几天假，一头扎进了太玄界。真武山山门大殿，方毅的老师高柳与羽纱师叔，还有一个名唤金秀的师叔，3人一块驱使着一架云舟，带着10位炼气期弟子，浩浩荡荡地朝着云阳山飞去。飞行途中，方毅知道了那位名唤金秀的师叔乃是丹药堂的堂主，擅长炼制丹药。剩下的炼气弟子当中，有方毅熟悉的叶青青，有过一面之缘的林峰，再除了他自己之外，基本上都是内门的弟子了。内门弟子一共24位，这里就来了9位，足以证明这次山门对于云阳山中的结丹强者的传承到底是多么的动心。看着自家的阵仗，方毅不由得想到，其他3个宗门应该来的人也不差吧。云舟的速度很快，晌午时分，云阳山到了。3位师叔喝了一声，齐齐灌注灵力，让云舟停在了云阳山某处宽敞的空地之上。在这里，方毅见到了其他3方宗门的队伍，也第一次见到了真武山的掌门齐王星。齐王星从外观来看，就像是凡俗的教书先生一般，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书生袍子，留着花白的胡子，精神利索，双目很是有神。方毅注意到的是，自家掌门竟然是凌空飘在半空的，这就是筑基大修境界以上强者才会的能力——飞行。在高柳等人的带领之下，方毅等弟子们齐齐对着这位掌门鞠躬，行了弟子礼。弟子见过掌门。齐王星点点头，露出和蔼的笑容。不错不错，都是好娃娃。齐王星让弟子们起来，跟着他一块落在了空地之上，那里已经有着一处临时开辟出来的居所。与此同时，其他3个宗门的弟子也赶来了，一个个的精神的很，身上穿着不同的门派服饰。白云观的都做的是道士打扮，血河谷的穿着红衣，十分刺眼且骚包。至于金刚寺的，方毅看着那一个个光头，想不明白的对着高柳问道：老师，这云阳上人是修仙的，跟他们佛修有什么关系啊？高柳扯了扯嘴角，
当然没关系，但是灵石法器谁又会嫌弃呢？方毅觉得也是，在这个灵机贫瘠的时代，有灵石的就是爷啊。不过让方毅没有想到的是，他这一句小声的调侃，倒是让不远处的血河谷的谷主司马朝给听到了。这个血河谷谷主身材瘦削，披着红袍，面容阴冷。司马朝间笑了2声，也嘲讽道：“听到没有，秃驴们，人真武山的徒子徒孙们都说你们这群秃驴们臭不要脸呢。”金刚寺那边闻听此言，当即就骚乱了起来。练气的和尚们一个比一个生气，就要骂人。为首的金刚寺住持元智大师念了声佛号，怒目看向司马朝，邪魔歪道，休想挑拨我们正道宗门的关系。司马朝又奸笑了2声，毫不在意。这可不是我说的，而是齐老头的徒子徒孙说的。老秃驴，你要发脾气就朝着齐老头发去，冲着我发干什么？莫非是欺软怕硬？元智大师瞪着眼睛，似乎双目都在生出火焰，但他不敢真的如司马朝所说的那般，将怒火发向真武山这边，因为从始至终，齐王星的手中都拿着一柄剑，那是场中唯一一把2阶巅峰的法器。他们打不过齐王星，自然不敢将矛头直接对准真武山。司马朝是故意挑拨真武山和金刚寺之间的关系，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元智大师心中虽然对真武山也忌惮非常，但他不敢摆在明面上来，只能一个劲儿的念佛号，死死的盯着司马朝，口中嚷着除魔味道。2宗掌门像是街坊泼妇一般互相骂街，倒是让下面的弟子们看了一场好戏。直到齐王星似乎看不下去了，手中的真雷剑轻轻一晃，发出一声雷光炸裂的剑鸣之声。好了，霎时间，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司马朝似乎还不服气，但是他隐隐约约感觉有一道雷光对准了自己，撇了撇嘴，索性也就不说话了。方毅将这一幕看在眼中，心道还得是实力强啊，只有实力够强，才能让这群人闭嘴啊。安静下来之后，齐王星淡淡扫了其他3个宗门眼，道：云阳上人的洞府还需要5天才能开启，各自找个地方休息去吧，机缘自有定数，各位还需好生筹谋啊。说罢，其他3个宗门纷纷离去，回到了自己的驻地。云阳上人的洞府外围阵法十分强悍，集合4宗之力磨了也有一段时间了，预估5天后就能磨灭了。这段时间倒是让方毅好好走动了不少，也了解到了不少东西。高武世界、太玄界的5天就等于这里的1天，方毅不敢耽搁，直接不去上课，然后找到了一副蔡武，提出了一个请求。蔡武皱眉：你说想要一架自带光学引信的无人机？不行，那属于是管控军械了，我没有权限。高武世界虽然武道发展比较缓慢，但科技水平发展却在攻破了某些科技水平高一些种族，与某些科技水平高很多的种族进行了交易之后，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这方面，精神强大的精神念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方毅早料到姨父蔡武会这么说，他也并没有想让自家姨父为难，而是用了另外一个说法：不让姨父您去拿，您就告诉上面用我父母在景司里的功绩去兑换。蔡武闻言不由得瞪大了双眼，这孩子是怎么知道的？方毅的父母都是金海基地市的1级警司，在执行某次任务中不幸逝世，金海基地市的警察厅抱团取暖，对于他这个遗孤也很重视，每年都有一笔不菲的抚恤打到方毅的卡中，这也是方毅这些年里吃喝不愁，还有余力去做其他事情的缘故。方毅父母在警察厅里立下过很大的功劳，所以方毅猜错，如果以父母为名，厅里多半会给这个面子。果不其然，不久之后，蔡胜就一脸惊奇地看着方毅，交给了他一个盒子，悠着点用，可不能做违法的事情。放心吧，姨父，我晓得的。将无人机连带盒子一块收拢进储物袋之后，这是方毅为了以防万一借的。方毅再次宣布闭关练武，回到了太玄界。云阳上人的洞府在一处悬崖的中部，各派掌门连同筑基7长老一块施展法力，将弟子们送入了洞府外围。临走之前，高柳传音入密，嘱咐方毅进去里面优先寻找传承。云阳上人乃是一位剑修。方毅听完，双目更是在发光。剑修，好啊！云阳洞府的外围原本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防御阵法，似乎还带着攻击手段，但是因为年久失修，仅仅只剩下了防御手段，这才被4大宗门给硬生生的磨破了。洞府大门非常简朴，只有一座发光石门。穿过石门，众人这才发现里面原来别有洞天。一旁，叶青青忍不住感慨道：“这就是洞天福地吗？”一进入洞府内部，众人只感觉到一阵扑面而来的舒爽，灵气，好充裕的灵气啊！真武山的队伍中，弟子们不由得发出惊喜的声音。很显然，这座洞府内部充裕的灵气，着实是让他们感到惊讶至极。但方毅没有太大的感觉，这洞府的灵气充裕程度，还没有他家练功房的灵气多呢。差评！正当众人还在感慨灵气充裕的时候，下一刻，众人齐齐色变，因为一个眨眼的功夫，向前踏走了一步的弟子们直接眨眼消失不见。叶青青见多识广，大喊道：“是阵法，挪移阵法！”大家都被传送到了洞府各处了。但很快，他们就发现，不管你是否动了，一个个都会被传送走了。方毅只感觉眼前一亮，下一秒，他就出现在了一处宽敞的房间内部，但并不是只有他一人，而且还有另外3人。巧的是，另外3人都不是真武山的弟子，分别是其他3个宗门的弟子。4人正面面相觑的时候，忽然一道声音传入了他们的心中：欲获传承者，需通过试炼。传承？试炼？血河谷的红袍弟子面色阴冷，问道：“试炼内容是什么？”声音再次响起：“互相攻击，胜者为王。”话音落下，4人忙不迭地离开对方，各自站在一个角落里，眼神中满满都是忌惮。这道声音说完之后，
就不再出声了。房间内先是安静了一会儿，但没过多久，那位血河谷的红袍弟子对着离得他最近的金刚寺弟子悍然出手。他大手一扬，一柄血刃自宽大的袖袍里飞出，带着腥臭的味道。金刚寺秃驴，受死！金刚寺弟子自然不会束手就擒，手持一柄巨大的锡杖也打了上去。血河谷的明显是魔道功法，一举一动都带着腥臭的血气，十分让人不适。金刚寺弟子的修为明显更低一层，但依靠着护体金光，一时间倒也没有落败。正当方毅看得热闹的时候，忽然一道凌厉的掌风自后侧浮现，是白云观的那个弟子。那人伏低身子，趁着方毅的视线在关注其他二人的时候，来了一记偷袭。这一招乃是白云观的招牌功法黑云掌，一掌打出还带着毒气，只要方毅被击中，那就当。白云观那名弟子脸色愕然，他看着自己击中方毅的一瞬间，一道淡淡的金光横在两人中间。这是金刚符？那人难以置信地说道。答对了，但是没有奖励哦。方毅回眸淡淡说道。灵符？那位白云观弟子脸色大变，拔腿就要跑。无论是一阶下品还是中品的灵符，这种东西都不是他一个穷苦出身的白云观弟子可以比的。他转身就要逃跑，但却猛然发现自己似乎动不了了。那弟子猛地一低头，只见自己的双腿不知何时已经被两道结实的藤蔓给缠住了。糟糕，这是缠绕符！那弟子脸色又是一变，浑身气血暴涨，双腿之上的经脉齐齐暴涨起来，就要逃脱这缠绕符的围困。但是他并没有成功，因为下一刻，一个沙包大的拳头给他来了一个结实的亲密接触。这一拳其实是方毅修行的混雷掌的变种，只不过用拳头的方式来进行施展。一拳下去，特殊的混雷劲进入那白云观弟子的身体，后者猛地身躯一震，泛着白眼，身躯软软晕了过去。这一幕倒是让一旁交手的正起劲的血河谷和金刚寺的两人看在眼中。一拳对碰之后，这两人一触即发，远远地落在了房间的另外两个角落。但毫无疑问的是，都离得方毅远远的。方毅见着这一幕，忍不住挠挠头，道：“我有这么可怕吗？”血河谷那弟子开口了，敢问可是真武山高长老的弟子方毅方师弟？方毅闻言挑了挑眉，好家伙，我都还未出过真武山呢，这血河谷的弟子是如何看出来的？不过方毅一想，又觉得合理，混雷掌只有真武山有传承，练得最好的就是自家老师高柳了。正是，道兄如何称呼啊？方毅笑着问道。那血河谷弟子披着红袍，两只手掌隐藏在宽大的袖袍之上，不动声色地开口自我介绍：鄙人司马官，炼气5层。司马官？姓司马的多半是血河谷的两大筑基家族司马家的弟子了。血河谷里面其实是由两个家族一起建立起来的，司马家和余家，修行的都是化血大法。自我介绍之后，司马官说出了自己的来意。方师弟，我血河谷所在的血州离你们真武山的凉州甚远，彼此之间也没有什么恩怨，要不我等联手把金刚寺的秃驴给杀了。司马官提议道。闻言，金刚寺的那位名唤慧石的和尚当即脸色大变，他嚷道：万万不可呀！我金刚寺和真武山同为正道宗门，可不能自甘堕落，与这魔道为伍啊！方师兄。慧石似乎很怕方毅倒向司马官，急忙开口，但司马官尖笑了2声，加大了砝码。方师弟放心，我这里有一枚2阶的破障丹，可以突破1层境界，你若是与我联手杀了这秃驴，我可以无偿赠送给你。我能发誓。破障丹，方毅听过这种丹药的效果，服用之后可以让修士再突破一个小境界，但是对破境无用，但这也是难得珍贵的珍贵丹药了。没想到这个血河谷的司马观竟然如此富有，身上有如此珍贵丹药。金刚寺的慧石一听这破障丹，脸色大变，他似乎拿不出这么好的条件来打动方毅，只能一个劲地说着什么正道宗门同气连枝，万万不能内斗之类的话。吵着吵着，慧石只觉得眼前一花，一道缠绕符就把他给缠绕住了。紧接着，一个沙包大的拳头是他晕倒前最后的记忆。好！司马官见慧石忽然被方毅一拳放倒，脸色大变，但紧接着他的笑容从爽朗逐渐转换为阴谋得逞的奸笑。好好好，真武山的弟子果然是一如既往的蠢啊！话音落下，西南角的司马官狞笑着张开了宽大的血色袍子，一直隐藏在下面的2只手猛然探出。化血鬼手！顷刻间，那双手上灵力涌动，血色的雾气突兀出现，化作2只巨大的血色鬼手。那双血色鬼手很是巨大，对比方毅就像是巨人的手掌。血色鬼手的速度很快，几乎几个眨眼的功夫就飞到了方毅的眼前，同时还伴有一阵馥郁香甜的血气，让闻到之人忍不住气血翻涌，甚至灵力都感觉溃散了几分。看着呆呆愣住在原地的方毅，施展化血鬼手的司马观心中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假装结盟实则是为了偷袭方毅。血河谷是不折不扣的魔道宗门，他们宗门所修炼的化血大法需要用到生灵的鲜血才能进击勇猛，所以血河谷一脉往往都是卑鄙奸诈的小人。司马官就是看方毅这初出茅庐的小子，所以才上演这一出。他就不信了，他的化血鬼手炼气5层之下，触碰到就会被腐蚀干净。这真武山的小子看上去也就炼气3层的样子，他觉得自己这化血鬼手一出，对方肯定命丧黄泉了，除非这小子还有灵符在身。不过这个想法很明显是荒谬的，在这个灵机贫瘠的时代，他司马官使出了这招化血鬼手之后，体内的灵力都抽空了2/3，灵符珍贵异常，使用灵符更是要抽修士体内大部分灵力。这小子肯定是初出茅庐的菜鸟，这等保命底牌轻易就动用了。
他就不信了，这小子还能再掏出第4张灵。司马官双目阴狠，看着已经快要被巨大的血色鬼手抓在手心里，下一秒就要被腐蚀融化的方毅，心中忍不住已经提前开香槟庆祝了。可他还没有来得及高兴，一双眼睛却忍不住瞪大了起来，因为就在化血鬼手接触方毅的那一刹那，方毅身前的土地忽然自动翻涌了起来。下一刻，一道厚实的土盾直接从地下升了起来，挡在了化血鬼手的前进道路上。血色鬼手与厚实的土盾轰然撞在一块儿，但这一击饱含了司马官这位炼气5层修士的2/3的灵力，岂是区区一阶下品的土盾符可以抵挡的？土盾仅仅只是坚持了几个呼吸就被轰破，血色鬼爪再次抓向方毅。司马官忍不住笑了起来，区区土盾符岂是我化血大法的对手？我就不信了，你难道还能再拿出一张灵符来？紧接着，在司马官开心的眼神中，方毅耸耸肩，露出后扣的掌心，燃烧了一张灵符，淡淡的金光浮现，将所向披靡的化血鬼手在司马官痴呆的眼神中被金光轻松挡下。哦，我拿了，然后呢？方毅平静道。不可能，你哪里来的这么多灵符？司马官在看到方毅接连又掏出2张灵符之后，原本阴恻恻的男生忽然变得尖锐，如同泼妇一般。诚然，灵符作为修士的御敌的重要手段之一，无论是正道宗门还是魔道宗门都有着灵符传承，血河谷也不例外。他们血河谷的血蝙符、血刀符都很好用，一经使出，掀起血道魔力是非常厉害的杀敌手段。据说他们血河谷的2长老的手里就有一道1阶上品血刀符，宝贝的不得了，逢年过节就要拿出来炫耀，但就是不用，当成压箱底手段。方毅刚才使出，无论是缠绕符还是土盾符，都是1阶下品的灵符。这个品阶的灵符虽然只是刚入门的灵符，但怎么说也是灵符。寻常弟子能够侥幸获得1-2张，就已经是走了天大的运气了，获得的人都恨不得压箱底。而这小子刚入场就甩出了3道，本来以为他没有了，但没有想到又是2道。这年头灵符都烂大街了是吗？咻！化血鬼手在被土盾符消耗了之后，被金光符直接挡了下来。司马官虽然被方毅的豪气给惊呆了片刻，但他到底是魔道修士，心性狠辣的不行，双目一下子又变得通红了起来，心中杀意暴涨。司马官桀桀笑了2声，双手猛地一挥，身躯如同一只血色蝙蝠一般，化作一道阴风，眨眼之间就来到了方毅的跟前。馥郁且带着麻痹的血色香气猛地冲进了方毅的鼻腔里。方毅只觉得自己原本运行还算圆润的灵力，忽然变得生涩了几分，还附带气味攻击啊！突袭，这是司马官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他的嘴巴猛地吸入一大口气，膨胀了好几倍。紧接着，他吐了出来，狂风之中带出一团馥郁的血色雾气，朝着方毅笼罩了出来。1阶下品法术融血雾，血河谷乃血道魔宗，最擅长的就是各种血道法术，其中这融血雾最为出名，因为它不但施展迅捷，而且还附带麻痹和融化等功效。只要被这血色雾气笼罩，顷刻之间，终者会觉得头昏眼花，身躯发软。片刻之后，灵力运行停止，由内至外化作一团血水，然后被血河谷的凝血术凝聚成血珠精华，补给自身。这便是魔道的可怕之处。可让司马官再次目瞪口呆的事情出现了第2次。只见他那堪称阴人第一的融血雾，在顺利笼罩了方毅之后，后者没有任何不对劲，也没有任何不适，于浓郁的血雾之中，毫发无伤地站了出来。这还没完，趁着这司马官呆滞的功夫，方毅没有丝毫犹豫，断然下手，由龙步发动，身躯如同白驹过隙，眨眼功夫出现在了司马官的眼前。接着，司马官只看到一只闪烁着金光的食指赫然浮现在自己脑门前。下一刻，一道锋锐至极的金芒从那指间迸发而出，金光的速度很快，正是方毅的小庚金剑指。司马官只觉得脑袋发寒，暗道一声不好，下意识的低头。噗呲！司马官低头的那一刹那，身躯如蛇一般于地面滑行着，朝着远方退去。滑行的途中，司马官惊鸿一瞥，见到了那道金光将他身后的一处平整的地面刺穿出一个深深的小洞。司马官内心猛地一震，不对劲，这太不对劲了。这法术他认识，是真武山筑基大修高柳的小庚金剑指，但是这威力可远远没有这么强啊！这小庚金剑指的威力根本就不像是一个炼气期弟子可以施展开的。司马官的内心有些惊惧，他在短短片刻功夫已经逃出了10几米开外，脑子疯狂在转动着。他觉得这个真武山弟子有古怪，自己必须要赶快离开才。而就在这时，司马官却忽地听到了耳畔传来一阵疾风呼啸的声音，他的视线忽然聚焦，瞳孔猛地张大。只见他化作一滩软骨滑行至地面的方毅不知何时追了上来，身躯正跃到了他的眼前。咻！不好！司马官只觉得自己的死兆星疯狂在闪动，他心中一横，浑身的灵力暴涨，就要使出压箱底的法术。可他注定没有机会了，因为方毅的小庚金剑指比他的施展法术的动作都要快。咻！白皙的手指并成剑指，灵力涌动之间，迸发出一道由庚金锐利之灵气组成的小庚金剑气。剑气的速度极快，几乎在司马官就要念头刚要转动的时候，就已经刺穿了他的脑袋。剑气锋锐无双，如同穿刺进入豆腐花一般，直接刺了过去，再次在地面上轰出了一个小坑。司马官只觉得脑袋一疼，然后就失去了全部的知觉。是的，没有错，他死了。啪嗒一声，司马官的尸体直愣愣地摔在了地上。直到死，他都没有想明白一件事情：这个真武山弟子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灵符啊？
这个试炼房间一共4个人，规则为互相攻击，胜者为王。在解决完司马关这个血河谷弟子之后，方毅本想放白云观和金刚寺2人一命，但仔细一想，又觉得这2人见到了自己毫无人性，挥霍符箓，要是传出去，今后自己对敌也就少了先手。没有办法，只好请这2人一块与司马关共赴西天极乐世界了。一张烈焰拂下去，尸体烧成灰，又一张清风拂下去，骨灰吹散于空气当中。不知为何，这一手方毅做起来总觉得有些过于手熟练了些，熟练的都不得不让方毅觉得自己是不是有当强盗的潜质。但很快，方毅又把这个想法给湮灭了。错觉，自己明明就是一个普通的武高学生罢了，怎么可能是凶恶至极的强盗呢？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只觉得眼前一花，下一刻已经出现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房间，和他一块出现的还有全新的3人。方毅见状，不由得扯了扯嘴角，接着他看着眼前警戒心极强的3人，毫无犹豫的给双腿给贴上一张神行符，然后并指成剑，锐利的金光闪动着。各位，我真不是什么穷凶极恶的魔鬼啊，请刻功夫。方毅在缠绕符、神行符的帮助下，并指成剑，将3人一一斩杀。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与上个房间一样，将3人的身上的东西都给摸了，然后焚烧阳灰一条龙符。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站在原地，等待着试炼房间将他再次传送。可等着，他久都不见有反应，不由得方毅忍不住想到，这洞府年久失修，出错了。但很快，事情有了新的变化。方毅的耳畔忽然传来一道声音，听完之后，方毅的脸上不由得变得古怪了起来。还有这种机制的吗？咔嗒一声，平整的房间地面忽然裂开了一道口子，一个小盒子浮了出来。方毅捡起盒子打开，发现里面是一道符箓，一道充满锐金之气，看一眼都觉得眼睛有些生疼的少白剑符。就在刚才，此番试炼空间告诉方毅，根据试炼规则，方毅连胜2次将会得到奖励，奖励就是此刻手中这一道1阶中品的少白剑符。方毅细细地摩挲着少白剑符，感受着其中强大的力量。他所得到的胡氏基础灵符初解，只有1阶的符箓，也就是最低等级的符箓。灵符一个小品，威力提升1大阶，而眼前的少白剑符就是1阶中品灵符里的佼佼者。使出之后，能够挥出一道强大的少白剑气，无物不斩，锋锐异常。方毅细细地将其收好，心道自己的保命手段又多了一道。在之后，方毅又经历了一次战斗，再次轻松取胜。之后，发现自己和其他获胜者一块出现在洞府之外，见着所有弟子出来，各宗的助手筑基修士纷纷上前询问怎么回事。高柳第一个上来，将自己的宝贝徒弟照顾好。他问道：“为何忽然被传送出来了？”方毅只能将洞府的机制说了出来。此处洞府镇灵告诉了我，一天最多进行2次比斗，胜者为王，可继续进行之后的试炼，最终获胜者可以得到传承，失败者则会。这前半段还好，在太玄界很正常，就是这后半段，你是说这试炼是阶段性的，还可以终止的？高柳的脸色不由得古怪了起来。他是筑基大修，见识的事情也不算少了，但还是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奇怪的洞府机制，竟然只允许参与试炼者一天参与2场试炼，场次完成之后就踢了出来，待5日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好怪哦！其他3个宗门也从传送出来的弟子口中得知了这个消息，纷纷也露出了奇怪的神色，显然也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洞府传承。不过他们也没有太纠结这个，毕竟后续还能参与。很快，4大宗门的筑基大修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尤其是血河谷那边留下的那名叫做余光的筑基长老，更是脸色阴沉的怒道：“怎么回事？司马关呢？”原来血河谷这次来的炼气期弟子当中，司马关乃是天赋最好的一个，也最被血河谷的高层们看好。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被看好的司马关竟然在第一天就被人杀了。很快，那个余光就发现了这件事情，脸色勃然大怒，同时还带着一丝丝不安。不可能，司马关天赋卓越，更是修行了化血大法，不可能死在这里。他抓住出来的血河谷其他炼气弟子，一个个盘问，动辄打骂，场面一时间有些血腥。真武山阵营，方毅心知肚明，但是默不作声，而是靠近了自己老师高柳。老师，这司马关什么来历？方毅问出这个问题，其实心中隐隐约约有个答案。高柳，这司马关乃是血河谷现任谷主司马超的孙子，听说灵根天赋很好，小年纪就已经是炼气5层了，修行化血大法，听说1日千里呢。哦，方毅闻言，脸色平静的哦了一声，然后他也不管血河谷那边闹得怎么样，跟着高柳和其他弟子们一块回到了真武山在此处的临时驻地。尽管是临时驻地，可也修建出来了一间间木屋。方毅与高柳说了一声自己比斗胜利，感觉修为隐隐约约有所突破，需要闭关，后者立马会意，示意方毅放心去就是了。随意找了一间靠里的木屋，方毅贴上静音符和金刚符，回到了高武世界地心。回来之后的第一时间，方毅出了练功房，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打开书桌，从怀里掏出一本似金飞玉的古籍，古籍上清晰地印着4个太玄界古文字。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方毅也能看懂，并且明白这4个字是什么意思。少白剑诀，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功法，并且是一本筑基期的剑道功法。方毅在翻开这本少白剑诀之后，后者忽然化作一缕毫光，钻入了方毅的脑袋里。紧接着，方毅就觉得自己的脑海里浮现出了这本功法的全部。细细观摩了片刻之后，方毅知道了这部功法的来历。功法里记载，本是云阳上人当年偶尔游历东荒获得的一本符剑功法，取庚金锐利、无物不斩之神意，与灵符之法相结合，成就出了一本筑基期的符剑之法。这本少白剑诀既能够炼制一柄灵符之剑，
如飞剑一般，杀伐无双，同时还能够绘制出剑符，当做一次性的灵符使用。当然，剑符的威力很强，比一般灵符都要强出不少威力。方毅知晓了这少白剑诀的强大之处后，内心高兴得不得了。飞剑之术，剑修，没有那个修士，没有幻想过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一位剑修，御剑百里，轻易取敌人头颅，此等风采，当真是让人心生向往啊！但很快，方毅又觉得奇怪了起来。按理来说，这等筑基期功法不应该如此轻易的就传给自己来着。这云阳上人的洞府镇灵，莫非脑袋坏掉了？方毅思考了一会儿，怎么也想不通，索性也就不想了，一心一意的开始钻研这门少白剑诀。飞剑之术，一听就是又强又帅的，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这到手的机缘。剑修，在真武山的藏书阁里，方毅曾经看到过相关记载。书里说，所有修士分支当中，剑修是最为强大的，因为剑修功法无双，修的一口本命剑气，战力飙升，100米之外取敌人首级不在话下。方毅很憧憬这样的场面，又或者说，每个少年的心中都有着这样一个御剑逍遥的梦想。如今，在云阳上人的洞府里，自己竟然获得了这等机缘，方毅自然不可能放过。但问题又来了，这门少白剑诀里记载，需要炼制一柄少白符剑，需要用到多种灵材，这些在灵机评级的太玄界是不大可能找到了。毕竟，就连淬体液的材料，真武山的丹药堂都是每个月供应有限。方毅为了不耽误训练，都是在地心这边用自己的积蓄去购买的草药，自己进行配置。剑诀上记载，符剑本体需要用一名幻瑞金矿的矿石提炼出来的金属精粹，再融合3种材料，最后以绘制灵符的方式，在剑体上绘制出完整的剑符纹路，终成一柄少白剑。少白剑成之后，也有等级区别，绘制出3道少白剑符为一阶下品法器，绘制出6道少白剑符为一阶中品法器。如此叠加，只要能够在剑体上绘制出12道少白剑符，则为2阶法器。2阶法器啊！方毅可不是什么初出茅庐的散修了。在得到了真武山筑基7长老高柳的倾心教导之后，方毅对于修士的知识储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法器一共有1至6阶之分，1阶最弱，6阶最强。法器也是一位修士的最重要的对敌手段之一。同等修为的情况之下，若是对方持有的法器等级越高，所获胜的概率就越大。比如真武山掌门齐王星为何可以掣肘血河谷和金刚寺2大宗门，靠的就是那柄真武山历代相传的2阶上品法器真雷剑。血河谷和金刚寺自然也有法器传承，只不过在这穷乡僻壤之地，他们2家比不上真武山，都只是2阶中品等级。而方毅现如今获得的这个少白剑诀，竟然可以配套炼制出如此强大的一柄法剑，当真是让方毅不由得心中大喜。将少白剑诀的所有要领都记在心中之后，方毅再次回到了太玄界，利用2节留宿，方毅找上了这边的老师高柳，请教了某些关于少白剑诀的问题。倒也不能怪方毅愚钝，完全是因为这本少白剑诀是用太玄界的文字记载，方毅前18年里接受的是地心这边的教育，2界认知还是有区别的。高柳不疑有他，逐字给方毅解释了。许久之后，方毅明白了，便开始了少白剑诀的修行。也不知道是不是方毅本身对于剑道有一定的修行天赋，耗费了2天时间之后，方毅顺利入门了。方毅得到的少白剑诀心法一共3层，方毅一口气将心法修行至了第1层。同时，方毅也发现了一件事情，这个少白剑诀的心法似乎不是完整的，后面的筑基期心法甚至都没有。看来这个云阳上人的洞府镇灵不仅仅传授给了自己一个人少白剑诀炼气期心法呀。与此同时，在血河谷和金刚寺的驻地之中，2道宗门的筑基期长老同时发现了活下来的弟子获得的炼气期少白剑诀的传承。他们很快也意识到了，这可能是获得云阳上人传承的最重要的一部分。毕竟自家这边获得了少白剑诀传承的，基本上在剑道上都有那么一些天赋。但尽管他们有意让获得传承的弟子苦练一下心法，看看到时候是不是能够展现卓越的剑道天赋，获得洞府镇灵的期待。可5天时间还是太短了，都未入门。不过白云观这边似乎有了新的进展，方毅没有想这么多，少白剑诀的心法入门之后，就可以尝试绘制出少白剑符了。还是用的老办法，直接借助地心的巨量资源，以试错的方式开始绘制。在第5天的凌晨，方毅抬起僵硬的快要发麻的胳膊，目光注视在桌面上的这道符箓。在绘制完成最后一笔后，空气中的灵气忽然旋转过来，少白剑符成！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绘制出的少白剑符，方毅露出了开心的笑容。1阶上品的灵符啊，自己在符箓之道上果然有着可喜可贺的进步啊。要知道，在基础符经的传承中，可是写的明明白白的，绘制灵符需要认真专心，能够在3年左右绘制出1阶中品的灵符，已经是符箓天才了。可方毅呢，硬生生靠着海量的资源，用最笨的方法是错了出来。不得不说，这也是另外一种天才。高兴完了之后，方毅修行了一阵养神术，将干枯的神识修养回来。随后，将少白剑符贴身放好，走出了木门，走向了真武山的大部队。日上3竿，又是一阵熟悉的白光闪现。方毅看着眼前熟悉的房间，还没有来得及多想，就听见洞府镇灵的声音。检测到少白剑诀心法入门1层，检测到试炼者31号，具备剑道天赋，评级中品，可入试炼中层，开始传送。剑道天赋才中品吗？方毅不由得感到一丝丝疑惑，这镇灵到底是以什么标准进行判断一个修士的剑道天赋的呢？没等方毅反应，再次被传送。睁眼的时候，方毅发现自己来到了一处全新的房间，不，应该说是全新的擂台。在这里，
方毅见到了对面站着一个在其他3个宗门那边没有见过的修士，最关键的是，对方身上穿着的衣服很明显不是东南州这边的风格。方毅打量着对方，对方也小心翼翼地打量着方毅这边。镇灵的声音再次响起，传承试炼2阶段正式开始。条件：少白剑诀心法入门者。规则：杀死或击败对方。奖励：少白剑诀精解。说完，镇灵的身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一直阻挡着两边的光照也消失不见。方毅还在思考的时候，对方却已经有了动作，如风一般的步伐使出，对面似乎是一位剑修，使出了一柄剑气攻了上来。方毅见状，顺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灵符，也迎了上去。那人拿着一柄百炼金刚剑朝着方毅斩来，身躯更是如同鬼魅一般，很明显，要不就是修行了步伐类武技，要么就是法术。眨眼间，那人的金刚剑就出现在了方毅身前，脸上的表情平淡冷漠。或许在他的眼里，此刻站着不动的方毅已经是他的剑下亡魂了。可正当他信心满满，觉得眼前的方毅必将是他的手下败将之时，方毅抬手将一道灵符甩出，淡淡的金光随之浮现，将金刚剑毫无理由地挡了下来。金铁交击声中，那人的瞳孔微微一缩，然后借助反震的力量跃至了5米开外。落地之后，方毅微微歪了下头，好奇问道：“不攻了？”那人拧着眉头看着方毅，开口问道：“天剑山弟子南宫星见过道友。”天剑山？方毅微微皱眉，这个宗门好像没有听说过啊。不过方毅却还是开口了：“真武山弟子易木见过道友。”可显然，那位南宫星也是皱眉，明显也未听说过何为真武山。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剑修都敞亮至极，不假思索就问了起来：“真武山是何宗门？我在南山州可未听说过。”南山州？方毅微微挑眉，这已经出了这片土地了，云阳上人的洞府竟然能把外面区域的人也收了进来吗？不过方毅并没有道出实情，在还没有彻底了解这个世界之前，方毅并不想让自己跟外面的人扯上太大的关系。方毅索性不答，随手从地面抓起一柄剑气，走向了南宫星。道友，请了。南宫星微微挑眉，随即也举起了手中的剑。霎时间，试炼房间内部，灵符、剑与剑，白紫色的灵力与青阳色的灵力化作2道龙卷，不断的缠绕与纠缠，交锋了数十次。虽然不知道这天剑山是什么层次的门派，但可以肯定的是，一定是个有名的剑道宗门。因为南宫星使出的一套剑诀，如高屋建瓴，又如羚羊挂角，当真是凌厉至极。斗法经验不足的方毅，要不是仗着身上那几十张灵符，说不定已经被南宫星斩中了。不过，方毅虽然修士斗法经验不足，但是最擅长的就是打消耗战，靠着就是手中那一打灵符。南宫星刚开始觉得仗着自己的境界和剑法，一定能够斩杀眼前这个不知名宗门的弟子，可一打就也是觉得憋屈，也不知道对面这修士到底什么来历。但可以抬手间挥出数道灵符的修士，南山州这边也没有多少吧。咻，又是一道玄奥的剑法，空气中的灵气汇聚在剑尖之上，凝聚成了一团炽热的火光，散发着极强的热量与温度。火光照耀之下，南宫星道：“赤炎剑法，赤炎击。”一剑斩下，带出一道迸发的火舌，又好似一道极强的火线，飘忽之中朝着方毅以极快的速度落了下来。方毅如临大敌，这一招的威力比他至今为止遇到的任何一个修士的招式都要强。不行，金光符挡不下的。方毅很快就明悟了，旋即也做出了动作。既然一阶下品的灵符不行，那就使出压箱底的了吧。方毅咬牙也不再犹豫，抬手挥出了压箱底的那道少白剑符。空气之中，灵气忽的一滞，方毅甩出那道少白剑符，化作一道灰烬。南宫星看着这一幕，眉头微微一挑，他还以为方毅又甩出了一道一阶下品的灵符，手中掐了一个剑诀，就要预使出自己另一柄法器。可下一刻，他的瞳孔猛地一缩，空气之中好似有一道白线闪过，又如荧光炸裂，一道银白剑气凭空生出。那道银白如白线的剑气，犹如银蛇一般，冲着南宫星展出的赤炎剑气攻了上去。王对王，剑气对剑气。可在南宫星的诧异目光当中，那道白线剑气如同刀削豆腐一般，将他的赤炎剑气劈成2半，瞬间击破。更是犹如鲨鱼闻到了血腥味，乘胜追击，朝着他这个剑主袭来。在那道银白剑气当中，南宫星只感觉浑身汗毛耸立，心中更是警铃大作。不行，不能硬接。南宫星咬着牙，将原本欲要斩下的第2级印诀改变，照出了自己的第2件法器，一块墨绿色类似龟壳类的法器。银白剑气重重斩在了龟壳防御法器之上。霎时间，试炼场地内部犹如受到了狂风席卷一般，2股巨大的冲击力化作能量波动，将场内散落在地上的剑气都给吹散。方毅发动又一张金光符，淡淡金光笼罩之下，席卷的狂风之中，南宫星被重重砸了出去。唯独方毅依旧风度翩翩地屹立在原地。噗！墙壁上掉落的南宫星面色铁青，张嘴吐出了一口鲜血。他没有理会这个，反而定定地看着方毅，露出难以置信的神情。这是少白剑气？南宫星愕然开口问道。方毅点头，奇怪问道：“对，难道你没有获得少白剑诀吗？”奇怪，能够参加试炼传承的修士，不都是获得了少白剑诀炼气七星法的吗？可方毅这副理所当然的样子，让南宫星又是露出深深的震惊神色。南宫星，你入门了？对啊，参悟了几日，入门了。方毅理所当然的语气，让南宫星脸色更是发苦和震惊。沉默了许久，方毅觉得这场比斗也是时候结束了，正想着上前解决完这个南宫星，
谁知道对方竟然开口说出了一句让方毅愕然的话语：真正的少白剑诀乃直达元神功法，你竟然能够入门？元神！方毅的身躯猛地一震。据自家老师高柳所言，修士在此方世界的顶点就是元神，元神期修士更是被称之为真君。这门少白剑诀竟然是元神真君传下来的功法。一瞬间，方毅忽然不想杀这个南宫星这么快了，他想要从南宫星的嘴里得到更多关于少白剑诀和云阳上人的情报。可还没有等方毅开口，躺在地上重伤的南宫星忽地高声喊道：南宫星，认输，放弃传承试炼资格。方毅一愣，等会儿这传承试炼还能放弃资格的吗？不是胜者活，败者输吗？可下一秒，震灵的声音蓦然响起：试炼者62号放弃资格，传承失败，逐出洞府。紧接着，南宫星在方毅惊愕的眼神中化作漫天的光点。震灵的声音在对方消失之后再次响起：试炼者31号获胜，奖励义气灵水。光影闪动之间，方毅的手里多了2只单瓶装着的灵水，又是一阵白光闪动。待方毅回过神来，发现自己再次被传送了出来。高柳第一时间迎了上来：如何？他的表情有些激动，满怀期待地看着自己这个弟子。在进入第2阶段之前，方毅知道了隔壁血河谷和白云观那边也有弟子获得了少白剑诀，便知道自己瞒不住了，索性也光棍，直接将少白剑诀的事情也报了上去。掌门齐王星已经回了真武山，这里最大且能够做主的便是方毅的老师高柳。当方毅将少白剑诀的玉简上交之后，高柳一脸的满意，并且抬手拍了拍方毅的肩膀，笑呵呵了起来：不错，你心中有宗门，宗门自然也不会亏待你。剑修功法向来珍贵，待禀报了掌门，奖励肯定少不了的。高柳看似在画饼，但实则方毅却真的是信了。虽然真武山其他高层方毅不知道人品如何，但是高柳这人方毅起码是信任的。高柳平日里对方毅也是言必出，行必果。时至如今，方毅对真武山还真的是有一定的归属感的。方毅闻言，再次放出了一个大招：老师，我这次打败了一个名唤天剑山势力的弟子，获得了2瓶义气灵水。伸手，2只闪烁着微微光芒的灵水浮现在高柳眼前。高柳看着这2只灵水，又是一个小小的震撼。灵水，好充裕的灵气啊！高柳目露震惊与痴迷，以他筑基期的修为，很容易能察觉到这只灵水里面蕴藏着一股极为纯粹的灵气。修士服用，一定可以大大增加修炼速度。这个就不用上交了。但尽管内心渴望，可作为老师的高柳还是下不了面子，亲自抢自己徒弟的收获。方毅不由得心中对高柳的好感度又提升了一点。在灵机贫瘠的末法时代，高柳能够克制心中的贪念，对方毅简直不要太好了。投我以桃报之以礼，这是方毅的为人处世之道。既然不用上交宗门，那就给老师一支吧。趁着高柳还愣神的功夫，方毅直接塞了一支到对方的怀里。整个过程十分隐蔽，根本没有人见到。高柳本想拒绝的，但是那充满着充裕灵机的灵水到了怀里，身体犹如海绵获得了水分的舒服感觉，让他想要拒绝都说不出口。那为师就收了。高柳咬牙收下了这支义气灵水。不过方毅看着这一幕，由衷的露出一口明晃晃的白牙。很好，老师的心又偏向了我一份。老师，这义气灵水是增长修为的丹药吗？方毅趁机问道。高柳刚拿了好处，心情大好，很乐意讲解这些东西。不是丹药，但也算是修炼资源的一种，并且是较为珍贵的。高柳介绍道。这义气灵水相传在灵机充沛的时代，也是炼丹师的招牌之一。通过特殊的手法，将灵材里的精粹化作一支灵水，服用之后，修炼速度大大增加。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2支义气灵水的等级应该在1阶中品，服用之后可以大幅度增加修炼速度。徒儿，你回去闭关修炼的时候，不要忘记服用。高柳如一个温和的老师给方毅讲解修行的要点。方毅听完之后，感觉到自己对于修行也更精进了不少。不过，方毅有些疑惑地看着高柳，问道：老师似乎不是炼丹师，怎么瞧着颇为精通呀？高柳闻言，不由得扬起头，一副骄傲孔雀的模样。哼，老师我虽然不是炼丹师，但是你师母是啊。师母？老师，您竟然有道侣？方毅一脸的震惊。不对啊，如果高柳有道侣的话，那相处的这么长时间，自己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啊？一面都没有见过呀。高柳看着方毅一脸问号的样子，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你师母名唤宁华，与我乃是师兄妹关系。在我们2个结为道侣之后，她离开了东夷州，说是欲要窥一番2阶炼丹师的层次，不然这辈子可能都前途迷茫。说起自己的道侣宁华，高柳原本还笑容满面的神情不由得失落了几分。方毅只能赶紧安慰他。不过能够成为筑基大修的高柳可不是一个自怨自艾的人，他很快调整好心态，笑道：不过这都不要紧，你师母留在宗门里的魂灯还亮着，说明她性命无忧，甚至可能走上了正途。我为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如此豁达，倒也不愧是自己的老师。看着很快就开朗起来的高柳，方毅心中也不由得佩服了几分。不过得知了自家师母竟然是一位炼丹师，抓住一切机会变强的方毅自然不可能放过这个机会。老师，师母离开之前有没有留下笔记什么的？弟子对这炼丹术也很好奇，不知能否观摩一二。对此，高柳当然是满嘴答应。他现如今就方毅一个弟子，懂礼貌还知道孝敬自己，他这个做师傅的可是喜欢的不得了。高柳直接一拍腰间的储物袋，拿出了一份玉简递给了方毅。这有何不可？接着，这是你师母早些年炼丹术入门时候的学习笔记，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看看，但是千万记住，若是没有也一心要扑在炼丹一道上的决心，千万不要过度深入学习。高柳语重心长地说道，怕自己这关门弟子将心思放在炼丹上，
而忽视了自己的境界修为。毕竟在高柳的眼中，修为境界才是强大的根本，炼丹什么的都是浮云罢了。方毅自然是满嘴答应，但实则是偷偷开始研究师母留下来的炼丹笔记。尽管在地心这个灵气充裕的不像话的世界，但方毅还是嫌弃自己的修行速度有些慢。正想着找方法提升的时候，谁知道瞌睡来了，有人送枕头，获得了可以提升一定修行速度的一气灵水。方毅不由得大喜，更是不可能放弃这等绝佳的好机会。真武山现如今没有炼丹师，就算有，方毅也不可能直接抱着一堆在太玄界珍贵的不像话的灵药去找对方给自己炼制一气灵水。唯一的办法就是方毅自己学习炼制，又或者在地心找一个靠谱的人帮助自己炼制。太玄界和地心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虽然一个修炼仙道，一个修炼武道，但两者都需要汲取大量的灵材等资源，供给自己修炼或者练武。这一点可以从方毅晋升炼气3层之后，本身的体质变得更加强大反映出。所以方毅相信一气灵水这种东西对修士和武者都有作用。就这支一气灵水，方毅打算做一做文章。太玄界这边背靠着真武山和筑基大修高柳，方毅收集资源的速度可谓是大大的增加。当然，真武山对方毅最大的作用还是在于那座传功堂里的百种功法，那才是真正的宝藏。而地心这边，方毅也早早的做好了打算。地心这边最大的作用就是利用充足的灵气环境下产生的各种资源收集起来，再利用太玄界的修仙知识制作成各种更有效且独家的资源。毕竟地心什么都不多，就是灵气多，灵材多。再次确定好了目标之后，方毅开始给这份目标细分成多个小目标。首先，我需要先找人或者机构破解一下这份一气灵水里的成分与配方。地心的科技水平在经历过了灌输式的传承之后，日新月异。方毅完全可以借助科技的力量辅助自己修行练武。方毅采用匿名的方式取了3滴一气灵水，快递给了金海基地市本地的一家大型药企，委托对方帮助自己鉴别这份灵水的成分与配方。可很快，药企的负责人再次通过匿名的方式找上方毅，冒昧找上门先生，您在我司鉴别的药水含有极为纯粹的能量，对于武者修行有着很大的辅助作用，不知是否有兴趣将这份配方卖给我们光芒药企呢？当方毅再次匿名登录上网之后，第一时间便看到了自己委托鉴别的光芒药企发来的诚意满满的合作邮件。方毅看完之后，眉头微微拧着，没有回复，立马选择将这个匿名账号注销，并且用一种隐秘的方式将痕迹处理得天衣无缝。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这才放下心来，大意了。没想到这份一气灵水的效果如此之好，竟然让光芒药企都产生了觊觎之心。光芒药企是金海基地市的龙头医药集团，每年流出的药品销售往整个诸夏联盟，可谓是金海基地市的税收大户。方毅本以为对方看不上自己的一气灵水，结果却直接发邮件想要买配方。不过就目前看来，对方也没有破解配方，所以才说希望买下。还有，对方那3滴灵水恰好用完，根本没有多余。方毅瞬间明白了这份一气灵水配方的价值，以最为先进的黑客手段将委托账号的痕迹处理得干干净净，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破绽，这也是他的天赋之一。那配方的事情呢？想要大规模的生产出这一气灵水，辅助自己修行，就必须知道配方。方毅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研究，但太不值得。一是方毅本身既要修仙，还要练武，同时还要兼顾灵符师的炼制工作。如果再添加一份炼丹师的工作的话，那肯定会拖累方毅的修行脚步。为了外物而拖累自己的修行速度，这可得不偿失了。为今之计就是找一个和自己关系够好，亦或者可以值得托付的人，分润部分利润给他，让他帮助自己炼制灵水。这个方法对于现如今还很弱小的方毅是最好的。隔天周一下午放学之际，方毅将第85高文化3班的一个小姑娘给拦了下来。这个小姑娘长得明眸皓齿，身躯玲珑，扎着一个高马尾，穿着一件小短裙，下面搭配着一件连裤白丝，戴着一副黑框眼镜，但无法掩饰对方那灵动的双眸，气质显得清纯而又睿智。宁玲玲同学，能否请你喝杯奶茶呢？少女看着俊朗的少年，神情微微有些呆滞。校外的某处奶茶店包间内，方毅与宁玲玲对坐在两侧，奶茶很快就上来了，但是宁玲玲一口都没有喝，反倒是反手将包间的门给关了起来，一脸疑惑地看着方毅。所以你想要以这枚一气灵水入股我家的玲珑药企，并且占据这份一气灵水的销售额的60%？宁玲玲一脸见鬼的神情。方毅重重点头，表示就是这个意思。宁玲玲忍不住皱眉，然后试探性地问道：你没事吧？方毅早猜到了宁玲玲会这样说，微微摇头，示意自己是认真的。宁玲玲的表情更是复杂了。良久，宁玲玲扶了扶胸鼻上的黑框眼镜，看着方毅，拒绝道：这太荒谬了，不可能的。对于方毅这位同学忽然起来的求合作，宁玲玲果断拒绝。她可不相信眼前这位旧识同学随意拿出的一管什么灵水，竟然能够吹出这么好的效果。方毅也猜到了她不相信，信不信你测一测效果不就知道了吗？方毅保持着温和的笑容答道。宁玲玲不由得神情一愣，这个方毅到底哪里来的自信啊？还有他到底什么来历？这管灵水当真如此神奇？傍晚时分，宁玲玲和方毅出现在一座豪华至极的庄园之内。看着眼前古朴大气的庄园，方毅不由得也是一愣。都说玲珑药企快要破产了，但我看可不见得哦。宁玲玲不置可否，带着方毅走进了庄园。庄园内部，一老者看见宁玲玲立马迎了上来。大小姐，这位客人是？宁玲玲随意道。黄渤，这位是我同学，找我有点功课方面的问题，你先让人去准备晚餐，我带着他去仓库那边看看。黄渤闻言点头，下去了。不过方毅却清楚的能够感觉到，这位看似佝偻着腰的管家阿伯
体内的气血其实挺强的。若是没有猜错的话，应该是一位6品武者。这样的武者在军方内部可以说是一位小队长级别的了。宁家虽然快要破产了，但底蕴还是有的呀。仓库内部，方毅看着眼前的各式各样的专业设备，表情微微一愣。宁玲玲却不管这么多，直接脱了校服就上手开始分析这管灵水了。宁玲玲是个很聪明的女生，又或者说能够在光芒药企这座外来药企巨头的打击之下，依旧还能苦苦支撑3年不破产的玲珑药企的持有人，她远比外人想象中的聪明得多。这座仓库其实是宁玲玲的个人研究室。作为10年前独霸金海基地市的药企巨头，玲珑药企在宁玲玲的祖父和父亲的手中与我们玲珑药企进行合作。方毅感受着少女柔意的轻柔，露出了微笑。很快，方毅和宁玲玲在一份协议上各自签下了自己的大名。这是一份合作协议，条件自然就是方毅之前提的那些条件，占据这份义气灵水的销售额的 60%， 同时持有玲珑药企的 20% 的股份。这些条件堪称是苛刻，但是宁玲玲依旧毫不犹豫地给了。但方毅知道，协议其实并没有100%能够保障双方权益。方毅之所以能够放心将义气灵水的炼制交给宁玲玲和玲珑药企，完全是因为2个原因。第一，宁玲玲早些年遭受过绑架，是方毅已过世的父母救的她，这是救命之恩，宁玲玲可以不认，但是她家的玲珑药企必须要记得。第二，玲珑药企即将破产，如果没有这份义气灵水，估摸着下半年肯定会破产。宁玲玲作为玲珑药企的持有人，她不可能看着父母留给她的唯一东西就这样衰落，她十分需要这份合作。方毅相信，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她与自己的合作就会非常顺利。至于之后，呵呵，待日后自己的修为上去了，在这个伟力归于己身的世界，方毅若是成功筑基，成功修行出了剑法，一剑斩灭降级武者，他宁玲玲和玲珑药企还不是上赶着求自己庇佑？说到底，还是方毅够强，才能掌控一切。宁玲玲的速度很快，几乎隔日就破解出来了这份义气灵水的配方。配方已经破解，不过配方笔还需要实验。校外的奶茶店包间里，宁玲玲道：“相信我，1周之内就有成果。”方毅点头，表示明白了。记住，这份协议是保密的，灵水出来优先供给给我。宁玲玲点头，这也是协议的一部分。这其实对于宁玲玲也是一场考验。方毅获得的宁华师母的炼丹笔记当中，可有好几个丹方都有着各种神乎其技的效果。若是宁玲玲若是遵守契约精神，日后少不得有更多的合作；若是不遵守，那就很抱歉了。将义气灵水的事情交代完之后，方毅再次回到了练武修仙的枯燥生活里。这段时间，小姨夫蔡胜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了，说是城里最近不太安宁，也叮嘱家里晚上少出去。方毅将这件事记在心里。太玄界又到了洞府的传承2阶段的下一次比斗了。云阳洞府之外，高柳已经知道了这份传承试炼，其实还有其他地界的剑道种子一块被传送进行试炼。进入洞府之前，高柳叮嘱方毅尽力而为，其他地界的灵气浓度与我们东夷州不一样，修为也不一样，若是不敌，一定要认输，千万不能逞强。方毅点头表示明白。可事实上，借助海量灵气的修行，方毅即将突破炼气3层，抵达炼气4层。少白剑诀的心法领悟也上移1层楼，再加上自己身上的一打灵符，方毅就不相信了，打不过对方，一打灵符扔下去，还耗不死对方吗？这般想着，一步踏入洞府，被传送走了。熟悉的白光闪过之后，方毅再次回到了一个熟悉的试炼房间。这次遇到的是一个穿着鹅黄色衣服的女修士。女修士二话不说，抬手扬起一柄法剑，斩出一道白色剑气，哗啦啦，剑气质大，带着极高的温度，所过之处，地面被斩出一道焦黑的痕迹。方毅微微一挑眉，甩出2道土遁符，2道结实的土遁凭空拔起，将那道金色剑气给拦了下来。女修士微微挑眉，开口道：“你就是打败南宫师弟的真武山一木？”方毅一挑眉，这女子是上次自己打败那南宫星的同门。见方毅的表情，女子知道他认出了自己。她道：“南宫师弟学艺不精，不代表我天剑山的剑法不行。这场比试，我金灵一定将你斩于剑下。”说完，自称为金灵的女修再次斩出2道剑气，气势汹汹地攻了上来。面对气势汹汹的金灵，方毅歪嘴一笑，甩出3道灵符，地面忽然震动，10几根土黄色的地刺突兀地出现在金灵的脚下，锋锐至极。但金灵却面色不变，施展出一道玄奥的步伐，一一躲闪而开。有点东西。方毅不急，这还没有完呢。背后忽然浮现出6道青竹一般的剑矢，通体油绿，泛着青光。方毅的神识一动，将其引导指向金灵。青剑符，去！6道青竹剑化作6道绿光，极快地刺向袭来的金灵。金灵看着这一幕，露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南宫师弟说你身上灵符多，我难道会没有准备吗？金灵抬手，手中一捏法诀，金龟盾，给我挡！一道金色的龟甲法器突然浮现在金灵的身前，上面金光涌动，将可以轻易将凡人开膛破肚的青竹剑都给挡了下来。轰轰轰！几道爆炸声响过之后，金灵的金龟盾上的宝光明显弱了几分，但却将青剑都给挡了下来。就在这时，金灵已经杀到了眼前，他抽出一柄金色细剑，眸中冷意闪动，劈出2道金色的剑气。金灵剑法明金斩，2道金色剑气交击斩出，斩出方毅。方毅自然不可能束手就擒，脚下猛地一蹬，贴上神行符，就要拉远距离。别跑！金灵见方毅就要拉开距离，张嘴吐出一道法力，法力咻的一声钻入大地。霎时间，方毅只觉得自己身上的土地忽然变得柔软，并且还站不稳。定睛一看，自己所站的地方竟然化作了一片沼泽。
往哪里跑？金灵一手沼泽树下去，金色剑气斩了上来。方毅心中一横，也知道避不开了。既然避不开，那就不避了。两道金光符叠加，一道厚实无比的金光挡在了方毅的身前。同时，方毅张嘴吐出一道寒冷的气息，气息化作10几道细小的冰晶，直射金灵的面门。这还不够，方毅脚步重重一踏，顶着金光直面金色剑气而来。法术寒霜术，寒霜所凝结而成的冰晶，金灵不敢硬抗，再次驱使着金龟盾挡了下来。砰砰砰！但金灵的脸色却不太好看，因为经过这几轮之后，他的灵力已经消耗大半，手中的金龟盾上面的宝光已经弱了好几分了。同时，金色剑气很强，将顶着金光盾的方毅轰了出去。可烟尘散去之后，方毅却毫发无伤。金灵看着这一幕，面露惊愕。忽然，他只感觉腰间一疼，低头一看，只看到2道结实的骨藤不知何时缠绕住了自己的下半身，缠得死死的。金灵心中忙道一声不好，心中更是震动非凡。这个人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灵符？他的灵力使不完的吗？金灵挥剑欲要斩破缠绕在身上的骨藤，忽然他听到了尖锐的风声。不好！金灵心中下意识的就要驱使金龟盾将攻击挡在自己身前。可在精通级别的游龙部的施展下，方毅宛若一条云中神龙，速度提升到极快，几乎3个呼吸之间，方毅出现在金灵的后侧方。眼中一凝，身躯微微伏低，手中重重一扬，浑身的大筋齐齐使劲，将力量都灌注在右掌之上。魂雷一击，方毅只感觉一股充沛到极点的气血之力浮现在掌上，对着金灵毫无保留的后侧方一掌就轰了上去。但金灵不愧为天剑山的得意门人，不顾体内灵力的乱窜，强行驱使了金龟盾挡在了方毅的混雷掌之前。一掌下去，金龟盾上的反震之力传入方毅体内，只感觉虎口一麻，身体内部气血翻涌。但金龟盾也好不到哪里去，这门法器乃是一阶中品的品质，金灵得到它是他的机缘，但是他的修为也堪堪炼气7层，驱使一阶中品的金龟盾，体内灵力根本不够。在方毅全力一击之下，金龟盾上那岌岌可危的宝光也破碎了。金灵忍受着体内的灵力反窜，勉强压了下去。方毅也从地上站了起来，摸了摸嘴角，竟然出血了。果然，仅仅只是换血完成的4品武者阶段的战斗力，根本不可能是一阶中品法器的对手。这反震之力还真的是挺疼的。方毅感受着5脏6腑传来的疼痛，微微皱眉。金灵也不好受，完全没有了之前那种冷淡如神女的风范。不过他看着方毅口吐鲜血的模样，不由得得意了起来。金灵道：“你很不错，竟然能靠着武技打落我的金龟盾。你也很不错，竟然能扛住我多道灵符。”方毅不甘示弱。金灵闻言不由得气笑了。这个小地方出来的修士，未免也太自大了吧？灵符都是身外之物，修为强大才是真的强大。金灵开口讥讽道：“我的金龟盾虽然被你打落了，暂时不能用，可我手中这柄配套的金锋剑还能用。”灵力涌动之下，那柄窄细的金剑之上吞吐着锋锐的剑光。金灵感受着手中剑的强大，露出一抹胜利的笑容。你很不错，但也止步于此了。这传承，我天剑山要定了。呵！金灵道喝一声，全身灵力灌注到手中的金锋剑上，一时间，那柄剑发出刺目耀眼的金光。金灵斜斜一砍，如羚羊挂角一般，剑光直奔方毅的手级而来。这剑气速度极快，同时还带着无法匹敌的锋锐之气。这是炼气7层的剑修使出的最强的一击——金锋斩。太玄界的人都知道，同等级之下，剑修的攻击力是最高的。金灵挥出这一剑之后，心中志得意满。他仿佛已经看见了方毅被自己斩下首级的模样。想到这里，他不由得想起山中那落败的南宫师弟。若是我取了这人的首级扔到南宫师弟的面前，不知道他的表情该多么的精彩啊！金灵不由得想到。可是下一秒，他忽然发现自己的视线发生了偏移，原本的地面此刻竟然倒悬在天上了。哎，这地面怎么跑到天上去了？但很快，金灵就知道为什么了。他的头颅被斩落，掉在地上，滚了一个圈。临死之前，金灵正好看见方毅面前那道缓缓消失的灵符，还有手中露出一角的灵符。少白剑符，还是2道？这怎么可能？这位天剑山的精灵终究还是被方毅用一张少白剑符给斩了。他不是死在实力差距下，而是死在方毅丰富的修炼资源下。虽然不知道天剑山是个什么等级的势力，但想来他们天剑山的资源也不太丰富。讲句实话，作为剑修的精灵，攻击十分强悍，这一点可以从他挥出的剑气斩破了方毅的2道土遁符的防御可以看得出来。同时，方毅也根据镇灵的解释，知道了精灵处于剑修入门的第1个阶段，炼剑成钢。也正是因为达到了这个阶段，他才能挥出一道道离体的锋锐剑气。剑气既能远攻，同时还能近战，破坏力也是一绝。若精灵今天遇到的不是方毅这个怀里揣着一打灵符的怪胎，胜者没准就是他了。但很可惜，他运气不太好。少白剑符的强大是精灵所没有想到的。但方毅也不禁有些奇怪，这精灵和那南宫星同出一个门派，难道南宫星没有告诉他小心我手中的少白剑符吗？但方毅不是南宫星，自然不知道他们同门之间的事情。将精灵身上的装备和储物袋都给卸下来了之后，方毅看着眼前的储物袋，不由得咧开嘴笑了起来。赚了！首先是一阶中品的2样法器，金龟盾和金锋剑，前者让方毅多了防御手段，后者让方毅总算有了一柄属于自己的法器剑气。方毅用神识吞噬了2样法器内部的神识印记，然后用自己的法力和神识洗炼2个法器。嗡嗡嗡，2样法器发出一阵阵嗡鸣，然后归于平静。又驱使灵力把握了一番之后，
方毅心满意足地将两者放进储物袋里。至于储物袋，里面的东西倒是少得可怜，除了大量的杂物之外，方毅就翻到了2本武技和2块下品灵石，这已经是精灵的全部身家了。在之后，便是镇灵的奖励。试炼者31号获胜，奖励少白剑诀筑基期，剑道境界炼剑成钢。伴随着一阵玄奥的方式，方毅的脑海里多出了少白剑诀后续2层的心法，对应着的是筑基期。但最让方毅高兴的不是功法，而是剑道境界的奖励。不知道镇灵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以一种极为神奇的方式，将剑道境界炼剑成钢直接灌输进入了方毅的识海里。方毅只觉得自己在那么一瞬间就明白了剑道第一境界的全部玄奥之处。灌输结束之后，方毅不由得拿起金锋剑，随意在空气中一挥。下一刻，一道锋锐的银白剑气生出，将不远处的墙壁斩出了一道豁口。方毅震惊了，这攻击强度好厉害啊！要知道，这处特殊的试炼空间可是异常坚固的。方毅刚才与那精灵打了这么多回合，都没有将地面打出一道豁口，现如今只是轻轻挥出一道少白剑气，谁知道竟然有如此威力。看到这里，方毅不由得呼吸都加重了几分。炼剑，炼剑！我要成为剑修。同等级内，剑修的强大是毋庸置疑的。虽然早就知道了，可方毅此刻依旧觉得震撼无比，更加坚定了成为剑修、修行这门少白剑诀的决心。出了洞府之后，方毅第一时间将胜利成果告诉了高柳，后者摸着下巴，一脸高兴说了3个好字。高柳目光灼灼地看着眼前的弟子，只觉得自己收其为徒乃是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你为宗门获得了一门筑基期的剑修功法，贡献很大，回去我定会禀告掌门，给您满意的回报。高柳极为认真地说道。方毅点点头，表示明白了。不过他还是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将自己已经获得了炼剑成钢境界说了出来。出来混，不可没有心机。方毅深知这一点，所以决定给自己留几道底牌，以备不时之需。洞府再开，需要一段时间。方毅再次以修行和参悟剑诀为借口，再次闭关。回到了地心之后，宁玲玲这边也传来了好消息。第一批义气灵水，我这边已经生产出来了，统共30只，你需要几只？宁玲玲发来简讯。方毅微微挑眉，发了消息过去。才30只吗？这么少的吗？那头，宁玲玲很快就回答了。大哥，30只已经很多了，你难道不知道里面有一味药材很珍惜，产量极少的吗？再者说了，市场是需要经过试验的，我打算将这义气灵水作为高端修行资源，主要供给给那些5品以上的武者。如果反响好，后面再考虑扩大生产规模。宁玲玲说的头头是道，方毅觉得也有道理。那分5支给我吧。在获得了5支义气灵水之后，方毅当即服用，进入修行状态。3日后，朝阳初升，方家附近的一处树木充裕的公园里，方毅坐在某处人迹罕见的角落，深呼吸了一口气，将一缕淡紫色的烟气吸入了体内。伴随着这缕白霞灵气进入体内，方毅丹田内部那一团灵力漩涡像是得到了什么大补之物似的，猛地长。在之后，灵力漩涡回归正常，只不过明显比原来的规模要大了一圈。片刻之后，方毅睁开眼睛，其中闪过一道如电的目光。炼气4层成了！方毅十分惊喜，万万没想到的是，义气灵水对于修行速度的增益是如此的有效果。本来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突破，但在这义气灵水的帮助之下，方毅竟然提前了不少时间，一举突破，并且根基十分稳固。方毅不由得心中觉得振奋至极，这义气灵水的效果还真的是好用啊！入门半年不到，从凡人晋升为炼气4层，若是高流等真武山的筑基期长老们看见，一定会高呼谪仙下凡。这等修行速度，当真是恐怖啊！这还不够，仙道境界的提升，顺带也拉着方毅的武道修为的提升。换血完成后，方毅配合大量的药材炼制的淬体液，顺利的进入了淬骨阶段，成功来到了4品武者阶段。这可谓是双喜临门啊！义气灵水的效果实在是太好了，不单单方毅感觉效果好，其他使用者们也是心生极大的惊喜。第一批义气灵水已经被玲珑药企上架网站。这些年里，玲珑药企虽然被外来的光芒药企抢占了大部分市场，再加上集团掌舵人忽然身死，接近破产，但宁玲玲是个有手腕的商业奇才。他在认意识到自家企业能不能翻身就靠着这一支义气灵水之后，果断壮士断腕，抛售了玲珑药企其他产业，收集资金，只留下制药部门全力生产义气灵水。果不其然，这义气灵水一上线，其恐怖的增幅效果，服用之后的武者都赞不绝口。第一批的25支，宁玲珑很有商业头脑的，以半卖半送的方式送到了金海基地市的社会各层去了，主打的就是高端服务市场。果不其然，很快，兵团、建成家族、武道部、各大武高以及警察厅的各个部门就反应了过来，纷纷致电下单预定。第2批义气灵水卖的直接断货。当方毅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已经是2周之后了。得知消息的方式也十分之简单，他的卡里多了一笔大额转账，高达300多万信用点。宁玲玲很快找到了方毅，告诉了方毅一个喜讯：义气灵水的恐怖增益效果已经俘获了金海基地市的各个组织的武者们，销路已经打开，根据协议，你将获得销售额的60%。方毅点点头，表示了解。看着宁玲玲脸上那掩盖不住的喜悦，方毅也觉得高兴，不过还是叮嘱了他一句：销路好归好，难免有人眼红，你可不能掉以轻心了。宁玲玲是个聪明的商人，一点就透。他很快就以合作的方式找到了警察厅和武道部，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定期提供一批灵水给2个部门，相应的获得了2个基地市重要部门的友谊和庇护。光芒药企听到玲珑药企这个举动，
嘴唇都要被咬破了。没有过多理会这些闲杂之事情，方毅将自己的全部心思投入到了下一个目标当中，炼制少白剑。少白剑诀上有配套的法剑的炼制方法，通过000的玲珑药剂，方毅将法剑需要的灵材都给收集齐了。接下来就是炼制了。剑诀上说，炼制法器需要地火加持，地心这边是罕见有地火，就算有也在城外，但目前城外方毅是万万不能独自前去的，因为城外就是危险的代名词。不过太玄界那边倒是有，方毅果断拿着全部灵材返回太玄界，直接找上了自己老师高柳，道明了来意。老师，我已然炼剑成钢，想要炼制一柄法器级别的剑器。对于外人，方毅多多少少可以隐藏些，可对于高柳和真武山，方毅觉得自己表现得越是出色，获得的资源和地位就越发的高。果不其然，高柳在得知方毅正式入门炼剑成钢之后，嘴里的茶水猝不及防的全部都吐了出来。哈！半晌，高柳目光灼灼的看着方毅，庞佛再看到一块美玉，他沉默了一会儿，果断拉着方毅往山门深处走去。此事非同小可，我带你去面见掌门，顺带也该兑换你的贡献度。真武山顶峰，雄伟庄严的大殿内，方毅第2次见到掌门齐王星。齐王星有着一头花白的胡子和长发，是道士装束，不过脸上笑呵呵的，很像是慈祥的小老头。但方毅可不敢将其视为人间老人，因为这位看似慈祥的老人就是真武山最强的修士结丹境老祖，同时也是一名剑修。齐王星听完了高柳的回报之后，看向了方毅，就是一眼，方毅只感觉自己像是被看透了一般。你对着我使出全力一剑。齐王星道。方毅闻言看了一眼高柳，后者点头。好，说罢，方毅照出金锋剑，手中灵力激荡，炼气4层的气息暴露无遗。高柳难以置信，这小子又突破了。齐王星也笑了起来。方毅可不知道这2位此刻在想些什么，此刻已经将心思全部都放在了这一剑之上，灵力激荡而出，灌注了自己的全力一击，挥出一道恢宏的银白剑气豁然展出，空气中似乎都有滋啦啦的声音响起，剑气恢宏至极，带着锋锐之意，隐隐约约之间更是具备了一丝先天庚金之意。齐王星看着这一幕，目光认真了起来。这一剑同等级的修士怎么都接不了，但是齐王星不一样，他仅仅只是挥了挥衣袖，一股大法力涌现，轻易的就将方毅的全力一剑给接了下来，整个过程轻松至极。掌门，弟子得罪了。齐王星摇摇头道，不，你很好，你所求之事我已经明了，把灵材都留下吧，半月之后再来找我。方毅如实照做，随后便和自家老师出了宗门大殿。下山之后，高柳从自己的怀里掏出一本发黄的本子，交给了方毅，这是掌门的剑修心得，你好好体会。除此之外，掌门还就这次你在洞府内的贡献花了5万善功到你的玉符里，该用就用。方毅开心的露出了笑容。丹药堂，方毅有段时间没有来了，这次他一露面却得到了贵宾待遇。方师兄光临我丹药堂，蓬荜生辉啊！丹药堂的掌柜似乎换了一个，是个身宽体盘的胖子。胖子笑呵呵上前，将方毅请入了其中的，贴切的泡了一壶香茗，顺带还端上了几盘精致小巧的点心。方毅没有动，反倒是问道：“你管我叫师兄？”胖子笑道：“方师兄在洞府里大展神威的传闻，已经在山门内部传遍了。再加上师兄修为晋升凶猛，炼气5层指日可待，必定能够进入内门，成为真传弟子的。我只不过早点称呼罢了。”方毅闻言，面露怪异。鉴定完毕，是个会见风使舵的。不过方毅没有在这种事情上纠结。我今日来是想找好一点的秘药给自己淬体的。淬体阶段的时候，原本的淬体液已经不太好使用了。方毅觉得山门这边一定会有其他秘药可以使用。方毅没有想到，自家掌门除了是一位结丹境剑修之外，同时还是一位2阶的铸剑师，修仙百艺。铸剑师是炼器师的重要分支职业之一。半月之后，某天，方毅正在小院里闭关，手中握着从地心带来的灵石，汲取灵气，修行白霞功。这门真武山的炼气7功法虽然等级较低，但是中正平和。方毅修行起来进度颇快，已经突破至了炼气4层中段了。因为白霞之气属于阳性，不知不觉之间，方毅觉得自己的熬炼出来的灵力都带着一丝阳的属性，这使得方毅施展的法术还是其他手段都带破邪之意。咚咚咚，屋外忽然传来了敲门声。方毅停止修炼，出了门。只见高柳站在门外，手中捧着一柄黑色的剑匣。见关门弟子身上那隐隐约约散发出来的气势，高柳不由得更是眉开眼笑，随即将手中的剑匣递给了方毅。这是掌门为你铸成的一阶极品飞剑飞光。方毅接过剑匣，轻轻打开，映入眼帘的是一柄湛金色的飞剑，上面隐隐约约之间浮现出道道蓝色的纹路，像是会呼吸一般，缓缓地吸纳着空气中游离的灵力。方毅接过，将飞光从剑匣中拿了出来，只觉得触之一片温凉，随后便是一道灵力灌输进去，剑身隐隐约约发出一阵阵嗡鸣之声。在这嗡鸣之声中，方毅隐隐约约觉得飞光像是一个撒娇的孩子，在倾诉着对自己这位剑主的心意。好剑！方毅不由得赞道。那当然了。高柳闻言也不由得开口，掌门可是说了，你提供的湛金石和紫雷石都是极好的炼器材料，再加上少白剑诀的锐金杀伐之意，这件事最适合你的。只是可惜了，因为掌门这些年久不铸剑了，所以导致了这飞光没有突破至2阶，仅仅只停留在1阶极品。原来是这样吗？不过方毅并没有觉得有多大的遗憾，因为高柳很快又说了一句，不过你也别难过，掌门说了，虽然一口气没有提升至2阶法器阶段，不过他还是做了补救措施的。
放置飞光的这件匣名幻氧剑匣，可以温养剑气，缓慢提升剑气等级。若是你能够找到一些珍稀的矿石，最高可以温养至2阶上品阶段。说到这里，高柳不由得摸了摸鼻子，觉得有些不太好意思。这话听起来明显是掌门在安慰人的，但他也不好明着驳斥掌门的面子，只能委婉地表示已经尽力了。方毅点点头，表示明白。在之后，方毅按照齐王星的指点，再次来到传功堂，以善功兑换了一些关于养剑和剑修的书籍。之后，再次宣布闭关，参悟剑道。地星，已经是晚上了。方毅拿出手机回复了一下宁玲玲和苏磊磊的消息，然后去小姨家吃饭。晚饭期间，方毅不经意间展示了自己已经突破至于2品武者高段实力，引得一家人纷纷拍掌叫好。小姨周婉如更是抱着自家外甥，一连亲了好几口。小姨，好了好了。方毅有些受不住小姨的热情，可周婉如却红了眼眶，忍不住抽泣起来，直言自家姐姐在天有灵。小姨夫蔡胜难得提前回家吃晚饭，也是很高兴。蔡胜道：干得好小姨，能够在武高学子入门半年，从5品提升至2品高段，说明你在武道确实有天赋，好好锻炼，争取在2年半之后突破4品。到那时候，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向局里提出，把你招进厅里。方毅的父母生前也是警察厅的，蔡胜之所以能够娶到方毅的小姨，也是因为方父和方母觉得他这人人品信得过，这才把周婉如嫁给了他。方父和方母还在世的时候，对他多有照顾和提点，也正是因为还有这层关系在，蔡胜才会把方毅当成另外一个儿子来对待。这么些年，方毅吃穿在家，他连眉头都没有皱过一下。对于自己未来进那个部门的事情，方毅倒是没有太大的关心，但肯定不会进厅里的，毕竟他身负大秘密，需要更多的私人独处时间。当晚，方毅走出小区，打了一辆车去到了东区。东区是公共设施区，也是娱乐区。在这片区域矗立着一栋栋高楼大厦，上面挂着各种霓虹招牌，写着各式各样的店名。方毅直奔目的地，那是一栋摩天大楼，门口有着一队身穿黑色制服的保安巡逻，个个体格壮硕，气势凌人。大厦之上的玻璃幕墙挂着4个大字：无相模拟。方毅掏出一张鎏金卡，很快通过检测进入大厦内部，并且在表明了身份之后，被前台引导着来到了第35层。先生您好，这就是您预约的无相模拟训练室。妆容精致的工作人员推开训练室的大门，指着里面宽阔无比的房间以及矗立在中间的一个机器人，介绍了一番，随后恭恭敬敬关上门。滋啦一声，大门消失，只有方毅手中的鎏金卡可以从内部打开。这是为了杜绝训练者的秘密泄露。无相模拟，地心科技技术在攻破了一些科技水平颇高的秘境和种族之后，获得了非一般的提升，其中很多技术都被运用在了武道之上。无相模拟是一家经营武道训练模拟的巨头企业，其主要核心就是眼前这个小小的无相人偶。在方毅灌输进入了模拟指令之后，原本呆呆站立在房间中间的机器人双目亮起2道蓝光，对着方毅发起进攻。这也是方毅来此的目的，磨练自己，顺带看看自己现如今的战力。无相人偶所使用的材质都是极强的，方毅与之对攻了一拳。那无相人偶倒是没有什么大事情，反倒是自己的虎口隐隐约约有些发麻。这也难怪，因为方毅对其设置的是4品武者高段的实力水平。方毅的武道真实修为也是4品武者高段，但这无相人偶坚固异常，若是5品中段武者的实力，是根本打不破人偶的防御的。方毅晃了晃手掌，咧嘴笑了起来。再来。霎时间，训练室内部传来一阵阵打铁声。方毅先是用混雷掌攻了上去，利用2界流速不同，方毅对于混雷掌和游龙步的掌握在日益增加。再加上方毅顺利突破至炼气4层，整个山门上下都觉得方毅是这一届弟子当中天赋最强之人。于是，山门丹药堂向方毅开放了更多的修炼资源，能用善功进行兑换。原来的淬体液对方毅已经不怎么管用了，丹药堂那边推荐的是能够淬骨和促进心血增生的血骨丹。服用了血骨丹之后，方毅浑身燥热，一遍又一遍的打拳和锻体，熬练着自己的身躯，再加上炼气有层所带来的体质反馈，一时之间，方毅倒与4品高段实力的无相人偶打得有来有回的。但很快，熟悉了无相人偶攻击节奏的方毅轻松将人偶给压制住了。方毅不太满意，又将人偶的实力提升了一个阶段，5品中阶。霎时间，无相人偶的力量暴涨3成，一道又一道势大力沉的攻击袭向了方毅的各处要害。方毅仰天长呼一口气，双掌如雷光迸裂，齐齐轰出。与此同时，无相模拟公司是横跨数十个基地市的大型连锁训练集团，其中有私人也有上面的关系。金海基地市这个分公司刚开不久，外来的新鲜事物总是容易得到新人的关注的，尤其是金海基地市的那些自认为武道天赋非常不错的年轻一代。一连串的豪车停在大厦楼下，10几个男男女女身穿打扮光鲜亮丽走了进来。公司的工作人员都是有眼力见的，一眼就看出来了这群年轻人基本上就是金海基地市本地的那群有权有势的少爷小姐了。为首之人正是高明和高妙2人。高明自从上次被方毅打败之后，再次找到了自己的师傅，寻求闭关。他那师傅也是个厉害的，不单单有武技可传授给他，更是指出了他不少修行过程中的错误之处，让高明在短短1个月间实力有了突飞猛进，已经从原来的2品上阶水平顺利突破至了3品中阶了。如果全力爆发，更是有着3品巅峰武者的实力。对于自己的长进，高明很是满意，因为16岁的武高学子当中，他自认为整个金海基地市内能够媲美自己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也不是没有，上次败给方毅的那一场战斗，至今为止都让高明隐隐约约感觉脸颊微微发热。他自小天赋就出众，随着年岁的增长，
既有父母的财力支撑，也有名师的教导。虽然比不上那些妖孽，但也是一个天才。可就是天才骄傲的他，竟然败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方毅身上，这让高明觉得自己这是一辈子的耻辱。实力暴涨之后，高明不是没有想着报复方毅，只是他一番调查之后，发现方毅竟然有警察厅的背景。警察厅虽然没有太大的实权，但是极为抱团和团结，在总城也有可以通天的关系。高家虽然有势力，但也不好为了高明一个人得罪整个警察厅系统。对此，高明只能安慰自己，自己是真龙，那方毅不过是泥鳅而已。自己一飞冲天，指不定那方毅还窝在某个小角落里仰望自己呢。这般想着，高明的心情不由得好多了。开了大型训练室之后，一行人坐着电梯就要上楼。电梯内，高妙眼含秋波，装作不小心的靠向了电梯里的另外一个人。哎呀，萧林哥哥，我没有撞到你吧？萧林抬起头，露出还算俊朗的脸，轻轻扶着高妙，温柔道：电梯不稳，小心一点。如此俊朗又如此温柔体贴，不由得让高妙的少女心猛地一下子就激动了起来。高明看到这一幕，心中不由得怪异了几分。虽然这个萧林是白虎学府的高材生，但妹妹未免也太着急了吧？没有错，这行人基本上都是金海基地市当初的那批建成家族的后人组成，萧林就是其中最为亮眼的。他今年22岁，实力为7品高阶，据说不久后就能突破8品，已经堪堪摸到了拜将级的门槛了，更是考上了诸夏联盟内部最好的武道大学之一的白虎学府，据说还拜了白虎学府里的一位封侯级武者为师，前途一片光明。自家妹妹从小崇拜强者，自己是知道的，但是也不用这么快凑上去吧。但这是高妙自己的想法，高明也不好多说什么。一行人开的是大型多人的模拟训练室，一共有3个无相人偶，将人偶设置到了2品高阶实力，就有人上前去模拟对战了。哐哐哐哐，一番叮铃当啷的声音响过，他们其中一人败下阵来。高明不由得笑道：祝龙，你这个废物，就2品高阶实力都还没有达到。祝龙有些恼怒，气呼呼了起来：不打了不打了，烦死！他们这群家族子弟从小生活优渥，对于武道的求道之心是没有很强烈的。祝龙就是其中一个典型，他平日里贪图享受，根本就没有将多少心思放在修行上。高明等人笑了笑，祝龙颇为恼羞成怒。不过他们都是同一个圈子的，所以基本没人翻脸。高明有心展现自己的实力，便第2个下场，将人偶实力调整到3品中段。高明，你不要玩这么大吧？3品，你让我们怎么活啊？这般想着，已经是3品武者实力的无相人偶就攻了上来。高明深呼吸一口气，原本瘦削的身材猛地膨胀了一圈，磅礴的气血从他的身上散发，所带来的是无法匹敌的力量。高明猛地原地一蹬，一个小坑洞就浮现了出来，他举起拳头猛地打向人偶。乌金拳！霎时间，高明与无相人偶陷入了鏖战，双方打得有来有回，一时之间竟然有些势均力敌的模样，引得其他人看得连连拍手叫好。只有萧林一人抱拳站在一旁，眼神温和，实则心中冷漠。在萧林的眼中，这些富二代就是一群只会吃喝玩乐的废物，自己在他们这年龄可是一丝一毫都不敢懈怠，勤勤恳恳的锻炼，就是生怕自己落下，给自己、给父母和家族丢脸。这些建成家族的子弟就是被糖衣炮弹给腐蚀了，心中不由得生出更多的高傲。但萧林不由得想起了白虎学府的那些强大的同学们，比起眼前这群废物，学府的同学们才值得被称之为真正的富二代。这些年里，萧林在白虎学府混得风生水起，见识到了很多真正的天骄，也认识到了之前的自己是多么的坐井观天。在金海基地市，他这个22岁的7品高阶实力的武者可以称之为天才，可萧林自己却明白，自己这种天赋在白虎学府，在那些真正的天骄面前，只能算是中等水平。22岁的败将级武者虽然少，但这是在3级的基地市内少。反观白虎学府这样汇聚了全诸夏联盟的所有天才的高等学府，20岁的败将级武者，他知道的就有20多个，无一不是家族通天，师傅修为强和本身天赋超出万人。求学的这些岁月里，萧林磨平了自己的傲骨，变得内敛，顺带着也提升了自己的战力。此番休假回家，萧家家主见萧林这副内敛光滑的模样，直呼自家出了个麒麟儿。可唯独萧林知道，自己此番休假回家，不是为了显摆，也不是为了休息，而是为了一个东西，一个可以改变自己一生前途的重要东西。但现在，这个东西自己没有直接接触的途径。高妙见萧林这副沉思的英俊模样，不由得芳心大动，忍不住靠了上去，娇滴滴的喊道：萧林哥哥，你在想什么呢？看着眼前主动凑上来霞飞双颊的高妙，萧林立马露出那副风度翩翩的模样，笑道：没有什么，只是突然想起一个人。萧林以玩笑性质将自己之前拜托方毅的事情以另外一种方式讲了出来。萧林装作很受伤的模样，无奈道：这位方同学有如此高的天赋，今后指不定也能考入白虎学府。我本想着和未来学弟增进一番友谊，结果却吃了个闭门羹，也怪我不该这么鲁莽的上去，希望交个朋友。方毅这个名词从萧林的嘴里说了出来，让在场所有人都震惊住了。他们都是建成家族中的一份子，就读的都是富家子弟的第2武高，也正因为如此，方毅这个名字让他们一个个都面面相觑。可恶，又是这个方毅，这人好讨厌啊！怎么哪里都能听到他讨厌的名字啊？就是，不过萧大哥可是我们金海基地市的天骄啊，他方毅怎么敢对萧大哥无礼呢？众人本来就对方毅没有什么好感，如今一听被自己视作偶像的萧林，竟然也在这个讨厌的方毅面前吃了闭门羹，当即就不由得吐槽。一时之间，倒是对方毅这个不在场之人开始口诛笔伐了起来，只会逞口舌之力，难怪没有出息。
萧凌露出笑容，心中古井不波。在他身旁，高妙怀抱中双峰，不由得冷哼了一声，俏脸含煞。萧凌哥哥，你不必和这样的不懂礼数的人置气，只不过是个透支了自己潜力的蠢货而已。高妙对方毅自然是厌恶至极，他立马就开口帮着萧凌说了方毅的坏话。萧凌却微微一笑，心道这可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打算，也怪我太过鲁莽，可能方同学比较内向。什么鲁莽？就是不知礼数的孤儿。见自己崇敬的萧凌哥哥受了方毅的委屈，竟然还十分大度的给对方找借口，高妙不由得心中生出一股愤愤不平。高妙，萧凌哥哥，你可是白虎学府的高材生，整个城市的骄傲，他方毅应该主动巴结你，怎么敢让你来低声下气的讨好他？等着吧，哥哥，我下次遇到这个方毅，定给你报仇。高妙挥舞着自己的拳头，脸上都是义愤填膺的表情。萧凌急忙露出温和的笑容，说道不用。可他越是这般，越是让高妙等人觉得方毅欺人太甚，纷纷直言下次要是见到方毅，绝对不会让他好果子吃。高明本能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可就是说不出来。这时，一行人当中从外面溜达的同伴走了进来，他急忙道：各位，你们猜猜看，我刚才在前面的1369房间看到了谁的名字？每一个无相模拟训练室一旦开启，就从外部无法打开，但是为了避免发生意外，门上会由光幕显示租用这个训练室的人名。是方毅。那人重重说道。这个名字就像是某个关键词，一下子让义愤填膺的众人都安静了下来。但下一刻，众人不由得开骂：卧槽，他怎么在这里？他家不是穷鬼吗？这人不会是听说我们在这里经常玩，想要跟上我们的水平凑过来的吧？有道理，太不要脸了吧！纷纷扰扰之中，萧凌的眼神忽然就亮了起来。他故作踌躇，起身又坐了下来，犹豫道：方同学在这里啊，正好我应该去给他好好道个歉，让他原谅我上次的鲁莽行为的。不过我会不会再次对他造成困扰啊？正如萧凌预料的那般，这群视他为偶像大哥的建成家族弟子们一看自家大哥如此丢面子，大为恼火。高妙更是红着脸，噌的一下子就站了起来。他嚷道：萧凌哥哥，不许去！萧凌道：妙妹妹，我觉得他都这样糟蹋你的心意了，简直就是太侮辱人了。你心善，遇见只小猫小狗都疼惜异常，不过我这个做妹妹的可不能看着自家哥哥的一腔心意被人这么侮辱了。走，我今天就要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方毅打成残废，让他知道敢糟蹋我家萧凌哥哥的心意有什么样严重的下场。一时之间，众人浩浩荡荡地冲向了方毅的训练室门外。高明愣在原地，跺跺脚，脸色微变，也不得不跟上去。1369训练室房间，方毅刚出来准备离开，却见不远处走来一群人，个个脸色愤慨。为首之人正是高妙。高妙也看见了方毅，上前脸上露出讥讽之色：姓方的，你很目中无人啊。方毅，这群人有病是吧？方毅没有理会高妙这群神经病，大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也能够下一楼。他是一分一秒都不想和这群人搅和在一块儿，不但是因为怕拉低自己的智商，更是会严重浪费自己的时间。方毅的时间非常宝贵，都应该用在变强之上，而不是和神经病交流。可高妙见他这副模样，误认为方毅看到自己这群人害怕了，所以临阵脱逃了。不由得他的心中得意了起来。不过这还不够，高妙大步上前，拦在了方毅的眼前，昂首挺胸：你不准走，在事情没有解释清楚之后，你哪里也不能去。方毅的眉头微微皱了起来，这个女人神经病是吧？没有理会高妙的纠缠，方毅脚下施展游龙步，轻易地躲开了高妙的拦截，朝着走廊尽头的另外一座电梯而去。高妙见自己没有拦住方毅，又用眼睛的余光瞟见了人群后面一副十分受伤表情的萧凌哥哥，心中的怒火噌的一下就起来了。萧凌哥哥在看着自己呢，自己不能就这么放弃。高妙脚下一顿，如游蛇一般飞速又朝着方毅游了过去。方毅本想摆脱这疯女人的，结果那电梯停在58层，需要等，结果又被高妙给追了上来。看着越来越近的疯女人，方毅终于是忍不住怒道：保安呢？这里的工作人员都是死的吗？就让一个疯女人骚扰你们的客户是吧？疯女人！高妙听到这句话立即抓狂：你闭嘴，你才是疯子！这一层的保安闻讯而来，挡在了方毅和高妙的中间。几个保安都是2品下阶实力水平，虽然挡不住方毅、萧凌等人，但还是围了上来。先生女士，有事好好说，请不要起冲突。可惜高妙已经被心中的偶像萧凌哥哥表情受伤的模样给征服了，此刻哪里还听得进其他话？他的视线越过保安，看向方毅：姓方的，你做过的事情不敢承认是吧？你个无耻卑鄙小人，竟然如此糟蹋他人的心意！你不过就是有一点点天赋而已，有这么好牛的？难道你不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道理吗？卑鄙无耻下流，坐井观天的小丑！一时之间，高妙的口中蹦出无数恶毒的话语，可这些对方毅并没有太大的攻击力，被人说2句又不会死，除非方毅自认为自己的心胸很是宽敞，只要他人不触及自己的底线，能不起冲突还是尽量起冲突。除非这时，眼看着方毅走进电梯就要关闭了，被保安拦住的高妙心中怒气蹭的一下到达了顶点，下意识的就脱口而出：方毅，你个没爸没妈的孤儿，嚣张什么呢？咚的一声，原本已经关上仅剩下一条线的电梯忽然发出声响，一只手忽然挡在了中间，阻止了电梯的关上。紧接着，方毅面无表情走了出来。凡是阻挡在高妙和他之间的几个保安看着这个俊朗少年，虽然对方脸上已经挂着淡淡的笑容，但是不知为何心中竟然生出了无尽的寒意。下意识的，保安们不由得都退到了一边，让出了一个通道，让2人直面。高妙说完之后也觉得有些不太妥，但这时
他身后的那群同伴都围了上来，更后一点的地方还有他暗恋的萧凌哥哥。高妙不由得生出一股傲气，他仰起头，目光斜视方毅，冷漠道：“胆小鬼，终于敢承认自己做的事情了吗？”方毅不答，只是冷漠地注视着他，就像是在注视一具尸体。片刻之后，某个对战训练室，来这里自我磨砺的客人，总有不喜欢一个人训练，喜欢与人对战的那种成就感。这种房间就是为了这一刻。公司的工作人员闻讯赶来，看向两边，礼貌问道：“再次确认，双方真的要进行第2等级的无差别对练吗？”所谓第2等级的无差别对练，指的是在不伤害对方生命的情况下对战。简单点来说，就是只要打不死，随便怎么打。这是方毅提出来的。而高妙这边一开始有些犹豫，不过他一想到身后就是他的同伴和暗恋的萧凌哥哥，咬咬牙也同意了。双方都同意，也签下了同意书。工作人员就退到了一旁，随时准备插手介入。对战训练室的空间很大，方毅和高明走上了对战台。方毅看着高明，微微挑眉，又看向台下的高妙，讥讽道：“怎么，就嘴皮子厉害是吗？”高妙脸色涨红，本来他想亲自上台教训教训方毅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锅的，但是他的哥哥高明却执意要带他出战。高明，她是我妹妹，我们两个是一体的，没有多大差别的。还是说，你方毅只会欺负女流之辈？很拙劣的垃圾话。不过这都不要紧。方毅站在对面，身穿一身玄色的武道服，长身如玉，面容俊朗。他看着眼前的高明，淡淡开口：“的确，一个是垃圾，另外一个也是垃圾，加起来不过是大一点的垃圾罢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方毅此言一出，下面一伙人当即就怒了：“你拽什么？”高明打断他的腿：“哥哥，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一时之间，倒显得方毅像是个恶人似的。台上，高明也不由得微微生起火气。他承认方毅有点天赋，但自己可是已经追了上来。高明猛地倒吸了一口气，枯木镜施展，原本瘦削的身躯猛地膨胀了3圈，一股浓郁的气血之力在浑身的经脉中流转奔腾。这种膨胀3倍的力量让高明感到着迷。咚！高明原地一踏，爆射而出，犹如一枚炮弹朝着方毅攻去。所过之处，地板都崩裂出一道道豁口，着实恐怖。反观方毅这边，没有任何防御动作，而是静静地立在原地。高妙看到这一幕，不由得笑了起来。看吧，我就知道他是个无能废。轰！忽然，房间内响起一声沉闷的雷声，众人只觉得自己的眼前仿佛亮起了一道雷光。下一刻，他们眼中无法匹敌的高明，犹如一只死狗一般，呼吸之间被方毅抓住脑袋，全身的气血猛地一顿。接着，方毅像是甩垃圾一样，猛地甩了出去，重重砸在了墙壁上，形成了一个人的痕迹。方毅甩出了高明之后，轻轻拍了拍手，目光再次转移到了台下的高妙身上。呵，土鸡娃狗耳！这一刻，高妙觉得自己心中生出无尽的寒意。高明在他们这群建成家族子弟中，天赋从来都是排在前列的。这里指的是他们同龄人当中，萧凌比他们都大，所以算上届，高明不单单自身天赋好，更有着家族财力和名师教导，可谓是他们当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可就在今天，就在刚才，他们心中当之无愧的第一人高明，在经历过了接近1个多月的地狱苦练，已经成长为了3品高阶武者的水平。这等实力，在整个金海基地市的学子当中都是横着走的。要知道，高明此刻还仅仅只有16岁而已，16岁的3品高阶武者实力，无限接近4品武者，这样的学子就是整个金海基地市的骄傲，是整个城市的天才。然而，就是这样的天才，刚发使出了自己的全力一击，却被方毅轻松挡下，然后甩在了墙上，犹如一只死狗。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方毅，仿佛在看着一只怪物。高明昏了过去，很快就有公司的医疗团队过来，用担架把他给抬了出去。有几个人一块陪着他，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陪着不知所措的高妙。此时的高妙远没有之前的嚣张，甚至可以说是有那么一丝丝的惊慌失措。他甚至都不敢直面方毅的目光，娇躯止不住的在颤抖，他的内心一片惊慌。方毅看到这一幕，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他道：“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纠缠我，但你不该骂我是孤儿，不该牵扯我的父母。要不是这是第2等级的对练，还有你那傻哥哥替你，我今天就活生生的打死你。”最后半句，方毅的杀意犹如一柄柄杀戮尖刀，狠狠地刺在了高妙脆弱的内心。他不由得倒退了几步，一个趔趄摔倒在地。少女浑身上下冷汗直流，心中生出无尽的恐惧。同墙之人也心生畏惧。之后，他们眼睁睁看着方毅大步流星的离开。在方毅离开半个小时之后，瘫坐在地上的高妙才悠悠会神，看着自己的狼狈模样，哗的一下就哭了出来。对于随手重伤高明，方毅的心中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这是意料之中的结果。高明仅仅只是一个3品高阶的武者，而方毅则是6品高阶，再加上混雷掌和游龙步都小成了，随意虐一个3品，简直不要太轻松。不过，武者的根本在于气血之力，在于体质。方毅觉得自己应该在太玄界找一门断体功法来试试看，强壮了自己的气血，没准还能发挥出更强大战力。离开了大厦之后，方毅就要回家，但就在警察厅的家属小区的附近，再次见到了萧凌。这家伙身穿一身黑色劲装，站在路灯下，神情凝重，似乎在等着方毅。方毅这次理会了他，径直地走到他的面前，毫不掩饰身上的杀意。你也想打一场吗？方毅平静道。萧凌感受着身上的汗毛微微耸立，不由得轻笑了一声。先别急着发火呀，我并不是来打架的。萧凌诚恳道。还是那件事情，你答应帮我，我能答应你3个力所能及的条件，如何？不如何？方毅想都没想，断然拒绝。之后，
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小区，留下原地路灯下的萧凌。萧凌不敢进入小区，因为这里是警察厅的家属小区，也是有武者和秘籍监控的。他只要还想在联盟里混下去，就不敢过分得罪警察厅系统。回到方家已经是晚上11点多，方毅并没有闲着，而是开始汲取灵气，修行白霞功。在葱郁的灵气之中，方毅丹田内的灵力漩涡正在一点点的扩张。太玄界，这时正值白天。方毅向来是个行动力很强的人，断体功法想必在传功堂里肯定是有的，但是根据自身的特点和需求，选择一本最合适的，这就需要有高人指点了。而这个高人就是老师高柳。高柳微微沉吟了一会儿，列出了3门断体功法供方毅选择：象甲功、金玉功和青雷断体诀。3门，方毅就知道，真武山作为出过元婴大能的宗门，虽然破落多年，但多多少少有点积蓄的。老师，不知这3门断体功法哪个比较适合我呢？方毅虚心学习。高柳很是满意。象甲功修炼之后，可以使得皮肤变得坚硬，气血最高有2项之力，但缺点是会过于笨重，容易被人当成靶子挨打。2项之力是好东西，但是过于笨重不行。金玉功通过吸收玉石之力，使得体表成功生出金玉一般的防御，很少人能够破你的甲，但也有缺点，玉石难以收集，进展较慢。玉石这东西，地心倒是有很多，也不需要多少钱。至于这最后的青雷断体诀，我个人觉最适合你。它可以吸收游离在空气里的雷性力量，淬炼你的气血，同时还能极大的增幅你的速度。最重要的是，它是雷系，与你的雷灵根十分合适。而且，它还是一门灵体的修炼法门。小成之后，你可以拥有青雷灵体，对于雷系的运用和汲取会得心应手很多。高柳不愧是筑基期大修，看的问题就是比较透彻。方毅闻言也十分认同，那我就选择这门青雷断体诀吧。孺子可教也。方毅果断掏出大量的灵符，来到了树悟堂，卖了。树悟堂的执勤弟子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灵符，整个人都吓傻了。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给方毅以灵符兑换成了善功。有了充足的善功之后，方毅再次来到了传功堂，兑换了青雷断体诀。获得了断体秘法之后，方毅又赚了个道，来到了丹药堂，消耗了一大笔善功，兑换了整整5瓶血骨丹，还有一些断体需要用到的灵材。方师兄，这是您要的灵材，不过其中有几样山门中暂无了，您可能要多等等一段时间。丹药堂的那弟子小心翼翼地陪着笑。方毅接过一看，心中有数，缺少的灵材地心遍地都是。没事。方毅挥挥手，大步流星地走了。他走后，丹药堂外的一群弟子看着他的背影，个个都瞠目结舌。这位师兄怎么能有这么多善功啊？很快有人回答了他的疑惑。你们还不知道吗？这位师兄可是咱们真武山唯二的灵符师呢，他刚才在树悟堂出售了好几沓灵符呢。好家伙，我修行这么多年以来，头一次见到有人是以打来描写灵符的。修行无岁月，在得到了断体秘法之后，方毅就利用2届的时间流逝不一样，在真武山开始修行断体秘法和剑道。地心这边，在方毅透露出展示出了自己4品武者下阶的实力水平之后，班主任刘洋震惊的说不出话来。要知道，他也仅仅只是5品武者罢了，但是他今年已经接近32岁，还是军方出来的武者。反观方毅，16岁，接近17岁的年龄就已经达到了4品武者的实力了。他们金海基地市莫非要出一个天骄？见方毅自主训练可以达到这等水平，刘洋索性也不留方毅继续上课了，只是说，虽然武道修行很重要，但读书还是要读的，读书可以使人明智，这一点想必我不说，你也应该清楚的。方毅点头表示明白。确实，读书也很重要，读的书多了，人的精神会变得透彻，更容易理解万事万物。方毅也不打算放弃读书。再者说了，他现在修炼出了神识，对于读书有着属于自己的见解，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一个读书的天才了。就这样，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方毅办理了长期的自主修行的许可，正式回到了家中。小姨周婉如虽然有些郁闷，但看方毅如此有主见，实力提升的也快，也就没有反驳。于是，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方毅在小姨家、方家和市武道图书馆之中，开启了3点一线的生活。某一日，太玄界真武山后山某处人迹罕见的林中，方毅长身如玉，俊朗的面容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风缓缓地吹着，带来了山中的各种各样的声音。忽的，空气中传来了一声嗡嗡的剑鸣之声。方毅缓缓抬眸，漆黑的眸子里倒映出一抹湛金色的光点。林中，一道璀璨的湛金色光芒以极快的速度朝着方毅飞来，所过之处，古树纷纷拦腰斩断，地面掀起一道道沟壑，风也变得喧嚣了起来，犹如一只凶悍又速度奇快的猛兽在林中冲撞了一番，将这原本茂密无比的森林硬生生清扫出一块光秃秃的地方。若是此刻有筑基大修身处这里，定能感受到自己的神识，看着那湛金色的光芒隐隐约约在发疼。湛金色的光芒稳稳地停在了方毅的眼前，显现出一柄湛金色的飞剑，正是方毅的飞剑飞光。飞光悬浮在方毅的面前，任凭自家剑主抚摸着自己的剑身。方毅的灵力不断地灌输进去，淬炼着飞光。在剑主的灵力之下，飞光发出一阵阵舒爽的嗡鸣之声，如小儿撒娇，表达着自己的欢喜。良久之后，方毅抬手一拍身边的剑匣，飞光如燕归巢一般，嗡地飞入了剑匣当中。剑匣可以淬炼飞光，使得飞光的品阶缓缓提升。这是铸剑师兼任掌门的齐王星说的。在太玄界度过的半年时间里，方毅通过玲珑药企收集了大量青金石，喂给了养剑匣，又在剑体之上铭刻了12道少白剑符，耗费半年，终于在今日把飞光的品阶给升上去了。1阶极品飞剑升级成为了2阶下品飞剑。原本
少白剑符的剑体应该说是一柄符剑，凡是齐王星是个有本事的铸剑师，给方毅直接铸就了一柄飞剑，让方毅省去了养符剑的时间，直接能够在其上叠加剑符。这样做省去了方毅的一大半时间。飞光的威力起码提升了2个阶段，法器一共分为6阶，1阶与2阶法器根本没得比。在提升了飞光的品阶之后，方毅立刻就以神识御剑试了一番飞光此时的威力，但2阶的飞剑对神识的负担还是有些重。方毅又抽空花了时间修炼养神术，果不其然，着实让方毅满意至极。如今的方毅通过修行养神术，神识淬炼的稳固至极，已经可以通过神识御剑，可剑遁百里，也可以100米之外取敌人首级，犹如吃饭喝水简单，算是剑修初步入门了。真武山上下，方毅觉得内门弟子当中掌握了神识御剑的自己，基本上已经没有对手了。今后若是要切磋，恐怕只能找筑基期的师叔们了。不过说起修为，方毅也没有忙着练剑，而忘记自己的根本。借助地心的海量灵气与灵石，方毅一口气从炼气4层冲到了炼气7层。如今他的修为已经是炼气7层高阶了，想必稳固一段时间就能冲击炼气8层了。这个提升速度让整个真武山上下震惊无比。山门中不断有人传言，莫非这个方毅是大能脱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武山的高层也十分重视。齐王星还为此出关了一趟，给方毅检查了一遍体质，但他区结丹修为，自然不可能看得出来方毅识海里的7窍玲珑神识。一番推演之下，齐王星得出了一个大概的结论，此子应该是传说中的活泉之体。活泉之体这种体质在灵机充裕的时代与平常体质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但若是在如今这个灵机衰退的时代，就是最好的修行体质。因为活泉之体可以无意识地吸收更多的天地灵气，甚至自身也产生少许的天地灵气，如此才算解释了一番方毅为何修行突破得如此之快。高柳对他这个关门弟子更加的疼惜，只要方毅有什么不懂的，他一定倾囊相授，生怕耽误了这位未来的结丹修士。在高柳的倾囊相授之下，方毅的青雷断体诀、混雷掌、游龙步以及炼气期的各种法术也运用的圆融至极，提升得很快。混雷掌和游龙步的熟练等级，在高柳不断的喂招之下，再次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未突破，依旧在小成级别，但是想来也不远了。方毅此刻一掌打出，犹如雷光炸裂，凡是被击中的都被炸得4分5裂。一步踏出，犹如云中神龙，行踪飘忽不定，速度奇快且鬼魅。高柳看到这一幕，不由得心中满意至极。修行1年左右时间，就能够达到小成阶段，可谓是武道天才。他高柳也是磨练了差不多5年左右时间，才抵达了小成。青雷断体诀，方毅借助地心带来的各种珍稀灵药，炼制出断体所需的秘药，也是辛苦熬炼打磨，也算是入门了。如今，方毅的武者一般都是由各所武高内部自行进行考核，但据萧凌之前透露的，因为外部因素的影响，联盟上层有进行大战的倾向，传下来指令，希望下面基地市的新人们能够磨练一番实战技巧。这不，就选在了同源秘境当中。那群困兽犹斗的夜叉族将作为今年6所武高的期末联考目标。这个消息已经传出来，6所武高的学子们基本上是又兴奋又慌乱。兴奋的是，他们这群学子终于要和真正的异族战斗了，终于也能为联盟和人族立功了。慌乱的是，夜叉族长得恐怖无比，且实力强大，还会吃人。心理素质不过关的学子们害怕自己不会是夜叉族的对手。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就到了期末考核这天。这天，方毅早早出门，一路小跑到了第8武高的门口。校门口5到6个班都到齐了，一班的同学们个个看到方毅到来的时候，都忍不住张大了嘴巴，因为此刻的方毅与之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现如今的方毅，身躯从原本的1.68米猛长到了1.84米，身躯也由瘦削变为了健壮饱满，但并不是那种膨胀起来的大鸡巴，而是十分俊美的体型。再加上方毅这段时间有意留长头发，方便在太玄界活动，随意绑了一个狼尾，再加上那张俊美的脸庞，更是吸引到许多女生的视线。班主任刘洋一时间也有些看到直愣神，心道：这还是自己当初认识的那个小细狗吗？在金海市军方的护送之下，10几辆大巴载着6所武高的学生们浩浩荡荡地朝着城外开去。车上，方毅独自坐在后面，散发着一种隐隐约约的强者气势，让同学们都不敢坐在他的身边。一路上，方毅闭眼养神，等待着即将到来的考核。不知过了多久，在无尽的荒芜和风沙之中，学子们看到了一座矗立在无尽风沙中，通体由不知道什么合金制造而成的巨大的光门。光门附近俨然已经被军方占据，改造成为了一个军事基地。在这里，方毅等人见到了很多先进水平的高科技武器，更是见到了传说中的机甲。看着高大如同机械神魔一样的机甲，方毅不由得心中暗暗想到，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有手撕机甲的水平呢？通过了军方的重重安检，方毅等人终于是来到了巨大的光门面前。所有学子们下车，井然有序地一一走进校门。方毅只觉得眼前一晃，下一刻自己已经身处在了一个古木苍苍的区域。刘洋适时地开口介绍，同源秘境基地是于30年前掌握的一个小型秘境，盛产各种木材药材以及肉类。秘境里也有一个光门，光门附近也被开拓出来了一个基地。学子们领取了一个手环之后，就被催促尽快离开基地了。刘洋也是第一时间告知了众人考核及格的要求。同源秘境之内生活着大量的异兽，这些异兽按照不同的等级猎杀可以获得不同的积分，积分总分不设上限，越高积分的学长名次越高。
但有下限，若是考核结束之后没有获得100分的学子，将面临留级和劝学。闻言，学子们纷纷倒吸一口凉气，面露凝重。留级还好说，可要是被劝学，那就是失去了作为武者的资格了呀。说完了考核标准之后，刘洋看着跃跃欲试的学生们，也不废话，更加具体的考核标准已经发至你们的手环中，自己看看。但唯独有一条，不要轻易攻击同学，否则将面临军事法庭的审判。同源秘境某处，方毅抬掌打在了扑向自己的森林狼的天灵盖上，后者嗷呜一声，当即一命呜呼。做完这一切，方毅举起左手上的手环，对其扫描了一下，识别成功，一级异兽森林狼击毙，获得2点积分。方毅微微皱眉，才2点积分，这要想攒到100积分，那岂不是要击毙50只森林狼？效率有点低啊！不由得，方毅打开手环上罗列出来的一系列的异兽积分。不行，要想获得比较多的积分，还得找那些等级高的异兽击毙。据方毅所知，期末考核是武道部为了查看学子们的潜力而举办的，方毅绝对不可能困在金海市的，他需要获得更大的成就。要想获得更大的成就，就必须展现更强的天赋，获得更多的投资。太玄界的真武山现如今已经在投资方毅了，那么在老家地星也同样需要投资人。方毅的选择便是联盟，联盟无疑是最好的投资人。方毅要想获得联盟的投资，就必须展现出自己超出万人的天赋。今天的期末考核就是第一个机会。沉思之间，方毅给自己的双腿贴上了2道神行符，朝着一处高等级异兽的栖息地飞奔而去。与此同时，在另外一边，嚣张、高明和高妙等一群人从不远处的密林中走了出来。他们看着方毅消失在密林当中，脸色各异。高明微微皱眉，我觉得还是不要这么做，攻击杀害联盟公民是重罪，严重者会被判死刑的。嚣张却在听完了高明的话之后嗤笑了一声，他上下打量了一番高明，淡淡开口：怎么，一朝被蛇咬，10年怕井绳，被信方的打败了2次就怕了？嚣张的话和眼神都很难看，高明不由得脸色难看了几分。不过他还是坚持己见，不愿意偷袭方毅。可妹妹高妙却与他截然不同。哥哥，你咽得下这口气，我可咽不下。高妙目光中有怒火在闪动，整个人都忍不住微微发抖。这个方毅伤你，还侮辱了萧凌哥哥，我必定要他好看的。不过你放心，到时候我会留他的性命，不会下死手。我要让他知道，我们建成家族的子弟不能轻辱。见妹妹已经完全听不见自己的劝解，高明不由得深深叹了口气。没过多久，一行人追着方毅去了。可在他们离开之后，不远处的某棵高大古树上，一枚灵符记录了这一切，并缓缓地烧成灰烬。方毅的目标是一头熊，准确的来说，是一只同源秘境独有的3级异兽——桐木巨熊。这种巨熊体型极为强壮，力大无比，浑身长满了暗棕色的毛发，喜欢躲藏在茂林当中，与林间阴影融为一体。喜好吃素，最喜欢的是青铜树鲜嫩多汁的树叶。若你因为这类巨熊喜欢吃素就放轻松了警惕之心，那就大错特错了。熊类的性情多半都残暴无比，桐木巨熊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更何况异兽多半都掌握异能。留在原地的灵符缓缓消失，路上的方毅也知道了嚣张这群人在后面算计自己的事情，偷袭自己，那就试试看吧。方毅的眼中金光暴涨，他正愁没有机会光明正大的教训这群不知所谓的建成家族子弟呢。方毅很快找到桐木巨熊的栖息地，那是一处巨大的古树之下，一只披着暗棕色的巨熊正慵懒地用着背部，用古树在给自己的背部挠痒痒。方毅一踏入巨熊的领地处，这只原本还处于懒散状态的巨熊瞬间警觉了起来。熊类的嗅觉极为灵敏，方毅隔着500米开外，还隔着各种郁郁葱葱的灌木丛，巨熊就闻到了它的气味。轰！巨熊犹如一辆巨型重卡，径直地朝着方毅就冲了过来。所到之处，树木灌木纷纷被折断碾成碎片，破坏力堪称惊人。但这就是方毅要的效果。区3级巨熊，寻常只有4品武者可以对抗，要是一个不小心，恐怕也会被巨熊撕裂，变成对方的熊巴巴。可方毅很自信，因为他有着绝对碾压的实力。来得好！面对呼啸而来的巨熊，方毅深呼吸了一口气，毛发之间闪过一丝丝跃动的雷光。青雷灵体，一瞬间，方毅的体内的气血之力全部都被调动了起来。那庞大无比的气血，犹如一条条血气长龙，在方毅的经脉里奔腾，给予了方毅无穷无尽的力量。呵，感受着体内由青雷灵体带来的庞大气血之力，方毅举起砂锅般大的拳头，对着巨熊就攻了上去。巨熊一看这渺小的人类还敢冲着自己来，嗡的一下就来气了。好！巨熊怒吼一声，高高站立，举起右前爪，猛地朝着方毅拍了下来。这一掌若是被拍中，只怕是4品高阶武者都要领盒饭。但方毅不一样，他是开挂的人。方毅不闪不避，面对着庞然巨物的攻击，一拳就攻了上去。空气之中发出一声沉闷的响声。下一秒，那庞大的巨熊一个趔趄，倒退了好几步，更是发出一声痛呼之声。赫然，巨熊的手掌之上已然浮现出来了一个深深的伤口，正是一个拳印，正往外潺潺流血呢。巨熊那小小的眼睛此刻充满着大大的疑惑，以巨熊那极为狭窄的脑容量，完全不明白眼前这个仅仅只配当做自己食物的人类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畜生终究是畜生，身上的伤害只会刺激他们本身残暴的血性。这头巨熊怒吼一声，使出全身力量，猛地扑了上来，更是张开一张血盆大口，欲要撕裂眼前的方毅。方毅嘴角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笑容，接着一道淡淡的金光嗡地亮在了巨熊与他之间。
巨熊只觉得自己像是撞击在了一处坚硬无比的岩壁，撞得他是眼冒金星，口吐鲜血。趁你病要你命！方毅没有过多废话，气血叠加了起来，经脉如大龙在体表浮现，全身力量都叠加在了右掌之上。接着，空气中似乎有闷雷声炸裂，方毅一掌拍在巨熊的头顶，后者那小小如黑豆般的眼睛，瞳孔嗡的一下就散了，庞大的身躯啪的一下倒在地上，赫然是已经死亡。方毅缓缓手掌，心中满意。这一掌是青雷灵体磅礴的气血之力，加上小成级别的混雷掌的劲力，一掌就将巨熊的脑袋搅成了面糊，死的不能再死了。现如今看来，就算不动用修士的力量，我的战力也达到了6品武者的高阶了。若是全力爆发，应该可以比肩7品武者了。方毅不由得心中感慨起来，若是自己没有太玄界的加持，老老实实的练武，估摸着今天还只是一个小小的2品下阶武者。果然，知己利用2阶的优势，才能无限的拔高自己的前途。手环嗡的一声，记录了方毅战胜巨熊获得积分。定，击毙桐木巨熊获得30点积分，当前积分32点。方毅又打开了积分榜单，果然见自己的名字赫然排在第一。现在才刚进入秘境，差不多20分钟左右，没有那个人比方毅的获得积分更快。稍微休整了几分钟，方毅将巨熊的尸体收入储物袋，赶去了下一个猎物的栖息地。许久之后，嚣张等人赶来，看到那堪称自然灾害的战斗痕迹，脸色不知道有多么的难看。再加上他们也关注到了方毅的积分飙升到了第1名，心情就更加差劲了。很快就有3个人看着如此恐怖的战斗痕迹，打了退堂鼓就离开了。可嚣张和高妙不愿意，他们2人更愿意相信方毅是使出了某种类似于高明的枯木镜的武技，可以爆发出战力。嚣张恶狠狠道：“他虽然强，但也不能一直强。这种爆发的武技最为消耗气血和体力，我就不相信他一直爆发下去。这家伙每爆发一次，肯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我们追！”嚣张和高妙等人跟着方毅离开的痕迹，高明落在他们身后，是有苦说不出。他总觉得自己等人能够这么轻松地找到方毅离开的痕迹，有些古怪。但嚣张和妹妹现在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脑，根本听不见他的任何话。没办法，高明也只能赶了上去。与此同时，在他们前方没多久的地方，方毅一边赶路，一边朝着自己的嘴里喂了一口义气灵水，补足了自己的消耗。片刻之后，方毅的状态恢复成了最圆满。一路之上，方毅都放置了显技符，所以当嚣张等人追着自己的足迹来到了刚才大战之地，已经在前往下一只桐木巨熊栖息地的方毅立马便知道了。方毅原本想着，这伙人在见识到了如同泥石流爆发的战斗痕迹，说不定就能心生退意。如此一来，方毅也不必与他们起冲突。毕竟到时候虽然自己占理，但对方好歹也是建成家族的子弟，难免会生出意外。对于意外，方毅是不放在心上的，但是他害怕这意外给身边人带来麻烦，尤其是给小姨一家。可这并不代表方毅害怕所谓的建成家族子弟。若是这嚣张真的死性不改，嗡！方毅储物袋的养剑匣飞光似乎感受到了剑主凌厉的杀意，嗡嗡作响。方毅不动声色，那就只能将他们都给杀了。地心这边，联盟律法禁止公民之间互相攻击，更是禁止杀害公民。但方毅在太玄界，少说已经杀了5个修士了，一旦杀了，内心的枷锁就会打开。方毅已经不再忌惮，而且他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杀了这群不知好歹的家伙。伴随着一声剧烈的倒地声，方毅捏了一个剑指，一道金光迸射而出，又一头体型庞大的桐木巨熊倒下，头部明显多一个潺潺流血的小洞，依稀可以看见里面那黄白之物。看来我的小庚金剑指的威力也提升了不少，3级异兽，4品乃至5品武者都不一定能够打得赢。但在方毅一记剑指之下，一击毙命。手环再次响起，方毅的积分从32来到了72，其余10分。路上有几只恰好碰到的1级异兽，索性随手也就宰了。手环的积分榜中，原本已经有几个人接近32分了，但是现在方毅的积分飙升，再次强势地压下了所有人。就在这时，方毅的眉头微微一挑，他留在刚才赶来的路上的显技符再次被触动了，还真的是上赶着找死啊！方毅的耐心是有限的，尤其是对这么的一而再再而三挑战自己的蠢货。紧接着，方毅原地重重一踏，地面出现了一个小坑，身躯如同炮弹一般迸射而去。与此同时，嚣张等人依旧在孜孜不倦地追逐着方毅的痕迹，但越追逐，他们的信心就越是低沉。现如今，原本数量12人的队伍只剩下3人，也就高明高妙2兄妹，还有始作俑者嚣张。嚣张的心中其实也有一些不自信了，他看着那如同天灾一般离过的战斗痕迹，一颗心越发的下降。这等痕迹根本不像是一个4品武者能够造成的，这个方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高明也适时地说了自己的猜测，他挡在了高妙和嚣张的面前，劝道：“别再追了，这种战斗痕迹表明，这个方毅根本不是个正常的4品武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物。再追下去，恐怕会有不测啊。”高妙听完也有些犹豫，一路上他的信心也遭受到了打击，但是嚣张却不肯善罢甘休。他回想着当初在擂台上，方毅将他打成死狗，甚至差点废了自己的那极为难堪的场面，心中的害怕再次被怒火冲昏了头。开弓没有回头箭，嚣张阴沉地盯着高明高妙：“你们一旦上了这条船，就不可能再下去了。已经彻底得罪了方毅，那就彻底毒死这个家伙。难道你们还想着今后这个家伙逐变强，最后大发慈悲地放你们一马吗？”高妙闻言，心中的天平再次发生变化。对啊，
既然已经得罪了，那就彻底得罪吧。可就在这时，三人的脸色巨变，耳畔传来急速的树木索索之声。很快，他们猛地一抬头，看向不远方的密林当中，一个黑影犹如一枚炮弹，重重地砸在了他们的身前。黑影落地那一刹那，掀起无际的狂风，将周围的矮小灌木丛都给吹了起来，尘土飞扬。三人定睛一看，瞳孔猛地一缩，是你！高妙满脸的难以置信，因为方毅从天而降，以一种极为凶悍的姿势出现在了他的眼前。轰隆一声，平地上出现了一个大坑。方毅缓缓直起身体，看着三人，露出了一个和善的微笑。听说你们三个想要教训教训我？这一句话犹如巨兽低语，更像是恶魔低语，缭绕在三人的心头。高明第一时间反应过来，挡在了高妙的身前。他倒也十分果断，当即服软。方毅，我们两兄妹不知好歹，得罪于你了，我们就此立马放弃考核，从此以后再也不出现在你的眼前。说罢，高明直接将自己和妹妹高妙上的手环的紧急呼救功能打开。片刻之后，天上凭空出现了两道白光，将一脸震惊神色的高妙和一脸苦涩的高明两人射走。联盟的科技水平很高，这只是基操，但这也代表两人放弃了考核，将会面临留级和劝学的处罚。不过这个高明倒也光棍。也罢，方毅重新将视线转移到了唯一剩下一人嚣张身上。当方毅的视线挪移到后者身上的时候，后者很明显的抖动了几下，但嚣张还是硬着胆子怒道：方毅，你不要太嚣张了，我堂哥萧林乃是白虎学府的武道天才，你迟早要被他碰上，到时候有你好果子吃。面对嚣张的狠话，方毅仅仅只是耸耸肩，表示无所谓。嚣张眼看着自己的狠话没有任何作用，当即有些气急败坏。哎呀呀，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我要杀了你！嚣张似乎被刺激了自尊心，咆哮着朝着方毅攻了过来。方毅一脸淡定轻松，可下一秒，已经冲到了他眼前的嚣张脸上的愤慨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无法形容的疯狂。方毅忽然觉得不妙，晚了！嚣张的脸上浮现出癫狂的大笑，身躯化作一团爆裂的火光，火光轰的一声爆裂，将方毅也笼罩在内。伴随着一声巨响，半个秘境的人都听到了这一爆炸声。只听轰隆一声巨响，方毅只看到冲到自己面前不足10米的嚣张，脸上挂着癫狂的笑容，下一秒化作一团爆裂的火光。若是寻常人此刻恐怕已经被火光波及，可方毅不一样，他可是时时刻刻身上带着一打灵符的男人，几乎不用思考，方毅手中甩手就出了8道灵符，3张金光符叠加，3层如鸡蛋般圆润的金光构造成第1层防御，2张土遁符叠加，2道结实的土墙拔地而起构造成第2层防御，还有3张水遁符，在方毅的神识操作之下，化作一团潺潺的水球，介入土墙和金光之间，构造出缓冲层。随后，爆炸的威力迎面而来，几乎半个秘境的人都听到了这一道堪称破天的爆炸声。许久之后，浓烟缓缓升起，这片密林被烧成一片灰烬，嚣张被炸得死无全尸。方毅面无表情地散开最后一层金光，从中踏了出来。这是冲着炸死我来的啊！要不是方毅叠的甲足够的厚，说不定今天就真的要交代在这里了。走了2步，方毅用灵力包裹住自己的手掌，从泥土中捡起一块小小的金属碎片。他是1级警司的孩子，对于管制武器有着基础的认识。天宫101，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啊！不过萧家与自己没有生死大仇，可能仅仅只是嚣张一个人的主意，又或者说不仅仅只是嚣张一个人的主意。方毅陷入了思考。修仙者修炼出来的神识，让修仙者的智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短短片刻功夫，方毅思考了很多，想过了多种可能。不过这需要更多的证据来辅助。方毅在这片空地上寻找，终于在某处发现了一块被炸裂只剩下1/3的金属徽章。虽然已经看不清全貌了，但方毅还是一眼看出来这是什么。三眼邪教。方毅微微挑眉，这事竟然还和邪教扯上关系了。方毅自问自己可从来没有和邪教有过交集，可这嚣张到底是奉了谁的命令来杀自己的？情报不足，暂时想不明白。方毅在原地转了片刻，确定将证据都收集齐了之后，便离开了这里。虽然暗箭难防，但方毅只要有足够强的实力，那就无所畏惧。金海基地市东区的某个学校内，一位戴着黑框的头顶中年老师正在黑板上给学生们奋笔疾书。忽然他微微一愣，看向了窗外不远处。废物，他暗骂了一句。旋即他重新洋溢起笑容，化作一个辛勤的园丁。只是在城内各处都有异样发生。离开了爆炸之地后，方毅喝了一支义气灵水，补足了状态，再次前往下一个目的地。根据地图上记载，那是一群琳琅的栖息地，最为关键的是数量高达几十只，甚至还有一只2级的狼王。2级的狼王虽然不比3级的桐木巨熊值钱，但质量不够，可以数量来凑啊。方毅不嫌弃。琳琅群栖息的地方是一处山谷。方毅到来的时候，闻到了浓浓的血腥味。本以为这是狼群在开盛宴，结果方毅在谷外见到了一个身躯魁梧如鬼怪的生物。身躯魁梧，灰色外皮，干枯的毛发，锋利的爪子，最重要的是额头上还有第3只眼睛。夜叉族，这是之前一直被关在秘境中的那群夜叉中的一员。这只成年夜叉随意抓起2只瑟瑟发抖的琳琅，大口一张一合，连皮毛一块嚼碎了往肚子里吞下，鲜血从他的嘴里肆意流出，衬托地那可怖的面容越发的丑陋和狰狞。在他的不远处躺着一只巨大的琳琅，想必那就是这群狼的狼王了。只是可惜肚子已经被掏空了，
想必就是被眼前的夜叉给吃干净了。微微思考了片刻，方毅从林中大步走了出来。几乎在方毅现身的1秒钟，那只正在大快朵颐的成年夜叉头部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幽蓝的眼睛定在了方毅身上。待认清了方毅的身份之后，肉眼可见对方眼中的杀意和那种看到食物的贪婪。夜叉好食人，课本上教的果然没有错。成年夜叉见一个人类竟然光明正大的站在自己面前，口水止不住的往下流。他放下手中的狼尸，迈着步子朝着方毅走来。夜叉的速度不弱，想必他此刻误以为方毅是被他那恐怖的面容和身材给吓傻了。可下一秒，他就知道后悔了，因为方毅抬手捏了一个剑指。夜叉那幽蓝的双目猛地一睁，本能告诉了他，这个人类很危险。小庚金剑指，一道锐利的庚金之气化作一道金芒，带着无可匹敌之意，直射向成年夜叉的眉心。夜叉一族弱点，眉心。可往日里百试不灵的法术，今日算是遇到了第一个能躲开的对手。噗呲一声，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深不见底的小洞。方毅看到不远处的夜叉，心中平静。夜叉一族优点，反应速度极快。这一招，方毅自信同龄人当中没有几个能躲开，可这只夜叉竟然能够凭借趋利避害的本能闪躲。果然，一族是有2把刷子。不过，从这一次交手，方毅也大概把这只成年夜叉的实力估摸了出来，5品武者或者6品武者的实力水准，能杀。夜叉似乎被惹恼了，张开满是咸水的大嘴，朝着方毅怒吼了一声。紧接着，2只粗壮如门柱一般的双腿发力，原地留下一个小型的坑洞。庞大如门板的身躯化作一团黑影，几乎一个眨眼的功夫就冲到了方毅的面前。这种体型能够拥有这等速度，果然是天生适合杀戮的一族。看着站在自己面前不躲不闪的人类，夜叉的嘴巴咧得老大，咸水疯狂分泌。饥肠辘辘的他，此刻只想一拳把眼前的这个人类打死，然后一点一点的把他吃下肚子，品味那许多年没有吃过的美食。青黑色的拳头如同一枚炮弹，朝着方毅的天灵盖锤了下来。就在这时，一道嗡鸣声响起，夜叉的眼中闪过一道湛金色的光芒，湛金色的毫光化作一道细线，如同游龙一般，自夜叉的右拳一路延伸至他的脑袋。无法匹敌的夜叉化作了一团碎肉，掉落一地。斗大的脑袋上，双目怒瞪，似乎无法相信自己已经死亡的事实。毫光化作一柄飞剑，发出兴奋的嗡鸣声。区区夜叉，不过如此。少年如是说道。飞光停在方毅的眼前，发出一阵阵兴奋的嗡鸣之声，这让方毅不由得想到掌门齐王星说的一句话：剑杀敌者。剑被制造出来的那一刻，就是为了饱饮敌人鲜血而诞生的。这半年时间，方毅不断的养剑，但却并没有让飞光开过刃。今日也算是给飞光开刃了。成年夜叉的血想来也不太憋屈。斩杀了夜叉之后，方毅再次神识御剑，将夜叉身上值钱的地方都切了下来，装进了储物袋。随后用手环对准了地上的夜叉，识别斩杀期的积分。但这次一向运用自如的手环却像是卡了一会儿。识别中，考生方毅斩杀成年体夜叉一只，获得积分200点，积分272。积分榜1，一只成年夜叉的积分竟然高达200点。方毅不由得露出微笑，很好，看来这第1名自己是再次保住了。不过方毅又细细查看了一番积分榜单，第2名是97点，第3名是86点，咬得挺死的呀。方毅的心中不由得生出一丝丝的紧张，看来6所武高当中应该还是有能人的。不行，自己不能懈怠，必须猎杀更多的猎物，保持住这第一。飞光，走！飞光载着方毅化作一道湛金色的光芒，赶赴下一个猎物的地点。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分散在秘境当中的全体考生们都目瞪口呆，他们只听到自己的手环不停地传来提示音。叮！积分榜更新，第1名第85高方毅291分。叮！积分榜更新，第1名第85高方毅312分。叮！积分榜更新，第1名第85高方毅349分。叮！积分榜更新，第1名第85高方毅379分。一开始6所武高当中的不少佼佼者、天才之辈的人物还不服气，他们觉得这个方毅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么多的积分，说不定是捡漏了。可随着不断传来的提示音以及方毅那越来越高的积分，全体考生都看呆了。秘境某处，第6武高的罗茜看着手环里那离谱的积分，一脸的呆滞。他想不明白，这个方毅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秘境西北方，第1武高的天才选手李云看着这一幕，嘴角几乎都要咬出血来了。他正是积分榜上的第2名，他自问乃是第1武高的天骄，不到16岁的年龄已经达到了4品武者的战力。这种战力就算是放在2级基地市也是出彩的。可这个方毅凭什么？他到底又是如何获得这么多积分的？开挂吗？不单单是他，还有积分榜上的第3名和第4名等前几名考生，有一个算一个的都备受打击。他们来自不同的武高，天赋都出众，自问在自家学校里都是1等1的天骄，他们之间的积分也是咬得很紧，甚至好几次都发生了名次轮流转的局面。可只有这个第1名的方毅，一直以超出他们几倍的积分，从头到尾占据第1名，碾压着他们。一开始这群天才们还不服气，一个个憋足了劲，觉得自己也能够冲上去。可到最后，他们看着那超出500，正在匀速朝着1000高分缓缓爬升的方毅，一个个的从原本的不甘都转变为了内心挫败。此时此刻，他们的心中都有着同样一个问题，想要问问方毅：这他妈是怪物吧？怪物？不是剑修。秘境某处，方毅神识御剑，
飞光发出一道嗡鸣之声，飞射而出，一连洞穿了10几只木叶枭的胸口，化作了75个积分，落在了积分榜上。这些木叶枭是2级异兽，嗜血残忍，最喜欢虐杀生物，却在方毅的手中轻易被飞光洞穿，一击毙命。方毅再次查看积分，876分，依旧稳稳地压在第1位。又看了一眼第2名以下的，方毅微微露出笑容，不错呀，第2名已经突破了200分了，可喜可贺呀。下一秒，画风突变，方毅不由地道：人家都这么努力了，我也不能放松警惕啊。飞光，再来！嗡！飞光犹如孩童一般发出兴奋的声音，带着方毅再次飞向远方。一路上，随着御使飞光越久，方毅感觉自己的神识也在缓慢的增加，似乎感觉自己御使飞剑越发的得心应手了。但方毅还是不太满意，御剑需要极为强大的神识，养神术固然很不错，但是增长速度还是有些太慢了。方毅觉得自己应该找找看有没有更加有效果锻炼神识的功法，又或者天才地宝也可以。飞光之上的少白剑符纹路散发着更精锐利之意，方毅仔细又灌输了灵力温养，后者更是发出一道道嗡嗡剑鸣声。飞光干得好！方毅不由得仰天大笑了起来。笑声之中，不知不觉之间，方毅的修为从原本炼气7层高阶跃升至炼气7层大圆满了，距离炼气8层只差一步之遥了。丹田内的灵力漩涡更是壮实了不少。与此同时，秘境入口的那处基地中，军方、武道部和6大武高的管理层都聚集在一处大会议室里，观看着考生们的实时监控。方毅那御剑平虚的强大，自然被他们看在眼里。看着方毅一剑将那堪比5品武者的成年夜叉给削成散落一地的肉块，会议室众人都被震惊住了。在那之后，方毅御剑飞光，甩出一道道灵符，各种法术不停地乱轰，凡是遇到的异兽，无一不被他给一击毙命。全部人在此刻都心神凌乱了。许久之后，第1武高的校长缓缓转过头，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看着第8武高的校长古云，脸色古怪至极。老古，行啊，藏都够深啊，这样的学生藏了这么多年。这一开头像是触发了什么关键词一样，在场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古云，目光中带着嫉妒、疑惑和震惊。古云一脸惘然，只能回答：啊，是。在场众人无一不是金海基地市的高层人物，抛去6所武高的校长之外，坐在主场的是金海基地市武道部和军方。首席，金海基地市武道部的部长刘俊是一位看似文质彬彬，实则散发出危险气息的降级武者。拜降级武者，在这所基地市就是撑起天一样的人物，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刘俊，他也看向了古云，笑呵呵道：恭喜你啊，老古，看来你手底下出了精神念师的好苗子。精神念师这4个字像是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场所有人的心头上。云的表情先是一愣，紧接着变得狂喜。对啊，那小子御使那柄剑的手段，不就是精神念师才有的隔空御物吗？好，反应过来的古云不由得一张老脸通红，整个人的表情都变得极为兴奋了起来。其他5所武高的校长有一个算一个，脸上充满着兴奋。精神念师啊，这可是精神念师啊！不同于全民武者，精神念师的强大和珍惜是整个联盟都明白的。精神念师以强大的精神力作为基础，隔空摄物，强大者甚至可以当面将一个人压成一团肉饼。不同于武者的等级，精神念师的等级是单独错开的，从1级到10级。据传，联盟最强的8级精神念师，无一不是能够左右一场战争的关键人物。这样的人物是整个联盟的宝物和珍稀人才。但精神念师的修炼条件极其的困难，目前为止，只有拥有先天精神力强大的人才符合修行条件。但有一点在场所有人都是明白的，一旦诞生了精神力，那就是联盟都抢着要培养的人才。一时间，其他5所武高校长不由得看向古云，脸上的羡慕和嫉妒之色毫无保留。古云猖狂地笑了一会儿，但他没有忘记正事。刘部长，方毅是精神念师固然可喜，可是您刚才也看到了，有人想把这个未来的精神念师扼杀在摇篮里。说到这里，古云的双目充满了怒火，蹭的一下看向了会场中某处。第2武高的校长顾明的额头之上冷汗涔涔，刘俊的目光已经看了过来，顾明的后背更是瞬间湿透了一大片。拜降级的武者，可是掌握着这个3级基地市一片天的大人物。顾明区一个武高校长，可万万不敢惹恼刘俊这位武道部的正部长。刘部长明鉴，我真的不知道嚣张敢对方毅发起自杀式袭击啊！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和3眼邪教更不可能有联系的，这一点您是知道的。监控看得分明，嚣张身上爆出的3眼邪教的标志，无疑不再触动着在场所有人的心弦。联盟体系之下，你攫取利益，打压异己，只要没有超出联盟律法和底线，一切都还有的谈。可一旦涉及了邪教和异族，那就是死罪。顾明哪里敢背这样的黑锅，果断将其丢给了嚣张和他背后的萧家。第2武高确实不敢干这样的事情。顾明平日里为人虽然不怎么样，但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没有这个胆子。那就只有嚣张背后的萧家了。刘俊的左边，军方代表江少将淡淡开口，他这一开口，像是让顾明抓到了救星一样。对，那就只有那萧家，绝对不可能是我们第2武高的。刘俊闻言点点头，暂时将这件事情给盖了过去。不过，在场所有人都知道，萧家这次虽然不死，但怎么着也得脱层皮。凡是和邪教挂上联系的，是联盟内部的蛀虫，也是大敌。在场人再次陷入了安静当中。刘俊的目光不由得看向了监控画面里的方毅。只是那念力御物的手段还能理解，可那撕开纸张就能召唤出来的土遁，本来还漫不经心的，可是
当他看清楚了方毅此刻面对的敌人，不由得噌的一下就站了起来。他怎么还在秘境当中？难怪在高师总说这剑修乃是修士中最强的，杀敌如披挂，这未免也太强了吧！又是一群不长眼的夜枭飞起来，想要攻击方毅。方毅神识遇剑，飞光随意斩出3道少白剑气，夜枭群就变成了地上的一滩滩碎肉了。方毅的积分此刻已经来到了恐怖的879了。反观第2名212，不错，自己已经稳稳地压在第1名，可喜可贺。将这群异级异兽身上的可用材料一一御剑切割而下，方毅挑选了一些放进了自己手环当中。在地星联盟上层已经攻破了一部分空间技术，能够做出空间装备了。不过相比于太玄界的储物袋技术，地星的空间技术还非常薄弱，手环内部的储物空间极其小。方毅不得不挑选一些还完好且值钱的材料收入手环，这才离去。他不能暴露储物袋，因为他明白整座秘境都在监控之下，穿梭2界是方毅最大的秘密，他绝对不能让人发现。杀了这群夜枭之后，方毅找了个灵气充裕的地方，打算休息片刻，恢复下体内的灵力，却不想有意外之喜。感受到丹田内部那缓缓流动如星河般闪耀的灵力漩涡，方毅脸上浮现一丝喜色。果然，战斗才是最好的修炼方式。此刻的方毅已经隐隐约约抓住了一丝丝突破炼气7层的瓶颈了，相信过不了多久就能正式突破炼气8层了。这无疑是让方毅感到高兴的。白霞宫在体内缓缓运行，海量的灵气缓缓地汇聚在方毅的身边，变成一道道精纯的灵力，滋养着方毅的4肢百骸。忽然，方毅的耳朵动了动，睁开眼睛，看向不远处的密林当中，簌簌声响起，飞光发出嗡鸣之声，缓缓从剑匣中飞出。救命！尖锐的救命声响起，一男一女2个学子互相搀扶着，疯狂地朝着方毅不远处的一个方向逃跑。在他们身后，无人才能包住的古墓一拳打穿出一个大洞，一只狰狞的成年体夜叉穷追不舍，双目猩红，嘴里流出咸水。是苏磊磊和班上的另外一个同学。方毅没做丝毫犹豫，飞光走！湛金色的光芒在空中闪过，空气发出爆鸣之音。苏磊磊和吴昕疯了一般的朝着对面逃跑，因为在他们的身后有着一只吃人不吐骨头的夜叉。夜叉从小到大课本上描绘的恐怖一族，他们生性狰狞，长得极为恐怖，实力还异常强大。最为关键的是，他们是真的喜欢吃人。苏磊磊原本是听到了同班同学吴昕的求救声，赶了过去，想要搭把手，结果万万没想到，同学遇到的竟然是一只夜叉，还是一只成年体的夜叉。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这只成年体夜叉的实力竟然是恐怖的9道纹路，也就是9品武者。夜叉族不是异兽，他们的实力区分是按照胸口处的纹路来辨别的。一道黑纹相比于1品武者，这只夜叉的胸口处长满了9道黑纹，也就是9品武者。这让仅仅只是处于2品武者初阶水平的2人不由得亡魂大冒，疯了一样的拼尽全力的逃跑了。可是他们2个菜鸡如何能够逃得了超出自身实力好几倍的夜叉的追击呢？几个呼吸的功夫，2人就被那只恐怖的夜叉给追了上来。9纹夜叉张开大嘴，滴滴咸水掉落在地，轰的一声冲天而落，重重的砸在了2人的眼前。古墓倒塌，2人在这一刻心沉入了谷底。完了，这是苏磊磊心中唯一的念头。在他的身边，吴昕已然被9纹夜叉的恐怖气势侵入，双眼一白就昏死了过去。你丫的！苏磊磊此刻内心的极其无语。手环上的传送功能没用了，因为成年体的夜叉自带强烈的磁场，只要自己还在他的身边不远，手环的功能就用不了。这一刻，苏磊磊的内心陷入了绝望。看着2个美味的小点心，终于是要放弃了挣扎。9纹夜叉的那双猩红的眼里不由得泛出一丝丝的残忍之色。姐姐，逃啊！怎么不逃了？夜叉口吐人言，更是让苏磊磊的娇躯忍不住的在颤抖。可这位女学子心中虽然害怕无比，可依旧强压下恐惧，保持着最后的风度。你不要点恶意，这是我们人族掌握的秘境，你要是吃了我们，你也好不到哪里去。9纹夜叉闻言，猩红的双目当中泛出更强的杀意，他桀桀的怪笑声传入了苏磊磊的耳中，尖锐无比。美味的小点心，还是在我的肚子里去大放厥词吧。9纹夜叉缓缓地伸出一只巨大的黑手，探向了苏磊磊。苏磊磊知道自己在劫难逃，他缓缓闭上眼睛，维持着自己最后的体面。爸妈，女儿不孝，就此别过了。就在苏磊磊以为自己要葬身兽口的时候，忽然他听到了一声刺破空气的爆鸣之声，紧接着便是那夜叉标志且恐怖的怒吼声。不过这一声怒吼之中，他听出来了痛苦。苏磊磊猛地睁开眼睛，看到了他此生难以忘记的一幕。那只3层楼高大无比的夜叉倒飞了出去，抱着自己的右手，双目猩红，地上散落2只手指，还有一滩黑色的鲜血。在他的身前，一道长身如玉的身躯挡在他的身前。在少年的身边，一柄湛金色的古剑悬浮在空气中，发出一道道嗡鸣之声，听起来十分之兴奋，散发出强悍的气息。苏磊磊认出来了，班长。方毅没有回头，你带着吴昕逃离了夜叉的影响范围之后，立马使用手环撤退。这里我来。苏磊磊闻言，本欲再说什么，可千言万语化作一个字：好。他不是蠢货，自然不可能去做小儿女姿态。果断的，苏磊磊扛起昏死过去的吴昕，飞快的撤离。待2人撤离之后，方毅才把自己的注意力全身心的放在了眼前的这只狰狞的9纹夜叉身上。恢复力果然强悍。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9纹夜叉原本那断裂的2只手指已经恢复如初。
他瞪着两只巨大无比如同红灯笼的双目，死死地盯着方毅，杀意伴随着煞气，如同海水一样朝着方毅精神识海倒灌进来。若是寻常武者，此刻已经被这恐怖的杀意给震成傻子或者昏死过去。可方毅不一样，与方毅心神相连的飞光发出一声刚毅的嗡鸣声。霎时间，那侵入方毅脑海里的杀意，如同阳春白雪一般，飞速地被融化。看着已经清醒的方毅，久闻夜叉不由得露出一丝惊愕。但很快，久闻夜叉发出尖锐的声音：“姐姐，你这人畜倒还算勇敢。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应该还是个极其稀少的精神念师吧？”久闻夜叉看着方毅身旁悬浮的飞光，误以为方毅是精神念师。方毅也不反驳，这本来就是他想要引导人们误以为的结果。久闻夜叉堪比九品武者，这样的夜叉在夜叉族内部也是一员勇猛大将，怎么会出现在这小小的秘境当中呢？方毅忽然故作阴阳怪气：“哦，差点忘了，你们这群夜叉是被抛弃在这里的。”阴阳怪气虽然表现得很明显，但却很好用。又或者说，夜叉本来就是生性暴躁的异族，虽然知道自己当初被放弃在这里是族内做出壮士断腕的行为，但如今被一个被视作是自己食物的人畜嘲讽，不由得让久闻夜叉心中的怒火砰的一下就涨了起来。卑贱的人畜，我要把你撕成碎片，然后一块一块吞吃干净！久闻夜叉仰天怒吼一声，身躯暴涨了几分，强大壮硕的灰色身躯带来了强悍至极的破坏力。他化作一颗灰色的巨型炮弹，几乎眨眼的功夫就出现在了方毅的眼前。那灰色的拳头高高的举起，如同一颗灰色的陨石，带着无法匹敌的力量，重重落下。这一拳要是真的轰在了方毅的身上，就算不死也会变成肉饼。方毅自然没有打算硬抗，而是发动了腿上的两张神行符，将由龙部施展。只听轰的一声巨响，空气中传来一道剑鸣之声，飞光化作一道湛金色的剑光，刺向了久闻夜叉的右眼。久闻夜叉实力相当于九品武者，只差一步之遥就能达到10文境界，也就相当于人类武者中的败将级武者。武者境界一至9品境界之后，便是打破藩篱，超凡脱俗，成就先天。败将级、封侯级、称王级之后的境界，那就是传说中的存在的了。败将级武者，也就是3级基地士的金海基地士接触的最高战力了。久闻夜叉这一尊异族，要是出现在金海基地士，在没有武道部和军方的高手出现之前，将会掀起一阵恐怖的杀戮。现如今，相当于9品武者实力的夜叉的全力一击，若是寻常的4品武者，恐怕已经被这一击被轰成碎渣。可方毅不一样，方毅施展游龙步，身形如鬼魅一般躲过了夜叉的攻击。紧接着，方毅神识御剑，飞光一击带着更精锐利之意，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瞬间击中了夜叉的右眼。霎时间，久闻夜叉发出一声痛苦的怒吼，右眼已经流出股股鲜血，地面炸裂出一道深坑。方毅轻飘飘地落在了不远处的古树上，左手握着飞光，长身如玉，居高临下看着平地中心那只捂着受伤右眼的久闻夜叉，随意将飞光上沾染夜叉之血挥飞。方毅握着飞光，丹田内的灵力漩涡如星河般闪耀，变为一道道精纯的灵力，沿着4肢百骸游动。人畜，你彻底惹怒尊贵的黑金大人了！我要一点一点把你压成碎末，然后一口一口地吞吃下去，让你感受这世间最为痛苦的刑罚。说话之间，久闻夜叉松开自己的手，潺潺流血的右眼已经恢复如初，只剩下一道小小的疤痕。夜叉族恢复力强悍，要想一击毙命，要寻找其要害。要害？方毅露出一抹微笑。要害什么的，只有不够强大之人才会刻意去寻找，而自己仅仅需要的是攻上去，然后压制对方，最后斩杀对方。久闻夜叉怒吼一声，身躯更是膨胀了几分，宽阔的后背之上忽地展出2道破破烂烂的黑色羽翼。紧接着，在方毅的注视下，自称黑金的久闻夜叉化作一道黑光，飞向了方毅。会飞，力量强，防御还强，恢复力也不错。正是这些优点融合在一起，才铸就了诸夏联邦陷入鏖战的强悍一族——夜叉一族。飞行途中，黑金并没有再次进行贴身战斗，而是双手猛地一揉搓，甩出了3颗黑气凝聚而成的气体。黑气团速度很快，犹如加速的炮弹，迸发朝着方毅袭来。若是小瞧这些黑气团，一定会被炸得4分5裂，因为这是夜叉一族的标志性的力量运用战斗方式之一，寻常的4品武者都不敢应接。可方毅敢！方毅见此一幕，手中飞光一按，发出一阵阵嗡嗡的尖锐剑鸣之声。剑乃凶器，飞光诞生的那一刻，就是注定要饱饮强敌的鲜血的。心裂开了一道口子，一只猩红的独目浮现。夜叉一族生着3只眼，但并不是所有夜叉都能睁开第3只眼。凡是能够睁开第3只眼的，无一不是夜叉一族中的天赋强悍者。因为只有睁开第3只眼，夜叉一族才能发动自己最强的攻击手段——死照之光。独目之中亮起黑气的光芒，下一秒，刺目的黑光从中喷涌而出，还做一道粗如门柱的黑色光芒。刺耳声中，飞光化作的湛金色剑光如螺旋状与扭曲了空气的黑光撞击在一起。3眼夜叉的最强攻击手段死照之光，那是让联邦牺牲了无数武者且为之苦恼的手段。可在监控室内众人难以置信的眼神中，湛金色的飞剑却迸发出了更强的力量，硬生生顶着黑光的轰击，爆出一道冲天起的少白剑气，破开了这道黑光。久闻夜叉的眼中闪过一丝浓浓的难以置信，战剑飞剑却势如破竹，再次斩向了他。区区人畜，不可能破我的防御！久闻夜叉大吼一声，浑身黑气再次冒出，将漆黑的黑甲又加固了几分。他硬生生挥舞着手掌，将飞光抓住在手里。呲啦啦啦，刺耳的响声再次响起。可就在这时，方毅道观进入飞光的精纯灵力彻底全面爆发，
湛金色的剑光忽地猛然暴涨，化作铺天盖地的剑气狂澜，吸引着周围100里范围之内的灵气，无情地轰击在了久文夜叉的身上。轰轰轰轰轰！面对铺天盖地的剑气狂澜，久文夜叉的防御再强，也被这无穷无尽的灵气狂澜轰开了防御。缭绕在身体之上的黑气越来越少，他倒也果断，直接引爆了身上仅存的黑气，化作一团黑影，朝着远方逃去。可飞剑最擅长的就是追击落荒而逃的敌人，在久文夜叉的痴呆的目光中，湛金色的剑光悄无声息地追了上来，轻易地洞穿了他的眉心，并化作一柄雀跃无比的飞剑，在他的身前嗡嗡作响。后者抬起手，向着天空摇晃了几下，接着肉山般的身躯轰然倒地。久文夜叉斩杀成功！看着实力堪比9品武者的久文夜车被方毅一击斩杀，监控室里的众人有一个算一个的，不约而同地出了惊骇的神情。许久之后，才有人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缓缓地吐出了一句话：念师天才。方毅是一个念师天才，全部人都知道，凡是能够觉醒精神力，成为精神念师的人，都是万万人当中的天赋者，而念师天才则是这万万人当中天赋者中的佼佼者。所有人惊骇的目光中，为首的武道部部长刘俊整个身躯依靠在后面的墙上，双目微微睁开，双目在发光，因为在场所有人当中，无人比他更加清楚一位念师天才代表着什么。武者是联邦的基石，念师则是其中重要无比的中流砥柱。诚然，念师修行极为艰难，且还要看天赋，但只要能达到2级念师水平，无疑不是各个基地师的支柱。刘俊之所以知道念师的重要性，完全是因为他所拜的老师门下有一个3级的精神念师的师兄。这位师兄的念师天赋还只是一般，却被他的老师奉若至宝，耗费了海量修行资源，成就了3级精神念师的实力。现如今，这位念师师兄在战场上御使3柄飞刀，强势无比，战力无双，甚至可以影响一场小型战役的结果导向。当然，若是强悍的武者，自然可以战胜精神念师，可若是同等水平之下，精神念师的战力和诡谲程度是同等级的武者所不能战胜的。更别提一部分精神念师同时也练武，两者叠加起来，那恐怖的战力无愧于联邦的中流砥柱。可想而知，方毅刚才御使飞光斩杀久文夜叉这一幕，给他们造成了多么大的震撼。普通天赋的念师种子都如此珍贵，别说现如今方毅所表现出来那堪比念师天才的战斗力。刘俊深深地看了方毅一眼，心思逐渐活络了起来。3秒之后，刘俊打了一个响指，军方的江上将立马会议，一声令下，兵团的武者们将监控室都给包围了。如此举动自然引得众人不解和恐慌。江少将、刘部长，这是做什么？6位武高校长和其他基地室前来观战的高层们，此刻内心一片慌张。刘俊也没有废话，极为严肃地看了一眼在场所有人，冷声道：我以金海基地市武道部部长兼任联邦武者管委会 C 级委员的身份，在此宣布，方毅同学的念师天赋乃联邦 C 级机密。今日诸位看到关于方毅同学的所有一切的表现，都将进行3缄其口，不允许向任何人透露，违令者将会被联邦革职，并送上军事法庭。刘俊的话语让众人一惊，尤其是本来就对方毅没有任何好感的第2武高的校长顾明，更是面露不悦。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自己作为武道部的分管单位，不能直接驳斥上级的命令，所以一张老脸铁青着像是锅底一般，在场所有人都不敢出声，又或者说所有人都被刘俊的第2个身份给震慑住了。联邦武者管委会，这是联邦用以管理武者、异能者和念师的机构，既是独立在联邦体系之外的，同时也是很多其他机构官员想要挤进去的。联邦武者管委会的权力很大，刘俊在说出他的名字之后，在场所有人的面前很快就被人送上了一份文件，保密文件具有联邦的保证，同时还被高等级的精神念师下了精神秘法，所有签下协议之人半个字都吐不出来。在签下这份保密文件之后，在场所有人对今日这件事都必须3缄其口。签完这份协议之后，刘俊的心情这才稍微沉了下来。他看着监控画面里正在调息的方毅，眼中露出深邃之色。难道金海基地市这个小地方终于要出现一条潜龙了？同源秘境之中，斩杀了久文夜叉之后，方毅体内的灵力也枯竭了。果然战力是足够的，可是境界多少有些跟不上。方毅向来善于总结，调息了一会儿，恢复了体内1/3的灵力之后，这才站起身来做出了总结。现如今的方毅，战力方面远攻有各种灵符和飞剑，近战有混雷掌和游龙步，但最强的攻击手段还得是飞剑。但飞剑帅气且强大的背后，需要的是庞大的神识和庞大的灵力供应。区区炼气7层，对于刚才斩杀堪比9品武者的久文夜叉，方毅只能够使出2剑。2剑之后，方毅体内灵力枯竭，就只能歇菜了。若是再以大量的义气灵水或者黄金丸补充，或许可以勉强再斩出1剑，但威力肯定不如前2剑。说来说去，还是因为白霞宫的品质太低了，自己还得看看能不能从云阳山的传承中开出更高级的功法。总结完毕之后，方毅驱使飞光，将久文夜叉身上值钱的部分全部都切割了下来。达到久文这个层次，这只夜叉无疑是夜叉一族中的佼佼者，他的防御恐怕正常的9品武者都难以破防。可是飞光不一样，飞光所用的材料是方毅通过000的玲珑药器收集的珍稀无比的合金，更有太玄界独有的灵材矿石加入其中，再加上蕴含着后天庚金之意的少白剑气的加持，种种结合造就了现如今的飞光。湛金色的剑气之下，久文夜叉的尸体被切割出一块块，挑出了其中最值钱最精华的部分。久文夜叉的肉类是市面上武者师部的首选肉类，可以挑一些，防御力惊人的皮可以割一些，骨骼堪比很多合金，要了
当然，最重要的是心脏和眉心的第三只眼，尤其是眉心的第三只眼。方毅手中握着夜叉的第三只眼，后者如同一颗血色的玻璃球，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辉。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是精神念师辅助修炼的灵材之一。这东西对于现如今伪装成精神念师的方毅来说，是一个绝佳的掩饰之物。再者，若是不想要，也可以通过宁玲玲的渠道处置了，到时候又是一大笔联邦信用进账。处理完值钱的材料之后，方毅约摸估算了这些材料的价值，结果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值：600多万联邦信用值。联邦信用值不单单在诸夏联邦内通用，更是在全球范围内也是可以使用的。600多万的信用值，方毅这一波可谓是暴富了。方毅将飞光收回剑匣中，心中也是颇为喜悦。都说这马无夜草不肥，这一波自己可谓是赚大了。收拾完9纹夜叉的材料之后，方毅又调息了一会儿，打算随意再逛逛。至于积分，在斩杀了这只9纹夜叉之后，方毅的积分已经来到了一个极为离谱的数字1529。这只9纹夜叉的积分足高达800点积分。现如今的方毅是名副其实的积分榜第一，反观之后的第2名和第3名，仅仅只是在300多分来回徘徊中。除非他们也像方毅一样越级斩杀9纹夜叉，否则根本不可能超越方毅。方毅知道自己现如今的表现一定会被金海基地市的高层尽收眼底，他们一定会震惊于方毅所表现出来的天赋。但这正是方毅想要的。联邦很大，这个庞然大物所掌握的资源肯定要比方毅想象的还要海量丰富。方毅要想攀登那武者和修士的高峰，单单靠着自己一个人速度是不够的，展现出超脱万万人的天赋，以此获得基地市高层的重视，乃至于获得联邦高层的重视，从而获得海量的修炼资源，这才是方毅的目的。思考完毕之后，方毅想要再次上路，却在9纹夜叉的尸体不远处发现了一枚青色的果子。方毅靠近了那果子，脸色微微变化，好香啊！这青色果子竟然散发着一种浓浓的香气，勾引着方毅体内的灵力和气血微微跳跃。方毅有点古怪。正在这时，方毅闻到了一股从远方飘来的清香之气，抬起头微微观望了一下，似乎是那个方向。给腿上贴上2张神行符，方毅将青色果子收下，施展游龙步，以超出寻常武者的速度朝着那个方向赶去。越是靠近那个地方，那股清香就越是浓郁，古木参天，入眼所见之处都是一片葱郁。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方毅赶到了目的地。不过这里似乎是秘境的中央，在这里生长着一棵与其他古木差不多大小的古树，只不过这棵古树明显不一样，周身缭绕着淡淡的青色灵光，树叶如碧玉，树根如囚笼深入地底，树冠如华盖，一看就很不凡。但就是这一棵不凡的古树面前，方毅看到了7个黑袍人，还有3只成年体夜叉。方毅很小心，神识远远察觉不对劲之后，果断给自己身上贴上了一张脸息符。这张符箓在基础符经里没有，是真武山那位符师羽沙长老传授给方毅的。方毅的气息收敛了起来，与周围的树木灌木融为一体，并悄悄地靠了上去。靠近到一定程度之后，方毅停了下来，旋即又往双耳上贴上了2张灵耳符。灵耳符增加耳朵灵敏程度，扩大接收范围。很快，灵符散发着淡淡的灵光，方毅清晰可见地听到了2拨人马之间的对话。古树之下，7个黑袍人之中走出一个，对着3只成年体夜叉道：“不行，帮助你们出去的前提是，你们必须要把炼化这颗碧霞青铜的方法交出来，否则交易作废。你们这群老弱病残，就在这里乖乖等死了。帮助出去。”方毅双目看向那黑袍人，果然在对方的袍子上看见了3眼符号。果然3眼邪教还有人潜藏在秘境之中，不过看他们的表现，似乎并不是来狙击联邦天才的，而是为了眼前这棵名唤碧霞青铜的古树。方毅继续听下去，为首的夜叉胸前有7道黑纹，实力只比方毅斩杀的9纹夜叉弱半分。他张开狰狞的大嘴，呼吸如风向般作响。人畜，你们不要不识抬举，高贵的夜叉是不会任由食物摆布的。夜叉好食人，向来瞧不起只能充当自己食物的人类。要不是这群人畜本身站在非人类这一方，估摸着夜叉们就已经杀了上去，痛饮一番鲜活的人血。3眼邪教徒似乎早明白这群夜叉的态度，冷哼了一声，直接掏出了一枚令牌模样的东西。3只成年体夜叉一看，脸色猛地一惊，可恶，族里竟然舍得把它给你们！方毅背对着那群3眼异教徒，看不见那令牌上铭刻着什么东西，只知道那非常令夜叉们忌惮且必须遵守这枚令牌持有者的命令。为首的夜叉嘴里说着什么，似乎是将一道秘法传入了黑袍人首领的耳朵里。后者点点头，带着剩下的黑袍人站在了碧霞青铜的身边，浑身冒出一股股黑色的气体，倒灌入碧霞青铜的体内。古树的华盖当即簌簌发抖，清灵灵的灵光在这一刻也变得岌岌可危了起来。更让方毅错愕的是，他身下的古木在这一刻竟然隐隐约约在发抖。不对，不是在发抖，而是在生气。忽然，方毅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明悟了，这群3眼异教徒莫非是在炼化秘境核心？考核之前，方毅就被班主任刘洋叮嘱过一些事情，其中也包括了关于秘境核心的事情。刘洋是这样说的，谁能炼化秘境核心，谁就能拥有这座秘境。多年来，金海基地市一直找寻秘境核心，为的就是炼化其彻底掌握这处秘境。但是人类到底起步较晚，关于秘境的诸多事宜早就被夜叉之类的异族给研究琢磨透彻了，人类还只是刚刚启蒙阶段，异族会炼化手段，反观人类这边完全不了解，仅仅只知道秘境有核心一说。可核心被敌人炼化的危害，方毅心中门清的很。不行，要是让这群邪教徒炼化了秘境，岂不是断了基地市的命门？
小姨夫蔡胜曾经和方毅提过一句，整个基地市的经济和修炼资源2/3都靠着同源秘境的灵材产出，若是同源秘境被邪教徒炼化的话，那整个金海基地市恐怕就会经济崩溃，超出半数以上的人都会失去工作，甚至连未来培养武者都会培养不起。方毅毫不犹豫地摁下了手环上的紧急呼叫功能，但似乎邪教徒们早就在周围布置了干扰手段，没有任何作用。被干扰了呀！方毅抬起头，看着不断灵光削减的碧霞青铜，听着身下古墓不断传来的簌簌之音，心中衡量了片刻。几秒过后，再抬起头时，双目之中闪过了前所未有的郑重和浓浓的杀意。飞光发出嗜血的轻微嗡鸣声，精纯的灵力融入四肢百骸，心脏如神魔般跳动，给予了方毅前所未有的强悍气血之力。方毅缓缓睁开双目，眼中似乎雷光炸裂。何须寻找元首，我一人就能杀光他们。沉下心神，冷静如千年寒冰。从小方毅就知道一件事情，当你越是想要办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就越是要冷静。急躁和骄傲只能让你无能狂怒，唯有冷静。冷静。重复3遍冷静之后，方毅脸上的表情越发的平静，但身体内部流淌的气血之力却在这里蓬勃迸发。武者之道在于气血。这段时日，方毅可不仅仅只是一门心思钻研修仙，更是也将一部分精力放在了淬炼气血之上。现如今的方毅是一位实打实的6品高阶，可你若是将他当成一个普普通通的6品高阶武者，那就大错特错了。出拳的那一刻，方毅的脑海中闪过很多画面，但这些画面统统都被捏散，化作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打死他们。下一刻，方毅果断急吸一口气，原本健壮的身躯猛地向外膨胀了好几圈，身躯猛地胀大，原本沉寂的气血之力此刻化作一条条气血长龙，在方毅的经脉之中肆意游荡，带来蓬勃之力。方毅缓缓抬起头，果断施展出自己武道上的所有技能。青雷灵体发动，一缕缕青色的细微雷光肆意游走在方毅体表，雷光发出细微的噼里啪啦声，磅礴蕴含着极强的破坏力。青雷灵体乃上乘断体法门，带给方毅的是极强的爆发之力。小乘级别的混雷掌化作混雷拳，近乎5倍力量的爆发。游龙步发动，全部给我启动。碧霞青铜古树之下，黑袍人围成一个圈，双手举着，散发出一道道黑气气体，钻入树中。为首的黑袍人站在眼前，袍子下的双目忍不住喜悦了起来。作为此次神教秘密行动的首领，若是将这件事情办成了，回去之后肯定能够得到神教的嘉奖。到那时候，力量提升什么的都不在话下，甚至还有可能能够获得圣血的恩赐。若是真的能够获得圣血，忽然，男人的瞳孔猛地一缩，因为一个缭绕着青色雷光的拳头猛地在他的视线里放大。只听那砰的一声巨响，斗大雷光的拳头猛地砸在了男人的心脏处。下一刻，黑袍男人身躯折成了一个 T 字形，带着一连串血雾，如一串断线的风筝倒飞了出去。几乎在场所有人都能够听见一声清脆的骨裂声。轰！方毅运转青雷灵体，心脏发出一声生强而有力的巨响，迸发出更多气血，流通四肢百骸。趁着全部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住了，方毅果断清场，仿佛天上有青色雷霆降临。方毅3步并作2步，一拳再次轰向旁边一个黑袍人。后者毫无疑问被如同肌肉神魔一般的方毅直接打碎了脑袋，黄白之物散落一地。一个打死，脚下由龙步施展，身躯如云中神龙出现在下一个黑袍人的身边，举起拳头再次打向对方脑袋。砰！犹如一个个西瓜炸裂，原本人体结构最为坚硬的头骨，此刻在方毅的手中却像是西瓜轻易碎裂。黄白之物所带来的血腥味终于将他们都给惊醒了。不好，敌人攻击！顷刻功夫，原本7个人的邪教徒就被方毅轰出去一个，杀死了2个，只剩下4个。4个邪教徒果断放弃炼化秘境核心，抬手将手中黑气攻向方毅，一个个气势强悍，赫然都是6品和7品武者左右的层次。与此同时，其中一个邪教徒对着不远处看戏的3个夜叉怒吼道：“你们还看着干什么？完不成任务，你们也别想出去！”不远处的3个夜叉也反应了过来，双目之中泛出红光，浑身冒出浓郁的黑气，散发着强大的气势，对着方毅也攻了过来。早就防着你们这群异族了。方毅的心中燃烧着一团火，外面包裹着一层寒冰，极端的气血之力在燃烧着，带来了强大的破坏力。同时，他还有一记杀招。只听轰隆一声，一人多高、重达几百公斤的仰剑匣忽然出现，轰然落在地上，激荡起一片灰尘。方毅重重一拍，一口湛金色的飞剑化作神光飞出，咻！飞光一穿而过，掠过了3只夜叉的身形。后者猛地僵硬，眉心已然被洞穿了一个碗口大小的血洞。同时，无数细小的锐利剑意猛地爆发，将夜叉那引以为傲的肉身防御切割出无数细小的肉块。不，这不可能！为首的是一只7文夜叉，实力堪比7品武者，若是全力爆发，甚至可以直达8品武者巅峰的实力。他僵硬在原地，感受着身躯里的生命力一点点流逝，瞳孔猛地放大。可他的遗言并没有说完，就被伤口处的剑气磨碎了脑袋，化作了无头尸体。飞光一闪而过，在不远处拐了个弯，折返而回。方毅再次倒灌出1/3精纯灵力，后者大放光芒，如一道细线，一一洞穿了剩下4个黑袍人的眉心。至此，这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至此落下帷幕。方毅站在碧霞青铜古树之下，环顾四周，看着最后一个黑袍人将手伸向自己，眼中带着难以置信的神色。之后死去。但方毅并没有立马放松警惕，而是看向了第一个被自己轰飞出去生死不明的邪教徒首领。
后者倒在不远处的树下，胸膛凹陷下去，流淌了一地的鲜血。武者固然强大，但只要被击穿了心脏和脑袋等命门，依旧要瞬间毙命。方毅上前欲要补刀，可脚步猛地一停，猛地暴退了10米开外。湛金色的剑光爆发出一道轰鸣，朝着地上躺着的邪教徒首领猛地轰了过去，所到之处掀起爆炸的狂风。可飞光只停在邪教徒的眼前，却再也难以靠近一步，因为一道曼妙身躯不知何时出现，挡在了飞光面前。一道黑气形成的光盾将飞光挡了下来。方毅再次暴退，直至退到了50米开外。飞光也嗡的一声护在方毅的身前，散发着道道嗡鸣声。那曼妙身躯披着一身红黑色的袍子，虽然宽大，可依旧难掩玲珑身躯，有着一头墨色长发，面容艳丽。更引人注目的是，女人的眉心处有一道黑色的纹路，像是眼睛，3眼邪教的标志性纹路。碧霞青铜古树旁，方毅看着诡异且带着几分虚幻身形的艳丽邪教女人从黑袍人的身躯里飘出，如临大敌。不用思考，方毅就明白了眼前女人的实力。降级武者，也只有拜降级的强者才会让方毅感受到如此之强的威压。在太玄界，就是筑基强者。艳丽女人身上的黑气犹如生命体一般，化作一件华丽的大苍，披在曼妙的身躯上，更显得几分妩媚。若是在基地时，这样的女人绝对是红颜祸水级别，一定会得到很多武者的追求。但这是在秘境之中，方毅并不会小瞧任何一个敢在荒野中毫无保留地彰显自己魅力的女人。更何况，眼前的女人是邪教徒，邪教徒是联邦的死敌，是危害联邦安稳和人类安全的蛀虫。方毅冷冷地看着对方，后者勾勒出一抹微笑，视线落在了方毅身上。你不怕？疑似3眼邪教高层战力的艳丽女人还没有说完半句话，只见站在他眼前，上一秒还老神在在、胜券在握的少年，下一秒就化作一道盾光，消失在远方。饶是艳丽女人见多识广，也被方毅这一手操作给弄糊涂了。但她仅仅只是糊涂了1秒，心中却冷笑了起来。小子机灵啊！不过遇上我黑曼陀，你的死期已到。小子别跑！自称黑曼陀的3眼邪教女人冷冷一笑，身躯化作一道闪电，以远超9品武者的速度朝着方毅追去。远方，方毅的耳朵微微动了一下，嘴角冷笑：不跑？难道我站在原地乖乖引颈受戮？傻子才不跑！方毅是自信，但并不是自负。我辈剑修，平生不憋一口恶气，但关键时刻偶尔从心一回还是可以的。霎时间，一黑一战金2道盾光在古木参天中跳动，互相追逐。原本的黑曼陀对于自己的速度无比自信，他觉得自己一个拜降级强者对付一个区6品武者，还不是手到擒来。可追了好一会儿，黑曼陀原本自信无比的表情逐渐变得有些呆滞。这小子到底是哪里来的怪胎？逃跑的速度竟然比我这个拜降级强者还要快。黑曼陀在3眼邪教的神识群体当中，自问也是速度出众的好手了。可现如今，他引以为傲的速度竟然追不上一个还不到7品实力的武者。这要是传出去，还不得让其他神识给笑死？正当黑曼陀欲要使出秘法追上前面那个不知死活的学生的时候，忽然前面那道遥遥领先的盾光在不远处打了个圈圈，折返了回来。黑曼陀先是一愣，转而狂喜，他停在不远处，等待着这个不知死活的刚觉醒精神念力的天才学子送上门。这可真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啊！觉醒了精神念力的武高学生，拿着你的头颅去面见祭司大人，想必一定会得到莫大的嘉奖吧。想到这里，黑曼陀不由得发出张狂的笑声。他的一双皓白的手腕之上已经凝聚了道道浓郁且阴冷的黑气，只待这个不知死活的小不点送死。剑光猛地一顿，在50米开外露出了方毅的修长的身形。黑曼陀冷冷一笑，来了猫戏老鼠的兴趣，嘲弄道：怎么知道今日必死，所以引颈受戮？放宽心，姐姐我下手向来很快的，绝对不会让你受到一丝一毫的痛苦，在安乐乡中死去的。他似乎修行了一种声音类的秘法，让方毅不自觉的精神恍惚。可方毅识海深处，飞光的剑鸣声响起。方毅冷冷地看着黑曼陀，冷声道：不，我只是忽然想起来一件事情。什么事情？或许是觉得眼前这联邦天才必定会死在自己的手中，黑曼陀难得地回应了一句。入秘境之前，我的班主任曾经告诉过我，此方秘境乃是一个小型秘境，而小型秘境的容纳上限是9品武者实力巅峰。换而言之，方毅冷冷地看着对面黑曼陀，随风飘起，在光中带着几分虚幻的衣角。你并不是真身进入，而是用不知道什么的秘法制造出来的一个9品武者巅峰的分身。少年清朗的声音让黑曼陀一愣。旋即，黑曼陀捂着白皙的胸口发出嗤笑声，眼力倒是不错，可是你觉得这就能打败我吗？黑曼陀觉得眼前的方毅是在临死前的挣扎，可方毅不是这样认为的。笑？有什么好笑的？敢用败将级的威压来吓我，你已有取死之道。闻言，黑曼陀先是一愣，旋即大怒：蝼蚁，找死！黑曼陀一双白皙的双手挥动了起来，一股浓郁的黑气在他的双手揉搓之下，化作漫天的黑色针雨，朝着方毅攻去。方毅冷笑，抬手将1/3的灵力灌输进入飞光之中。霎时间，飞光挥舞得密不透风，将剑主庇护在内。当当当当当，黑色的针雨似乎带着腐蚀之力，方毅脚下的树叶接触之后，立刻被腐蚀出一个灰烬。一拍腰间隐藏的储物袋，一面金色的龟壳类盾牌浮现，接替飞光，将方毅护得死死的。放弃了守护职能。霎时间，飞光消失在原地。湛金色的剑光大放光明，在方毅精纯的灵力之下，上面铭刻着的3道少白剑符化作精纯无比的少白剑意，充斥在100米范围之内。少白者，锐利者也。感受着这精神力都隐隐约约刺痛，
黑曼陀终于是发现不对劲了，他双手一挥，手中多了一柄黑色的漆黑古扇，气血奔腾，用力一扇，阴冷的风在呼啸着。那漆黑的狂风之中，带着一道道阴冷的黑气刀光，每一道之上都带着阴冷嗜血的感觉，搭配狂风中的靡靡之音。若是寻常武者，恐怕会为战而怯。给我死！黑曼陀冷声喝道，仿佛眼前的方毅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当当当当！可散发着金光的金龟盾却牢牢地挡住了那堪比八品武者一击的漆黑刀光。黑风中的靡靡之音也对方毅起不到任何作用。急！面对着铺天盖地的一击，方毅冷冷道：密集无比的刀光和黑风中，飞光一一穿过，化作湛金色的剑光，所到之处，所有刀光黑针都湮灭，化作能量粒子。湛金色的剑光在空气中不断的跳跃，时而轻灵，时而是大力沉，可无论如何变化，都无法改变其强悍的攻击力。见此一幕，黑曼陀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作为一败降级强者，三眼神教中的神士，乃是强者中的强者。虽然这个小型秘境是自己运用秘法制造而出的分身，但也是具备一部分败降级强者的力量的。往日里，他仅仅只用这一招就能够一大把6品武者给杀死。可现如今，黑曼陀看着那在半空中不断跳跃的湛蓝古剑，又看了一眼龟缩在金龟盾中的方毅，眼神既有兴奋，同时也有复杂。想要成为一个精神念师的前提是先天觉醒精神力，但精神力的测量，除非是靠专业仪器，否则很难从表面看得出来。但也有一个比较直观点的办法，那就是从可以操控的物件数量看得出来。方毅可以操控2件物件，一看骨龄也不大，无疑是精神念师种子里最好的一批。只要自己能够杀了他，就算事后被外面那群基地式的武者高层发现，打爆自己这个分身也是值得的。几乎眨眼的功夫，黑曼陀的心中就已经下了决断。他冷哼一声，伸出一只素白的手掌，对着方毅冷声道：能够杀死一个未来联邦的念师天才，我这分身也算是死得其所了。小子，记住，杀你的是三眼神教的神士黑曼陀大人。说罢，那只素白的手掌上源源不断地涌出了大量的黑气，不同于寻常的雾气，犹如软体动物一般，像是被赋予了神秘力量，无风自长。待长到一定程度之后，黑气化作一只巨大的黑色手掌，如传说中的巨人之掌，对着方毅遥遥盖了下来。呼呼呼呼，空气发出一阵阵爆鸣声。方毅抬起头，肉眼可见这股巨大黑气手掌上弥漫着那种强悍的威力。可他跑不了，因为他在此刻浑身阴冷，像是被某种冥冥中的强大存在注视着他，让他浑身像是注入了定身法一样。是他的第三只眼。透过金龟盾的防御，方毅看清楚了，那个自称是三眼邪教的神士黑曼陀的女人，眉心那道眼睛纹路此刻睁开了一道缝隙，迷乱的紫光从中透露了半分，死死地盯着自己。就是这一道注视，让方毅像是中了定身法一样。死吧，蝼蚁！见方毅被自己定住，黑曼陀不由得勾勒出一抹嗜血的笑容。那只巨大且完全由阴冷黑气汇聚而成的大手掌轰然落地，轰隆一声，像是原地被小型破甲弹轰了一遍，土地被掀起了一道深坑，古树折腰，到处可见的是倒飞出去的树枝和木屑。灰尘渐渐散去，黑曼陀曼妙的身躯站在远处，他的一双美目微微低吟着，开合之间有喜悦之情。死了，死得透透的，没有人能够在我黑曼陀。在黑曼陀的感知中，那应该没有生命气息的攻击中心，此刻竟然传出了一声蓬勃有力的心跳声。不可能！黑曼陀脸色难看，卷起一道狂风，将烟尘散去。只见烟尘之中，一道挺拔的身形矗立在原地，浑身的武道服已然碎裂成布条了，可是身躯却洁白如玉，没有半分受伤的痕迹。这不可能！黑曼陀咬住自己的下嘴唇，脸色变得极为的难看。他这一招毫无疑问是必杀6品乃至于8品武者的，可眼前这小子竟然毫发无伤，这不科学！就当黑曼陀内心一片凌乱的时候，矗立在攻击中心的深深土坑当中的方毅忽然重重吐出了一口气，缓缓道：有点疼啊。速速！方毅缓缓站直身子，俊朗的脸上缓缓地露出了一个淡淡的笑容。刺啦啦，因为爆炸产生的木屑折碎石头伴随着方毅的身躯挺直，统统坠落在地。方毅挺直了身躯，上半身挂着一圈烂掉的武道服，下半身也是破破烂烂的，但他此刻气势已然是涨到了巅峰。吱啦一声，方毅随手将身上烂掉不能穿的武道服撕了下来，看向不远处的黑曼陀。呵呵，我猜的果然没有错，你这秘法分身根本没有败将级武者的实力，顶多9品武者高阶，甚至都没有巅峰。既然你杀不了我，那我可就要来杀你了。话音落下，黑曼陀的瞳孔猛地一缩，因为站在深坑中的方毅已然消失不见。不好！黑曼陀的武者警觉告诉他，立刻马上的离开原地。可下一秒，他的心脏猛地一缩，因为一片阴影不知何时已然将他的眼前上的视线全部盖住，犹如一座山脉。黑曼陀看清了，那是方毅。原本精壮的身躯此刻骤然膨胀了数倍，身高也拔高了2米左右，发绳断裂，一头黑发无风自动飘然在脑后。最重要的是，方毅的身躯之上一股沉重如水银般的气血毫不掩饰地散发出来，衬托出他那如同神魔般的伟岸身躯。黑曼陀心中警铃大作，毫不犹豫地打出一拳。霎时间，阴冷的黑气汇聚，空气出现了爆鸣之声，直奔着方毅的心脏处，如一柄尖刀剜了下去。蝼蚁，你彻底惹恼我了！黑曼陀一头黑色秀发狂舞，丹凤眼中弥漫着肆意的杀意，黑气更是如同乌鸦一般，对着方毅毫不犹豫地使出了一杀招。可下一刻，一只青筋暴起、粗壮如门柱般的手掌轻易地就将他的杀招接住。轰隆！空气中爆发出轰鸣之音，
黑曼陀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杀招被方毅轻易接下，双目微微睁大。这么小的力气也配称之为武者？方毅低喝一声，青黑色的手掌猛地使出了巨力，将黑曼陀的手臂扭成了麻花状的钢筋。接着，在对方痛苦的即将哀嚎声将要脱口而出的那一刹那，另外一只粗壮的手臂猛地一把抓住了他的脑袋，死死地抓住，犹如老鹰抓起一只小鸡似的。黑曼陀哀嚎声甚至没有发出来，因为方毅已经毒死了他。黑曼陀心中忽然迷茫，等等，他要干什么？下一刻他就明白了，因为那只青黑色手臂上忽然传来缭绕的青色雷霆。雷霆从黑曼陀没有来得及闭合的嘴巴粗暴地倒灌进入其中。下一刻，凄厉的哀嚎声之中，一个闪耀着电光的身躯不断地扭曲着。方毅看着这一幕，淡淡道：电击的滋味如何呢？青雷断体诀，这门功法乃是真武山上乘的炼体功法，据传是上任掌门尤力得到的一位金丹前辈赠送的。这门功法的品阶很高，起码比真武山自家传承的炼体功法要高得多。但这些年来，真武山敢修行这门炼体功法的弟子们却少得可怜，原因无他，完全是因为修炼这门功法的人需要经历自虐。青雷断体诀的前期需要人为的接受雷霆倒灌的洗礼，使得身躯能够承受住雷霆的洗礼，并且达到肉身承载雷霆。当然，区区炼气不可能直面天上的雷霆，在太玄界需要使用别的方法，人为制造雷霆，不断的轰在身上。这一步是炼皮油炼脏，太玄界的修炼手段还是有些匠气。回到地心这边，方毅果断借助宁玲玲的关系，定制了一台辅助修炼的专用电击修炼舱。从一开始的轻微电击，直到后面一路火花带闪电的那种，没有人知道方毅在前期承受的痛苦，但这些苦难都在现如今化作了青雷灵体，再搭配方毅本身怀有的上品雷灵根，所以造就了现如今的方毅能够使出的倒灌雷霆进入黑曼陀的嘴巴里。电光闪过之后，空气中并没有传来烤肉的香味，方毅如神魔般的身躯缓缓缩水，弥漫着身躯表面细微的电光也缓缓收入体内。手中被硬生生电烤死亡的黑曼陀，此刻竟然缓缓化为一片片漆黑的碎片，融入了风中。方毅微微挑眉，心道果然，这东西果然是秘法造就的分身，根本不是实体。不过想来，分身和本体有一定的联系，自己这一招化身杨永信一定会给他带来深刻的印象吧。电死了这位三眼邪教的神识分身之后，方毅为了以防万一，驱使飞光将在场邪教徒的尸体轰成了渣渣。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群邪教徒可真阴间。做完这一切之后，方毅忽然脸色一变，要突破了。说罢，方毅一拍腰间隐藏的储物袋，一套阵旗出现在他手中，随意一抛，随后阵旗飞快地插在了周围不远处，勾连出一道玄奥的纹路。霎时间，平地里凭空生出一股浓浓的雾气，将方毅的身躯淹没。浓雾之中，方毅再次一拍储物袋，手中多了一个阵盘，聚灵盘。这是方毅磨了挺久高柳，拜托他去找真武山掌门借来的，效果是聚集灵气。手持聚灵盘，方毅在雾气中坐下，体内的白霞宫默默运转，海量的灵气缓缓被吸引过来，浸没了方毅。不单单是白霞宫，就连少白剑诀在此刻也按照运行痕迹在方毅的体内开始运转了起来。许久之后，方毅站起身来，身躯当即爆发出一股类似于炒豆般的爆炸声响。突破了！方毅的脸上露出了开心的表情，不怪他如此高兴，完全是因为这一次突破不仅仅只是境界的突破，炼气7层巅峰成功晋升为炼气8层初阶。方毅丹田处那如同星河般的灵力漩涡，此刻更是膨胀了不少，且变得更为精纯。换而言之，就是灵力的质量更高了。少白剑诀心法第1层也晋升为了少白剑诀心法第2层，这让方毅对于飞光的预示更加的得心应手了，甚至让方毅隐隐约约觉得飞光像是自己手臂的延伸，有一种知哪打哪的感觉。方毅心神一动，甚至都没有下令，不远处的一颗大青石就4分5裂，飞光雀跃的飞了回来，如乳燕归巢，嗡嗡的响着。好好好，还不仅仅只有这些，方毅的青雷断体诀也从第3层中阶突破至第3层高阶了，带动着方毅的武道境界也从6品高阶越过6品巅峰，来到了7品初阶了。这也就意味着方毅的身躯气血更加强大，所能爆发出来的速度、力量和杀伤力也更加强大。青雷断体诀一共分为12层，前4层对应炼气期，中4层对应筑基期，后4层对应结丹期。直达结丹期的炼体功法，对于武道来说简直不要太合适了。武道也不能放弃，刚才那全力爆发的感觉，一拳轰死他们的那种感受，真是太美妙了。回味着刚才自己那爆发的模样，就连方毅自己也觉得格外的迷人。这般想着，方毅觉得自己更不应该放弃武道了。武道一途必然也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战斗完成之后，也到了清扫战场的时候了。方毅将能用的材料都给收拾干净了，最后还在那黑曼陀的死亡的地上捡到了一颗黑色的珠子，手中握着那圆润的珠子，方毅只觉得眉心识海里的神识隐隐约约在跃动着。对神识有用的灵材，找高师问问看。将珠子收好，方毅来到了7、8层楼高的秘境核心碧霞青铜古树旁，后者撑着一顶葱郁华盖，粗壮的树干上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清灵灵的荧光。靠近了这颗秘境核心，方毅果然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清香。果不其然，那青果子就是这棵古树的。对于这棵秘境核心古树，方毅倒是没有太大的想法。观察了一阵子之后，方毅结合了太玄界的知识，知晓了这棵古树的品阶，能够作为一个秘境的核心，这棵碧霞青铜的实力应该处于一阶中品或者高品之间。但是灵木类天生生命力强盛，所以才能造就很多其他灵物不能抵达的效果。这类灵木真武山其实也有，只不过在后山处方毅目前还没见过。
观察了一阵子之后，方毅没了兴趣，拔腿就要走。距离考核结束还有一段时间，他还想冲分，看看能不能把积分再提高一点。可方毅万万没想到的时候，他还没有抬脚，碧霞青铜的滑盖就开始簌簌抖动了起来。霎时间，10几颗青色果子哗啦啦的落下，整整齐齐的堆在了他的面前，如神像面前摆放的水果贡品。方毅微微挑眉，抬起头看着这棵古树，问道：“给我的？”古树不语，只是发出簌簌的抖动之声，彷佛在回应着方毅。方毅微微一笑，旋即将青色果子全部都收下，最后对着碧霞青铜做了一个白白的手势，道：“谢谢。”离开之后，方毅随手将一套阵旗插在了碧霞青铜周边，霎时间灵气缓缓凝聚而来。古树犹如吃了大补之物，更是忍不住的抖动了起来，显然很高兴。与此同时，秘境考核的所有学子们都听到了手环上的一道提示音，紧接着全体都炸了。积分榜第一，5123，第85高，方毅。最终，方毅以毫无悬念且超级离谱的积分获得了当之无愧的第1名。5天时间很快就过去，光门入口的基地门口，陆陆续续的学子们回来，或是满脸喜悦，或是垂头丧气，但更多的学子脸上挂着一种莫名期待又兴奋的表情。6所5高的校长已经站在不同的区域，整顿着自家回来的学生，若是发现没有及时回来的，便会通过手环的功能催促对方。这座同源秘境可是金海基地市的命门，虽然差不多都是监控范围内，但总是害怕会有遗漏的地方。当然，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害怕学子们还未真正地上过战场，便不小心死在了这种地方。联邦重视每一位公民的生命权，他们贵为5高校长，可也不敢触犯联邦法律，尤其是已经成为了武者的学子们，更是收到了联邦武者权力机构联邦武者管委会，那才是真正的暴力机关。半日的功夫过后，清点人数一番后，基本无差，除了老刘、班长、苏磊磊还有吴昕都还没有回来呢。第85高这边，5道一班有学生朝着刘洋喊道。刘洋点点头，接着拿出一块平板，不断的点击上方的手环催促功能，但紧接着他看向不远处的密林一处，在哪里？独属于手环的催促铃声大起，去几个人看看。5道一班的几个学子纷纷拔腿朝着那个方向而去。不一会儿，他们从那处灌木中搀扶出了一个女学子和一个男学子，女学子自然就是苏磊磊，男学子自然就是昏死过去的吴昕。刘洋看见自家学生这般，急忙上前着急问道：“怎么回事？”苏磊磊见终于是找到了组织了，一口提上来的心终于是落了下去，娇躯更是一软，差点瘫在地上。不过他还是勉强将事情的经过大致的讲了出来。最后，苏磊磊一脸着急的喊道：“刘老师，你快点去找人！”方毅遭遇了一只9纹成年体夜叉，他为了掩护我们2个人，自己独自对战9纹夜叉，他时刻都危在旦夕，你快点找人去救他啊！苏磊磊的脸上的关怀之意是真情流露的，可他喊了一阵子，就发现不太对劲了，因为他周围的同学们一个个的脸上的表情都很是怪异。苏磊磊的内心忽然动了一下，霎时间他的眼眶就红了，豆大眼泪忽然凝聚在眼眶处。方毅，你们怎么不说话呀？不可能，方毅实力这么强，不可能会死的。苏家、方家和蔡家都有交情，苏磊磊虽然和方毅不是青梅竹马，但2人从小就玩在一块儿，算得上是玩伴。这种从小到大的交情是非常难得的。苏磊磊更是知道，方毅现如今是方家的唯一独苗，要是方毅不幸遇难，那9泉之下的方叔叔和孟阿姨该有多难过啊！想到这里，苏磊磊不由得觉得全身力气都被抽干，啪叽一下就要摔在地上昏迷过去。可刘洋眼疾手快啊，啪的一下子就冲上前去，一把将其扶了起来，哭笑不得道：“你在想什么呢？方毅没有死。”苏磊磊闻言，双目猛地睁大，但又很快的摔落了下去。老刘，你不要骗我了！刘洋更是哭笑不得，他只能果断拿出杀手锏：“真的没有，不信你自己看看积分榜单，看看方毅的排名。”苏磊磊这才恍然大悟：“对哦，手环上的积分排名还亮着，说明人就还活着。”苏磊磊赶忙抢过了刘洋手中的平板，急促的想要往下翻，可是他一翻后面根本没有方毅的名字，刘洋只能提醒他往前翻翻。苏磊磊有些诧异，但还是往前翻翻，直到翻到了第1名。在这一瞬间，苏磊磊脸上担忧的表情僵硬住了，他就像是忽然被人卡住了喉咙的鸭子一样，只能不断的发出啊啊的声音，但却吐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因为积分榜第1名赫然写着第85高方毅6666。好半天之后，苏磊磊一脸迷茫的神情看着刘洋，缓缓说道：“这坏了。”刘洋没有来得及说话，另外一道清朗的声音回答了他：“这是真的。”苏磊磊猛地回头，只见不远处方毅长身如玉，如墨般的狼尾迎着风甩出不羁的弧度，面容俊美，浑身上下没有半分伤势。在他的身后，那只庞然大物堪比2层楼高的9纹夜叉的尸体被方毅缓缓拉了出来。在这一刻，6所5高的学子们看着方毅，嘴巴张得老大，一句话都说不出。这场期末考核，方毅以碾压之势拿下了第1名。当晚，金海基地市的高层就以方毅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会议内容自然就是对方毅这位天骄的培养问题。会议室内，武道部的部长刘俊坐在首席，军方的江少将坐在右边第1位。除此之外，民生部的部长、警察厅的部长、第85高的校长等几位核心人物也被召集了过来。刘俊也不含糊，先是下达了基地市内部对于天骄的超优越待遇，民生部要第一时间将奖励和对其家庭的奖励发放下去。记住，要确保交到方毅和他的家人手中，其中绝对不能让人贪墨了，否则我拿你是问。民生部的部长当即下了承诺，基地市对于天骄的待遇很是优渥，
不单单拥有房子奖励，更是拥有其他很多隐形的福利。这一次民生部门可谓是大出血，不过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接着刘俊又看向了警察厅的部长，道：你们警察厅一脉总算是扬眉吐气了，竟然出了这么一个天骄方毅。警察厅的部长也是知道了方毅的来历了，脸上是难以压抑的兴奋。警察厅向来抱团取暖，他觉得自己也是光荣的。哪里都是基地市培养的好。刘俊摇摇头，不打官腔道：别说这些虚的，方毅的父母是因公殉职，我们不能让这样的联邦公民寂寂无名。再说了，他们也为联邦贡献了这么一样优秀的孩子，追封2为1等烈士，全程通传3天。我要让整个基地市的人都知道，方毅这位天骄是出身我们基地市警察厅的孩子。是。第二天，当小姨夫蔡武一脸难以置信地看着方毅，喃喃问道：好孩子，你真的将久闻夜叉独立斩杀了？晚饭时间，方毅和小姨表弟本来在照常吃着年夜饭，按照以往的惯例，小姨夫蔡武除夕夜是需要值班的，可今年不知怎么的，竟然赶了回来。小姨很是高兴，结果蔡武回来第一句话就是一脸惊骇之色看着方毅。方毅知道这是基地市的高层开始发力了，随即点点头。不过方毅只承认了自己斩杀了久闻夜叉，并没有说自己杀了3眼邪神教的那群人。最为关键的是，基地市的高层似乎也并不想这么快将方毅在精神念师的超然天赋这么早曝光出来，只是说方毅武道天赋一流。得到了外甥的肯定之后，蔡武当即狂喜，他忍不住的给了方毅一个熊抱，显然是高兴坏了。老婆，咱家小姨有出息了。周婉如和表弟蔡康也从两人的对话明白了过来，也是震惊不已，同时脸上的表情也是难以置信。这一年的年夜饭，一家人吃得前所未有的开心。方毅感受着这其乐融融的温馨，不知不觉之间也多吃了2碗。他努力修行，不就是为了保护身边亲近之人吗？吃饱喝足之后，按理是要守岁的，可周婉如不让，觉得不能耽误外甥的修行时间，便催促着方毅回家修行或者休息去了。方毅无奈，回到了方家之后，方毅并没有马上修行，而是拿出通讯仪给一部分发去了拜年祝福。其中宁玲玲、班主任刘洋、苏磊磊等人是方毅拜年的主要对象。刘洋、苏磊磊那边很快就回复了，并寒暄了一阵子。方毅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宁玲玲身上。宁玲玲既是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合作伙伴。宁玲玲，过年好呀，方天骄。方毅，嗨，虚名而已。宁玲玲，哦，我怎么从字里行间觉得我们的方天骄此刻应该骄傲的要把鼻子都翘上天去了呢？方毅看到这句话，摸了摸自己的鼻子，没有啊，不过勾起的嘴角就像是 AK 一样，倒是怎么也压不下去。宁玲玲，拜完年了，该说正事了。宁玲玲，第5批义气灵水的资金已经收拢了，还是按老规矩给你换成青金石等修炼资源吗？方毅，一半给我换成资源，一半打我卡里吧。宁玲玲 ，OK。还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义气灵水卖得好，光芒那边恐怕有些坐不住了。坐不住？已经在破解配方了是吗？宁玲玲，不过你不用担心，我在义气灵水的配方里加了许多混淆但却没有害处的其他材料，他们要想破解，起码还需要半年。半年时间足够专利下来了。专利吗？果然，专业的事情还是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干。联邦是法治社会，有了专利，光芒药企只要不想违法，就算破解了配方能生产了，也不敢光明正大的拿出来售卖。方毅就放心了，又和宁玲玲聊了一会儿，维护了一下合作伙伴的感情。方毅果断下线去了太玄界。与此同时，玲珑药企董事长办公室，宁玲玲看着变成灰色的头像，嘴角不由得落了下去。太玄界，真武山。方毅结束了闭关，径直的找到了高柳，将自己突破了炼气8层的事情告知了他。高柳听闻大笑了起来，一连说了3声好字。他看着眼前的方毅，觉得自己这辈子做的一件最正确的事情就是收了方毅为徒。乖徒儿，炼气8层离筑基也不远了，看来筑基丹也要提上日程了。正是为了筑基来请教老师。方毅执弟子礼，恭敬问道。高柳摸了摸下巴处的几根，孺子可教也。修真界筑基一共有3种方法，其一是以力破法，靠着大毅力自行筑基，不过这很需要考验天赋才情，必须得是万年一遇的人才有可能。可这种人要不就是元神老祖转世，要么就是谪仙降世。方毅微微一顿，觉得自己应该都不是。第二种就是筑基丹了。其实第2种和第3种都是外力辅助，也都是筑基丹，分为正统筑基丹和外道筑基丹。哦，这还有正统和外道之分吗？高柳将这筑基丹一一分说给方毅。其实正统就是副作用力较小的筑基丹，采用的灵材是天生地养的宝药炼制而成，单独较少。如果是高明一点的炼丹师，甚至可以做到无单独。外道筑基丹就是以妖兽的内丹作为主要制作而成，不过外道筑基丹的单独比较大，且筑基成功率没有这么高。方毅听完了2种制造方法之后，果断下了决定，弟子选择正统筑基丹。高柳再次点头，说来你这小子也算是走运，正统筑基丹今年上半年就会开一炉，我上报上去为你抢一枚。方毅点点头，心道这就是拜一个好老师的益处。不过方毅也怕这太玄界因为灵材宝药太少，导致这一炉筑基丹会少，又问了一句，老师，这一炉筑基丹大概在多少枚？高柳道，一般在3到5枚左右，成单率有点低啊。方毅又问，老师，不知道这筑基丹的主要是什么呢？方毅心道，真武山对自己很好，强大起来也能做自己在太玄界的靠山，不如此次自己可以就贡献1、2。筑基丹的事情由老师高柳去操劳，方毅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修行和练武，争取将所有时间都用上，让自己变得更强。修行方面，白霞宫和少白剑诀不断的运转，
让方毅的灵力变得精纯的同时，还隐隐约约有了那么一丝丝的庚金锐利之意。白霞功仅仅只是炼气期的功法，方毅一旦筑基就需要转换功法。不过这白霞功也不会全部废掉，而是会化作一门防御法术，名唤白霞宝衣，凝聚成神通符箓种子，横固在方毅的身上。不过这筑基功法，方毅还是得谨慎点选择。也不知为何，方毅不由得将这筑基功法的希望寄托在了云阳上人的洞府里头。这洞府传承很明显是大有来头。云阳上人洞府的传承机制很是奇怪，它的外围阵法虽然被各宗给打破了，但是内部的阵法十分强大，隐隐约约像是3阶阵法守护，更是拥有传说中的镇灵守护，根本不可能打破。又或者说，一旦试图打破，会引发难以估量的后果，只能让弟子参与进去，适应其中的规则，看看能不能通过试炼获得云阳上人的传承。方毅再一次来到云阳山是在3日后。这一日，虽然只有成功通过上一层试炼的修士能够进入，但是七宗显然是不甘心的，不断在送弟子进去。毕竟金丹老祖的传承对于他们来说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了，若是能够得到，那必将振兴宗门，甚至打破目前的七宗鼎立的形势，甚至称霸。在高柳的注视之下，方毅进入了云阳洞府。眼前忽然有一道金灿灿的光芒闪过，方毅再次落地，出现在了一个类似于真武山讲道堂的地方。方毅仔细打量了起来，最前方供奉着不知什么的神明，还是仙人雕像，但是被厚厚的帷幕遮蔽，看不清真容。摆放在自己面前的是10数个蒲团，每个蒲团的颜色都不一样，甚至散发出来的感觉也不一样。四下打量了一下，无人，只能听见关外传来的流水声和鸟雀惬意的鸣叫声。镇灵发现领悟少白心法2层者，东夷州真武山方毅；炼气期领悟心法2层者，可入建功外门弟子候选。方毅，摆放在你面前的数十个蒲团，每一个蒲团其中都蕴含着一道奖励，或是神通丹药，或是灵兽法器，亦或是功法传承。你可以自由选择其二，带出传承洞府。选择其二，带出洞府，还有这等好事？方毅不由得面露震惊之色。这其他也就罢了，竟然还有神通！神通可是在法术之上的强大施法手段啊！不由得，方毅忽然注意到镇灵刚才那句话其中的一个词“建功”。方毅思考了一下，对着神像直了弟子礼，恭敬问道：“敢问镇灵前辈，不知建功何门何派？”许是方毅的礼貌取悦了镇灵，一向自说自话的镇灵难得的给方毅解释了一二。建功并不是当时门派，而是5万年前的剑道圣地。此处是昔日建功得外门弟子的厦门道院之一，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考核试炼弟子，增添心血。方毅，你的天赋很不错，这才值得我与你多说几句。剑道圣地，5万年前，方毅面露惊骇之色。感情这洞府不是云阳上人的洞府啊，竟然是5万年前的剑道圣地的选拔弟子的洞府。方毅不由得呼吸变得沉重了几分，这可是颇天的机缘啊！方毅顿了顿，又问道：“晚辈还有一个问题，请问镇灵前辈，建功现如今在哪儿了呢？”这个问题一出，方毅明显感觉到了一阵沉默。许久之后，镇灵的声音传来：“5万年前，太玄界的灵机开始衰退，建功已然退出太玄界，进入了星海。这距离你现如今而言，知道的还是太早了。”说罢，镇灵的声音变得跟之前一样公式化，冷漠道：“请做出选择，否则奖励取消。”方毅知道不能多问了，他缓缓观察了这些蒲团，最终凭借着自己的感觉选择了其中2个。蒲团化作2团神光，融入了方毅的识海之中。方毅闭眼，发现自己已然出现在了洞府之外。高友看见心爱的关门弟子出来了，急忙迎了上去：“徒儿，如何？”方毅感受着微微发胀的脑袋，嘴角浮现出一抹喜色。回山说老师。真武山，方毅坐在弟子精舍里，缓缓地观想着识海中的2门功法。2个蒲团化作2道神光，融入了方毅的识海，最终化为了2团功法：雷灵宝体和动真雷罡剑经。一门乃是炼体功法，一门乃是筑基期修行功法。后者就是少白剑诀在筑基期的功法的真正的名字。当然，剑功乃是5万年前的剑道圣地，这一门功法是专门针对方毅这种身具雷灵根的弟子创立而出的，也就是最适合方毅本人的功法。它既能够满足方毅修行，同时也是最适合方毅见到的功法，这无疑是最好的。至于前者，方毅觉得镇灵应该是能够看穿自己修行过青雷断体诀，觉得这种层次的功法不太符合自己挑选的建功外门弟子候选的身份，索性把一门雷属性的炼体功法放了进来，让方毅也挑中了。观之这雷灵宝体，方毅这才明白什么叫做玄奥，什么叫做精妙。与之对比，之前修行的青雷断体诀根本就是小学课本对大学课本，根本没得比。最重要的是，这本雷灵宝体里还有一连串的配套武技，当真是让方毅直呼贴心。方毅恨不得现在就投身进去修行，领悟炼体的强大之处。可这也需要筑基才能修行，无奈方毅只能按捺住自己躁动的内心。方毅感叹着这2本功法的精妙之时，不由得又想起镇灵所说的那已经遁入星海的剑道圣地建功。灵机衰退竟然如此可怕，这等上古圣地都必须抛弃祖地，遁入星海。但吐槽归吐槽，能够被称之为剑道圣地的传承，对于自己而言，说是泼天的富贵都不为过。方毅深知机缘来之不易，当即越发刻苦的修炼。当晚，方毅将2门功法都交给老师高柳，让其代为上交给宗门。是夜，原本如往日一般安静的真武山宗门大殿，罕见的鸡飞狗跳，就连掌门齐王星也是罕见的失态。因为方毅顺带还把云阳洞府的真正传承来历一一告知了。5万年前的无上剑道圣地，那可是出过元神大佬，甚至可能是出过几代飞升仙人的无上圣地啊！云阳山那个洞府传承竟然是有如此深厚的来历。最重要的是，
这天大的机缘，方毅连眼皮都没有眨巴一下，直接就选择了上交宗门，并坦诚相告。大殿内，齐王星看着山下弟子精舍的方向，双目之中浮现复杂之色。君以国事待我，我必国事报之。修行者，修的就一个字，夺。夺天地之造化，夺万物之灵气。要方毅来说，起码还得加上一句，那就是夺岁月之一粟。方毅自问自己的天资不算是世界上最好的，也不可能是元神老祖转生，更不可能比得上传说中的剑弓剑子什么的。他最大的优势就是集两界之优势，供给自身修行，再加上一个字干。坐拥海量资源，身具大教传承，再加上没日没夜的干。你在地心修行1日，我在太玄界修行5日，1比5。就算天赋不行，我修行时间上超过这么多，难道还能被你拉下？再说了，方毅的天赋也不是那种传说中的7窍已通6窍，还有一窍不通的废物。试想一下，比你天赋还好的人，比你还努力，你怎么超过对方呢？方毅再次借口闭关，回到地心，通过宁灵灵的关系，从市面上购置了大量的能经，再带到太玄界，利用时间流速，方毅全力修行，冲击炼气9层。因方毅做出的巨大贡献，掌门齐王星做主向方毅开放了真武山的唯一的一阶灵脉，作为方毅全力冲击炼气9层的闭关之地。这种待遇着实是把一众内门弟子都给羡慕坏了。要知道，在这个灵机衰退的时代，灵脉已经是绝迹的地方。真武山之所以能够在岁月长河的冲刷之下苟延残喘至今，靠的就是他们这条可以当传宗之宝的一阶灵脉。为了避免灵脉的灵气消耗，也为了将其保存的久一些，真武山甚至还把这处灵脉用特殊的阵法给封禁了起来。只有宗门到了生死存亡之际，才会被允许打开。现如今，掌门竟然为了方毅一个内门弟子，开放了灵脉的1/10的使用权，这已经说明了方毅在宗门高层心中的地位了。一时间，整个真武山上下都对方毅恭敬有加，很多弟子更是千方百计地打听了方毅的弟子精舍，欲要求见一番这位内心传奇人物。可方毅已经闭关，他们找不到，只能去看看方毅的老师高柳长老。一时间，高柳在整个真武山的地位也呈直线上升。虽然他表现的依旧是一本正经的，但知道他为人的长老们都知道，他内心高兴几乎要蹦跶了起来。其他长老们也是颇为羡慕方毅的突飞猛进，他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他们的麾下多少有收弟子，可无论是哪一个对上方毅，都是没得比。为人师者，弟子有出息且才华出众，是颇为值得骄傲的事情。高柳也被师兄弟们偷偷询问过，问他到底是如何独具慧眼，将方毅这块璞玉从一堆沙石里挑选出来的。高柳对此只是微笑，但却不答。与此同时，灵脉之地内部，方毅看着整个山门都羡慕的这座灵气汇聚之地，眼中现如今的灵气浓度仅仅只相当于方毅客厅家的1/5。方毅也不想打击人，所幸他也不是冲着灵脉之地来这里闭关的，他自身就带着很多灵晶，也就是灵石，这里的封闭性很好，也利于自己随时在两界进行穿梭。方毅拿出一堆能晶放在自己的面前，开始全力冲击炼气9层。山中无甲子，修行无岁月。地心过去1个月的时间，而太玄界内转眼就过去5个月的时间。这天，真武山的灵脉深处，一团由灵气凝聚而成的茧浮现在其中，茧有节奏地扩张着，犹如真正会呼吸的生物一般，吞吐着天地间逸散的灵气。但更多的灵气来源还是摆放在不远处的一堆能晶。不知过了多久，灵气茧开始停止呼吸，一道湛金色的剑光划破了表面，显露出其中一个丰神俊朗的少年，正是在此地闭关的方毅。飞光缓缓浮在方毅的面前，犹如孩童一般嗡嗡地抖动着。与5个月之前相比，此刻的飞光在方毅灌输了大量的珍稀矿石的培养之下，品质更高了一些，灵性也更多了一些，这是个很好的事情。当然，不单单是飞光的实力有所增长，方毅也是顺利地突破到了炼气9层，并且一口气来到了炼气9层中期。当然，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大量的能经带来的充裕的灵气，还有方毅自身的天赋也是优秀的。噼里啪啦，方毅站直了身子，只觉得身躯发出一阵阵如炒豆的声音，骨与骨之间发出一阵阵愉悦的轰鸣声。不单单境界得到了提升，虽然还不能正式修行雷灵宝体，但方毅还是通过这门断体妙法，对原本修行的青雷断体诀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现如今的他，手掌轻轻一握，手中就会浮现一层密密麻麻的青色雷光，雷光炸裂，迸发出超出一般7品武者的破坏力。方毅的气血之力在青雷断体诀的带动之下，再次来了一个阶段的提升。通过仪器的测量，方毅发现自己的武道境界已经从原来的6品高阶成功突破到了7品巅峰，距离8品只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方毅不可能和普通的7品武者相提并论，若是方毅全面爆发，那估摸着将会有9品巅峰的战斗力。这还不算是修仙的实力和手段，仅仅只是方毅在武道方面的战力。若是再加上修仙的战力，方毅自信可以和败将级中期层次的武者一战了。微微平复了激动的心情，方毅并没有马上宣布闭关结束，而是转眼回到了地心。此次回来，他需要在地心待上一段时间，因为金海基地市已经将方毅列为了本市天骄序列第1位，并且上报给了联邦。联邦高度重视方毅所表现出来的天赋，并且第一时间通知了4大学府。现如今，4大学府的人已经在金海基地市的武道部等着方毅，等着一关方毅这位能够凭借一己之力斩杀9文夜叉的天骄。金海基地市中区武道部大楼，今天这里来了一群外来者，且身份十分尊崇，且亲自被部长刘俊接待。大楼深处某间大会议室，刘俊看着坐在4个方位的2男2女，嘴角浮现出笑容，张开手臂道：“欢迎4大学府的招生办老师亲自来到金海基地市，真的是让我们这座小小的3级基地市蓬荜生辉啊！”
四大学府坐落在联邦的中心城，那是整个联邦科技水平最高、武者水平最高的城市。据说还是一座悬浮在天上的梦幻之城。那里出来的人一般都是看不起下面基地市的人的。这并不是传闻，而是因为真真切切是这般的。四大学府分别以四方神兽为名：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青龙学府乃是联邦的科技人才的摇篮，白虎学府是联邦的军方人员的大本营，朱雀学府和玄武学府成立的时间要稍微短前两者一些时间，尽管这些年也在奋力赶追，但还是有些差距。但能够被列为四大学府，足以证明这四个学校在整个联邦范围内的强悍之处。他们今天此次来的目的，就是为了看一看方毅。当然，至于是不是真心的，那就难说了。青龙学府的代表人是一个留着青色长发的女人，她的嘴角含着笑，温和地看着刘俊，道：“刘部长这话说的就严重了，每一座基地市都是我们联邦的重要人才基地，没有高低之分的。”白虎学府的代表是一个面容严肃的军人，此刻正在和金海基地市的江少将聊着些什么东西，并没有插话。至于朱雀和玄武，来的是一个火红短发的女子和一个面容忧郁、不善言辞的男子。两人坐在偏远一点的地方，倒是没有说话。刘俊看到这一幕，心中微微泛起波澜。虽然早就听说过了四大学府之间抢人非常厉害，但他还是万万低估了。这四人自踏入这里，互相之间就没有再说过一句话。明明接待对方的时候，四人还有说有笑的来着。片刻之后，青龙学府的青发女子柳明明忍不住问道：“刘部长，这个方毅是不是有些超出时间了？时间定的是上午10点见面，此刻已经10点了，但方毅并未出现在门口。”刘俊也有些错愕，按照他对方毅的情报分析，这小伙子一向守时得很啊。可刘俊万万没想到的是，此刻的方毅已经落入了一个不知之地。2个小时之前，方毅接到了通知，说是四大学府的人想要见一见他，有一定几率可能会提前特招他。四大学府是整个联邦最好的学府，不单单是因为他们师资力量超强，同时还是因为每一位考入其中的学子都是整个家庭和整个基地市的骄傲。方毅的父母去世之前，也曾经和方毅说过，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看到儿子考入四大学府。方毅觉得特招也不是不行，简单的请假之后，方毅离开了学校，搭上公交车去往中心区域。可没有想到的是，公交车驶离没有多久，下一秒就掉入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方毅回过神来，发现与自己一同上车的人已经七窍流血而死。哒哒哒，清脆的响声由远到近，一点点回荡着这处黑色空间之中。方毅走出公交车，看见了不远处站着的一男一女，果然是你们这群渣子。两人身穿黑色的袍子，胸口正是三眼邪教的标志性的三眼痕迹。所以这里是你们的杰作？方毅平静地看着2个邪教徒，语气森然。呵呵，这就生气了。为首的女性邪教徒尖锐地笑了起来，笑声之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漠视和对联邦律法的无视。他举起皓白的手腕，轻轻捏出了一个手诀，霎时间，公交车内部一股黑色的气体犹如乳燕归巢一般涌入了他的掌心。后者发出一声舒适的呻吟声，看着方毅，缓缓道：“果然还是刚死去的人最为美味啊。”方毅的眼神沉了半分。被联邦洗脑的可怜人哦，仅仅只是杀了几个人，就让你愤怒不已了吗？哦，那你还真的是可怜哦。女性邪教徒似乎还想进一步挑衅方毅，可他身后的同伴却忍不住提醒道：“行了，杀一个武高学生而已，速战速决，别被人发现了。”女性邪教徒忍不住讥讽道：“怕什么？这方虚境乃是大人赐下的重宝，他们是万万不可能发现的。你别催，我要好好虐杀一番这个所谓的基地市的天骄。”说罢，女性邪教徒的杀意猛地一下子高昂了起来，漆黑的风在空气回荡着，她的背后长出了2只残破的黑色羽翼，缓缓升至空中，居高临下，犹如一位传说中的告死天使。小子，你杀了我一个分身，我虐杀你，这很公平吧？施虐的威压犹如10倍重力落在了方毅的身上，让方毅的骨头忍不住发出一阵阵酸涩之音。但方毅并没有倒下，而是缓缓抬起头，看着半空中的女人。呵呵，你竟然还敢找上来！方毅的这句话落在黑曼陀的眼中，像是一句笑话，逗乐了他。他嗤笑了一声，抬起一只手，霎时间，无尽的黑气汇聚在手心，凝聚成了一个黑气的鬼手。但散发出来的气势远比秘境中他那分身的要强悍的很多。小子，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超凡之后的强者到底是如何碾压你那可怜的自尊。黑曼陀原本是想放一句狠话，好好打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可当他说出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却猛地发现不对劲，一片青色的光自地上开始迸发。哦不，那不是青色的光，而是一尊2米多高，身躯如小山般膨胀，青色的长发无风狂舞，身体上一根根青黑色的大筋浮现，周身的空气更是变得扭曲了几分。那是庞大的气血之力将空气烘托出了焦灼的气息的表现的男人，正冷冷地注视着自己。呼！方毅缓缓开口，缓缓吐出一口白色气浪，眸光之中更是有滔天的火焰。我说，你们这群烦人的苍蝇，能不能去死啊？地面塌陷了7、8公分，方毅的身体从原本的清秀少年的模样，眨眼之间变成了2米多高的壮汉，身体上一根根青黑色的大筋浮现，里面跃动着的是如同长龙般的气血。咚咚咚咚，心脏在跳动，给方毅带来了更多更强悍的气血。远远望去，可以清晰可见方毅体表那一层虚幻的扭曲痕迹，那是高温蒸发空气的表现。如此一幕，瞬间让黑曼陀和另外一个邪教徒感到吃惊，尤其是那位不打算掺和的男性邪教徒，更是开口提醒道：“黑曼陀，速战速决，这小子有点古怪。”黑曼陀冷声地哼了一句，满不在乎道：“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可黑曼陀还没有来得及说完这句话，身体里趋利避害的本能让他猛地扭头。这一瞬间，
他那一双漆黑的眸子忍不住的放大，心脏更是猛地一跳。当他的那个是字说出口的一瞬间，方毅已经出现在了黑曼陀的眼前了。右臂张满如满月，犹如一柄大弓，手臂上的青筋在皮肤之下，犹如一只老鼠在游动。终于拉至满月，雷光拳头猛地朝着黑曼陀的太阳穴直挺挺地砸了下去。轰！空爆声猛地响起，方毅重重落地，将地面再次砸出了一个大坑。可原来传来的巨响更胜几分，不远处的地面上出现了一个深坑，深坑内部一个人形印记深埋入地下。男性邪教徒先是一愣，紧接着表情难以置信，急忙扬起2道黑色羽翼飞向深坑。黑曼陀，黑曼陀，吵死了！深坑之中冷不丁地伸出了一只10几米宽的黑色残破羽翼，将烟尘扇开。黑曼陀脸色不愉，从深坑中飞了出来，看上去并没有受太大的伤。哦不，他受伤了！黑曼陀张嘴吐出了一口黑色的鲜血，旋即用通红的双目狠狠地盯着远方的方毅。他眼中的轻蔑消失不见，转而提起了几分慎重。小子，你是第一个武者阶段可以伤害我黑曼陀的武高学生，不过这样也好。噼里啪啦，一字一句之间，黑曼陀的双目之中猩红之意更盛，曼妙的身躯之中浮现出更多的黑气。顷刻之间，黑气化作一具印刻着复杂花纹的铠甲披在其身上，我也就放心的虐杀你了。方毅看着这一具黑气铠甲，不由得眯起眼睛，这等运用黑气的手段和夜叉一族很像啊，这3眼邪教背后说不定和夜叉一族有牵连。咻！方毅没有任何迟疑，迸射从原地离开。几乎在他离开原地的下一秒，一道黑色巨剑从天落，将那块地方轰成了一片废墟。蝼蚁，你只会像地沟里的老鼠一样逃窜吗？半空之中，黑曼陀嘴角浮现一抹森然的冷笑，宽大的黑色残破羽翼猛地一抖，遮天蔽日，羽翼上脱落出一片片黑羽，黑羽化作一颗颗黑色的圆形黑球浮现在他的周身，圆球如史莱姆一般的疯狂扭动变形，最终像是充能武器一般迸射出一道道黑色的能量光柱。咻咻咻！霎时间，黑曼陀的身后犹如撑开了数以百计的浮游能量炮，对着方毅这个地上的目标轰来。所到之处，地面被射出一个个如碗口般大小的漆黑坑洞，坑洞周边有烧焦，更是隐隐约约像是几分融化的痕迹。可想而知，要是被黑色光柱射中，寻常的血肉之躯恐怕也会被融化。方毅对此一点都不惊讶。9品武者是超凡的开始，当武者打破了9品的藩篱，来到了败将级，就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其核心就在于败将级的武者体内生出了真力，这股真力是武者之后的对敌主要手段，也唯有生出了真力，武者的攻击力和生存力才会大大的提升，才能开拓进取或者保家卫国，屏退异族。黑曼陀刚才那一击就是真力的运用之一。你再躲！一招没有命中，黑曼陀狰狞一笑，黑色的宽大羽翼猛地朝着地上的方毅一拍，漆黑的狂风在呼啸，靡靡之音隐匿在其中，闻之感觉心神都涣散了几分。可方毅不会是只会挨打的人，他最擅长的是化被动为主动。呼！方毅缓缓吐出一口白色气浪，在空气中带出一圈白色的痕迹。败将级的强者生出真力，但也很少能够掌握飞行能力，更别提还不没有超凡脱俗的方毅。但方毅缓缓抬起头，眼中似乎电光炸裂。我是不会飞，但是我的剑会飞。轰隆一声，1人多高的黑色剑匣重重落地，掀起一圈白色的烟尘。方毅猛地一拍仰剑匣，一口湛金色的飞剑从中化作一道神光，穿向了天空中的黑曼陀。远方观战的那位男性邪教徒脸色一变，果然是精神念师，他是3眼邪教在隔壁基地室的负责人，名唤暗魔。他这次收到黑曼陀的邀请，主要是为了剿灭方毅这个又是武道天才，同时也是念师天才的好苗子。原本他还是不信的，可现如今却是不得不信。但暗魔依旧没有动手想要帮助黑曼陀的意思。他虽然和黑曼陀的关系不一般，但并不相信区区一柄冷兵器的古剑竟然可以伤害到什么。暗魔的心神猛地震撼了一下，只见飞光飞出之后，见识过他的黑曼陀原本是不在意的，可下一秒他心中警铃大作，身躯更是猛地倒退出100米开外，如同一只丧家之犬。飞光一出，方毅冷冷一笑，2/3的精纯灵力倒灌进入，后者犹如吃了大补之物一般，嗡的一声加速飞行。飞行途中，刹那功夫，那柄古剑就化作了1人多高的湛金色风暴，以频频发出空爆的恐怖形式，犹如一道湛金色的惊鸿劈链，以毁天灭地之势朝着黑曼陀袭去。黑曼陀虽然狂妄，但是他不傻，感受着这股湛金色的劈链中那股破灭一切的锐利之意，更是隐隐约约要展开他精神力的那种恐怖威势。他本能的从心，毫不支持的扭头就跑。可方毅岂能饶过这个草菅人命的邪教徒？急！湛金色的风暴化作一道惊鸿劈链，轻易的追上了黑曼陀，在后者惊惧的目光中洞穿了他的胸口。黑曼陀缓缓低头，看着自己被空荡荡的胸口，眼中浮现出一丝丝的迷茫。这怎么可能？死了！飞光在天际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飞回了方毅的身边，犹如一位忠诚的护卫。方毅不动声色地咬碎了藏在舌头底下的一气丸，补充着体内刚才的消耗。看着远方倒在地上的邪教徒，方毅内心的警惕却一分都没有减少。肉眼上来看，黑曼陀确实被飞光洞穿了胸口，可方毅依附在飞光之上的神识却清晰地感知到，被洞穿的那一瞬间，隐隐约约有那么一丝丝的不自然的感觉。哗啦！暗魔本能地止住了自己的步伐，而在他的身边，无数只黑色的蛾子缓缓生出，并汇聚成了一个脸色苍白的黑袍女人，正是刚才被洞穿胸口的黑曼陀。方毅心道一声果然，诞生了真力的败将级武者，不单单是攻击力突飞猛进，要想杀死对方也是极难，更别提还
还吸收了异族修炼体系的邪教徒们。方毅挺直了身躯，嘴角露出一抹淡淡的嘲讽。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这替死手段有限制吧？方毅的这一抹嘲讽的笑容，让黑曼陀的脸色铁青了几分。刺了！黑曼陀周身的气压猛地降低了几分，他死死地盯着方毅，猩红的双目中泛起通透的杀意。蝼蚁，你成功惹怒了一位败将级强者了，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三眼神位。此处黑色的空间忽然猛地一顿，紧接着一股超脱一般败将级强者的威压降临于此地。无形的风在空气中呼啸，发出一股超越普通人听觉的声波，欧哑招扎，震动的方毅的耳膜都隐隐约约作疼。若是仅仅的声波攻击，方毅还能承受得住，可这三眼邪教的攻击很明显是诡异非常。嗡！黑曼陀背后那双残破的羽翼猛地一震，化作一只黑色大鸟飞向空中。他看着对上的方毅，右手扶上额头，尖叫了起来：“看我三眼神威！死赵音波！”眉心那道淡紫色的三眼纹路猛地睁开，一只暗紫色的树瞳猛地张开，犹如深渊中的强大恶兽。在这一刻，属于顶级猎杀者的目光肆无忌惮且恶意地注视着方毅。眉心的第三只眼睁开之后，黑曼陀的气势犹如登高一般不断的攀升，最终全部能量汇聚在他的口腔之中，皮膜啪的一下张开的老大，犹如一只巨大的蛤蟆。哗！当黑曼陀的口腔膨胀到自身的好几倍之后，陡然放开。在这一刻，他发出了一声无色状的透明气浪般的音波，朝着方毅笔直的袭来。几乎在他张嘴的下一秒，那如魔音贯耳的音浪就已经将方毅所处的区域囊括进去。B！方毅只觉得身体猛地一沉，旋即一股冲天降的巨大音浪将他轰在了地面上，犹如压了一层重物，如何也挣脱不开。在这层毁灭一切的音浪声波之中，方毅只觉头昏脑胀，甚至口鼻之间都隐隐约约渗透出鲜血。滴答滴答，滴滴鲜血滴落在地，发出一声声爆炸的声响。方毅所处的地面凭空比其他地方要凹陷了几公分，一些碎石头之类的物体在这道声浪之中湮灭成了烟尘。见方毅还有反抗之力，黑曼陀的眼中闪过一丝的羞恼，他再次加大的一声呼吸，将声波的强度提升了1倍。轰隆一声，方毅2米多高的身躯猛地被压下了一半，身躯佝偻着，僵硬地撑在原地，骨骼更是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之下发出一道道滋啦滋啦的酸涩声，五脏六腑更是隐隐约约传来挤压的疼痛，似乎下一秒就要被挤压成血水。暗魔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们这些神士在加入三眼神教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这等强悍至极的黑气运用手段。教主说，他们这种黑气使用手段乃是超脱武者的上乘妙法，乃是当世最为强大的能量使用方式。眉心的三眼纹路正是他们使用此等能量手段的媒介，拥有这种力量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人中龙凤。强大的声波气浪攻击之下，方毅的体表渗透出大量的鲜血，七窍更是渗出大量的鲜血，英俊的面容之上呈现出痛苦之色，更有体内感觉一丝丝黑气缠绕着，在加速地消耗着自己的生命力。黑曼陀看着这一幕，心中顿觉无比的畅快，这种看着生命在自己的手中慢慢凋谢的感觉，真的是让他着迷不已。行了，这方使劲支撑不久的，速战速决。暗魔怕自己这位同僚一不小心玩过头，开口提醒道。黑曼陀的脸上浮现一丝不悦，正打算使出最大威力的死照音波，可他忽觉得不妙，因为在他的声波攻击下的方毅被压缩着佝偻着身躯的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此刻竟然一点一点的在挺直身躯。不，你这是找死！黑曼陀心中顿觉不妙，背后那双宽大的黑色羽翼猛地一抖，落下了无数的黑羽。秘法黑羽万千。霎时间，无数根黑羽缠绕着黑气，化作一柄柄锐利无比的光芒，朝着方毅袭来，欲要将这个敢挑衅其主人的蝼蚁轰杀成粉末。地面，方毅低着头低吼了一声，就是现在！青雷灵体第二重开！轰隆！平地生出一道沉闷的雷声，惹得暗魔忽然朝着天空望去，一脸的难以置信。等等，史经里哪里来的雷？下一秒，一道水桶粗的青色雷光轰然冲向高空，黑曼陀发出一声闷哼，眉目之中更是浓浓的震惊。这小子竟然生出了雷光！不，他生出了真力！这怎么可能？雷光崩裂，烟尘散去，一尊庞大的身影从中走了出来。黑曼陀和暗魔看着此刻全然不一样的方毅，整个人像是刚遭遇了泥头车一般，只觉得前半生的认知都被打破了。方毅通体长满了青蓝色的纹路，一头黑发此刻化作青紫色，无风自动，身躯犹如神魔般健壮，浑身上下缭绕着淡淡的青紫色雷霆，犹如一尊雷神。旋即，化身雷神的方毅轻轻一挥手，顷刻间，天地之间响彻一声闷雷，那能够将人碾压成肉饼的恐怖音波攻击，像是3岁小孩子的玩具，轻易被打破。半空之中的黑曼陀如遭雷击，身躯倒退，飞出几百米开外，脸色更是一片苍白。你到底是什么怪物？黑曼陀大口大口地吐着鲜血，一脸惊骇地看着如雷神的方毅。怪物！方毅一步踏出，下一秒从地面上出现在半空中。不，我是你这辈子难以忘记的梦魇。绚烂暴虐的雷光中，少年平静说道。画壁，天地为之一暗。青灵断体诀虽然比不上上古剑道圣地剑功的无上断体秘法雷灵宝体，但是它能在真武山被称之为最好的断体秘法，自然是有它的妙处。雷灵宝体是筑基大修才能修行的断体功法。方毅虽然暂时不能修行，但也举一反三，独辟蹊径的在同源的青雷断体诀上有了几分领悟。青雷断体诀一共分为2重境界，雷响、雷动。站在雷灵宝体的肩膀上，方毅犹如站在巨人身上，非常丝滑的修成了雷动，也就是现如今的青雷断体诀第2重。半空之中，
暗魔化作一团黑气，挡在了黑曼陀的身前。暗魔，这小子有古怪！脸色苍白的黑曼陀哼哼说道：“你我一起出手，快点把这小子杀了，再晚就要被外面那群人发现了。”黑曼陀的聒噪让暗魔不由得感觉一阵烦躁。他哪里能想得到，今天自己不过是来这里助威的，结果到最后竟然还要自己上场。好吧，虽然黑曼陀的手中有自己想要的东西呢。暗魔一边缓缓扭头，一边从身上冒出大量的黑气，缠绕于身，化作一道拥有复杂花纹的黑甲。在黑甲完成的前一秒，暗魔终于看向方毅，他想要好好看一眼这个即将陨落的联邦天才。暗魔的瞳孔忽地猛然张开，心脏更是猛地一跳，因为远方半空中的方毅，不对，是速度快到自己看不见了。暗魔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他的求生本能已经在警铃打响了。轰！他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耳畔就传来空气的爆鸣声，绚烂暴虐的雷光在他的视网膜中一闪而过。下一秒，原本自信满满的暗魔轰然倒飞出去，饱满的胸膛塌陷出一大块，原本做防御作用的花纹黑甲更是破裂成一道道黑气，很显然是被巨力给硬生生的打回了原形。暗魔的鲜血在半空中洒出一片漂亮的弧度，犹如一朵盛开的玫瑰。黑曼陀呆呆的愣住，愣在原地，他的脖子像是被人死死的卡住，发出酸涩的骨头碰撞声，一点一点的扭动了过来。在他的视线里，原本暗魔所处的位置已然换成了2米多高，通体绽放着青紫色纹路，缠绕着雷光，犹如神人降世的方毅。方毅一头黑发无风自动，缓缓地吐出了一口白色气浪，再次扬起收起的拳头。接下来该你了。轰隆一声，青紫色的雷光降世，方毅缓缓扬起右拳，张开如一道拉满的大弓，瞄准的地方正是不远处一脸惨白深色的黑曼陀。只见雷光降落在方毅身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犹如一条条雷蛇缠绕在方毅的肩膀，最终攀升至目的地拳头之上。隆隆气血犹如血之长龙，暴虐雷鸣更添几分威势。终于，方毅张满的手猛地消失了。与此同时，消失的还有他手中那团暴虐的雷光。黑曼陀只觉得自己的视网膜什么都没有看见，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眼前这个恐怖的怪胎刚才只是在吓唬自己。可正当他庆幸的时候，他的耳畔忽然传来了暗魔崩溃的大叫着：“怪物！”黑曼陀回头想要看向自己邀请来的同伙此刻在干什么，可是他已经做不到。哦，不对，是他根本扭不过头了，因为他的下半身已然消失。这时，那恐怖的空气被挤压突破了音速的爆鸣声才在天地之间响彻，带来的是可以轻易将摩天大楼掀起的肆虐的狂风。黑曼陀只觉得胸口一疼，他缓缓地低头望去，眼中是一片的茫然。入眼，他的下半身已然消失不见。黑曼陀一点点抬头，眼中都是难以置信。他看着眼前犹如雷中神人降世的方毅，始终想不明白这小子到底是哪里蹦出来的怪胎。随后，方毅一脚踏出，带起肆虐的暴风，将他的头颅踢成了稀巴烂。漫天的狂风依旧肆虐着，将黑曼陀的鲜血铺满了整片石径的大地，活像是一幅美丽的风景图。可方毅的内心一片平静，如无风的海平面。雷动境界还能维持3分钟左右，另外一个邪教徒也不能放过。随即，方毅一脚踏出，出现在了暗魔的眼前。暗魔见势不妙，就要逃跑，可此刻的他怎么能够逃得出爆种阶段的方毅的速度？见方毅挡在了他的面前，暗魔便知道自己的同僚死在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武高学子的手中了。败将强者的骄傲让他做不出投降的行为，索性他决定悍然一搏。是你逼我的！暗魔大喊一声，不知从何处掏出一颗黑色的珠子，捏碎之后，大量的黑气涌出。随后，他猛地倒吸了一口气，犹如鲸吞水一般，将那磅礴如黑云的黑气通通的吸纳进入了自己的体内。下一秒，他那原本瘦削的身材猛地长大了起来，犹如吹气球一样，长大成了3米多高的通体黑色，不像是人类，倒像是异族的存在。呵呵，今天我就要让你看看什么叫做3眼神威。变成异族的暗魔发出低吼声，他猛地双手一划，眉心处那道淡紫色的3眼纹路猛地张开，又是一股熟悉的波动一闪而过。随后，方毅只见对方眉心的3眼猛地聚集出了一道黑色的光芒，光芒漆黑无比，缭绕着阴冷的气机，甚至方毅能够明显感觉到自己体内的生机在一点点的被抽离。神术死照黑光，死吧！原本如米粒般大小的黑光脱体迸射而出的那一秒，变成了水桶般粗的黑色光柱，带来无尽的阴冷和扼杀一切生命之感的浓郁死亡。沿途的所有都被融化成烟尘。暗魔使出这一招之后，内心终于是平静了下来。这是他的必杀技。他加入3眼神教之后，领悟的超越凡人的力量，岂能是？轰隆！绚烂暴虐的青紫色雷光猛地一闪，随后是更加强大的青紫色雷光轰然出现，化作一道如门板粗细的能量光柱，以无可匹敌之势硬生生的顶了上来，几乎没有任何压力。方毅举起右手，暴虐的雷光自手中喷发而出，青紫色的雷光光柱犹如一道光刃，轻易地划开了暗魔的死照黑光，也轻易地划开了暗魔的身体。生命的最后一刻，暗魔只听到了这样一句话：似乎力气用的有些大了。随后，金海基地室的所有人只听见晴空一声霹雳响。中心区，刘俊等人本来还在疯狂打电话，让底下人寻找方毅的痕迹。按理来说，方毅早早就出门了，不应该现在还未来的。基地室每个角落都遍布监控，很快便查到了方毅消失前最后的画面。可监控中显示，方毅出门之后上了一辆公交车就消失不见了。更让人奇怪的是连同那辆公交车整个消失不见的。什么？连车一块消失不见的？刘俊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很快意识到了不对劲。不对，这么大一辆车，这么多活人，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消失不见，一定是有人把车和人一块弄走了。刘俊不愧是败将级强者，他很快意识到了对方使用的手段，是使镜。有人在基地室内开辟了一个临时的使镜，将车和人一块吞了进去。使镜这个词一出，瞬间将在场所有人都震惊的有些错愕。使镜其实也就是空间力量的运用，凡是涉及空间的运用，无疑是要强者才有能力。最为关键的是，区败将级强者也做不到，只有称王级的强者才能开辟成功。不可能！有人刚想说这个可怕的猜想，就被刘俊直接否认了。每一位王者的行踪轨迹都在天网有登记备案的，除了前线或者管委会的调令，任何出行都要登记备案。就算是其他势力的王者，也会因为无法隐瞒强大的能量波动，被天网察觉。天网，诸夏联邦屹立在地心的立身之根本。刘俊自信且对他拥有着近乎狂热的信任。场中一片安静，刘俊的脸色变得异常难看。虽然带走方毅的使镜不是王者本人开辟的，但到底也是超脱在场所有人之上的力量。他们面对这种力量，简直如蝼蚁。可正当众人一筹莫展的时候，忽地，东区附近传来了巨大的爆炸声。刘俊猛地抬头，不单单是他一人，在场的所有人都猛地看向爆炸的方向。从那里，他们感受到了一股强大且无法匹敌的力量。但这股力量仅仅只是爆发了一瞬间，紧接着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看着眼前熟悉的景象，方毅的身躯快速地褪去，重新变回俊朗少年的模样。啪！双腿一软，方毅直接趴在地上，眼前不断地冒着金星。不单如此，更是感觉喉头一阵心甜，忍不住地吐出了一大口鲜血。果然还是太勉强了些。感受着五脏六腑内部的损伤和空空如也的丹田，方毅只觉得现如今的自己是一生中最脆弱的时候。败将级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尽管方毅是一个挂逼，可是挂逼目前修行的时间还短，还不能做到毫发无伤的越级战斗。连续的爆发使得方毅此刻的体内的五脏六腑全部都有移位的迹象，经脉更是损伤了不少。若是寻常武者，此刻恐怕已经废掉了，再也无法走上武者之路。可方毅不一样，刺啦！他从储物袋拿出2张生机符，作用在自己的身上，点点绿光融入体内。虽然没有办法彻底根治，但起码把恶化的伤势给止住了。就在这时，方毅敏锐地察觉到了远方有好几道强大的气息，朝着自己的方向以极快的速度而来。从中，方毅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基地室的高层终于是发现了，也好，自己也能正大光明地晕过去了。于是乎，就当基地室的高层出现的那一刹那，方毅恰到好处地晕了过去。刘俊急忙上前，一把将方毅拉了起来。一番检查之后，确定这小子没有性命之危，这才放心。不过也差不到哪里去了，这小子身体内部被破坏的这么严重，都没有死。玄武学府的男人啧啧称奇，其他3位学府的代表也是看着如此的方毅，眼中有着浓浓的好奇。片刻之后，他们在废墟中发现了黑曼陀和暗魔2人的尸体。当众人发现了对方身上那代表着3眼邪教神士的标志性3眼纹路之后，脸上都露出了骇然之色。这是3眼邪教的神士？4大学府之中，青龙学府的代表柳明明忍不住讶然开口：3眼邪教的神士，这不可能！玄武学府的代表罗成一脸难以置信，神士基本上都是败将级，怎么可能死在这种地方？再者，杀死他们的是谁？总不可能是这昏死过去的小屁孩吧？罗成这番话得到了众人的肯定。9品武者阶段和败将级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要说这方毅斩杀了一个9品武者层次的9纹夜叉，众人是相信的。联邦很大，基地是很多，人口也在一个较为和平安稳的环境下延续。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下，自然会有天才诞生。就拿他们4大学府来说，生源来自联邦数十个基地室，庞大的人口基数之下，不乏有精彩绝艳的天才学子亮相。月2、3个小等级斩杀敌人，4大学府里比比皆是。可是9品武者阶段和败将级可不一样，那不是一道台阶，而是一道深渊。这样的人，唯有4大学府核心中的核心嫡系才能办得到。他们不相信眼前的方毅能够做到。刘俊本能觉得不太对劲，可手中的希望正陷入昏迷之中，现如今可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他只能安排人封锁现场，并且将方毅第一时间的带去疗伤。从头到尾，方毅将所有人的谈话都听在耳朵中。大批的警车很快赶到了现场，将围观的人群都隔绝在外，并且增派了很多警司将这片区域封锁取证。天空划过一道雷声，大雨倾盆落。磅礴的大雨中，围观人群里，萧凌站在最后面，看着那躺在地上的2具尸体，一颗心如坠冰窟。这位白虎学府的天才，从来没有一瞬间像现在这一刻寒冷。他扭头就跑，全然无青年才俊的风度，任凭大雨将自己淋得湿透，一路跌跌撞撞的回到了自己家。自己往日引以为傲，现如今岌岌可危的萧家。爸，大事不好了！方毅住进了基地室最好的医院、最好的病房，享受的是最好的医疗服务。病房之外，更是由武道部派遣来的守卫专门护卫，禁止任何陌生人进入。除此之外，整个医院外围都被军方的3支队伍护卫，任何怀有其他意图的人都会被检测3遍才能进入。也就是换一只苍蝇飞进来，都给挨3个鼻窦，看看肚子里到底是不是苍蝇。联邦的科技水平还是值得夸奖的。经过了1天1夜之后，方毅的伤势被治愈了七七八八，剩下的就要靠疗养了。让刘俊等人庆幸的是，方毅的伤势看似很重，其实没有伤害到根基，接下来只需要慢慢的静养便可以了。装睡了3天之后，方毅悠悠醒来，然后看着一屋子的基地室高层，故作惊讶道：“老刘，还有古校长，你们怎么都在这里啊？”班主任刘洋和校长古云看着醒过来的方毅，长舒了一口气。
一旁的小姨周婉如见外甥终于醒来，一下子就扑了上去，将方毅揽在了怀里，嚎啕大哭：“吓死小姨了，吓死小姨了！”从小到大，小姨一家是方毅最亲近的人，其中小姨周婉如是最为挂念方毅的亲人。方毅也在小姨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感受到了亲情。他对自己的外甥和儿子一视同仁，从来没有偏心过。方毅的身躯猛地一僵，旋即张开臂膀，一下一下地拍着小姨的后背，安抚了起来。半天功夫后，在方毅的强烈要求之下，出院了。他的伤势本就好的七七八八，剩下的只需要静养就可以了。当然，这是方毅外在表现出来的伤势。回家的路上，刘俊生怕方毅这个基地式的希望再次遭受到了危险，调动了大批的警力一路护送，直到方毅安全地回到了警察厅的家属小区。但这还不够，家属小区的外围更是被军方的人围了3圈，生怕方毅在家也被人摸了进去。回到家里之后，方毅好说歹说地证明了自己基本无大碍，这才得到小姨的准许，回到了方家。踏入方家下一秒，方毅收敛了脸上的虚弱的苍白脸色，径直地检查起自己的小窝。为了避免自己的小窝遭受外人的侵入，方毅一般会在家中各处隐秘之地放置多张显迹符。检查了一番之后，并没有人侵入，方毅这才放下心来，闭上眼睛。方毅回到了太玄界。太玄界，凉州真武山后山的灵脉闭关之所。方毅回到这里的瞬间，放下了所有的防备，吃了2颗玉泉丸，原地打坐，手中捏着几个能经，体内的白霞宫自动开始运行小周天。霎时间，雾气般浓郁的灵气涌出，朝着方毅的4肢百骸涌入。黑夜落下，朝霞初升。打坐了一整夜的方毅睁开眼睛，神识内视，看着自己已经完好如初的身体，脸上浮现一抹笑容。果然，疗伤什么的还得看我白霞宫啊。白霞采气功修行出来的灵力最是中正阳和，可以起到一定的疗伤作用。再加上专门用来疗伤的玉泉丸，身体已经恢复了原本的巅峰时刻。甚至右手轻轻捏起，白皙的手上浮现出一道道青色的雷光，雷光相互接触，发出滋啦滋啦的脆响。甚至原本的青雷断体诀也长进了不少。当然，这些都不是最为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经此一遭，方毅的修为再次得到了突破。原本炼气9层的后期的瓶颈，也顺利的打开了那么一丝丝的裂口，假以10日就能顺利突破。从炼气1层至9层，方毅仅仅用了半年多的时间。当方毅笑着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高柳之后，后者愣了很久。许久之后，高柳声音坚定，像是下了某种决定：“乖徒儿，你等着，这一如正统筑基丹，为师说什么都要给你定下一枚。”方毅一愣，又是感动又是疑惑：“老师，预定的人数太多了吗？”高柳给方毅解释了：“炼丹师我们真武山也有，但要论咱们东一州最会炼丹的炼丹大师，还得是药王谷的掌门裴华。这小子是咱们东一州唯一一位2阶炼丹师，炼制筑基丹的成丹率是最高的。寻常的妖兽筑基丹，山门可以自行炼制，可要是这正统筑基丹，就要委托他了。药王谷方毅知道，东一州7大派之一，唯一一个以炼丹闻名的势力，之前一直没有打过交道，可没想到竟然有这等本事。”方毅顿了顿，又问道：“那这筑基丹要如何分？”“自然是4、6分了。”高柳道：“丹药的药材都是我们真武山提供的，药王谷只负责炼制，他4我们6，已经是很大的让步了。一炉的成丹率大概在多少？”“往年来说，一般都在7、8颗左右，7、8颗左右，所以分给真武山的也就4到5颗。内门一共24位弟子，据方毅所知的，已经达到了炼气9层。想要筑基的师兄师姐们，经过了云阳洞府的洗礼之后，已经达到了6位之多。就方毅熟知的叶青青师姐，在这段时间也是突飞猛进，达到了炼气9层了。其他师兄师姐们背后也是有老师或者家族在支持，就算灵气稀少，但全族供奉之下，天赋不差的也都熬了上来。更别提别人修仙的时间已经是7、8年，甚至有10年之久了。方毅一点都不意外，也就是说，自己还有一定的几率得到一枚筑基丹喽。不行，筑基乃是自己下一阶段变强的头等大事，这炉筑基丹，方毅必须要得到一枚。想到这里，方毅不由得又想起来上次询问正统筑基丹的丹方，高柳没有太当回事，毕竟筑基丹的丹方的主要在7大派都是知道的，其他副药都还好。最重要的是，作为主要的玉破金生花，这东西不但特别珍惜，只生长在灵气葱郁的深山老林之中，更是因为条件苛刻，生长缓慢。但年份越久，灵性越强，所制作而成的筑基丹服用之后，突破成功的概率就越高。为师曾经有幸获得了一朵200年的，这才侥幸突破筑基，得以延寿120载。人上了年纪就容易念叨，回忆往事，高柳不由得变得唠叨了起来。可方毅听得很认真，玉破金生花不知道地形之上有没有吗？筑基，方毅接下来全心全意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一件。但这人走运的时候，似乎老天都在帮助他。回到地心之后，方毅第一时间联系上了宁玲玲这个合作伙伴。这段时间，宁玲玲的玲珑药企靠着义气灵水这份招牌货，硬生生顶着光芒药企的压力，将市场份额抢下了1/3，并且还在不断的蚕食着剩下的市场。光芒药企气坏了，不止一次的找玲珑药企的麻烦，各种手段齐出，可都败下阵来。归根究底在于宁玲玲在方毅的指导之下，和本地几个实权部门有了合作关系，傍上了大腿。光芒药企是家大业大，但俗话说得好，强龙压不过地头蛇。玲珑药企走的是民众路线，光芒药企要想压它，就是和本地实权部门作对，根本没得办法。玲珑药企就像是一只鼻涕虫，死死地粘在了光芒药企的身上，不断的吸血，但是光芒药企没有任何办法。方毅、光芒还有后招，金钱的诱惑是无穷无尽的，光芒药企不可能看着比自己打压的快要消失的对手忽然振作了起来，并且还抢占自己吞下去的市场。方毅的消息发出之后，
宁玲玲忽然沉默了片刻，方毅本能觉得不太对劲，顿了顿，方毅像是想到了什么，道：“专利那边出了问题。”宁玲玲很显然没有想到方毅一下子就猜到了自己的困境，识破了，也就老老实实的说了出来。专利本来早就要下来了，可也不知道哪个环节的问题。联邦医药局那边发下通知，说我们的一期零水的专利需要进行更进一步验证，说是什么？说是效果很好，但有几率具备成瘾性，需要进一步验证。成瘾？这根本不可能。一期灵水是方毅从太玄界带回来的灵水，功效为辅助修炼，根本不具备成瘾性。等等，方毅明白了，这是有人在背后施小动作，让这份一期灵水的专利多卡了一道。宁玲玲那边也彻底不藏了，说出了自己的猜想。我这已经找人查了，多半是光芒药企背后的发动了。财不动人心，一期灵水的功效是大家都看在眼里的，光芒不可能放过这么大一块肥羊不吃，仅仅只是看着。方毅，能解决吗？宁玲玲发了一个为难的表情包。可以是可以，但是要走挺多路子的，可能要花上一笔不菲的信用点。方毅，可以走通都行，能不正面对上，还是尽量不要吧。宁玲玲，我也是这样想的。两人又聊了一会儿，这才下线。当然，下线之前，方毅委托了宁玲玲帮自己寻找玉破金生花练功房。方毅身形如云中神龙，凸显一个飘渺。忽的某个瞬间，方毅忽然感觉身体为之一轻，脑袋里也忽然多了一些莫名的东西。随后，他一脚踏出，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只见方毅的身形忽然扭曲了片刻，就像是电子影像一般，发生了不明的波动。可下一刻，方毅真正的身形已然出现在了5步开外。留在原地的方毅，其实只是方毅速度太快产生的一个残影。3秒之后，残影消去，方毅感受着身体流淌出大量的汗水，心脏也不停地在蹦动，带来足够的气血，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这游龙部终于是突破至大成了。筑基丹的主要一时半会没有消息，方毅的修为也就卡在了炼气9层了。但这段时间，方毅并没有闲着。炼体之后，方毅认识到了武道同样是不可小觑，再加上太玄界也是有体修的存在，传说中的体修大成者更是拥有逐日丹山、开山裂海的无上伟力。方毅觉得自己未必不能走到这一步，于是方毅接着静养的由头开始炼体。青雷断体诀可以暂时搁置，待筑基之前，方毅就开始正式修行雷灵宝体，吞噬青雷断体诀的功力，打好基础。武技这方面，混雷掌和游龙步仅仅只是一阶下品和中品的武技，若是方毅成功筑基，也会跟不上脚步。不过方毅想着练也练了，就索性练到底了。到时候看看有没有机缘从镇灵薅一点来自无上剑道圣地的秘法武技。游龙步大成阶段，惊鸿，我练成了！噼里啪啦，方毅缓缓抬起双手，骨节分明的手忽然一握，虚空之中一道道细密的雷霆生出，电光互相碰撞，发出霹雳之音。混雷掌也大成了。现如今的自己，单单以大成级别的混雷掌，也是能够轻易的打败堪比5品武者境界的，而不是7品武者。若是遇上当初那只9纹夜叉，也可以单靠武道手段轻松击败对方。仅仅只是击败，可要是斩杀，恐怕还得动用仙道修为。对于仙道修为一直遥遥领先，方毅其实心中有数。归根究底，还是太玄界的仙道发展时间够长，超出地心太多了。不过这没有关系，方毅不是什么守旧派，向来秉承着的是什么好用就学什么。当务之急还是得筑基，单单只靠玲珑药企一条路子可不行，自己得看看能不能从别的路子上打听一下玉破金生花的下落。正当方毅愁眉苦脸，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灵药的时候，他家里的小区电话传来了消息，门口保安的大嗓门传来：“方小哥，门口有个叫柳明明的女子说要找你，要放她进来不？”柳明明？方毅回想了一下，自己并不认识这人，但这个柳明明似乎知道方毅在犹豫，便主动自报家门：“方同学，冒昧前来打扰了，我来自青龙学府。”青龙学府？方毅微微挑眉，很快他就明白了，这是基地市上报了他的潜力，所以青龙学府的人来进行特招了。稍等，片刻之后，柳明明穿着一身碧绿宫装，身躯曼妙玲珑，脑后有一头墨绿色的秀发，气质如雨后杨柳一般清润人心。他看着眼前的俊朗的少年，微笑着开口：“方同学，我就直接开门见山了，你觉得我怎么样？”方毅，当我觉得有问题的时候，不是我有问题，而是代表着你有问题。对于眼前这位成熟美妇人的这个问题，方毅的第一反应是疑惑，第二反应是怀疑，第三反应是气血隆隆，周身弥漫着一股细密的青色雷光，磅礴的气血威压将门框所在的空间都给压塌了几分。你是邪教徒？是的。方毅严重怀疑，眼前这个所谓的青龙学府招生办的人是不死心的3眼邪教的邪教徒故意扮演的，目的就是为了接近自己，暗杀自己。这么一想，方毅觉得这个猜想更加正确，不由得就要身躯暴涨几分，开启青雷断体诀第2重，化身雷中神人，更是时刻准备着拿出飞光，以神识御剑，瞄准着对方的眉心。假如眼前的柳明明有任何对伤害或者攻击性动作，方毅就会全力驱使飞光，洞穿他的脑袋，再然后用少白剑气将他的身体切碎成无数细小的肉末，断绝其复生的可能性。柳明明本来是想着用美人计试试看方毅这个小屁孩，结果哪里能想得到方毅二话不说就要动手啊！更让柳明明震惊的是，方毅不单单是想要动手，更是打算全力爆发，想要一口气做到一击必杀。作为青龙学府的人，柳明明虽然以美貌著称，可是这并不代表着他弱，相反，他不单单是一位败将级的强者，同时还是一位2级精神念师。最重要的是，他的家族在联邦也是1等1的存在，背景强大，天赋出众，还懂得人情世故，长得还是1等1的漂亮，
正是种种因素叠加起来，才造就了这位青龙学府的4大美人之一的方明。可现如今，柳明明一番明显是打趣的话，竟然引发了眼前这小屁孩对自己的杀意。最为重要的是，作为一位败将级强者，一位2级精神念师，柳明明是真真切切的在眼前的这个少年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可以置自己于死地的危机。精神念师对于危险的感知比武者敏锐，虽然柳明明的心中不想承认，但是身体本能却告诉了他，要是自己再不进行解释一下，恐怕眼前这少年真的会不惜一切代价爆发，杀死自己。想到这里，柳明明毫不犹豫地举起双手投降。方同学误会了，我对你没有任何恶意。好一番解释之后，柳明明耗费了好一番口舌，就差把自己平日里的喜好告诉方毅，才让方毅勉强相信了他这个青龙学府招生办特使的身份。方毅这才知道自己误会了对方，赶忙松开了自己的气势，笑呵呵地摸了摸后脑勺，有些释然道：“不好意思，刘老师，我还以为您是图谋不轨的邪教徒呢。抱歉抱歉，快请进。”方毅将柳明明迎入自家，客气地在客厅招呼对方。柳明明看着眼前这个露出摄然笑容的大男孩，脑海中却忍不住回忆起刚才那把自己堵在门口，双目中闪着暴虐雷光，气势锐利的像是一柄利剑的少年，这根本就对不上一块儿。翠绿宫中的美妇人微微摇摇头，将脑海中的画面剪去，这才看着眼前的方毅，开门见山的想要说一说特招的事情。结果就在这时，门口的电话又响起来了，保安大爷的大嗓门再次传来：“方小哥，又来了3个人，说是认识你，想要和你谈一谈特招的事情。”正在烧水泡茶的方毅一听这话，缓缓抬头看向柳明明，后者身躯不由得僵硬了片刻，露出僵硬的笑容。该死，这群跟屁虫，鼻子真他娘的灵！柳明明内心疯狂大喊，心中依旧诅咒了3人祖宗8辈子，却也不能在当着特招生的面前露出来。片刻之后，不大的方家已经显得有些拥挤。方毅看着对面坐在一起的4大学府招生办的特使，脸上露出了一个笑容。哪位老师先来呢？4人相互对视了一眼，额角都忍不住的跳了跳，表情都有些僵硬。败将级可以做到传音入耳，4人之间一下子就炸开了。柳明明，你们这群跟屁虫上赶着凑上来，这下好了，给人有讨价还价的机会了。白虎学府的特使是一位军人，名唤杨宽，额角也是忍不住一跳。好意思说我们3个？要不是你不讲规矩，想要吃独食，我们至于一拥而上吗？朱雀学府的宁红叶、道树柳眉也加入传音。就是，是你这女人不守规矩的，关我们几个什么事情？还有，是谁在现场张口闭口不相信方同学可以斩杀2个3眼邪教徒的？柳明明啊，柳明明，你这嘴可真的是会骗人的紧啊！你要脸不？柳明明一听这话就急了。什么叫我不守规矩？我只是关心方同学的伤势，想要来看看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毕竟我们青龙学府的黑玉断续膏乃是联邦第1等的疗伤神药，你们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无耻！宁红叶一听这话气得不行，他年龄在4人中是最小的，但是脾气向来就暴躁，属于是一点就炸。一听这话，柳眉倒竖，当即就要发飙。关键时刻，一直没有开口的玄武学府的招生办特使罗成开口了：“行了，这是人学生家里，你们想要拆家吗？”一句话熄灭了3人之间的火气。罗成看了一眼3位同僚，叹了口气，转而看向了一旁一脸看戏表情的方毅，露出了有些不好意思的笑容。不好意思啊，方同学，我们几个稍微讨论了下，不介意吧？方毅果断摇头，当然不介意了。虽然他没有听清楚几人说些什么，但是一看几人之间就很热闹，热闹八卦这东西，方毅也爱看。罗成狠狠地瞪了一眼其他3人，决定先由自己开门见山。方同学，我们玄武学府对你的天赋和潜力十分看好，想诚挚特招你加入我们，为此可以给你开出以下的条件。我们玄武学府十分重视方同学的天赋，因此在我来之前，校委会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一定要好好教好方同学。为此，我们玄武学府可谓是诚意满满。罗成抬起手腕，上面有一个亮白色的手环，轻轻晃动了下手环，房间内浮现出一道虚拟的屏幕。见此一幕，方毅不由得有些讶异。光幕之上浮现出3样事物：第一，我们愿意给方同学提供大学4年全额奖学金，每个月还能补贴100能金修炼，分一栋校内2级修炼室。第二，我们愿意提供1门 S 级武技，2门 A 级武技，供给方同学修炼。第三，我们玄武学府还可以。方毅静静倾听，时不时点头。如何呢，方同学？说完之后，罗成笑着看着方毅，开口询问道。方毅顿了下，条件确实很不错。哦，方同学果然慧眼如炬，要是觉得满意的话，咱们就这么定下了。罗成心中暗暗窃喜，觉得方毅虽然天赋了得，但在某方面还是嫩了些，这么轻易就动了心。结果他这个想法还没有坚持2秒就破功了，因为方毅并没有回答他，而是径直地看向其他3人。我觉得还是听听看其他3位老师的待遇先。罗成打眼了，这小子根本就是一只狐狸崽子。3人也将自家学府开出的条件一一道出。方毅听完之后，并没有着急着下决定，而是委婉地表示：4位老师的诚意，学生看到了，不知是否给学生一点时间考虑下呢？毕竟这涉及学生的前途，还望体谅。对于方毅这个说法，4人没有介意，良禽择木而栖，这是无可厚非的。只不过回去之后，4人很明显并没有打算就此不动。送走了4人之后，方毅立马给小姨夫蔡武打去了电话，将事情经过都描述清楚。听完之后，蔡武先是呼吸急促了几分，很明显也被这个消息给惊喜了，但他很快就恢复了，开始给方毅分析。先不要着急，4大学府目前开出来的并不是最终的条件，等着吧，他们私底下还会联系你，联系之后多半就是最后开出来的条件，你仔细分析，根据自身条件好好筹谋一番，选择对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毅不由得点头，
表示自己明白。蔡武虽然实力不太行，但是他一直在警察厅里工作，某种意义上，对于这些事情，他比方毅更能看得透彻。果不其然，没过多久，方毅就陆陆续续收到了4人私底下开出的最终条件，基本的福利都差不多。4大学府作为联邦的顶尖学府，在这基础福利上不会亏待学生。最为关键的是，各自学府的压箱底的东西。青龙学府开出的是可以给方毅一部精神念师的冥想图，精神念师极为稀少，而可以供给给精神念师修行的资源也非常少。除了天才地宝之外，对于精神念师最有用的就是冥想图了。青龙学府的精神念师学子是最多的，他们也藏着几幅精神念师的冥想图，这是他们学府的压箱底的宝贝。冥想图确实很不错，但对我来说并没有很大的用处。方毅修行了养神术，神识就是精神力的别称，甚至比精神力还强大很多，根本不需要所谓的冥想图。白虎学府开出的是可以让方毅提前进入军方实习，毕业直接继承方毅父亲在军方那边的警号，军衔据说也可以商量商量。对此，方毅确实有几分心动。军方是联邦的根基之一，能够进入军方还是天降，直接就永远军衔，这简直是梦中才有的待遇。不过，方毅怀着穿梭2界的大秘密，军方确实好，但是规矩和制衡太多了。至于朱雀学府和玄武学府，方毅很快就有了决断，那就玄武学府了。玄武学府开出的条件是玄武池3次洗身的机会。方毅上网并没有查到任何消息，想了想，直接给武道部部长刘俊直接发去了消息，询问一番。上次因为方毅受伤，刘俊担心的不得了，生怕这位本是天骄再出什么意外，干脆直接加了方毅的联系方式，确保能够第一时间联系上。刘俊的消息很快就发了过来，没想到玄武学府这么大手笔，竟然开出这等丰厚的条件。刘俊一番解释，方毅才明悟了这玄武池洗身是什么丰厚的条件。玄武学府建立的时间是4大学府里最短的，但他后来居上的速度却犹如一只装载了火箭发射器的大乌龟，飞快的不像话。归根究底在于玄武学府的最深处那口号称武者天堂的玄武池。据传，玄武学府这口神秘的池水是玄武学府的创始人玄圣从星空深处带回来的，它对于武者而言乃是无上的至宝。洗身1次可以提升少部分资质，洗身3次，这可真的是下血本了呀。刘俊说着这话的时候，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语气是酸溜溜的，很明显，他也被玄武学府开出的这等条件给震惊住了。方毅闻言也微微有些惊愕，玄圣从星空深处带回来的，此方世界武者的修为境界为9品武者境，拜将、封侯、称王、成圣。据传这成圣上还有境界，只是联邦目前还从来没有人能够做得到，地心上暂时也无人突破至更高层次。玄圣就是玄武学府的创始人，联邦的底蕴，地心的强者。方毅微微思考了一番，做了决定，就玄武学府了。武者一道等同于体修，修仙练武两不误，这才是我这个挂逼的该有的觉悟。当晚，罗成就收到了方毅的决断，高兴的几乎要发狂。方学弟，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学府的人了，可要互相扶持啊。方毅表示明白。不久之后，3大学府的人也知道了方毅的决定，遗憾的同时也有些震惊，玄武学府敢下这么大的血本。罗成对此却挥挥手，表现得云淡风轻。嗨，至宝放在哪里？要是无人使用，有什么用？方学弟天重奇才，何该入我玄武学府啊？哈哈哈！特招进入顶尖4大学府，这是方毅的目标之一，同时也是故去的方父方母的遗愿。能够做得到，方毅心中也很是满意。距离特招结束的时间还剩下半年，方毅可以自由利用。似乎是天降福缘，好事成双。宁玲玲那边也传来了好消息，玉破金生花有消息了。基地是宁玲玲家的庄园，方毅再一次踏足这边，享受到了不一样的待遇。比起之前那种老式庄园的繁华，现如今的庄园多了不少人气。显而易见的是，随处可见的佣人。宁玲玲似乎察觉到方毅的想法，笑道：“之前我家孤木难支，自然不需要太多佣人。现在不一样了，我重掌大权，靠着义气临水，独挑大梁，再次将玲珑药企的招牌扬了起来。有钱了，自然就有精力来享受生活了，招些人服务，难道有错吗？”宁玲玲是典型的豪门大小姐，不管是从姣好的容貌，还是优雅的气质，更是从她的行为举止当中都能感受到。再说了，她招人都是按照正规流程来的，人都是领工资，干得不开心随时走人。方毅又不是仇富，这次两人会面的地点不是仓库了，而是客厅。开门见山，宁玲玲将一份文件递给了方毅，细细道来：前不久，基地市军方在咱们城外的西北方向100多公里的地方，发现了一处不规则的空间波动。一开始只是微弱的，之后变得十分规律性。根据探查，发现是一处小型使境即将开启。附近的土客已经有人进去过了，将里面的大致情况都说了一遍。确定了是一处小型的使境之后，开拓队进去探查，其中就有你要的这种灵药的踪迹。准确点来说是疑似有。宁玲玲是药剂师，如果没有100%肯定，是不会说出一定这种词的。方毅接过文件，看了一眼这处使境的位置，不由得挑眉。这出现的位置还真的是妙啊！宁玲玲翘着裹着白丝的曼妙双腿，吃着橘子，也道：可不是，刚好出现在2座基地市和夜叉族的交界处。那处使境的位置刚好处在落霞山附近。方毅顿了顿，道：那岂不是说3方势力也都发现了这处使境？咕咚！宁玲玲喝了一杯果汁，道：是的，使境出现的空间波动实在太大，根本压不住。榆木基地市也不可能放过家门口的资源，夜叉族也不可能放任我们有壮大的机会，已经形成对峙。要想进去，估摸着还要做过一场。方毅静静地听着，使境不同于秘境，
这种特殊的空间秘境其实算是一种小型世界，里面有山川有河流，甚至还有生灵居住的特殊空间。这种独特的空间，联邦高层其实有调研，但都没有成果。但依方毅看来，这种空间其实很像是太玄界的那些实力强大的修仙者或者门派开辟出来的洞天福地，只是没有见过实物，方毅也只是猜测罢了。但无论这处史境是什么，方毅都要闯一闯了。告别了宁玲玲之后，方毅再次找上刘俊，后者对于方毅现在是越看越顺眼，越看越觉得可惜不是自家的孩子或者亲戚孩子。操，这怎么不是自家孩子呢？联邦对每个基地市的人才培育都很重视，实权部门的最重要的考核标准便是人才的培养。金海基地市每年虽然也有人进入4大学府，但无疑都是建成家族的子弟。方毅这样的平民出身的弟子也有考进去的，但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过了。方毅的出现犹如一针强心剂，给这个沉寂多年的3级基地市带来的新的生机。尤其是方毅还是特招进去的，这无疑更加表明其天赋之出众，乃是与众不同。方毅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刘俊，听完之后微微皱眉。那处史境正处于3方对峙状态，可能会有危险的。方毅微微摇头，武者本就是将头挂在腰上的人，区区危险怕什么？刘俊忍不住拍掌叫好，看着方毅的目光越发的柔和。行，等过段时间这个史境的掌控权下来之后，我给你一个名额。方毅大喜，谢谢刘部长。嗨，刘俊挥挥手，很是大方道，咱叔侄2个谁跟谁啊？待归属权下来了，多半是要找人进去探查一番的，你到时候做好准备，估摸着还要你带头呢。方毅点头表示明白了。果不其然，金海基地市与榆木基地市虽说有竞争关系，可两者到底都是分属联邦，再怎么打出脑子都不可能将机会让给异族。2座基地市果断联手，果断将夜叉族排挤在外。据说与夜叉族的关系也因此变得更为紧张，甚至两边接壤的地方的局势也变得一触即发。当然，这些和方毅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以他现如今的地位，也还不够资格去关心战争。方毅现如今要做的是一心一意的搜集资源，将自己变强。无相模拟训练室内，方毅从此变成了这里的常客。无相模拟训练人偶是个很好的训练对象，可以让方毅很好的训练自己所掌握的武技，还能够时不时的训练一下飞光的御史技巧。对于剑道，方毅是真心喜欢，除了对剑仙那风姿绰约的向往，更多的也是对剑修那恐怖无双的杀伐力发自内心的憧憬。现如今，自己更是已经成为了太玄界5万年前上古剑道圣地剑宫的外门弟子候选。那可是传说中的上古剑道大派，其中不知道珍藏着多少秘法剑法，使出来不知道有多么强悍的威力。方毅已经有了敲门砖，岂能白白浪费此等机缘？这般想着，方毅只觉得内心一片畅快，武道剑道技巧都在与日俱增。可与此同时，方毅表现得越是优秀，所展现出来的光辉越是耀眼。某些躲藏在黑暗中的存在，心中的恐惧和杀意就越是明显。我让你调查的事情如何？刘俊喝着茶，对着自己的副手问道。后者微微点头，一字一句回道：秘境中打算与方同学同归于尽那个萧章，萧家已经给出证据，说是那小子因为和方同学积怨已久，心中生出报复之心，这才会做出如此不智之举。萧家也说了，那是萧章的一人所为，并不是家族的意思。茶水缓缓下肚，刘俊微微眯着眼睛，一人所为，撇的倒是干净，可我这些年见过的阴谋诡计，可不仅仅只是这些。是，副手扶了扶眼镜，可萧家处理得很干净，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可以指控对方。刘俊闻言，忍不住微微皱眉。方毅是他管理下诞生的天骄，是万万不能出事的。萧家虽然不惧，但是他作为规矩中的一员，不能没有证据直接动手除掉对方。你继续找人严密监控萧家，确保对方不会在对方意产生不该有的想法。是。晴天闪过一道霹雳，随后便是倾盆大雨，覆盖了整座金海基地市。哗啦啦的雨水如珍珠般落下，形成了一道道雨帘，落在了这处颇具江南古典风格的庄园内部。这里是萧家，准确的来说，是基地市的建成家族萧家的大本营。萧家祖祠之中，香火渺渺，形成的烟气在此处缭绕不散，其中隐隐约约显现出2个人的身形。一人正是萧家年轻一代的天骄萧凌，另外一人则是现如今的萧家掌权者萧凌的父亲萧全。香火中，萧全面沉如水，冷声道：对着列祖列宗跪下。萧凌猛地抬头，脸上都是一片愕然。爸，为什么？萧全转身，狠狠一记耳光打在了长子的脸上，铁青着脸，狠狠道：跪下。看着父亲眼中那怒火，萧凌感受着脸上的火辣辣，扑通一声就跪下了。他定定地看着自己的父亲，咬着牙不甘道：父亲，为什么？萧全转过身去，沉默了好一会儿。偌大的萧家祖祠里，随着这对父子的僵持，空气都变得黏滞了几分。半晌，萧全缓缓转过身，坐在太师椅上，看着跪在地上脸色恐惧的长子，语气悠悠：我让你跪，是因为你犯了2个错误，其一是你识人不明和不自量力。咱们萧家之所以能够在金海基地市占据了这么多年的位置，活得滋润得很，靠的就是谨慎和规矩。家族有家族的规矩，联邦有联邦的规矩，在没有绝对的实力面前，家族的规矩绝对不可能凌驾在联邦的规矩之上。而你的所作所为，则是将家族置于险地，这是你的错误，是你人生至今犯的最为严重的错误。萧凌脸色微微发青，这确实是他的不对，可是这一切都是有原因的。我不甘心，爸，你说的是很对，可是我不能眼看着机缘在自己面前而白白流失吧？您知道不？我在咱们金海基地市是天骄，可是放在白虎学府里根本就是个屁。17、18岁的败将级种子，一抓一大把，更有数不清的强折子女和强盛家族的子弟，他们的天资都比我好，背后的资源也比我好。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落后于他们，我需要改变，我需要一次彻底脱胎换骨的改变。我千方百计地打听到了咱们同源秘境之中有一棵灵树，其中会长出一种青色的果子，可以服用的人转换为一种特殊的体质，使其天赋改变，从此一飞冲天。我只是想让那方毅帮我摘取一些过来，并不是一开始就想要得罪他。萧凌一字一句的争辩，脸上挂着的是青年独有的不甘和倔强。他在诉说自己的野心，也更是在向着自己的父亲诉说着自己的不甘。已经尝试过站在顶峰的人，是不能接受再次变得平庸的。萧凌就是这样的人，看过更为广阔的风景之后，他是绝对不甘心成为自己瞧不起的平庸之辈。萧全沉默了很久，脸上不断的来回转换成不同的神色，有痛心，有自豪，也有犹豫，但最终都转换为冷漠。变强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你做事还是太小儿科了。萧凌猛地抬头，不顾脸上的泪水，看着自己隐藏在黑暗中的父亲。黑暗中，萧全的声音缓缓道出：对付一个方毅，你根本不需要借助邪教徒的力量，也不应该蛊惑你的堂弟去和他同归于尽。你可以使用家族的力量，这才是最为安全的方式。这是你的第二个错误。家族？萧凌有些懵了，喃喃道：可是您不是说做这种事情千万不能用家族的力量，避免落下把柄被联邦抓住吗？脚步声浮现，萧全缓缓走了出来，慈爱地看着自己的长子，淡淡道：若是一开始还能用温和的手段去谈，也是可以直接和基地市的高层用利益置换，为你换回更远大的前途。可现如今不行了，虽然高层们没有查到强有力的证据，可是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最终都会生根发芽。做与不做，其实我们都已经被监视了。那既然如此，为何不彻底搏一搏，将家族和你的危机彻底消灭吗？萧全来回踱步，最终问道：我且问你，你确定那可以洗精法水的青色果子真的不在秘境中了，而是在那方毅的身上？萧凌先是一愣，旋即脸色坚定道：我可以断定，那青色果子是同源秘境的核心，一棵灵树长出来的。据我学府里的教授所言，服用3颗以上可以改变体质，从此修行武道顺风顺水，甚至可以让我在25岁之前顺利突破至败将级。教授还说了，灵树生长缓慢，往往10年才能结一次果子。那方毅能够在短时间飙升这么多的战力，一定是因为他吃了那果子，所以我断定他的身上还有那果子。父亲，我不甘心。好。沉默许久，萧全缓缓道出一个字：为父明白了。为了你的前途，父亲会给您妥善的处置好的。灵儿，你先下去，为父已经有了决断了。萧凌毕恭毕敬的下去了。在他走了之后，萧全转过身看着香火渺渺中的一行行牌位，最终将视线定格在其中一个上，那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是萧凌的妈妈的牌位。萧全慈爱地看了一眼妻子的牌位，最终眼中的柔情化为了坚定。来人，备礼，我要去拜访一下基地市的新晋天骄。一家之主的命令很快得到了执行。萧全换了一套衣服，整齐地理了半天，在镜子前看了许久，眼神悠悠。不多时，刘俊得到了消息，萧全那老家伙带着礼物去拜访方小子了。副手定声道：是的，我们已经核实过了，确实是带着大批的礼物，孤身一人。刘俊微微皱眉，这老小子莫非真的是服软了？萧全带着礼物孤身来到了方毅所在的小区外，他礼数做足，孤身一人，甚至放下了一家之主的面子，亲自朝着小区保安问路。可在众人的监视之下，却只得到了一个方毅不在小区内的消息。萧全并没有发火，而是很快通过萧家的关系网，很快确定了方毅的位置，东区的无相模拟训练室内。很快，方毅在刘俊的通知下见到了这位传说中建成家族萧家的掌权人，两人的见面就在无相模拟训练室内。方毅平静地看着萧全，身旁站着的还有一人玄武学府招生办的特使罗成。罗成在得知了萧全找方毅之后，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作为方毅的引路人，第一个被喊学长的罗成觉得自己有义务守护自家学府未来的称王种子。正因为如此，萧全也忍不住的多看了罗成几眼。玄武学府的罗成罗将，是吧？萧全此刻尽显一家之主的风范，对罗成是微微拱手称好。罗成点点头，风轻云淡道：区区不才玄武罗成，不知道萧家主今日来此找我学弟有什么要事吗？对于罗成这话里的绵里藏针，萧全当没有听见。他微微一笑，看向方毅，这次来找方同学仅仅只是为了一个交易。交易？方毅微微挑眉，他自问第一次见这个所谓的萧家的家主，并不知道双方有什么交易可以做。萧全也不含糊，直接开门见山。此前我儿萧凌找小友进行合作，希望能够在同源秘境之中找到一种可以辅助修炼的灵材，那是一种青色的果子，是一种灵树上面长出来的。不知方同学是否能够割爱卖与我萧家，无论多少信用点都可以商量。方毅恍然大悟，干鸡毛，原来这萧凌闹了半天，竟然是为了自己从碧霞青铜树那里得到的青色果子啊！可方毅并没有答应，甚至没有打算承认自己有青色果子。你找错人了，我不知道什么青色的果子。方毅回答之果断，让萧全的眼中莫名多了几分阴郁。他缓缓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信用卡，递到了方毅的面前，平静道：这张卡里有300亿联邦信用点，只要3枚青果，方同学就能得到300亿联邦信用点。300亿！别说是方毅了，就连一直站在方毅身旁守护他的罗成，此刻内心都忍不住为之一震。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啊！要知道，很多一级基地市的家族也凑不足这么多信用点的，看来不可小觑这个萧家啊！哎，学弟还是太年轻了。罗成心中这般想到，心道在这么多的信用点的诱惑下，自己这个少不更事的学弟，说不定就会选择交易并和解。对于之前方毅在期末考核秘境中遭受邪教徒攻击的事情，罗成可是完全的打听了清楚。他虽然有心结交这个天赋异禀的学弟，可也不好插手。毕竟
那是方毅在加入玄武学府之前发生的事情。他现如今想的就是得要把方毅之后的安危给牢牢的保护好，这才好跟学府里交差。300亿信用点，尽管方毅对萧家毫无好感，但也不免被如此大一笔信用点给震撼住。若是自己有了这些信用点，说不定……抱歉，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青色果子，也没有在秘境中得到什么青色的果子，你请打道回府吧。方毅的这番话果断至极，说出的那一刹那，在场的另外2人都有些错愕。罗成忍不住的看了好几眼自己这个学弟，心中错愕的不行。这么大一笔信用点面前都能够果断拒绝，这学弟不是池中物啊！萧全深深的看了几眼方毅，最后试探性的问道：“方同学，冤家宜解不宜结，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方毅也静静的看着萧全，脸色淡然，语气坚定：“萧家主，我真的不知道什么青色的果子。萧章的事情，您不是说这是他个人的所为吗？难道其中另有曲折？”闻言，萧全不再说话，而果断起身站起来走了。临走之前，他留下一句话：“方同学，此去一别，山高水远，可要小心风浪了。”罗成的脸色有些不太好看。这话虽然听起来像是祝愿之语，可要是放在萧家和方毅之间，那这寓意可就不太好了。萧全径直的走了，没有留下一丝一毫的云彩，正如他来的那般。可方毅却知道，萧家已经盯上自己了。他们原本是打算破财消灾，将萧章玉要和自己同归于尽的这笔债一笔勾销，之后大道朝天，各走一边。但是方毅偏不，你们都想要杀了我了，还希望我能够接受赔偿不追究？天底下就没有这样的事？方毅自问不是一个心胸狭隘之人，若是寻常的冲突，相视一笑免恩仇也无可厚非。可这已经涉及自己的性命了。当初那萧章是真的冲着拉着自己同归于尽而发动的自爆，可那等威力的自爆，他一个个区区的4品武者是无法做到的。萧家肯定在背后出了力。当初你想要置我于死地，现如今想仅仅只是破财，就打算让我不追究？这不可能。罗成见方毅不说话，误以为这学弟是有些后悔刚才的决定，便好生出言安慰道：“放心学弟，区区萧家而已，还不在我玄武学府的出手范围之内。你入了我们玄武学府之后，他们不想被灭族的话，就不敢动你。”对于罗成的安慰之言，方毅微微点头，表示明白。这件事是他和萧家之间的恩怨，若是可以的话，方毅也想用自己的力量解决萧家。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要是自己不行，大不了再求助学府或者刘俊，直接搬救兵。话又说回来了，这萧凌竟然如此在意这青色果子，自己储物袋里的一堆还没有尝过一个呢。方毅果断回家，来到太玄界，找到了自家老师。老师，你给我瞧瞧这青色果子有什么功效呗？方毅带着青铜果，直接找到了老师高柳。高柳仔细观摩着手中的青色灵果，触手温凉，外表如碧玉似的，更是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香气，一时间都有些愣神。老师，老师！方毅叫了好几声，才把发呆中的高柳唤醒。唤醒之后的高柳目放金光，看着方毅，语气狂热地问道：“乖徒儿，这果子你从哪里来的？”青铜果的来历，方毅早有准备，直接搬出来从镇灵那里得到的。高柳闻言，不由得再次赞叹：果然不愧是上古圣地，竟然连这等养魂灵果都有。养魂灵果？方毅听着这名词，大感好奇。高柳看着徒弟这一副好奇的模样，忍不住地挺直了胖胖的身躯，终于开始了做起自己一个老师该有的教导工作。所谓养魂灵果，指的就是其服用之后可以壮大神魂、滋养神识的灵果。壮大神魂，滋养神识。方毅有些错愕，心道：原来世间还有这等奇妙之物。方毅缠着高柳给自己多说说看。高柳嘴里虽然念叨着不耐烦，但脸上那得意洋洋的表情却出卖了他。咱们修士修行讲究的是性命双修，不单单要修行壮大肉体，更需要滋养壮大神魂。世间万物分为阴阳，孤阳不长，孤阴不存，只有阴阳交融，才能重返先天。修士若是境界够了，肉体也够了，但是神魂不够强大也是不行的。神魂不够强大的修士极容易发生意外，最为常见的就是突破或者闭关修炼的时候，极为容易招惹天魔，或者内心深处诞生外魔，最后步入邪魔外道，功亏一篑。入门以来，方毅一路顺风顺水，天资不错，再加上拥有一个大世界的灵材供应，根本不愁修炼。这还是他第一次听高柳讲述修行的种种精要，方毅不由得想到了自己。幸好自己走的是6边形战士的路线，法体双修，既有修炼剑道，还修行法术，同时还额外的选修了炼体秘法，根本不存在偏科的迹象。看来自己法体双修的路子果然是正确的。方毅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高柳继续科普，不过他话锋一转，将话题转到了方毅即将面临的一大关隘——筑基。说起筑基，高柳收敛了脸上的从容，换成了凝重。性命双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代表着我们修士的根基。你之前一直忙着闭关，为师没来及告诉你，今日恰好有时间，为师就好好跟你说一说这筑基的艰难。筑基的艰难？方毅不由得也挺直了腰板，毕恭毕敬回道：还请老师赐教。高柳最满意的就是自己这个弟子对自己敬爱有加。我首先要告诉你的一件事情就是，筑基十分之艰难。高柳带着方毅来到了真武山的某座山峰上，眺望9天，感受着山峰的吹拂。此时正值早晨，真武山的各山峰如一根根天柱，刺破云海，美地像是天上仙境。但高柳的脸色却是前所未有的凝重。其实每年都会有弟子尝试筑基，预定不到筑基丹的必定失败，服用了妖兽筑基丹的突破成功率也是10不存1，服用正统筑基丹破境的往往只有1/3的概率成功。往年里，无数精彩绝艳的弟子被山门或者家族寄以厚望，觉得肯定能够在仙道上走得更远，看到更好的风景，可是都倒在了筑基这一道门槛之上。筑基失败者气血两亏，迅速变老，
再无仙道之望。往往只有那些天赋出众者、意志出众者才能成功筑基。我当初筑基成功也是侥幸而已。所以啊，乖徒儿，仙道茫茫，人道渺渺，修士要想走得更远，无一不是大毅力、大智慧和大气运集合在一起。筑基，这一关就难倒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方毅闻言，心中也有些震惊，万万没想到，原来筑基竟然就如此艰难。方毅心中其实一早就有答案，此事灵气衰退，灵财宝要极为珍惜，修仙的难度大大的增加，成才的几率也会下降，这是必然的。仅仅只是筑基就难倒了这多人，难倒真武山现如今除去掌门这位结丹老祖之外，仅仅只有10位筑基大修。原来筑基也是如此之艰难啊！不过方毅并没有气馁，因为他不是常人，而是一个挂壁。那老师，这服用养魂灵果滋养神魂，是不是对于筑基成功有一定的提升呢？方毅问道。高柳点头，你猜的没错。若想筑基，神魂、肉身、意志缺一不可。抛去意志这等有些虚无缥缈的东西，神魂和肉身的提升和修行，是我们要想筑基成功的前提。肉身一到，我就不用担心你了。你修行了青雷断体绝有成，还高屋建瓴，本身还对剑功的炼体秘法有一定见识，肉身力量是宗门弟子里最强的。那么眼下最重要的就是你的神魂了。为师知道你修行了养魂术，提前拥有了神识，可这事关筑基，不得不小心。筑基眼看着就在前了，你若是打好最好的基础，也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筑基的艰难，朝着仙道更进一步，那就是极好的。高柳此刻说的都是他最为宝贵的筑基经验，这等见闻在整个修行界都是极为宝贵的。若不是亲传弟子，方毅若是想要知道，付出的代价是极大的。这侧面也说明，高柳是真正的将方毅当成了自己的亲传弟子对待，是毫无保留的全部授予。这种倾囊相授，也是方毅一直觉得真武山是一个可以让自己归心的地方的重要原因。可话又说回来了，这养魂灵果虽然珍贵，可是仅仅只是1颗2颗的效果，实在是有些不够看。乖徒儿，你下次去洞府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再得几个，看看能不能。哗啦啦啦，高柳苦口婆心说到一半的肺腑之言，硬生生的堵在了嗓子眼。因为方毅当着他的面，从储物袋里直接拖出来了整整1麻袋。1麻袋，在这一刻，高柳承认自己的道心，隐隐约约好像出现了那么一丝丝裂缝。谁家弟子用麻袋装着珍稀异常的养魂灵果呀？高柳发誓，自从自己晋升为筑基大修以来，心境已经趋向古井无波了。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屡次的心境破防，竟然是在自己这个关门弟子身上。高柳目瞪口呆地看着方毅，从储物袋里拿出这1麻袋，自己眼中认为珍贵的养魂灵果，整个张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之精彩。好半天之后，高柳看着方毅，语气悠悠道：“徒儿，你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元神大能转世？”方毅啊，对此，方毅其实也有解释，完全推在了剑功传承之上去。高柳一下子就接受了这个解释，还自顾自地补充了点设定。这就说得通了。剑宫作为上古剑道圣地，向来藏品已经极为的丰厚，区养魂灵果想必也不在话下。徒儿，你再次闭关吧，每时服用1枚养魂灵果，争取在突破之前，把自己的神魂滋养到最完美的状态。方毅点头，但心中其实有些复杂。自家老师绝对猜到了些什么，但是他却并没有追究到底，反倒是顺着自己的话往下说去。就冲这一点，方毅觉得高柳真的是一个最适合自己的老师。性命双修，性命双修。回到地心之后，方毅就开始琢磨起来所谓的性命双修了。若是按照他的思维方式，简单的来说就是武道和仙道一起来。不过当务之急，还是得把这1麻袋的青铜果吃了。可是修着修着，方毅猛地一拍脑袋，觉得自己这是忙昏了头，差点忘记了这位前辈了。方毅回到了太玄界，赶忙找上了掌门齐王星，说是希望他能够送自己再去一趟云阳山。齐王星一听这话，十分惊讶：“你这个时候去做什么？下一次开启的时间还没有到。”方毅老老实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高师已经与你讲过，筑基之艰难，讲究一个性命双修。我左思右想，觉得这关乎道途事情，不能马虎，便想着去请教一下云阳山的镇灵前辈。”齐王星闻言，一脸错愕地看着方毅。他其实很想说，方毅是不是在白日做梦？这等上古圣地的传承，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外门别府，也是普通势力无法企及的存在。你方毅到底何德何能？云阳山，齐王星和高柳一路护送方毅来此，互相对视了起来，看到对方的眼中都是满满的错愕。就在刚刚，他们2个亲眼看着方毅在洞府门外之弟子里说了些什么，然后就被传送进去了。反观其他宗门，还有不少徘徊在洞府附近，想要寻找机缘的修士，苦苦追寻，却没有半分门径。这就进去了。齐王星怎么也想不通，这镇灵对别的宗门，甚至对自家宗门的其他弟子都是爱答不理的，怎么到了方毅这里就这么好说话了呢？齐王星想不通，高柳却忍不住露出满怀安慰的笑容。掌门，这或许就是天生奇才吧。洞府内部，方毅只觉得眼前光芒一闪，回过神来，发现再次来到了那处看不清供奉着什么人物的大殿。镇灵的声音在他的耳畔响起：“炼气9层了。”修炼速度勉强够得上外门弟子的标准。与之前相比，现如今的镇灵声音很明显多了几分感情色彩。冥冥中有一股强大的神识落在了方毅的身上，仔仔细细地照彻了一番方毅的修行情况。这应该是镇灵的手段。你是想要请教筑基的吗？镇灵问道。方毅执着弟子里一口一个前辈的请教，全程都十分恭敬。这一点似乎让镇灵十分之受用。他没有像之前那般为难方毅，而是问道：“算你小子识相，也知道来请教吾。你现在的山门对于筑基有几种方式？”方毅没有隐瞒，将3种筑基方式一一道来。谁知镇灵在听完了3种筑基方式之后，当即怒吼了起来：“胡说八道！
这简直是自寻死路！这是什么宗门啊？这简直是在自毁道途！镇灵的发火让整座大殿都忍不住颤抖了起来。方毅一个趔趄，差点没有摔着大地。前辈，前辈，前辈，消消气，消消气。好一通安抚之后，镇灵总算是稍微安抚了下来。不过他依旧有些愤怒，不过很快就转换为了怅然若失。他语气悠悠问道：“只有这3种吗？没有其他的了？”方毅诚实地点点头。方毅听到了镇灵前辈的一声轻叹：“末法时代的降临也是苦了你们这群后辈了，连最为简单的区区筑基都难倒了你们。”从这一声叹息中，方毅得以一窥这世界当初仙道鼎盛时期的繁荣。请前辈赐教。镇灵似乎十分受方毅这一套，眼前光芒闪动。镇灵的谆谆教诲在方毅的脑海里响起：“你既入我们剑宫少白别府门下，就是我少白一脉的传人。虽然现如今的你还远远达不到真传，但是在这末法时代见到凋零，有一个你也算是我少白一脉复苏的象征。算了算了，与你讲这么多干嘛？小子，筑基丹仅仅只是下乘筑基法，无少白一脉的弟子筑基就一定要用最为上乘的筑基法。”镇灵的声音里充满着骄傲。方毅直弟子礼，弟子谨遵教诲。在我剑宫，筑基法分上中下3种，这最下乘的筑基法就是服用筑基丹，辅助自己突破，从而晋升为筑基。这种方法比较安全，成功率也稍微高一点。不过，这也仅仅只能成就下乘的筑基，日后想要突破至结丹境，可谓是难上加难。况且是要3分毒，丹毒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你的道体，让你道体受损，道途也会受损。方毅恍然，原来这就是镇灵前辈连高师最为推崇的正统筑基丹都鄙夷的原因啊！丹毒可是不好排出去的啊。第2种便是中乘法门地脉筑基，寻一处煞气郁结的地穴，将自己埋入其中。这中乘筑基法则是地脉筑基。所谓地脉筑基，则是寻一处地煞之气郁结的灵穴，将自己埋进去，运转功法，全力汲取炼化其中的地煞之气，借助地脉之力成功筑基。此法筑基的优势在于，若是筑基成功，结丹无忧，也无丹毒困扰，乃是很多资质尚可的修士选择最多的筑基法。说起这地脉筑基，镇灵似乎很是感怀。在末法时代还未降临之前，吴少白一脉有很多弟子走的都是地脉筑基的法子，最常见的就是寻找金行地煞，从而筑基。也正是因为无这一脉的弟子多以金行一脉筑基，法力和剑气都带有金行之锐力，这才铸就了少白一脉的锋锐。遥想当年，府主一手先天庚金剑阵，那场面，算了不说了，跟你这穷乡僻壤出身的小辈也说不清。镇灵很是嫌弃地中断了话题。方毅一肚子的无语，不是穷乡僻壤出身的修士，招你惹你了？不过方毅没有不识好歹，毕竟自己现如今是人家的后辈，被前辈嫌弃几句也无可厚非。地脉筑基如此之好，为何还是中乘筑基法呢？方毅有些好奇地问道。镇灵啧啧了2声，老神在在地解释了起来。地脉筑基固然比筑基丹好很多，也不损伤身体，但是它其实也是有副作用的。地煞乃后天形成，沾染了5行，以此筑基的修士，法力往往会带着该属性，也就是道途会有些被阻碍。也正是如此，地脉筑基也就是中乘。方毅明白了，地脉筑基是好，起码结丹无忧，但是这地脉筑基也是有一定局限性，可能会缩窄一部分原本拥有更多选择的修士的道途。可相比于单独的筑基丹而言，地脉筑基已经算是最优的筑基法了。可若这还是中乘，那最为上乘的呢？镇灵缓缓将最后一道筑基法告知了方毅。这最为上乘的筑基法名唤文道筑基。前辈，什么是文道筑基？方毅不耻下问。所谓文道筑基，即修士既不借助地脉之力，也不借助筑基丹，靠着自己的大毅力和大悟性，明悟某条大道，得到大道的灌顶，从而铸就完美之基。这是最上乘的筑基法，也是最难的筑基法。可若是文道筑基成功的修士，无一不是金丹之才，甚至不少也成功变成了一方老祖，镇守人间多年。可这筑基法是最好的，也是最难的。古往今来，不知道多少天赋异禀的修士觉得以自己的才情一定能够文道筑基，在长生道途上走得更远。可最终闭关数年，不闻道音，最终化为冢中枯骨，付之东流。这一关是天骄们最为重要的一关，过了，从此天高任鸟飞；要是没过，那就只能化为枯骨。方毅，这就是修士踏上长生道途的第一关。你觉得无情吗？镇灵的这番话犹如黄钟大吕，一下子敲击在方毅的心头上。方毅缓缓抬起头，眼中蕴含着复杂之色。这就是大道无情吗，前辈？方毅喃喃道。镇灵叹了口气，沉闷地嗯了一声。是的，这便是大道无情。一人一镇灵被大道的无情程度给震慑住了。可是很快，镇灵打破了沉默。不过你放心，文道筑基对你的资质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我给你的建议是地脉筑基。吴少白一脉对于地脉筑基的经验有上千份，可谓是手到擒来。你只要寻好一处上等地煞灵穴，就一定能够筑基成功。至于那什么筑基丹，就抛之脑后去吧。镇灵3言2语之间就给方毅定下了地脉筑基的路子，根本没有让方毅选择。以他的见识，方毅的资质虽然不错，但远远没有达到绝世天骄的程度。文道筑基只适合建功的圣子和圣女们，方毅连边都挨不到。地脉筑基就不一样了，镇灵可以保证方毅只要使用地脉筑基法，有99%的把握可以筑基成功，且金丹有望。方毅听到镇灵对自己的评价，脸色罕见的尴尬了几分。虽然镇灵前辈说的是事实，但听着还是挺伤人的。少白一脉有规矩，只要筑基成功才能正式天为外门弟子。可现如今少白一脉已经凋零了不知道多少年，就算外面有传人，镇灵也看不见。方毅是镇灵接触的唯一一个资质还行，性格也挺不错的修士。一番试探下来，没得选择的说，镇灵不得不将方毅正式纳入少白一脉的门墙之内。
小子，地脉筑基法的秘法我已经教给了你，你若是没有筑基成功的话，就不用再来寻吴了。吴少白一脉就算彻底断绝，也没有筑基都不成功的外门弟子，丢脸。方毅，镇灵前辈你变了，说话真的好伤人啊。从镇灵这里得到了地脉筑基法之后，方毅这次来的目的基本上也就已经达成了。不过方毅临走之前还想要闻到筑基的秘法，镇灵有些郁闷，这法子不适合你，你这小子怎么这么倔呢？镇灵觉得方毅这小子脑袋有些坑。方毅摸着后脑勺，憨憨笑了2声，前辈我没有，只是想看看这闻到筑基的法子到底有多么玄奥，看看能不能他山之石公寓，并不是要寻死。镇灵闻言语气稍微缓和了不少，没有，闻到筑基的秘法是没有的，因为这法门全靠悟性和气运，若你本身是大气运大悟性之人，自然无师自通，可若是资质愚钝之人，根本找不到该法门。所以小子，你最好别高估自己的潜力，别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镇灵前辈的嘴就像是一把小刀，当真是毫不留情。方毅只得败下阵来。不过临行之际，镇灵又给方毅贴切地叮嘱了一番性命双修的重要性。吾看你那一袋子养魂灵果品质还是有点低了，吾这里有一颗赤霞丹桃，乃是3阶灵果，对于滋养修士的神识最是好用，你回去一口一口的服用，但记住要到突破的时候服用。看着手里红艳艳的仙桃，方毅虽然看不见镇灵到底长什么样子，可心中是一片暖意。镇灵前辈，晚辈一定不负所托，重新扛起我少白一脉的大旗。说完，方毅走了，留下镇灵有些失笑的声音回荡着：傻小子，人不大，口气倒是挺大的。虽然是被特招进入4大顶尖学府之一的玄武，但因为目前新学期还没有正式开始，方毅也不急着去报道。还剩下3个月左右的时间，方毅决定全心全意为自己的筑基做准备。虽然有了地脉筑基法了，可方毅也并没有打算放弃使劲中的可能长着的玉破金生花。虽然自己用不到，可真武山可以使用啊！真武山上下待方毅都是极好的，可谓是有求必应。方毅决定在没有触及自己利益和根本底线的情况下，适当的反馈给山门，提升山门的有生力量，从而实现共赢。在这种情况下，玉破金生花就是方毅对真武山的回馈之一。再说了，这史境方毅可还没有见识过，据说里面可能生长着很多其他的珍稀灵材宝药，就算筑基用不上，可其他地方总用得上是不是？秉承着这样的念头，方毅再次过上苦行僧一样的生活。每天除去进食的时间，方毅全身心投入修行中去。其实方毅也可以不需要进食，毕竟炼气有成之后，他已经可以做到短时间的辟谷。但是为了不过早暴露自己，也因为方毅需要让小姨放心，所以一直保持着1日3餐的习惯。地心这边，方毅借口说玄武学府这边给自己安排了特训课程，要进行闭关训练，就暂时不回家吃饭了。小姨一家表示明白，并叮嘱方毅好好修行，不用担心家里的事情。对于养育自己的小姨、小姨父和表弟，方毅心怀感恩。他也求了刘俊，希望能够多安排些人保护自己的家人，尤其是防患萧家的小动作。对于方毅的请求，刘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对于这个即将从自己的辖区里飞出去的乾隆，刘俊也是存有姣好的心思，对于这等简单的事情自然是满口答应。拜托人保护之后，方毅也还是不放心，索性又找了掌门齐王星，学会了剑牌的炼制方法，炼制了3枚剑牌，各存放着1道方毅的权力，展出1道少白剑气。猝不及防之下，就算是败将中期的强者也会受伤。将剑牌交给了小姨一家人之后，方毅这才安心地进行特训。特训的模式其实很简单，就是直接回到太玄界，利用2界流速的不同，死命的往里干。青雷断体诀不断地淬炼着方毅的体魄，改造着方毅，适应着炼气9层的境界。每日的清晨，方毅会到地心采集白霞之气，纯化着自己的灵力，争取将灵力纯化至越多越精纯。地脉筑基虽然因为有了少白一脉历代地脉筑基弟子的心得，失败率可谓不足1成，可方毅向来谨慎，就算是这1成概率，也让他觉得十分之不妥。别的修士如何自己可不管，反正方毅自己追求的就是100%筑基。这对于真武山其他弟子而言十分之艰难，可对于方毅这个拥有2个世界资源的挂逼而言不在话下。日子这么一天天的过去，方毅也没有忘记地脉筑基最重要的先提条件——上好的地煞灵穴。太玄界就这不指望了，寻找的契机主要还是放在了地心上。可多番打听之下，方毅才知道这地煞灵穴是多么的难寻。首先是2个世界的体系不一样，双方对于地煞灵穴的认知也不太一样。在太玄界，它叫地煞灵穴，而在地心则是另外一种特殊的地界。没有办法，方毅只能将地煞灵穴的相关记载先翻译成地心人能够理解的语言，再去多方打听。地心虽然灵气浓度高，但复苏的时间到底还是太短了点。地煞灵穴需要时间沉淀。多番条件的推理之下，方毅觉得地煞灵穴最有可能存在的地方，只有异族老巢、秘境或者史境。前者乃异族经营多年的老巢，后者更盛，所以这次的史境更得去了。这日傍晚，原本朝霞满天的天空，此刻乌云密布。方毅盘坐在山巅，长身如玉，气质深邃。山风烈烈，吹动着不远处另外一山巅之上的几位修士的衣角。这几人正是方毅的老师高柳、宗门长老李长风、宗门长老刘峰，还有一位则是内门弟子叶青青。狂风之中，中年文士打扮的李长风有些担忧地看向高柳：“高师弟，方师侄会不会有些拖大了？”高柳微微摇头。赤膊壮汉刘峰也有些怀疑道：“是啊，高师弟，若是磁铁矿修行还行，可借影天雷会不会太冒险了呀？”其实就算自己的2位师兄不说，高柳的心中也甚是忐忑，因为方毅盘坐在山巅不为别的，而是为了接引一丝天雷，借雷霆之威淬炼肉身。这等炼体方法，就算是刘峰这位体修也是看得有些冒汗。高柳何尝不知呢？
可这是方毅决定了的事情，他根本阻止不了。再者说了，小易说过，他不是鲁莽之举，而是在云阳上人的传承内得到了一门淬体秘法，接引天雷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剑功的存在还不适合公开，目前在整个山门里，只有齐王星、高柳和方毅三人知晓，因此公开在外的理由还是云阳上人传承。可即便如此，几人闻言之后，担忧的神情微微缓和了不少。体修刘峰是个壮汉，筑基期的体修最强大的是一双肉体和拳头，可即便善于自虐的刘峰，依旧被方毅这天雷淬体的法门给震惊得不轻。天雷乃阴阳之枢机，没有金丹期实力的修士，面对天雷就像是遇到了克星，恨不得离得远远的。就算是他们体修也是如此。可方毅既然在炼气期敢借助天雷淬体，当真是大胆。可回想过来，刘峰也不由得为方毅的勇气赞叹。高师弟，这别的先不说，你这徒儿的勇气当真是可嘉。天雷淬体一不小心就会魂飞魄散，他竟然风轻云淡的可怕。高柳听到自家师兄夸方毅，脸上当即浮现出几抹笑容。哎，师兄谬赞了，小易他还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几位筑基大修就着方毅为由头，默契的开始属于老师的吐槽大会，全然没有察觉到一旁的孤零零的弟子叶青青尴尬的不行。这些在师伯们眼中不成器的弟子，早已脱离内门，成为山门真传，也是他之前仰望的对象。可现如今，这些对象都变成了一个人，那就是不远处山巅上的那位俊朗少年。叶青青漆黑的眸子里映照着方毅的身形，眼中异彩连连。这是一场普通的雷雨天，方毅也并不是在找死，只是镇灵确实教了他一项秘法，可以利用飞光接引一丝丝天雷，用以淬体。在这过程中，无论是飞剑本身还是剑主，都能够得到莫大的好处。只是尽管方毅做了万全的准备，可依旧差点出错。万幸的是，及时停止了下来。方毅和飞光也获得了不小的好处。天雷淬体结束之后，方毅御剑飞行，来到了自家老师和两位师叔的面前。老师，弟子无事。朝着老师见礼之后，方毅很识趣的给两位师叔行弟子礼。方毅见过刘师叔、李师叔，两人对于方毅既有天赋，同时还懂礼貌，十分满意，关系一下子就拉近了。高柳见此一幕，也觉得脸上有光。这个小胖老头摸着自己胡子，嘴里说着见笑了，其实眼中的满意是藏都藏不住。三位筑基大修很快就离去了。方毅猜测，估摸着是两位师叔请自家老师去教导他们那不成器的关门弟子，只留下方毅和叶青青二人。山风凛冽，吹动着叶青青的长发，长发美人温润一笑，看着方毅，缓缓道：“方师弟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难道不认识师姐我了吗？”方毅尴尬地摸了摸头。片刻后，高柳的院子，方毅和叶青青对立而坐，眼前放着一个小桌子，上面摆放着一壶香茗和两盘糕点。糕点是方毅从地心带来的，用的材料和手艺对于太玄界的修士也十分新奇。叶青青笑着吃了两口，眼中显然有些被惊讶道：“想不到师弟也是爱吃之人啊。”叶青青道。方毅摆摆手，解释道：“山中苦寒，我不想忘记自己还是凡人的事情，便时不时吃点凡俗食物，以此告诫自己莫忘出身。”叶青青闻言，眼中的压抑更加明显。他算是知道为何方毅与自己其他的师兄弟不同的地方了。其他的师兄弟们要不出身大族，天生觉得高人一等，要么出身苦寒，天生自卑，看谁都觉得不顺眼，时时刻刻戒备。唯独方毅不一样，方毅的身上有一种风轻云淡的温润之感，看待万事万物和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这一点让叶青青很是感兴趣。半壶香茗之后，叶青青缓缓道出自己此行寻方毅的目的。方师弟，你天纵奇才，眼看着也要筑基了，是否高师叔也为你申请了筑基丹呢？方毅知道叶青青来找自己，多半是为了打听这事情，同时他也知道，为了抢到一枚筑基丹，山门里的炼气9层的弟子们基本上都卷疯了。筑基丹是可以申请，但也需要用善功兑换，而且不是一笔小数目的善功，因此这段时间树悟堂的任务已经被抢光了的状态。当然，不单单是弟子们在出力，他们背后的支持者、家族乃至师兄弟们也都在出力，为的就是捧出一个筑基，再荣光120载。叶青青也在其中。据方毅了解，他的老师是宗门筑基大修之一的唯二的坤修燕月燕师叔，这位燕师叔可是十分喜欢叶青青这位关门弟子的，因此叶青青也是十分有优势的。但筑基丹每次的承担率实在是太低，因此僧多粥少的局面也就诞生了。方毅现如今已经有了地埋筑基的更胜一筹的办法，可不想掺和进宗门内卷，平白无故得罪人，因此就找了个说法：叶师姐不必这般看着我，这一炉筑基丹我就不掺和了。我家师母游历其他州的时候，偶得一枚筑基丹，老师已经决定赐给我了。叶青青闻言，眼中既有庆幸，同时更多的是羡慕。宁华师叔当真有先见之明啊！宁华也就是高柳的道侣，方毅的师母。既然不存在竞争关系，叶青青对方毅的态度明显又好了挺多。两人说说笑笑，不一会儿又说到了修行和东夷州的局面上。师弟当真天纵奇才，入门1年而已，竟然从炼气初成到炼气9层，当真令师姐汗颜啊！方毅摆摆手，只说侥幸而已。叶青青当然不会信方毅这胡话，一个劲儿的请教方毅关于修行的事情，尤其是剑道。方师弟，云阳上人的洞府传承，当真需要有剑道天赋才能入内？剑功之名，叶青青并不知晓。方毅点头，云阳前辈乃剑修，所以他选择门人的首要因素便是有剑道天赋。师姐也有意走剑修之路。叶青青苦笑，剑修功法无双，我自然是有心的，只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依旧困在剑道入门，根本不得存进，可能这就是天赋不够吧。对于叶青青的惘然，方毅也不好插嘴，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也并不是十分具备剑道天赋，
因为他的剑道第一层的境界也是灌顶而来的。叶青青也喜欢用飞剑，不过他更多的使用火行法术。他本人就是中品火灵根，修行的是真武山的白霞彩气功。如果筑基有成，将会专修那门筑基功法火莲灵光诀，到时候一手火行法术威力奇大。在谈话之中，方毅偶然得知叶青青在炼丹一道上也颇具天赋。说起炼丹，叶青青总算是挺直了腰杆，脸上重新焕发出荣光。他挺着小蛮腰，姣好的脸上浮现出一抹自信的笑容。师弟，你这就问对人了。内门弟子之中，不是师姐狂妄，炼丹一道上，师姐的老师确实是山门中的一阶炼丹师。方毅闻言，眼中泛出浓浓的好奇。双方就着炼丹又深入探讨了一番。不过大部分时候还是叶青青给方毅科普炼丹一道。叶青青见方毅对于炼丹一道如此感兴趣，不由得心生好奇，问道：师弟如此感兴趣，不妨也可以试试成为炼丹师呢。我？方毅摸了摸后脑勺，佯装不自信道：说炼丹需要天赋，我能行吗？殊不知方毅这副模样越发激起了叶青青为人师者的兴趣。叶青青挥了挥衣袖，淡然道：行或者不行，都是要试过才知道是不是。师弟不妨从最基础的黄牙丹练起，这是丹方，师弟收好。如此那就却之不恭了。其实黄牙丹的丹方，方毅是有的。宁华师母的炼丹笔记记载了不少基础丹方，其中就有这种补精补气的黄牙丹。除此之外，还有补足血气的血骨丹、滋养身体的玉牙丹等等基础丹方。方毅之前没有尝试炼丹，完全是因为他的精力根本抽不出来。武道和仙道都是重中之重，方毅的时间都给他们两个占据一空了。不过现如今倒是空出了一些时间了。灵符方面，一阶下品符箓可以熟门熟路，中品要花费点时间，上品全神贯注且废寝忘食也能够绘制出来。修仙百艺，镇丹服气，方毅都打算尝试一下。祭灵符之后就炼丹吧。虽说在地心有宁玲玲这位故人之后，帮助自己炼制意气灵水，辅助修行，可光是意气灵水也不够啊。方毅在武道修行上需要大量的血骨丹，与意气灵水不一样。方毅觉得血骨丹要是在地心能够大规模的生产出来，所造成的风波绝对不小，甚至可能会对资源市场造成一次不小的冲击。武者之道根本在于气血，唯有气血强大，才能修炼更加霸道、更加玄奥的武技，从而诞生更强悍的真力。九品武者境界要想彻底超凡脱俗，步入败将，也有一道关隘。守在这道关隘前面的就是明幻市的守关者，这也是不久前罗成告诉他的。联邦是全民练武，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困在九品武者境界，究其根本就在于能不能领悟势。唯有领悟势，才能诞生真力。诞生真力之后，才能突破瓶颈，顺利超凡脱俗，成就败将级。这一点在太玄界的武道之中其实也是相通的。但太玄界的武道曾经也辉煌过，更确切一点来说，太玄界的武道其实是仙道的一部分。因为很多宗门本身不单单会研究法术，更有部分宗门在体修上也走得很远，更是与仙道融为一体，两者不分家，更能发挥出1+1大于3的作用。更是因为如此，镇灵也说了，他们少白一脉和剑宫上宗也有炼体一脉，更是有开山裂海、一拳打碎小界的强大体修存在。方毅一边领悟师的存在，一边开始自己的炼丹初体验。要想炼丹的话，自然就需要专门的炼丹炉。方毅原本想直接摒弃传统炼丹手法，改为科技炼丹，可是方毅还是低估了两界不同的体系。丹药不比意气灵水，他还涉及了专门的炼丹知识，也要重新入门。没办法，方毅只能一步步学起来。基本功先利用在太玄界的时间留宿去学，正式炼丹再回到地心去。地心灵气浓度高，对于成丹率有很大的帮助。这不学不知道，一学真的是吓一大跳。方毅算是明白了为什么地心的学生们为何总说生气之下什么都能做得到，可就是做不出数学题。同理，也可以带入炼丹之中。方毅觉得自己修炼出神识之后已经是天才了，又服用了1/3的3阶灵果赤霞灵桃之后，神识更是堪比准筑基的修士。可即便如此，方毅学习起那炼丹知识还是觉得颇为艰难，足足耗费了1月左右的时间。方毅靠一个字一个字的啃，再加上叶青青的细心指点，这才总算摸到了炼丹的门槛。这天，宗门炼丹房，方毅打开丹炉，看着里面那一滩不明形状的黑色固体，少见的露出了几分尴尬的神色。叶师姐又失败了。叶青青身穿一身翠绿宫装，挽着飞仙髻，嘴角含笑。尤其见到方毅这般往日里英姿勃发，此刻脸上有着几道黑黢黢，莫名像个小花猫模样，笑得更是开心。不过叶青青却没有顺着方毅的由头打击他，而道：我觉得师弟已经做得挺好。遥想我当年为了炼丹入门，可是给老师足足做了2年丹药童子，这才拥有第一次炼丹的机会。之后更是耗时半年，这才炼丹入门。2年之后炼制出第一炉黄牙丹。师弟，你仅仅1个半月的功夫就竟能够有勇气开炉炼丹，已经是很好了。叶青青这可不是在捧杀方毅，而是真正的觉得方毅天赋确实不错，起码比他好很多。可方毅却觉得这速度还是太慢了些。修士讲究一个争，既要争夺机缘，同时也要争取时间。不行，方毅心中暗暗发誓，不行，这样下去还是太慢了，我得这镇灵前辈开个挂。不过倒也不用太急，方毅觉得炼丹可以稍微缓一缓。他在地心上有事情做了。回到地心，方毅第一时间接到了宁玲玲的消息，史境的归属权已经确定，夜叉族被排挤在外了。我们基地室和隔壁榆木基地室决定共同开发这座史境。方毅对此没有意外，毕竟2座基地室都属于联邦体系之下，大家不可能撕破脸皮打生打死的，把夜叉族排挤在外才是最合适的做法。不久之后，
刘俊也发来传讯：3日后，我们和隔壁榆木基地室将会组成2支史境勘测小队，一起进入史境发掘探索。因这座史境太小，承受不住败将强者的实力，你来当这个勘测小队的队长吧。方毅对此没有太大的意外。史境和秘境其实有着一定的共同性，小型史境基本上都承受不住败将级。行，方毅回复道。刘俊那边对于方毅的果断十分欣赏，不过他还说了一个让方毅意外的原因。不过这次你可能要小心点了，这次的史境勘测小队成员除了你之外，还有基地室的各大势力的成员。你应该能够明白的，基地室能够稳妥运行下去，在于通力合作，利益分配不均匀是要出大事的。刘俊说着这话的时候，语气有些奇怪。方毅对于这种事情看得很开，因为就算在太玄界真武山，山门之中也是山峰林立，这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这么说的话，萧家的人也在其中。是的，萧凌，是吧？对，我明白了。对于萧家派萧凌进入史境勘测小队，方毅并不怎么上心，又或者说，区萧凌而已，根本就不值得上心。若史境之中萧凌想要攻击自己，方毅会以雷霆之势将其灭杀，这就是方毅的应对之策。至于萧凌毅或者是萧家有什么阴谋，有句话是这样说的，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的阴谋诡计都不堪一击。再者，方毅还有些期待，到时候萧凌毅或者是萧家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意想不到的惊喜呢？在史境要开的前一天，方毅再次来到了云阳山，见到了镇灵前辈。在镇灵前辈的亲切试炼之下，再次有了突破，他顺利迈入剑道第2境界了。剑道前3境界分为炼剑成钢、炼钢化气、剑气如虹，方毅也顺利来到了第2境界炼钢化气。其与炼剑成钢的本质区别在于，飞光斩在敌人身上之后，不单单可以洞穿对方，更会在伤口处留下剑气，继续撕裂肆虐对方的身体，对其造成更进一步且扩大性的伤害。方毅试探过威力，飞光轻易的就洞穿了自己缴获的一阶中品法器金龟盾的防御，将其洞穿，并且留下一道锐利无比且难以磨灭的少白剑气，继续扩大着伤害。这让方毅十分满意，更加确信自己应该在剑修一道上走下去。不过镇灵倒是不太满意，他觉得方毅的剑道境界晋升的还是有些太慢了，莫要沾沾自喜了。剑道前3个境界，遥想当年吴少白一脉在筑基之前就已经剑气如虹的比比皆是，炼气9层你才达到了炼钢化气，天赋还是差了许多。闻言，方毅备受打击，但他很快又振作了起来。自己自然是和人家从小就接受系统性的剑道修行能比，方毅觉得自己尽最大的努力修行，只要无悔就心安了。对于方毅的心态，镇灵倒还是蛮喜欢的。虽然剑道境界慢了点，可心态倒是挺好，这一点还是值得赞扬的。告别了镇灵前辈之后，方毅回到真武山，照例宣布闭关。回到了地心之后，方毅又微微巩固了一番自己后，终于来到了史境要开的那天。这一天，基地室之外的某个据点，刘俊和军方的江少将领队，其余的便是本次勘测小队的队员和其长辈，有男有女，分别来自基地室的建成家族、本地武馆、企业和实权部门。方毅是最后一个到的。他迟迟来到据点的时候，所有目光都盯在他的身上，好奇、嫉妒、恶意、窥视，还有欣赏。对于方毅这个被玄武学府特招的天骄，整个基地室的各大势力基本上都是心知肚明的，可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不好意思，刘部长，稍微耽搁了些。方毅对着刘俊道。刘俊摆摆手，表示都是小事。人到齐了之后，半空之中飞下来了一架战机，一行人上了机之后，发出一声轰鸣声，朝着西北方飞去。战机上，方毅感受着其冰凉，但却很稳妥，心中颇为感兴趣。刘俊见这个天骄似乎对战机很感兴趣，笑道：“这是猎鹰系列的战机，隐蔽性高，机动性高，是咱们联邦的制式战机最受欢迎的。你到了玄武学府也可以经常看见的。”方毅问道：“还有更先进的吗？比如可以智能操控的？”刘俊笑了笑：“有，可那是联邦核心的战机，目前暂不支持对基地室内开放，一般都适用于核心项目，亦或者是给王者们代步用。你小子不要太好高骛远了。”刘俊笑呵呵地打趣方毅，却见方毅双目放光，很显然更感兴趣了。这种智能化的战机十分合方毅的胃口。方毅虽然可以剑盾，甚至可以学其他的盾术，但是比起战机代步还是太远了。方毅就心想着，等去了玄武学府，一定要好好打听一下这代步战机，没准可以拿去太玄界，今后应该有用武之地。就在方毅想事情有些愣神之际，忽的一道轻蔑的声音传到了方毅的耳中：“呵，土包子！”这道声音不大，但在座诸位都是武者，个个耳聪目明，听得是清清楚楚。方毅朝着声音望去，只见一个坐在自己斜对面的少女看着自己，嘴角露出一抹嘲讽的笑容。在她的身侧有个穿着战甲、不苟言笑的中年妇人。中年妇人先是冷冷训斥了一番少女，然后对着方毅声音冷漠的点头表示歉意。方毅倒是无所谓，被人说几句又不是掉块肉，只是看着这少女胸口处那徽章，似乎是建成家族杜家的成员，有意思。方毅不由得看向了另外2位老熟人，坐在末尾的萧凌和另外似乎也是萧家的武者。萧凌老神在，闭目养神，似乎这一切都和他没有关系。就算方毅毫不避讳地直视着他，他也没有任何反应。呵，有意思了。方毅不再说什么，也闭目养神，不断地用灵力洗练着自己的全身上下，力保处于巅峰状态。猎鹰战机的速度很快，可没想到隔壁榆木基地室的速度更快，他们已经提前一步到了史境入口。这处史境的入口在落霞山的某处山谷，之前很显然是荒芜一片，但此刻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军事基地，各种炮火设备已经将附近都给铺满了，显然这是对于夜叉族的防守。除此之外，
方毅一落地就感受到了两股强大的精神力从这处基地的深处移荡而过。显然，这是金海基地室和榆木基地室派遣坐镇这边的2位强者。榆木基地室带队的显然也是对方的武道部部长，看上去是个白发白眉的老头，与刘俊相谈甚欢。方毅对于他们的交谈没有兴趣，倒是看向了榆木基地室的勘测小队的成员，一共5男2女。为首的是一个身高接近2米、有着国字脸的青年，身上还穿着黑色的战甲。在他的身后的4男2女也都是穿着气息强大的战甲，脸上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一个个的显然十分自信，用着一种隐隐约约居高临下的视线打量着方毅一行人。搞什么？这年头竟然还有连战甲都买不起的穷鬼！忽的，榆木基地室那边有人看着方毅，传来了一声讥讽。战甲，现代科技水平与武道相结合的产物，灵感来源于外骨骼，不单单只有诸夏联邦拥有，地心其他势力也是拥有的。只不过各家的战甲技术偏向功能不一样，所以穿戴之后增幅范围也不一样。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战甲是一位武者的必备辅助作战装备，尤其是武者为了对付异族或者异兽，往往会在很多普通人难以想象的地方进行战斗，故而更加需要可以辅助武者克服各种不利于自身环境的战甲加身。当然，仅仅只是克服不利于武者的环境只是小儿科，那些真正强悍且先进的战甲，据说在联邦中心城已经开发了不止一个系列，更有的甚至还可以辅助王者级别的战斗，那才是无数武者梦寐以求的战甲。话题稍微有点扯远了，这人的嘲讽目标，在场所有人一下子就锁定了。整个金海基地室小队的人中，7人之中就方毅一人孤身穿着一身黑白相间的武道服，扎着狼尾，看上去虽然很俊朗不羁，但是相比于其他6位穿着不同颜色和系列战甲，仅仅只穿着武道服的方毅，在不明真相之人的眼中，倒显得颇为的寒酸。用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穷酸。刘俊第一时间站了出来，他不是没有为方毅考虑过赞助一副战甲给方毅，甚至还打算调用自己的珍藏，但是被方毅给拒绝了。以方毅目前的身体素质，战甲上身的加成少得可怜，若是中心城的技术，那另当别论。这也是方毅今日没有穿战甲的原因。老裴，你们基地室的年轻一辈就是这样做人的。刘俊重重一声冷哼，看向身旁的榆木基地室的武道部部长裴谦，后者脸色讪讪。住嘴！同为人族，应该互相尊重。裴谦呵斥了一番出言的那个少年，后者脸色青一阵白一阵，显然被驳了面子之后十分不服气，但是碍于自家基地室领导的威严，只能忍气吞声。可是身旁人都能听到他的嘀嘀咕咕，明显脸色难看得很。少年义气，有的时候争的就是一口气。看着像是领队的国字脸少年，也瞪了一眼自己的队员，然后看向方毅，大步走了过来。抱歉，我朋友口无择言，给你添麻烦了。国字脸少年伸出蒲扇般大小的右手，对着方毅露出友好的笑容。你好，我是郑白，榆木基地室的郑白。方毅的身后，一干小队成员看着他，闻言脸色不由得一变。郑白，他竟然是郑白！等等，榆木基地室好不要脸，竟然把他塞进队伍里！我的老天，郑白来了，我们金海基地室还怎么在这次的使劲勘测中占据上风啊？郑白，他来了，我们还怎么赢啊？小队成员脸色各异，但无一例外都十分难看。很显然，他们都知道这个郑白，且明白对方的实力非同小觑的。对于自家子弟未战先怯的表现，刘俊的脸色颇为难看，但又有些无奈，因为他也知道这个郑白的来历和天赋非同小可。场中所有人的反应都落在了郑白的眼里，可他没有丝毫的骄傲，反而继续保持着和煦的笑容看着方毅。方毅的神识一直照应四方，当然能够听见众人的议论纷纷。啪！在郑白有些错愕的脸色中，方毅直接上手拍在了对方的右手上，露出了风轻云淡的笑容。你好，我叫方毅。郑白看着眼前的俊朗的少年，心中微微不喜。他虽然不是什么仗势凌人的二代，但自身也有自己的骄傲。虽然他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吹捧，但这并不代表着你可以无视我的骄傲。郑白心中微微发狠，决定给这个无视自己骄傲的少年一点点教训。他手中微微发力，一股特殊的劲力传导到方毅的右手上。众人之所以忌惮郑白，就是因为他来自一个王者家族，家学渊源，指的就是郑白这种人。可郑白的算盘算是落空了，他的劲力一入方毅的手掌，犹如鱼儿入大海，没有溅起一丝一毫的水花。他轻咦了一声，又忍不住再次使出几道劲力，可都没有任何的反应。反倒是方毅露出一脸的关怀模样，问道：郑同学的手劲挺大的呀。说完，方毅的右手微微震动。下一刻，郑白只觉得右手一疼，犹如被黄蜂尾后针刺了一下，猛地倒退了几步，抬起右手，手心一片通红。郑白再也不复之前脸上的淡然，双眼盯着方毅，脸上的表情很是严肃。你是谁？我已经说过一遍了，我叫方毅。说完，方毅也不理会郑白的表情有些难看，径直地朝着使劲的入口而去，留下一众人站在身后，表情各异。使劲的入口已经被2位驻守在此处的封侯境强者联手打开了。原本波光粼粼的天空陡然出现了一个漩涡，光线被吸入其中，变成了一个散发着荧光的漩涡。刘俊和裴谦已经站在使劲入口处，远远招呼两方人马进入。众人只能暂时放下其他，赶了上去。萧凌和那位萧家武者落后众人。那萧家武者一双鹰隼般的眼睛死死盯着走在最前方的方毅，语气阴冷道：少爷，这方毅果然不一般。萧凌的视线也在方毅的身上，刚才的一幕他同样看在眼中。郑白出自王者家族，素质堪称是年轻一代的佼佼者，可都在方毅的手中没有讨到好处，可见他一定是吃了那可以改变体质的青色果子。该死该死该死，那本该是我的机缘。萧凌脸上毫无表情，可双目之中血丝根根分明，内心深处更是不断的诅咒着方毅，
认定那本该属于自己的机缘被方毅夺取了。也只有这样才说得通，这平民出身的方毅竟然能够在与王者家族出身的郑白的对抗中占据上风。仇恨就像是一只毒蛇，将萧凌的内心腐蚀成一片毒液的海洋。可他并没有马上发难，而是跟随着众人陆续迈入入口，进入史境。史境一开，里面就剩下2个小队互相争夺机缘，看看到底谁能够提前一步找到史境的核心之物，最终得到史境的掌控权。只是在2支小队都进入史境的下一刻，附近的天空猛地一暗，下一秒，轰的空爆声从远方传来，远方的天空忽然见到一颗黑点，却见那黑点急速的变大，一柄通体乌黑的巨矛掀起一阵阵白色的气浪呼啸而来，所到之处大地裂开一道道可怕的豁口，沿途所有阻挡的山石和植物统统化为烟尘，肆虐且强悍的气息死死地压着所有人。在这一刻，基地众人都露出了绝望之胆，而这柄可怕的黑色巨矛的目标正是史境周边的基地夜叉。而敢就在这时，基地深处升起2股强悍的气息，黑色的巨矛并不是食物，而是夜叉族强者用自己的气血之力凝聚而成的一柄气血之矛。那柄黑色长矛带着无可匹敌之势，将整座基地都囊括在内，长矛之上散发着超出一般人的威压，将在场所有人都给威压在地，根本动弹不得。这便是强者为尊，强者一念之间就可决定一座数万人的城池的命运。但2座3级基地市之所以能够将夜叉族排挤在外，靠的自然也是己方的强者。伴随着一道怒斥之声，一男一女出现在半空之中，女性强者正是坐镇榆木基地市的败将巅峰强者青衣将郑念青，男性强者则是金海基地市的败将巅峰强者金枪将古岩。郑念青皓白素手朝着半空一抓，青色的真力从他的手中绽放而出，隐隐约约可见背后有一株通天奇葩武技青藤手。青色真力化作4、5条藤蔓自虚空生出，将那黑色巨矛死死地缠绕住，犹如一条条青色大蛇。眼看着攻击被束缚住了，郑念青脸上冷冷道：“姓古的，该你了。”哈哈哈，来了！古岩身穿耀黑色的战甲，大手一挥，一柄由特殊合金打造而成的黑色长枪浮现。看我武技破云枪！调！耀黑色的真力犹如一条条大龙灌入黑色长枪，古岩一个闪身出现在黑色巨矛旗下，用力一挑，以点破面，指的就是古岩现如今的战斗方式。2位封侯强者的攻击之下，那一招可以歼灭整个基地的黑色巨矛一点点破裂，化作漫天的黑气。可2人并没有放松警惕，而是看着漫天黑气中浮现的夜叉，面露警惕。攻击者乃是一位少见的女性夜叉，虽然面貌没有男性夜叉那般恐怖，可散发的强悍气势一点也不比古岩和郑念青弱。叶无娜，你当真是不怕死啊！郑念青飞了上去，对着女性夜叉就是一击。霎时间，漫天的青色真力化作一根根青色羽毛，上面沾染着青色的真力破开空间，刺向叶无娜。后者轻笑一声，身后那宽大且破烂的蝙蝠翅膀振翅一扇，掀起阵阵狂风。一番简单的交手，双方势均力敌。古岩原本是想要动手偷袭，争取今天将这个夜叉强者留在这里，可叶无娜却轻笑一声：“啊，我说你们2个还真是愚蠢啊！难道你们认为我是乖乖上门送人头的吗？”古岩和郑念青的身形猛地一震，2人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朝着后方看去。只见史境入口，不知何时，旁边驻守的士兵们都被其杀害了。一只身形较小、面容恐怖的小型夜叉正回头看着2人，嘴上挂着一丝阴险的笑容。若仅仅只是如此也就罢了，可让古岩和郑念青目眦欲裂的是，那小型夜叉手里抓着的一颗红色的晶石，那是夜叉一族最擅长的爆炸武器红爆晶。不，你找死！郑念青的脸色猛地一白，乌发无风自动，身上爆发出滔天的威压。可他们的反应还是晚了，那只夜叉明显是死士，它的存在就是为了炸毁史境的入口。伴随着红色的闪光，史境入口被爆炸的力量冲击的直接溃散。夜叉强者叶乌娜却趁着这个间隙远遁而逃。后知后觉的刘俊等人看着这一幕，脸色白得可怕。史境入口毁了，那岂不是说他们都出不来了？发生了什么事情了？2支小队齐齐回过头，看着原本还存在的入口，在传来了一阵响动之后消失不见，各个脸上都充满了疑惑和惊恐。榆木小队这边，郑白很快就镇定了下来。别慌张，可能是因为技术原因暂时关闭了，基地市是不可能放弃我们的。郑白的话具备十足的威信力，他一出声，其余小队成员就镇定了下来。反观金海小队这边，方毅还没有来得及出声，小队其余几人就自发地离开了他的身边，自行在不远处组合成了另外一队。见此一幕，方毅微微挑眉，有没有人能解释下？方毅的语气十分淡定，似乎早就预料到这一幕，这让其余6人脸上不由得露出失望之色。原本他们还以为能够借此打击方毅的自信呢。呵呵，假淡定。之前在战机上嘲讽方毅的那个少女，此刻脸上浮现出一抹讥讽的笑容。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队长我们是不认可的，所以接下来你最好听从我们的指示，否则我杜月儿不介意给你一点点教训。杜月儿的脸上挂着自信且骄傲的表情，仿佛犹如一个骄傲的小公主。她认为只要自己说出这番话，肯定能够让这个平民出身的方毅跪下来求自己。可他的如意算盘注定失望，方毅只是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他，扭头就走了。可就是这一眼，让一向骄傲的杜月儿直接就恼火了。慢着，你刚才那是什么眼神？杜月儿脸色铁青，娇躯忍不住颤抖，那是被气得发抖。因为刚才方毅的那一眼根本不是害怕，而是明晃晃的轻蔑。
那眼神就像是高高在上的苍鹰，看着地上的一只老鼠，朝着自己不自量力地挥动着自己那弱不禁风的小拳头，那般的可怜，那般的怜悯。这样的眼神瞬间激怒了名唤杜玉儿骄傲的内心。站住！穿着粉色战甲的杜玉儿俏脸含煞，脸色涨得通红。尤其是在这么多的熟人面前，被一个小小的平民用这样的眼神看自己，当真是让他下不来台。可方毅哪里会管这样的家伙，大步流星的就要离开。以方毅的性子，在这里和这样的智障多待1秒都是对自己的侮辱。可自觉得自己尊严受到挑战的杜玉儿岂能善罢甘休？他气得怒火中烧，当即决定对方毅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一点点教训。姓方的，我叫你站住！杜玉儿双臂一震，双手浮现出2柄圆月弯刀，泛着生冷的寒光，俏脸含煞，抬手就斩出了2道能量粒子刀气。所到之处掀起狂风，地面寸寸割裂，断成一个个豁口和皲裂的痕迹，如同遭受了巨大的炮击，沿途的地面和杂草等杂物都被斩成了烟尘，呈现不同程度的损伤。这一击虽然不是杜玉儿最强的一击，但也比得上6品武者的攻击力了。若是这一击真的斩在毫无准备的方毅身上，那后果……轰！空爆声传来，那堪比6品武者一击的粒子刀气，在所有人的注视下，被转过身的少年轻易地抓住，并且赤手空拳地捏碎。扎着狼尾的少年转过身，漆黑的眸子看着杜玉儿，一字一顿道：“你想死吗？”杜玉儿看着自己的愤怒一击轻易被这个自己看不起的平民少年给一把捏碎，心脏砰的一下就跳动了下。在之后，他对上了方毅那一双深不见底的漆黑双眸。不知为何，杜玉儿的身体没来由的冷战了一下，但下一秒，杜玉儿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他自问，虽然不是基地市的天骄，但也有属于自己的骄傲，属于金海基地市建成家族杜家的骄傲。他杜玉儿在整个杜家也是天赋1等1的存在，也是很多同龄人眼中的可望而不可及的憧憬对象。反观今天，自己竟然仅仅只因为眼前这个平民的眼神而感到害怕，奇耻大辱！奇耻大辱！啊！可下一刻，巨大的空爆声传来，众人只觉得视网膜上有一道青色的光芒一闪而过，紧接着周围无风起浪，掀起一阵足以摧毁停车场的狂风，将周围的灌木和草丛都吹飞。一股强烈的风压闪过，不远处的一棵参天大木之下爆发出一阵烟尘。烟尘散去之后，原本还如此骄傲的杜玉儿，犹如一只渴水的鱼，被一只粗壮有力的手臂牢牢地扼住了脖子，一点一点地锁紧。呵呵，窒息感不断地传来，杜玉儿的脸憋得通红，眼球更是因为充血不断地往外长。但这些与他内心此刻相比恐惧而言，根本不值一提。太快了，根本就没有看清楚他移动的身形。还有，杜玉儿双手死死地抓住方毅扼住自己的那只手臂，战甲上光芒开始闪动，力量开始以指数形式开始提升。可即便这可以轻易裂开一块大青石的力量，放在方毅的右手上，根本无法撼动分毫。杜玉儿死死地盯着方毅，嘴音断断续续地说道：“你敢是杜家？”狼尾少年仰起头，漆黑的眸子里倒映着杜玉儿此刻的眼泪疯狂往外涌出的丑陋模样。随后，方毅的嘴角咧开了一丝轻蔑的笑容。杜玉儿心中猛地觉得不妙。下一刻，一声惨烈的叫声刺激着在场所有人的耳膜。只见方毅的右手上忽地生出大量的青色雷光，跳跃的青色雷光犹如一只只雀跃的青蛇，带着噼里啪啦的声音，犹如乳燕归巢一般，前呼后拥一般的疯狂涌进了杜玉儿的身体内部。杜玉儿当即发出如同杀猪一般的惨叫声。啊！其他小队成员脸上泛出震惊的神色，他们万万没想到方毅竟然如此之狠，二话不说就要电击杜玉儿。可这一幕让众人感到惊讶的无比，蛋白质烧焦的味道传出几里地。杜玉儿的嘴巴明显比他的命更硬，还没有承受住5分钟，直接眼一闭，口吐白沫就直接昏死了过去。方毅举起手将其重重甩在了一边，后者犹如一条死狗一般，时不时的在地上抖动抽搐几下，显然是受了不少的伤。但这还不是最狠的，最恨的在于方毅还十分嫌弃的补了致命一刀。我还以为什么货色呢，结果就这。闻言，众人的嘴角都忍不住抽动了2下，心道这个方毅简直是太无法无天了。可他们也都不敢对方毅怎么样，因为就这刚才方毅那速度，他们自问自己是根本达不到的。方毅倒是没有直接打算杀了杜玉儿，一来他并没有实际伤害，只是蠢而还没有到坏的程度；二来方毅微微抬起头看向小队里的一人萧凌，后者从开始到现在一直默不作声地看着自己。虽然他表现得异常平静，可修成神识的方毅还是敏锐地察觉到萧凌看向自己的目光之中那隐藏在眼底里的杀意和愤怒。方毅可不想让这个萧凌看笑话，在得罪建成萧家之后，再得罪死一个杜家。电考完了不长眼的东西之后，其他5人看向方毅，眼神复杂。其中一人乃是军方出来的预备役，他似乎想要解释什么，可方毅摆摆手，满不在乎道：“别解释了，无非就是什么以大局为重之类的屁话，我不想听。”那人被打断了，脸色难看了一下，可方毅不在意。方毅径直地离开了，不过在离开之前还意味深长地看了几人一眼，道：“正好，你们的想法正好和我不谋而合，也省得我嘴皮子功夫。”说罢，方毅离开，消失在密林深处。离开了那几个蠢货之后，方毅一路向西，穿过密林之后，终于在不远处看见了一处有人烟的村子。站在一棵高大的树上，方毅居高临下的看着下方的村落，十分新奇。没想到竟然还真的拥有原住民啊！史境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不单单拥有纯野生的自然生态，更有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原住民。在这些原住民当中，最让联邦在意的是人类原住民。不过这个村落里的原住民显然不是什么人类，而是一群蜥蜴人，一群浑身青黑色、肌肉结实、吃着生肉、嘴里叽里呱啦不知道讲什么的原住民。
方毅观察了一阵子这个蜥蜴人村落，发现对方的文明程度很低，停留在铁器时代。不过让方毅意外的是，对方竟然还掌握着魔法。是的，没错，就是魔法。村落中央，一个看上去十分苍老的蜥蜴人抬手朝着一个断掉手臂的蜥蜴人摸去，双手之上散发着莹莹白光。很快，对方的伤势虽然没有长出来，但很快也止血了。这一点颇为像是传说中的治愈魔法。方毅又观察了一阵子，接着才走进了村落。蜥蜴人们见方毅这个人类前来，当即面露惊恐之色。是的，没错，是惊恐之色。更是那位疑似拥有魔法的蜥蜴人，直接带着族人对着方毅就跪拜了起来，嘴里叽里呱啦说着些什么，脸色更是害怕。方毅对此一幕心中感到十分好奇，但他并没有马上说话，而是举起事先购置的通讯仪，开始解析起蜥蜴人们的语言。方毅不说话，这群蜥蜴人们便越发害怕，嘴里说的话也就越多。很快，蜥蜴人的语言解析完毕，方毅也逐渐明白了这些蜥蜴人到底在说些什么，也到底在害怕自己什么。尊贵的大人，瓦古拉带着族人向你致以最崇高的问候，希望您能宽限一点时间，让我们准备供奉。经过一番的询问，方毅大概将这蜥蜴人部落所知道的东西基本上都问了出来。他们口中的尊贵的大人来自西北方向数百公里之外的王城，在那里盘踞生活着人类，人类掌握着比他们还高深玄奥的魔法，故而一直是这里的霸主。霸主会逼迫着他们这些村落或者一族每个月定期供奉食物或者资源，如若不然便会遭受灭顶之灾。据蜥蜴人长老所言，前不久的未还没有人类，结果这忽然跑出来一个王城人类。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情报之后，方毅准备离开。可就在这时，原本佝偻着身躯毕恭毕敬的蜥蜴人长老忽得脸色大变，变得极为的惊恐，扑通一声就直接跪在了地上，口中不断的重复着尊贵的大人，尊贵的大人。方毅忽然心中一动，头本能的往右一歪，一根锋锐的带着红色闪光的剑矢从他的耳畔掠过，命中了一个蜥蜴人。后者惨叫了一声，随后身上燃起了熊熊大火，很快就变成了一滩焦肉。方毅转过头看清楚了来人，一共2人，都骑着长着犄角的大马，2人都拥有一头白色的头发，一人是个少女，一人是个中年男人，都穿着宝甲。这种铠甲的制式很是古老，不显示现代工业可以制造出来的水准。不过其上铭刻着复杂的花纹，隐隐约约还散发着红色和青色的光芒。中年男人手中提着一柄大剑，警惕地看着方毅。少女手中拿着一柄弯弓，很显然刚才那一剑就是他放出来的。方毅打量着他们的时候，对方也打量着他，尤其是那位少女轻笑着开口询问道：你想死吗？见到尊贵的南亚大人，你这贱民竟然还不下跪？回答他的是一声呼啸的雷鸣。少女见此一幕，非但没有害怕，反倒是露出强烈的战意。她挽起手中的大弓，手中绽放出红色的光芒，就要击杀这个不自量力的贱民。片刻功夫之后，方毅随手将插在中年男人胸口处的右臂收了回来，带出来一个扑通扑通跳动的心脏，甩在了一旁，然后看向了倒在地上衣衫褴褛、双腿齐根断裂、满脸都是惊恐的少女，脑袋一歪，还以为你们2个有多强悍的实力呢，结果就这。原本方毅以为这2人是蜥蜴人口中的王城派遣而来的强悍人物，想要试探试探他们的实力水准，结果这中年男人冲了上来，方毅一击混雷掌就洞穿了他的防御，穿透了他的胸口。这少女也是，除了会拉弓放箭之外，体术差劲的异常。方毅只是一个螳螂扫腿，就将他的双腿给踢断了。少女惊恐地倒在地上，挣扎着拿起大弓就要射杀方毅，可方毅随手将大弓拉起，甩在一旁。接下来的时间是折磨时间，伴随着一声声凄厉的惨叫，整个蜥蜴人村落旁观了一场让他们一生都难以遗忘的场面，震撼到他们连夜搬走了。方毅随手捏碎了少女的脖子，后者不甘的眼神死死地盯着方毅，似乎在说着什么诅咒之语。方毅甩甩手，得知了这少女和中年男人的身份，2人来自于王城。整个王城里居住着一个家族，一个名唤康坦的家族。少女和中年男人就是来自这个家族。这个家族据传是血脉十分尊贵，来自于传说中的火焰与锻造之神的神子。在之后的2人就不知道了，又或者说2人在王城里的地位太低，根本就不知道太多的事情。不过这都不要紧，方毅已经决定去这个王城看看，顺带可以打听打听到底哪里有上好的地煞灵穴可以给自己预备筑基的。毕竟这专业的向导还得是本地人厉害。这般想着，方毅索性也不装了，抬手一拍，飞光浮现，带着方毅化作一道湛金色的盾光，朝着那座王城而去。剑光速度很快，几乎不到片刻功夫，方毅就已经看到了远方一座巨大的城池。不过看起来这座城池似乎早就有人比自己提前一步到来，正和城池的驻守者进行亲密的接触了。那是2只巨大的石人，通体由青灰色且长满了青色苔藓覆盖而成，胸口处长着一个裂纹，一道道灰色的光芒隐隐约约闪动着。石头人的体型很大，力量也是极强，他们从地上抬起一块巨大的石块，就朝着城池内砸去。沿途落下的碎石更是将地面亦或者城墙砸出了一个个的大窟窿。但城池的驻守者也不是吃素了，半空浮现出一道巨大的流焰光剑，直接洞穿了那块巨大的石块。同时城池里也飞出了不少身穿铠甲衣或者袍子的人类，个个凝聚出各种的光矢，射向了2个巨大的石头人。方毅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幕，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明显不关他的事情，索性就先让这2个石头人先消耗这座王城的力量，以备自己后续潜入吧。2个巨大的石头人身上散发出的气息不弱，甚至隐隐约约有9品武者大圆满的气息，可对方很明显与武者体系不是同一个，再加上还不是人，身躯坚硬无比，还能时不时地凝聚出一块块巨大的石块，当真是实打实好用的攻城利器。但很快方毅就笑不出来了，
因为他发现了一件事情，那座城市的内部隐隐约约出现了一个虚幻的通道，一个身形庞大、骑着4足火焰巨兽、穿着巨型铠甲、身躯如神木的身形隐隐约约在通道那边浮现。这个虚幻的身形一出现，方毅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周边的温度开始急速的升高，伴随着的还有一股极为强悍且磅礴的气息扫荡过全场。这一刻，在场所有生灵都忍不住的匍匐，因为那是至高强者对于弱者的绝对威压，死亡的气息弥漫在场所有人的心头之上。这股气息一出，隐藏在暗处的方毅脸上巨变。没错，没有错，这种强悍的气息带着点点威严，让人忍不住的臣服的气息。这他妈是一个神奇！神奇！地心进入灵气复苏之后，曾经有一段颇为黑暗的岁月，在这段岁月里，地心的所有人类惨死了起码超过2/3。归根究底在于地心遭遇了一场大规模的神奇复苏。这场神奇复苏事件虽然具体经过没有公布，但是所造成的厚度是全地心人类都知道的。就算方毅还没有现如今现在这般强大，也听闻过这场事件造成的巨大变故。具体的细则，方毅虽然无权观看，但是方毅不仅仅只有方毅一人，整个地心的人都知道。遇神奇，先灭之。因为神奇具备极强的污染性，凡是被沾染了其神性的存在，无论你如何的强大或者意志坚定，最终都会被神性侵染，变为了神奇的受肉翼或者是容器。在这一刻，方毅的内心产生了极强的情感波动。趋利避害的生物本能告诉方毅，自己不是神奇的对手，甚至连对方的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应该即刻远遁，如此得以保留住一条小命。可方毅作为联邦的一员，从小到大受到联邦的庇护安全长大，享受了联邦的带来的待遇，就必须承担该有的责任。可是自己打不过呀，神奇这种东西与方毅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存在。自己等等，方毅凝聚神识，看着远方的那处虚幻的神奇虚影，死死地盯着他。可片刻之后，那道虚影尽管肆意地宣泄着强大的神威，可是对方的身影并没有欲要变成实体的感觉。方毅想起来了，神奇不能轻易离开星界，更降临不了这等比星球的等级还要低的使境。换句话来说，就是这只是一个虚影而已，根本不可能降临。方毅的眼睛不由得亮了起来。那就没事了。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方毅原本的害怕迅速褪去，改为平静。方毅从小就是这个性子，大起大落的，但很快能够适应。这座虚幻的火焰神奇虚影浮现之后，王城之中的人类士气肉眼可见的上涨了不少。一位身披红色长袍的老者举起一柄拐杖模样的武器，嘴里念叨了几句，那道虚幻的火焰神奇虚影缓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柄巨大的火焰巨剑。老者举起拐杖，用力朝着其中一个巨人挥下。下一刻，火焰巨剑斩向了一个石巨人，后者踉跄地跌倒在地，胸口被巨剑贯穿，扑通一声摔在地上，砸出一个巨大的深坑，掀起烟尘。可放完了这一柄巨剑之后，老者从半空中跌落了下来。底牌进出了事吗？方毅看着战场，喃喃说道。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另外一个方向，失去方毅之后的金海基地市勘测小队占据了一个高处，也注意到了这里的动静。他们几人在看到了那个巨大的火焰神奇虚影，更是被吓得不行，抬脚就打算退去。可一人留了下来，那就是萧凌。临走之前，杜玉儿看了一眼站在原地不动的萧凌，好声好气地劝道：“走啊，你在这里等死吗？”萧凌甩甩手，毫不在意杜玉儿的警告。见萧凌不理会自己，杜玉儿脸色白了一下，咒骂了这人几句，然后急速地退走。好言难劝，该死鬼！几人离去之后，萧凌站在原地，不再观看远方的战场，而是紧紧地盯着自己的影子，平静道：“出来吧，时机已到。”下一刻，原本如同死物一样的萧凌影子，如同水波一般的荡漾了起来。伴随着水波般的荡漾，影子之中缓缓地升起了一团黑影，黑影渐渐地化作一个身穿黑衣的鹰钩鼻男人。鹰钩鼻男人出来之后，看着萧凌，平静道：“确定时机已经到了是吗？其他人呢？”萧凌看着眼前的男人，身躯忍不住的微微颤抖，不是因为环境忽然变冷，而是因为眼前这个鹰钩鼻男人身上散发着的威压，让他甚至有些呼吸不过来。眼前这个男人赫然是一位败将强者，他身上那种事直接将被誉为少年天骄的萧凌，甚至连半分战斗之心都提不起来。若是让刘俊等人看到这个鹰钩鼻男人，一定会当即发起战斗，因为眼前这个鹰钩鼻男人是一位邪教徒，也是活跃在金海基地市附近几个3级基地市臭名昭著的恶棍。三眼邪使马武杰，不是神使，而是神使。神使是比神使更强的存在，在三眼邪教的内部排在第2梯队的存在。当然，马武杰也不是本体进来，采用的还是三眼邪教的秘法捏出来的9品武者大员满巅峰战力的分身。马武杰淡淡的扫了一眼萧凌，表情嘲讽：“萧凌，你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将我带进来，为了杀死这个你们基地市的天骄方毅，这是在背叛联邦啊！背叛联邦，你们萧家这是在找死啊！”马武杰这番话没有让萧凌崩溃，萧凌并没有因为马武杰这番话而恼羞成怒，又或者说他在做出这一步决定之后，心中已经有了预料。不用试探我已经走到这一步，就不会再后退了。再说了，你们三眼邪教和方毅也有仇，难道你不想杀了他吗？三眼邪教的2个神使都被方毅干掉了，这一点马武杰作为这片区域的三眼负责人，颜面可谓尽失。萧凌说的没错，马武杰之所以能够冒险进入这里，也是为了杀方毅。呵呵，马武杰深深看了一眼萧凌，眼中露出兴趣，淡淡道：“你这个怨毒的性子倒十分适合我们三眼神教，考虑来吗？我可以给你一个不错的位置。”萧凌的神色似有挣扎之色，不过他想到了自己的父亲和家族，最终还是摇摇头。这个不在此次的合作范围内，快点杀了方毅吧，这样我们2家也能够安心。
马武杰深深地看了一眼萧凌，嘴角勾起一丝邪气的笑容。没关系，待我杀完那个方毅，我们再好好谈谈。咻！原地卷起一阵狂风，马武杰和萧凌消失，朝着某个的方向急速驰去。茫茫林海，萧凌和马武杰却像是装备了 GPS 一样，径直地朝着方毅所在的位置飞去。这是因为在此之前，萧凌将一种特殊的粉末撒在了方毅的身上，即便相隔几百公里，依旧能够使用特殊的方法找到位置。对于萧凌的这个手段，就连马武杰也啧啧称奇。星道人类果然是最会内斗的物种。别看自己作为三眼邪教成员被联邦通缉100亿信用点取他项上人头，可要论斗得最狠的，马武杰觉得还得是联邦自己内部的人。萧凌和方毅原本也是联邦的天骄，可现如今两人不也斗得你死我活，而且一出手就是要置对方于死地，这还仅仅只是冰山一角。马武杰可是知道在其他2级或者1级基地室内多少派系斗得你死我活的，这一点可要比他们三眼神教狠得多啊。与此同时，正站在某棵大树树冠处，正打算潜入城内的方毅没来由的心头慌慌的。一开始方毅还以为是自己有些紧张，可慢慢的方毅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心慌非但没有停止，反而越来越严重。不对，这不是我的身体出了状况，而是在市井。方毅曾经听高柳讲过很多修仙界的杂论，其中高柳曾经说过，他在某次探险之中出发之前觉得严重的不安，一向懂得趋利避害的他本能觉得不妙，果断舍弃了这次探险。结果那几位没有更改主意的道友都陨落在这次的探险之中。高柳说这叫做道心预警。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之后，方毅却没有第一时间逃跑，而是定在原地，大脑开始急速的思考了起来。几乎没有花费很多时间，方毅就明白了这道心预警来自于自己的哪位仇家。我一向深入简出，整日埋头只知道修炼，根本没有机会去得罪人，可硬要说有得罪的话，那只有萧凌萧家和三眼邪教的邪教徒了。风穿过茂密的树冠，发出簌簌之音。方毅盘坐在粗壮的树干上，摸着自己的下巴，开始思考。单单仅仅只凭萧凌一人，还不足以让我得到心预警，可能这家伙还有同伙。修仙者在修炼出神识之后，基本上每个都是小天才，这个同伙最有可能就来自于两方，一者是夜叉族，二则是三眼邪教。方毅忽然又想起来史境入口忽然关闭的事情，不由得联想出更多的事情，但这些杂念都被方毅压在心底。现如今想这么多也无用，不管是夜叉也好，还是三眼邪教徒也好，既然来了，就来会会吧。小野我今天就和你们玩玩。风被拉长，发出类似于吹哨一般的响声。在萧凌的寻踪秘法之下，他和马武杰几乎没有绕什么弯子，径直地朝着方毅所在的位置飞来。飞行这一项封侯境强者才能做得到。马武杰的这个秘法分身所体现出来的能力，让萧凌的心中既忌惮，同时也有深深的羡慕。马武杰似乎看出来萧凌的心思，笑道：想要飞很简单，加入我神教，获得神主的恩赐，就能自由地掌握这样强大的能量了。萧凌眼神有所挣扎，但还是摇摇头。马武杰也不逼迫，带着萧凌如同一颗炮弹，重重砸在了气息最浓的一处空地上。轰隆一声，落地烟尘散去之后，萧凌还没来得及观察四周，忽然听见破空声传来，他本能一个闪身，原地所站的位置被一颗小石子轰成了一个小坑。谁？萧凌猛地寻目望去，瞳孔猛地一缩，只见不远处的大树上，方毅懒散地盘坐其中，手中掂着几块小石子，表情风轻云淡，显然刚才袭击萧凌那一击就是他所为。哟，这么好奇做什么？你不就是在找我吗？方毅慵懒的语气让萧凌本能觉得不爽，但更多的还是警惕。在方毅手中连续吃了几个亏之后，萧凌觉得自己不能再对着方毅掉以轻心。马武杰收敛了宽大破烂的蝙蝠羽翼，轻轻落在地上。方毅一眼就看见了马武杰身上那标志性的三眼标志和对方眉心那三眼纹路，不由得咧嘴一笑。还真是三眼邪教的呀！我说你们三眼邪教人很多嘛，前不久才被我弄死2个神士呢。大叔，你叫什么名字？我方毅手底下从来不杀无名之辈，这般轻佻的语气着实让萧凌皱眉。他觉得有些奇怪，这个方毅在看到自己和马武杰之后，为什么非但没有逃跑，反而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马武杰同样打量着方毅，打量着这个杀了越级、杀了自己2个下属的金海基地市的实打实的天骄。讲真的，抛开立场不谈，马武杰其实很欣赏这样的天骄。方毅，我叫马武杰，三眼神教的神使，我是惜才之人。你若是能够皈依我们神教，我不但可以免你一死，甚至可以赐予你强大的力量。马武杰的声音带着异样的蛊惑味道，让人忍不住的觉得亲切，想要认同。可方毅是什么人？修炼出神识的炼气9层大高手，岂能被这样小小的精神秘法所蛊惑？方毅站起身来，对着马武杰和萧凌道：免了，我觉得还是联邦适合我一点。再者说了，我可不想变成你这不人不鬼的样子。狂妄！萧凌皱眉，双手一展，一副黑色战甲浮现在他的体表，将其包裹起来，气息瞬间强大了不少。滋了！他甩出一柄长枪，指着树上的方毅，语气森冷：死到临头还要逞口舌之争。方毅，今天就是你的死期！一步踏出，一股强悍的气息扩散而出。更让人惊讶的方毅有些吃惊的是，一股青色的微风生出，缭绕在他的手臂，并且逐渐犹如长蛇一般攀附至于那并黑金长枪上，形成了一道螺旋结界。方毅，并不是只有你一人是异能者，我萧凌不比你弱。我萧凌今日必斩你！联邦之中一共有3种修炼体系，普罗大众适合的武者体系，以家族为体系适合的异能者体系，以及天选之子的精神念师体系。前者最适合，讲究一个人人可以攀登。异能者与武者不一样，他们既可以是武者，同时还是异能者。
同时具备这2个身份的，则被称之为异武者。1加1大于3的场面在异武者的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方毅也没有想到，这个萧凌竟然是还觉醒了异能，看着他这个模样，似乎也能够将异能融入进自己的武道当中。拿命来！萧凌再也看不得方毅那副临危不乱的模样，心中怒火砰的一下就点燃了。叮！黑金长枪猛地一甩，青色的异能自枪间生出，形成了3柄螺旋锋剑，对着方毅迸射而去。这一招又快又狠，可方毅却不惧，一个漂亮的闪身将3柄螺旋锋剑抬手打断，末了还对萧凌露了一个挑衅的眼神。萧凌脸色阴沉，心道这马武杰怎么还不出手？结果就在这时，他听到方毅的一声暴喝：“阵起！”萧凌猛地看去，只见那方毅扑通一声落地，左脚往地上一跺，身上陡然冒出一阵白光，紧接着3人所处的地面猛地浮现出一道道玄奥的纹路。这纹路绽放着蓝色的荧光，上面铭刻着不计其数的蝇头小字，而这纹路的中心则是站在原地的马武杰本来是在看戏，忽然身子微微一颤抖，他忽然觉得不太对劲，正要飞上天空，可觉得身子忽然变得沉重了几倍。什么东西？马武杰本能的气血震动，体内的真力运转，就要发挥超出9品武者巅峰的实力，挣脱着忽如其来的重力控制。但是他耳畔又传来了一声跺脚声，身躯又重了几倍，双脚直接陷入了土中，暂时僵硬的动弹不得。马武杰此刻才觉得不对，他就连抬起手都十分费劲了。见此一幕，萧凌猛地觉得不对劲，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猛地看向了方毅：“是你干的。”方毅露出一抹得逞的微笑，但是不说话。早在知道对方有可能是双人来杀自己的时候，方毅就觉得自己不能坐以待毙。一番思索之后，方毅觉得自己也要寻找帮手。这个帮手就是自家老师前不久传承给自己的地辰阵盘。这个地辰阵盘虽然仅仅只是一阶中品的阵盘，但却是最适合现如今的困阵。果不其然，马武杰和萧凌根本就不知道方毅会阵法，直接就入圈套。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水准的，但想来困住你一时半会也做得到。滋啦滋啦滋啦，方毅微微低下身子，摆出了一个掌势，双掌之上有青色的电流交叉闪烁，发出霹雳之声。趁着这段时间，足够我宰杀你萧凌了。羽臂，方毅左脚一蹬，原地砸出一个小坑，如同一颗炮弹一般迸射而出。如此狂妄之言，自然是让萧凌愤怒异常。萧凌深呼吸了几口气，胸膛因为过于气愤而剧烈颤动了起来。痴人说梦，他一时持枪攻了上来，上面有着青色的光芒在闪动。当，两者交手一瞬间，方毅抬手一挑，将萧凌的枪尖挑地偏移，空下的那只左掌化掌成刀，直接朝着萧凌的胸口处印下去。萧凌的眼中眸光一闪，战甲之上浮现出一层青色的光罩，将方毅的混雷掌给挡了下来。可这并不能挡住方毅的所有伤害。混雷掌蕴含着一股特殊的混雷劲，能够消磨对方的劲力和气血，犹如复古之躯，疼痛难忍。虽然这一记混雷劲被战甲的防御挡住了大半，但钻入萧凌胸口处的一丝，依旧让他闷哼了一声。萧凌心中忍不住怀疑，这个方毅到底是不是有其他背景，怎么有如此特殊的武技，产生如此缠人的劲力？但方毅也并没有太好过，因为作为白虎学府2星学生，萧凌修炼的武技自然也是不凡。方毅应了他的胸膛一掌，萧凌同样拼着战甲的防御，用另外一只手直接抓向了方毅的右手手腕。霎时间，方毅只觉得手臂一阵灼烧之感。萧凌将这看在眼中，心道自己修行的这炎魔镜可是白虎学府里的2星极品镜法，不好受吧？可方毅却像是没有感觉，并没有如萧凌预料那般远离自己，在蓄势待发。反观方毅，露出白晃晃的一口牙，双目之中有金光一闪，好劲烈！抬手再次攻了上来。好，萧凌也有自己的骄傲。轰！这一瞬间，两人身上的气血之力陡然爆发，黑金长枪闪动，带起狂风，直戳方毅的心脏处。这一击是大力沉显然身的枪法精髓。长枪往上搅动之间，3道青色锋剑爆射而出，以刁钻的角度直接射向方毅的要害处。不过青色锋剑直接从方毅的身影透了过去。假的！萧凌脸色一变，忽然察觉不妙，周身气血之力猛地膨胀几分，直接一个转身，长枪做出格挡架势。当！方毅缭绕着青色电流的右掌劈在了萧凌的长枪上，眼中带着欣赏之色。反应速度不错啊，果然不愧是白虎学府的高材生。呵呵，萧凌直接不答，击势而出，贴着方毅进行近距离输出。枪法凌厉，带着青色的狂风，凶狠至极，更是带着点点寒芒，所到之处将地面和波及的树木都拦腰扫断。这等枪法，怕是整个金海基地市的年轻一代中确实称得上是无敌。可惜他今天遇到了方毅，方毅的身形变得飘渺无比，犹如云中那若隐若现的神龙，根本让萧凌的攻击跟不上，着实让萧凌憋屈得很。他想不明白这个方毅到底哪里来的不法武技。一番试探下来，萧凌觉得自己大概将方毅的实力给摸得差不多了。你是很不错，但我更强。萧凌眸中寒光一闪，话音落下，速度猛地暴增。不法武技疾风步，不单单是速度暴增，力量更是附着在黑金长枪上，宛如暴雨袭来，简直可谓是无处不在。看我枪法梨花暴雨！这一刻，方毅一向引以为傲的混雷掌施展不出来了，因为萧凌的枪实在是太密也太快了。又是疾风步，萧凌忽地出现在了方毅左侧，黑金长枪宛若一条阴险的毒蛇，刺向了方毅的后心。从头到尾旁观了这一幕的马武杰，脸上的神情微微舒缓了一些。很好，看来没有自己这萧凌也能。可下一秒，让萧凌和马武杰大跌眼镜的一幕出现了。萧凌猛地暴退数米之远，如遭重击。他缓缓抬起自己的手臂，看着上面赫然多出来的一个拇指大小的小洞，穿透而过，渗出滴滴鲜血。方毅淡然转身，
痛吧？下一秒，方毅施展游龙步，欺身而上，右手捏出剑指，道道金光离体迸射而出，犹如一颗颗子弹。法术小庚金剑指。方毅一步踏出，原地爆裂出一个小坑，速度暴增，游龙步施展而开，身形间距飘渺与灵活。萧凌那如同暴雨梨花般的枪尖寒芒，轻易可以点破一棵两人合抱一样粗的大树，却碰不到方毅的衣角。几招下来，萧凌的脸色阴沉的可怕，更别提咻咻咻，道道剑形的金光直接从方毅的右手指间迸射而出，犹如一颗颗子弹一般，又急又快，角度还刁钻异常的可怕。最重要的是，这种攻击方式锋锐度可怕，甚至已经可以穿透萧凌穿着战甲的防御。又是一道小庚金剑指迸射而出，以极为刁钻的角度，再次在萧凌的肩膀上开了一个小洞，鲜血潺潺流出。萧凌的脸色又惊又怒。真力离体？不，你这不是真力离体。真力离体只有将级武者以上的境界才能做得到。萧凌可以肯定，方毅绝对没有突破至降级。萧凌已经断定了，这个方毅自身可能拥有微弱的雷电异能，可刚才那离体的分明不是雷电异能。可他到底怎么做到的？正当萧凌为之疑惑的时候，方毅已经打算不再和他纠缠，右手猛地一拍腰间衣服之下的储物袋，光芒一闪。之后，在萧凌呆滞的注视之下，方毅手中哗啦啦的抽出了3道黄色的符纸，然后在萧凌的注视下，方毅猛地甩出其中一张。紧接着，在萧凌惊恐的目光中，那道水蓝色的符纸无火自燃，然后一道恐怖的寒意袭来，3道锐利无比的冰剑凭空生出，透着阳光，散射着迷人而寒冷的寒意。咻咻咻，3道冰剑猛地射出，直射萧凌而来。萧凌猛地大惊，就要逃开，可下一秒，他发现自己的双腿怎么也抽不出来。低头一看，萧凌的脸色更是难以置信。原本他所站立的结实地面，此刻已经化为了一滩泥潭，他的2只腿已经陷入其中之小腿肚子了。灵符，土爪符！啊！生死之间，萧凌自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暴喝一声，战甲之上缠绕的气血之力猛地爆发，就要从泥沼之中脱离。而正在这个时候，方毅的声音响起：“你挣得脱吗？”萧凌猛地抬起头，看向方毅，又看到了让他目眦欲裂的一幕。方毅直接甩开最后一道符纸，无火自燃。紧接着，萧凌身旁不远处的土地猛地爆出2根青黑色的树藤，犹如2条青色巨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下而上，直接将萧凌的身子缠地死死的。灵符，缠绕符！哎呀呀，这是什么鬼东西？方毅不语，只是冰剑疾驰迸射而出。大人，时代变了！萧凌被这一连串的匪夷所思的攻击给吓傻了。以他的认知，根本想不出来区区一个9品武者阶段的方毅能够施展出这般诡异且复杂的攻击。可这一切都完了，3根锋锐的冰剑如约而至，将被固定在原地的萧凌来了一个穿刺攻击。凄厉的叫声响起，萧凌的腹部和2只手臂被冰剑洞穿，并且还被温度冻结，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方毅一步踏至萧凌的面前，一根树藤支撑着他不坠入泥沼之中。萧凌感受着死亡的果断，再次就要爆发气血，使出最后的力量进行爆发。可刺啦一声，他的声音如同被杀的鹅一样，被人扼住了脖子，再也发不出声音。因为方毅已经一指戳在了他的脑门上，小庚金剑指发动，剑气洞穿了他的脑袋，留下一个可以穿脑的坑洞。萧凌眼中的光芒急速的褪去，他似乎还想说些什么，但却什么都说不出来，张开嘴巴就这般不甘的死去，身体也没有支撑力，缓缓的沉入泥沼。树藤蜿蜒盘旋，将方毅送到结实的地面去。他拍了拍手，然后看向从头到尾都在看戏的马武杰，淡淡道：“马神使，接下来该轮到你了。”阵法与这里的地脉相互连接在一起，就算马武杰有超出9品武者阶段的战力，也不可能与这一片大地抗衡。马武杰单膝跪在地上，难以动弹半分，他的目光死死地盯着方毅，前所未有的凝重。你刚才那是什么攻击方式？不可能是普通的雷电异能。对此，方毅只是微笑不语，静静地看着被住的马武杰。好半晌，马武杰闭上眼睛，深深叹了一口气。终日打雁，没想到现如今竟然被雁啄瞎了眼。罢了罢了，今天算我认栽了。不过得罪了我，你别以为能够逃脱的了。说完这句话之后，方毅觉得马武杰的气息忽然开始缓缓变弱，身体更是缓缓的犹如气球一样在泄气。方毅心道果然，这老东西根本就不是真身进来的。可方毅虽然早就预料到这一点，却对其毫无办法。以他目前的实力，根本做不到斩杀分身，还能顺带一起解决对方的本体。马武杰看着方毅，嘴角含着笑容，身躯逐渐泄气，最终融化为一滩黑色如同水迹一样的东西。在失去了马武杰这个困住的目标之后，地沉镇也就无用武之地了。这个一直汲取方毅灵力的大户，终于可以暂时休息了。方毅感受着自己因为阵盘而大量抽取灵气，导致体内已经接近干枯的丹田灵力漩涡，摇摇头，伸出右手，对着不远处某处地面一招，土面破碎，一块阵盘脱土而出。将地沉阵盘收入储物袋中，方毅又将目光放在了沉入地底的萧凌上。微微思考片刻，方毅觉得还是不太保险。不一会儿，火焰自林中空地上升起，隐约可见其中有个人形。片刻之后，火焰燃烧殆尽，方毅运用灵力鼓动自己的衣袖，微微一扇，将萧凌的骨灰吹向了天空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的方毅这才满意的点点头。这就保险多了。语毕，方毅在原地调息了一段时间，确保状态再次圆满，然后继续朝着之前的那个方向疾驰而去。路上，方毅忍不住思绪开始翻飞。既然萧凌都被自己弄死了，那萧家也顺带一起搞下去吧。毕竟我刚才留了个心眼，用通讯仪将萧凌和马武杰的一起的对话和并肩一起的样子给录了下来。在神行符的加持之下，
方毅很快再次来到了那座王城的附近。很显然，这段时间王城人类与石巨人之间的战斗也结束了。很显然，王城人类获得了胜利，因为城外的战场之上，一具巨大的石巨人躯体躺在那里，另外一个不知所踪。虽然周边躺着很多死去的王城战士，但能留下这么强悍的一个石巨人，很明显他们是赚了的。方毅瞧见了，有一群身穿红色袍子的人从死去的石巨人胸口的裂纹处挖出来一颗散发着灰蒙蒙光芒的晶石。在失去了那颗灰蒙蒙的晶石之后，死去的石巨人的躯体迅速的变得灰白起来，最终变成了一堆普通的青色大石头。方毅的思绪开始转动，灰蒙蒙的晶石应该就是石巨人的核心所在，而且这东西看起来应该是一种高品质的矿石了。自打修仙之后，方毅的对于物品本身所具备的灵气十分敏感，所以即便隔着老远，方毅依旧能够感受到那颗灰蒙蒙晶石散发出来的浓郁的灵气。这要是放在自家老师的眼中，说不定此刻已经迸射而出，上前去抢了过来。夜晚降临，王城之上点燃点篝火，一个个穿戴着盔甲的士兵们开始巡逻，披坚执甲，神情坚毅。可他们谁都没有看见，趁着浓浓的夜幕，方毅灵巧都躲避了他们的视线，直接遁入了城中。遁入城中之后，方毅才发现这座王城的整体建筑风格很明显是偏向西式的。一路避开了灯火的地方，方毅直奔王城里最中心的那栋石堡而去。石堡的顶部竖立着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上面铭刻着的正是白天方毅见识到的那个火焰神奇的虚影。虽然只是虚影，可方毅还是忍不住眼睛微微眯起，好讨厌的感觉啊！说完这句话，方毅避开了石堡周围巡逻的侍从，从一处小窗口直接钻了进去。一进入其中，方毅才发现自己闯入的竟然不是什么杂物间，而是一处贵族房间。一扭头，方毅的瞳孔猛地一缩，只见房间里摆放着一处大床，上面躺着赫然是两个赤裸裸的男女，互相拥抱在一块儿，宛若两只肉虫。两人看起来像是刚刚大战结束，忽然被闯入的方毅惊吓住，正一脸惊恐地看着方毅。最要命的是，其中的女人已经张大了嘴巴，明显就要喊人。方毅心道一声糟糕，觉得自己潜入失败，说不定又要大开杀戒。可下一秒，女人被那男人一把捂住嘴巴，然后被狠狠地呵斥了一句：“闭嘴，贱人！”女人一下子就住嘴了，并且以一种乖巧的模样看着男人。方毅顿感奇怪，但男人下一秒的动作直接让方毅的眼角忍不住直接抽搐了一下，因为这男人直接起身，赤裸着身子，眼神火热，说了一句让方毅觉得三尸神跳的话：“美人儿，托尼大人喜欢你的野性。”听到这话，方毅哪里还不明白这一是这座石堡里的贵族子弟的意图？这他娘的分明是男女通吃，直接看上了方毅的美貌。方毅额角猛地一跳，微笑着撕裂了一道静音符，直接捏出一道小根筋剑气，洞穿了床上女人的脑袋。啪叽一声，女人倒在床上，显然已经死透了。方毅这才拍了拍自己的胸口，微笑着看着瑟瑟发抖的男人，询问道：“接下来我问你答，不听话死啦死啦的。”片刻之后，方毅抬手一掌拍在男人天灵盖，后者抖动了两下，倒在了地板上。真是废物！此人名唤托尼，烈焰，是这座城堡的掌权者，烈焰家族的一员。方毅原本以为这么废材的一人只是烈焰家族的庶子或者什么，可一番拷问之下，方毅没想到他竟然是烈焰家族当代家主的次子，家族第二顺位继承人。方毅不由得摸了摸下巴，心道第二顺位继承人这么差劲，看来这烈焰家族是要没落了呀。不过这都不关方毅的事情，方毅潜入不是为了打探人家族丑闻的，而是为了这座城堡里的宝贝和此方史境是否有地煞灵穴和玉破金生花的消息。这个托尼显然是个怕死的，方毅都还没有使出更加酷烈的手段，就有问必答。最有可能存在地煞灵穴的几处地点，方毅在房间内找到了一张地图，标了3个地方。至于玉破金生花，巧得很，烈焰家族也需要这种灵材进行辅助修行。至于这存放的地方，就在于石堡核心的宝库。但问题又来了，石堡核心的宝库只有家主和长老们拥有钥匙，旁人若是靠近，会被布置的强大魔法给轰成灰烬。魔法还真的是有些棘手呢。方毅微微摸着下巴，开始思考。片刻之后，方毅有了想法。算了，据这托尼说，玉破金生花还有几处地方有的藏，我就不冒这个险了。能不冒险还是不冒险为好。尽管方毅对这座石堡里的所有烈焰家族的人都有自信可以对付，可就怕这火焰神奇可能留下的污染性手段。这种东西对于方毅而言是不可估量且不愿意去面对的手段。至少目前为止，方毅没有对付神奇的手段。这般想着，方毅就要离开这座石堡，去寻找野生的玉破金生花。可正当方毅还没彻底离开王城，就听见城外传来的轰隆隆的声音，伴随而来的还有天空中那一颗闪耀着烈焰的陨石。陨石的坠落目标正是王城。陨石坠落王城，直接给这座城市打了个措手不及。西城区被砸出了一个深坑，周围的房子都成为了一片狼藉，许多王城人类跑出家，哭喊着，但更多的是倒在火焰中的残壁断垣。城内忽然传来强大的气息，一个红袍老者再次浮现在天空之中。双方开始了魔法对攻，烈焰与巨石在半空中发生对撞，落下碎片和余威，波及了无数王城人类。而方毅看着这忽然巨变的局面，脸上露出了奇怪的笑容。杀人放火金腰带，操，干了！扭头，方毅贴上脸西服，直奔王城宝库的位置。漆黑的夜色中，一道淡淡的身形在王城中以极快的速度掠过。这道身形正是贴上了脸西服的方毅。收敛了自己的全部气息之后，方毅躲过城内所有的守卫，沿着之前的道路再次来到了那个房间。房间内，一男一女还躺在地上，冰凉凉的。方毅扫了一眼，心道一声罪过，然后快速夺门而出，沿着刚才拷问到的路线直奔宝库而去。一路上，
有很多身穿火红铠甲的王城军不断的集合，前呼后拥的直奔石堡之外，显然是去支援外面的战场。好几次，方毅都差点和迎面来的王城军来了个面对面零距离接触。不过幸好脸西服的作用真的挺不错的，再加上方毅准备的够充分，中途更换了新的，这才一路有惊无险的来到了宝库的门口。宝库的入口就在这座石堡的地下3层。或许是因为这座石堡的主人对于守护宝库的魔法有着相当的自信，并没有守卫驻守在这里。宝库的入口是2扇黑黢黢的大门，在火光的照耀下泛着金属光泽。方毅断定这肯定是由某种金属制造而成，而且硬度很高。距离宝库的入口处有接近100米的平地。方毅猜到不用猜，这100米肯定是死亡100米。方毅本想扔一块小石子是试探防御魔法的强度，但仔细一想，试探也可能打草惊蛇了。不如直接趁着他们鏖战的无可开交的时候，直接以最强的攻击撞开宝库大门，抢了就走。微微思考了片刻，方毅觉得这是他现如今最有可能成功的计划。这般想着，方毅的目光不由得变得幽深，心中不由得为自己的机智暗自点赞。生性多智的方毅，在进入王城之前，就在城外和城内各处隐秘角落里布置了多张视野角度非常好的可以观看全局战场的显像符。这种符箓由主符和子符箓组成，子符可以观看周围的景象，并且将视角传递给持有主符的拥有者。方毅一边分心警惕上面是否有来人，同时一边看着各处子符传来的战场视角。视角里，石巨人一方和王城烈焰家族一方正打得有来有回。这次石巨人一方来的不单单是白日那个残存的石巨人，更是召唤了3个同伴一起进行攻击，分别是一个金色纹路的石巨人，一个蓝色纹路的石巨人，还有一个青色纹路和他一模一样的石巨人。除此之外，他们的身上还有周边还有许多类似于小型石头人一样的生灵，不断的从土中凝聚出各种石枪石剑什么的，与王城守卫军进行近距离的对攻。要是方毅没有猜错的话，这石巨人应该就是万族中的山岭巨人一族，天生体型大，力气奇大，还能使用各种土系魔法。那些小型石头人应该是他们的附庸。只是山岭巨人一族的位面入口不是在远光联盟那边吗？怎么诸夏联邦的势力范围里也有啊？虽然只是出现在史境里头，可方毅依然觉得十分奇怪。成年的石巨人拥有降级武者上段实力，防御力极强，再加上强大的土系魔法，是远光联盟十分棘手的对手一族。方毅虽然自信身为剑修的自己同级攻击力是无敌的，可若依靠现如今他的实力水准，遇到这石巨人，恐怕连对方的防御力都无法破开。为首的石巨人是那个蓝色纹路的，体型明显比他的同伴大很多，更要命的是他手持着一柄巨大的石棍，一棍砸下，不知道死了多少敌人。如此战力自然不可能让他肆意杀戮，否则王城这边很快就要全部都死干净。一道巨大的烈焰箭矢射出，将蓝色石巨人手中巨大的石棍从中直接射断，落下的碎石将地面砸出了数个坑洞。一个穿着红色火焰纹路长袍的老者飞了起来，口中持着一柄类似拐杖一样的武器，口中厉喝道：无知的石巨人，你们这是在挑战烈焰家族的威严，我托尔贡今天就要留下你们的性命。此人正是烈焰家族当代家主托尔贡，堪比降级巅峰武者实力的魔法师。回答他的是蓝纹石巨人的一声怒吼，还有双掌往地上一拍，一根根如同上百米高的巨大锋锐石柱直接穿破土层，一路朝着王城的城墙而去。所到之处，凡是没有办法及时逃走的王城守卫，纷纷被碾压成碎肉。托尔贡一声怒吼，红色的法师袍上有道道红色的纹路显现，抬手举起手中的法杖，号令似的开口：2阶魔法，烈焰风暴。霎时间，天地之间的灵气开始汇聚，一道庞大无比的火焰龙卷凭空生出，直接落在了那一道道锋锐石柱的前进路上，两者交击在一起，撞出强大的能量波动。之后，蓝纹巨人和托尔贡进行了魔法对攻，双方一来一回，所造成的能量冲击波及了方圆数十里的土地，堪称是天灾降临。同时，方毅也为自己之前的放弃直接对上托尔贡而感到庆幸。虽然魔法体系比起自己的仙道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高境界的往往可以无视这种差别，碾压低境界。所以境界有了，再谈其他。时间1分1秒的过去，大战很快就来到了鏖战阶段。山岭巨人和王城烈焰家族虽然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杀疯了，但是很显然，今天两方必定要灭了其中一方才肯罢休。而方毅要等待的便是那个绝佳的两方都抽不开手的时机。又等了片刻，忽的天空开始为之一暗，悬浮在半空中的托尔贡怒吼一声，大喊了起来：神术，焰中神光！伴随着这一声怒吼，那道让方毅为之忌惮的火焰神奇虚影再次与王城的天空为之浮现，而4只山岭巨人也是发出一声怒吼，双掌齐齐拍在地上，海量的土属性元气开始汇聚，很明显也是在准备一个杀招。而现在，两方杀招是不能停下的这个时刻，正是方毅等待的绝佳时机。动手！轰！几百斤的剑匣轰然落地，砸出了一个深坑，一口湛金色的飞剑缓缓飞出，悬浮在方毅的身前，发出道道嗡鸣。方毅抬手掐了一个法诀，暴喝一声，直接将体内2/3的灵力灌注其中。御剑术，流星一击！刹那间，飞光化作湛金色的匹链，掀起海量的天地灵气，带着方毅一起狠狠地攻向了宝库的大门，犹如一道巨大的灵气浪潮冲天而起。剑光闯入100米平地那一刹那，数不清的防御魔法被星、各种火焰冰霜等魔法袭来，但都被这道剑光从中劈开，消融一空。这一击犹如天外划过的一颗流星，惊鸿一瞥，又带着无可匹敌的强悍力量。宝库大门在坚持了3秒之后，一声清脆的响声被轰开了一个圆形的大洞。战场之上，正在全力施展杀招的托尔贡也在这一刻猛地看向自家老巢，脸色巨变。何人敢闯我的宝库？进入宝库之后，
方毅被一片亮眼的宝光给差点闪瞎了眼睛。太多了，实在太多了。目之所及之处，方毅凡是能看得到的，都堆放着各种各样的灵材、矿石、晶石、灵药，亦或者是各种卷轴或者武器，每一件上面都绽放着各种各样的宝光。整座宝库之中的灵气浓度，真的已经到了可以液化的程度。方毅猛吸一口气，并没有停顿下来欣赏，而是牢记自己进来的目的，不顾一切，直接开启了老太太抢货的模式。目之所及，统统都收入储物袋。百年灵药，拿走；闪着霸道气息的兵器，拿走；闪闪发光的矿石，拿走；各种散发着玄奥气息的卷轴，拿走。此刻的方毅就像是一只貔貅，凡是被他接触到了，统统都吃下，根本不可能吐的。当然，方毅也没有忘记自己进来最重要的使命，找到筑基丹的主药玉破金生花。很巧的是，烈焰家族的灵药区域里就有20几株，方毅也就不客气的直接拿走。开启灵元购模式的方毅并没有掉以轻心，反倒是还分心注视着外面天空上的鏖战。尽管在自己破开宝库大门的那一刹那，宝库的主人托尔贡有了感应，但此刻的他并不能脱身立马来找方毅的晦气，因为他的对手不允许他这样做。但是很快，烈焰家族的其他成员也注意到了宝库失窃，10几道强大的气息也朝着宝库激射而来。方毅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心一横，方毅直接全力施展自己的游龙步，身形化作虚影，在宝库内游走，凡是被其接触的宝物全部拿走。2/3左右的宝物都进入自己随身携带的几个储物袋之后，方毅同时感应到了石宝一层已经来了10几道强大的气息。走！没有任何犹豫，方毅再也不看剩下的宝物一眼，直接将剩下1/3的精纯灵力直接倒灌进入飞光之中，化作湛金色的剑光冲天起。流星一击！湛金色的剑光冲天起，掀起灵气狂潮，犹如疾风暴雨一般，将沿途所有挡路的魔法攻击、坚硬石壁以及肉体挡上来的王成军洞穿，随后破开了石堡，来到了城堡外围。随后，剑光直接来了个转折，朝着反方向激射而出，眨眼功夫消失在众人的眼前。看到这一幕而无法脱手进行拦截的托尔贡简直快要气死了。可是就在这时，石巨人准备的大型土系魔法已经攻来。这是什么？战场之外几公里之外的某处山上，从头到尾观看了这一幕的榆木小队，全体成员都目瞪口呆。原本他们是被两方大战所释放出那堪比天灾级别的破坏力给震慑住，思考着自己到底应不应该寻找机会直接掉头离开。可看到这一幕之后，彻底被吓傻了。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竟然还有人敢在这个场合捡漏。这人是谁啊？不会是金海基地小队的成员吧？不该啊，那个小队的成员实力都被郑白给摸清楚了，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等等，还有一个人，那个讨人厌的方毅。郑白呆呆地看着这一幕，尽管他不想相信，但是心中不由得总有一个声音告诉他，那道湛金色的光芒就是方毅。这一刻，他的脸色很是难看。剑盾之术是五行遁术之外的佼佼者，方毅更是带着飞光玩命一样的逃，不管不顾，直接遁走千里。与此同时，史境的入口处，2座3级基地室的研究人员都集合在了一起，正商量着怎么重新打开史境入口。其实史境入口不难打开，只要有史境发生器就可以。可是这东西一般都是在1级以上的基地室才拥有，榆木和金海基地室属于3级基地室，根本没有库存，没得办法，只能向联邦总部申请，从最近的1级基地室里协调运输一台过来。可运输这东西也是需要时间的，在这段时间内，2座基地室里的小队成员的相关人员也听说了消息，第一时间赶了过来。其中最有分量的就属榆木郑家和玄武学府的招生办特使罗成。罗成在评估完了现场的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表示，我已经通知学府协调催促调动流程，应该在3个小时之后就能抵达。听见这话，在场众人都忍不住松了一口气，心道不愧是4大学府之一，能量和话语权就是重。要是按照平常的流程，怎么说也要等明天下午才能到，还得是上面有人好说话呀。不过虽然将史境发生器给协调好了，可罗成的心情依旧很差。他扫了为首的刘俊和裴华一眼，冷声道，连自己麾下的学子都保护不了，你们2个枉为武道部的部长。刘俊和裴华对视了一眼，虽然心中憋屈，但知道自己理亏，只能老老实实的挨骂。郑念清和古言第一时间也凑了上来，安抚着罗成。罗特使稍安勿躁，不单单是刘部长和裴部长的疏忽大意，实在是因为夜叉族太阴险狡诈了。古言不善言辞，也在一旁点头。2位败将强者当说客，罗成还是要给点面子的。前面已经修改了2人的境界至降级，罗成的脸色稍微好看了点，可是心中还是有点生气。要知道，方毅可是他特招进来的，要是人还没有正式入学就嗝屁了，那他回去不单单要背处分，更是要其他导师给嘲笑死的。到时候这既丢了面子，还丢了里子，可是难受啊。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有研究人员一路小跑过来，上气不接下气，喊道，仪器刚才显示史境内部发生了巨大的能量波动，疑似2支小队与其中的生灵发生了冲突。罗成立马收敛了心中的其他心思，问道，可以判断敌人能量波动在什么层次吗？不单单是他，其他人也脸色严肃。要是能量波动层次太高，那恐怕2支小队都要遭殃了。更严重一点，甚至可能全军覆没。研究人员仅仅只是一品武者，被这么多强者看着，压力真的很大。不过他也知道事情严重性，直截了当的说了结果。不太妙，能量波动层级预估在降级巅峰。话毕，这研究人员只感觉自己周围的温度都变得低了几分。湛金色的流星在天空中划过，驶进西北方向，某处密林底下100米的一处空间。方毅收敛气息，将神识往几个储物袋里一探。尽管他已经修炼了养神术，也算是一个炼气9层的大高手，见识也算不少了，可依旧被眼前这珠光宝气的一幕给震惊住了。我滴个亲娘嘞，这回算是发了。
灵材、矿石、灵药散发着一圈一圈的宝光，胡乱堆积在一块，还有一堆一堆的雕刻着精美纹路的铠甲或者武器。除此之外，还有类似于传说中的魔法卷轴之类的东西。当然，最重要的不是这些，而是整整装满了一整个储物袋的灵石。灵石其实就是天地能量的具象化，这种能量无论是什么修炼体系都是适用的。所以方毅一闯入宝库，看见摆放在自己面前的如同小山一样的几堆灵石，欣喜若狂，大手一挥就请了2座。还真别说，这原本轻飘飘的储物袋，此刻都重了几分。方毅看着这2座灵石小山，嘴角是真的比 AK 还难压，因为他是真的赚大了。灵石尽管在地心不罕见，但因为灵气复苏的时间短，导致了灵石矿之类矿藏基本上还深埋在大地，处于孕育状态。所以方毅平时修炼使用的能金、灵石别称，其实是由联邦机构专门凝练出来的，而不是这种从土中挖出来的。心念一动，一块砖头大小的灵石呈现在方毅的手心中。方毅微微把玩了一下，心中喜意更甚。对于鉴别灵石的方法，他专门在山门中兑换了鉴别法。一番检测下来，和方毅自己的亲身感受，发现这灵石的品级不低啊，堪比中品灵石啊。甚至这2座灵石小山内还有不少比中品灵石的灵光还亮的灵石，应该是上品灵石了。想来应该是这座使境关闭了很久，源源不断的汲取天地能量，最终汇聚成了一座品级不低的灵石矿。这宝库中的灵石就是烈焰家族从那灵石矿中挖出来的。这般想着，方毅汲取了几块中品灵石其中的灵气，原地打坐，恢复起丹田内那已经变得干枯的灵力漩涡。丹田内，方毅那时看着自己那如同湖泊一般的灵力漩涡，一道道精纯的灵力不断的灌入填满其中。待灵力湖泊填满之后，方毅微微运转感受了片刻，果然发现又胀大了不少，且灵力的纯度也提升了一些。难怪老师常说灵石是好东西，品级越高的灵石越是好东西。自己之前过的是什么苦日子啊？方毅失笑的摇摇头。恢复了圆满状态之后，方毅继续探查其他2个储物袋。这次他回到地心，在树堂特地花费了不少善功，兑换了3个储物袋，加上高柳赐下1个，一共是4个。原本方毅还觉得带着这么多储物袋无用，现在看来，我好有先见之明啊！恬不知耻的夸赞了自己一下之后，方毅继续探索其他的收获。探查完灵石之后，就要看看其他了。另外2个储物袋其实放着3个东西，一个是方毅之前在战场上看过的那死亡的山岭巨人的核心能量石，不过不是灰蒙蒙的，而是表面镌刻着道道金色的纹路，触手温凉，神识靠近，感觉有刺痛感。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感觉是好东西。第2个是一件散发着火红荧光的锤子，这柄战锤不知道是由什么金属锻造而成，通体雕刻着很多方毅认不出来的文字，火红荧光就是从这些文字上冒出的。还没有靠近，方毅就能感受到其中极高的温度，甚至还带有那么一丝丝的威严的感觉。想都不用想，方毅就知道这战锤多半和那个所谓的火焰与锻造之神有关。虽然自己用不了，但也是好东西。回了太玄界找镇灵前辈见习见习。方毅心想，镇灵前辈乃是上古圣地建功的一份子，想来压制这什么毛神应该很容易的。至于这最后一个就颇为奇特了，既不是天才地宝，也不是神兵利器，而是一瓶红色液体。红色液体表面有着一道琉璃般的容器，看上去既是为了保存它，同时也是为了封印它。方毅将其取出，放在手心里细细的摩挲了片刻。隐隐约约之间，方毅感受中瓶中的液体有微弱的电流在跳动。尽管隔着琉璃瓶的保护，可方毅依旧能够感受着这一小瓶血液里那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雷威，似乎其中有一道极为强大的力量波动，更像是什么强大生物落下的。方毅简单的推断了出来，但至于是什么强大生物，那就超出了他现如今的认知范围之外。一番摩挲探究，方毅不由得哎了一声，因为他发现，当拿起这个琉璃瓶的时候，瓶中的血液会朝着一个方向涌去，造就了紧紧贴在瓶子内壁的奇特景象。多番尝试之后，方毅才发现这些血液的隐隐约约指着西北方向，似乎在哪里有着吸引他的东西。西北方向显然有东西，应该只有烈焰家族的高层才知道。那托尼根本就是个只知道玩女人的废物，啥都问不出来。收回了血液，方毅仔细清点了一下自己的收获。此刻的他犹如一个暴发户，怀揣亿万巨款，富的就差流油了。按理来说，我想现在应该考虑怎么出去了。毕竟赚了这么多，还得罪了这个烈焰家族，要不趁着人家还抽不出手对付自己，早退早抽身是最好的。可是不太甘心啊。若方毅仅仅只是一个天赋普通的武者，他现如今会及时抽身，寻找出口，直接遁走。可方毅不是，当一个人有了变强的途径之后，他的野心就会膨胀。简单的思索了片刻之后，方毅咬咬牙道：烈焰家族的老巢我都闯了，难道还怕这西北方的不知名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煞灵穴给自己地脉筑基呢。方毅像是下定了决心，招来飞光，破开泥土，回到地面。忽然，方毅猛地抬手甩出一道土遁符，褐黄色且坚硬无比的土墙挡住了一柄火焰剑矢，发出巨大的能量波动。烟尘散去，方毅定睛一看，哟，竟然真的追上来了！来者为4男1女，全部都穿着红色纹路的长袍，手中或是握着长剑长枪，或是拿着法杖，个个气息强大，隐隐约约之间更是气息连为一体。很显然，正是烈焰家族派遣而来的追兵。为首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男性骑士，胯下是一匹披着钢铁战甲的战马，手中握着一柄烈焰大弓，背后还有一柄黑金长枪。很显然，刚才那一剑就是他射出的。见方毅轻而易举地挡下了自己的进攻，男骑士冷笑开口：藏在阴沟里的老鼠贼子倒是有几分本事，不过你得罪了我们烈焰家族，是要被架在火刑架上烤成人干的。贼子，还不速速交出宝物，免受火刑！男骑士开口，
他身后的几位下属也是举起手中的武器，一道道烈焰魔力在上面缭绕，就等对方下令将方毅轰杀。忽然，方毅轻笑一声，这一声笑让南骑士着实有些搞不太懂，可他只当做这个可恶的异端贼子是得了失心疯了，已经无法交流，冷声道：“你笑什么？”接着，他缓缓抬起头，露出了一个嗜血的笑容，犹如巨兽张口，一丝丝白气自方毅的嘴里冒出，伴随着的还有一道声音：“我笑，你们还真的是自信啊！”没等南骑士反应过来，忽然，他只感觉自己的耳畔有灼热的鼻息传来，扑在他的脖颈处。紧接着，他的耳畔传来一声炸裂的雷鸣声，以及一道凄惨叫声。他猛地回头，看见自己的其中一位下属的胸口被洞穿而过，一只青黑色的手臂从中缓缓抽出，露出尸体之后满面淡然的方毅。当南骑士看到方毅现如今的模样的那一刹那，瞳孔猛地一缩，因为此刻的方毅不再复之前那俊朗少年模样。他的身躯陡然膨胀数倍，直接一跃超过2米多，肌肉膨胀，黑发无风自动，根青黑色的大筋在皮肤下耸动，身躯表明有道道青紫色的纹路，周身冒着点点白浪，所站的地面都沉下去了几公分。呼！方毅张嘴吐出一口白色的气浪，抬起双目，随手将手中的尸体甩在一旁，看向剩下几人，都没有降级的实力水准，还敢来追杀我，那就都给我留下来吧。说完最后一个字之后，方毅的声音猛地拉长，场中众人只感觉视网膜上闪过一青紫色的雷光。下一刻，惨叫声频频响起，激活了青雷灵体的方毅犹如一头雷狮子，猛地闯入了一群绵羊群，一拳打碎头颅，一爪将一人抓起，甩出了100米开外。他的力量奇大无比，最重要的是还兼具极快的速度，几乎几个呼吸的功夫，另外4人都被一击必杀，全部都倒在血泊当中。唯有那为首的男骑士仗着身上穿着的特殊铠甲和手中的特殊长枪，以及一身不弱的骑士水平，堪堪挡住了方毅的攻击。轰！方毅落在不远处，抬起右手，看着上面出现的一道灼烧痕迹的伤口，展颜一笑，还真的是有些疼啊。那头男骑士那覆盖在铠甲之下的面容已经扭曲了起来，原本他自行率领守卫可以将这毛贼给生擒的，可万万没想到对方的实力竟然这般强悍，仅仅只靠着肉体力量和武技就把自己的同伴都给解决了。但是作为烈焰家族的一员，男骑士握紧了手中的长枪，身上有着深红色的魔力在跳动。贼子勿要得意，今日我烈焰圣枪格雷定要将取你项上人头。说罢，男骑士格雷身上深红色的魔力猛地暴涨，庞大的魔力将周围的灌木丛都给压下。战意提升，火焰提升，力量提升，叠加了多重状态的格雷缓缓举起手中的长枪，深红色的魔力缓缓汇聚在其中，长枪变得通红，并且散发着极为强悍的气息。刹那间，方毅敏锐感知到周围的火元素之力疯狂朝着对方的枪尖上汇聚，那深红的魔力正在一点一点的汇聚，产生质变。很显然，格雷在酝酿强大一击。方毅不闪不避，洒脱一笑，露出森白的牙齿，缓缓呼出一口气浪，认真起来了。哟吼，这才是好的磨练对象啊！原地迸射无数的碎石头，游龙步施展而开，方毅一个闪身便出现在格雷的右后侧方。格雷脸色猛地一变，心中一颤。尽管他已经尽可能的将黑头发异端的速度想象的很快了，可没想到方毅还能施展更快的速度。圣枪术燎原！格雷暴喝一声，缠绕着火红色的长枪以极其刁钻的角度激射而出，直奔方毅的面门。火焰席卷而来，犹如一条火蛇，带着灼烧一切的气息。面对这一击，方毅不闪不避，抬手一招，飞光嗡鸣一声入手，丹田内的灵力漩涡猛地一转，精纯的灵力便已经倒灌进入手中的飞光。嗡！刹那间，飞光迸发出耀眼的湛金色光芒，更是迸发出锐利之意。方毅此刻的心境如同一片冰封的湖面。下一秒，长枪与飞剑进行了亲密接触，叮叮叮叮叮，几乎几个呼吸的功夫，双方就进行了不下数十次的对攻。金铁之声交击传来，迸发出一阵阵强大的能量波动，战斗的余威将这片林地变成了一片废墟。不一会儿，两人的身上都出现了不同的伤口。方毅那犹如神魔一般的身躯表面出现了数道灼烧的伤口，有一道更是深可见骨。格雷更加惨烈，他的肩膀处被飞光狠狠地来了一下，几乎要洞穿了。可疼痛似乎几乎了方毅的血性，他那神魔般的身躯之上的青紫色纹路越发的耀眼，甚至连绵在一块儿，给他的身躯提供了更加活跃的气血之力，越战越勇，值得就是方毅现如今的状态。可格雷这边在如同疯魔一般的方毅的攻击下，气势已经逐渐大减。他的铠甲是很坚硬，甚至可以说是某种加固了坚硬法术的法器类存在，可在方毅的剑术之下，几乎都要变成无物。又是一次斩击，死！精纯的灵力倒灌进入飞光之中，湛金色的剑光暴涨。方毅瞅准了机会，手腕翻转，使出了一式虚招，实则飞剑已经朝着对方的要害处袭去。叮！格雷微微低头，看着插入自己咽喉处的剑，面颊下的嘴巴张了张，却发不出任何声音，只涌出了大口的鲜血。呜！他倒在了地上，抽搐了2下，随即死去。方毅没有看他一眼，直接往自己的身上和腿上贴了2张神行符和敛息符，钻入了密林当中。方毅离开不久之后，天边响起了淅沥沥的声音，一只长着双翼的烈焰战马坠落，将场地再次来了一个不小的破坏。马背上下来一人，那是一个火红长发的剑士，容貌俊美，气息强大，背着一柄铭刻着火焰纹路的巨剑。此人名唤古丹，乃是烈焰家族的长子，同时也是烈焰家族年轻一代最强者。他看了一眼倒在血泊里已经彻底失去了生命气息的格雷，
狭长的眼中爆发出强烈的杀意。原地停住片刻，他像是使用了某些秘法，很快捕捉到了方毅离开的方向，骑马就追了上去。与此同时，正朝着驶进西北方逃离的方毅忽地道心预警，很明显感受到了自己的后方有一道强大的气息在追击自己。方毅心道一声果然，这史境里的势力还是有几把刷子的。这般想着，方毅运转灵力，速度再次暴涨，朝着西北方向神秘血液指向的方向而去。方毅隐隐约约有种感觉，那地方可能有大机缘在等着自己。在这一追一赶的过程中，方毅的感触颇深。他尤其感谢自己是炼体炼气两手抓，强大的炼体基础让方毅的丹田和肉身变得强悍无比，可以承受住多次破线的灵力灌注和爆发。丹田气海那精纯无比的中正平和的灵力，让方毅的韧性十足，这才可以一直保持着不错的速度，并且保持着一个还不错的时间。中间，方毅磕了好几次丹药，及时的补充了灵力，越来越近了。方毅心中默默想到，不单单是距离怀里这瓶神秘血液的指引的方向越来越近了，更是后面那道强大的带着火焰灼烧的气息也越来越近了。古木参天，距离方毅5公里开外，一道火焰掠过树林上空，带起星星点点的尾焰，火焰飞马之上。古丹俊美的脸上此刻已经神色不耐，可他的眼中更多的是微微的惊愕。作为家族的下一任家主，第一顺位继承人，王城的下一任城主，被誉为火之子的古丹，天赋和智谋都在线，可谓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古丹也一直认为自己是无敌的，可现如今，古丹奉命追杀一个毛贼，却怎么都追不上对方。即便古丹已经施展出自己最快的速度，可是好几次眼看着要追上对方的尾巴的时候，对方又像是嗑了什么猛药一样，速度再次提升。这着实是让古丹又气又惊，但同时也让他心中的杀意暴涨。如此毛贼，盗窃了家族宝库，着实该杀。这般想着，古丹眸中微闪，浑身缠绕着的烈焰魔力逐渐蔓延至身下的火焰飞马上，后者嘶鸣一声，速度暴涨，距离再一次拉近，近了，这次是真的拉近了。方毅都不用回头，都已经感受到那灼热的高温正在烫烤着自己的发间，伴随着的还有一道压抑着怒气的暴喝声：跑！我看你还能跑去哪里？盗窃宝库，杀我族人，你已经命犯死罪，我古丹今天就要将你斩杀于此！轰！火属性的天地能量伴随着这道声音开始活跃起来，并且犹如暴动不断的活跃。依旧在飞速逃离的方毅猛地感觉到一道灼热的视线落在自己的身上。很显然，追兵运用某种秘法已经破解了方毅脸西服的效果，可方毅没有回头，闷头逃命，因为方毅已经感受到了这追兵的气息超出了自己一大截。若是爆种的话，勉强可以5-5开，可多半要将方毅的多重底牌都给掀开，之后估摸着还会有追兵，到那时候重伤濒死的方毅就如同那案板上的鱼，任人宰割了。找死！见方毅不管不顾继续逃走，彻底激怒了骄傲的古丹。他身上的烈焰魔力深邃，周身的火属性天地能量越发的暴动不安，缓缓举起背后的重剑，高高扬起。霎时间，暴动的火属性天地能量像是找到了归宿，雀跃着涌入重剑之中。枪！一道10几米长的火焰巨剑横空出世，熊熊燃烧的烈焰魔力缠绕其上，剑身上的火焰纹路更是爆发出强悍的气息。重剑加身，古丹犹如一位火焰魔人，气息更加暴涨，心惊肉跳，就是方毅现如今的状态。该死，能够盘踞史境这么久的霸主，果然是有几把刷子的。这般想着，方毅却猛地转身，脚下的大地划出一道长长的痕迹，正面迎向天上的古丹。见方毅终于露脸，古丹露出轻蔑的笑容，嘲讽道：聪明的选择，死前在我的面前能够露一脸，你这辈子也算是值了。古丹看着方毅那黑发黑眸的样子，眼中的鄙夷之色几乎快要溢了出来。异端，接受烈焰的审判吧。圣剑，焚魔。其实古丹不是猜测过这忽然冒出来的黑发异端可能是从外面进来的，可现如今他已经气头上了，已经不管不顾，一心只想要杀了方毅。轰！暴虐的烈焰巨剑搅动着无穷的气浪，破开空气，将空气都灼烧出虚幻的气浪，犹如一远古火山爆发。方毅在此刻只觉得自己犹如那火山下的普通人，只能眼睁睁看着巨剑将自己焚毁。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古丹忽然见着黑发的异端蝼蚁抬头，露出了一个笑容。笑！死到临头了，这一段还能笑出来？可下一刻，方毅忽地扭头，纵身一跃，直接坠入了那一片连绵不绝的深绿色灌木丛中。见此一幕，古丹的表情这才巨变。糟了，这么来到了这处地方。烈焰巨剑斩下，将平整的大地带来一条巨大的沟壑，沟壑之中到处都是燃烧的树木和野兽的躯体，火光照亮了那处灌木丛，也照亮了被灌木丛掩盖住的一条深不见底的巨大沟壑。在烈焰家族的记载里，这里乃是禁止踏足之地，因为这里埋葬着他们信奉神明所斩杀的对手的死后一部分。古丹眼睁睁看着方毅消失在茫茫沟壑中，气得脸色铁青，但他无可奈何，因为只要踏出一步，他就立马会遭受着沟壑表面暴虐的天地能量的攻击。该死的异端！古丹恶狠狠地骂道：风！无尽的大风！方毅只觉得耳畔不断的传来大风的鬼哭狼嚎之音，同时身躯也在不断的坠落。也不知道坠落了多久的时候，方毅察觉到自己差不多要落地了，抬手招来飞光，用力插在山崖之上，落石滚落一地。在一阵金铁夹击之音中，飞光在山崖上划出了一个长长的口子，终于是让方毅停了下来。炼气期的修士还不能做到完全飞行，尽管有飞光这柄2阶飞剑加持，方毅可以实现短暂的飞行，可关键不能太久，也不能直接一飞冲天，直冲云霄。这般想着，方毅开始四下观察。这处沟壑当真是无比巨大的同时，还兼具了深的特点。
借助惊人的身体素质和飞剑，方毅犹如一只灵巧的猿猴，安全地落在了地面之上。落地之后，方毅四下打量着周围的情况，只见沟壑底部似乎缭绕着一层淡淡的黑色薄雾，寸草不生，地面呈现一条条的裂纹，虽然不大，但是太多了。更让方毅感到奇怪的是，非但是寸草不生，更是看不见任何活物，这太不正常了。如果仅仅是一般的沟壑，起码虫蚁之类的应该活得下来，毕竟它们的生命力是最顽强的。方毅身神情微微触动，忽然将手放向了地面，吱了一道微弱的紫色电呼呼的在两者之间生出，在方毅的手心砸出了一个小小的电火花。带电的？难道整座峡谷都是带电的？难道整座峡谷是一个巨大的雷击盆地，亦或者地下藏着很多磁铁矿？几个呼吸之间，方毅的脑海里闪过了几个念头。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方毅大着胆子开始朝着前面探索。忽然，方毅的耳朵动了动，快步地藏到了一处岩壁的狭缝之中。他看向狭缝之外，只听到几声灵巧的脚步声，一只通体紫色的能量团缓缓地从他刚才的道路上缓缓飘过。什么东西？方毅没有出声，而是确认那神秘的能量团走了之后，这才走了出来。这又是什么东西啊？方毅只觉得现在的自己就像是一个白痴，根本搞不清楚这到底是什么地方。要是自己随手带着一个老爷爷的话，等等，随身带着一个老爷爷。方毅只觉得脑海里的灵感火花碰撞了一下，忽地生出了一个主意。我的身边其实是带着一个老爷爷的。方毅想到了云阳山的镇灵前辈，在方毅的交际圈里，要论谁的见识最广，当属镇灵前辈无疑了。镇灵前辈既无形体，方便随身携带，同时还博学多识，起码活了很多年。最为关键的是，镇灵前辈比谁都希望自己好，因为在剑宫遁入星河深处之后，整个太玄界的剑宫就剩下他一个了。他无比的希望太玄界的剑宫可以再次壮大，为此他才对方毅如此厚爱，处处给方毅放水，更教给了方毅地脉筑基的方法。说干就干，方毅的神识沉入脑海中，试着沟通那七窍玲珑石。让方毅惊喜的是，即便在使劲之中，他依旧可以借助这枚奇石再次传送回太玄界。干！方毅恨不得现在就直接遁入太玄界，直奔云阳山找镇灵前辈好好问医。问，可又想了想，方毅还是决定不要这么快回去，因为方毅并没有把这座神秘的沟壑给探查清楚。如果现在就贸然回去，那接下来遇见更奇怪的东西，那岂不是还得跑一趟？先不说时间够不够花，就说万一方毅脱不开身呢？想了一会儿，方毅还是打算想尽自己的全力，先把此处探索一遍之后，再去找镇灵前辈。沟壑底部时不时都会有紫色光团游荡，或是成群结队，或是孤零零一个，到处可见他们的踪迹。并且随着方毅越来越深入沟壑最深处，空气中缭绕的黑雾的浓度越来越高，紫色光团的数量也越来越多。好几次，即便贴着几张脸西服的方毅拼命隐藏自己的气息，都差点被发现。当真是惊险无比，因为方毅发现，越是深处的紫色光团所散发出来的气息越是强悍，甚至有不少体表都缠绕着一道道紫色的电流，气息当真是让方毅的轻微灵体都感觉有些承受不住，太可怕了。但越是这般，越是激发了方毅的求知欲和探索欲。如此神秘且强大的紫色光团到处游荡，那这沟壑的最深处到底还有什么更让人震惊的存在呢？也不知是不是方毅运气好，这一路下去，虽然好几次被发现，可到底是安全走到了最深处。穿过长长的一条山洞，方毅佝偻着身子，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直达山洞的最深处。然后，方毅看到了让他极为震惊的一幕。只见那是一处深坑，紫黑色的雾气在深坑的底部沉积在一起，液化成为了一个紫黑色的湖泊。湖泊之中，密密麻麻的紫色电流不断的幻灭幻生，更是时而幻化成一道道类似于生灵的模样。可惜没有任何灵智，仅仅存在了几秒就消失不见。噼里啪啦的声音不断的回荡在整个深坑之中。更让方毅感到奇怪的是，尽管湖泊的颜色是紫黑色，可是湖中心的湖水却清亮无比，一眼就能看到湖底深处。方毅定睛一看，眼中满满都是惊愕。那湖泊最中心的深处，分明是一颗跳动的心脏，心脏微微蹦着，带起了一圈一圈的涟漪，每一次蹦动都让整个湖面的紫色电流进行了一次交响曲的演奏，更是让方毅的身体忍不住的微微颤抖。尽管方毅并不明白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是方毅本能觉得这地方对自己可能是一处天大的机缘。没有任何犹豫，方毅招出飞光，无声无息之间在附近挖出了一个洞穴，然后如法炮制，把洞口用巨石盖住，直接遁回了太玄界。回到太玄界之后，方毅直接找到高柳，让其送自己进入云阳山。高柳虽然不解，但还是尊重关门弟子的意愿，带着他飞到了云阳山。云阳山几十年如一日，薄薄的雾气笼罩在山间。方毅直接破门而入。镇灵原本不想理他的，嫌弃方毅聒噪。可当方毅稍微描述了那处神秘沟壑最深处的景象之后，镇灵直接现出原形。等等，那处地方在哪里？快带我去！方毅看着眼前忽然出现的狐狸小兽，神色有些错愕。镇灵，前辈是狐狸？方毅看着眼前的狐狸小兽，一脸的错愕。哦，不单单是错愕，更多的是震惊。伴随着他脱口而出的一句镇灵前辈竟然是狐狸，狐狸小兽模样的镇灵脸上猛地浮现怒气。什么叫竟然是狐狸？我本身就是狐狸啊！镇灵前辈的尖叫声让方毅耳膜都有些刺痛。片刻之后，镇灵的情绪似乎稳定了下来。他也没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没有显现真身，现如今竟然被方毅这个小家伙两句话直接刺激了出来的。哎，果然是岁月催人老，都这么沉不住气了。片刻之后，双方都冷静了下来。方毅被镇灵前辈是狐狸的模样震撼得不轻，此刻心中只想着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镇灵见方毅这副欲言又止的模样，也知道瞒不下去了，
只好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甩了甩小爪子，道：“行了行了，瞧你这副藏不住好奇心的样子，有话就说。”得到允许之后的方毅长舒一口气，差点没有把他憋死。要知道，在地心，他可是从来没有见过会说话的狐狸。现如今，一只活生生的会口吐人言的狐狸出现在自己的面前，是真的让方毅感到好奇的很。方毅稍微组织了下语言，问道：“镇灵前辈，你是什么存在？”闻言，悬浮在半空的狐狸小兽微微睁开眼睛，满意的看了一眼方毅，还算你小子识趣，会说话。方毅有些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这就是说话的艺术。要是方毅不懂得问，直接上前一句镇灵前辈，你是什么个东西？别说是镇灵会翻脸了，就连方毅都觉得这问题有些尖锐。哪里有人请教人，直接问对方是什么东西的？别府里的灵气很足，据镇灵前辈而言，是因为这处别府用特殊的净灵方法锁住了一条3阶灵脉，供给别府的各处以及他自身所用。方毅坐在了蒲团上，抬头看着悬浮在半空中的镇灵前辈，开始讲述自己的身份。本来我的身份是不会这么早告诉你的，但你小子是我目前为止看得唯一顺眼的外门弟子，想来处都出来了，那就和你说说吧。镇灵一副老成持重的模样，倒是让方毅觉得有些摸不着头脑。唯一一个看得顺眼的，现如今整个少白一脉，不就我一人入您老人家的眼，得到了传承吗？哪里还有人？不过方毅虽然心中有疑惑，可也不敢问，因为镇灵前辈已经又翻了一个白眼。镇灵继续说道：“我之前和你透露的身份并没有骗你，我确实是这座别府的镇灵，这一点是没有错的。”方毅点点头，他也是看见了的。眼前悬浮在半空中的狐狸小兽确实并不是实体，而是整体呈现一种青色能量体模样。前辈失去了本体吗？方毅小心翼翼问道。哎，你猜得很对。镇灵小小的身子叹出大大的气。小子，你听好了。镇灵不由得严肃起来，方毅也挺直了腰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尾丘的3公主，上古狐族的开拓与继承人，妖族的未来大圣，8大圣地道子的白月光，百朝胭脂榜榜首，建功镇宫神兽第1名，曾经的以美貌动人闻名整个太玄界的天狐重要继承人之一，6尾灵狐清河。一连串名头一出，当即差点没有让方毅的脑袋给懵逼了。方毅不知所以，缓缓地在头上打出了一个问号。啊！方毅的态度让原本骄傲的扬起了尾巴的清河镇灵前辈忍不住为之泄气。我就知道，对你小子说这些就是对牛弹琴。镇灵前辈，哦不是，清河忍不住又翻了个白眼，毫不客气地对方毅嘲讽了起来。可方毅不以为然，因为相比于之前的镇灵前辈，现如今的清河前辈明显亲和不少。那清河前辈，您这么厉害，怎么没有跟随剑公一起远遁星海呢？方毅问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出，清河脸上的表情明显落寞了不少。我当初也是想要去的，只是我算了算了，现在跟你说这么多也都是白说。你没有到那个境界，没有那个高度，根本理解不了。别问了别问了。面对清河前辈这说一半就不说的风格，方毅差点没有一口气堵在胸口。不是啊，前辈，谜语人能不能滚出太玄界啊？可他不敢说，因为担心清河前辈直接一巴掌扇死他。片刻之后，狐狸小兽缓缓地漂浮在方毅的面前，一脸惊奇地问道：“你刚才说的那地方在哪里找到的？你最好说出来，我可以更好地给你断定，这对你我都很重要。”沉默，良久的沉默。方毅看着眼前的狐狸小兽清河前辈，心中实则有百感在交集。虽然他与清河前辈的关系确实更进一步了，但是穿梭2界是方毅最大的秘密，方毅不能轻易地将其透露给别人，即便是清河前辈也不行，因为别人终究是人心隔肚皮，谁知道这活了这么多年的狐狸有多少种办法来炮制方毅呢？片刻之后，聪明的清河也是看出了方毅的不对劲，他似乎能够读懂一些方毅的心思，收敛了脸上的玩世不恭，缓缓开口：“不好说。”方毅点头，这个关乎到身家性命的最大秘密。方毅再次点头，清河不再追问，也陷入了沉默。方毅张了张嘴巴，想要说些什么，但是他不太想骗清河前辈，只能摇摇头，道：“我很抱歉，真的不能说。”清河甩了甩尾巴，示意方毅先不要说话。“你等等哈，我进去一趟。”啊！方毅乖巧地站在原地，等待了片刻。没过多久，清河不知道又从哪里跑了出来，出现在方毅的面前，也不知道是不是方毅的错觉，他明显感觉到了清河前辈的青色灵体模样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明显要弱了一些。前辈，可还没有等方毅问，清河的狐狸尾巴一甩，一枚玲珑的袖珍剑形耳坠浮现在方毅的面前。既然不好说，那就不要说。每个人都有自己最根本的秘密，我能明白。方毅将手放在左耳之上，微微一疼，袖珍的玉质剑形耳坠就戴了上去。以他现如今的肉身强度，很快就止血了。戴好之后，方毅这才发问：“前辈，这是什么啊？”清河睁着一双狭长的狐狸眼，失笑地看着方毅，问道：“你这小子都不知道是什么就戴了上去，不怕我在里面施展了什么秘法吗？”方毅一怔，接着微微摇头：“不怕。”语气似的淡然和自信，这倒是让清河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见此一幕，扎着狼尾的少年展颜一笑，露出一口黄眼的大白眼，洒脱道：“君子以诚待我，我自当以诚待之。”这句话让清河愣了一会儿，好半天，清河才甩着蓬松的大尾巴，不断地抽动着，似乎想要以此来抚慰内心的波动。方毅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片刻后，清河微微咳了一声，瞪了一眼还在偷笑的方毅，解释起这耳坠的作用。此物名幻灵石坠，在建功某位长老炼制而出，用来帮助门下弟子分辨旅途或者历练过程中遇到的天才地宝或者奇人怪物，同时还具有诸多妙用。为了提升这东西的级别和知识量，我特地分离了一片灵魂进入其中。先别急着激动，你且宽心，
我这灵魂分身与本体之间的联系被斩断了。不信你可以仔细感受感受，耳坠上被我铭刻了一道禁魂阵，这种阵法的作用，前不久你应该在我给你的藏书里见过的。清河一番解释，让方毅真的觉得震动不已。分裂一片灵魂啊，这该是多么惨烈的举动啊！一时之间，方毅竟然觉得内心一片暖意，觉得清河前辈当真是大公无私且德高望重的老前辈啊。下一秒，方毅抹去眼角的眼泪，感动十足地说：“真的吗？我不信。”清河当即连翻3、4个白眼，这死孩子，枉我还以为你是个心地善良的淳朴孩子呢。虽然清河一个劲儿地对方毅翻白眼，心中不断地画圈圈，可是他手上动作却不慢。在方毅的注视下，清河直接起了一个大道誓言。大道誓言和道心誓言可不一样，它的约束力至今无人能够挣脱，就算是传闻中开天辟地的道君都承受不住大道誓言的反噬。如此这般，方毅才放心了。清河虽然表面白眼不断，可心中对于方毅的评价好了不止一星半点。这小子虽然天赋不算顶尖，但是这份谨慎确实了得。这样的人才能壮大我少白，才能继承此方世界建功传承。想到这里，清河其实还想到了方毅的另外一个优点，这小子的容貌在清河活跃的那个时候的修行界，其实也算得上是顶尖的了。俊朗的外形，挺拔的身材，再加上那种自信和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清冽如山间清泉的气质，再加上清河本身就是个颜控的狐狸精，顺手在这枚灵石坠上施加了他本族的魅惑气息。一瞬间，方毅对于异性的吸引力不由得大增，原本就出众的容貌，现如今越发的显得丰神俊逸了。清河围着方毅绕了一圈，边看边点头，不愧是我亲自挑选出来的门人，容貌这一点起码是超凡脱俗的。方毅一听这话，不由得挺直了腰杆。别说，你还真别说，清河前辈当真是慧眼如炬啊！方毅直接恬不知耻的赞同。清河少见的没有反驳方毅，只是打住，今后别喊我前辈了。清河甩了甩狐狸尾巴，一脸不满道。方毅不懂，那喊什么呢？叫姐。清河傲然的挺起胸膛，一脸自豪道：“我贵为韦秋的三公主，少白一脉现如今唯一的掌权人，你叫我一声姐不过分吧？”方毅一怔，过分是不过分，只是您这么大岁数啊！痛！方毅捂着额头，因为刚才清河直接甩了他一尾巴。您为什么忽然打我呀？方毅一脸的委屈。清河眯起狭长的狐狸眼，语气悠悠，神情莫名。你有本事把那下半句话说出来试试看。方毅猛地打了一个寒战，这才想起来一件事情，清河前辈也是女的，女的就会在意自己的年龄和容貌，尤其是以容貌著称诸天万界的狐族。下一刻，方毅十分板正的挺直了腰杆，大声喊道：“明白了，清河姐。”清河这才满意，大尾巴放在身上，慵懒地卧在半空之中。这才差不多。等等，被你这一打岔，差点忘记了正事。清河继续说道：“我将自己的一片灵魂分身放了进去，它拥有我的一部分念头和知识。你可以认为这是另一个我，可以帮助你在历练中得到有效的帮助，但是它并不会直接插手保护你。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这枚灵石坠破碎之前，不会回归我本体。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记忆并不共通。差点忘了，这枚坠子的材料也是顶尖的，就算你碎了，它也碎不了。你刚才说的那处地方，我很怀疑可能是一处残响之地。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一定要在这处地方完成筑基，将会给你带来天大的好处。事不宜迟，立马走吧。”说罢，清河甩着大尾巴就要把方毅给赶了出去。方毅一脸懵，但也只好随着清河的意愿就要出府。可就在方毅要离开的时候，清河又叫住了他：“回来，回来，回来！”方毅一脸高兴地跑了回来，边跑边喊道：“在的呢，清河姐。”看着眼前这个扎着狼尾的俊朗少年，甜甜地喊着自己姐姐，不知为何，已经是灵体的清河脸上竟然罕见地露出了2抹红晕。这傻小子！清河从尾巴里掏出来3枚青色的小剑，放在了方毅的手心中。这3枚玉剑里面封存着我炼制的本命清河剑气，可以抵挡元婴初期强者的一击。你出门在外给我机灵点，不要随便惹别人，免得招来杀身之祸。当然，若是别人惹到你头上，你也别怂。咱们少白一脉的弟子从来都不生事，但也不怕事。要是有人以大欺小，清河咧开狐狸嘴，杀意凛然道：“那就给老娘轰死他丫的！”方毅听完，内心一片火热。是，清河姐。方毅回到了真武山之后，直接宣布闭关。对此，高柳不闻不问，直到方毅安心闭关就是了。凡事都有他这个做老师的担着。方毅闻言很是感动，直接倒了1/3储物袋的下品灵石呈给了高柳，道：“老师全权爱护之心，方毅铭记在心。无以为报，唯有些许灵石宝彩献给老师。”当高柳神识一摊那上千块下品灵石，差点没有把自己的胡子都给拔下来了。夺手？等等，你说夺手？天可怜见！高柳修行至现如今80多年，总共才消耗没有多少灵石，可自己这关门弟子不声不响，直接献上了近1000块下品灵石。高柳是真的被震惊住了，他只觉得拿着储物袋的手心疯狂地在出汗，筑基大修的心境也久违地发生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好半晌之后，高柳收起储物袋，看着眼前的一脸真诚看着自己的方毅，语重心长道：“弟子有事，师傅扶骑楼。乖徒儿，你要闭关就去吧，为师给你守着。”方毅闻言更加觉得心中暖暖的。回到弟子精舍，方毅做好了防护措施，直接回到了地心。在方毅进入精舍之后，高柳这才晃晃悠悠地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并且还施加法力将这座小院都给封印了起来。忽然，高柳气呼呼地骂了一句：“不争气的玩意儿，不就是近1000块下品灵石吗？你抖什么？”可高柳那压不住的嘴角却暴露了他内心真正的心情波动。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回到了地心使境。地心使境之内，
方毅回来的一瞬间，神识遍布周身，身躯的警惕心提升到最高，时刻准备着发动忽然袭击。片刻之后，确认了自己藏身之所没有被外面的紫色能量光团发现，方毅这才微微松了口气，重新给自己贴上了脸西服。方毅走出了藏身之所，再次来到了居高临下的凸起崖壁之上，看着下方的泾渭分明的紫黑色湖泊，方毅没有说话，而是伸手轻轻敲击了一下左耳的剑形耳坠。叮铃，玉石所制的剑形耳坠发出一声微不可察的轻响，随即一团青色的光团从中浮现而出，接着化为了一只相当于青河姐1/5大小的灵体青狐小兽。青河姐说了，可以称之为小青。小青出来一瞬间，直勾勾地看着方毅，用一种莫名的眼神。方毅坦然承受。半晌，小青收回了目光，悠悠传音开口：“难怪你不敢说，这等穿梭两界的机缘，要是我也会是拼尽全力，不顾一切保守的。”方毅点点头。小青的接受力很强，又或者说他已经接受了。小青深深吸了一口气，方毅可以看到犹如2道薄薄的灵气汇聚而成的白线，顺着他的鼻子进入了其身躯内部。灵气入身躯之后，小青的灵体身躯都微微亮了不少。片刻之后，他才微微地打了一个饱嗝，舒服地伸了一个懒腰，道：“果然还是灵气充裕的环境待着最舒服。”方毅见小青舒服的差不多了，伸手戳了戳她，示意她看看下面到底是什么地方。这就看，死孩子，仗着我是分身就敢捅咕本公主！一人一兽灵就这样居高临下，观察着那块泾渭分明的紫黑湖泊。半晌之后，小青惊喜传音给方毅：“你小子果然是有大气运之人，这地方果真是一处残响之地。”残响之地？方毅不懂就问，小青也立马传音解释：“所谓残响，即道之残响。在某些特殊的小界，亦或者特殊的环境下，某些特殊的地方会发生神奇的变化。残响之地其实指的就是道之残响。”道之残响？方毅猛地一惊，卧槽，这东西被自己一个还没有筑基的菜鸟遇上了，这真的合理吗？是不太合理，但考虑你都能穿梭两界了，那不合理也变得有些合理了。小青显然继承了清河姐的大心脏，骄傲的韦秋三公主就是见多识广。当然，这处残响之地只是最低等级的，否则这方小世界根本承受不住大道的残响，会湮灭于虚空之中。扯远了。结合我的观察，这处残响之地应该是因为某些触摸到某一条大道的强大生灵死亡之后，其心脏被震封在这里，因其本体接触过这条大道，所以若干年之后吸引了一丝大道的目光，造就了这处特殊的残响之地。这种残响之地对于吾等来说不算什么，可对于你这种炼气小菜鸟而言，当真是天大的机缘。这意味着你若是能够参悟这处回荡的道之残响，你也许能够触摸一丝大道的轨迹。小青的一番解释让方毅幸福的差点没有晕过去。修仙有一段时间了，方毅可不是初出茅庐的菜鸟，真武山关于修真界的知识，高柳基本上是倾囊相授，就差直接把心掏出来给方毅看看了。方毅更加明白，大道这等遥不可及的东西，只有那些化神真人才能够接触到。别看小青说这里只是一处十分微弱的残响之地，可就算它非常微弱，非常不堪，可即便是化神大能遇到，也是仙道上最重要的机缘。这能不让方毅激动吗？小青将方毅的激动看在眼里，并没有说什么，因为方毅此刻的心境表现才是一个正常的修士该有的。小青接着开口：“你以为这就完了？”方毅一怔，一脸的难以置信，道：“还有，当然了。”小青甩着和清河姐同款的大尾巴，将其化作箭头，指向了紫黑色湖泊表面上那缭绕着那一层浓浓的薄雾。小子，你撞大运了！这层薄雾可不是什么不起眼的东西，它同时还是36种地煞之中里排名前5的雷尖罡煞。雷尖罡煞同时具备雷煞之威和无间煞之魔。你若是以这种地煞用来地脉筑基，则我可以保证，筑基成功之后的你，肉身强度堪比筑基后期的体修。假如能够抑制这雷尖罡煞，磨练身躯，最为关键的是雷灵宝体的修行，你也可以一日千里。雷灵宝体虽然不是我剑宫最为顶尖的炼体功法，但却是我剑宫7大秘传仙典之一的洞玄真罡天星紫雷仙典中下位替代。你若是能够修成，其他的我不能保证，但是同阶体修内，你就是无敌的存在。闻言，方毅眼中的忽然暴涨出2道金光，这实在是太具有诱惑力了。方毅狠狠地心动了，甚至连呼吸都忍不住地粗重了几分。可小青语不惊人死不休，他挥了挥青色的大尾巴，轻轻地挠着方毅的下巴，笑道：“你不会以为这就结束了？”方毅闻言彻底麻木了。还有，当然了。小青笑道：“你瞧着那湖泊深处的那颗缓缓蹦动的心脏了吗？”方毅点点头。小青道：“那很有可能就是那位曾经接触过那条大道的生灵的心脏。虽然我不太好判断它落在这里的年份，但是我瞧着湖泊里陆陆续续走出来的魂灵就知道，它依旧保持着强大的活性。这颗大心脏里蹦出来的血液妙用无穷，有了它的存在，这里才能产生独特的雷尖罡煞。换句话来说，也就是这里是一处罡煞池，并且很长一段时间不会枯竭的。你明白了吗？”方毅已经麻木的只会机械性的重复点头。这份机缘实在是太大了，导致了方毅直接被砸懵了。其实不单单是方毅一脸懵逼，就连作为见多识广的清河分身小青心湖也是掀起了一片波澜。他是万万没想到方毅的机缘如此逆天，竟然能够误打误撞找到了这样一处宝地。一人一壶，对视良久，方毅长呼一口气，瘫坐在地上，竭力的抚平自己心中的强烈情绪波动。小青见此，微不可察的点头，这死孩子不光是机缘了得，心性更是一流，果然不愧是本体看中的负心之人。忽然，小青的思绪不由得翻飞，心湖之中泛起了一个念头：如此天时地利人和，或许这个方法可以试一试。若是真的能够成功，
那我可就造就了一位妖孽出来了。片刻之后，方毅勉强收敛了强烈的情绪波动，他看着小青坦然道：既然有如此机缘，事不宜迟，我觉得可以进行地脉筑基了。方毅已经困在炼气很久了，经过前不久和那格雷以及那古丹的厮杀，方毅已经成功将境界提升至了炼气大圆满。此刻的方毅只觉得丹田气海的灵力几乎都要溢了出来，有一种已经到了瓶颈的感觉。筑基，这是他现如今最大的念头。可小青却甩了甩大尾巴，示意方毅不要着急。不急，我忽然觉得有一个方法比地脉筑基更加适合现如今的你，只是这其中的风险颇大，可能会有生死道消的危机。生死道消！方毅本来忽然有升起来的热血，听到这4个字就像是浇了一盆冰水，瞬间冷静了下来。是什么办法？方毅问道。小青围绕着方毅飞了一圈，平静道：这个筑基法其实本体和你说过，就是文道筑基。方毅当即恍然，紧接着脑海中的灵感火花碰撞，思绪翻飞，瞬间让方毅明白了小青的意思。你是说借助此处的大道残响，尝试文道筑基？小青郑重地点点头，就是这个意思。方毅陷入了沉默。可清河姐之前不是说文道筑基只有那些传说中的天之骄子、圣地道子圣女才能获得冥冥中的大道青睐，从而获得这万中无一的筑基吗？方毅虽然一直对自己很有自信，但是自信和自负不一样。方毅可不是一个看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蠢货。虎尾毛茸茸，小青绕着方毅不断的旋转，解释道：你的天资确实不算是顶尖，但正因为不是顶尖，所以我认为更需要放手一搏。文道筑基确实只有那等妖孽才能做得到，太玄界今天已经无人可以做到，但这并不代表着你不可以。此方世界正值灵气复苏，有可能是某条大道的轨迹正途经你们这颗星球，再加上有着特殊的残响之地，我觉得我们可以人工模拟文道筑基的最佳条件。如果运气好的话，就有可能得到一丝大道的注释，到那时候你就能一飞冲天，与那些妖孽起码有了相同的起步高度。小青说着这话的时候声音淡然，可方毅依旧能够敏锐地感知到那潜藏在平静之下的激动。很显然，这对于作为清河姐的分身而言，若是能够达成，那必将是一个奇迹。但很显然，小青的心中也是有担忧的，因为这文道筑基讲究的是气运，气运之说虚无缥缈，谁都说不准，所以也就谁都不知道方毅是否一定能够文道筑基成功。相反，若是地脉筑基，小青有着9成5以上的概率可以让方毅成功。气氛一时间陷入了沉默，小青和方毅相视无言。小青压抑住了激动，道：做不做取决于你，我只是提一个建议，修仙者只要踏上这条路，就是一条充满选择的道路，每一个选择都将决定你的命运长河会朝着哪个方向延伸而去，落子无悔，这就是我被修士的常态。小青的声音落在了方毅的耳中，也进入了他的心中。方毅陷入了自己人生至今为止的第一个重大抉择，这个抉择关乎着他的未来到底会走向哪里，是选择稳妥筑基的地脉筑基呢，还是选择搏一搏生死未知的文道筑基呢？这两个抉择就像是两个同等重量的物体放在了方毅的心头上的那杆秤上，不分上下。越是到这关键时刻，方毅越是冷静。他缓缓呼吸了一口气，接着闭眼陷入了沉思。小青就守在他的身边，没有出声。他静静等待着少年的回答。水滴在湖泊上溅起一圈涟漪。许久之后，少年睁开眼睛，眼中一片清明与说不清道不明的神色。我辈修士自踏上这条路，无非就是一个争字，与天争，与地争，与人争，更要与己争。若是没有这份勇气，争出一片广阔的天地，那我岂不是白修行一趟？少年朗润的声音和那股毅然决然的勇气，让小青忍不住为之一怔。我选择文道筑基。像，太像了。好，好，好。小青一连说了3个好字，毛茸茸的大尾巴甩得更加飞起。他看着方毅，狭长的狐狸眸中满是眷恋与怀念。很显然，方毅现如今所表现出来的气节，像极了他的一位故人。可岁月无情，不知道现如今的那位故人又身在何处呢？方毅在做出这个选择之后，不知为何，忽然觉得自己一身轻，更是觉得心头像是释放了一块大石头，丹田内那如同星河流转的灵气气海也随之运转得越发圆融了起来。小青拍着2只小爪爪，淡然道：不用觉得奇怪，这应该是你的心境。进了一步，心境。方毅微微歪头，是的，心境。小青飞到了方毅的头顶上，舒服地落了下来，淡淡道：我辈修士不单单要修法力修神通，更是需要修心，因为只有心顺了，道途才会顺，这对于你现如今而言是一件好事。方毅虽然不太明白到底什么是修心，但是想来应该就是不留遗憾之类的。这般想着，方毅也就不再纠结。小青伸出小爪于虚空轻轻一点，下一刻，方毅敏锐地察觉到了一股隐秘的波动笼罩在四周。小青解释道：别担心，这是我狐族的藏匿法术，比你这脸西服好上1000倍万倍。闻言，方毅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不过又问道：听你这么说，咱们少白内部也有灵符传承了？这道藏匿法术十分强大，甚至可以让方毅和小青直接现身，光明正大地走了下去，而不被那些来回游荡的能量体发现。听着方毅这般问道，小青自豪回道：那是当然了，虽然我建功以剑修功法无双闻名，但是发展多年以来，也有不少天赋卓越的弟子延伸出来其他的派系，在这其中就有一位天赋横溢的弟子将灵符和剑道结合在一块儿，衍生出了属于咱们剑宫独属的剑符。你之前获得的那少白心法上面关于少白剑的炼制，剑符的衍生作用，起初我将其赐下给你，是考虑到太玄界依旧处于灵机贫瘠的时代，想来无论是宝药还是灵材都珍惜得很。
你们这些刚刚踏入炼气境的小弟子，应该也凑不出什么好东西来炼制飞剑。可没想到，说到这里的时候，小青不由得停顿了下，瞟了方毅一眼。方毅心领神会，嘿嘿笑了2声。没想到出了我这么一个怪胎，背后拥有一个处于灵气复苏的大世界。两人就这般光明正大的朝着湖泊的边缘走去。说起飞剑，小青不由得地道：“你的飞光拿出来我瞧瞧。”方毅点点头，招出飞光。湛金色的飞剑出现的一瞬间，立马寻到自家剑主的气息，不断的绕着方毅打转，发出一阵阵亲昵的嗡鸣声。方毅伸手握住飞光，感受着飞光不同于一般兵器所独具的一些东西。小青微微打量了一下，满意地点点头，温养的不错，已经诞生了微弱的灵性。方毅闻言不由得大喜：“真的吗？飞光真的诞生了灵性？法器一共分为6阶，只有3阶以上的法器才能诞生灵性，才配得上金丹真人的身份。方毅没有想到，仅仅只是2阶的飞光，竟然诞生了灵性。别得意太早，仅仅只是一丝丝而已。这等灵性根本帮不上你太多。什么时候能够从这丝灵性蜕变为剑灵，我勉强夸奖你几句。”方毅一听这话，当即垂头：“蜕变为剑灵，小青你是不是对我目前有什么误解啊？那对于现如今的方毅而言，实在是太遥远了。”小青点点头，算你这家伙还有自知之明。等着吧，筑基期之后，让本体重新给你把飞光重铸一遍，对你大有增益的。让清河姐为我重铸飞光。方毅的心头不由得火热了起来，这感情好啊！这般想着，方毅收起了飞光，跟着小青来到了湖泊的边缘处。就到这里吧。小青停止了前进，然后对着方毅道：“脱衣服，然后跳进去，感受湖水带来的蜕变。”方毅缓缓转过头来，脑袋上冒出一个大大的问号。小青，你想让我死就直说，倒也不必拐弯抹角。站在湖边的方毅明显能够感受到这片湖水之中蕴含的那种可以消磨一切的力量。要是自己走进去，这不是老寿星上吊找死吗？小青一双狐狸眸里藏着戏谑的笑意。吓唬你的。小青一甩大尾巴，一道流光激射而出，遁入了方毅的脑袋里。以你现如今的状态，根本不满足筑基的条件。你的状态看似炼气大圆满了，但实则还有提升的余地。我刚才传授给你的是极限法，顾名思义，你只有经历过地狱般的磨难，达到你的极限，才能算是状态最佳。可若是你连区极限都达不到，那别说是文道筑基了，就说这眼前的雷尖钢煞入体你都做不到，一进去就会生死道消，懂了吗？方毅似懂非懂，但他明白小青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提升方毅的文道筑基的成功率。好，方毅原地盘坐了片刻，闭上眼睛，开始参悟起来极限法。片刻之后，方毅睁开眼睛，站了起来，眼中似乎有金光迸射而出。他对着小青道：“极限法已经可以运行了。那就下去试一试。先在岸边的区域盘坐试试看，感受这里的雷尖钢煞，先把肉身强度给我提上来再说。”方毅点头，然后脱下衣服，只剩下一条大短裤，缓缓走向了湖泊边缘。紫黑色的湖水，方毅的脚刚一踏进去，五官当即扭曲在了一起。疼，钻骨拔髓的疼，好似这眼前的不是湖水，而是一片钢针组成的聚合体，直接刺破了方毅肉体防御和灵力护体。正在这时，小青的声音传来：“不要用法力，直接肉身去感受，只有这样，你的肉体才能得到重生，精神才能蜕变。”方毅闻言，眉头紧皱，但他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深呼吸了几口气，再次一脚坚定地踏入湖水之中。下一秒，凄厉的惨叫声响彻了整个深沟底部，只是这一切都被小青给拦了下来。痛，无时无刻的痛苦自接触湖水的地方涌来，硬生生地从方毅的双腿刺入，直达血肉里的穴窍。那种痛，当真是方毅这辈子受过最大的罪。他死死地咬住自己的嘴唇，但是仔细一想，又放下了，转而咬住自己的上下牙齿，死死地闭合。紫黑色的湖水已经淹没了方毅的脚踝处，可即便只是这般，方毅已经感觉到了自己承受的最极限了。生物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大脑中不断地催促他离开这里，回到舒适无比的岸上去。可是方毅却硬生生靠着毅力坚持了下来，坚持到双脚都变得麻木了起来。在此期间，方毅浑身上下不断地冒着冷汗。原本他认为肉身已经超出一般的9品武者的防御，却在这看起来无害的紫黑色湖水面前，犹如一道薄薄的纸墙，都不用怎么用力的冲击，只是微微一荡漾，防御就直接破碎了。血水不断从双脚流出，双脚之上的穴窍也在不断的接受磨练。好几次，方毅都大声且凄厉的叫了起来，想要借助此来发泄内心的情绪。可就在这时，小青的声音忽然在方毅的耳畔响起：“运转极限法，淬炼肉身。”方毅的心中一凛，极限法开始运转，一股神秘的能量自丹田气海中生出，开始以小周天和大周天的方式开始流淌进入方毅的全身。当这股能量进入双脚的时候，方毅忽地发出一声舒服的轻叹，可紧接着钻骨拔髓的剧痛再次袭来，紧接着又是舒适又是剧痛，如此反复，直到重复了差不多13遍之后，方毅睁开双目，眼中爆射而出2道金光。有效果了，不单单是有效果了，而是超出预料之中的非同凡响的效果。在真武山的修行当中，熬炼身体至超凡之前，一共分为3个阶段：换血、淬骨和断身。方毅之前一直都没有太过注重这方面的修行，因为当靠着自己的仙道修行，方毅的战斗力已经提升了好几倍，所以换血完成之后，方毅就对这方面没有太过重视。在练成了青雷灵体之后，更是直接越过了这2个层次，更是没有太过大意。可是现在，方毅才知道自己在炼体方面的基础打了有多么的不牢固。极限法就是在通过雷尖钢煞的力量，再重新帮助方毅换血、淬骨和断身。在这一刻，方
方毅才明白，小青刚才说自己的肉身强度还远远达不到文道筑基的最基本要求，心中不由得一阵后怕。好在现如今还可以。方毅忽然抬起头，眼中展现出深深的坚定。不成功，变成人，空见宝山而不入，我这辈子都会后悔死的。说罢，方毅大吼一声，双脚用力一蹬，直接高高跃起，一个猛子直接扎进了紫色湖泊之中。岸上的小青看到这一幕，眼中也微微的错愕了一番。这死孩子这么心急的吗？不过小青也没有慌乱，虽然他仅仅只是清河的一个分身，可以他分身的力量救回方毅这个死孩子也是绰绰有余的。进入湖泊的那一刹那，方毅直接惨叫了一声，差点没有当场被活生生的疼晕过去，实在是太疼了，犹如自己处于那无间地狱一般，身躯和灵魂都被剁碎了无数遍，还是在那种清醒的状态下被剁碎了。可方毅不语，极限法运转，湖水中的雷尖钢煞的力量被引动，如乳燕归巢，百川入海一般，缓缓地被方毅的身体所吸引，直接投入了他的四肢百骸之中。不知何时，方毅静静地盘坐在湖水之中，周身四肢百骸之中的周天穴窍在此刻犹如一个个神人一般，开始呼吸，每一次的呼吸都十分有节奏地汲取雷尖钢煞的力量，缓缓地于穴窍内部轮转，开始磨练。每一个穴窍之中都有一道紫色与红黑色的煞气巨轮轮转，煞气巨轮每一次轮转都会带动穴窍呼吸一次，穴窍所散发出来的气息与气血也随着每一次轮转变得更强一分。这便是极限法的运转，以雷尖钢煞的力量磨练方毅的身躯。慢慢的，穴窍呼吸的频率开始降低，但汲取外界雷尖钢煞的效率却在大增。每一次的呼吸，穴窍都会颤动一次，气血也会得到磨练一次。渐渐的，方毅原本的身躯之外已经笼罩着一层紫黑色的气团，乃是实质化的气血之力夹杂着雷尖钢煞的力量汇聚成为的一个紫黑色巨蛋。方毅就这般盘坐其中，缓缓等待着最终的蜕变。与此同时，湖泊边缘的小青看着某处紫黑色的雷尖钢煞不断的汇聚而去，狭长的狐狸眸子里流露出来笑意。这死孩子还是不错的。也不知过了多久，忽然湖泊之中开始隐隐约约传来了一声长啸，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空明，逐渐成为了一道犹如神魔般的长啸。一颗紫黑色的气体巨蛋自湖水中缓缓升起，忽的，气体巨蛋表面开始出现一道道裂纹，犹如瓷器一般的破裂而开。一道道红紫色的雷尖钢煞更是犹如百川入海一样，以一条条气体长龙的模样，自整个湖泊和地下洞穴各处齐齐涌来，直如方毅的身躯。霎时间，方毅四肢百骸、周天星辰树木的穴窍忽然齐齐为之一震，其内部的煞气巨轮的轮转速度也在这一刻达到了巅峰。终于在某一刻，长啸声停止，雷尖钢煞的运转开始变缓，方毅的身躯也在这一刻完成了蜕变。雄浑而锋锐无比的气血化作一道道凝练至极的真力，方毅的体表浮现，不断的流转，形成了一道道刚猛无比的真力。方毅睁开双目，心念微微一动，霎时间，于他周身方圆100米，一股恐怖至极的压力陡然而生，将湖水都给压塌了3分。真力收回本体，真力出，气势成，败降级。方毅已经突破达成。与此同时，方毅神识内视自己的身躯，感受着蜕变的肉身，脸上的笑意更加明显。好好好！小青飞到方毅的身前，绕着他打量了片刻，接着卷起大尾巴，轻轻触碰了一下方毅的手腕，流淌出一滴鲜血，卷了出来，放在眼前，静静观摩了片刻。不错，确实达到了我预料中的效果。你自己看看吧。方毅右手之上浮现一丝真力，将自己的这滴鲜血接过，神识一探，只见自己的这滴鲜血并不是呈现液体状态，而是呈现出一种凝珠状，圆融成一体的同时还泛着银光，就像是银汞，对吧？小青插了一句嘴。方毅恍然大悟，对的，就是银汞。方毅抬起头看着小青，等待着他的解释。小青将大尾巴垫在身上，解释道：不单单是你的血液发生了蜕变，你的骨骼才是关键。方毅一听，神识内视自己的全身骨骼，只见周身骨骼都呈现一片的晶莹状态，甚至还能轻微的呼吸，每一根骨骼都呈现得十分完美形状，并且每一次轻微的颤抖都带出少许的黑色杂质，由血液最终从方毅的口鼻之间排出。骨骼是造血机器，如水晶一般的骨骼最终造出了如银汞般的血液，这便是骨如水晶，血如银汞。小青晃晃悠悠道：此刻你这具身体才算是正式的超凡脱俗了，起码步入了炼体一道。现在的你，肉身力量起码达到了筑基后期的炼体修士的强度了。方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总之听小青和清河姐的也就对了。这般想着，方毅从湖中走了出来，一步踏出，脚底有一层薄薄的真力托住，实现了短暂的浮空，回到了湖泊边缘。方毅下意识问道：我在湖下待了多久时间了？21天。方毅一惊：多少？你说多少？小青不太明白方毅这副吃惊的模样，满不在乎道：21天啊，这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不少金丹真人、元婴真君随便闭关参悟或者修炼，基本上都是以10年为单位的，区21天而已，有什么好惊讶的呢？不怪小青没有时间观念，完全是因为对于他这种大妖、这种灵体而言，区100年也是眨眼即过。这20天在他们的眼中，简直就像白驹过隙，根本不值一提。可方毅却不一样，因为他是凡人出身，最为关键的是，他人生16年以来的养成的时间观念根本不一样。最为关键的是，我已经在史境中待了快1个月了，不提玄武学府的新生入学快要开始了，就看眼下，方毅都不用猜，肯定能够想得到，在自己消失在史境之中这么久，外面的人肯定都要急疯了。方毅一番解释，小青大概理解了。小狐狸微微甩了甩大尾巴，一副无趣的样子，短生种就是这个样子，着急忙慌的。不过你现在还走不了。小青道：
你的肉体达到了闻到筑基的条件，那么接下来就是真正的闻到筑基环节了。方毅心中微微一凛，也知道接下来才到了最为关键的环节。反正外面的人都已经急了一段时间了，也不差这一会儿。好，方毅重重点点头，旋即按照小青的指示，以真力托举着自己，一步一步踏入了湖泊最中心的清澈区域，走到那颗缓缓蹦动的心脏正上方，盘腿坐在了湖面之上。小青用蓬松的大尾巴托举着自己，飞到了方毅的面前，语气凝重道：“接下来才是最为凶险的时刻了，请你务必保持最为坚定的求道之心，并且全力放出自己的神魂，去感受弥漫在这里的道之残响。这段时间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一切都靠你的气运和你的毅力了。方毅，加油吧！”说完之后，小青飘然而去，留下方毅一人盘坐在湖泊的正中心。方毅缓缓闭上眼睛，脑海中回顾着自己这16年来所有的经历，最终星湖成为了一片冰湖，于无声处听惊雷，丹田气海如同一块超大的星汉灵力，气旋在这一刻轰然开始运转了起来。不仅仅只是运转，而是开始不断的朝着内部坍塌压缩。从炼气到筑基，灵力从原来的雾化变成液化，只有达成了这一步，才能真正的突破至筑基期。轰！那庞大无比，远比寻常炼气大圆满修士大上10倍有余的丹田灵力漩涡，正不断的坍塌压缩，并且旋转蜕变。可方毅的主战场并不在这里，而是在于寻找道之残响。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丹田之上，方毅的心思开始放空，神识缓缓的外放出去，弥漫着整个山洞和湖泊。如此神识自然是惊动了这里的紫色能量光团。可小青微微甩了甩自己的蓬松大尾巴，一股青色的灵力迸射而出，将所有能量光团都禁锢在原地。小狐狸平静地看着方毅，淡淡道：“我可不能让你们这些无知的家伙去影响方毅这死孩子。”空，从思维传来的感受就是空荡荡的。神识是神魂强大的象征，方毅欲要借助自己的神识去聆听残存在这里的道之残响，可是神识里传来的感觉就是一片空。可方毅不急，因为他知道这才是正常的。他放空心思，一边维持着灵力液化，一边不断的聆听。1天、2天、3天，很快1周过去了。方毅的耐心也到了最为难熬的时候，几乎就要到快要放弃的时候。可就在这时，一物在方毅的神魂之中大放光明。方毅定睛一看，这不就是自己最大的金手指七窍玲珑石吗？正当方毅不知所以的时候，忽然七窍玲珑石缓缓地飞到了方毅的神魂之中，一直没有任何动静的表面开始散发出七彩的光芒，一道玄奥至极的声音从中传出，直达方毅的神魂深处。方毅的神魂和身躯在这一刻轰然一震，然后缓缓地开始蜕变。在这道玄奥至极的声音中，外界方毅的身躯周围也出现了异象。只听轰的一声，原本百无聊赖的小青忽然瞪大了双眼，他看到了方毅的正上方忽地洞开了一层碧蓝的天空，天空之中有七彩祥云缓缓落下，带来七彩神光投射笼罩在方毅全身上。在这七彩神光的照射下，一道道神色不明的天女仙童虚影生出，围绕着方毅不断的旋转跳跃着，带来一道道精纯无比的仙灵之力灌入方毅的身躯。方毅的身躯正在发生难以想象的蜕变。小青深呼吸了一口气，他知道闻道筑基要成了。3日之后，虚空之中洞开门户，逐渐开始关闭。撒花天女、捧平童子、池帆力士等元气凝聚而成的虚影渐渐开始消散，最终伴随着缓缓关闭的虚空门户消失。方毅的肉身蜕变也缓缓结束。闻道筑基出乎意料的顺利，就如同水到渠成一般的顺心顺意。方毅缓缓睁开眼睛，茫然地看着自己的双手，接着又看向一旁的小青，嘴角再也掩饰不住笑意。小青就这般结束了。大尾巴垫在身上，拖着小青悬浮而来。狐狸眸子翻了一个白眼，不然呢？你还想要什么呢？天劫？方毅茫然地点点头。对啊，按理来说，在这等逆天的筑基法，不应该有天劫加身吗？为何自己这般如此顺利呢？方毅的心中就是这样想的。小青又是一个白眼，道：“你当你是什么？元婴还是化神？区区筑基就有天劫的话，那太玄界的修士岂不是每天都有劫雷降下？这般频繁，整个修仙界还修不修了？”方毅听出来了小青的嘲讽之意，也就不再说些什么。他憨憨傻笑了几下，然后看着小青道：“嘿嘿。”看着孩子乐的，小青也无奈的摇摇头，知道自己算是从零开始养孩子吧。先别皮了，闻道筑基必然会得到大道的奖励。你有领悟了什么吗？闻道筑基之所以被称之为妖孽才能做得到，不单单是因为它的难度奇高无比，不但要兼备天资，更是要有超凡脱俗的悟性，还要搭配冥冥中的气运。可即便如此之艰难，依旧有很多人趋之若鹜。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只要闻道筑基成功，必然会得到大道的馈赠。方毅闻言不由得露出会心一笑。见此一笑，小青本能觉得不妙。等等，你这个笑容怎么回事？该不会没有吧？小青的一颗心当即就悬浮了起来。他之所以推着方毅去进行闻道筑基，为的就是让方毅可以得到大道的馈赠。要是没有，那自己之前做了这么多的准备，有个屁用啊！这般想着，方毅却露出了阴谋得逞的笑容。小青当即恍然大悟，明白了方毅是在逗自己。毛茸茸的大尾巴当即狠狠甩了过去，直接给了方毅一个闷头锤。只听当的一声，明明是肉体凡胎的头，竟然发出类似于金铁交击之音。这便是刚煞炼体带来的妙处。此时方毅的身躯肉身强度已经可以硬抗筑基后期修士的寻常一击，若是再修行了专门的断体秘法，全力一击也不是不可以硬扛下来。你这死孩子，还不快老实招来！小青恶狠狠地威胁道。方毅嘿嘿怪笑，缓缓道：“第一个馈赠，我原本的上品雷金双灵根，在大道馈赠的作用下，已经蜕变为了天品雷系天灵根。天品雷系天灵根，
小青微微沉吟了一下，不由得点头。灵根等级分为下品、中品、上品、极品、地品、天品以及传说中的仙品。天品级别的灵根还是丹灵根，说明方毅的灵根天赋已经是太玄界一流水平了。毕竟灵根代表着根骨，不错，勉强符合我少白一脉候选内门弟子的资格了。但小青没有大肆表扬方毅，因为在他那个年代，门下弟子都是从亿万凡人中精挑细选而来。天品虽然稀少，但是基数一上来也就不那么罕见了。方毅却没有表现得不悦，而又道：第二个大道馈赠，我领悟了剑心通明，并得到了剑气如虹的剑道境界。小青满意地点点头。剑心通明是一种极为难得一见的剑道天赋，凡是拥有此剑道天赋的练剑之人，无论什么样的剑法，领悟起来都非常快，并且不但学得快，还容易领悟剑势。有这样天赋的剑道修士，方毅起码是少白一脉真传弟子候选了。剑气如虹是剑道境界的第3境界，修士会展出的剑气可以引动周围方圆数十里的灵气，造就如同朝霞满天一般的绚丽景色。但若是陷入其中的美景，会被那绚丽剑虹斩杀成渣子，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后面的剑虹分光才是剑修无敌之路的开始。小青心中已经决定了，回去之后立马让本体给方毅开始加练，一定要好好让这小子磨练自己的剑道，免得浪费这一身剑道天赋。这第3个，方毅正要说的第3个，却见小青原本淡然的表情直接变成了 O 型嘴巴。等等，3个？对啊，有3个。方毅理所当然的回道。小青一听，心头猛地一颤，3个大道馈赠？等等，你认真的吗？要知道，即便在他那个年代的剑宫上宗的剑子们，文道筑基成功的最多也就2个大道馈赠，寻常得到1个大道馈赠的，都被剑宫内部视若为未来的一脉掌舵人。得到2个大道馈赠的，被视若为剑宫下一任公主的候选人。现如今，这死孩子竟然说自己得到了3个！3个！小青觉得自己的脑子在这一刻似乎已经不够用了。这可是3个啊！在他的记忆里，上一次文道筑基成功获得了3个大道馈赠的，已经是传说中的人物了。反观之，在这一刻，小青多么希望自己与本体的思绪是相通的。他不想自己一个人震惊，而是想和本体一起分享这个消息。快说快说，第3个是什么？小青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这第3个大道馈赠到底是什么了。方毅继续道：第3个馈赠，我得到了一道名唤剑魂的神通。神通2字一出，小青彻底傻眼了。方毅笑着将自己的剑魂神通缓缓描述。小青原地愣了很久，狐狸眸子之中的震惊是怎么都掩饰不住。许久之后，小青收敛了自己的震惊，而是用看怪物的眼神看着方毅，缓缓吐出一口浊气。我觉得本体可以把你纳入我们剑宫少白一脉，是他这辈子做出最正确的选择。方毅，你的未来难以估量，也必将灿烂无比。小青代表着清河姐对自己的看法。方毅在听到这句话之后，笑得很是开心。扎着狼尾的少年，剑眉星目，身躯如松，气质如鹤，露出明晃晃甚至有些耀眼的笑容。即便以容貌著称的狐族公主的分身，也不得不承认，眼前的少年耀眼的如同烈日，散发着自信且肆意的光辉。筑基成功之后，方毅和小青也不在这里停留，便要离开了。我在这里这么长时间，估摸外面的人都要找疯了。方毅心中不自觉地嘀咕了起来，该不会大家都以为我死了吧？不行，方毅必须马上出去，亮个相。顺着来时的山洞离开这里，重新回到了这条沟壑的底部。出来的那一刹那，方毅抬头望望天，不自觉地咦了一声。这里弥漫的紫黑色雾气似乎减少了一点。小青也瞟了一眼，解释道：废话，你在下面刚煞炼体的时候吸收了这么多，能不少吗？方毅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接着抬头望天。筑基成功之后，我应该能飞了吧？巨大且厚实的剑匣轰隆一声落地，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坑洞。方毅心念一动，一口湛金色的飞剑从中飞了出来，缓缓地绕着方毅发出亲昵的嗡鸣之音。迈入筑基期后，方毅已经可以做到将飞光收入丹田处温养了。液态的法力从方毅的指尖滴落至飞光的表面。下一刻，湛金色的飞剑像是吃了什么大补之物一样，光辉直接暴涨了几倍有余，犹如一枚小型的湛金烈日。引导者小青恰到好处地解释，筑基期的液态灵力远比你炼气期时候的气雾灵力精纯得多。哦对了，你丹田内现如今的灵池有多少滴？有多大？方毅神识内视丹田，发现原本如同一团气体云雾的丹田气海，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湖泊，湖泊里正是一滴滴液态的灵力。方毅大概估算了一下，道：大概有28滴。小青满意地点点头，心道：不愧是自己打造出来的最完美的筑基形态。寻常的修士刚踏入筑基期，液态灵力普遍在3到5滴之间，大宗大派的真传弟子一般在5到10滴之间，只有那些传承亘古的圣地的道子和圣女一类的天之骄子，才有可能会在15滴到20滴之间。方毅能够达到28滴左右，说明他的确是完美筑基，并且天赋难以估量。小青已经决定了，回去之后立马提议本体将方毅这死孩子纳入少白一脉真传，好加培养，说不定少白一脉在方毅的带领下能够重新恢复成往日荣光。以灵力温养了一番飞光之后，方毅微微屈身，接着往空中一跃，飞光无师自通，将方毅稳稳地接住。飞了！方毅怪叫了一声，飞光带着他冲天起，直奔九霄。剑遁之术的速度很快，几乎还没有等方毅反应过来，就冲上了云霄。此刻正值朝阳初升，云层之上，红色的余晖将厚厚的云层染上了一层酒红色，飞行其中，感受着迎面而来的狂风。方毅只觉得心境在这一刻也如眼前的云海一般的开阔无比。小青跟在他的身边，见方毅少见露出少年意气的模样，不知不觉之间也露出了宽慰的笑容。曾几何时，他刚学会飞行的时候，也是这般的畅快与自得。只可惜，
往事不堪回首，也就不再提了。方毅驾驭飞光，在云层之中做着各种高难度的动作，算是尽情地享受了一把平虚御风的感觉。片刻之后，兴奋渐渐褪去，高度开始下降。可方毅神识外放，没来由的忽然感觉有股熟悉的气息出现在自己的感知范围之内。西北方，小青提醒道。方毅定睛看向西北方，果然见到有个熟人正急速地朝着自己这边冲了过来。哟，还真的是有毅力啊！足足蹲了我快1个月了，还没有放弃。方毅落下了密林之中，寻找到了某块平地，静静地等待着对方的到来。淅沥沥，伴随着马叫声，一位身穿火焰铠甲，背后背着一柄火焰纹路巨剑的英俊西方容貌的青年落下，死死地盯着方毅。该死的异端，你竟然活着！来人正是古丹。在方毅主动跳下被烈焰家族视为禁地的沟壑之后，古丹汇报给了家族，结果得到了训诫。烈焰家族之所以会一直驻守在这处石境之内，为的就是替他们的神明看守这下方的东西。几百年来一直都没有人闯入，这才掉以轻心了。再加上前段时间不知从哪里冒出了几个山岭巨人，导致了王城的战力不够，这放松了对禁地周围的警戒。这段时间，古丹怀揣着怒火，一直在周围寻找着方毅的踪迹。他心中发誓要找到方毅，并对其处以极刑，以表心中的怒火。终于是等到了该死的异端出现。古丹眼中流露出深沉的杀意，缓缓地勾起一抹笑容，抽出背后的火红巨剑，深红色的魔力尽情的肆虐，将周围的树木都给压塌了3分。该死的异端，今日高贵的古丹骑士要将你斩杀于此，将你的头颅都给割下来当酒壶。巨剑之上陡然冒出一团深红色的烈焰，炙热的魔力将方圆几公里都给烤焦。古丹的心中顿觉畅快无比，他看着没有任何动作的方毅，嘴角勾勒出一抹残忍的笑容。该死的异端，去死吧！圣剑焚魔，10几米的烈焰巨剑轰然斩下，剑未落，密林已经无风自然了起来。而就在这个时候，他看见了眼前一直没有任何动作的异端，忽然展颜一笑，然后右手食指与中指一并，飒然对着自己一指。下一刻，古丹的脸色巨变，一口湛金色的劈链自方毅的指尖激射而出，湛金色的劈链直接对撞上他那庞大无比的烈焰巨剑，只听吱啦一声，湛金剑光毫无吹灰之力，直接将其洞穿并且撞碎。可这还不够，少白剑气彻底爆发，引动方圆10公里内的天地灵气，化作无数道虚虚实实的剑气，一道道如同红光一般，又如同无尽的狂澜，直接淹没了古丹的烈焰巨剑。古丹就这般眼睁睁看着湛金色的红光湮灭了自己的圣剑，接着将自己淹没。不，骄傲的烈焰家族嫡长子，未来的家主就死在了狂澜一般的剑气之中。做完这一切之后，飞光飞回到方毅的身边，如同孩子一般发出兴奋的嗡鸣得意之音。方毅一边安抚飞光，一边扫视了一眼地上的2截身躯，撇了撇嘴角，叫得这么凶，我还以为你真的有几把刷子呢。就这，下一刻，湛金色的盾光带着方毅直奔来时的集合地方。片刻之后，飞光带着方毅回到了刚开始进入史境的入口处。原本被关闭的入口，此时已经再次打开。入口处已经有不下于5000人的兵团士兵驻守，已经将周围彻底改造成了一个小型军事基地。方毅收起飞光在附近落下，然后出现在了基地之外。巡逻的士兵很快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认出了这就是那个金海基地时失踪了快1个月的天骄，立马汇报给了上级。很快，方毅进入基地内部，迎面见到了情绪激动异常的刘俊和一脸错愕的罗成。刘俊直接一个熊抱把方毅抱在怀里，语气哽咽：“好小子，我就知道你没事。”罗成则在后面看着一脸尴尬的方毅，神情放松，嘴角也忍不住勾勒出一抹笑容。在方毅失踪的这段时间里，除去作为方毅的直属推荐基地室代表的刘俊最为担心之外，就属罗成了。他是真的看中了方毅这个人才，也是真的认为方毅已经没了而感到惋惜。但是万幸，方毅终究是安然无恙的回来了。基地内部除了金海基地室的相关人员，榆木基地室的一众人也在，他们也是一脸难以置信的看着方毅，心中十分错愕。显然谁都没有想的，失去快1个月联系的方毅竟然毫发无伤的回来了。动静很大，很快惊动了还留在基地的勘测小队其他人员。金海基地室的人还好，因为方毅之前表现的太过霸道，导致这些人对方毅都没有太大的好感，看到他安然无恙都是撇了撇嘴角。但榆木基地室这边就不一样了，原本还在为自己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的郑白，此刻看着现如今的方毅在，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2下，但很快他的嘴角就不是抽搐了，而是转为了浓浓的震惊之色。郑白上前，神情凝重，死死地看着方毅，表现得很是奇怪。榆木基地室的武道部部长裴华误以为这个王者家族的子弟是不满方毅，担心他做傻事，急忙就上前欲要拦住郑白。可下一秒，郑白一句话差点没有让他们的 CPU 都给烧坏了。只见郑白走到方毅面前，语气之中带着错愕与凝重，缓缓问道：“突破了败将级了？”问出这话的时候，全部人都懵逼了。接着，原本还在一旁的罗成直接一个闪身来到了方毅的面前，周身猛然爆发出如惊涛骇浪的气势，朝着方毅疯狂涌来。周围的还没有达到败将级实力的人员，俱都被这气势一震，直接倒退了几步。唯独只有方毅一人站在原地不动，并且双目之中似乎有雷光闪动，挺拔的身躯更像是被这惊涛骇浪的气势一击，一股沉重如同9天雷霆降落之前的那种威压，直接顶上了罗成。这道气势如同一柄锋锐无比的剑，直接顶着罗成的惊骇海浪就冲了上去，并且锋锐无比的同时，更是带着一股不容人亵渎的威严。罗成更是倒退了一步，表情上满满都是错愕。刘俊、裴华2人脸上的表情更是精彩至极。罗成先是一愣，可紧接着脸上的错愕直接转换为浓浓的惊喜。没错，你领悟了是。
此话一出，奠定了某种基调。霎时间，在场所有人都看着方毅，神情复杂至极，有的是嫉妒，有的是震惊，更有的是毫不掩饰的崇拜，但更多的是看怪物的眼神。刘俊表情兴奋至极，他直接一把抓住方毅的双手，大叫道：“你现在多少岁？”方毅微微一愣，老实道：“还差几个月就是17岁了。”基地内部更是响起了一片的倒吸冷气的声音。16岁，也就是说，方毅在16岁的年纪成功达到了败将级。这种年龄，即便在联邦中心的那些豪门望族里的嫡系子弟里，也没有多少个吧。一下子，众人看着方毅的眼神变得火热至极，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人不死，以后绝对可以在联邦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在这时，忽然有2道强悍的气息从远方飞来，伴随着2声轰鸣声，一男一女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众人看清2人的长相，全部都微微一礼，齐声道：“郑镇守，古镇守。”来人正是2座基地市的降级镇守，郑念清和古岩。2人落地之后，强大的感知能力很快也注意到了被簇拥着的方毅，一眼就看出来了，方毅已经突破至了败将级。古岩一把上前，目光十分欣慰地看着方毅，连说了3个好字。古岩镇守金海基地市，联邦对其的功绩有着一套完善的考核标准。方毅作为他镇守的城市出身，爬到越高，他的功绩就越高，如何让古岩不高兴呢？金海基地市总算是出了一条乾隆了。接着，古岩又看向了一旁满脸欣慰的罗成，促狭道：“还是玄武学府的罗特使有眼光啊，一下子就挑中了我们基地市的乾隆。”罗成也高兴，当即摆摆手，心道都是孩子争气。一时间，场面竟然变成了2人的商业互吹环境。就在这时，没有出声的郑念清忽然向前一步，走到了方毅的面前。方毅看向这位身穿青绿战甲、身躯玲珑有致、隐隐约约带着一股香风的女性降级强者，一脸平静。见此一幕，郑念清眼中的欣赏之色越发满意。他道：“方同学，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郑家？我可以做主，将我们郑家的王者遗宝借你参悟。”方毅正思考这王者遗宝是什么的时候，却听到旁边的郑白如同被咬了尾巴的猫一样，直接炸开了：“青姨，你疯了！”郑念清瞟了一眼自己的侄儿，面无表情：“你闭嘴！”郑白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表情十分失落。可方毅还是没有来得及发言的机会，因为罗成直接站在他的面前，硬生生地对了上去：“郑念清，你越界了！方毅已经是我们玄武学府的人了。”霎时间，惊涛骇浪的气势自罗成的身躯陡然爆发，周围数十米内的全部人都忍不住心头一震。罗成神情冷漠地看着眼前的郑念清，气势如同深渊爆发时的惊涛一般，对着郑念清冲击而上。郑念清这边自然也不可能坐以待毙，秀丽的双眸微微一凝，一股勃勃生机且不屈的气势也迸发而出。2位败将级强者之间的是对抗，那种强大的压力让周围众人都不由得倒退了好几步，更有甚者已经拔腿跃跑了。在场众人唯有古岩、刘俊、裴华等同等级的人站在旁边，神色有些复杂。哦不对，还有一人，那就是方毅。站在2方如同强悍的气势之下，方毅却像个没事人一样老神在在。罗成冷哼了一声，道：“我玄武学府的学子，岂是你郑念清可以撬得动的？我看你是没有意识到自己几斤几两。”郑念清不置可否，对于罗成的讥讽避而不谈，而道：“玄武学府我自然不敢触碰眉头，我只是给方同学一个选择罢了。毕竟我郑家曾经也出过一位王者。王者，称王境的强者。这类强者已经是联邦的决策层人物了，算得上是联邦的支柱。虽然郑家的这位王者已经陨落，但是留下的余威和遗产依旧让郑家活得有声有色。”罗成不置可否，却找到了另外一个攻击点。你也说了，你们郑家曾经有位王者，而我们玄武学府可是有3位活着的王者。这句话一下子戳中了郑念清话语中的薄弱之处。他见方毅从头到尾都没有出声，便知道招揽没戏了，也就不再说话。郑白跟着郑念清走了，不过在临走之前，他深深地看了一眼方毅，似乎要把这个少年看在眼中。不识趣的人都走了之后，方毅也没有在这里多留，他需要回一趟家，向小姨一家报个平安。不过在临走之前，方毅还是问了一下，接下来对于这个使劲的土著要怎么处理。对此，刘俊和裴华的看法是一样的。对于土著，我们一般就2个做法，要么招安成为联邦的附属种族，要么不妥协武力镇压，不外乎就是这2个方法了。闻言，方毅平静地点点头，也不是方毅冷血，实则是这2种做法是数十种方法里最优的办法。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种观念是深刻地灌注在联邦普罗大众的心中的。已经和那座城池中的烈焰家族打过交道了吗？还有几头山岭巨人呢？方毅将自己所知道的都告诉了2人。刘俊和裴华原本淡然自若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了起来。已经打过交道了，而且可以确定那烈焰家族应该是神恩家族，所以这才没有第一时间攻上去。刘俊很显然知道对方有着神奇的庇佑。对跑了想要抢夺方毅的郑念清之后，罗成的脸上稍微好看了不少。他对着方毅道：“神奇是联邦列为天灾级的敌人，自然不可能让我们这些小喽啰去试探。放心吧，已经通知了镇守这片区域的苍兰王带着灭神武器来了。苍兰王兜则长鸣，镇守包括榆木基地市和金海基地市等20来座基地市的王者，而灭神武器则是联邦集合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的智慧所制造出来可以湮灭神器影响的战略级武器。”听完有一位王者要来，方毅心中悬浮的一块大石头这才稍微安了不少。神器是整个联邦的敌人，于公于私，方毅都不想看到事态变得不可控制。既然联邦已经注意到这里了，那方毅再停留在这里也就没有什么大的用处了。刘俊和罗成也催着方毅尽快回金海基地市去，他们2个人可是很担心方毅再出现什么意外。
非洲在天空划过曼妙的弧线，在罗成的亲自护送之下，方毅顺利回到了金海基地室。在基地室的非洲博台之上，方毅并没有急着走，而是将史镜之中萧凌联合三眼邪教的神使对袭击自己的事情告知了罗成。罗成听完之后，神情变得凝重了起来，不过他的表情有些复杂，语气悠悠道：“我还以为这萧家真的是见你天赋不凡，怕得罪你，索性都搬到其他基地室去了。感情他们原来对你做了这事情，我这就传消息回学府去，自然有人去寻他们家族的晦气。”说到最后，罗成咧开白晃晃的牙齿，笑容之中带着一丝嗜血的意味。你且放心，意图杀害我们玄武学府的重要学子，这萧家已有取死之道。方毅看着罗成，眼神有些失焦。罗成嘿嘿一笑，拍了拍方毅的肩膀，道：“不要这样看着我，我玄武学府的学子可不是这么好刺杀的。”方毅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在罗成看不见的视野里，一直没有吭声的小青拖着下巴切了一声，笑道：“什么狗屁学府，还不让我少白姨妈一根手指头，吹牛还挺会的。”回到了家中之后，小姨周婉如第一时间将方毅紧紧地抱在怀里，流下了2行清泪。虽然大家一直都在安抚她，让她觉得方毅仅仅只是去闭关修行，可周婉如就是知道姐姐的孩子似乎暂时遇到了困难，平安就好，平安就好。周婉如抱了方毅许久之后，才擦干净眼泪，为方毅准备了一桌子的丰盛的晚餐。筑基7修士已经可以做到不食人间五谷，可方毅不想丢弃自己与亲人的交流。小青虽然一脸的不情愿，可还是在方毅看不见的角落里偷拿了糖醋排骨，吃的那叫一个欢。当晚，罗成给方毅的通讯仪发了一个消息：萧家的人被学府截住，不过他们十分狡猾，一共分为了3个方向逃遁。我们的人拦住了其他2只，目前已经被关押，只等上军事法庭，等待该有的审判。那剩下的1只呢？方毅问道。罗成回道：剩下的那1只才是最麻烦的，那1只应该是他们的精锐力量，已经在联邦的范围内消失了。要是没有猜错的话，不是投靠了邪教一族，就是已经遁出了联邦范围之外。不过你放心，有学府在，这些阴沟里的老鼠翻不上天的。方毅看了好一会儿，回了个好的。结束了通讯之后，方毅的想起了萧凌的父亲，那个萧全。月色中，少年喃喃自语说道：萧全啊萧全，你可千万不要再出现我的面前了。同为建成家族，萧家的背叛与联邦的清算，让金海基地市的其余建成家族都噤若寒蝉。许久之后，他们才得知了萧家之所以被清算的真正的原因。一时之间，整个金海基地市的建成家族对于方毅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一切，方毅知道了之后，并没有太大的惊讶。小青更是在一片指指点点。看吧，人类果然是最为内斗的生灵。可在这种伟力归于自身的世界，即便对方阴谋诡计再强，只要你能一力破万法，他们的谋划都会变成一场空。对于这句话，方毅十分认同。人有的时候就是有些贱，非要你拳头搭在他太阳穴上跃跃欲试，他才会闭上那张丑。因为已经确认被玄武学府单招，所以方毅也不需要再去武高上学了。不过第8武高的校长古云还是拜托方毅去了一趟学校，与学校的同学们做了最后一次告别，并作为优秀毕业生讲话。是的，方毅还是没有逃过这一关。讲话完毕之后，方毅与第8武高武道一班的同学们一一道别。虽然武道一班成立的时间短，可方毅作为班长的日子，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深得人心。对于他的离开，同学们都十分不舍。临走之前，方毅推举了同学兼朋友的苏磊磊作为新班长。磊磊，你好好看着同学们，我先走一步了。方毅语重心长地看着苏磊磊，拍了拍他的肩膀，接着大笑着出了教室门，一步冲天，消失在远方的天空中，留下同学们原地一阵惊呼。苏磊磊更是看着远方天空的身影，眼中流露出极为复杂的神色。离开了第8武高之后，方毅返回太玄界。太玄界真武山，山门之中奇峰六树，一道银河如同玉带一般蜿蜒盘旋着整座山门。回到太玄界之后，小青现身，呸呸呸的几下，十分嫌弃，还是灵气充裕的环境适合本公主。你这拜入的3流宗门的灵气浓度，未免也太贫瘠了吧？方毅耸耸肩，并未说什么。吱呀一声，方毅撕掉了贴在房门上的静音符，然后推门而出，正遇上了高柳。高柳似乎也要刚出门，整个胖脸上红润异常，显得红光润发。很显然，他似乎遇到了高兴的事情。高柳见宝贝徒儿竟然闭关出门，当即大笑着就走了上来，一边走还一边笑呵呵道：乖徒儿，乖徒儿，为师告诉你一件喜事，为师已经正式踏入筑基中期，筑基5层。可走进方毅之后，高柳的脸色从大喜逐渐变为错愕。筑基大修的神识敏锐，再加上方毅并没有掩饰，自身的气息瞬间被高柳识破。他一个闪身来到了方毅面前，喉咙明显滚动了2下，难以置信且哆哆嗦嗦地问道：乖徒儿，你这筑基了？方毅迎着高柳的目光，坦诚地点点头，已经筑基成功了，还是最为上乘的文道筑基哦。当然，这后半句方毅是在自己的心中说出来的。咕咚了2声，高柳一脸的震惊之色，好半天之后才把这个消息给消化了。他的眼神死死地看着方毅，语气十分复杂道：好好好，我高柳果然收了一个好徒儿。走，我带你去见掌门。高柳拉着方毅，御风朝着宗门大殿的位置飞去。方毅正好也要去，也就没有说什么。庄严肃穆的宗门大殿之内，当方毅展示了自己筑基大修的气息之后，一众宗门长老都不由得露出了错愕之色。好半天之后，众长老们纷纷发言：高师弟，你可真的是收了一个好徒啊！恭喜啊，高师兄！师兄师妹们的恭喜让高柳像是吃了什么大补丸一样，脸色红润得很。见高柳这么开心，方毅不由得也露出了微笑。掌门齐王星也在这时从宗门大殿外缓缓飘了进来。一踏入大殿，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方毅，狐疑道：筑基丹还未开炉，你如何突破的？齐王星这样一问，
众长老们这才恍然大悟。对哦，筑基丹可还没有开炉呢，你方毅怎么突破的？面对一双双惊疑不定的目光，方毅早就在小青的叮嘱下有了自己的说辞。回禀掌门，我也不知道为何，只是闭关的某一刻，忽然觉得可以筑基了，便尝试了一番，结果还真的成了。方毅的这番话让众长老们齐王星的大脑都差点干宕机了。自行突破，这闻所未闻啊！有长老下意识说道：“可不是，我也没有听说过还可以如此顺利的筑基。”一时之间，大殿之内议论纷纷。方毅脸上虽然依旧淡定，可已经忍不住传音给暂时躲在自己身体里的小青：“小青，小青，这和你说的不一样啊！”小青也有些傻眼：“不对啊，这群小犄角旮旯的三流宗门的门人，怎么一个个的见识这么浅薄啊？难道连其他筑基法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过好在，掌门齐王星似乎想起了什么，用着十分震惊的眼神看着方毅，缓缓道：“我明白了。”方毅：“不是，掌门您还知道开口是吧？”齐王星微微甩了甩白色的胡须，眼神惊喜地看着方毅，语气微微兴奋道：“你这是闻道筑基？”方毅体内小青的脸色总算好看了那么一些，幸好，总算还有一个识货的。齐王星微微解释了一下，诸多长老用震惊的眼神看着方毅，像是看着什么稀世之宝一般。闻道筑基说明这人的根骨十分了得，起码元婴有望。元婴？众人一听，眼神火热，是怎么都藏不住。高流也是震惊的不轻，可一副与有容焉的模样，是怎么都藏不住。可这还不够呢。齐王星深知闻道筑基的分量，大手一挥，喝道：“如此天赋，不能在内门待着了，当以全宗之力培养。方毅，自今日起，你入驻宗子殿，成为我们真武山的新一代宗子。”方毅闻言，一脸的茫然。等等，我还什么都没有说呢。还有，这宗子是什么鬼啊？此方世界宗门普遍分为外门、内门和嫡传，而真武山的嫡传则为宗子。这一代的宗子还没有诞生。如今方毅突破了筑基，并且还是传说中的闻道筑基，当真是让齐王星欣喜不已。他需要的正是这样既有天赋，同时还努力上进，并且对宗门也有归属感的弟子。方毅在了解了宗子的含义之后，微微沉吟了片刻，然后方毅直接当着掌门和一众长老的面，一拍储物袋，将那20来朵保存完好的玉破金生花放在了众人的面前。承蒙宗门不弃，方毅也该回馈宗门。这些玉破金生花就是方毅的一点点心意。刷刷刷！霎时间，7、8道流光直接闪身到方毅的面前，一个个平日里正襟危坐的长老们，此刻犹如那幼儿园的小朋友看热闹一样，个个围绕着那堆成小山样的灵药，双目都在放光。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了20来朵玉破金生花，还是带着完整根须的。有长老双目失去焦点，喃喃道：“这，宗子，你不会是打劫了那家的宗门宝库吧？这可是生死大仇啊！”有长老一脸惊骇地看着方毅，甚至连齐王星本人也是一副难以置信的模样，看着方毅。即便他作为结丹、金丹强者，可也万万没想到方毅竟然能够一口气拿出如此之多的筑基丹大药。可很快，齐王星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似的，衣袖一挥，传音入耳方毅：“剑宫宝库所赠。”剑宫的存在仅仅只在掌门齐王星、长老监老师的高柳和方毅3人之间知晓。方毅朝着齐王星点点头，表示就是这个意思。这其实也是一开始小青与方毅商量好的。小青认为方毅能够双穿2个世界，绝对不能让第3个人知道。今后他有什么奇遇，尽管往剑宫身上推就是了。反正剑宫家大业大，祖上更是阔绰，自然是最好的挡箭牌。闻言，齐王星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在睁开眼时，双目之中已经有异样的神采。好，你这个宗子算是没有选错人。齐王星心中对方毅是100个满意，甚至已经对方毅的欣赏态度慢慢开始转变为关切了。他已经垂垂老矣，现如今能够找到一个天赋出众且对宗门有如此归属感的宗子，也算是对得起地下的列位祖师了。大手一挥，齐王星将那是20来朵玉破金生花送到了一位身穿蓝衣的妇人面前，语气凝重地叮嘱道：“兰芳，你负责宗门要员，可一定要好生栽培这些玉破金生花啊！若是能够培育得当，起码能够保我真武山3代弟子筑基无忧。”妇人身穿一身水蓝色的宫装，气质优雅，很像是那种名门望族的贵妇人。其实不然，她名唤杨兰芳，乃是真武山筑基长老之，掌管宗门要员，同时丹药堂的掌舵人之一。杨兰芳狠狠点头，迅速将宝药收入自己的储物袋中，然后对着方毅和齐王星盈盈一笑，语气温柔道：“兰芳敢不尽力，也谢过宗子的馈赠了。”方毅连连摆手，嘴上说道：“都是应该的。”在这之后，一众长老也是恍然大悟，齐齐对着方毅微微鞠躬，谢过方毅的无私奉献。齐王星也道：“宗子无私奉献这么多玉破金生花，宗门也不能寒了他的心。我建议宗子获得20万善功，随时可进入灵脉修行的权利，并且宗门传功堂之中，除了根基法，所有功法都对宗子开放。”其余长老没有任何犹豫，全部都同意了。这倒是让方毅有些错愕。小青也嘀咕了起来：“这小犄角旮旯的小宗门，没想到人心还挺齐的。”方毅闻言点头，正是因为真武山高层和宗门氛围一直都很好，所以才会让他觉得有归属感。可若是血河谷、白云观那等宗门，恐怕方毅整日都要提心吊胆的担心宗门高层哪天发现了自己的秘密，然后对自己杀人灭口。当当当，堂皇正大的钟声霎时间传遍了整座山门。一时之间，山门各处山峰密林异或者湖边正在修行做任务的弟子或者外门执事，都忍不住的抬头，脸上有震惊之色。金钟敲响6声，代表着宗门有嫡传出现。可我怎么听着这金钟似乎敲响了8声啊？有弟子脸色错愕，喃喃自语道。很快有人回答了他的疑惑：“你没有听错，是8声。我听我师父说过，钟响6声，内门出；钟响8声，宗子现。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真武山这一带的宗子已经出现了。这外门弟子还不清楚宗子的含义，可是内门弟子们的脸色在这一刻全部突变。霎时间，十几道光芒在天空中短暂划过，内门弟子们齐齐赶向宗门大殿。全部人此刻的心情都是震惊无比，因为这一代宗子的出现，怎么之前没有任何消息放出啊？那是山门那位长老的爱徒呢？亦或者是掌门一脉的嫡系？就在弟子们的心头思绪翻飞的时候，一道宏大的声音忽然响彻周围地界。今有弟子方毅，天资卓越，气度不凡，文韬武略，雄姿英发，更是对宗门有归属一心一意，故今宗门决策入宗子殿，成宗子。这道声音的主人，整个山门都知道，那是掌门的声音。五颜六色的盾光在宗门大殿外的半空中齐齐顿住，因为宗门大殿外的广场之上，一道清俊如仙、扎着狼尾的青衣少年出现。只见他一脚踏向半空，周身浮现出强悍无比的气势。方毅看着半空中赶来的内门弟子和不远处山下赶来的很多外门弟子，嘴角勾勒出一抹笑容，缓缓开口：“诸位同门，承蒙宗门不弃，我方毅今入驻宗子殿，为这一代宗子，还望各位同门今后多加指教了。”方毅的声音不大，但却清朗无比，精确的传达进入每一个弟子的耳中。这一刻，真武山的弟子们看着眼前这个青衣少年，心中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山间狂风烈烈，宗门大殿坐落在群山中的正午峰上，此时正值天朗气清的好气候。方毅的容貌一一映照在众弟子的眼中，一览无余。很快，绝大部分弟子都来到了大殿内外，不少弟子看着方毅的脸十分陌生。这其实也不怪他们陌生，完全是因为方毅根本就没有在山门的公共场合里露过几次脸，也是因为方毅加入山门的时间还太短了，还不到2年。正是因为这样，方毅对自己现如今的状况也是心知肚明，他也要趁着这个好机会认识一番同门们。当然，这个认识的过程可能会稍微费点手脚和时间。刷刷刷，几十道盾光落在弟子们的前面，也落在了方毅的面前。光辉褪去，映入眼帘的是一众内门弟子。内门弟子大概有20来位，包括方毅在内，但是现在出去了。在这其中，方毅认识不少人，比如初入山门认识的师姐叶青青和一起执行过除妖任务的林凡。除此之外，看着一个个俊男美女，方毅就都不认识了。叶青青神色复杂的看着方毅，她微微思考了一下，缓缓开口道：“方师弟，这你藏得好深啊。”方毅不答，只是微笑着看着他。叶青青之后是一位胡子大汉走了出来的，对着方毅微微拱手一礼，道：“方师弟，我乃宗门流峰长老门下弟子王元武，见过王师兄。”王元武的面相粗犷，赤着上半身，腰间围着一圈虎皮，浑身冒着丝丝强悍的气血之力，一看就知道是体修。他对着方毅问道：“方师弟，你显然还不知道，入驻宗子殿是我们每一个内门弟子的毕生追求。虽然你有掌门亲自承认，可说到底，我等都还不清楚认识你，故而要想我承认你这宗子之位，实属做不到。”王元武这种想法，并不只有他一人，全部内门弟子的想法，估摸着都是差不多。若方毅扬名在外，实力、心性和天赋一等一的超越众人，那自然这反对的声音就小一点。可问题就在于，方毅在山门露脸的次数实在是太低了，而且入门的时间也太短了。要知道，内门弟子最长入门时间的有将近18年的，在上一代更是有50多年才达到炼气大圆满的。由此可见，修仙之艰难。而过了60岁的年龄大关，要想冲击筑基成功的概率几乎等于无。内门的弟子基本上在整个东夷州都是一等一的好，平日里也是家族师门长辈和亲近师兄弟们捧着的，自然有属于自己的骄傲。方毅对此并无太大的意见，又或者说，这本来就在他的预料之内。方毅对于这样的情况并没有觉得不妥，换位思考一下，自己一直在追求的位置，忽然被一个空降的人给霸占了，心中也会不服气的。就在这时，宗门大殿咚的一声缓缓打开，掌门齐王星一步踏出，如同瞬移一样来到众弟子的中间。众弟子见自家掌门，纷纷微微鞠躬，抱拳一礼，齐声道：“弟子见过掌门。”方毅也是一礼。齐王星微微一挥手，在场众人只觉得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将自己托举挺直了身躯。齐王星扫了一眼，缓缓道：“你们的意思，宗门也知道。这样吧，就按照传统方法来人认定方毅是否有宗子的实力吧。”传统方法？方毅微微一愣，那是个什么方法？很快，方毅便清楚了掌门所说的传统方法了。只见齐王星一步踏上天空，抬手往虚空一抓，下一刻，众人只见远方飞来一块山头，径直的落在半空之中。接着，齐王星双目之中似乎有金光一闪，宽大的衣袍一甩，4根通体泛着乌黑之色的锁链甩出，迎风剑掌钻入那块山头的中间，另外一头则轰隆一声，直接钻入了4座高耸入云的山峰之中。顷刻，夫一座可容纳几百人、100丈大小的擂台就成型了。一众弟子们见此一幕，眼中无不流露出深深的震撼。这才是金丹真人的伟力啊！移山填海，金丹真人已经不具备这种力量了。擂台成型，齐王星风轻云淡的看着大殿之上的弟子们，最终将目光落在了方毅的身上。山门宗子不但要具备大贡献，更是要有镇压同辈的实力。方毅，你可敢？齐王星这番话在弟子们中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但绝大多数的都是认可掌门此举乃是公平之举。毕竟修士之间还是以实力为尊，在没有见识到方毅的实力之前，绝大多数的弟子对于他的宗子之位都是不认可的。面对掌门的询问，方毅只是微微一笑，旋即一步踏出，脚下青石板碎裂，踏到了悬浮在半空中的擂台之上。站在擂台上，方毅转身看向一众同门，面带微笑，平静道：“方毅，请各位师兄师弟师姐指教了。”
狂风烈烈，吹动着在场众人心中的嗜血。半晌，有弟子不由得低吼一声，就冲着这份勇气，好！是的，大家对于方毅这等在如此之多同门面前都不怯懦的表现尤为的认可。一时之间，熙熙攘攘，议论纷纷。内门弟子们互相对视了一眼，眼神之中都藏着自己的打算。见此一幕，方毅倒也不急，而是静静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众人。体内的小青见此一幕，撇撇嘴，没好气道：“臭屁的死孩子！”不一会儿，有弟子终于是按耐不住，低吼一声：“宗子，我刘铁前来请教，小心了！”众人之中，一个健壮魁梧的身影高高跃起，定睛一看，原来是外门弟子之一，擅长贴身肉搏的体修刘铁。有弟子不由地道：“这刘铁最擅长的便是一身小成级别的金玉功，据说还与一头一阶终极实力的铁甲溪贴身肉搏占据上风。我觉得这次宗子可能要吃什么鬼东西飞过去。”那弟子正神采飞扬的介绍到一半，忽然觉得自己的眼前有黑影一闪而过，定睛一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只见那原本信心满满的刘铁，此刻已经倒在了不远处，吐口白沫，已经昏死过去。反观方毅，长身如玉，缓缓收起右掌，周身有紫红色的气流缓缓流动。下一个，他这般说道。大殿前的平地上，一众弟子看着倒在地上已经口吐白沫昏迷过去的刘铁，许多人都忍不住喉咙咕咚两下，沉默。此刻众人之间的气氛就犹如那被一场忽如其来的大雪覆盖，全部都给冻结了。许久之后，才有弟子缓缓开口：“就一掌。”没有人回答他，因为答案所有人心中都有数。不单单是弟子们被方毅这一掌给吓了一大跳，就连一众宗门长老们都被有些错愕。其中王元武的老师宗门里体修强者刘峰更是脸色严肃：“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宗子的肉身也格外的强悍啊！”他的话传音在长老们的耳中。高流此刻脸上浮现淡淡的笑容，也传音道：“我这徒儿也十分重视体魄的修行，修行了青雷断体诀。青雷断体诀算得上是真武山1等1的炼体法门了。”此话一出，众长老不断点头，心中对于这个宗子的评价更上了一层楼。还能承受体修那等极为痛苦的肉身磨练，这方毅不当宗子还能是谁？方毅缓缓收起手掌，周身有淡淡的气流浮现，雄浑至极。刚才那一掌，他动用了自己作为败将级武者的真力，真力一出，轻易将这个似乎主修肉身法门的师兄一掌轰了出去。方毅心中越发肯定，地心的武道应该还有可以挖掘的潜力。这般想着，方毅很快迎来了自己的下一个对手，正是刘峰长老门下弟子体修王元武王师兄。王元武低喝一声，双腿猛地膨胀数倍，直接高高跃起，直接坠落在擂台的另一边。霎时间，方毅只觉得有一块重达几百斤的金铁轰隆一声砸下，将擂台都砸出了一个不小的坑洞。若不是有着掌门的法力护持，估摸着已经被轰出了一个深坑。王元武缓缓抬起头，神色严肃地看着方毅，抱拳一礼，道：“方师弟的练体水平不低呀，正好师兄我也是体修，见猎欣喜，切磋一二如何？”方毅飒然一笑：“求之不得。”说罢，两人对视一眼，目中似乎金光爆射而出，下一秒身形从原地消失，与场中来了一次掌对拳的碰撞。轰！对抗的冲击波瞬间扩散而出，将吹散了天边的流源。短短片刻功夫，方毅与王元武进行了不下10次的对攻，全部都是肉体对肉体之间的碰撞，每一拳每一掌都是冲着对方的要害处袭去。某一刻，方毅露出一个破绽，王元武眸中的凶芒一闪，整个人的气势变得犹如凶兽一般残暴，周身缠绕的雄浑气血也在这一刻变得刚猛无比。他双掌一合，暴喝一声，虎啸长空。下一刻，王元武化作一道漆黑的乌光，并掌成拳，朝着方毅的胸口猛地击打下去，空气似乎都被打出了一圈圈白色的气浪。更是在这一刻，方毅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直接推着涌向王元武的拳头。旁边有熟悉王元武的弟子见此一幕，纷纷激动了起来。来了来了，王师兄的虎煞真功里最为凶猛的一击，这一击若是被实打实的击中，恐怕不受重伤也要躺上10天半个月吧？何止啊，起码要躺半年。想当初王师兄就是靠着这一招击杀了一只1阶中期的妖兽，那场面当真是凶悍无比。弟子们议论纷纷，全部都一五一十地传入方毅的眼中。这些对话只在瞬息之间。面对王元武这近乎猛虎扑食的一招，方毅想都没有想，直接举拳反手硬撞了上去。王元武见方毅竟然连闪避都没有闪避，对着自己刚猛一击就硬接，不由得心中也恼火了几分。他此时此刻已经打定了主意，待会儿要给这个方师弟一点教训。风云际会，双方的拳头没有任何预料，直接对碰，只听轰的一声，一阵巨大的冲击波掀飞了散落在擂台之上的碎石头，后者犹如暗器一般刷刷刷地飞向了人群，引发一阵混乱之声。一道身影狼狈地倒退几米，站在擂台边缘，只剩下半步就会掉下去。王元武脸色惊愕，他看着方毅，神情难以置信。因为就在这一场纯粹的肉身碰撞之中，他一个体修真武山弟子当中著名的体修竟然落于下风。方毅却没有打算要跟王元武解释的想法，直接抬手摆出了一个拳架。下一刻，方毅一头墨发无风自动，一股狂风自他的脚底升起，体表更是涌动着一层薄薄的暗红色的气流，衬托的那张俊逸的脸蛋竟然有几分凶恶。方毅缓缓抬起双手，语气悠悠：“王师兄，且看师弟这一招吧。”隆隆气血在此刻于方毅的身体爆发而出，强大的波动将周围的空气中悬浮的灰尘都震慑停顿了那么一瞬间。紧接着，一道膨胀的身形卷起一层暗红色的气流，犹如闪屏一样突兀出现在了王元武的面前。方毅举起右手，上面有暗红色的真力浮动，直接拉满，犹如一柄张开的大弓，而弓箭射出的目标正是王元武本人。叮！
大弓瞬间拉满，满月一般的拳架散发着凶恶至极，让人看了一眼就忍不住心惊肉跳的气息。方毅目光沉如水，这一拳犹如天崩一样，径直地垂向了王元武的胸口。霎时间，王元武只觉得自己像是面对着一处大破灭之后的险地，那股心惊肉跳、无法匹敌的感觉充斥在全身。他怒吼一声，肉身陡然膨胀了一圈，磅礴的气血之力爆发，身躯之上更是如现出一头类似于虎的虚影。我可不会坐以待毙！虎破灵体！王元武一声怒吼，雄浑的气血化作一道隐隐约约的黑虎虚影，黑虎冲天一声咆哮，震慑万兽，更是带来雄浑至极的力量。一拳之后，黑虎虚影与那枚缠绕着暗红真力的拳头对碰，只听滋啦一声，黑虎虚影呜咽一声，消散一空。王元武那膨胀的身躯陡然变小，吐出一口鲜血，直接倒飞了出去，径直落下下方的山林之中。掌门齐王星挥了衣袖，后者被一只法力大手拿住，缓缓放到了大殿的平地上。接着，齐王星在众弟子傻眼中宣布：宗子胜！方毅安静站在原地，保持着出拳的姿势，剑眉倒竖，身躯犹如一尊凶恶的神魔。下一个，他这般说道。这种力量意境，宗子到底是如何修成的？云上，王元武的老师宗门长老刘峰摸着自己的下巴，一脸凝重地说道。其余长老也是一惊，这种让人看一眼都觉得心惊肉跳的感觉，还有这等强悍到可以磨灭气血的力量意境，到底是什么？他们纷纷看向方毅的老师高柳，希望从高师弟、师兄的嘴里知道些什么。高柳哪里知道啊？看他又不能不说，生怕师兄弟们说自己这个老师当真不称职，只能微微露出笑容，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其余长老越发觉得这个昔日熟悉的高师弟，此刻也变得神秘了几分。只有掌门齐王星，他微微揣摩了一下刚才方毅显露出的那种力量意境，心中嘀咕了起来：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36种地煞排名前几位无间钢煞的力量吧？好家伙，这宗子算是选对了，这等凶悍之物也都能炼化进自己的武道中，当真是凶悍无比啊！方毅站在台上，隆隆气血爆发，犹如一颗曜日一般，刺眼无比，周身更是环绕着一圈暗红色的气流，那便是方毅炼化的无间钢煞。无间钢煞的力量意境在于消磨和凶恶，凡是被其笼罩在范围之内的东西，犹如经历过千万年的时光流逝，被消磨一空，并且最终被其吞噬。方毅将其炼化，自然也是凶恶无比，可他的内心却是一片澄澈，这便是神识强悍的妙用。王元武是山门中少见的体修，也是极为强悍的体修，他的武道修为是众弟子们都认可的，所以他都败在了方毅的手下，说明了方毅的武道修为是绝对在弟子们之上的。接下来又是2个弟子上台，无疑都是刘峰长老门下王元武的师弟们，他们不太服气，想要为自己师兄争一口气。上台之后，一个施展滚滚落石一般堂皇正大的滚雷拳，然后被方毅一个拳锤直接崩出了场外。一个身法灵动，食指犹如仙鹤掠食一般的锋锐，却被方毅不动，直接以肉身硬扛无损，接着也是一冲天脚踢回到山门大殿。整个过程之中，方毅仅只是施展了自己入门修成的混雷掌，招式大开大合，堂皇正大，接二连三。弟子中的武道修行者都被方毅击败，众人不由得深深看着他，只觉得这个站在擂台之上的清俊少年，与其施展的那种凶狠的打法，当真是2个极端。如此凶悍的气血和打法，这位宗子的武道修为看来确实了得呀。有弟子感慨道：可不是，刚才他那一拳，我看的是心惊肉跳的，太可怕了。挨上那么一拳，我觉得自己多半会死。王元武师兄还是可以的，竟然能挨那么一拳而不死。本来又要醒来的王元武听到这么一句话，心中郁闷，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该不该醒来。稍微纠结了一会儿之后，他还是悠悠醒来，站在人群中暗自调息疗伤，只是看着方毅的眼神变得异常复杂。武道修为如此强悍，一时之间让方毅在体修弟子中的声望一下子就涨了起来。体修都是实诚人，以拳头见真章，方毅很显然是得到了认可的。就在这时，内门弟子中有一人站了出来，这人长得颇为俊朗，身躯挺拔，气质如松，显然是一副谦谦君子模样。他对着方毅抱拳一礼，缓缓道：方师弟，我是公明，宗门荣元凯长老弟子。方毅同样回礼，见过公师兄。公师兄也想要上台称称我的水平吗？公明点点头，伸手一拍腰间，一面散发着波动的羽扇出现在他的右手中，轻轻晃动，似乎有特殊的力量意境在其中。宗子一位，我也有幸争取，方师弟得罪了。说话之间，公明已经飘到了擂台之上，他眼神微微一凝，不敢与方毅靠得太近，而是手中羽扇微微一扇，6道青色锋刃又凶又狠，朝着方毅袭去。他这一手引发的弟子们热议，出现了！风神子公明公师兄，公师兄乃是上品风灵根，与风系法术最为贴切，实力强悍无比。据说公师兄这一手曾经斩杀过血河谷的2位预备血子，真武山到底祖上阔绰过。公明修行的也是不错的风系道法，所挥展出来的锋刃又急又凶狠，上面有青色元气流转，似乎还具备了其他攻击手段。寻常体修遇见法修，要么躲开对方的法术轰，寻找机会贴身肉搏，可方毅不一样，被2种上乘钢煞将身躯打磨得完美的肉身，是不惧任何金丹期以下的法术的。面对着6道锋刃，方毅咧开嘴一笑，身下岩石碎裂，暗红色的气流陡然暴增，凶恶的气息席卷全场。公师兄，你这锋刃轻飘飘的，是没有吃饭吗？轰隆！方毅非但没有闪避，反而径直加速，直接对了上去。只听滋啦几声，那6道锋刃全部都被方毅一拳打碎，还原成风系元气，回归自然。吃我一招！唰！公明的瞳孔猛地一缩，心中那股心惊肉跳的气息涌上脑海。因为方毅已经欺身而至，剑眉倒竖，
高高扬起那席卷着暗红色气流的拳头。公明的气性也一下子被激发了出来，大叫一声：“来得好！”他作为内门弟子，自然有着自己的骄傲。那面羽扇猛地一扇，霎时间原地升起一阵青色的飓风，飓风包裹着公明，方圆百里之内的东西都被一股强横的吸引力吸附过去，而这飓风之中蕴含的更是一股倔强的切割力。公明大声喊道：“方师弟，也接我一招！”飓风破魔。青色的飓风将方毅包裹在内，一道道淡青色的锋刃在飓风中不断来回切割，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显然是攻击在了某种强横的物体之上。可片刻之后，飓风的运转轰然停止，一道暗红色气流身影挡开了一个豁大的缺口。方毅的身形从天而落，带着崩解空气的力量，犹如一道天外流光，带着大凶恶的气息，径直朝着公明的身形锤去。公师兄，你这锋利还不够！拳头打碎了公明体表的法术防御，只听滋啦一声映入眼中。望着这一道如神如魔的身形，公明面泛苦涩，彻底放弃了抵抗，然后被一拳锤出了场外，倒吐2口鲜血。宗子，是我不敌。公明心服口服，抱拳一礼。方毅就这样在烈烈山峰中，如一棵万年不变的常青松，屹立不倒，气息源远流长。可他睁开眼的那一瞬间，所有人都察觉忍不住感觉有股心惊肉跳的感觉。公明下场之后，称呼其为宗子，说明他承认了方毅的地位。王元武微微沉吟了片刻，也高声喊道：“王元武，见过宗子。”这也意味着王元武也认可了方毅。剩下的内门弟子之中，王元武和公明都是排名靠前的，比他们同的等级的也不剩下几人。没过多久，一道倩影飘然而至，带着点点火光，正是叶青青。叶青青一双美眸看着方毅，神色十分复杂。显然他是万万没想到的，方毅这个师弟能够在这么短时间内达到如此成就，更是给了自己这么大的震撼。见叶青青下台，方毅露出一抹微笑，他对于这位叶师姐还是挺有好感的。师姐，师弟可不会手下留情哦。叶青青一听，飒然一笑，手中一捏，一柄长剑浮现，气势也变得凌厉起来。你若是下手轻了，我才要许你晦气呢。片刻功夫之后，方毅缓缓收起悬浮于叶青青额前拳头，浑身上下缭绕着的凶恶气息微微收敛，然后道：“师姐，承让了。”叶青青此刻气息已经微微紊乱，体内灵力也是见底，手中的长剑更是被横腰直接打断。方毅对于叶青青这位真性情的师姐还是蛮有好感的，所以下手也收着点力。当然，这种好感方毅并没有打算发展成男女之间的，有些好感恰到好处就可以了。若是更进一步，反而会变成麻烦。方毅是最讨厌麻烦的了。叶青青看着眼前清俊的少年，嘴角浮现一抹笑容，接着缓缓说出了让弟子们为之震撼无比的一句话：“宗子，你筑基成功了，对吗？”此话一出，弟子们皆是为之一震，目瞪口呆也不为过。方毅见也瞒不下去了，便露出微笑，点点头。霎时间，内门弟子中还有不少想要挑战方毅的，在此刻都熄灭了心中的那一把火。筑基期和炼气期隔着一道门槛，他们虽然都是炼气大圆满的级别，可要是遇上筑基期，那都是白搭。叶青青得到了方毅的回答，微微俯身一礼，然后飘然而去。又剩下方毅一人站在擂台之上，与之前几次不同，这次已经无人敢上擂台了。可方毅不急，他站在擂台上，静静地看着一众同门，表情无悲无喜，因为他知道还有一人他必须要打败。片刻之后，那人终于出现。他身穿一身青色的长袍，相貌平平无奇，打扮得像是书生，可气息确实是比寻常内门弟子长远不少。他一步踏出，悬浮于半空之中。方毅见他，抱拳一礼：“欧阳师兄，我等你很久了。”来人名唤欧阳广元，内门弟子排行第1名，同时也是宗门司阳长老的爱徒，也是掌门齐王星的徒孙。欧阳广元无论从实力心性亦或者法力手段，都是内门排行第1，所以宗门所有弟子遇到他都会发自内心的称呼一声大师兄。方毅若是要成为宗子，欧阳广元是最大的竞争对手。欧阳广元也知道，他必须站出来与方毅做过一场。欧阳广元一步踏上天空，微微一笑，一股强悍的法力波动散发，惹得众人也是一番震惊。我靠，感情大师兄也筑基成功了？筑基丹不是还没有开炉吗？怎么着2个人都筑基成功了？我的脑袋都混乱了，我有些难以置信。不单单是你，我也觉得有些匪夷所思。2人都达到了筑基期，且都未服用过筑基丹，着实是震惊了不少人。欧阳广元飘然落到了方毅的面前，抱拳一礼道：“方师弟，我们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是的。方毅点点头。他入门这么久以来，一直都假装闭关，实则2个世界来回穿梭，根本不认识几个同门。欧阳广元之前也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欧阳广元平静地站在原地，筑基大修的强悍气息清晰地明照在方毅的感觉中。若是方毅没有感觉错，欧阳广元并不是刚入筑基期，现如今的修为应该是筑基中期了。奇怪，这家伙竟然也是地脉筑基。与此同时，一直待在方毅体内没有出声的小青轻咦了一声。方毅露出好奇之色，地脉筑基不是在东夷州已经失传了吗？看来这位大师兄也有属于自己的机缘啊。2人见礼之后，气息当即变得剑拔弩张。当，欧阳广元右手虚空一握，一柄金色长剑浮现在他的手中，长剑上灵力流转，散发着一股安忍不动如大地般的沉稳意境。昆土见道：“这小门小派的大师兄还有几把刷子啊？”小青微微感受了一下，又道：“方毅心中的轻视收敛了几分。”昆土剑道乃是剑道之中少见的防御力著称的剑道，中正平和，大开大合，以力压人，也是需要剑道天赋不弱的修士才能领悟到。虽然欧阳广元领悟的不多，可也让方毅不得不重视。欧阳广元抬剑指向方毅，淡淡道：“方师弟，拔剑吧。”
我的剑告诉我，你也是用剑的。宗子之位，我也有心争一争。既如此，我们就用手中之剑来决定这个位置的归属。欧阳广元的话语清朗平和，如他的为人一样。方毅轻轻点头，收敛一身强悍如大妖的气血，做出了一个拔剑的动作。下一刻，一口湛金色的寒风于方毅的手中缓缓浮现。飞光一出，欧阳广元的目光陡然变得锐利无比。剑修之间总是要分个高低，即便昆土剑道不擅长攻击，可到底也属于剑道一员。欧阳广元暗道了一声好，接着抬剑，手中长剑一挥，喝道：“方师弟，接我一剑！”霎时间，擂台之上，两人进行了剑修之间最为纯粹的对撞。叮当叮当叮当，短短几个眨眼的功夫，两人对撞不下于数十次，那速度之快，让所有弟子都忍不住暗自咂舌，同时也让他们明白了一件事：方毅与大师兄可能才是一类人。剑修之间，若是不出剑招，最为纯粹的对比就是看谁能够出手更快。几个呼吸的功夫，双方进行了不下数十次的对攻。欧阳广元的昆土剑道擅长防御，是大力沉，一剑刺来。在众人的眼中，庞佛不像是一柄剑，倒像是一座高山缓缓落下，磅礴无比。方毅每一次接触到对方的剑，都感觉虎口微微一震，足以证明欧阳广元的剑之重。事实上，方毅的剑也让欧阳广元不太好受。如果说欧阳广元的剑是重剑无锋，那方毅的剑便是迅如雷火，一剑比一剑快，一剑的力量也比上一剑强，犹如那滔滔不绝的江水一般，不断的叠加，最终会成为如山洪爆发的大势。叮，又是两剑对撞。方毅一个闪转挪移，右手一甩飞光，挽出了一个漂亮的剑花，剑花飞射而出，直奔欧阳广元的面门等弱点所在。欧阳广元见此一幕，也不闪避，大喝一声好。金色长剑之上，灵力流转，陡然变成门板样的巨剑，重剑无锋，但却在欧阳广元的挥动之下，舞成了一面厚实的剑盾。叮叮叮叮，悦耳的剑花打在了欧阳广元的重剑之上，发出清脆的响声。众弟子不由得放缓了呼吸，因为就以他们自己而言，方毅刚才的那一式剑花，着实是凌厉至极。一击不成，方毅也不气馁，反倒是缓缓举起手中飞光定神，看着欧阳广元：“欧阳师兄，剑招不是我的强项，剑气碰一碰吧。”好，每一个剑修都是骄傲的。欧阳广元双脚往后一撤，犹如在地上扎根了一样，身上土黄色的灵力翻腾流转。方师弟来了！他一拍巨剑，后者又变成了金色长剑，其中流转土黄色的灵力，使得众人像是面对一根直接横腰扫过来的圆柱形山峰。坤元剑气，急！欧阳广元掐了几个，土黄色的剑气化作一道道光芒，犹如一道道明晃晃的黄色流星，径直朝着方毅落去。黄色流星剑气明晃晃，从中显露出厚重的气息，呈陆河之状，直接撞向方毅。来得好！方毅定喝一声，嘴角浮现一个笑容，眼神狡黠地看向欧阳广元。欧阳广元被这一个眼神看得莫名其妙，但下一刻他的脸色骤变，因为方毅定身，右手食指和中指并拢，捏出一个剑指，即五滴液态灵力滴落飞光的剑身，后者如同吃了10拳大补丸一样，化作一道惊鸿劈链，径直射出。轰！空爆声中，一口湛金色飞剑以势不可挡之势洞穿了6道厚重无比的坤元剑气，然后径直冲着欧阳广元而去。飞光还未靠近，欧阳广元的心头就忍不住的一抖，因为从这一道飞剑当中，他感觉到了其中蕴含的力量，但他也是骄傲的。欧阳广元抬手一合，双手掐了几个法诀，金色长剑插在眼前的地面上。坤元剑诀，手！金色长剑再次变成门板粗的巨剑，巨剑之上流淌着土黄色的灵力，混元不动，在这一刻犹如一座高大的奇峰矗立在擂台之上，将欧阳牢牢地保护其中。空爆声中，飞光与巨剑来了一次亲密接触，众人只觉得耳膜为之狠狠一震，刺痛的异常。那座土黄色的奇峰几乎要摇晃欲要倾倒，可是深入地底的部分源源不断的升起地气，始终保持着坚固不动，足以洞穿晶石的飞光，在这一刻算是遇到了一个乌龟壳。回！方毅一招手，飞光在半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弧线，飞到了他的身边。他仔细打量了一下身处土黄色能量奇峰中的欧阳广元，忍不住打趣道：“欧阳师兄，你这就有些赖皮了，只守不攻，等着我丹田气海亏空，蹲一手反击是吗？”面对方毅的调侃，众弟子们也纷纷点头。他们对于欧阳大师兄这等做法也觉得十分困惑。按理来说，自家大师兄不应该如此，应该刚猛无比来着。可欧阳广元丝毫不为外人言语所动，只是身处奇峰之中，微微一笑，兵不厌诈。能获得最终胜利的才是胜者。我既然有优势，当然是要多多利用了。方毅闻言微微错愕，不过心中对于这位第一次见面的大师兄的评价高了不少，能不为虚名捆住，这个欧阳广元是个不错的人。半空云海中，高柳吹胡子瞪眼，看向不远处一个身穿白衣的中年文士，语气十分幽怨道：“司师兄，你这徒弟当真得你这一手昆土剑道真传啊？”白衣中年文士正是欧阳广元的老师，掌门齐王星的徒弟，宗门长老之一，同时也是下一任掌门的继任者。至于这一代宗子，起码要等下代才有可能继承掌门之位，因为这宗子的位置，思阳也做过。面对自家师弟的调侃，思阳长老微微抚了抚胡须，笑呵呵道：“不为虚名所困，这正是我一直在教导欧阳的。”众长老们不由得点头，心中对于欧阳广元的评价高了不少。在他们看来，方毅没有出现之前，欧阳广元才是宗子的最佳人选，且他们都是支持的。怪就怪在方毅这个怪胎横空出世。不过，我总觉得方毅似乎对于欧阳师侄的手子诀并不是没有办法。一直沉默的刘峰忽然道：“刘峰这样一说，众长老们顿感奇怪，思阳长老更是微微皱眉，心中忍不住想到，
坤元剑诀的首字诀乃是欧阳广元最强的防御手段，一旦成型，接引地气，源源不断的叠加奇锋，力量浑圆不动。除非是筑基大圆满的体修拼尽全力的攻了上来，否则这是什么？思阳忽然满脸错愕，看着眼前一幕。只见当他们抬手看向场中的时候，方毅已经缓缓抚摸了一下飞光的剑身，2/3的灵力灌入其中。接着，那口占金色的飞光陡然发出连环的空爆之音，消失在视野当中。下一刻，一道金红匹链浮现于方毅身后的天空之中。此时正值晌午时分，天朗气清，只有一朵朵漂浮的白云。可下一刻，朵朵白云化作一道道绚丽灿烂无比的红光，犹如世间最美的景色。道道红光变成了一道道密集的红光剑气，犹如排山倒海，又像是惊涛骇浪。一道剑气引发了方圆几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天地元气，化作红光剑气浪潮。而那呼啸的红光剑气浪潮之下，方毅长身如玉。在欧阳广元错愕的眼神中，方毅轻声道：“大师兄，承让了。”如海啸倾覆之势，又像是山洪爆发，以无法匹敌之势将毫无防备的欧阳广元淹没。同样淹没的还有众长老的一颗心。见鬼，这是剑气化红！思阳尖叫了起来。在那如山洪海啸爆发的倾覆剑红浪潮之下，欧阳广元被完全淹没，但他并不是完全没有挣扎，反而在最后时刻，咬牙的双手一捏法诀，一层层玉色甲片层层叠叠浮现于他的身上，现身处一件玉甲战衣。玉甲战衣很明显是一件不错的法器，穿上身，后者的防御力大增。可即便这般也无用，剑红浪潮倾覆之下，密集打击，后者的防御没有支撑太长时间，便听见玻璃破裂之声，陡然碎裂。在之后，欧阳广元倒飞出去，掌门齐王星及时的挡住了剩下的剑红浪潮。方毅一抬手，剑红化作一把湛金色的飞剑，倒飞回自己的身边，微微一闪，回到了体内温养。同时，方毅心中忍不住嘀咕了起来：太玄界的灵气浓度未免也太低了，我竟然使用了自己超过2/3的灵力。这一招若是在地心使用，才不过1/5罢了。但方毅脸上没有任何表现，而是抬脚一跃，回到了宗门大殿之上。此时，对于方毅的回来，大殿之内所有的弟子无一人说话，都是用一种看怪物的眼神看着他。因为刚才那一招剑红浪潮，他们之中谁都没有自信能够挡下来。最为关键的是，真武山其中有不少弟子也是练剑的，正因为练剑，所以他们也都知道剑道境界，一个境界比一个境界更要吃修士在剑道上的天赋。正因为如此，他们才知道在方毅这个年龄可以达到剑气化红这个境界，到底是一个多么天赋横溢的天才。齐王星法力渗入欧阳广元体内，后者的伤势很快就稳定了下来。欧阳广元睁开眼睛，眼神复杂的看着眼前的祖师，低头声音歉意道：“掌门祖师，弟子让您失望了。”作为掌门一脉的嫡系，欧阳广元一直将宗子之位视作自己的目标。他之前已经打算要向宗门提出入住宗子殿了，谁知道半路杀出来个程咬金，他的心中充满了歉意。齐王星却摇摇头，传音入他的耳中：“不要觉得有歉意，你的路要自己走，不要被其他人的寄托被捆住了手脚。宗子是很好，但作为掌门，我更认可你这位内门大师兄。”闻言，原本气息有些颓废的欧阳广元猛地抬头，看向老神在在的齐王星，只觉得心中一片激动。半晌，他对齐王星深深一拜，然后落在了大殿之上，在万千弟子的注视下，对着方毅微微抱拳一礼：“欧阳见过宗子。”弟子们闻言都用着复杂的眼神看着他，在他们的心中，欧阳广元一直都是不败的，可现如今竟然败了，使得他们这些一直憧憬着这位大师兄的弟子们，只觉得心中十分不甘。对于欧阳广元的承让，方毅没有半分的不知礼数，反倒是上前亲自将欧阳广元抬起，眼神真诚：“欧阳师兄言重了，比起人心和声望，我是敬佩于你的。”两人气氛融洽，对视一眼，不由得哈哈大笑了起来，笑声之中仿佛是遇到了知己一样。自此，欧阳广元之后，再无弟子对于方毅的宗子之位有异议。山门大殿之上，一众弟子在欧阳广元的带领之下，对着方毅抱拳一礼：“吾等拜见宗子，愿宗子先途坦荡，步步高升。”看着密密麻麻的弟子们对自己抱拳行礼，方毅也不由得心情激动几分。他抬手虚拂，朗声道：“我为宗子，自当承担其责，护佑宗门。”一众长老看着这一幕，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表情。宗子大典很简单的举办，也很简单的结束。大典之上，方毅也将内门弟子和山门长老等宗门架构大概都了解了一遍。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了解同门和师长们。方毅本就无心揽权，自然和欧阳广元等内门弟子没有任何冲突，一众同门自然是其乐融融的。一番接触下来，内门弟子们也算是认可了他这位忽然冒出来的宗子。大典结束之后，同门们还依依不舍地想要拉着方毅去自己的山峰做客，可都被方毅以要修行为借口给推辞了。欧阳广元却信以为真，叹道：“我不如宗子多矣，今后定将更加勤勉修行。”说罢，欧阳广元急匆匆回去闭关修行了，留下方毅一人在风中凌乱。方毅面色古怪地嘀咕了起来：“我随便说说的，你还真当真啊？”剑光划过，方毅来到了位于主峰之外的重霄峰，峰上有座宫殿，正是宗子殿。此时，宗子殿内已经有人在等着方毅。方毅快步上前，抱拳一礼：“方毅见过掌门、思阳师叔、老师。”来者正是掌门齐王星、思阳长老和他的老师高柳。三人微微点头，一起进入宗子殿内。殿内倒没有多富丽堂皇，只是摆放着许多寻常的蒲团，以供修行。四人落座之后，白衣纹饰样貌的思阳忍不住问道：“宗子，你方才所施展的可是剑气化红？”方毅回道：“是的。”得到了肯定回答，思阳长老的脸色当即变得有些激动。
高柳则是一副满意十足、与有容焉的模样。齐王星却是摸了摸自己雪白的胡须，眼神变得深邃了起来，缓缓问道：“是你自行领悟，还是剑功传承？”方毅没有第一时间回答，而是看向了思阳。高柳立马接话道：“放心，思阳师兄是可信任之人。”方毅这才点点头，说出来实话：“我闻到筑基之时，自行领悟的。”三人的神色当即变得精彩无比。齐王星却是忍不住的叹道：“自行领悟，也就是大道馈赠，当真是天赋了得呀！看来我推你上宗子之位，算是推对了人了。”方毅不语，因为齐王星来找自己，应该肯定不止简单的夸赞。接着，齐王星又道：“闻道筑基，还得到了剑气化红。方毅，你是天生的剑道天才。自今日起，无事你就不要多出去走动，加紧修行。修行所要的一切资源，宗门宝库里有的，你都可以申请去取。你要做的，就是争取早日结丹。到那时候，你将会是我们真武山的一柄神剑，一柄可以威压整个东夷州的神剑。”对于山门高层让自己全力冲击结丹的想法，方毅自然是100个支持了，也正好掩饰自己长时间不在太玄界的事实。宗子殿的大门一关，守护阵法便运转了起来。方毅这才放心弹了一下左耳的剑形耳坠，小青便咕噜一下滚了出来。出来之后，小青舒服的伸了个懒腰，刚才他不想听，就沉沉的睡了过去。怎么样？接下来是要去找一下本体吗？小青问道。方毅点点头，道：“是该向清河姐汇报一下近况，顺带我也该考虑转修功法了。”说起转修功法，方毅不得不想起自己在炼气期修行的白霞采气功了。体内灵力微微一震，方毅的体表浮现出一件兼具飘逸俊秀与赏心悦目的紫色法袍。这法袍介于虚幻之间，实则都是由方毅的灵力所化。法袍加身，衬托的方毅越发清俊，犹如传闻中的剑仙。小青将大尾巴垫在身上，围着方毅绕了一圈，啧啧叹道：“虽然级别不是很高，不过这白霞宝衣还是有几分防御力的。不过我觉得它更多的作用还是耍帅。”高柳曾经就和方毅说过，山门的白霞采气功修行至筑基期之后，便会法力全部消散，化作一道白霞宝衣的神通。当然，这是最下乘的神通法门。白霞宝衣加身，修士的灵力恢复和防御力都会成倍数的增长，在整个东夷州都是有名的防御神通。可也不是所有修行的此法的修士都能够做得到，这也是要靠机缘和悟性的。很显然，方毅就是机缘和悟性都比较高的那种。白霞采气功化作一颗散发着紫气的神通种子，悬浮于方毅的神魂之中，心念一动，宝衣就能浮现加持于身上。这也算是无伤让方毅转修其他功法了。方毅在小青的掩护之下，没有惊动任何人，出了山门，直奔云阳山洞府。一进入别府，已经变成了5条尾巴的清河姐迫不及待的现身，看着方毅，嘴角不由得勾了出一抹微笑。你闻到筑基了？回答他的不是方毅，而是他的分身小青。小青甩了甩和清河姐同款的大尾巴，高傲的扬起脖子，笑道：“当然了，有你分身我在，这小子当然是最为上乘的闻道筑基了。”因为大道誓言的作用，小青不能与清河的记忆共通，所以只能靠着口头诉说。而且小青也不能将地心的情况现在就说出来，或许那天方毅真正信任清河的时候，两者合二为一才能知道。清河围绕着方毅绕了一圈又一圈，强悍的神识将方毅的情况都给扫了一遍。最终，清河也忍不住双目发光，看着方毅，直接宣布道：“好好好，不愧是我少白一脉的嫡传。”方毅一惊，忍不住问道：“嫡传？可我上次还是外门弟子呢。清河姐，这中间的跳跃度是不是有点大啊？”清河一甩5条蓬松的大尾巴，没好气道：“死孩子，宝玉在前，我还有推出去的道理吗？你清河姐又不傻。”方毅挠了挠头，心中颇为无语。这狐狸精啥都好，就是变脸的太快了。方毅摆摆头，忙到不敢，接着又笑嘻嘻的将自己得到的3个大道馈赠告诉了清河。清河这回是真正的震惊了。正如小青所料的那般，闻道筑基可以得到3个大道馈赠的，在建功总山也是极为罕见和珍惜的。这下子，方毅在清河心中的分量更加重了。小青最是看不得本体吹牛，连忙打断了在清河5条尾巴蹂躏中的方毅，问道：“行了行了，别玩了，等会儿把这孩子给玩坏了，就有的你后悔的。哦对了，你小子突破筑基之后要转修功法了是吧？”清河恍然大悟，旋即一甩蓬松大尾巴，空中浮现一道道灵光。以你现在闻道筑基的好根基，之前我给你介绍的雷灵宝体和动真雷罡剑经就不太合适了。你先看看我少白一脉的镇脉玄功上清白号转结剑经。话音落下，道道灵光之中，一团闪耀着锐利素白的灵光径直地飞到了方毅的面前。方毅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只觉得眼睛刺痛，彷佛自己进入了一个充斥着先天罡经的世界，入眼之处都是一片白茫茫，一道道冲霄的皓白剑气化作一柄柄奇形怪状的剑柱，矗立在白色罡经世界的到处，共同支撑起这片世界。杀伐、锐利、迅捷、坚硬等等道理意境，更有一种任你劫难重重，我自一剑斩之得的至大高妙意境传出，让方毅觉得收获颇丰。但是方毅感受着神魂深处的反应，有些错愕道：“好像不太适合我。”不太适合。清河和小青疯狂甩着的尾巴不由得愣住，但清河很快就反应了过来，看着方毅，语气严肃道：“可是你的神魂在告知你不适合。”方毅点点头。清河微微沉吟了一会儿，缓缓道：“我想也应该不太合适了。我少白一脉本就是偏向罡经剑道，门下弟子多为精灵根，你原本是合适的，可现在既然被洗去了精灵根，变为了天品的雷灵根，倒是有些难办了。”方毅看着清河一脸为难的表情，大感惊奇，难道整个少白一脉都是走的罡经剑道的路子吗？就没有几个稍微离经叛道点的吗？清河点点头，我剑功根本神通道法，太虚剑典，包罗万象，根本利益极高，
乃是上界老祖观摩至高剑道创立的道法妙诀，实属太玄界1等1的功法。千万年以来，无数天赋卓越的门人修行推陈出新，结合自身根基，走出了一条条经验才觉的剑道，属于自己的剑道。五行剑道乃宫中大脉，我少白一脉属金行，除此之外还有火行星火一脉、水行洞渊一脉、土行坤元一脉和木行神木一脉。这些大脉的镇脉玄功，我这处别府根本没有。现下的话，你只能先修行着动真雷罡剑经，待我为你好好筹谋筹谋。方毅点点头，表示明白。方毅觉得清河在不单单只属于少白一脉，这只来头颇大、头衔颇多的狐狸，有可能在剑宫总山的地位也不低。少白一脉的镇脉玄功方亦是不太合适修行的，毕竟他现在身上的精灵根已经被彻底洗去，变成了天品雷灵根。强行修行非雷属性道法之外的可以了解，但可能没有修行雷属性道法的速度快。动真雷罡剑经虽然品级是低了点，但眼下也最适合你。你先修行着，等我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更高品级的道法给您转修。清河这般说道。方毅点点头，只是有些疑惑道：如果我现在修行了动真雷罡剑经，那之后转修其他道法，不是又要废掉重来吗？如此一来，耗费的时间不就更久吗？小青也在一旁忍不住点点头，看向自己的本体，道：确实是有顾虑在的。本体，你是不是忙糊涂了？小青和方毅这么一提醒，清河这才猛地一拍自己的狐狸脑袋，语气有些无奈道：我一不小心忘记了，现在不是在总山了，可我又没有傻。小青目光一愣，这才想起自己可能没有继承到这部分记忆，语气悠悠对着方毅解释道：剑宫总山有一座闲池，可以洗去一个人的根骨，也可以洗去一个人修行的道法。本体的意思可能是这座别府里面可能有一座小型的洗池，到时候就算你转修了动真雷罡剑经，也可以通过洗炼将其洗去，修炼更高层次的道法。方毅恍然大悟，这才明白。不过这个时候，小青不由得看向自己的本体，语气十分玩味了起来：本体，你当初倒是藏了不少好东西啊。清河不答，只是一双狭长的狐狸眸子里都是狡黠。狐狸生性多疑，藏着不为人知的好东西是正常的。借助别府的3阶灵脉，方毅当天就将动真雷罡剑经入门了。修士直到这筑基期之后，修炼出来的灵力才会具备不同的特性。比如方毅现如今修行的动真雷罡剑经，其修行出来的灵力犹如一条被雷霆洗炼过的灵液，跃动着雀跃的雷光，霹雳之声不绝于耳，细细感受可以察觉其中蕴含着的强大的破坏力，速度更是隐隐约约有一种说不清的意味。方毅的气质也随着正式入门，从原本的温和如春风变得深邃，望着其眼神会看到其中似乎有电光在闪动，忍不住别过头去，待在其身边更觉得心惊肉跳，仿佛自己面对着一团暴虐的雷光。清河和小青看着现如今的方毅，露出了满意的微笑。不得不说，我们狐狸的眼光就是好，一下子就挑出来一个好苗子，一大一小2只青狐狸，恬不知耻的自夸。现在来说的话，你原本适合庚金剑道的飞光就需要微微重铸一下了。清河扣下了方毅的飞光，表示需要调整一下，让方毅过一阵子来寻找自己。方毅只能安抚了一下飞光。不过走之前，小青向自己的本体建议，也应该着重培养一下方毅的武道方面。这小子将无间钢煞和紫雷煞都磨练入体，肉身强度更可以堪比筑基后期的体修，这可不能浪费啊。清河闻言也赞同地点点头。没过多久，清河想了很久，终于从自己的珍藏里找出来了一部武道道法——虚空崩解正法。这部武道道法是目前来说最适合你的，你拿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吧。一道散发着暗红色的光芒坠入了方毅的识海中，方毅只觉得脑子忽然微微一涨。离开之前，清河还十分贴心的关怀道：还需要灵石吗？我这些年也攒了不少，一并给你小子修行去，可不能因为没有灵石而导致修行进度缓慢啊。可方毅随意摆摆手，笑道：清河姐，我最不缺的就是灵石了。离开了云阳山，回到了真武山宗子殿，方毅将灵力注入大殿玉牌，霎时间大殿关闭，将外面络绎不绝想要拜访他的弟子和外门执事都拦了下来。看着紧闭的大殿金门，众人四下相望，只觉得一阵茫然。半晌，有弟子悠悠开口：咱们这位宗子还真的是一心向道，这还没有过多久呢，就再次闭关修行去了。可不是，宗子毕竟是未来的掌门，可不得好好加油修行呢。可是现如今这灵机贫瘠，宗子枯坐也没有灵气供应啊。哎，这你就不懂了吧？宗子殿所在的山峰与灵脉是连接在一起的，根本不用愁灵力供应。一时之间，门口处的弟子们议论纷纷，眼神之中都是艳羡之色。咻！一道土黄色的剑光落在了人群当中，显露出欧阳广元和叶青青几位内门弟子的身形。叶青青听见一轮，俏脸含煞，冷冷扫了一眼，冷声道：外门弟子此刻不修行做任务，聚在一起嚼舌根。叶青青平日里会接给外门弟子讲到的任务，威仪自然是最重的。他一个冷眼，众弟子们都不敢吭声。欧阳广元也站了出来，朗声道：宗子乃山门希望，有如此向道之心，乃弟子楷模。散去吧。欧阳广元在弟子们的心中威信力很高，他一开口就无人再敢堵在这里。弟子们散去之。他们这些内门弟子看了一眼宗子殿的大门，互相对视了一眼，都是面面相觑。欧阳广元也叹了一声，他本想找方毅交流一下剑道修行，毕竟他对于剑气如虹的境界也是神往已久。可谁能料到方毅直接再次选择闭关？可又谁能想得到，此刻他们心目中的宗子已经回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正在家中收拾行李，准备大学生活了。耽误了许久之后，玄武学府的新一年度的学期就要开始了，方毅这位特招生也该启程了。临行之前，小姨周婉如抱着方毅，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眼神里都是骄傲与关切。他不是武者，
但也知道自己的外甥走上了一条充满了荣光与荆棘的道路。好好的，好好的。周婉如抱着方毅，泪水涌了出来。表弟蔡康在一旁，眼眶也是红红的。不远处，姨父蔡武在抽烟，只是眼神也停留在方毅的身上。方毅一一道别，然后坐上了非洲，与罗成一块走了。耳畔是狂风在呼啸，心中是野心在咆哮。碧蓝如洗的天穹之上，一艘外表类似于玄武模样的非洲正在高速飞行，目的地则是玄武学府。方毅坐在甲板上，看着头顶上那一层淡淡的荧光薄膜，露出思考的神色。地心上一共有4大势力，盘踞东方地界的诸夏联邦，奉行的乃是法律治国。武者虽然有特权，但也在可控范围之内，必须要得到联邦武管会和武道部的管控，而且必须遵守联邦法律，奉行联邦统一调令。盘踞在西方地界的是圣光星联盟，奉行的是武力至上，旗下主要都是西方人种，科技水平比诸夏联邦这边还要高出不少。据说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较好的科技水平极高的异族盟友。除此之外，还有盘踞在大海群岛的势力名唤莫特亚，盘踞在南美洲的区域的失落之乡。非洲之上，不仅仅只有方毅一个特招生，其实还有罗成在于其他基地市特招过来的天之骄子们。就在方毅发呆想着事情的时候，忽然察觉到一股如寒梅般冷冽的气息出现在身旁。方毅转头看到了一道倩影，那是一位清冷的女生，穿着一身黄衫，鹅蛋脸，一双闪烁如星的美眸，瀑布般的浓发，气质却如同冬日的寒梅一样。方毅定神看着对方，他也看着方毅。你好，女生轻声开口。方毅也很礼貌，客气地点点头，便不打算回应了。可谁知这女生虽然气质清冷，可言语却有些热情。见方毅没有主动开口的意愿，竟然主动坐到了方毅的跟前，露出一排洁白的贝齿，轻声道：我名唤冷月梅，是寒风基地市冷家的人，也是今年玄武学府的单招生。冷家，寒风基地市。方毅曾经看过，那是一座位于联邦北部临近交界处的2级基地市。冷家是当地有名的武者家族，据说也有一位王者，但是好像也陨落在于异族的大战之中。方毅，和你一样。方毅惜字如金。冷月梅似乎对方毅冷漠回应微微不满，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因他主动上前，本就是想要和方毅结交一番。既然已经互相报了名字，那我们就是朋友了。冷月梅伸出皓白的素手，笑意盈盈地看着方毅，道：我想邀请你在接下来的分院考试中互相结盟，守望互助。方毅闻言当即一愣。冷月梅见方毅这副反应，也是反应了过来，迟疑问道：瞧着你这个反应，你似乎不知道分院考试。方毅诚实的点点头，他的确是什么都不知道。冷月梅当即扶住额头，心道自己终日打雁，总算被雁啄瞎了眼睛。本来以为这个长得英俊的同学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谁知道对方连分院考试都不知道。冷月梅，你太大意了。不过冷月梅并没有表现出来，而是转念一想，对着方毅道：瞧着你应该家族没有长辈了解过，我跟你说说。方毅还以为这女生要嘲讽自己呢，结果竟然热情的给自己介绍了起来。看来并不是所有女生都像那个杜月儿那样的蛮横无理。谢谢。方毅真心道。不客气。冷月梅看着方毅那展露的笑颜，心中微微惊艳了一下。没有错，她冷月梅虽然看上去生人勿近，却是一等一的颜狗。方毅的容貌正好长在她的审美上。冷月梅微微平复了下心情，坐下为方毅介绍道：玄武学府是联邦顶尖学府，师资力量雄厚，每年顺利毕业的毕业生在联邦政军或者商界都是香饽饽，所以学府选拔人才基本上都是采用的海量选取和特招。学府里一共分为5个院，每个学院的风格特点都不一样，所获得的资源支持力度也不一样。好的学院自然是需要我们去争取，就要表现出自己的潜力，获得好学院好导师的青睐。可联邦到底还是太大了，尽管都是矮个子里拔高的，可依旧有不少竞争对手。于是乎便有了这分院考试。方毅闻言不由得点头，果然这无论到哪里都有竞争。联邦依靠的就是人口基数大，所以矮个里拔高的总会有突出拔萃的天赋之人。可学府的资源和师资力量是有限的，你若是想要得到更多，自然是要表现的出色，这样才会得到更多的培养和关注。这一点很公平。那这分院考试怎么个考试法呢？方毅问道。冷月梅继续道：考试内容很简单，自然就是寻一处不大不小的地方，让你们去其中对战也好，击杀异兽也好，总而言之就是表现出自己的战力、智谋等等方面。表现得越出色的学子，被那些强大且有名的导师选中的概率也会增加。明白了，还是那套是吧？其他3大学府也差不多吗？差不多的，都是换汤不换药。冷月梅笑道：你是不是觉得很无趣？但是你又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简单粗暴但是很有效的方法。方毅点头。那你找我结盟，是觉得接下来的分院考试，生怕自己进不了心仪的学院是吗？方毅忽然明悟了，看着冷月梅。冷月梅有些不好意思的摸了摸小巧的鼻子，干巴巴的笑了2声，被你猜中了，实则是因为这次分院考试里面来了不少怪物，我实在没有太大的底气。怪物？方毅忽然来了兴趣，他之所以来这玄武学府，不也是为了认识更多的人，见识更多的事情？可正当方毅要仔细问问的时候，忽然非洲开始剧烈晃动了起来，全部人都感觉自己的视网膜有着光芒一闪而过，随后便是强烈的晃动。非洲开始响起警报，可非洲所有人都没有这个心情去管这警报声，而是全部人都呆呆地看着西北方的那一道如同传说中的神魔模样的巨型水流巨人，抬手举起一柄通体由蓝色水流凝聚而成的长枪，往虚空一甩。下一刻，虚空洞开，露出了一个黑色的小世界，其中有方毅熟知的夜叉一族。夜叉一族世界发出凄厉的惨叫声，然后被这一柄蓝色长枪洞穿了世界核心，湮灭的无声无息。不知何时，罗成出现在众人后面，缓缓道：都看到了吗？那就是王者。初次亲眼看见王者战力出手，方毅的心中十分震撼。
就连耳坠里的小青也慢悠悠道了一句：“虽然你们踏上武道的时间还短，但也算是有点成果。”后半句小青没有说，因为她怕说出来会伤害到方毅的自尊。相比于地心的武道，太玄界的武道水平巅峰的时候是整个地心武道都望其项背的。看着一众特招生们痴痴的眼神，罗成心中满意。初次面见这毁天灭地一般的王威，想必应该可以在他们的心中留下一个变强的种子吧。不一会儿，有特招生忍不住开口问道：“罗老师，那是苍兰王阁下吧？”罗成点点头道：“确实是苍兰王阁下出手。你是想问为何苍兰王阁下为何会抱起出手对吧？”那人点点头，眼中带着好奇。罗成笑了笑，用着自豪的语气道：“那自然是因为夜叉一族已经严重损害了我们联邦的利益，我们必须以最为强硬的态度反击回去，不然这些记不住教训的异族会觉得我们人族好欺负的。”这最后半句话，方毅清晰地感知到了罗成露出洁白的牙齿，里面是满满的血腥味。不过方毅也很是赞同这一点，虽然人族一直处于颓势，但万万不能露怯，因为面对异族，你必须强横，若是不强横，暴露自己的软肋，则会面对更加过分的欺压。说回正事，这一打岔的功夫，方毅身边正侃侃而谈的冷月梅就不见了。方毅耸耸肩，也没有多在意。不急，到学府之后可以找人再打听。可没过一会儿，冷月梅忽然又回来了，笑意盈盈地看着方毅，眼中似乎有疲惫，不过弹性倒是还不错。锵锵，我又回来了，不单单是回来了，手上还端着2杯冷饮。方毅有些错愕，倒觉得这姑娘是个性格不错的人。非洲经过之前的能量波动之后，慢慢恢复了平整。方毅和冷月梅坐在窗边侃侃而谈，不过中途加进来了一个灰色头发的小伙子。小伙自称陈浪，自如其名，说话风格十分浪。冷月梅一看这家伙，就忍不住翻白眼。陈浪开口的第一句话就差点让方毅绷不住。我操，这位同学，你长得有些太逆天了吧？方毅一愣，下意识说道：“这啥意思？”闻言，陈浪甩了甩自己的飘逸的秀发，笑呵呵道：“因为我就是颜值天花板啊！你长得比我还帅，不就是逆天吗？”方毅一愣，颇为无语地看着这家伙。好家伙，这真是够厚脸皮的。陈浪似乎知道方毅和冷月梅在谈论什么，一番插科打诨之后，笑呵呵道：“刚才我就听见你们2个在谈论分院考试了。月梅的消息是2手的，可能已经过时效了。我这里有个1手的，要听听不？”月梅，方毅回过神来了，眼神在2人身上流转，意义不明。冷月梅急忙解释道：“别误会，我和这个贱人没有什么，只是家中长辈是故交。”方毅点点头，没有说是什么。倒是陈浪听见青梅这般说，当即十分浮夸的露出了一副伤心透了的神情，还故作偶像剧里的浮夸表演，对着冷月梅伸出一只手：“月梅，你竟然这般说我，原来这么多年的情谊，我在你眼中竟然是这样的人，太伤我的心了，别拦我，我要去死！”冷月梅连翻好几个白眼，抬手就是一个耳刮子，啪的一声，清脆的耳刮子在陈浪的脸上留下一个清晰的掌印。陈浪的眼神瞬间正直了起来。不好意思，稍微有点跑题了，我给你们说说看这第一手消息。方毅表情古怪，总算是明白冷月梅为啥说陈浪是个贱人了，这性格真的是有些贱贱。随手拿了一杯冷饮，陈浪缓缓诉说了起来：“咱们玄武今年特招生一共是162人，无一不是各个基地市的天骄，其中就包含玉树临风、风流倜傥的陈浪浪少我了。嗷呜，月梅你踩我脚干嘛？”冷月梅冷冷地看了一眼陈浪，眼神泛着杀意，说：“重点。”好嘞，其中要关注的就10个人：苍兰王的独子都泽瀚海，南荣老侯爷的孙女南荣东瑶，天山罗家的罗毅，红叶吴家的吴风元，流星武馆的关流，榆木郑家的郑白。除此之外还有白玲玲、蔡元德、玉瑶和石莲。这些人无一例外，要么就是出身武者世家，要么是武馆背景，亦或者是联邦的剑帮家族的嫡系成员，更有甚至乃是万万人之中才出的精神念师。所以这次的分院考试被誉为近10年来天才云集最多的一次。10个名字，10个天之骄子，而且无一例外都不是等闲出身，更是特招出来的天才中的天才。不单单是方毅表情微微严肃，冷月梅的俏脸上也是凝重了不少。陈浪掌握的消息显然比他的更为全面。当然，我这也是昨天才得到的。陈浪补充了一句，距离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学府散落在联邦各处的特招使者，说不定还能找到更加稀少的天骄。方毅点点头，旋即想到了一件事情：都泽，这个都泽瀚海该不会是……陈浪打了一个响指，赞赏地看着方毅：“恭喜你答对了，这位都泽瀚海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位如神魔一般的苍兰王的独子，真正的天之骄子。这次玄武学府耗费了心力，找到的未来的王者种子，称王级强者。每一尊王者都是联邦的中流砥柱，战略级人物。这位都泽瀚海有着如此深厚的背景，真的是让陈浪这些特招生们感到巨大的压力。这还不止呢。”陈浪神神秘秘道：“据我的消息网得知，这位都泽瀚海的武道天赋据说还在苍兰王之上，学府已经传闻专门为他制定了培育计划，争取培育出下一个青出于蓝胜于蓝的2代苍兰王，当真是一位强劲的对手啊！”非洲于天穹之上飞行了大概3日的时间，特招生们一开始还觉得有些新奇，可后来伴随着飞行时间的加长，大部分人都有些不耐烦了，但是他们都不敢表现出来，只是气氛相比于一开始的激动不已，明显已经冷淡了许多，甚至有些焦躁。罗成将这些看在眼里，也不着急解释，因为玄武学府所在之地就快要到了。忽然有人惊呼了一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不好，我们要撞击了！众人猛地看向前方，果然清晰可见，
非洲已经飞行至一处高大的群山之中，前方不足1000米处就有一座奇高无比的山峰，而非洲此时此刻丝毫没有要上升的迹象，反倒是直愣愣地朝着山腰中部撞去。一下子，非洲上的人都恐慌了起来，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是来上学了，怎么好端端的就要撞击了呢？一瞬间，整个机舱内部都响起一道道不小的声音，有人甚至已经打算要跳机了。不过这个时候，罗成的声音在众人耳畔响起：“凝神静气，不要恐慌，学府到了。”在所有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自己所乘坐的非洲直接撞在了山腰的位置。但预料之中的人毁机王并没有出现，反倒是众人瞪大了眼睛，看着原本布满了奇石怪木的大山，忽然泛起一阵水波。再然后，非洲就出现在了一片陌生的空域中。这是史境，到底是从上百个基地室中挑选出的天骄？很快就明白了过来。方毅也是恍然，刚才那应该是史境入口了，没想到玄武学府竟然身处在一处史境入口。但这种想法还没有持续多久，众人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得无与伦比。下方并不是陆地，而是一片海洋，海洋上密布大大小小、星罗棋布的岛屿，有的植被茂盛，有的只露出光秃秃的岩石，如同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碧海之中。半空中传来一声声悦耳的鸣叫，那是一只只长着绚丽羽毛、身形矫健、目光灵动的海鸟。扑通扑通，海浪翻滚的声音自海面上响起，一群看不出模样的海兽似乎正在海洋表面一起追猎食物。非洲的防御光罩缓缓落下，带着一丝丝腥味的海风席卷在方毅的口鼻与发丝之间，那是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是方毅在陆地上没有过的感觉。其他人看着如此绝美的一幕，也不自觉地惊呼了起来。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看过大海的，大海总是有一种让人不由得感慨自然壮丽的奇特能力。到了，罗成站在非洲的前面，语气平静道：“到了，学府所在地，终于要到了是吗？”众人开始远眺不远处的海平面，终于，碧蓝的海平面上露出了一抹翡翠绿意。那是一处巨大无比的岛屿群落，周围围绕着大大小小数十个不等大小的岛屿，如同守卫一般，共同拥护着中间那一座悬浮于天空与水域之间的巨大的建筑群落。那是一片充满着金属科技感，但风格做成了类似于古代书院风格的建筑群落，占地面积很大，其中有不少壮观雄奇的高大建筑楼阁。建筑群落的四方有一道道星河不断的垂落至下方的海域，更有一道晶莹光柱自中间再次将星河不断地带上群落之中，如此往复循环不止。不过让方毅震撼的不是群落悬浮于半空，而是那一条条垂柳之下的星河竟然是一处处灵气汇聚而成的河流。这等手段说明联邦对于凝练能量、灵气已经是有自己的成果了。臭死了，这风格太不美丽了。而这里的小青忍不住嘀咕道。方毅一怔，旋即明白了什么。小青这是变相感慨地心的生灵对于灵气的利用实在是太浪费了。非洲落在了建筑群落外部区域的一处非洲博台，在这里，方毅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先进的科技水平。非洲博台上无任何工作人员指引，有的只是一道道来自于灵脑的虚拟光线指令，指引着非洲停在正确的位置上。玄武学府，欢迎各位学子，愿你们在学府待的每一天，心情都是美丽的。一个盯着电脑屏幕的机器人站在不远处，对着走下来的方毅等新生露出了一个电子笑脸，声音带着特有的科技卡顿感，莫名的新奇有趣。不少人的眼中已经是异彩连连了。同学们排队领取念网终端。罗成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身边放着一个大箱子，里面放着一个个金属盒子。方毅领到了一个，打开一看，发现是一个指甲盖大小的耳机类的东西，通体是玄黑色，漩涡花纹。罗成介绍道，联邦的所有前沿科技产物在学府都可以看见。在学府之内，念网终端是极其重要的辅助工具，你们可以在上面网购、聊天、查资料、找朋友聊天或者参与授课等等。总之，你要在学府里生活，就需要念网终端。这东西也是跟你们绑定在一块的。洋洋洒洒好几百字，方毅大概明白了。带上念网终端，只听滴的一声，一道虚拟且只有方毅可以看到的屏幕浮现在眼前，眼前闪过一阵海浪般的花纹，跳出来了一个圆球，不断的波动着，发出悦耳的成熟女声。念网终端13589号开机成功，正在扫描佩戴者。滴，扫描佩戴者成功，学子库中查无此人，是否是新生？在这个悦耳的成熟女声的指引之下，方毅很快明白了念网终端的使用方法，也绑定成功。罗成这才心满意足的离开。离开之前，他嘱咐了一句，距离正式开学还有一段时间，在此期间，你们的安排，学府已经通过念网终端会下达给你们，多注意查看邮箱。回见各位。说吧，罗成脚下浮现出一张喷射青色伟焰的光板，潇洒离开。留在原地的新生们面面相觑，方毅也有些傻眼了。玄武学府很大，或者说这座学府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完全由先进科技水平组成的一个庞大的基地室，甚至比方毅原本所在的金海基地室还大了不止3倍。如此庞大的地区，自然拥有着庞大的人口。方毅随意在外围区域逛了逛，很快便看到了一些3两成群随意逛着的其他学子。嘿，方毅正疑惑着为啥还没有收到邮件的时候，忽然后侧方响起了女声，转身一看，原来是冷月梅、陈浪2人。哦对了，身旁还跟着一个熟人。方毅微微一愣，看着出现在这里的宁玲玲，表情有些错愕。宁玲玲，你怎么也在这里？这个熟人正是宁玲玲。宁玲玲如初次见面那般，扎着一个高马尾，穿着一件小短裙，下面搭配着一件连裤白丝，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有一种知性女性的魅力。她和一旁站着的冷月梅气质不一样，一朵雪梅，一朵春杏，看样子两女应该是认识的。冷月梅微微惊讶，看向宁玲玲道：“你们还真的认识啊？”宁玲玲笑了笑：“那当然，
我都说了，我们是同一个基地室出来的。在念网终端的指引下，四人来到了一处类似于饮品店的小店。服务方毅等人的也是一个盯着显示器脑袋的机器人，身穿着酒吧前台的工作制服，语气欢快。很高兴为各位服务，需要喝点什么吗？4杯冷饮端上来之后，四人落座。方毅看向宁玲玲，好奇问道：“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据方毅所知，宁玲玲似乎走的不是武者的路子，她不是在金海基地室当自己的集团掌舵人吗？宁玲玲白了方毅一眼，这话说的，我不是武者就不能出现在这里吗？说罢，后者抬手一挥，原本放在桌面上的4杯冷饮，竟然缓缓地开始悠悠荡荡的浮空。隔空操物，方毅有些意外，心道这小女生竟然是个精神念师。对了，精神念师也在各大学府的特招范围之内。这般想着，方毅看向宁玲玲的眼神不由得认真了很多。精神念师只要不是太废，晋升2阶之后，基本上都是联邦的骨干。这样的人，无论放在哪座基地室，都是万人追捧的。同样的，方毅又想到了另外一层，宁玲玲有精神念师的天赋，那今后岂不是可以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了？方毅需要把精力放在修炼上，已经是要分心了。自己也需要找个人帮自己赚取信用点，来购买更多的修炼灵材。之前和宁玲玲的合作就很不错，方毅觉得可以深入下去。宁玲玲对于方毅的重视也很受用，嘴角不自觉地勾勒了起来。一番解释之后，冷月梅说他和陈浪下来之后，一不小心失去了方毅的踪迹，刚好又碰到了可能认识他的宁玲玲，便一块寻找他。谈话的时候，4人的念网终端同时收到了一封邮件，上面标注了一个地点，显示新生都在此处居住休息。4人根据邮件显示的地点，轻松找到了那处地方。那是一座高大的建筑，通体充满着科技感，一道道纹路能量在上方流转不息。站在高楼一旁的是扑面而来的充裕灵气。方毅仅仅只是站在面前，就感觉身体里的灵力微微凝实了不少。很显然，这里面也是接入了灵脉，或者采取了某种凝聚灵气的装置，对于武者和念师都有莫大的增益效果。方毅4人到这里的时候，建筑之下已经汇聚了不少人，大概估量了一下，应该都是同一批的新生。其中有几个人在气机交感之下散发着强悍的气息，让方毅都不由得为之侧目。果然也是有天才的。当啷当啷当啷，地面忽然裂开，其中浮现出一个通体由流动的银色液体汇聚而成的没有特定形状的圆球。一番变化之后，圆球变成了一个银色的机器人，那模样长得非常像方毅之前遇到的无相模拟傀儡。一阵悦耳的音乐声之后，众人看见半空浮现出那个如同海浪一般的圆球，波动之间传来了悦耳的女声。学府鼓励学子们良性竞争，这栋宿舍楼楼层越高，能量粒子浓度越高，无论对于修炼精神念力意或者气血武道都有极大的增益。摆放在各位面前的是无相模拟傀儡银，由联邦最新前沿科技银纳米科技重组成，可以承受100倍重力、极寒、高压高温等等恶劣环境。它的作用就是测试各位学子们的实际战力，请学子们不要藏拙，尽情释放自己的战力与其一战。系统将会根据各位的实际战力安排楼层编号。一阵哗然，汇聚在这里的都是各处基地室的天骄，平日里在基地室都是全程捧着的，谁能想到在这里竟然为了一个宿舍还需要经过测试安排？不过大家也只是微微错愕，并没有人出声反驳，因为众人都有着自己的骄傲。没一会儿，挤在前列的人群里忽然发出杂乱的嘈杂声。方毅等4人定睛一看，一位有着海浪般湛蓝卷发的，身穿一身波浪纹路的武道练功服，身高看上去差不多1.65米左右的男生，冷着一张脸走在了人群最中间。方毅轻声疑了一句：“少年班的吗？”武者锻炼气血，即便在16、17岁的年龄，身高也是个顶个的拔尖，男女普遍都在1.8米往上，甚至还有不少已经突破2米的。正因为这样，1.65米的个子显然有些激励合群。陈浪却在一旁低声说道：“别太大声说话，这位可是个狠角色。”方毅当即明悟了过来，苍蓝王的独子都泽瀚海。陈浪点点头。方毅重新看向那位个子不太高的都泽瀚海，眼神不由得凝重了不少，因为就在人群讨论他的时候，对方一弓身子，犹如离弦之箭，犹如一道带着白色气息的海浪，速度奇快地攻向了无相模拟傀儡银。双掌开合之间，带出如临深渊般的强悍气息，犹如海浪抨击。都泽瀚海微微伏低了身躯，化作一道碧蓝色的流光，冲向了银傀儡。高高跃起，风吹动他海浪般的卷发。只听砰的一声，他一只手掌甩在了银傀儡的胸口，爆发出一股白色的气浪，将周围靠得近的学子们都震退了好几步。听着反应速度和响声，起码可以凭空劈裂一个大青石。可见那银傀儡的胸口只是荡漾出一圈海浪般的波动，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见此一幕，都泽瀚海也微微有些错愕。然后下一秒，他的瞳孔猛地一缩，因为一只又快又急的钢铁手掌径直地从他的腋下猛地打向他的下巴。空气发出锐鸣，都泽瀚海及时的一歪脑袋，擦着他的脑袋而过，带起一丝头发。咚咚咚，都泽瀚海歪着头，3下5除2的跳到了不远处。银傀儡歪着头，脚下一蹬，如同一道银色流光欺身而上。一人一傀儡再次交上了手。银傀儡力大无比，出招又快又狠，同时防御还非常好，直接突出的就是一个悍不畏死的攻击模式。都泽瀚海的攻击好几次都狠狠印了上去，可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一点伤害。为了避免被这场战斗波及，周围的人默契的让出了一个空地。死了！银傀儡脚下一蹬，速度猛地暴涨，举起钢铁拳头，猛地砸向都泽瀚海的太阳穴。在这一刻，周围有人传出惊呼声，因为他们分明看见，只是非人的银傀儡在此刻竟然使出来一门类似于武技的动作。可这一拳注定是落空了，因为都泽瀚海已经开始认真了。他并没有选择躲开，
而是嘴角露出一抹微笑，旋即身躯微微一沉，利用自己比银傀儡矮上一个脑袋的优势，抬手就是一记格挡。下一刻，他的两只手掌之上泛起一层碧蓝色的气流，气流婉转灵动，将其两只手掌都紧紧地包裹住，犹如穿上了两只手套。缠绕着碧蓝色气流的手掌径直地与银傀儡的一拳来了个亲密接触。紧接着，众人瞪大了眼睛看着那只防御强悍的银傀儡的表面，陡然泛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浪，远比之前的还要强悍。这显然说明都泽瀚海的攻击强度已经可以对银傀儡的身体造成伤害了。等等，真力！有人认出来了，都泽瀚海的双手上缠绕着的那层碧蓝色的气流，分明就是武者突破至败将级之后才能诞生的真力。只有武者掌握了真力，才能被称得上是真正的开碑烈士。真力一出，一下子不少人的视线果真变得凝重无比，心中都想着，果然不愧是苍蓝王的后代，天资果真可怕。看他这模样，也就17、18岁，竟然已经凝聚出了势，诞生了真力，果然是天骄中的天骄。展现了真力之后，都泽瀚海也没有想着隐藏了，主打的就是一个速战速决。他双腿缓缓在地上一滑，步伐以一个极其奇怪的形式飞速接近银傀儡。方毅看在眼中，那步伐分明就像是冲浪，挪转腾移之间，银傀儡的速度再也跟不上都泽瀚海，甚至可以说是被耍得团团转。都泽瀚海双手一往前一抓，霎时间，周围众人只觉得他的气机变得如同海渊一般的沉重幽深，卷起了惊涛骇浪一般的气势，压向了那银傀儡。可银傀儡到底是死物，根本不受败将级的势的压迫，双手合掌就朝着都泽瀚海的胸口袭来。可都泽瀚海面对来势汹汹的银傀儡，只是微微一笑，然后抬手往前一抓，如同海啸般呼啸的攻势，霎时间淹没了对方。哒哒哒哒哒！片刻之后，众人看着散落一地，半个身躯重新变化成为了银色液体的银傀儡，眼中的神色充满着震惊和凝重。都泽瀚海所表现出来的战力实在是太可怕了，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新生第一人了。都泽瀚海学子，你的宿舍楼层是49层，天字2号房。哗然声当即响起，刚才已经有人数过了，这栋让新生入住的宿舍楼最高就是49层，也就是说，都泽瀚海的潜力和战力是被学府认可的。一时之间，无数双眼睛落在都泽瀚海的身上，神色各异，但后者只是沉默的点点头，然后踏入了悬浮电梯。都泽瀚海的离开获得了众人的目送。银傀儡的修复速度很快，没一会儿又恢复成人形了。测试继续开始。经历了刚才那一战，大家明白了一件事情：藏拙是没有任何用的，因为学府鼓励良性竞争，你表现得越好，所获得的资源就越好。你藏拙，反而可能获得的资源会差了不止一星半点。明悟了这个道理之后，人群中不少自认为自己应该上去好好表现的新生，眼中都闪现出了复杂的神色。可正当他们要行动的时候，又一道身形却比他们快一步，缓缓走向了恢复如初的银傀儡。陈朗和冷月梅呆呆地看着大步流星径直地走向银傀儡的方毅，眼神中都流露出了迷茫。冷月梅更是害自己这个刚看上眼还没有来得及下手的帅哥就这样遭受了毒打，更是要喊方毅回来，但他们两个都被宁玲玲给拦了下来。冷月梅不解问道：玲玲，你拦我干啥？你拦他，你老乡要上去受虐了。宁玲玲却摇摇头，语气淡然道：我了解他，从来不做无准备的事情，你们两个且看好吧。对于后面两女的议论，方毅没有放在心上，他现在想的就是一件事情，要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争取到更多的资源。站在银傀儡面前，方毅背对着几百双眼睛的注视，缓缓地伸出一只手。下一秒，那只手上陡然浮现出一道暗红色的气流。与此同时，他的气势从原本的清爽开朗大男孩，陡然变成了凶恶无比。周围众人只觉得气压在此刻都变低了。混雷掌！地面出现一滩银色的液体，方毅步伐轻松地走上了悬浮电梯。方毅学子，你的宿舍是49层，天字1号房。对于其他人的反应，方毅并不在乎，他所在乎的就是展现出自己足够的潜力，获得更多的关注与投资。这般想着，方毅已经不再理会后面众人的声音，乘坐着悬浮电梯来到了第49层。踏入49层，方毅发现这地方果然是大得很。一排走廊之上，其中有5个房间，天字1号就是第一个。一路走去，方毅发现有人已经入住的房间门口的灯是亮了起来的，若是没有人入住的，就还未亮起。方毅来到了1号房间，推门而入。与此同时，2号房的都泽瀚海似乎听到了动静，正欲开口查看动静，却正巧扑了个空。房间内，方毅看到了一个较为豪华的宿舍，最让他感到惊喜的是，竟然自带一个不小面积的练功房。练功房里的灵气浓度高得过分。叮铃，小青从耳坠里跑了出来，大尾巴拖在身上，将其托举起来，开始汲取了一口超大容量的灵气。灵气如2根细长的烟柱涌入小青小小的身躯。片刻之后，小青发出一声满意的饱嗝，舒服地呻吟了一声，道：虽然这个什么鬼学府烂得一塌糊涂，但是这灵气浓度却还是可以的哈。舒服。方毅见小青这副模样，没在意的笑了笑。他在房间里转了转，最终在门口和窗户各处各自贴上了一张静音符和金光符，如此也算是稍微安心了一点。重新走回了练功房，方毅盘腿坐下，掌心朝天，闭眼开始观想。动真雷罡剑经虽然不算是顶尖功法，但是在一代又一代的剑功优先门人的优化之下，对于雷灵根的剑修也是一本上乘的法门。方毅没一会儿就进入了修炼状态。房间内充裕的几乎要液化的灵气化作几道烟柱，从他的4肢百骸之间源源不断地涌入其中。丹田气海内部，那处如同灵力湖泊里的液态灵力也在源源不断地持续增加。更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此刻修炼中的方毅体表竟然生出一道道跃动的雷光，犹如一只只雀跃的雷蛇四处蹦走。噼里啪啦，源源不断的电流滋啦声不断地从方毅的体表泛起，
室内更是响起一阵阵龙吟虎啸的声音，仔细听上去，很明显是从方毅的体内穴窍中传出来的。某个时刻，方毅忽然睁开双目，虚空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发出一声轻微的雷霆炸裂之声。还真的是玄奥异常啊！方毅嘀咕着，伸出右手，看着自己的掌心，噼里啪啦的声音不断的传来，赫然是灵力已经具备了几分雷霆的气性。食指与中指并作一块，随意对着不远处放着的一个抗击打机器人一指。下一刻，一道雀跃的湛蓝色电光剑气自方毅剑指中迸射而出，将抗击打机器人的胸口戳出了一个焦黑的小坑，洞穿力足够，还带有麻痹效果，是我想要的。隐隐约约之中，似乎还带着几分破灭和破魔的效果。动真雷罡剑经果然是适合自己的。方毅高兴之余，神识内视自己的丹田气海，气海之中，一道微型元气小剑不断沉浮，灵力不断的洗炼。这正是动真雷罡剑经入门的标志。现在我的实力应该是在筑基2层了。讲实话，这实力增长的是有些快，可谁让整个地心的灵气浓度都高得过分了呢？在这样的高灵环境下，方毅的身体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自发的汲取灵气，扩充丹田气海，想不快都难。修仙这边暂时休息，方毅开始捣鼓起武道来了。登录念网终端，方毅登上了学府的新生论坛，在其中找到了一些关于学府课程的消息。具体应该学习何种功法、武技，还是要看自己拜的导师根据学子的自身条件给出的建议。原来如此，方毅点点头，打算修行武道。至于武道功法，则是清河姐给他的虚空崩解正法。据说这是来自建功剿灭的一个上古武道道统的正宗秘法之一，乃是仙界武道天人所创，玄奥无比。修炼至大成，甚至可以打碎虚空，肉身横渡星海，当真是无比强悍。但对此，方毅只是一笑了之。如此强大，还被建功剿灭了，说明还是有水分在其中的。稍微吐槽了一下，方毅开始了武道的修行。这部武道功法其实也是由心法和武技组成。心法默念在心，真力从四肢百骸中源源不断的涌出，让方毅的气血如龙龙黄河一般轰隆作响，周身百窍也是在这一刻开始亮了起来。一股磅礴的威压自方毅的体表浮现，将周围的灰尘颗粒都镇住了一瞬间。武技有3种，分别是虚灵身法，大成之后可以自身进入虚空，实现短暂位移；六灵魔拳，观摩6中太古凶兽，凝练起精神，融合进入武道之中，每一种拳都有其妙不可言的地方。最后便是杀招虚空崩解。据说大成的虚空崩解，一拳下去，空间如同镜子般碎裂，敌人根本无处可逃，只能被崩灭的虚空乱流吞噬，成为了其中的烟尘。方毅看完了之后，心中不由得感到高兴，这正是他想要的武道。他正式开始修炼，隆隆气血如长河轰鸣，周身四肢百窍齐齐大放光明，一举一动自带一股强悍的武道意志。若是有外人在此，恐怕会被方毅一拳给镇压下去。殊不知，外界此时也被方毅刚才的表现镇压了下去。方毅陡然爆发真力，更是比之前的都泽瀚海更强，仅仅一拳就把银傀儡打回了完全的液体形态，着实将所有人都给震惊住了。其中更包括不少观察这批新人的学府大人物。在学府的正中心，方毅的资料摆在了他们的桌前，从出生到现在事无巨细。许久之后，有人轻轻叹了一句，还不到17岁的败将级，甚至凝练出来的真力水准也是极为优秀，就是不知道他聚合的事是如何的。闭眼穿越，方毅看着宗子殿内华丽的陈设，以及那一张贴在大殿大门之上完好无损的金光符和静音符，心中平静。真武山对自己这个宗子果然看重，自己消失的这段时间，根本无人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太玄界了。这般想着，方毅随手一挥，灵力涌动，将宗子殿的大门打开。却见大门一打开，3道闪耀着灵光的传讯符飞越自己的身边。方毅一愣，旋即一一查看了起来。没一会儿，宗子殿的大门砰的一声打开，一道湛金色的剑光飞出，直奔宗门大殿。此时，宗门大殿内一片肃穆，10位宗门长老此刻只剩下5位，其余5位的位置全部都空了出来。方毅飞进来的一瞬间，就把那5位不在的长老的信息一一在心中掠过。都是筑基后期的长老们不在吗？更让方毅意外的是，被誉为唯一一位下一任掌门的思阳长老的位置也是空的。方毅心有所感，知道多半是出了什么变故。他一出现，长老们就有所感。齐王星的神识第一时间扫过方毅，当其察觉到方毅的气息再次强大了不少之后，如枯木般的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意。很好，方毅，看来你果真是传说中的活元之体，竟然长进得这么快。其余长老们也是看向方毅，眼神中的情绪各异，但毫无意外的是，都是正面居多。方毅对着诸多长老们见过一礼，然后问道：“可是其余6派出现了什么变故？”传讯符里只说有变故，如出关，请尽快前往宗门大殿，但具体什么是没有说的。面对方毅的提问，他的老师高柳第一时间站出来，神色冷厉。就在前不久，血河谷以极快的速度击败了金刚寺，如今那座千年古刹已经化为了一片火海灰烬。方毅微微一愣，血河谷击破了金刚寺的山门，这么魔幻？似乎见方毅有些错愕，高柳又解释道：“东益州7宗门的实力，要数我们真武山排名第一，其次是血河谷，在之后是白云观、金刚寺、药王谷、灵阴门、青衣楼。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一直相安无事，维持着东益州的和平。但前不久，血河谷不知道发了什么疯，全宗出动，奇袭了金刚寺的山门，更是动用了宗门抵御。我们真武山第一时间赶了过去，但局面十分不妙。莫非这血河谷有外援，亦或者实力暴涨？”方毅很快有了联想。齐王星点点头，接过话题：“确实如此。那司马朝这么多年一直被我压在下面，这次出现竟然也是突破了，达到了结丹后期的实力。
他手里那柄化血神刀也成为了2阶巅峰的法器，与我的真雷剑不相上下。更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血河谷全宗门上下的实力水准似乎也都翻了一番，个个下手狠厉，当真是不留任何活口。击破了金刚寺的山门之后，血河谷的弟子在荆州大肆杀戮凡人，凝练精血，已经造成了不下数十万人的杀戮罪孽了。再这样下去，恐怕我们凉州也不能幸免。唇亡齿寒的道理谁都懂，血河谷这实力忽然暴涨，更是表现出来极强攻击性和杀戮欲望。真武山不得不认真考虑，对方的目标是否也有自家山门。方毅微微思考了一下，继续道：那思阳长老们现如今已经和血河谷交上手了吗？是的，思阳师兄已经率领了3波弟子，联合就近的白云观和灵阴门，与血河谷的先锋军与连峰山脉交上手了。战局如何？方毅继续问道。齐王星微微摇头道：不太妙。血河谷的化血书修炼有成，可以凝练出污秽法器灵光和肉身的血雾，如今血祭了数十万的凡人，血源储备更是充足，我们3宗联军才堪挡住他们的凶猛的攻势。方毅不由得也微微皱眉，他也想起来上次遇见的司马官，后者一手的血道法术当真是难惹，要不是遇到了方毅，说不定进入下一层的就是他了。对于战局什么的，方毅不做过多的评价，而是看向齐王星，神色平静道：掌门请下令，我这就带队去支援思阳长老。齐王星十分满意地点点头，他要的就是方毅这个态度，这才说明了当初自己的眼光是没有错的。方毅对于这场战争并没有太大的意见，又或者说其实他还是蛮期待的。剑修的无双都是建立在敌人的鲜血与性命之上。再说了，自己现如今也需要好好的磨练自己的武道了，就拿那群血河谷的弟子们来练练手吧。连峰山脉地处血州、云州和秀州的交界处，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再加上独特的环境，是3国重要的药材来源和猎物来源。可现在往日里绮丽壮美地连峰山脉却到处充斥着战火。咻，10几道破空声传来，一颗颗闪耀着红光的血色弹丸被散落至一队穿着真武山服饰的弟子群中。有人大喊一声：血道阴雷，起阵！下一秒，一道道同源的灵力按照特殊的运转轨迹链接在一块，一层土黄色的光照浮现，将真武山的阵营都笼罩在内。轰轰轰！血色的丹丸在接触了那土黄光照的下一刻，轰然炸裂，一道道散发着腥气的血色阴雷爆炸，威力之大，甚至将光照都撼动了的摇摇欲坠。但阴雷的数量终究有限，而阵法则是有源源不断的地气加成。可还没有等联军的脸上浮现出笑容，一道血色刀光于空气中一闪而过，20几位联军弟子的上半身高高飞起，血液喷射而出，以溪流的方式汇聚在一个披着血袍、神色苍白的年轻公子的手中。年轻公子看着手中逐渐凝练的血珠，苍白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的微笑，果然还是修士的血液最好喝呀。说罢，他张嘴吞下那颗血珠，脸上浮现出病态的潮红，周身的气息陡然又强悍了几分。真武山的阵法是给力，但你们的修为实在是太低了。年轻公子化成一道血光，手中操控一柄血色刀锋，无情地在战场上游走，专门挑那些落单的联军小队。一时之间，数个小队都被其偷袭杀死，血河谷的气焰更是膨胀了数倍。反而知的是，联军的士气不断的低落。连峰山脉某处阵法覆盖之地，真武山、白云观和灵阴门3宗的领队都凑在一块，身前摆放着一块巨大的沙盘，上面映照着的正是战场各处的场景。此时，战场沙盘之上显示，代表着各个联军小队的生命图标正在不断的消失。这毫无疑问就是有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进行偷袭，并且实力超出了联军小队的实力，起码是筑基期，而且很有可能是余家的血子之一。灵阴门的代表紫姑脸色很是难看的推测道：我倒是觉得可能是司马家的，毕竟这些年来司马家一直霸占着掌门之位，很明显得到的好处更多。白云观的柳河却有着不同的见解，但两人都未争执，而是在思考着对策。血河谷内以2家为尊，司马家和余家2家不相上下，这些年来不断的交替执掌血河谷，修行的都是化血术，可谓是正统的魔道门人。可无论是哪一家的，现在都不允许他们继续大肆杀戮联军了，否则到那时恐怕联军的其他小队都会不战而逃。就在这时，战场沙盘上的某处，一个代表着联军小队的图标猛地亮了起来，一道血点在遇到这个联军小队之后猛地亮了一下，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一直未开口的思阳这才露出笑容道：既然他们血河谷都敢派出斩首小队了，那我真武山也不敢示弱。我门下欧阳已经加入战场，此刻已经在狙击血河谷的血子了，还有我真武山宗子已经在来源的路上，各位放心即可。其他2家对于真武山的宗子都有所耳闻，毕竟上一代的宗子就是思阳，思阳的战力在他们这一辈也是力压群雄的。只是沙盘之上这时忽然出现了变故，陡然出现了数个血点，都像是收到了某种召唤一样，纷纷朝着战场某处袭去。如此变故陡然让3人脸色沉重，子姑当即想到了什么，脸色极为难看。不好，他们这是要聚集战力，一口气灭掉我们3宗最强的那一批弟子，必须马上吩咐其他弟子去救援。可就在这时，外面的天空上陡然浮现出一道阴冷的声音：只会躲藏的3宗之辈，受我一式化血神刀。刹那间，天空之上风起云涌，一道道凝练的血液与半空中交汇融合，形成了一道遮天般的血色刀锋。刀锋之上弥漫着道道血气，从中还能听到各种冤魂的惨叫声，那凄厉的程度当真是让修士的神魂为之颤抖不已。刀锋缓缓落下，发出凄厉的惨叫声和无人法力的血色波动，方圆数十公里的生灵在这一刀锋之下无声无息之间被抽干血液。阵法内部，思阳陡然双目一亮，身躯变成了一道闪电，手中提着一柄3尺清风。司马仙，
你别太得意。于是乎，一道青色的剑气冲天而起，那道血色刀锋相撞，将方圆百里的地皮都掀起，乱飞出百里开外。大战瞬间打起，三宗联军的高端战力被司马欣一人牵制。凌云门的紫姑则乘机化作一道白色流光，飞快地朝着刚才阵盘上显示的地点飞去。那里的都是三宗的良才，可不能就此全部陨落啊！与此同时，连峰山脉的百里开外，一道湛金色的剑光在天空划过一道曼妙的弧线，剑光之中的正是方毅。本来方毅是与宗门来源的云舟一块飞去战场，但是他嫌弃云舟的速度实在太慢了，再加上他心中对于战场的渴望程度已经很高了，索性一人提前奔赴战场。百里之地很快就飞出。方毅看着已经化为战火的山脉，目光炯炯，双眼之中都是兴奋之色。小青浮现，嘴角撇了撇，道：“小小弹丸之地，还打生打死？”方毅不语，他只是拿出了一面玉牌，上面显示周围零星的光点，那是真武山弟子的标识。飞光去！湛金色的剑光朝着最近的光点掠去，那是一位真武山外门弟子，此刻正在被3个血河谷的弟子追杀。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命丧黄泉之际，一口湛金色的飞剑洞穿了3个血河谷弟子的胸口，然后方毅定定地出现在他的身边，语气平静道：“没事了。”那外门弟子是见过方毅的，此刻看见追杀自己的3个敌人竟然不是自家宗子的一剑之敌，脸色涨红，心情颇为激动。谢宗子救命之恩！方毅点点头，留下一瓶疗伤丹药，再次化作剑光而去。周围依旧散落着真武山的弟子。方毅化作的湛金色剑光犹如死亡的刀锋，不断地洞穿血河谷门人的胸口，收割着他们的生命。慢慢的，方毅在拯救的门人口中逐渐了解到战局现如今的形势，不太乐观啊。血河谷这边一口气出动了3位金丹真人，司马家的2位，余家的1位。3位金丹真人修行的都是血道化血书，甚至还血祭了10万凡人，用其精血和魂魄布置下了2阶极品阵法血河散魂阵。这阵法一起，到处弥漫着污人法力的血气，其中还孕育着道道枉死的7粒鬼魂，遇到活人就会一拥而上，将其撕成碎片。联军被杀得节节败退。更让方毅为之揪心的是，欧阳广元他们此刻似乎正在收到血河谷精英弟子的围攻，已经是危在旦夕了。方毅那处宗门玉牌径直朝着那个方向掠去。在他赶到的时候，欧阳广元手持金色灵剑，坤元剑道发挥出最强悍的防御力，立起一面虚幻的由灵力构建的奇峰，将他与一众弟子们守护在身后。奇峰之外，10几位身穿血袍的血河谷精锐弟子发出阵阵阴冷的笑声，手中法诀不断，召唤出血色刀锋和厉鬼，冲击着欧阳广元的防御。在污人法力的血河之力下，欧阳广元的防御眼看着就岌岌可危。这时，方毅终于赶到，他从天而落，对着血河谷弟子们抬手一指，湛金色的飞剑化作一道惊鸿劈链，霎时间剑气浪潮化作剑气风暴，带着破灭一切的威势，将血河谷弟子们发出的攻击都席卷而去，并且眨眼就洞穿了2人的胸口，带出2个亡魂。血河谷弟子之中，有人厉喝一声：“何人胆敢杀我血河谷弟子？”方毅冷冷道：“杀人者，方毅。”方毅抬手一指，空爆声中，湛金色的飞剑呼啸而出，再次洞穿了2人的胸口。所造成的伤口处，无数细小的湛金色的剑气肆虐，轰然爆开，将对方的尸首炸成一团血雾，再无复生的可能性。如此一幕，倒是让血河谷等人又惊又怒。惊的是，忽然杀出来这么一个剑修；怒的是，对方竟然敢当着自己的面，转眼就杀了4位同门。小子，你找死！其中一血河谷弟子勃然大怒，双手猛地一拉，手中浮现出一面血红色的小旗，旗上通体血红，上面有道道黑线，画出一个玄奥的纹路，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头昏眼花。他用力一摇晃小旗，几道通体血红，活像是剥了皮的血尸从其中跳了出来，伸出利爪，朝着方毅猛地跳了过来。看到这几具血尸，方毅微微一挑眉，眨眼的功夫，对方就跳到了自己的跟前，散发着馥郁且让人看一眼就头昏眼花、恶心的几乎要把肠子吐出来的香气。不单单是有气味攻击，这几具血尸的攻击力也是不俗。其中一具嘶吼着，张开大手就朝着方毅的脑袋袭来，刷刷刷！那大手之上滴落点点鲜血，还生着锋锐的利爪，显然可以轻易抓破一个修士的防御。那人见方毅站在原地不动，心中大定。这血尸乃是血河谷秘法凝练而出，取一个有灵根的凡人，在他最为得意忘形的时候，用最残忍手法折磨7749天，然后将其杀害，剥夺其魂魄，然后用血道秘法祭炼，最终才有这堪比筑基初期体魄的血奴，也是继承了血河谷法力的巫人气血和灵力的。轰隆隆，隆隆气血在轰鸣，周身百窍在发光。就在那血奴即将抓向方毅的脑袋的那一刻，一只青黑色、体表弥漫着暗红色气流的大手突破了空气的阻挠，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地抓住了他的脑袋。轰！一声爆鸣声响起，那张牙舞爪的血奴脑袋变成一滩碎肉，大手缓缓收起，方毅的缓缓睁开双目，眼中似乎有明灭不定的雷光。浑身缭绕着暗红色气流的少年缓缓出声道：“歪门邪道，安敢放肆！”气血在这一刻彻底爆发，如狼烟一般冲天而起。方毅缓缓一步踏出，站着的原地出现一个小坑，一道暗红气流眨眼的功夫在众人的眼中一闪而过，随之而起的是恐怖的空爆之声。剩下的那几具血奴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被一只忽如其来的大手猛地捏住了脑袋，微微一用力，变成了一滩碎肉。血奴被杀，放出去的血河谷弟子怪叫了起来，心中似乎在滴血。我的血奴，我要你死！那人怪叫了一声，浑身灵力暴涨，眼中杀意凛然。区区体修而言，还敢在我血河谷？呵呵！可他甚至还没有放完狠话，只听到耳畔忽然出来一道尖锐的声音，猛地一回头，只见一个暗红色气流的拳头陡然放大出现在视线中。
砰！如西瓜炸裂一般的清脆响声，他的脑袋被一拳轰成了血雾，随意一甩，鲜血散落一地。已经化身成为了2米多高，犹如魔神之躯的方毅，露出森白的牙齿，对着剩下的血河谷众人露出一个森冷的微笑。别紧张，很快就没事了。剩下的血河谷精锐弟子们见此一幕，只觉得头皮发麻，浑身冷汗不止。空爆声中，那犹如魔神之躯的少年带来的死亡的号角声，欧阳广元等人就站在不远处，呆呆地看着方毅一拳轰杀一个血河谷弟子。整个过程甚至都没有超过1刻。而在他们印象中，方毅被称之为杀招的飞剑，此刻竟然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边，轻轻地晃动起来。那模样看上去倒像是弟弟看着自家哥哥大展神威。欧阳广元。片刻之后，方毅伸出洞穿那人胸口的手臂，身躯缓缓变回了原本大小，重新变回了那个安安静静的方师弟。他走到了欧阳广元的身边，笑着打招呼：“欧阳师兄，没事吧？”欧阳广元看着方毅，心情十分复杂。情况就是这样的。欧阳广元将自己刚才遭遇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知了师傅思阳，其中重点描绘了方毅犹如天上战神降临般的威武和强大。他说完之后，思阳、子姑和柳河3位金丹真人看着一旁安安静静站着的方毅，眼中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色。柳河更是一脸怀疑地看着此刻安静的方毅，跟刚才欧阳广元口中那杀神一点都联想不起来。但思阳和欧阳广元是知道的，他对着子姑和柳河介绍道：“2位老友，这便是我们真武山这一带的宗子方毅。”方毅对2位金丹真人见礼。金丹真人享受500余年，不可不敬。穿着紫衫做美妇人打扮的子姑，一双眼睛更是盯着方毅，神采奕奕。真武山宗子果然不同凡响。一番简单的寒暄之后，话题回归战局本身。3位金丹真人开始商量起如何对抗血河谷那凶悍无比的攻势。现如今，我们已经失去了2/3的战局，若是还不能挫一挫他们的锐气，恐怕后面都没得打了。这一点，方师侄做得很好，斩杀了那10几位血河谷精锐弟子，着实解恨。欧阳广元朗声道：“最为关键的是，我斩杀的血河谷弟子的口中得知，血河谷的2大血子似乎都来到了这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屠戮我们这些弟子，左右战局。更让人揪心的是，对方似乎还想要扩大那血河散魂阵的范围，将我等所在之地也囊括在内。”几句话让众人的心情微微低沉。要是让这血河散魂阵再次扩大，那这场战争恐怕就真的不用打了。到那时候，3宗联军会溃败，甚至连活下来的人都没有多少。3位金丹出气的真人沉默了一会儿，不过很快就有了对策。思阳将方毅拉到跟前，语气严肃：“事到如今，只能方师侄你出马了。”方毅看着对方，平静地点点头。地星：千岛史境，玄武学府，新生天字号楼49层，天字1号房门外，顶着一头水蓝色海浪波纹头发的兜泽瀚海站在门前，神色微微凝重，来回敲击了10几下门。咚咚咚咚咚咚。可好一会儿之后，1号房的门依旧没有打开的痕迹。果然，能够胜过我兜泽瀚海的天骄，一定有其过人之处。他喃喃道。那天已经过去了几天，尽管兜泽瀚海高冷无比，但也从不同的渠道知道了那天有一个人比他表现的还要亮眼。这让本就骄傲无比来到玄武学府的兜泽瀚海心中生出一股不甘的情绪。他的出身是联邦年轻一代优越，所以这次进入玄武学府，他兜泽瀚海也是奔着学府新生代第一去的。只有那般，他才不会愧对自己的出身，不会愧对背后的家族，也不会愧对父亲对自己的期待。兜泽瀚海当然也没有狂妄无边，因为他明白整个联邦境内还是卧虎藏龙的，一定有不少家境比他还好，天赋比他还妖孽的天骄。可这一切兜泽瀚海有想过，可没有想过的是来得这么快。方毅出名之后，他那没有被隐藏的消息几乎都被有心人给传遍了，自然也是入了都泽瀚海的耳中。都泽瀚海对于方毅十分感兴趣，如果可以的话，他是想找方毅比试，组成武道搭子，今后一起进步。可一连来了好几天，天字1号房的门就没有打开过，这让都泽瀚海心中钦佩不已。不行，他这般废寝忘食的修炼，我也可以。想通了的都泽瀚海咬咬下嘴唇，飞快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开始了一天的苦修。与此同时，太玄界凡间俗土皇朝之间的战争尚且旷日持久，比凡人寿命更悠长的修士之间的战争，那也会被拉得很长的。在过去的10几天时间里，原本进攻勇猛无比的血河谷大军频频遭到狙击，所造成的影响甚至让他们不得不放缓了进攻的脚步。这归根究底在于3宗联军那边悄无声息地来了一个弟子，见到修为了得也就算了，炼体也强悍得过分。血河谷自视为中流砥柱的精锐弟子们，凡是遇到这人的，无不折戟沉沙，丢了性命。几次3番下来，血河谷的精锐弟子起码死了15人以上，寻常弟子起码死了超过100人。这着实让血河谷一方震怒。即便他们修行血道，抽取生灵的精血修行，远比正统修行汲取天地灵气来得快得多，可也经不起这般消耗啊。一番打听之后，方毅的信息被彻底公开。血河谷一方看到方毅那修行年龄和所展现出来的天赋，惊怒不已。这天，他们想出来了一个狙击方毅的计谋。连峰山脉某处，此处因其地势如一只巨大的乌龟，被当地凡人称呼为龟山。龟山不仅仅长得像龟，其山体内部有些还算充盈的地气，所以这里被3宗联军打造成了一个前沿基地。再次提起3个血河谷弟子人头回来的方毅，来到了这里短暂的修行。望着他肩膀上的伤势，守在这里的灵音门女弟子们纷纷惊呼，不由自主地围了上来。叮铃铃铃，悦耳的铃音响起，一道道青绿色的光芒笼罩在方毅的肩膀上，那骇人的伤势飞快地愈合，只是其中还弥漫着一道扭曲的血色灵力。站在方毅身旁的是一位女修，身穿青绿色的灵音门内门弟子服饰，挽着一个飞仙髻，体态婀娜多姿，气质如空谷幽兰。
此女名唤魏妙琴，乃是灵阴门内门弟子之一，炼气大圆满的修为。灵阴门乃修仙界中少见修行音律一道的门派，整个宗门上下几乎只收女弟子，修的音律之道，在治愈和抚慰精神方面，乃是三宗之中有名的好手。魏妙琴那皓白的素手之上，带着一串小巧玲珑的铃铛手链，分明是一件音律之道的法器。她神色微微凝重，不断的掐招法诀，摇晃着手中的素铃，为方毅治愈伤势。好一会儿之后，伴随着铃音的结束，那一道扭曲的血气终于是被剥离，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叫声，消散在空气中。魏妙琴这才停止了施法，抬手擦干了额头上的香汗，展颜一笑：“好了，方师弟。”方毅微微抬了一下胳膊，感受着完好如初的手臂，对着魏妙琴一礼：“有劳魏师姐了。”扎着狼尾的俊朗少年朝着自己一笑，即便一向自持不动男女之情的魏妙琴，也不由得心头微微触动，心道一声：这位方师弟当真是又能打，还长得好看。此处乃是龟山前沿阵地，魏妙琴与方毅还有其他2人乃是队友。两人开始分析战局。魏妙琴当着方毅的面打开了一道玉牌，上面有着附近的战局形势。他伸手指点了几个重新回归联军麾下的地盘，微微笑道：“方师弟当真勇猛无双，数日功夫，我军失去的阵地已经收回了1/3了。照此下去，击退那血河谷想必是指日可待了。”魏妙琴笑靥如花，说出的话让守在这处阵地的其余3宗弟子心中也轻松了不少，但他们更多的目光还是落在了扎着狼尾的少年身上，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这位真武山当代宗子才是这里最强之人。方毅无视众人各种目光，并没有顺着魏妙琴的话往下接，而是看了一眼战场局势，微微蹙眉道：“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乐观。”魏妙琴不解，方师弟可是看出来了什么？他是不太懂，但是他觉得方毅这般说一定有他的缘由。方毅指了指其中几个刚刚不久收回来的阵地，最后指向了其中一个阵地，那里名唤梧桐林。这梧桐林里木气充盈，我们要想将己方的青木地陈大阵成功施展而开，那就必定要夺下这里，当做阵眼之一。血河谷那方不都是庸才，相反的是，他们应该也都看得出来我们这边的想法。这梧桐林周围几处的阵地夺回的有些太过轻松了，我怕他们可能早就猜到了我们在梧桐林的打算，已经在这里设下了埋伏，早早的等着我呢。方毅沉声道：“所以我认为血河谷那边不会放任我的，他们一定在找我，想要一举除掉我这柄尖刀。”方毅将自己的猜测告知了魏妙琴，顺带也告知了刚刚从外回来的白云观的内门弟子姚豪。姚豪长得颇为高大，留着胡子，穿着黑色劲装，看上去不像是修士，倒像极了凡俗武林中那些走南闯北的镖头。姚豪沉吟了一会儿，觉得方毅说的颇有道理。血河谷的余家中人向来喜欢算计人，方师弟的猜测我也觉得有极大的可能，毕竟这阵子方师弟杀了他们太多的弟子了。修行穴道的血河谷门人速成的很快，所以弟子的数量一向是最多的，再加上余家和司马家2家向来不限制族人生育，所以也就生得更多了。但生得多不代表有灵根的人就多，这么多弟子丢了性命，血河谷也是心疼异常的。气氛一时间有些低沉，3人之外的那些弟子们面面相觑，神色都有些恐慌。这段时间待在这里的他们可算是见识到了什么叫做魔道中人。血河谷弟子擅长的攻击手段，驱使血奴、血道法术，各种人魂或者人骨制作而成的法器，还有各种惨无人道的方式，着实是让3宗弟子的心灵遭受过一次暴击。甚至他们还驱使了一批手无寸铁的凡人做前锋军，只为消磨3宗联军的有生力量。这段时日以来，3宗弟子不知道死了多少在他们的手中，那些都是他们往日里熟悉的同门师兄弟，有些甚至连魂魄和遗体都被其利用或者回收，反过来对付自己，当真是害人无比。寻常弟子其实心中对上血河谷弟子都弱了3分，要不是有方毅这等意志力强悍的内门弟子存在，可能早就在血河谷的第一波攻势之下就溃散而逃了。000，魏妙琴摇晃手中的素心灵，抚慰着弟子们内心的恐慌。他沉声道：“邪魔歪道，丧尽天良，屠戮凡人，必遭天谴。我辈正道修士不应该害怕，而应该站出来杀尽这些魔道，让宗门和你们背后的家族以你们为荣。”在魏妙琴的灵音之下，弟子们的士气总算是回归了一些。不过3人对视了一眼，眼中的担忧其实并没有消散多少。耳坠之内，小青慢悠悠地传音给方毅：“这场战争的主要决策权其实还是掌握在双方的高阶修士的手中，谁的修为强，谁就能掌握战局的胜负。你们这些人充其量就是些炮灰罢了。”对于小青的话，方毅一半认可，一半不认可。高阶修士左右战局走向确实没有错，但是方毅并不认为低阶修士有的时候也能够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片刻之后，连峰山脉上空两侧再次升起2道强悍的气息，一道乃是血河谷的金丹修士司马星，一道乃是真武山的金丹修士司阳。2个仇人见面，分外眼红，一言不发，就手持着自己的法器朝着对方攻了上去。司马星披着一身鲜血染红的袍子，一头灰白色的头发散乱，神色癫狂而阴冷。他桀桀怪笑着：“司阳小儿，吃我一记化血绵骨掌！”霎时间，风云涌动，那血色的袍子随意张扬着，司马星的手中汇聚出一道带着馥郁心田之气的法力，缓缓推出，那法力迎风渐长，顷刻之间变成了一道血色的鬼手。血色鬼手呼啸之间，带着搬山填海的气势，鬼叫着朝着司阳应了下去。血河谷的招牌法术，若是被沾染半分，顷刻之间全身骨头被融化，身体化作一团血水，当真是可怕无比。见那化血绵骨掌袭来，中年文士打扮的司阳不闪不避，冷哼了一声：“这么多年过去了，司马星老狗，你就会这3脚猫功夫，岂能伤我？”司阳的身上浮现出一道紫色的光芒，下一刻，一件紫色的虚幻道袍凭空浮现，披在了他的身上，正是真武山的炼气功法白霞采气功所化作的防御神通白霞宝衣。
只听轰的一声，血色大掌命中思阳，可思阳身上的白霞宝衣绽放出灼灼青光，如同水火相遇一般，直接将那血色大掌给蒸发了。与此同时，思阳更是手中一滑，提着一柄3尺清风，朝着司马欣杀去。金丹大修士的法力波动强悍无比，随意造成的战斗余波落在不远处的一个山头之上，后者里面被碎成无数小石子，散落于各处。凌云门和白云观的金丹真人各自对上了血河谷的其他2位金丹真人。虽然仅仅只是金丹初期的修为，可6位金丹大修士一起出手，依旧将连峰山脉打得一片混乱，苍夷满地，再也不复之前那山清水秀的模样。天上打得热闹，地下也不甘示弱。血河谷的弟子再次驱使着血奴和凡人，悍不畏死的朝着3宗弟子袭来，手中法诀不断，施展各种阴毒的法术。3宗弟子这边也是不遑多让，各种法术施展上去，但更多的还是各种贴身肉搏，施展自家山门嫡传武技。在这乱战之中，方毅、魏妙琴和姚豪3人趁乱浑水摸鱼，朝着梧桐林而去。战场上余波不断，好几次都差点被波及。梧桐林很快就到了，可就当方毅3人踏入梧桐林地界的那一刻，忽然四周阴风大作，凄厉的风中传来阵阵阴魂的惨叫声和腥甜的香气。3人第一时间互相背靠背，魏妙琴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凝重无比。方师弟，你猜的果然没有错。桀桀的怪叫声中，顷刻之间，整座梧桐林已经被不知名的阵法包围，3团血气汇聚成3个血袍修士，其中一人长着鹰钩鼻，目光阴冷，脸色苍白，像是死了3天一样。这修士一现身，就眼带斜光的死死地盯着身材曼妙的魏妙琴，奸笑道：“有道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魏妙琴啊，魏妙琴，你还不是乖乖送到本少的手上了吗？本少这回可不会轻易的放过你这个不可多得的美人啊！”桀，梧桐林内往日清新自然的环境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到处都充斥着腥甜的让人作呕的血气。白云观的地界与血河谷接壤，姚豪第一时间就察觉到了不太对劲，提醒道：“这是玄血阵法，虽然不及血河散魂大阵厉害，但对付我们几个也是够呛的。这些人都是血河谷的内门弟子，为首的那人名唤于远，乃是于家的预备血子之一。”方毅定神看向那于远，也就是刚才出言调戏魏妙琴的那鹰钩鼻修士。阵法一成，你们是插翅难逃。于远伸出白皙的双手，指甲血红，犹如女子一般的细腻和光滑。他似乎不太在意方毅3人的看法，自顾自地欣赏着双手，语气阴恻恻道：“我血河谷崛起的途中，必定会遇到些许魍魉小鬼，这些都不值得担心。金刚寺那群秃驴冥顽不灵，屡次3番坏我血河谷大业，所以宗门高层灭了他们，并没有灭掉你们，这是恩赐。反观你们3宗，仅仅只是因为我们血祭了几个小国家，就嚷嚷着什么除魔卫道，傻乎乎地冲了上来。你们难道真的不怕死吗？”说到最后，于远的声音陡然变得尖锐，伴随着一阵冷哼，他的周身释放出一股强悍的气息。察觉到这股气息，魏妙琴和姚豪的脸色都变得凝重无比。魏妙琴更是低声喝道：“筑基中期。”两人互相对视了一眼，不由得摆好了战斗姿势，心情忍不住沉到了谷底，但更多的微微的绝望。和于远的筑基中期的实力相比，他们2人的实力都是炼气大圆满，两人都还没有等到这一次的筑基丹开炉，因此都卡在了炼气大圆满。姚豪更是心中忍不住嘀咕骂人：相比于我们采气修炼，这前期魔道修行实在是太耍赖了。方毅看着那半空之中踩在一面血溅的于远，心中也是忍不住想到，难怪这么多散修多多少少都沾染了魔道，感情前期修行确实赖皮啊。3人气机相融，隐隐约约气势逐渐回升，对抗着于远的筑基中期的实力。可身为魔道修士，于远自然不可能让3人准备过久，破坏自己的计划。既然冥顽不灵，那就用你们的鲜血和魂魄来击败我死去的师弟们吧。伴随着一声冷哼，笼罩了整个梧桐林的魔道阵法开始运转，丝丝缕缕的血气开始干扰3人的灵力，并且其中还游荡着数以百计的阴魂，不断发出可以刺痛神魂的尖笑声。魏妙琴见此一幕，俏脸含煞，摇晃着手中的素心灵，灵力激荡之下，铃铛发出悦耳且能够安抚神魂的灵音，试图削弱这些阴魂的尖笑声。有点意思。半空之中，于远见阴魂攻击无用，神态轻松地吩咐后面跟着的2位瑜伽修士放血奴。在其身后，2瑜伽修士对视了一眼，双手掐了几个法诀，身前浮现一面血色小旗，从中坠落20来个被包皮的血奴。血奴发出一声嚎叫，对着3人围杀。血奴个个悍不畏死，同时体表流淌着毒血，即便3人战力明显高于其，也是战斗的小心翼翼。000，素心灵发出悦耳的铃音，将3只血奴定住。魏妙琴眼中凌厉之色一闪而过，双手以极快的速度掐了几个法诀，口中喝道：“小木剑术。”霎时间，魏妙琴的身前有灵力浮现，凝聚成3道青木所制成的灵力长剑迸射而出，将3只血奴的脑袋斩下。但魏妙琴的脸色并没有多高兴，因为后面的血奴还有更多的扑了上来。姚豪更是大喝一声，身躯猛地膨胀了几分，双掌一抬，2只金属手掌覆盖其中，吃我一记白云掌。他闪转腾移之间，围攻上来的血奴被击飞处理好几只，胸前凹陷下去，其中更是清晰可见的一个黑色的掌印，很明显已经是中毒了。可这些都是杯水车薪，因为2个瑜伽修士不断地驱使着更多的血奴围杀上来，看他们那模样，似乎想要活生生的将磨死在这里。于远高高在上，看着魏妙琴和姚豪2人这般，心中生出无尽的快意。早些年间，他为了练就化血术，进入过灵阴门下辖的凡人国度，血祭了一个郡，没想到被灵阴门发现，魏妙琴便是追杀他。时过境迁，如今这猎人和猎物的角色互换，让于远的心中说不出的畅快。但很快他就不太能笑得出来了，因为那个一直关注的真武山服饰的弟子动了起来，凶恶的血奴围杀了上来，
个个悍不畏死，肆意挥洒着身上的毒血，只为在3人的防御撕开一道口子。方毅抬手挽了一个剑花，将扑上来的血奴斩成2半，旋即分心看向上面那于远。擒贼先擒王，杀了这厮应该就可以了。方毅之所以一直未出手，目的在于观察这座阵法之内是否只有于家3人。现如今看来，应该只有这自信的3人了。时机已到，方毅一声低喝，其余2人纷纷神情一震，齐齐果断抽身，躲到了方毅身后。于远看着这一幕，毫不在意，瞧见没，这人要逞英雄了。可下一秒，于远的淡然心境被一道惊艳的剑光划破，10几只血奴呼啸着朝着方毅围杀而去，近的方毅甚至可以闻到他们身上的毒血味道。可他没有任何害怕，神色淡然，只是平平无奇的拔剑，接着一斩，一道弧形的湛金色剑光一闪而过，斩在了所有血奴的腰腹部，接着淡然归鞘。那一刻，仿佛有一道光在众人的眼中消失。紧接着，距离方毅50米之内的所有血奴，上半身与下半身齐齐断裂，躺在地上，死的不能再死，犹如一只刚死不久的死鱼。于远看着这一幕，神情微微惊愕。他看着神色淡然的方毅，神情微微凝重，道：“炼钢成器，你是真武山欧阳广元？不对，欧阳广元的剑道笨重得很，且他本人长得平平无奇，到底是谁？”说话之间，于远身上的筑基大修的强悍气息又强了几分，血袍无风自动，似乎有阴魂在奸笑。地上，方毅抬眸看着他，嘴角勾勒出一抹冰冷的微笑，邪眸歪道，肆意屠戮凡人，你已有取死之道。抬手之间，10几道灵符呼啸而出，还着各式法术朝着于家3人袭去。于远见状大喝一声，闪开！方毅是个谨慎的人，出门随手带着好几沓灵符，这一点都不过分。方毅抬手一招，飞光悬浮于身边，站在其上，带着他直飞天空。见此一幕，魏妙琴和姚豪心中十分感慨，心道这方师弟果然已经是筑基丹大修了。众所周知，唯有筑基大修才能够实现飞行。风声在耳畔呼啸，于家其余2位修士见此一幕，反应速度极快，手中法诀不断变换，浮现在身前的血色小旗里不再冒出血奴，而是勾引着阵法内的阴魂朝着方毅袭去。刺耳且能够损害阴魂在尖叫，他们拥挤着朝着方毅袭击而去。可方毅的飞行速度丝毫不减，身上有灵符在闪耀灵光。禁阴符！面对呼啸而来的阴魂，方毅只是神色平静，旋即脚下飞光飞射而出，在半空中化作一道道曼妙的剑光弧线。刺啦啦，那可以轻易扑杀炼气中期修士的阴魂，便在无数爆发的湛金色剑气中尖叫着消亡了。于远见此一幕，脸色难看得很。在他身后，一位瑜伽修士也是神色愕然，下意识道：怎么会？阴魂面对他的剑气怎么会如此脆弱不堪？于远却暗道了一声蠢货，剑修的攻击力向来是同阶无敌，你这区阴魂怎么敢直面上去？不管来了多少阴魂，方毅只是一剑过去。他修成的动真雷罡剑气本就带有破魔的力量意境，再加剑气堂皇浩大，区阴魂而已，怎么可能是一剑之敌呢？收起阴魂！于远看见这一幕，脸色黑得很，退后去杀了地上那2人，这人我来应付。这个真武山剑修很是棘手，于远决定自己亲自出手。他伸出苍白的右手，其上浮现出一道淡淡的血色刀锋，刀锋之上弥漫着阴冷的气机和淡淡的血色灵力，其中更是传来一阵阵鬼哭狼嚎之音，凡是听闻，无不觉得神魂一阵刺痛。不管你是谁，惹到我于远，今日就是你的死期！化血神刀，去！血色刀锋消失不见，可方毅的灵觉却提升到了最高。某一刻，方毅忽地抬手，并成剑指，对着虚空某处射出一道剑气，至刚至阳的剑气与突兀出现的血色刀锋碰撞在一块，发出刺耳的金铁交击之声。一击不中，于远的脸色不变，血色刀锋再次消失。耳坠之内，小青的声音响起，有几分中古血魔道的影子了。小心了，这化血神刀来无影去无踪，最擅长偷袭，而且还能污秽法力和肉身。方毅闻言，神色不变，只是心念一动，闪烁着灼灼青光的白霞宝衣凭空浮现，守护着他的安全。叮！方毅的身后侧，血色刀锋忽然浮现，以一种刁钻的角度袭向方毅。可就在触碰到方毅那一刻，白霞宝衣紫光大作，灼灼青光散发着中正平和的阳性之力，将那污秽的血色刀锋给融化了几分。心神相连之下，于远只觉得神魂微微有些刺痛。同时，他看着白霞宝衣，神情终于是难看了几分。真武山的白霞宝衣已经多年未见了，没想到竟然出现在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弟子身上，你绝对不简单。于远的心中充满了疑惑，他一直在战场上猎杀3宗弟子，根本没有回去过血河谷的战地休息过，还没来得及了解方毅的信息。面对他的质问，方毅神情冷漠，完全将防御交给了白霞宝衣，飞行速度再次暴增，抬手就是10几道灵符飞去，虚空陡然生出青剑、土锥、寒冰、火球以及道道水流，不断的朝着于远攻击而去。虽然威力不足以让于远破防，可也让他颇为难堪。区筑基初期而已，你还真以为我奈何不了你吗？灰头土脸的于远神色大怒，手中法诀不断掐着，法力涌动之间，一道道血气骷髅不断呼啸而出，朝着方毅围攻而去。与此同时，一直隐藏于虚空的化血神刀开始对方毅发起凌厉的攻击，刀刀下去都带着污秽的痕迹。他抬手再次一招，手中浮现一面赤红纹路的小旗子。与其他2位瑜伽修士不同的是，这面赤色小旗上缭绕着道道血光，仔细看去，如同真正的鲜血流动，似乎已经具备了生命一样。此乃我至宝赤血黑神旗，看招！于远并没有多余的废话，抬手一招，那赤血黑神旗陡然变成一面大旗帜，用力摇动，猛地朝着方毅挥了下去。
一道血色的厉风朝着方毅袭去。此风一出，空间开始响起鬼哭狼嚎之音，更是让方毅的意志松动，肉身开始隐隐约约有溃散的痕迹。白霞宝衣的光芒大放，勉强抵抗住这血色厉风的吹拂。见此一幕，于远的脸色终于是变得好看不少。他再次摇动赤血黑神旗，那诡异的血色厉风充斥在这片空间之中。呜！鬼哭狼嚎之音不断的浮现，方毅的法力开始急速的溃散，同时肉身也是开始觉得有一阵阵的剧痛袭来。小子，此乃血炼鬼风，魔人法力与肉身，你小心点不要碰到了。方毅定神，眼中的光芒越发的深邃了起来。刚才与这于远一番对比，方毅总算是大概正在经历过了一次与修士的生死斗。于远的每一次攻击都是冲着杀死方毅而来的，各种法术和手段都是凌厉至极，无所不用其极。反观方毅，飞光在天空化作一道曼妙的弧线，洞穿了那并虚空中若隐若现的血色刀锋，飞到了方毅的跟前。方毅定神，看向天空中的于远，看着后者身上那每一件法器上缠绕着的数以万计的亡魂和无辜之人的鲜血。邪魔歪道，白霞宝衣大放光明，灼灼青光将血色刀锋逼退。方毅停在半空之中，浑身激荡的灵力于一瞬之间变得沉寂。然后方毅动了，他这一动，虚空庞佛都为之颤抖了一下。原本看上去平平无奇的肉身，于此刻爆发出一股通天彻地的气血之力，化作狼烟，直通清明。少年的身躯化作暗红色纹路的鬼神之躯，张开嘴巴，缓缓吐出一口白色气浪。邪魔外道，邪魔外道啊！暗红色纹路遍布全身，此刻犹如化为鬼神之躯的方毅，仅仅只是踏出一步，却让在场所有人感觉整个大的都颤抖了一下。在几人的灵觉视线之中，看向方毅，庞佛看到了一股冲天的气血，化作狼烟，直冲清明。这种强大的气血之力，唯有筑基后期的体修才能达到。于远更是一脸难以置信，看着方毅，心道这到底是哪里来的怪物？该死，他的气血之力怎地如此磅礴？可于远毕竟是于家的预备血子，自然不可能干站着让方毅攻击。他果然大手一挥，手中的赤血黑神旗再次狂舞起来，一阵阵血色厉风化作红色风暴，对着方毅刮去。地面的地皮都被掀起了无数，夹杂着风暴之中增加了打击面，对着方毅袭去。同时，于远的信念一动，手中衣袖之中翻出了一面血色小旗，源源不断的血奴从其中掉落而出，甚至还有不少可以飞天的特殊血奴。这些血奴都是于远亲自祭炼的，与其他二人的高出了好几个层次。眨眼的功夫，铺天盖地的血奴化作尸潮，朝着方毅袭击而去。而方毅站在原地，平静抬眸，看着袭来的尸潮和那呼啸而来的魔人气血和法力的血色风暴，缓缓深呼吸了一口气，接着抬手一招，飞光发出嗡嗡的剑鸣之声，飞到了方毅的手中。死孩子，你太不会想要！耳坠之中，小青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伴随着一口吐气，自方毅的手心之中涌现出一股暗红色的气流。这股气流一出，方圆百里当即响彻了一阵鬼哭狼嚎之音。暗红色的气流融入空气之中，空气之中庞佛充斥着一股极为凶恶的气息，仿佛有恐怖的东西降临在此处。无间罡煞，这种煞气乃是天地之间四大神风之一的无间罡风，机缘偶得之下融入了煞气地穴，化作的一种高等级的煞气。它虽然没无间罡风那般拥有大破灭，甚至能够毁灭一个小界的威能，但是它对于筑基期的修士而言，也是极为恐怖的天灾。就在这一刻，伴随着方毅的心念一动，他所炼化的无间罡煞缓缓融入了飞光的剑身之中。嗡嗡嗡！原本湛金色的飞剑发出剧烈的嗡鸣声，犹如吃了大补丸一样，剑身也变成了通体暗红，上面布满了玄奥的纹路，纹路之中透露暗红色的光芒，让人看一眼都觉得胆战心惊。这一切发生的很快，暗红色的飞剑被方毅握在手中，旋即，方毅吐气成声，剑一拔剑式，无剑一闪。说时迟，那时快，所有人只感觉视网膜中似乎有光芒一闪而过。随后，方毅手中之剑出鞘，一道冲天的暗红色剑光自方毅的手中脱鞘而出。那暗红剑光粗如门柱，冲天起，化作无尽的红光，带着消磨一切的力量，将在场所有血奴，包括与于远本人都囊括在内。这一刻，天地之间为之一暗，庞佛梧桐林内所有的光辉在此刻都收敛，为这一道暗红剑光让路，变成了无尽的深渊。暗红的无间罡煞包裹着剑光，洞穿了所有挡在路上的阻碍。凄厉、凶恶、无物不消融的意境不断的涌出，压在所有人的心头之上。而这一道剑光直指于远，他本人看着剑光洞穿了所有阻碍袭来，不由得怪叫了一声，挥出赤血黑神旗，周身法力不断的涌动。区区剑气而已，你不要太猖狂了。赤血黑神，助我神威！于远全身的法力都涌入了手中的大旗，后者发出了强烈的灵压，周身血光大作，银风暴涨了3分，变成了一面巨大无比的旗帜。旗帜中有阴魂作祟，发出呼啸的尖啸之声，更是潺潺流水之音，一股亘古的气息从其中传出，隐隐约约之间，似乎旗帜之中的光辉上生出了一条不知道通向何处的血河。大旗挥斩而下，犹如巨剑，赤红色的光辉自其身上迸出，直面那道凶恶的剑光。可这一切都没有用，赤红色光辉在接触暗红剑光的下一刻就被后者撞碎，撞得稀里糊涂，随后直接覆盖了站在原地错愕不已的于远。于远这才后知后觉，一边疯狂的吐血，一边不断的尖叫着，怀中不断用法器和术法飞出。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暗红剑光追上了他，覆盖了他。剑光中被方毅融入其中的无间罡煞之威，在此刻轰然爆发，呜呜的鬼哭狼嚎之间，其中蕴含的消魔之力一点一点的将他的身躯和神魂撕裂乃至融化，化作了天地灵气，返还天地。
他就这般目眦欲裂地看着自己的身躯一点一点地消失，从始至终，甚至连方毅本人的身份都不清楚。暗红色剑光洞穿了天边的白云，顺带也将无人主持的玄雪阵法给洞穿了。其余2位正在和魏妙琴和姚豪缠斗的瑜伽修士当即暴退，就要逃跑。可一道暗红色的剑光在空爆声中飞射而出，在其2人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光滑无比的洞口。随后，蕴含着的暗红剑气如地雷一般爆发，将2人的身躯湮灭，化作一团血雾。做完这一切，剑光再次消失，空爆声连连平响，残余散落在战场上的血奴被一一洞穿，随后剑气爆发，湮灭成为了血雾。而这一切发生的都太快，快的当方毅有些虚荣地回到了魏妙琴和姚豪，微笑着说着搞定了的时候，2人依旧处于一种极为震撼的模样。魏师姐，姚师兄，我们赶快将阵旗埋入梧桐林中吧。方毅说了一句，然后抬手一招，让飞光将3人掉落的法器和储物袋捡起，放入了自己的储物袋中。随后，3人朝着梧桐林的某处疾驰而去。只是一路上，落在方毅身后的魏妙琴和姚豪用着匪夷所思的眼神看着方毅，心中似乎涌出了无尽的狂澜。方师弟，到底是哪里蹦出来的怪物啊？杀了于远之后，剩下的2位瑜伽修士想要逃跑，但也被飞光追回，洞穿灭杀，其遗物都被方毅收敛作为战利品。对于这一点，魏妙琴和姚豪没用的不满，甚至说他们心中还有几分庆幸方毅没有分一点给他们。没有办法，实力相差太大，若是真的收下，心中反而会惴惴不安的。阵法破除，3人很快找到了立阵的地方，旋即将阵盘放置下去。随后，魏妙琴拿出一面玉牌，上面显示出5个光点，其中已经亮起了2个，5个阵盘已经放置好了2个，还剩3个，我们继续前进吧。不过这次方师兄你为首，我和姚师兄辅助你。姚豪对于魏妙琴的建议十分认可的点点头。刚才他们看得明白，如此恐怖至极的剑气，如此恐怖的灵力储量，这方师弟与自己2人显然不是同一个层次，极有可能方师弟已经是筑基大修了。主动出言辅助，好过被动来得好。方毅看了一眼林外天空不断响起的那恐怖的交手威力，也没有多说什么，点点头，旋即甩了2张神行符给2人，沉声道：“走。”随后，3道身形疾驰离开，前往下一个地点。这场战争很快就落下了帷幕。究其根本，在于双方的灵力已经见空，又或者说，正因为是双方的灵力捉襟见肘了，这才不得不暂时停战。不过好在方毅这位骑兵的影响之下，硬生生杀的血河谷的弟子阵营无人，将阵盘都投入了指定地点，总算是将青木的城大阵立了起来。至此，血河谷那边有血河散魂大阵，3宗联军这边有青木地城大阵。原本血河谷占据一方优势的局面，重新变成了分庭抗礼，低端战力的战局一时间陷入了焦灼，双方的高端战力再次进行了博弈。在2州地界的交界处，罡峰层上，血河谷掌门这位臭名昭著的血河真人对上了真武山现任掌门齐王星。双方大战虽然不得下方凡人和普通修士所看见，但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那天空云层之上至强者战斗的余波。青木地城大阵内，方毅收到了来自掌门齐王星的调令，气息微微有些不稳妥，脸色稍显苍白的思阳换来了方毅，将掌门调令交给了方毅。方毅接过调令，并没有当即打开看，而是一脸担忧地看着思阳，关切问道：“思阳师叔，可有大碍？”思阳闻言，脸色微微变化，神色也温和地看着方毅，语气热了几分：“师叔无碍，只是没料到司马欣那老家伙的化血神刀竟然增进了不少，我一个不慎被其斩了一刀。啊，那这可如何是好啊？”一旁的欧阳广元神色也是颇为焦急。自入门以来，他就被思阳收成关门弟子，对他如同亲儿子一般，着实是让他感动不已。如今师父受伤，欧阳广元只能干看着，着实是让他倍感焦灼。方毅将这一幕微微看在眼中，问道：“司马欣那老贼恐怕也不好受吧？”思阳贵为真武山的唯二金丹，虽是法修，一身火系道法强悍无比。再者，他作为齐王星的弟子，手上宝贝肯定也不少，定不能吃这个暗亏的。闻言，思阳深深地看了方毅一眼，哈哈大笑了起来：“哈哈，那可不，我这一记化血神刀可不是白挨的。司马欣那老狗被我一击冰华焚焰，此刻体内冰火两重天，酸爽无比。此刻恐怕肉身已经处于岌岌可危的地步了。”哈哈，方毅和欧阳广元闻言，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冰华焚焰，一种冰中起火。思阳也是，早些年有过奇遇，游历其他大洲的时候，得到了这一道法术，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修成。中招者体内如同坠入冰火两重天，法力变为火焰的资粮，从内而外的被焚烧一空，最后化为一滩灰烬。如此看来，灵阴门金丹真人子固双目发亮，神色复杂，语气激动道：“司师兄果真厉害，如此那司马欣老狗不死也要脱掉8条命，恐怕不能够再上场了。”白云观金丹真人柳河也是颇为高兴地点点头。虽然他也带伤，但是相比于那几乎丢掉了半条命的司马欣，他的伤势根本算不得什么。见山门的思阳无事，方毅也就放心了。他大概看了一眼掌门调令，接着返回了战场。半日之后，方毅提着20多个血河谷精锐弟子的头颅放在了3位金丹真人的面前，抱拳一礼，然后退下。他走得很潇洒，可是让一众还留在此处的3宗弟子们只觉得望其项背。白云观金丹真人柳河更是忍不住地向着思阳感慨道：“真武山果然人杰地灵，这位方毅师侄当真是战力彪悍。”思阳闻言，不由得也是面露笑容，与有容焉。尤其是在其他2人看不见的袖袍之内，他握着那个储物袋，其中放着一瓶可以治愈伤势的云和清火丹，以及500多块下品灵石。一时之间，心潮更是翻涌，对于方毅的好感度更是飙升。四下无人之后，他唤来了自己的弟子欧阳广元，认真教导道：“方师侄天赋和福运无双，
有他作为宗子，乃是我宗姓氏。欧阳徒儿，你可千万不能生出嫉妒之心，与宗子离心离德呀。说罢，思阳将1/3的灵石交给了他。当欧阳广元神识一探那白花花、闪着灵气的灵石，整个人都震惊无比。师父，这是欧阳广元难以置信的哽咽道。思阳迎着他的视线，平静地点点头。记住，修行路上，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事情，并不罕见。有些时候，我们要学会顺势而为。欧阳广元深深地点点头，看着方毅离开的方向，心中思绪难定。回到了真武山之后，方毅手持着掌门的调令，回到了宗子殿，暂时进行休憩。转眼回到了地心，千岛史境，玄武学府。他睁开眼睛之后，随即开始查看念网终端上的邮件。打开的第一眼，便看见了那99家的好友申请。随手将宁玲玲几人的好友申请通过，方毅又打开了邮箱，其中有几封来自学府教务处的邮件，提醒方毅记得去一趟教务处领取自己的学府资助。其次便是看到了宁玲玲等人发来的邮件，可打开其中几封，方毅的一对剑眉不由得挑了起来。看来学府的水也不是完全没有波澜啊。方毅自言自语了一句，旋即站起身出了门。诸夏联邦中一共有100多学府，几乎每一个一级基地市借贷也好，倾家荡产也好，总之想尽办法都会建立起一座学府。因为只有学府建立起来，才能源源不断的吸纳人才，才能源源不断的给基地市和联邦提供有生战力。对于人才培育这一块，联邦高层也是舍得下本钱，几乎每年有一大笔信用点的支出都是用在教育上。可在这100多座学府之中，能够被称之为顶尖的只有4大学府，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其中玄武学府作为后起之秀，在近些年里可谓是大放光彩，吸纳了不知多少联邦的新生代人才。可也正因为是后起之秀，所以学府的很多资源都处于无人霸占的位置。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财帛动人心，这一点无论在哪个时代都适合用于人类族群之中。罗成特招方毅的时候，许诺了几个重要的条件，许诺方毅每个月可以领取100能金的修炼资源和校内的2级修炼士的使用权限，1门 S 级武技，2门 A 级武技，甚至还可以让方毅有机会兑换 S 级以上的武技。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最为隐秘的条件，就是玄武池的3次洗身机会，这出于保密条例并没有被公开。这些条件不可谓不丰厚。在方毅闭关的这段时间，距离新生入学还有一段时间，可很快就有人盯上了他，又或者说是有人盯上了方毅的这些学府资助。方毅的这一笔资助之中，那些能金和所谓的2级修炼士名额其实都举足无亲，最重要的是武技的兑换资格。那些出身高、背景雄厚的倒也不稀罕，可坏就坏在不少中等资质的、心眼却有些坏的高星院学院，对于兑换武技的修炼资格可是非常渴求。这不，来自2星院的一些老学员就盯上了这群还未正式入学的新学员的武技兑换资格。他们找不到方毅的麻烦，便找到了方毅交好的宁玲玲3人的麻烦。方毅走出了宿舍楼，念网终端形成的虚拟光幕之上正闪烁着3个光点，那是宁玲玲3人的位置。方毅脚下一顿，径直飞向天空，朝着那地方赶去。与此同时，学府外围人字6区，这里是专供学员们进行比试、锻炼、修行交流的区域，里面矗立着很多其他类型的无相傀儡，帮助学员提升。今日不同，往日的6区里只有学员们战斗的喘息和交流的讨论声，可在6区的某个角落里，宁玲玲、冷月梅和陈浪3人正被一群人堵住了。这些人穿着一身玄色的特制战斗服，胸前被佩戴2朵或者3朵浪花的波纹胸牌，赫然正是2星院和3星院的学员。此刻，这群高年级的学员正堵住宁玲玲3人的退路，以嘲讽、冷漠或者不屑的神色看着3人。宁玲玲冷眼看着这群人，俏脸含煞，手中的特制飞刀几乎就要飞射而出。可那是万不得已才能这般做，因为学府校规明确表明，学员之间不能私下斗殴，否则将遭受开除等严厉处置。要想解决矛盾，可以去龙斗场进行比斗，或者双方同意进行生死斗。而且目前为止，这群高年级的学员也只是围着他们，并没有出手过。冷月梅也是一脸冷漠，在众人看不见的视野中，一双白皙的素手之上泛着淡淡的白色光华，犹如覆盖着一层寒霜。陈浪虽然平日里不着调，但此刻却只身挡在2女面前，表情玩味地看着这群2星院和3星院的高年级学员，语气玩世不恭道：“各位学长大驾光临，小弟顿觉蓬荜生辉，不知有什么要赐教的吗？小弟和2位堂妹必洗耳恭听，如闻雅音。”陈浪略带几分小人的笑容，让这群人中不少人忍不住露出志得意满的笑容。可有些人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从中走出一人，他留着一头微卷的长发，样貌平凡，可一双眼睛有些无神，微微耷拉着，猛地一看像是没有睡醒一样。他走了出来，其他人立马扯过身子给其让路。这人走到陈浪面前之后，无神的双眼看向陈浪，语气淡漠道：“我无意造成太大的影响，只是你们还未正式入学，想来武技的兑换资格也没有这么快用到，不妨先借给我等，先紧着使用，提升战力。当然，我等也不是白白借用的，自然会付出同等的信用点，如何？”他说着这话的时候，语气极为平静，像是在说着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可陈浪3人的脸色却在这一刻白了一白。武技兑换资格他们都有，但凭什么要给出来？玄武学府里收藏的武技绝对不是市面上流通的那些烂大街的武技，一定兼具精妙和高深。他们来的这里，为的就是学习更高深的武技，岂能拱手让人？冷月梅俏脸含煞，冷声道：“倒是打了一个如意算盘，要是把武技兑换资格卖给你们，那我们还来这里学习什么？学如何掘你祖宗的坟吗？”这句话一出，这群人的脸色当即变得铁青，难看至极。甚至不少2星院的学员看向冷月梅的眼神，甚至已经是十分不喜了，身上的气势统统压了过来。
如此之多的强悍武者的气势，冷月梅自然是有些扛不住。可是他一声不吭，身上的寒意渐渐浮现，眼中的冷色越来越多。宁玲玲并没有劝阻，而是走到冷月梅的身边，周身浮现出3柄特制的合金飞刀，锋锐的感觉对着这些人。很显然，他十分认可冷月梅的话。陈浪见此，心道一声，真的是2位脾气暴躁的姑奶奶。可心中虽然是如此想，可他挡在2女面前，却没有半分的退缩之意，反倒是玩世不恭的神情也慢慢收敛，神情变得平静而认真。他缓缓吐气，看着这人道：武技兑换资格没有，若你们真的想要，嘿嘿，有本事来打我们啊！陈浪的话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这群高年级的学员们当即勃然大怒，脸色铁青，身上的威势和磅礴的气血陡然爆发，以泰山压低之势，直接朝着3人倾压而下。这座气血大山倒下，着实让3人如头顶千斤坠，双腿一弯，几乎要倒下，脸色涨红，周身更是忍不住的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可是3人出身不同，但骨气却很足，身躯之上也是爆发出一阵强悍的气血，虽然不足以推翻，但却有一种不屈之意。那双眼无神的男子这时也是向前一步，平静道：无趣。旋即一步踏出，原本有些瘦削的身躯，此刻竟然微微丰盈了不少，一股强悍至极的气血狼烟化作一堵高山，轰然落下。轰隆，3人的身躯当即一响，为首的陈浪却是再也抵挡不住，一条腿单膝跪下。这时，双目无神的男子忽然耳朵微微一动，看向了半空之中。下一秒，一道磅礴的身躯带着气血狼烟轰然落地，所造成的波动将双方的对峙打乱。一道挺拔的身躯缓缓起身，吐气如雷声，轰隆作响。听说有人要找我。烟尘之中，方毅缓缓睁开眼睛，眼中似乎有雷光大作。宁玲玲想过方毅可能会赶过来，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方毅竟然是从天而降的，不单单是从天而降，更是造成了偌大的声势，当即将全场的注意力都给吸引了过来。烟尘声中，方毅缓缓起身，身躯之上冒出淡淡却雄浑至极的气血，更是伴随着道道雷鸣，将无神男人的势给挑破了。这一挑破，陈浪、宁玲玲3人如释重负，倒退了几步，浑身冷汗直流。如此之大的声势，顿时将附近学员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无神男子定定看着方毅，双目之中陡然变得有神，定定地看着方毅。降级。方毅不答，只是平静地看着他。他却像是没有察觉方毅的无礼，自顾自地道：这个年龄段突破了降级的话，也算是天赋不错了。我叫边可，极道社副社长之一，邀请你加入我们极道社。极道社这个名字一出，当即引起了轩然大波。竟然是极道社，这不是社团排行榜里常年居前5的大社团吗？今年不是还没有到纳新的时间吗？你懂什么？这是极道社看中了这个新学员的潜力，破例招人的。好羡慕啊！我可是参加了不少大社团的考核，可是都没用过。这小子运气也太好了吧？你管这叫运气好？没听见刚才那边可已经承认对方是降级武者了吗？死！这么年轻的败降级！众人议论纷纷，视线落在了方毅的身上，完全想不出来这少年竟然已经是降级武者了。迎着几百双视线，方毅神色淡然，看着眼前的自称为边可的极道社的副社长，微微歪头，嘴角浮现一抹平静的笑容。极道社里都是你这么欺软怕硬的臭鱼烂虾吗？哗啦！此言一出，四座皆惊，在场所有人都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方毅，仿佛看到了什么奇迹似的。在方毅身后，陈浪更是冷汗直流，擦都来不及擦。我擦，兄弟狠人啊！饶是他陈浪一生放荡不羁，也不敢如此直面一个高年级的已经进入降级多年的高年级学员啊。他是天才不错，可是人家也是天才啊，能够万万人中漂移进入玄武学府的，有哪个不是天才呢？更别提这个边可很明显是天才中的天才。果不其然，被方毅这般言语挑衅，边可脸上的笑意缓缓消失，眼中的光芒越来越盛，冷漠地看着方毅，气息变得如深渊般危险。你是新学员，可能不太了解我们极道社，我只给你一次机会，向我道歉，并且自扇2个耳光，我便原谅你刚才的无礼。否则，学弟你在学府里今后的路恐怕寸步难行。话语里的威胁之意溢于言表。周围众人当即倒吸了一口冷气，情不自禁地用同情的眼神看着方毅，心道这傻孩子算是个莽撞的，竟然敢得罪极道社这样一个大社团，今后要是真的好好道歉，恐怕会真的寸步难行了。可旁人的眼光和议论怎么会影响方毅？他从来可都是一个硬骨头。你要是来软的，我或许心情好，还能和你好好聊一聊。可你若是来硬的，甚至还敢欺负我的朋友或者家人，那就是在挑战我的底线。方毅抬眸看着边可，默然，双眼之中浮现崩裂的雷光，一股沉闷的威压浮现于体表，释放着威胁的气息。废话可真多，我看你那老屎子极道社不如改名为长嘴社。好好好！边可气急反笑，有些瘦削的身躯陡然丰盈了不少，一股强悍如同5岳大山般的气势从他的身上迸发而出，体内更是爆发出轰隆隆的沉闷之声。我今天若是不教训教训你，还真的以为我边可我极道社无人了。有本事来龙斗场比斗一番。双方来到了龙斗场，果断下场。还未让观战的众人议论一二，方毅剑眉倒数，身躯消失在原地，取而代之，一声炸裂的雷鸣声响彻整个龙斗场。滋啦！轰！方毅随手从一旁的武器台上拔下了一把合金长剑，下一刻出现在边可的眼前，举剑朝着对方的胸口刺去。这一剑的速度很快，甚至在空气中拉响了悦耳的剑鸣之声。剑身之上缭绕着青紫色的雷光，更增添了几分威力。霹雳！边可心道一声好快，可手中动作不慢，双手举手成爪，猛地抓住方毅的长剑。有点意思。方毅嘴角浮现笑容，下一刻
长剑微微一偏，其上缭绕的雷光崩裂，直接炸穿了边可的手掌的镇压，接着劈开防御，直奔其面门而去。这一剑来得又急又凶，甚至边可都有些意料不到，方毅竟然有如此刁钻的剑招。边可轻声低喝一声，双手之上猛然缭绕着淡黄色的气流，真力迸发而出，直接在两只手上覆盖，接着猛地一抬，这一抬如同地龙翻身，带着磅礴巨力，重重地拱在了长剑的剑身之上。金铁交击之声响彻整个龙斗场，方毅手中之剑差点脱手，只是他似乎早有预料，借力在空中转了2圈，落在了10米开外。边可不言，双目陡然变亮，淡黄真力覆盖在双手之上，口中再次喝了一声，脚下的青石板炸裂，直奔方毅而来。他的速度很快，双手更是摆出了一个奇特的拳架。这一拳散发着沉稳不动，如同大地般沉重的气势，还未落下，已经让方毅所站的地方沉陷了几分。更是有人惊呼了起来 ：“A 级武技太岳拳！一拳足以一座山岳般的沉重之力，大成之后，甚至活生生打死过以力量著称的异族。边可这是动真招了呀！”可也是这般，方毅的战意越发的高涨。他望着这枚似乎要覆盖所占之地的淡黄拳头，微微一笑。下一刻，方毅的身躯猛地暴涨了3分，周身百窍之内大放光明，一股雄浑的气势自他的身上冒出，硬生生的将这股沉重如山岳的威压给顶了回去。方毅手持长剑，丝丝暗红气流缭绕，接着收入剑鞘，然后一剑拔出，拔剑式斩。下一刻，众人只觉得眼前有一道带着无尽凶煞之意的暗红色的剑光冲天而起，随后便听见空气和大地被切开的碎裂之声，其中包含着的更是一道沉闷的闷哼声。沉重如山岳的气势在这道暗红剑光之下被刺穿洞穿，斩成一片狼藉。回过神来，众人只看见方毅的右手那柄合金长剑碎成一片片无用的铁块，而在他的面前，保持着出拳姿势的边可双目怒睁，浑身止不住的颤抖，一抹暗红剑痕在他的体表浮现，气血狼烟被斩破，一道深可见骨的剑伤横穿了他的肩膀与腹部。他低头难以置信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伤势，然后又看了一眼脸色淡然的方毅，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下一刻直接倒在原地昏死过去。跟随着他的那群2星院的学员急忙赶上前，察觉对方还有气息，当即是又惊又怒。他们看着方毅，神色惊恐，仿佛在看着一个怪物。一剑，仅仅只是一剑，边可是被抬出去的，只是那被抬出去的过程中，那场面着实不太好看。方毅的神识散落在对方的身上，明显地可以感知到对方并没有性命之忧。再者说了，方毅也清楚明白一件事，学员之间小打小闹可以，偶尔见点血也可以，可若不是真的无法调和，尽量还是不要杀人。并不是方毅不敢杀，而那样对于他的风评不太好，会影响学府对他的投资评估，而且会惹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当然，若真的要人找死，那方毅也不会手下留情。右手微微一松，合金长剑的碎片散落一地，发出叮铃咣啷的声音。小青的声音响起：“普通长剑无法承受住你的雷罡剑气，还有你竟然注入了一丝无剑罡煞，不碎成粉末已经算了不起了。”方毅了然的点点头，二者的层次都有些高，普通合金长剑根本承受不住。只是方毅却没有在这方面过多的纠结，而是笑眯眯的朝着小青问道：“怎么样？我的拔剑式还可以吧？”拔剑式是小青教给方毅的，这是剑宫弟子都会的剑招，很多剑谱或者剑法之中也都会这么一招作为起手式。只不过拥有剑心通明的方毅，对于剑法的领悟远超常人，根本不可能使出寻常的拔剑式。他根据自己所修炼的法诀和自身所领悟的力量意境，领悟出属于独属自己的拔剑式。剑一，拔剑式，无剑一闪，这便是独属于方毅自己的剑法。只不过这一招消耗颇大，目前仅仅还只能作为压箱底的大招，区区边可而已，哪里能够比得上从尸山血海中杀出来的血河古瑜伽预备血子鱼远？所以方毅仅仅使用的是简化版本。而坠之中，小青满不在乎的摇晃着小脑袋，马马虎虎吧，勉强还看得过去。不过你小子别得意的太快，你这种剑法若是在真正的剑修面前，可谓是破洞百出，人间只需要一剑就能够破解。方毅一扯嘴角，还想说些什么，可听小青忽然道：“回去再说，先应付下你这几个同伴。”方毅沉思之间，宁玲玲、陈浪3人已经围了上来，眼神奇特的看着方毅。此刻的方毅，隆隆气血微微收敛，身上穿着的玄色武道服没有泛起一丝一毫的褶皱，仿佛刚刚似乎在与朋友进行过一次简单的聊天而已。那股凶恶至极，足以消磨一切的剑道气势缓缓收敛，重新变为了常人。陈浪啪的一下，右手拍在了方毅的肩膀上，神情惊喜：“方同学，没想到你竟然是个剑道天才。”方毅拍开他的手，白了他一眼。这家伙上一秒还被人压得单膝下跪，下一秒就无视了，当真心态好得很。冷月梅和宁玲玲两女则是美眸微微睁大，仿佛第一次认识方毅。哦，确实是第一次。方毅不动声色地点点头，故作高冷，其实心中对于同龄人的倾慕眼光还是挺受用的。不过宁玲玲你咋回事？方毅笑呵呵看着对方，你一个偌大的玲珑药企的掌权人，就算做学生也不可能这般窝囊吧？闻言，宁玲玲翻了一个白眼，我也想作威作福啊，奈何我家业务还延伸不到学府里啊。宁玲玲对于自己还是十分有逼数的，她是有家药企，生产的药品流通好几个基地市，可终究比不上那些巨头企业啊。那些可是横跨几十个乃至近100个基地市的巨头药企所拥有的专利和技术，简直难以想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宁玲玲的一句话让方毅心中有了一些想法，原以为被自己打了脸的极道社后续会来找自己的麻烦，可一连好几天下来根本没反应。方毅也从宁玲玲的口中得知了极道社这类的行为其实并不常见，属于是钻了校规的漏洞。方毅询问了一下那些被抢夺了资格的新学员，
学府会做出如何的反应。得到的结果是，学府会在事后进行补偿，只不过这时间就会拖得有些久了。换而言之，就是新学员们变强的机会会拖得有些久了。对此，小青是嗤之以鼻的。独占这么大一个灵气复苏的大世界，资源不够就去抢，就去杀出来，何必苦了门下弟子呢？这学府的掌舵人手段不行啊。对于小青的评价，方毅保留自己的看法，因为双方立场根本不同，未知全貌不予评价。只是其中也有像方毅这样的新学员进行反击，比如兜泽瀚海这位王者之子，他所造成的风头甚至一时间盖过了方毅。几天之后，这一批新学员的入学手续终于办成了，他们也领到了来自学府制服和学府徽章，念网终端的绝大多数功能也向他们开放。成为玄武学府学员的那一刻，所有新学员都收到了一份来自教务处的通知，告知恭喜第78批学员正式入学，你们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分院考试将会在1周之后举行，在此期间，6区、7区和8区的所有修炼资源将会对尔等半价出售，请抓紧一切时间强化武装自己。最后，祝各位学员在接下来的分院考试取得好成绩。落款：玄武学府教务处。分院考试将在1周之后举行。这个消息一出，让所有新学员的心情终于是激动了起来。终于是正式入学，要开始变强之旅了。分院考试的通知一下来，宁零零3人就找到了方毅，想要拉方毅组队，到时候一起对战其他人，争取获得的积分高一些，得到一位好导师的青睐。可是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对于他们3人的提议，方毅一句话直接让他们都给干懵逼了。方毅看着3人，语气认真：“其实组队什么的就算了，我速度快，下手狠，到时候打起来难免会伤及无辜。你们3个到时候保护好自己就好了，我会尽量快点干掉其他人或者失联目标，到时候匀一些积分给你们，争取分到一块儿。”3人定定地看着方毅，好半天之后才缓缓地发出一个字：“啊！”太玄界、云阳山、少白别府。方毅一回来，径直飞回了这里，因为小青传讯说清河姐让他快点回来，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他。迈入了如水波纹路的守护阵法，方毅见到了清河姐。哦，不对，这次见到的不是6位弧形态的清河姐，而是一位青碧罗裙少女，赤着双足，莲步轻移，带来一阵淡淡的清香，来到了方毅的跟前。虎尾缓缓地在方毅的身边缠绵，带起一阵香风。方毅忍不住咂舌，感受着眼前的大片细腻的雪白，语气有些难以置信：“清河姐。”青碧罗裙少女微微挺着酥胸，笑意盈盈地飞了一个媚眼，娇笑道：“死孩子，果然是个雏。”这正是清河的化形。即便方毅道心似铁，可在媚骨天成的清河人形态前，也是难以集中精神。脑海里真的是不断地回想着大片的雪白、小巧的赤足等极具诱惑力的画面。他到底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根本难以抵抗灵狐的天生魅惑万物的气质，浑身如煮熟的大虾一般，变得通红无比。这时，耳坠发出叮铃之音，小青化作一道青光飞出，看着本体这番模样，忍不住地翻了个白眼。收了神通吧，这死孩子就是个雏，根本受不住你的魅惑。清河姐这才眼含秋波地眨了一下，扭身一变，再次变回灵狐形态，这才让方毅着实的状态渐渐回归。清河看着方毅，嘴角浮现出一丝嘲讽的笑容：“死孩子，可算是让姐姐我抓住你的一个把柄了。”方毅颇为无语，同时心中也是颇为震撼，因为就清河姐刚才那副样子，绝对称得上是祸国殃民级别的美貌，怪不得号称是8大圣地圣子心中的白月光呢。当真生的是国色天香。简单的调戏了一番方毅之后，一大一小2只狐狸开始对方毅的修行道路进行到了下一步。小青飞到了清河的身边，认真道：“他现如今的状态空有境界，但是剑道基础并不扎实，我觉得接下来要对他进行基础的补足，你可有什么妙解？”小青也算是跟在方毅身边有一段时间了，他算得上是另外一个清河，眼界和实力以及感悟都是方毅这等小修士根本无法比拟的。方毅可能觉得目前自己的状态很良好，觉得自己可以吊打同龄人，已经算得上是天骄中的天骄。可在小青的眼中，方毅就是一个空有境界，但是基础虚浮的高楼，外表看起来风光无比，实则只要有心人看出其中的虚实，轻轻一推就会毁于一旦。方毅是看不出来，但是已经将他视作复兴建功希望的二胡，不可能放任不管的。听着小青一番分析，方毅的神色逐渐变得凝重。听人劝吃饱饭这句话，方毅一向是记在心中的。明白了，请清河姐尽情施展，我一定听吩咐，补足基础。方毅认真对着二胡行了一个弟子礼，神情凝重而认真。他这副模样也是让清河最满意的，因为他的好学让一向好为人师的清河感到了极大的满足。别府之中开始慢慢的变化，随着一阵白光闪耀，他们来到了一处广场的地方，而在广场的正中间矗立着一栋极为庞大且壮观的巨型石剑。石剑通体呈现灰白2色，材质不知名，剑身深入地底，散发着一种苍茫古老的意味。最让方毅好奇的是，巨型石剑之上有着大大小小、长短不一的刻痕，那是剑痕。清河解释道：“此处名唤无方剑域，其中铭刻着数以万计的剑修留下的一缕剑道意志，也包括他们对于自己的剑道的求知和探索。你且上前触碰最底下的那些剑痕，召唤出他们的剑影，与其展开剑影斗法。在无方剑域之中，你与其斗法的是剑影之身，不会真正的死亡，但死亡的感受会在那一刻让你感同身受。我知道这对于寻常人而言十分难办，但是我认为这是目前为止给您打好基础最好的办法。因为拥有通明剑心的你，对于剑法剑招的领悟极强，相信你能够从千百次的交手之中打好基础，飞快的成长。我且问你，可敢？”清河收起了轻佻的语气，平静地看着方毅。方毅同样看着清河，几乎不用思考，方毅就明白了，这是清河对于他的一次试探。
试探方毅的求道之心到底有多渴求，有多么的坚定。若是方毅表现得畏畏缩缩，虽然清河不会做出立马放弃他的举动，可心中也会对方毅的评价大大的降低。方毅几乎没有做任何犹豫，抬脚朝着石涧走去。来都来了，哪里还有空手而归的道理？扎着狼尾的少年大步流星地向前走去，张扬而肆意。小青和清河对视了一眼，看到了对方眼中的满意。不错，这才是本灵狐选中的建功复兴之人。方毅走向了巨型石涧，随着他一步一步的靠近，那股苍茫而荒凉的意境逐渐变为了一道恢宏浩大、无所不包的浩大意志。而在这股意志之中，方毅听到了无数的剑鸣，这些剑鸣之声在方毅的耳畔响起，简直如闻天籁一般。不出一会儿，方毅走到了石涧的身前，抬手拍在了底部的一道剑痕之上，眼前忽然一阵白光闪过，方毅只觉得自己的意识被传送到了一个未知的白色空间，空间不知道有多大多宽多高，只觉得可以放任自己尽情施展本事。而在他的面前悄然浮现出一道身形，那是一位青衣剑客，手中持着一柄3尺清风，神情冷漠地朝着方毅举起。青衣剑客的声音冷漠至极，缓缓道：剑公，少白一脉弟子明志，请指教。方毅同样用灵力凝聚成一柄长剑，朗声道：剑公，少白一脉，方毅，请师兄指教。下一秒，两道身形交错在一块，金铁交击之音响彻在整个白色空间，双方神情认真而冷漠，抱着杀死对方的念头而出剑。现实世界，方毅双手紧紧捂着自己的脖子，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额头与后背之上冷汗直流，双眼之中掩饰不住的是死亡前的惊惧。因为就在刚才，他与那青衣剑客宁志交手还不到3剑，就被对方如羚羊挂角的精妙一剑刺中胸膛，死亡了一次。那种真实的死亡感觉，着实让方毅心头生出一股大恐怖。生死之间有大恐怖，古人承不起我呀！方毅调息了很久，目光才逐渐变得清澈，只是那拿剑的右手现如今还有些微微的颤抖。这并不说是方毅心智不坚，完全是因为死亡的阴影着实是一般人承受不住的。就在这时，清河的声音传到方毅的耳畔：死亡的感觉如何呢？方毅沉默了一会儿，涩声回道：非常糟糕。在那一刻，我的眼前甚至出现了回马灯。这个回答让清河娇笑不已。死亡是每一个追求长生的修士的最大敌人，你有这等感觉也很正常，加油吧，多死几次你就习惯了。但是接下来我会封印住你的灵力和气血，你将以凡人之躯对战凡人之躯的剑影，记住，好好去体悟剑道的美妙。拥有通明剑心的你，是天生的剑道奇才。方毅闻言缓缓点头，清河这样做一定是有他的妙用。一道青光落在身上，方毅立马察觉到自己那强悍的气血和蓬勃的灵力迅速的消退下去，庞佛，自己回到了当初那从未练习过武道的那天。微微握拳，方毅不由得笑了起来，这副孱弱的身躯还真的是好久未感受到了。说完这句话，少年重新进入无方剑域，再次见到了青衣剑客宁志。师兄，请赐教。方毅抬眸，眼神认真而冷漠，手中之剑在空中划过一道曼妙的弧线。那青衣剑客宁志欺身而上，施展出绝妙的剑法。叮叮，剑与剑之间的交锋在空气中碰撞出火花，带出无尽的灵感。这一次，方毅撑到了第5剑，才被一剑断送了性命。现实世界中，少年猛地醒来，大口大口地呼吸着冷空气，强行将脑子里的大恐怖压了下去。虽然眼中依旧带有惊惧之色，可是更多的还是难以抑制的兴奋。有进步，这一次多撑住了2剑。方毅的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神光，脑海在这一刻开始急速的运转，如同电影播放一般。刚才与青衣剑客宁志交手的所有招数都在缓缓播放，让方毅汲取到其中的精华。原来这一剑是这般展出的。方毅只觉得此刻的自己如同一块久逢甘露的干枯海绵，在汲取着来之不易的水源。他的剑道基础正在一点一点的补足。思考了片刻之后，方毅再次进入无方剑域。青衣剑客没有再多说什么，再次欺身而上，手中之剑灵力异常。7剑，死亡；9剑，死亡；11剑，死亡；13剑，死亡。这一个过程足足持续了13遍。终于再次死亡之后，方毅不再紧张，不再惊惧，而是缓缓闭上双眼，脑海中的思维火花在这一刻开始急速的碰撞，爆发出更多的灵感。某一刻，方毅睁开眼睛，双眼之中的神色平淡至极。他再次来到了无方剑域，青衣剑客欺身而上，使出了那羚羊挂角的精妙一剑，欲要再次一次取方毅的性命。可这一次，站在原地不动的方毅只是挽了个剑花，抬手随意一甩，就将他的致命一剑给格挡了下来。也不知是不是错觉，在这一刻，只是一道幻影的青衣剑客冷漠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错愕之情。在之后，他看着不知何时刺入自己胸膛的剑，神色忽然变得安静祥和。方毅抬眸，神色认真道：多谢师兄。青衣剑客就这般沉默地看着方毅，身躯逐渐变化消失，化作粒子融入了方毅的身躯之中。在接受了这些粒子之后，方毅的脑海里多出了不少记忆，都是关于这位宁志师兄的剑道生涯。恍惚之间，方毅窥见了这位师兄的一段生平。出身江湖剑客世家，自小习剑，不分春夏秋冬，只为手中之剑。12岁练剑小成，青年一辈再无敌手。14岁练剑大成，老前辈们不是对手。16岁练剑已经达到了一个玄之又玄的地步，至此他所在的国家之中，他的剑当属第一。在之后，他寻仙问道，得以窥见仙人，被收入少白一脉，开始练气，斩妖魔，除恶客，平生一把剑，只为荡涤四方，还一个朗朗乾坤。而那如羚羊挂角的一剑，方毅也学会了，名唤孤鹜落，如神鹰般落下，
速度奇快，角度刁钻，精妙绝伦，在敌人还未反应过来之前，已经直取对方的性命。明悟了一切之后，方毅重新睁开眼睛，认真对着那位师兄消失的方向认真抱拳一礼，谢师兄馈赠。接着，方毅再次选择了一道剑痕，这次出现的是一位黄衣剑客，对方的剑是大力沉，颇有一种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的感觉，一剑比一剑重，一剑比一剑来的凶猛，一剑比一剑叠起的攻势如海啸一般不断的叠加，让方毅根本没有还手的机会。三剑，又是三剑，方毅只看到那柄门板般宽的巨剑从天而落，砸向了自己的额头上。死亡，再一次来临。方毅睁开眼睛，双目之中似乎有剑光不断划过，深处演化出一道道玄奥的剑光痕迹。在这一刻，方毅沉浸在了剑道的美妙之中，只觉得剑道精妙，自己像是沧海一粟般的渺小。果然是美妙至极啊！越是接触，方毅越觉得自己是那般的渺小。剑道是如此的美妙与高深，在不断的死亡与重生之间，拥有通明剑心的少年在不断的汲取养分，逐渐壮大，如一柄顽石包裹着的宝剑，正在不断的被磨砺出剑身上的斑斑锈迹，绽放出惊艳天地的剑光。地星，1周的时间转瞬即过，方毅准时回来，第一时间打开了房门。巧的是，看到了正在自己房门前似乎等候多时的海浪波纹蓝发的少年，正是都泽瀚海。都泽瀚海又一次听到了方毅的战绩，心中情绪难定，觉得自己应该见一见这个住在天字1号房的同学，因此等候多时，就想与方毅打个招呼，认识认识，今后可以一起磨练前进。但当房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都泽瀚海本欲打招呼的脸色猛地一变，瞳孔瞬间缩小，身躯猛地僵硬，因为他看到方毅的那一刻，只觉得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极为凶悍的气息，那感觉犹如一只无法匹敌的猛兽盯着你，又好似一柄斩天灭地的大恐怖神剑横跨在天空之上，于冥冥中架在你的脖颈上，庞佛你只要稍微一动就会被斩成烟尘。但这种危险的气息转瞬即过，方毅很快收敛，看着眼前摆出了防御姿势的都泽瀚海，平静问道：有事吗？都泽瀚海眼神警惕地摇摇头，然后方毅轻微点头，大步地走了。000三人正找他去启程的地方集合，他可没有功夫在这里闲聊。2区，大批的新学员正聚集在这里，三三两两聚在一块儿，正热火朝天地议论着接下来的分院考试。这是一处大型的非洲博台，博台的中间，一个巨型光门正矗立在其上，呈漩涡状，很明显是通往一个使境之类的地方。方毅一现身，便被眼尖的宁玲玲看到。这边这边！宁玲玲招手对着方毅高声呼喊道。她本就生的青春活力，再加上有一种特殊的知性美，吸引了不少男学员的视线。见这位知性美人忽然对一个男学员这般热情，瞬间吸引了不少男同胞的嫉妒。可当他们看到了方毅的脸那一刻，全部视线都撤回了，也因为他们都认识方毅那张脸，也知道方毅是个狠人。伴随着一道破空声，许久不见的罗成身穿一身玄黑色的战甲，轻飘飘地站在半空之中，居高临下，身为降级巅峰武者的强悍气息一览无余。众人微微低头，示意尊敬。紧接着又是3道流光，来了2男1女，全部都身穿玄黑色战甲，气息强大，悬于半空之中，气质不一。叮铃一声，半空之中忽然浮现出一道光影，学府的中央控制枢纽机器人化作一个圆球模样的光影，开始波动讲话，告知请第78届学员做好准备，分院考试将在1小时之后开始。本次考试地点地魔渊。本次考试内容：击杀地魔渊中的魔兽，获得地魔渊中的地魔花，每一份击杀或者采摘都将获得一定的积分。注意事项：地魔渊中禁止学员互相残杀，可以适当竞争，胜利者获得失败者所拥有的1半积分。圆形光球闪动之间，将考试内容和具体注意事项发放到每一个人的念网终端之内。地魔渊，4人当中，冷月梅在听闻了这个地名之后，小脸有些煞白。宁玲玲本能感觉不太妙，追问道：地魔渊，这是什么地方？陈浪接过话茬，神色有些难看。我们这处星空所处的环境被称之为正宇宙，与之相对的还有一个镜面世界，也就是世界的反面，其名为负宇宙。如果说正宇宙是欣欣向荣，是万物生灵的家园，那负宇宙就是所有诡谲事物和一切的破坏聚合体的老巢所在。伴随着负宇宙之间的聚集的负能量越来越多，其中孕育出了许许多多难以想象的且诡谲的存在。这些存在，我们正宇宙一般称之为魔兽。负能量我们的文化之中也是魔气的一种称呼。这些魔兽个个长得奇丑恶心，且拥有很多难以想象的强悍能力，可谓是诡谲至极。那这个地魔渊是否是这个负宇宙在我们地心的入口之一？它为何会出现裂缝？简单思考了一下，方毅很快就明白了什么。陈浪点点头。有学者预测，其实是负宇宙的积攒的负能量太多了，导致整个负宇宙的承受上限有些超出了，所以才会在某些特定的时刻，在正负宇宙交界的地方产生细微的空间裂隙。这些细微的裂隙所在便是地魔渊。而且据我所知，4大学府所处的地方下面都镇压着一个地魔渊。学府这次将分院试炼放置在地魔渊之内，应该也不会让我深入，应该只是放在外围区域。骤然听闻这般秘闻，宁玲玲、冷月梅和方毅都觉得耳目一新，之后才觉得有些后怕。这等地方，其中蕴含的魔兽实力恐怕会超出一般武者的实力吧。但既然学府已经做出了决定了，那他们也只能听从安排了。4人之间的气氛微微沉默了一会儿。冷月梅看着方毅，似乎还想着做最后的努力，要不我们到时候还是一块行动吧。魔兽这般凶悍，我怕分散而开会被轻易的击杀离场。当然，学府不会让学员们被杀，不过恐怕离场之后分到的好学院和好导师的机会就轮不到我们身上了。对于冷月梅的担心，陈浪和宁玲玲都有些赞同。3人都看向方毅，方毅微微沉默了一会儿。讲实话，
他是非常不想与人一起组队的。尽管眼前这3人已经算得上是他的朋友了，是一定程度上利益互相连通的，可方毅身怀大秘密，注定一人行动才方便许多。片刻之后，方毅还是微微摇头，拒绝了3人的邀请。抱歉，我还是觉得一人行动的好。3人的脸上都浮现出了淡淡的失望，但是没有人会因此埋怨或者责怪方毅，因为某种意义上，他们邀请方毅加入组队，其实就是让方毅带飞自己的。若是因为得不到人家的帮助就心生怨怼，那跟畜生有什么不一样？不过失落仅仅只是暂时的，3人到底也有自己的骄傲，很快就振作了起来。就在这时，光门开始发出隐隐白光，一股玄奥的波动和一股诡谲的气息从其中缓缓传出，伴随着空间传送独特的天旋地转之感。众星学员踏入到了一个诡谲之地，此处非常像是洞窟深处，头顶是暗淡不见天日的灰雾，身边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怪石和形状怪异的地生植物，组成了一幅可以对寻常人造成不小心理冲击的场面。宁玲玲抬脚看着脚下那淡淡的如同胶水一般的粘液之物，脸上露出了明显的恶心之感。这是什么？咦，好恶心，怎么到处都是这种粘液啊？我好像猜到了什么软软的东西了。这里的异常地形环境让不少女学员都脸色突变，显然恶心的不行。但更多的学员历经过不少事情，心中对于这等恶劣的环境可谓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抵抗力。环境如何恶劣，方毅都无所畏惧。就在这时，背后的光门走出来4人，定睛一看，正是罗成等4位学府教师。4人腾空而起，浮于半空之中，神色淡然。这里的环境是前不久我们一位封侯境的老师斩杀了一只魔兽所留下来的战斗痕迹，不必担心会有突破等实力范围之外的魔兽，只管认真探索就是了。考试的区域边缘处，我等布置了发光的萤石，千万不要超过萤石标记之外，若是遇到强悍的魔兽，我们4个可能救援来不及的。考核的规则很简单，罗成等人只是多嘱咐了几个注意事项。接着，众学员们便四下而散，或者成团而走，或者3、3两两，孤单一人的少之又少。而在这少之又少的学员中，方毅径直一人走了的背影，让不少人看的都引发了深思。这方毅实力是很强没有错，可这竟然不与同伴组队，未免也太张狂了些吧。虽然有4位老师的看护，可这里到处充斥着吃人的魔兽，一个不小心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了。他真的这般自信？看不透，但是我知道他一人走多半会遇到麻烦。后面的议论纷纷没有影响方毅半分，倒是稍缓一些走的宁玲玲、冷月梅和陈浪3人遭受到了不少好奇的视线。有靠得近的学员忍不住问道：陈浪，你们3个不是和那方毅是朋友吗？怎么他不和你们一块组队啊？这一声吆喝将不少视线都转移到他们3人身上。在这些视线之中，其实不乏有看好戏等眼神，只是3人没有丝毫的理会，随机挑选了一个地方也走了。那些人顿感无趣，天是灰蒙蒙的一片，分不清东南西北。方毅只能依靠感觉往前走。这里的地形极为诡谲，既有宽阔无比的黑色平原，又有怪石嶙峋的石头林，其中还有看似是草地，但底下是吞人不吐骨头的沼泽地。但它们都有一个同样的相似之处，那就是随处可见飘荡着的灰蒙蒙雾气，以及到处游荡着的奇形怪状的魔兽。方毅走了没多久，便遇到了一只魔兽，头顶着8只眼睛，胸前张着4个爪子，其中像是2只人手，整体似豹子，但是下半身却如同蛇一般在地上蜿蜒爬行，留下一条带着粘液的路径。方毅看到对方的时候，他似乎在吞吃什么，肚子鼓囊囊的，嘴角不断的滴下点点粘液。魔兽对于生人的气息十分敏感，方毅距离他50米开外，还隔着不少怪石。对方猛地抬起头，朝着方毅这边看来，类似鼻子的器官不断的嗅着。灵石坠中，小青见这魔兽的模样，忍不住的怪叫了起来。咦，真的是臭得要死啊！这个所谓的副宇宙出来的东西，怎么都长得这么丑陋？狐族向来以郎才女貌著称，小青是真的见不得丑东西。好，那魔兽径直的朝着豹头蛇身兽张开血盆大口，嘶鸣一声，吐出无尽的腥风，庞大的蟒蛇身子蜿蜒盘旋，所过之处石柱都坍塌一地，造成的动静可是不小啊。方毅见状也没有胆怯，反而抬手一招，将飞光招出。少年手持战金长剑，长啸一声，持剑迎敌。豹头蛇身魔兽的速度很快，庞大的身躯同时也带给了他超出一般想象的力量。他腋下的2只手臂看似柔软无骨，却如同钢铁一般坚硬，眨眼之间飞射到方毅面前，高高抬起手，重重盖下。轰！豹头蛇身兽的攻击落下，将方毅刚才所站的地面轰出了一片如同蜘蛛网般的碎裂痕迹。反观方毅，心思灵敏的他，早在前一刻足下用力，身躯猛地朝空中一跃，如同鹞子翻身。枪！飞光在半空中划过一道完美的弧形，凌厉的飞剑划破了豹头蛇身魔兽漏洞百出的后背，在上面留下了一道深刻的血痕。好！豹头蛇身魔兽受伤吃痛的大吼一声，眼中凶光暴起，身躯诡异的来了个对折，腋下双手猛地拉长，如同橡胶一般，带着腥风朝着背后的方毅猛地一挥。破空声传来，那双手之上缭绕着漆黑的黑气，方毅一个不慎，直接被其轰飞了出去。接连撞倒了10几根粗如门柱一般的石柱之后，方毅从碎石堆里站了出来，微微调整了有些紊乱的气血和灵力，看向豹头蛇身魔兽的眼神之中，战意越发高涨。真的是一个好的练剑对象啊！豹头蛇身魔兽猛地扑了上来，方毅脚下游龙步施展而开，犹如云中神龙，见首不见尾。这般飘渺的步伐，使得方毅犹如波涛汹涌中的一叶扁舟，看似屡屡处于危险，实则没有受到过任何实质性的伤害。反观方毅手中之剑，已经在豹头蛇身魔兽的身上留下了好几处见血的伤口，其中一处已经深可见骨了。如此戏耍，着实让自诩为劣势者的豹头蛇身魔兽勃然大怒，攻击越发的凌厉，4只手舞动的密不透风，将所过之处的所有石柱都破坏一空。
反观方毅如云中神龙，游走于他的周身，手中之剑划过一道道漂亮的轨迹，在其身上造成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伤口。没有错，方毅在借用爆头蛇身魔兽的攻击补足自己的剑道基础。在这个过程之中，方毅只觉得这段时间在无方剑域之内的剑招基础正在以清润的灵泉进入自己的神魂深处。方毅在飞快的变强，将自己这座万丈高楼的基础一点一点的打牢固。方毅每一次出剑都会在爆头蛇身魔兽的身上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剑痕。若是在方毅不隐藏实力的情况下，每一道剑痕印刻在其身上都会沾染着一道雷罡剑气。若是剑痕数量足够，方毅只需要心念一动，爆头蛇身魔兽就会被无数道剑气引爆，轰然变成血沫，消失于天地之间。可方毅并未这般做，因为他在利用爆头蛇身魔兽磨练自己的剑道。片刻之后，方毅意识到眼前这头魔兽对自己的磨练效果已经微乎其微之后，果断心念一动，引爆剑气。后者甚至都来不及嘶鸣，就被潜藏在体内的暴虐之罡的剑光轰然引爆，散落成一地的血沫碎屑。在其中，方毅看到了一个小小的波纹令牌，要是没有猜错的话，这应该就是积分牌了。方毅抬手一招，波纹令牌飞到其手上，灵力自掌心喷涌而出，将其上沾染的血沫震散，接着念往终端微微一扫，积分到手。只是看着这积分，方毅微微有些错愕，100积分这么少的吗？不过方毅没有过久的纠结，再次施展游龙步，朝着更深处赶去。这地魔渊外围都有如此实力的魔兽，说明深处的魔兽实力肯定更加强大。剑修勇往无前，凡是挡在自己道路上的，一剑给他就是了。方毅此行不单单要夺得桂冠，更是要借助这地魔渊的难缠且凶横的魔兽，好好磨砺一番自己的剑道。与此同时，光门入口处，4位学府强者站在4根不同的石柱上，目光眺望远方，实则是在照看着4方学员们的动静。忽的，3男1女之中，那女性忽然开口，轻声咦了一声。这个学员，他的剑法怎么会如此强横？此女名唤敏之，学府教师天团之一，拜将级6层的实力，人称云之将，其真力如云之般浓郁，且拥有一定的特殊能力。敏之一声轻呼，将罗成3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敏老师，怎么回事？敏之将方毅那凌厉的剑法以及可以引爆后者的剑痕能力说了出来，让3人无不为之感到震惊。当然，罗成心中在震惊之余，更多的是一种颇为喜悦的感觉，因为同人们所惊讶的这位小伙子是自己从沙砾中拾取出来的一颗明珠。这种感觉让罗成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满足感，但是他暂时还未说，因为他觉得方毅肯定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惊喜。到那时候一块说出来，那效果才是真正的爽爆啊！风在耳畔呼啸，方毅在双腿双个贴上了一道隐蔽的神行符之后，轻轻一跳就蹦跶了3尺高，借助灵符在石柱林之中不断的腾移。这一过程很刺激，尤其是看见地面上的一切在自己脚下那种飞掠的过程，当真是有些飘飘然。可方毅没一会儿就不觉得新鲜了，因为他已经体会过了肆无忌惮的飞行过程，相比之下，这根本就是小儿科。灵石坠之内，小青的声音传到耳中，刚才那丑八怪还是有点作用的，起码你的基础又牢固了不少。很好，照这样下去，你在这里应该可以将基础牢固。那接下来我这般就可以让你开始法和灵的磨练了。方毅微微一惊，刚想问何为磨练法与灵，可在这个时候，方毅的神识忽地微微一动，他察觉到了不远处似乎有人在求救。那人呼救的很是凄惨，当真是听者落泪，闻者伤心。可方毅转头就越过了对方所在的区域，直奔神识感应中游荡的目标所在而去。那人似乎也看到了天空中一闪而过的方毅，不由得立马站起身子来，破口大骂道：“见死不救，你不得好死！”回答他的是一根从天而降的巨型石柱，石柱粗如门柱，砸在了他的耳畔，差一点就把他一起给带走了。那人后知后觉，浑身冷汗直流。方毅随手给其一个教训，朝着自己的目的地奔去，心中根本不在意刚才那人。片刻之后，方毅见到了自己的魔剑目标，一只长着人头，腹部生着动物蹄子，背后长出2只羽翼，尾巴更是一只长长的猪尾巴。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些魔兽的长相着实是有些反人类。小青直接闭麦，仿佛多看一眼都会污了他的眼睛。方毅微微一笑，飞光招来，持剑欺身而上。这只魔兽与之前那只不一样，实力明显要强很多，尤其是速度。一开始方毅有些轻敌，被其狠狠地拍飞了2-3次。游龙步施展而开，方毅身化云中神龙，踪迹飘渺虚幻，犹如波涛中的一叶扁舟。可尽管如此，依旧好几次被其抓到方毅的动作，攻击立马就攻了上来。几次3番下来，方毅体表有些灰尘，也是轻微的吐了一口血，甚至差点都忍不住动用全力轰杀此僚。可方毅终究是忍住了，因为自己仅仅只是有些难以招架而已，并不是胜不了。飞光在发出嗡嗡的剑鸣之声。自从上次他被清河姐稍微升级了一下之后，他的灵性越发灵动了起来，其威力强盛了不少。方毅闭上眼睛，星湖重新变为万年冰湖，在无方剑域这段时间内所学习的所有基础剑法在心中不断的闪回。伴随着他的理解与吸收，手中的剑法从一开始的凌厉变为了惊艳诡谲，最终所有剑影化为羚羊挂角的惊艳一剑。这一剑如同那落日晚霞下的孤鹰，双翅猛地一张，在对方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刺中了对方的要害之处。空气中仿佛掠过一道虚幻的鹰啼，那魔兽的动作猛地僵住，接着看着刺入自己心脏处的胸口，嘴里吐出大口大口的鲜血。剑招孤雾落。方毅自无方剑域之中从第一位剑影上习得的剑招，如羚羊挂角，神来一笔，只闻其声不见其剑，在回首之际已然中箭，要害被刺破。方毅露出微笑，心中颇为喜悦。可紧接着他的笑容就消失了，因为这只被自己刺中了要害的魔兽只是大口的吐血，可他那双人头上的眼睛似血般的红光猛地暴涨了起来。死孩子，快退！
小青厉喝的同时，方毅急速朝着身后退去，无声的嘶鸣响彻在整片空间之内。眼前这魔兽张开人头嘴巴，发出一声声无声的嘶鸣，明明没有出声的，但却让方毅感到强烈无比的恶心，甚至连淬炼强大已经不生病的方毅，觉得自己的脑袋一阵昏眩，胃部更是翻江倒海。这种强烈的晕眩感觉让方毅极其的难受，难受到有几分不对劲。小青观察了一会儿，果断让方毅拉开距离，跃到100米开外的一处石柱上。不对劲，这东西的叫声似乎会动荡你的神魂，让你产生无比难受的感觉。似乎是隔着比较远之后，方毅感觉这莫名来的晕眩好了很多，只是看向那魔兽的眼神变得凝重了几分。若是攻击水平上涨那倒无所谓，只是这种无形的神魂攻击着实让方毅感觉有些头疼。养魂术确实挺不错的，但对于已经晋升筑基期的方毅而言，已经是有点过时了。小青也意识到了这个事情。我传你一道神魂法诀，名唤剑光分神诀，不过修炼这法诀需要找一处僻静之地才行，回去之后你再修炼，眼下确实不行。我感觉这些丑东西的攻击不单单的动荡神魂，甚至还能够污染神魂。污染神魂？方毅微微一惊，这换作地心的说法便是污染灵魂。忽的，方毅似乎明白了进来之前罗成等老师对他们的一句嘱咐：魔兽是负面能量的聚合体，你们对其的时候千万要小心，谨守心神。原来这便是副宇宙的产物啊！方毅这般想着，那魔兽已经以极快的速度冲了上来，无形的神魂嘶鸣攻击再次降临。可这回对方毅没有用了，因为他左耳上的灵石坠正散发着灼灼青光。小青断然喝道：我将其神魂攻击挡在了外面，你持剑斩了他。方毅了然点头，拔剑上一道暗红色的剑光冲天起，斩在了扑上来且毫无防备的那魔兽的身上，几乎没有任何阻拦，锋锐且暴虐的剑光将其一分为二，后者的身体被剑光从中间展开，变成了两半，从方毅的两侧扑向了地面。轰隆一声，砸在地面上，似乎还未死绝，又乱动了片刻，这才缓缓死去。可为了保险起见，方毅果断引爆剑气，将其肉身炸成了细微的血沫，从中拿出波纹令牌200积分到手。渴望着刚才那恶心无比的神魂攻击，方毅只感觉有些头疼。小青，是否有法器可以让我暂时抵挡这神魂攻击？小青微微沉默了片刻。这神魂攻击其实某种意义上还能够磨练你的神魂，但眼前你是第一次接触，而且这丑东西似乎还能够污染。算了，我传你一道法诀，对战的时候默念就能抵挡了。回去之后，你给我找些灵材，我帮你炼制一个抵御神魂攻击的法器。方毅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他也不再掩饰隐藏自己的气息，全力搜寻那些魔兽。不一会儿，已经有3只魔兽再次被气斩于剑下。可随着慢慢的深入，方毅越发感觉到这处地魔渊的特殊之处，空气中飘荡的黑雾浓度似乎越来越高了，且方毅的心境也慢慢的浮躁了起来，甚至好几次眼前都产生了丝丝缕缕的幻象。负能量果真可怕，幸而方毅的道心坚定，很快就能摆脱幻象。而且在这种过程之中，方毅对于这类幻象的抵抗力正在缓缓的提升。在有着小青传授的口诀帮助下，方毅如同一位杀神，将那些让人闻之色变的魔兽统统斩于剑下。可随着方毅的深入，他很快便到了荧光石所划定的考核界限边界了。望着边界之外如同愁云一般飘荡着的黑雾，方毅莫名的感觉毛骨悚然，只觉得当中似乎隐藏着大恐怖。他果断掉头，没有一丝一毫的贪恋。就在这时，方毅敏锐地察觉到了似乎有人呼救。不过这次方毅果断奔去，因为这次呼救之人似乎是宁玲玲。在某一处长满黑色怪树的平原之上，身穿青色战甲的宁玲玲正在逃跑，但逃命的同时，她却并没有完全失去理智，不时地从自己战术背包里掏出一枚小型灵子广雷，直接扔向了后方。后方正在追逐他的是一只有着狗熊身躯、腹部长着蜈蚣足、背部额外长着10几只人类手的恐怖魔兽，其所散发的危险气息甚至远超方毅之前遇到的那几只。宁玲玲也是不小心遇见这只魔兽，本以为可以轻松解决，可这只魔兽仅仅只是长在背后的那人类手臂轻轻一拍，陈浪和冷月梅2人就昏睡了过去。唯独宁玲玲是精神念师，抵抗力较强一些，这才没有中招。陈浪、冷月梅2人此刻正在拿魔兽的背部，被4只手牢牢地固定着。四散而下的灵子广雷被那魔兽毫不在意的触碰，发出一声声剧烈的光爆。魔兽吃痛，但却没有放弃追逐宁玲玲的决心，反倒是速度更加之快，背部上的手臂更是摇晃了起来，再次猛地拍击在一块。啪！一声清脆的拍掌声，清晰无比地传入了宁玲玲的耳中。原本清醒异常的宁玲玲身躯猛地一颤，眼皮差点就合拢了起来。不行，宁玲玲你不能中招啊！宁玲玲咬住舌头，剧烈的疼痛让其很快就清醒了过来。可一味的防御最终都会是徒劳的。那魔兽的拍掌声再次袭来，飘荡在平原上的黑雾也在这个时候在宁玲玲的眼前开始产生幻象，让宁玲玲的眼前幻象丛生。甚至在这些幻象之中，她依稀见到了从天而落的方毅。尽管知道这是幻象，可宁玲玲在见到了方毅的身形那一刹那，心中顿生出安全感。若是方毅真的在这里，那自己应该是要得救了吧。不知何时，宁玲玲也没有发现自己对于方毅那强大的战力已经形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崇拜，似乎方毅只要在这里，无论多强的对手都会被其击败。方毅见宁玲玲眼皮疯狂往下坠，心道一声不好，当即灵力鼓动，舌战春雷，喝道：宁玲玲，醒来！这一声大喝犹如洪钟大吕，瞬间将昏昏欲睡的宁玲玲给唤醒了。她猛地意识到了什么，眼睛的余光微微往后面一瞟，当即毛骨悚然，因为那魔兽的腹部超出常理的张开了深渊巨嘴，高高跃，几乎要将其吞入腹中。如此之境的剧烈，
甚至让宁玲玲已经闻到了那深渊巨嘴的咸水恶臭之味。难道我要死在这里了？宁玲玲正生出绝望之感，欲要拼死一搏的时候，忽地，她听到了一声空爆声，还未反应过来，一道战金剑光轰然坠落。方毅那俊朗的面容，强势无比的从天而降，映在了他的眼中。孽畜，安敢放肆！战金剑光冲天而落，巧妙地避开了背上昏迷的冷月梅和陈浪二人，透心而过，将那魔兽死死地钉在地上。剑身上缠绕着的雷罡剑气也在这一刻透体而入，彻底在其体内爆发。暴虐的雷光与销金熔铁的钢煞直接透体而入，在其体内犹如一条条乱撞的巨龙一般，直接将对方的身子都撑开，成为了一颗巨大的圆球。那魔兽发出刺耳且凄厉的叫声，犹如夜半三更的孤儿鬼，刺耳且震荡神魂。方毅落地的那一刹那，在宁玲玲痴呆的眼光中，抬手用灵力一震对方，对方没有任何准备，被震飞了好几公里开外。幸好宁玲玲身穿战甲，有紧急制动功能，这才无伤。可反观方毅，却猛地转身，双腿用力一跃，由龙步施展而开，身躯闪转腾移之间，身躯灵动的飘然而至那魔兽的背上，一只手一个，直接将昏死过去的冷月梅和陈浪二人送出了几公里开外，让宁玲玲带着二人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躲避。趁着这个机会的时候，那魔兽竟然诡异地脱离了飞光。只见其嘶鸣一声，震动神魂的凄厉叫声让方毅堵脑袋都隐隐约约有些欲要开裂的架势。同时方毅也清楚了解了一件事情，这只魔兽的实力恐怕要比他之前解决的那几只更强。可方毅预料到了他的强，可万万没想到他的诡异。飞光死死地将其钉在地上，后者庞大的身躯难以挣开，并且每分每秒暴虐的剑气在其体内所造成的伤害就要多一分。可即便这样，他都没有当场爆体而亡，反倒是体表开始浮现出一丝丝与空气中聚散不定的黑雾一模一样的黑气。黑气犹如生命的物体，悄然缠绕在方毅的衣角之上。只见那衣角刹那间变成了飞灰，消失在空气之中。方毅见此，心中警铃大作，闪避50米开外，抬手一招，飞光在空气中划过一道曼妙的弧线，飞回到了他的手中。好诡异的攻击方式！方毅心有余悸地回想着刚才那一幕，同时看着自己的缺失衣角的衣袍，心脏被钉死，可那多手魔兽依旧活蹦乱跳。飞光飞走之后，身躯之上的伤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方毅也察觉到对方体内残留的剑气也在不断的消散，是那黑气的缘故是吗？方毅喃喃道：“趁其病，要其命。”方毅的思绪转动得非常之快，几乎没有任何犹豫，体内气血爆发，来自筑基大修的强悍灵压轰然压向了诡异的多手魔兽。筑基大修的灵压无比可怕，多手魔兽欲要袭击上来，却被这如同空气墙的灵压死死地压在地上，身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体表更是渗透出大量的黑色液体，滴落在地，腐蚀出一片的坑洞。方毅将其收入眼底，没有再说什么，抬手就是一剑，御剑术，流星一击。空爆声中，一把战金长剑消失在原地。下一刻，一枚极致璀璨的流星在天上一闪而过，下一秒带着无法匹敌的光辉与令人胆寒的力量轰然落地。生死危机之际，那多手魔兽身躯疯狂抖动了起来，其背部之上的多只人类手臂不断的拍击，释放出那可让人神不知鬼不觉昏死过去的波动。可这一切都没有用，在那如流星坠落的剑光之下，他的身躯被碾压成了血沫，从中掉落一块银色的波纹令牌。心神念动，飞光重新飞回了腰间特意准备的青色剑鞘。法力摄取之下，银色波纹令牌飞回手中，积分再次跳动。不过这次跳动的范围有些大，足足有500积分。银色的话，那是不是有金色的呢？方毅心中不由得想到。不过他没有太在意这么多，来到了宁玲玲三人的身边。让方毅有些意外的是，冷月梅和陈浪二人依旧没有醒过来。方毅看向宁玲玲，用药了吗？分院考试之下，三人早就预料到地魔院内可能出现的各种事故，因此也准备了大量的各种药物，其中不乏有治疗昏迷或者中毒的。宁玲玲脸色有些难看的摇摇头，都喂过了，但是似乎没用。宁玲玲既是药剂师，同时也是一个医师，虽然没有拿到职业执照，可她家学渊源，掌握的医疗知识甚至比得上很多资深的医师。简单的给二人检测了一番之后，宁玲玲脸色更加难看。毒蛇生活的地方，不远处必有解气毒的草药，要是要让他们两个醒来，可能还需要回去刚才那多手魔兽的栖息区域附近寻找。方毅闻言微微点头，这话他也听过。旋即，方毅嘱咐宁玲玲找个稍微安全的地方照顾二人，问清楚了他们遇到那魔兽的地方，消失在视野中。路上，小青的声音响起：“你倒是对这三人好的不像话，明明还只是刚认识不久。”方毅嘴巴没有动，传音回道：“我又不是什么心性孤僻的自卑之人，也是需要交几个朋友的，简单的朋友。”小青的声音很轻，笑道。方毅微微摇摇头，不管是利益朋友还是真心朋友，我都需要。人生在世，谁能预料到下一步你遇到什么难处，要找什么人帮忙呢？再者说了，只要我一直变强下去，这友谊就能够继续维持。听到这个回答，小青微微一愣，心中对于方毅评价再次提升了不少。在神行符的帮助下，方毅赶去了那魔兽所在的位置，但他万万没想到的时候，随着他那实力的爆发，在发光营世界杯之外的地方，那如愁云般的黑雾逐渐开始涌动了起来，其中隐隐约约的，甚至传出了某种空旷寂寥的窸窸窣窣之音。那地方其实很好找，是一个冒着气泡的黑色深潭，可这地方似乎已经被鸠占鹊巢了。方毅来到此处的时候，正巧碰见了两拨人互相对峙，在深潭之上悬浮着一朵黑色的荷花，其上有一朵白净的莲蓬，莲蓬随着微风摇晃，散发着浓郁的香气。方毅仅仅只是闻了一口，都觉得法力和气血开始翻涌。好东西！方毅不加掩饰气息，缓步走向了两拨人，一步踏出，一身剑势冲天起，如银汉垂落，又如绚烂雷光，
让人不由得侧目。黑色深潭附近一共分为2拨人，其中一行人人影幢幢，赫然有10几人，神色不一，但气息显然都十分强大。方毅的感知中，差不多都是武者8、9品的层次，极少数甚至已经触摸到那道门槛了，就差一个契机。为首的一人乃是位身材高挑的、气质冷冽的高马尾少女。少女眉眼极淡，神色淡漠，身躯玲珑，腰间挎着一柄翠绿长剑，2只素手上戴着2只手套，穿着一身滚着蓝边的特制战衣，上面有大片的金线绣图，隐隐约约之间似乎可见一只翠绿色的不知名生物。让方毅微微惊奇的是，对方的一双眸子竟然不是棕色，而是在翠绿色，犹如一汪绿色深潭。在其身后跟着10几个男男女女，似乎都以他为尊。反观他的对面，则是方毅认识的苍兰王的独子都泽瀚海。他的身后倒是无人，但他神色平静，身躯微微挺直，整个人散发出威势，犹如深渊大泽一般，深不见底。在其身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约约的海潮翻涌之音。都泽瀚海和那少女明显已经是降级，已经凝聚出自己的势，但很显然，都泽瀚海的实力要强于高马尾少女。2拨人马显然也是觊觎那黑和白莲，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那是一个好东西。反正当谁都不服谁的时候，方毅出现了。方毅一出现，他那犹如一柄抵天神剑的锋锐之势，以极为强横的姿态，硬生生地插入2者的针锋相对之中。2者的是本能地受到挑衅，欲要反击，一起朝着这个插足的第3者压了过来。可这柄神剑嗡的一声，像那至高无上的上位者气冲云霄的瀚海之景，犹如那异常在雷云深处的暴虐雷光，毫不客气地将2人的势给压了下去。瞬间，2人都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双目之中陡然浮现出丝丝惊骇之意。都泽瀚海认出了方毅，眼神深邃，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高马尾少女也是看着方毅，翠绿双目之中不知道想些什么，眼神变得忌惮。方毅毫不客气，大步流星走到2拨人马中间，看着那黑和白莲，平静道：“这东西我有大用，2位承让了。”如此嚣张跋扈的话语，当即引发了2拨人马的愤怒情绪。有人脱口而出一句：“你凭什么？”但脖梗之间忽然生出一股凉意，仿佛有一把无形之剑架在了上面，只要他再敢多说一句话，大好头颅高高飞起。他瞬间闭嘴了，甚至直接躲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其余人见此一幕，也都感同身受。高马尾少女看着这一幕，翠绿双目之中显露出前所未有的凝重。南荣东瑶，他淡淡开口。方毅瞥了他一眼，微微点头，然后看向都泽瀚海。都泽瀚海身躯微微僵直，因为方毅看向他的这一眼，同样带着气冲云霄的剑势，将其牢牢地锁住。他眉角微微一挑，双手忍不住的微微往上抬，周身的海潮声越发明显。方毅见此一幕，解释了一句：“我有朋友中了毒，需要这东西救命，得罪了。”这般说辞，都泽瀚海脸上的表情这才稍微舒缓了一些。片刻之后，他收敛了身上的战意，微微点头，示意方毅可以随意处置。方毅本是想直接压服2人的，但这般操作又怕耽误时间太长，影响了昏迷中的冷月梅和陈浪，索性换了一种方法。还好这2人也算是通情达理。方毅朝着2人再次微微点头，也算是成了2人一份情。旋即凌波踏水，衣袍翻飞，如一只白鹤飘向那黑色深潭。可正当他踏到一半的时候，忽的，那平静无波的水面之下陡然掀起狂澜，漆黑的潭水从中陡然伸出几只惨白的巨大的类似章鱼触手一般的事物。与此同时，方毅脚下踏足的水波陡然破碎，露出一张长满了无数旋转利齿的可怖巨嘴，利齿互相摩擦，犹如传说中的深渊。岸上众人见此一幕，俱被吓一大跳。如此可怖的魔兽，之前根本无一人能够感受到，当真是阴险狡诈。但同时，其中更多的是看向方毅的眼神，从一开始的忌惮，迅速转换为了同情。如此可怖且阴险无比的魔兽，这个方毅恐怕要葬身其中了。南荣东瑶和都泽瀚海第一时间做出欲要救援状态。2人虽然与方毅有过冲突，但是心肠都不算太坏。可下一刻，2人的眼前就亮起了一阵冲天起的雷光。只见水波之上，机遇葬身兽口的方毅凭空猛地一踏，以凌波飘渺的姿势于半空中躲开了那些惨白的章鱼触手。接着，其凭空悬浮于空中，居高临下，双眼猛地一凝，并指朝着下方一指，一道战金毫光自那指尖飞射而出，空爆声中，一道雷光自那毫光之中大放光明。随后那毫光猛地冲入巨嘴之中，紧接着那巨嘴猛地一僵，随后深潭猛地亮起了起来，伴随着还有一道凄厉的兽吼之音。岸上众人忍不住的捂住了耳朵，脸上浮现痛苦之色。快看，你们看！南荣东瑶背后其中一人猛地大叫道：“那是一片紫色的雷光在潭中炸开，冲天起，噼里啪啦作响，仿佛整个深潭都变成了一锅雷池。雷池犹如热锅，轰然炸开，一道毫光飞出，于半空中转了2个圈，停在方毅的身边，赫然是飞光。反观那巨嘴已经闭上，随后其本体缓缓浮起，赫然是一只本体为乌龟，腋下长着惨白章鱼触手，头部却像是一个鱼头的四不像魔兽。那巨大似乎欲要吞噬天地的巨嘴，赫然在其背部，此刻已经破碎成3瓣，紫黑色的血水从中流出，将原本黑色的潭水染成了一片紫色。方毅神情平静，凌厉护持着保存下来的黑和白莲，同时从那魔兽的尸体中招出了一张金色的波纹令牌。800积分，到手。取到了解之后，方毅心道，既然都展现了自己的飞行术了，索性也就不再隐藏，朝着岸上依旧没有回过神的众人微微点头，化作一道战金盾光飞射而出。在他走后许久，岸上有人这才缓过神来，惊疑不定道：他怎么飞得这么快？寻常败将级有他这般快？还有他那剑，这是如何做到的？方毅化作战金盾光，在天空中留下一道流星划过的痕迹。片刻之后，神识扩散周身3公里之内，方毅很快寻到了3人，
将那黑和白莲的莲子取下2颗，宁玲玲一阵鼓捣之后，制成了2支解毒剂，给2人服下。服下之后没过一会儿，2人的身躯忽然抖动了起来，紧接着吐出2口黑色的血液，旋即悠悠醒来。陈浪醒来以来，捂着自己的脑袋，开口一句就把3人给雷住了。等会儿，你们这般看我，呜呜，爸爸妈妈，你们的烙儿不干净了。本来还担心这孩子是不是中毒太深给毒傻了的3人，当即翻了个白眼，齐声一人给了陈浪一拳。你丫别皮！方毅没好气道。陈浪装出受伤状态，一脸贱兮兮的笑容。救治完了2人之后，方毅再次动手，欲要离开。不过他转念一想，3人组实力还未突破降级，依旧在武者7品、8品阶段，根本不是那些掌握着奇特手段的魔兽的敌人，白白出去恐怕只会是送死。方毅微微思考了一下，看着愁云满布的3人，提出了一个建议：这样吧，也不分开了，你们3人就跟在我身后1公里开外，不要掉队。宁玲玲不解，这既然都跟了，为什么还要距离1公里开外呢？可方毅认真道：因为离得太近，我怕会把你们当成魔兽一块消掉。宁玲玲一脸的震惊，很想骂方毅是不是自大狂，但仔细一想又骂不出口，因为方毅的实力他是见识到的，没准还真有可能呢。冷月梅一脸兴奋，点头如捣蒜，似乎早就等着这一刻。陈浪则兴奋至极，早说啊兄弟，我可就等着这一天狐假虎威呢。方毅轻描淡写的将陈浪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拍开，一脸无语的看着这个不要脸的，好奇问道：不是哥们，你真的不知道脸皮是什么东西吗？狐假虎威这个词，你这么堂而皇之的说出口，难道不觉得十分丢男人的脸吗？方毅本以为自己都以男人的脸面问，质问这货之后，他起码可以稍微的不好意思一下，谁知道陈浪反倒是挺起胸膛，语气提高：男人的脸能吃吗？能泡妞吗？能爽吗？方毅闻言彻底对这货无语了。行吧，你爱咋咋地吧。3人就这般掉在方毅的身后，一路朝着整个发光萤石的边界开始寻找魔兽诛杀，获取积分。同时3人也算是稍稍认识了方毅实力的一角。寻常魔兽方毅直接漏给3人处理，唯有那种散发着强悍气息的魔兽，方毅不退反进，并指一挥动，空爆声接连响起，一道战金豪光飞出，带着暴虐的雷光被斩破一切的锋锐之意，洞穿目标的眉心、胸膛等要害处。之后便是数不清的细小剑气爆发，将后者炸成一片血沫。一路走来，遇到的绝大多数魔兽，方毅仅只需要出一剑，一剑飞出，魔兽便已经失去了生命。他们不知道，这便是御剑术的魅力与强大之处。小青对此的评价为：御剑之术是神魂与灵力对于飞剑的操纵，其中一共分为3个关窍，分别是一气呵成、重山叠浪以及红光急忙。我将3个关窍的细节之处一一与您说，你接下来用魔兽好好练习一下这其中的技巧。如此一来，飞剑当可如指臂使，当称得上一句称心如意。方毅点点头，旋即找到了一处高耸的石柱，细细的领悟这3种御剑技巧。其中一气呵成最容易，灵力凝聚一处，飞剑飞出，只取一剑。其二为重山叠浪，指的是灵力依附在飞剑之上，一波一波的爆发，一波比一波的强悍，使得飞剑如那滔滔不绝的海浪，一波比一波强悍，最终酿造成可以毁天灭地般的海啸。其三为红光急忙，这一招其实方毅学得最快，因为他本身就是剑道第3境界，剑气化红，两者具备异曲同工之妙，使得方毅领悟起来颇为容易，甚至可以说是有些得心应手。依附的灵力越多，所展出的速度越快，甚至可以达到传闻中的瞬斩那般骇然。对此，小青十分看好方毅，他认为具备通明剑心的方毅，领悟并掌握3种御剑技巧，当不是什么难事。方毅在石柱山停顿了3天，第1天领悟了一气呵成，第2天明白了重山叠浪，第3天顺带将剑气化红的境界融入到了红光急忙之中。第4天，方毅将其融合在一起，抬手微微一招，飞光在空爆声中出现在100米开外，洞穿了所过之处的所有石柱。随着方毅的心神念动，在石柱林之中做出各种超出想象的轨迹，甚至可以说是真正的如指臂使，运转如意，灵性十足，可慢可快，功伐无双。这才真的称得上御剑了。方毅心中颇为欢喜，心念感动之下，飞光遁入，进入特制剑鞘之中，发出兴奋的嗡鸣之音。这一幕同样被1公里开外的冷月梅、宁玲玲和陈浪3人看见，皆目瞪口呆。冷月梅忍不住的捅咕了一下宁玲玲，一脸好奇问道：这种御气手段，身为精神念师的你也能做到吗？宁玲玲神色复杂的摇摇头：啊，你难道不也是精神念师吗？冷月梅一脸震惊，可宁玲玲是有苦说不出啊。她是精神念师不错，可方毅那种御剑手段跟她所学到的念师御气手法根本不一样。最为关键的是，哪个精神念师能够御剑轻易斩杀这等魔兽啊？还有，他的剑光剑红真的是精神念师可以做到的吗？这一刻，身为精神念师的宁玲玲对于自己的职业未来充满着浓浓的担忧。反观方毅已经再次开始行动，一连停歇了3日，我的积分应该从第1名掉下来了。不行，这个第1名说什么都不能让出去。学府第78届新人王，飞哥们我莫属了。在一处惨白的树林之中，一群身形如猎狗，头上长着多条突出用神经链接人眼的魔兽正急速地飞驰着。因为在他们的背部赫然是数不清的手指组成的肉翼，呼呼作响，竟然神奇地飞了起来。他们正在围猎，其中为首的一人身穿银白战甲，正逃命似的朝着前方蹦窜而去，模样十分之狼狈。赫然正是陈浪。陈浪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驱使着体内的最后一丝气血，终于将这群肉翼猎狗魔兽引到了指定的地点。在进入那地方的下一刻，陈浪什么也不顾的朝天大喊了一句：兄弟，救命！仿佛映照着他这句话，下一刻一道肆虐的雷光自天空中一闪而过，
一道紫色毫光飞射而出，悄无声息，速度奇快，自天上落下，直射那群魔兽。紫色毫光迸射而出，绕着那群魔兽的头颅一圈，后者刚想要叫喊出来，释放出让人头晕目眩的音波，但只感觉脖颈一凉，赫然已经是头身分离。漆黑的魔血自那无头的身躯之中飙射而出，后者颤抖了几下，似乎还有余力，可是终于无力回天，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那紫色毫光绕了一圈，发现没有任何活口之后，这才飞射而回，落在了方毅腰间的剑鞘之上。这正是方毅的御剑之术。而这里的小青见此一幕，颇为满意地点点头。这地魔园之中虽然灵气稀少，但却让你大为磨练的御剑术，修为更是达到了筑基4层，确实是个好地方。方毅本身资质经历过了文道筑基之后，已经是天品的雷灵根，吸纳灵气的效率惊人的可怕，甚至他都不需要专门寻一间静室内打坐吸纳，只需要在战斗中不断的磨练身体，就会自行的汲取灵气。我辈剑修刚猛锐劲，只为直中取，不为曲中弯。甭管前面是什么高山险壑，一剑斩下再说。一剑不行就2剑，2剑不行就3剑，只要手中的剑足够强，任凭你是什么妖魔鬼怪，都要臣服于吾的剑下。这便是我剑功全盛时期为何会被称之为太玄界第一圣地的根本原因。这也是为何我辈剑修越战越猛，越战越勇。因为我辈剑修能够在战斗中磨练出更加可怕的技巧，也能够在战斗中明悟更多的道理，更能在战斗中快速的成长。清河对方毅非常看好，他已经认定了方毅将会是剑功在太玄界复兴的希望。作为他的分身，小青自然也是如此。小青之所以会被清河派到方毅的身边，也正是因为他可以一定程度当方毅的剑道领路人，这些都是剑修的宝贵经验。小青希望方毅可以明白，而方毅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领悟了御剑术的3个关窍之后，御剑堪称转折如意，说一句数十年磨练之功都不为过。不过这还多亏了无方剑域那的死亡磨练，这才能够再造就现如今已经战力彪悍的方毅。杀心大气的方毅，让宁玲玲3人当作诱饵，主动吸引着周围的魔兽过来，无论是什么魔兽，都一剑下去，统统变成了地上的尸体。其中当然会留下不少奄奄一息的，给3人补刀。可即便这般简陋，3人的积分到现如今也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3人都如此这般，更别提作为主力的方毅。可慢慢的，4人发现周边的魔兽数量开始不断的锐减，所能吸引的魔兽也从一开始的10几只，慢慢的变成了大小猫3、2只，甚至好半天才能诱惑1只。篝火燃起，4人拿出预备粮食，开始加热食用。吃着，宁玲玲忽然道：“算了算时间，我们进来已经差不多1、5天了，再过2天，这分院考试就会结束了。凭借我等现如今的积分，想必分到碧海分院是没有问题的。”一星院之中，一共分为4个分院，按照惊涛骇浪、碧海无量命名。惊涛分院等级最低，有的也只是普通的导师和资源；无量分院等级最高，其中的都是玄武学府最好的教师和最好的资源。入哪座分院，靠的就是在分院考试里的表现。3人的积分虽然排名靠前，但是心中都有数，自己等人是捡漏才获得这么多积分，要想入无量分院是不可能的。碧海院是绰绰有余，无量分院每年名额只有10人，每一个都是学府高层精挑细选出来的，战力彪悍的同时，还要有妖孽般的潜力。方毅等人也从其他学员的口中得知了一件事情，在他们这些人之前，学府其中还匀出去了5个无量分院的名额。虽然其中或许有利益交换，但唯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内定生一定有其过人之处。永远不要小瞧天下豪杰，方毅一直是这般想的，所以他们这群人要争的就是这5个无量院的名额。宁玲玲几乎可以肯定，方毅、都泽瀚海和那南荣东瑶一定会进入无量分院，剩下的就看那2个幸运儿可以闯进去了。这般想着，一口飞剑再次飞出，将一只魔兽的穿了个透心凉。方毅看着自己那高居榜首，甚至可以说是超出第2名将近5倍的积分，露出会心一笑。如此，应该无人可以超过我了吧？与此同时，入口处的4根石柱之上，罗成在内的4位拜将级老师，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神之中都是一片的茫然。他们坐镇这里，就是为了看护这批学员，防止出现过大的伤亡。方毅的所有表现都清晰地被其看见，他们的神情从一开始的目露惊愕，到后面的震撼无比，再到现如今的一片茫然。许久之后，敏之张了张嘴巴，表情复杂，涩声开口道：“这等御剑手段，3位有信心能接下吗？”除却罗成之外，剩下2位男性老师，一个名唤贺奇，一个名唤吕华。2人愣了好久，最终神情十分复杂，开口：“我的式和功法都偏向于防御，不太确定。至于我觉得这小子可能还有更强的东西还未展示，也不太确定。”敏之听明白了，这2人是在委婉地挽回自己的面子。他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在座的3位同僚心中对于对上方毅应该都没有底气。这到底是从哪里蹦出来的妖孽啊？这般战力！那柄飞剑，心念神动，一剑飞出，取敌人性命于百里开外。御剑术，这难道不是仙家手段吗？地心出现了修仙者！旋即，敏之脑中快速地将这个荒谬至极的想法排除在外，心中嘀咕了起来：这人要是入了无量院，定有好戏看喽。地魔院的外围已经被学府攻克多年，危险性比较大的魔兽基本上都被驱赶到中内层，亦或者被学府强者击杀。再加上中层通往外围的入口处有学府的强者坐镇，基本上算是断绝了外围陷入危机的概率。经营多年，学府的念网终端在这里是可以畅通无忧的使用的。也正因为如此，积分榜单上的排名是实时更新的。方毅那辆瞎眼的恐怖积分，让所有学员都目瞪口呆。卧槽，这认真的？开挂？绝对是开挂！这恐怖的积分值，这人真的跟我们是一个档次的吗？裁判，这里有人开了。可他们终究也是嘴上发泄些，因为对方一本人实则没有半分的影响。可
可这也吸引了不少有心人的注意。方毅所在的10里100里开外，5人聚拢在此处，神色各异，似乎在探讨着什么。这5人分别来自5个一级基地市，出身不凡，或是建成家族嫡系子弟，或者当地武馆的传承人，亦或者是实权勋贵的子弟。这5人聚拢在一块儿，自然是有要事相商。新哥，真的要做吗？这人能获得这么多积分，实力恐怕非同小可呀。5人中，一个个子稍矮的少年有些不太自信道：“他名唤白耀，来自白河一级基地市。被其称为新哥的人，全名为王兴，来自黑墨一级基地市，是本地黑墨武馆的少馆主。据传他那老爹出身于某位王者门下。”王兴淡淡的扫了白耀一眼，语气轻蔑道：“他能获得这么多积分，自然是有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仅仅靠着手中积分，别说是无量院了，甚至连碧海院都进不去。我们5个都出身显赫，家中长辈对我等寄以厚望，要是连碧海院都进不去，你们好意思回家不？”5人出身不凡，从小到大享受的也是最好的资源，也应该表现出最耀眼的潜力。若是真的碧海院都进不去，恐怕到时候非但会遭到家族呵斥，严重一点，甚至可能直接会剥夺家中的资源，转而培养他人。这让他们这些享受过了家族顶尖资源的子弟如何能够接受呢？因此5人聚在一块儿，想到了抢夺他人积分这一条路。这一日来，已经有不少学员的积分被其掠夺了，只是要想进碧海院或者更高的无量院，恐怕是万万不够的。他们5人中的王兴仗着自己出身最高，众星捧月一般，手中的积分倒是够进碧海院了。只是他野心颇大，认为以自己的天资和身份，起码也是要无量院才能配得上。因此他邪念一起，觉得反正学府的分院考试规则之中，也是认可可以掠夺其余学员的1半积分，索性也就干了。但随着自己的积分越来越多，他的野心也在滋长。终于他想到一个一劳永逸的办法，那就是找一个出身一般，背后无势力，且积分颇丰的学员，直接夺取1半，一举冲入无量院。既然这个想法都冒出来了，索性也就玩一把大的。王兴直接就盯上了积分榜首的方毅。方毅前段时间表现的实在是太耀眼了，但因此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番探查之后，方毅那根本没有想要隐藏过的背景就被公之于众了。许多人既惊叹于方毅天资横溢，同时也蔑视他出身平凡。也正因如此，王兴才大胆将下一个掠夺目标定位方毅，觉得以自己5人的实力，起码可以对付这个出身平凡的天才。到时候我等搬出身后家族势力，再施舍点小恩德，这方毅部乖乖奉上1半积分。哈哈哈哈！5人急掠而出，朝着早就打听到了的地点奔去。所过之处，气血狼烟升起，实力赫然也不弱。方毅这边，宁玲玲、冷月梅和陈浪3人的积分已经远超入碧海院的数目了，索性也就不打算再冒险，正要跟方毅告辞，返回入口处附近。临行之前，宁玲玲看向方毅：“方毅，你也要跟我们一块吗？以你现在这分数，入无量院是肯定够的。第2名要想超过你，除非他也开挂。”方毅一开始觉得这小妮子是在夸自己，可后面一想又不太对劲。“我没有开挂。”方毅认真道，“其实我只是修仙罢了。”宁玲玲不答，只是翻了个白眼。如果你这都不叫开挂的话，那天底下就没挂逼了。方毅还想待在这里磨练自己的御剑之术。3人也不强求，扭头就走。只是这刚走没多久，很快就听到了方毅那处忽然传来了石林坍塌之音。陈浪摆摆手，漫不经心道：“得，看来又有送死鬼了。”二女也耸耸肩，显然很同意这句话。方毅居高临下，看着下方趾高气扬的5人，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如果宁玲玲在这里，肯定能够看得出，那是方毅独有的看傻逼的眼神。下方5人正是王兴5人，他们十分轻松地找到了盘坐在石柱之上的方毅，开口一句：“兄弟有要事相商”，便想让方毅下来。可方毅仅仅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不言不语。一开始几人还热情得很，几乎快要把崇拜溢于言表。可慢慢的，见方毅不开口，只是静静地看着他们，也意识到了不太对劲。王兴眼神示意，其中一人站了出来，大声且趾高气昂朝着方毅喊道：“哥们，你识趣一点，乖乖下来，给1半积分给我们，对于大家都好。我们已经打听出了你的家庭背景，父母双亡，小姨抚养长大，姨父是当地警务部门的小职员。而我们几人家中虽然不是顶天的，但也颇有势力。你若是肯干，到时候肯定少不了提携你的家人。要是拒绝合作，姐，那到时候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罚。”你那人正夸夸其谈地威胁着方毅，却猛地心头一惊，只见那虚空之中，一道紫色的毫光迸射而出，绕着自己脖颈一圈，头身当即分离，只剩下半个身子站在原地，吱吱冒血。大风刮了起来，方毅冷笑连连：“你们想要寻死就直说，省得浪费口水。”王兴4人看着头身分离的同伴，只感觉亡魂大冒，冷汗直流。他们隐隐约约意识到了，自己好像踢到铁板了。地上躺着一个头颅，睁着双目，眼神呆滞，隐约可见惊骇之色，似乎停留在死亡的前一秒。方毅纵身一跃，如白鹤展翅，衣袍翻飞，飘飘然落在剩余4人的面前。紫色毫光斩了一人之后，飞回方毅的身边，显露出飞光本体。4人目眦欲裂地看着方毅，眼神之中有着惊惧之色。他竟然杀人了！他竟然真的敢杀学员！4人此刻的脑子里只剩下这一个念头。方毅踏前一步，众人就忍不住的后退了一步。没来由的，这是弱者对于强者天然的畏惧。其中，王兴忽然反应了过来，指着方毅厉声喝道：“方毅，你敢杀害同门，你犯了联邦律法，你死定了！联邦律法严禁杀人，除非你是联邦军法司，持有联邦特殊防卫证，这才能以危害生命权为由，被迫发起反击，致人死亡，不会被追责。5人刚才的行为，在未对方毅进行实质性的伤害之前，最多只能被称之为寻衅滋事。反观方毅，则是杀了其中1人，这要是告上了军法司去，绝对会被严厉追责的。
轻则废除所有权利，直接变为废人，送上战场；重则直接当场处死，并被万万人唾弃。可方毅一脸无惧，甚至可以说是有些理所当然地看着他们。杀人！方毅微微一笑，并指从刀，斜斜一砍地上那具已经死得不能再死的尸体，真力脱手而出，化作一道暗紫色的弧光，欲要将其砍成两半。就在弧光要将其砍成两半的时候，后者忽然双腿用力一蹬，直接腾空而起，当着几人的面来了几个后空翻，跃到了不远处的石柱之上。整个过程异常的丝滑，甚至可以说是跟一个反应灵敏的活人无异。方毅一指那蹦跶的无头尸体，看着剩余目瞪口呆的四人，淡淡道：“看，这就是你们的同伴。这是人吗？”四人的脸色涨红，同时也看清楚了自己同伴的尸体里似乎冒出来了一只无形的触手，触手之下是一个长相丑陋且极其像面包虫的虫子。滑腻腻的粘液之中，那虫子睁着一双无瞳孔的白眼看着众人，尤其是看向方毅，张开裂纹大嘴，迸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四人当即捂住耳朵，脸上浮现痛苦神色，其中那胆小的白药更是看着已经被不明魔物寄生的同伴尸体，吓得扑通一声坠落在地。怪物！怪物！这是怪物！可他说到一半，声音像是被人扼住了脖子似的，脸上表情涨红，瞳孔猛地放大，胸膛高高的鼓胀了起来。等等，我这是什么了？白药无力的瘫痪在地，神情惊悚的看着鼓胀的胸口，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剩下三人其中一人像是意识到了什么，惊恐喊道：“那果子！是那果子！”王鑫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无比。他想起来了，前不久他们在某处峭壁上杀死了一只类似禽类的魔兽，并发现了一株果树，其上长着5颗白色的果子。见那果子清香可口，长得也是清脆，胆子大的也就咬了一口，果真发现汁水横溢，香脆喜人。要是他没有记错的话，第一个吃的就是眼前已经变成了寄生体的同伴，第二个吃的是眼前胸膛和腹部高高膨胀的白药，第三个吃的则是王鑫自己。这般想着，王鑫终于察觉到了身体开始不对劲了，胃部之上隐隐约约传来一响，似乎有不明生物在自己的胃部翻涌，一股突如其来的恶心感觉涌上嘴里。耳畔同时传来2声惨叫声，却是其他2人张皇失措地挠着自己的胸口，胸膛之下似乎有不明生物就要破体而出，伴随着2声更加凄厉的叫声。2人的脖子断裂，其中冒出了跟先前那人身上一模一样的丑陋虫子，并且变成了冒着触须的寄生体。见此一幕，王鑫当即亡魂大冒，他猛地想明白了什么，转身看向方毅，语气恳求，急忙喊道：“救我！救我！你能看出来他已经被寄生了，肯定可以救我的。救我，我可以给你，呵呵，很多，呵呵，信用，呵呵。”刺啦一声，王鑫的头部断裂，坠落在地上，双眼怒睁，死不瞑目。而占据了他身体的寄生虫冒出了数不清的细小触手，朝着空气张牙舞爪，冒出大量的粘稠液体。5只寄生体陡然成型，看着场中唯一一个活人的方毅，发出震荡神魂的凄厉叫声。方毅冷眼看着5只寄生体，神情平静。自打看见这5人第一眼，方毅就感觉不太对劲，神识一扫，发现这5人体内果然都存在着一处阴影。方毅倒不是没有想过留他们一命，只是神识之下，这5人的体内那团阴影已经占据了一大半，甚至已经连心脏都连接在了一块，这根本无法剥离。如此这般，已经可以看作非人类了。方毅也不再废话，索性一剑送其中1人归西，也算是让他们死个明白。5只寄生体从脖梗处露出一个狰狞的脑袋，咧开狰狞无比的口气，其中冒出了丝丝缕缕的粉红触手，对着方毅袭来。方毅站在原地不动，飞光心随念动，化作紫色毫光，一跃而起，消失在身前。似有雷光崩裂，剑光绕着5只寄生体旋转了2圈半，削金融铁的剑气之下，后者僵硬在原地，体表浮现出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口。剑光绕着5具寄生体绕了2圈半，雷罡剑气深入体内，更注入了一丝无间钢煞。5具寄生体原地颤抖了片刻，径直化作了无数细小的碎肉，碎肉散落一地，也让方毅看清楚其中寄生体究竟长成什么样子。头部有狰狞的口气，身躯如蜈蚣，长着千足，背部长着花纹，形似鬼面，似乎还有活力，欲要攻击方毅。方毅不言，抬手刷出几道烈焰符，熊熊烈焰焚烧一空，将这些脏东西都焚烧一空。同时，天上有2道身形降落，都用着奇特的目光看着方毅。方毅，你做得很好。罗成满意的说道，神情十分复杂，既有欢喜，同时也有捉摸不透的思考。飞院考试至此结束，方毅原本还想着在这处多待一段时间，磨砺自己的御剑之术，再长进不少，可无奈时间已到。罗成等人语气似有催促之色，时不时地方毅也能够感受到这地魔渊深处似有煞气涌动，好似一股极强的恶念正在窥视着这里，可能是中层或者内层出现了问题吧。罗成见方毅脸带不舍之色，笑骂道：“好小子，寻常人见这地魔渊堵还来不及，可偏到你这里，竟然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模样。”罗成在特招自己的时候表达出来的态度就挺好的，所以方毅也觉得此人不错。确实，此处非常适合我的御气之术，精神念师的对敌手段可称之为隔空操物，但文雅一点可以说是御气手段。此方世界中人不知这修仙手段，故而方毅依旧披着精神念师这层皮，能瞒一时算一时，最终要是瞒不了，那也没有关系。想必那时方毅已经拥有了左右一方的实力了。光门再次打开，一众存活下来的学员们纷纷迈入，回到了学府之中。没有任何意外，这次分院考试，方毅无论是从积分上还是从实力上，都是当之无愧的第1名。4位监考老师给他的评价也是甲等的。除了那敏之，因其天性善良，虽明白方毅斩杀王星5人是正确的，可也稍微微词，在评语里点了一句杀伐过于果断，可需磨砺。
不过这并不影响方毅的最终依旧以极其高调且当之无愧的第一人的名次进入了无量院。除此之外，便是那都泽瀚海、南荣东瑶二人出身本就不凡，天赋也是奇高。还有二人，一个名唤元和，一个名唤卓明，长相不凡，显然实力也是非同小可。冷月梅、陈浪和宁玲玲三人则是去了碧海院，也算是达到了他们一开始的预期。为此，三人还高兴地将方毅围绕了起来，神情显然高兴异常。出了地魔渊，第78届学员们待在原地，等待着各自分院的飞舟来接自己前往分院所在的分区。无量院派遣而来的一艘纹刻着碧海蓝天图文的小巧飞舟，停在博台之上，让方毅几人上了，接着冲天起。飞舟之上，方毅神色恬静，站在众人之首，如芝兰玉树，俊朗飘逸。在其身后，都泽瀚海四人全部都看着这人，神色复杂至极。他们5人当中，就属方毅一人出身平凡，却以超然天赋，以碾压之势压服了众人，夺得桂冠。几人的心中自然是神色异常复杂。天之骄子的四人心头自然会忍不住嘀咕：区区分院考试罢了，接下来的路才是通天大道，我不信比不过你。飞舟的速度很快，载着众人飞离了学府本体建筑区，跨过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来到了一处明珠般的岛屿之上。只见岛屿之上葱木葱郁，山腰与那山顶处有着几座建筑，扑面而来的也是一股股充沛且带着水汽的浓郁灵气。坠子中，小青微微吸了一口，忍不住感慨道：好精纯的水源灵气，此地若是那玄阴一脉的弟子在这里，恐怕都会舍不得挪窝了。飞舟停在半山腰的博台之上，方毅5人下了船，就见已经有3人站在那里。虽然是凡身，可身躯头顶之上，隐约之中似有一股气血狼烟冲天起，呈现无穷趋势。一人身后有连绵火光，熊熊焚烧，销金熔铁；一人头顶有黑色湖泊，其色通幽，深不见底。最后一人更是了不得，其一步踏出，众人只觉得眼前的虚空似乎都动摇了一番，仿佛眼前有一片晦明至深的汪洋，又好似那无边大雾忽然从天空之上倾覆而来，无边无际，无法无天。方毅身后，众人忍不住被这异象震慑而住，倒退了几步。旋即，那元和低声倒吸一口凉气，异象浮现，这是封侯境的强者。武者要想突破9品，就要领悟势，从而来到了败将级；要想从败将级晋升为封侯级，就要从势蜕变为异。这3人身后，那异象虽然依旧为虚幻，可见栩栩如生，显然已经是异者，已经成长到了一定的地步。这毫无疑问便是无量院的几位导师。以封侯强者为导师，不得不说，玄武学府不愧是顶尖4大学府之一啊。3人为一女2男，其中那第一人为女子，神色淡然地走了出来，看着5人微微点头，语气平静道：我唤钟莲，你们可称呼我为钟老师。在我旁边的是李老师李新泽，还有胡老师胡飞。除此之外，还有一位老师，不过已经收下了5位学员了，就没有空位了。我们4人就是这无量院的导师了。你们接下来的4年里，你们需要跟着我们3个其中一人学习，直到毕业。5人当即愣住了，传闻果然是真的，只能选择一人。元和和卓明对视了一眼，分别选择了钟莲和李新泽。都泽瀚海微微停顿了一会儿，反倒是先看着方毅。一旁的南荣东瑶也是这般，似乎2人想要看看方毅选择何人。其实方毅心中对于选择谁都无所谓，因为他本身已经踏上了修士的道路，武道虽然也不错，但对比起修士一道而言，终究不是一条道。所以方毅就要从其他角度来思考选择谁才能获得最大的好处。一番思考之后，方毅径直走向了最后一人，也就是那气息最为强悍的胡飞。胡飞长得高大，约莫2米，身躯健壮，面容俊朗，虽然不苟言笑，但一看也知道是个不可多见的美男子。他双目开合之间，微微扫了方毅一眼，然后看向方毅腰间特意摆出来的飞光，问道：你是精神念师，我教不了你。方毅避而不答，直道：我觉得胡老师很亲切，不想改了。胡飞闻言，忍不住深深看了方毅一眼，旋即回道：随便你。如此这般，5人算是入了一心院中的最高等级分院无量院了。众人跟着各自的导师前往无量院的山中，只是方毅没想到的是，当晚却有突发状况。有3艘飞舟从学府而来，寻到了无量院，指名道姓要找方毅。方毅应声而来，看到有几个身穿玄色战甲之人，气息强悍，手中持着枪械与兵器。其中一人上前冷声道：方学员，有人控告你事实不分，乱杀学员，请与我等前往学府一查究竟。片刻之后，方毅随着几人乘上飞舟，前往学府进行例行查问。诸夏联邦的律法严禁杀人，因此玄武学府之中也是一脉相承。方毅此行倒也不是有人恶意刁难，只是他出手杀了王兴几人，虽然杀的时候他们已经变成了寄生体，但是终究还是走一个过场。待方毅在学府问责之处将事情原本的说明白之后，几人便允许他走了。只是一出门，方毅便看到了2人，其一乃罗成。后者立马上前看着方毅，语带关切问道：别介意，这是基本流程。方毅点点头，表示自己明白。只是他又望向罗成身后那人，倒是有些意外。胡老师，你怎么也来了？方毅问道。胡飞穿着宽大的玄色武道服，也不答，只是瓮声瓮气道：他们有对你动手动脚吗？方毅一怔，旋即摇摇头，只是让我将事情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之后，就放我出来了。胡飞闻言点头，旋即道：无事就好，随我回岛上吧。方毅跟着胡飞回到无量院所在的小岛。此时已经天蒙蒙亮了，武者一旦突破了降级之后，便不再怎么需要睡眠了，更别提方毅本身还是一位筑基大修。回到了无量院，方毅的第一课开始了。不过不单单有方毅一人，还有一个个头不高，扎着哪吒丸子头的小姑娘，怯生生的被胡飞领了过来。桃儿，这是方毅，你可称呼一句学弟。
姑娘名唤季桃，是胡飞的一位老友的女儿，性格有些怯懦，但是本性是很好的，双目清澈，脆生生的对着方毅问了一句好。无量院只有一座，学府根据学生的入学时间不同，一共分为4星等级。方毅是今年的新生，因此可称之为1星学员。季桃是2星学院，所以她是方毅的学姐。方毅礼貌地喊了一句学姐。季桃看着这位芝兰玉树般的学弟，不由得脸色更加绯红。说来也怪，这无量院每一届只招收10人，可胡飞这边只有方毅和季桃2人，其他导师所在之处似乎有嬉笑打闹之声传来，显然不少人。胡飞似乎明白方毅在想些什么，道：我经常要去地魔渊和域外战场镇压杀敌，所以很少回来。再加上我本身修行理念极为看重磨练自身，要吃很多苦头，一般学员都受不住的。这话说得委婉，方毅却听出来了。胡飞这是变相再劝方毅，现在还有机会反悔，可以让他跟着其他几位导师一块学习。方毅却摇摇头，毫不在意道：胡老师尽管磨练就是了。方毅绝不多说半个不字，嘴上这般说，方毅的心中却忍不住乐了起来。还真是误打误撞的好啊！这胡老师竟然要经常外出，岂不是没有多余的精力来管控自己？到时候自己有更多的时间穿梭两界。胡飞见方毅神色坚定，也就不再废话，直接甩出来了一套小册子，道：这是一道断体的小册子，对于你这出城降级的也有不小的作用，你自下去磨练就是了。如有不会，发邮件给我，我抽空回你。胡飞这般说，显然他也是有事要外出。下午时分，他找到了方毅，身后带着季桃。地魔院内层有点动静，我要下去一趟帮忙镇压。你待在无量院中学习和磨练，回来之后我检查你的成果。哦，对了，在这里有什么不会的你就问桃儿，他会帮忙的。可有一点，不要欺负他，也不准人欺负他，明白了吗？方毅看着几分天真烂漫的季桃，认真点点头。胡飞走后，季桃和方毅相安无事，只是相处了一段时间之后，两人也大概摸清楚了对方的心情，相处的也越发的愉快。方毅也了解了这桃学姐的一些事情，她的父母是胡飞的战友，早些年在域外战场上为救胡飞生死道消，只留下她一个孤女。季桃自小失去父母，在家中的时候备受欺负，后来被胡飞接过抚养，但到底还是性格有些软弱平和。方毅多夸来一句他做的菜好吃，便能让他高兴许久。学弟喜欢吃就行。季桃红着脸，笑靥如花道。让人意外的是，季桃不走武道，也是一位精神念师，天赋还挺高的，已经达到了同时驾驭6气的地步。但是他性格平和，犹豫不决，所以实际战斗起来根本发挥出一半的战力，倒是有几分可惜。方毅想着太玄界那边的战局不知如何了，便宣布闭关几天，遁入了那一边。太玄界宗子殿，方毅睁开眼睛，看着悬浮在空中的10几道纸鹤，一一查看了起来。片刻之后，方毅抬起头，双目之中似有担忧之色，情况不太乐观啊！没想到这血河谷竟然有如此底蕴。就在前不久，真武山掌门齐王星与灵隐门门主白云观当代观主千里飞行，直逼血河谷的大本营，欲要击杀血河谷的有生力量。彼时血河谷空虚，只待杀了血河谷谷主，便能平息这场战争。可谁知血河谷之中蓦然飘出了当代谷主司马超，他狞笑着招出来一具金丹后期的傀儡血尸。那金丹后期的傀儡血尸肉身硬度奇高，速度也是奇快，胸中藏着一口阴毒尸气，凡是靠近之人被喷上一口，一时3刻就会化为污血。即便齐王星手持真武剑依旧在其手中，只能勉强抵抗，甚至还被咬了一口，中了尸毒。灵隐门门主战力本就不高，还偏向于辅助。白云观老观主大限将近，半只脚已经入了土，实力早就不在巅峰。趁着齐王星被傀儡血尸缠斗时候，司马超一口化血神刀遁入虚空，奇诡无比，杀得两人节节败退。最终这场奇袭功亏一篑，现如今的真武山上下依旧是士气低迷，很多弟子已经开始觉得宗门多半是要输了。方毅身为宗子，在这种时刻必须站出来。思考片刻，方毅大手一挥，关闭多日的宗子殿大门洞开，一道战金遁光激射而出，直奔宗门大殿而去。天边似有黑云风雨，欲要倾覆天地。好，果然不愧是传闻中的活元之体，想不到短短这些时间，你竟然已经达到了筑基4层的境界了。真武山宗门大殿，方毅到来之后，他的老师高柳一眼就感知到了自己这个乖徒的修为，忍不住拍掌叫好，神色激动。方毅神色平静，不卑不亢回道：都是宗门培养的好，给了方毅一个绝佳的修炼环境。其实自方毅成为了宗子之后，宗门弟子之中，他的功绩堪比各位筑基长老，甚至还超出了许多。高柳是真心为方毅高兴，一点也不担心徒儿再过不久就会修为高出自己，到那时候就颜面无存。一道雷光乍现，齐王星出现。方毅看着他不如往日般红润的脸色，额头之上时不时还冒出一缕缕黑气，稍后便被紫色的玄光浮现，又镇压了下去，便知道那阴毒湿气的厉害了。方毅上前见礼，齐王星老怀安慰地看着方毅，也是颇为满意。宗子那是真武山未来的希望。齐王星见方毅进步如此神速，短短时间已经抵挡上寻常修士数年苦修，实在觉得心中开心不少。可他这一开始，体内那湿气又忍不住作祟，再次被玄光压了下去。方毅思阳长老不在，便知那连峰山脉的战局依旧处于焦灼状态。可目前真武山最强的齐王星都中了毒，那自己要开挂吗？方毅怀中还有3枚清河解炼制的本命剑符，法力激发之后可以释放3道斩杀元婴初期实力的清河剑气，端是可怕。只是他这个念头刚起，小青就出声警告了他，本体的清河剑气只有当你遇到了危险或者无法匹敌且不要脸的老家伙的时候才能激发。你的修行要是事事都靠外力，还当什么剑修？方毅闻言心中当即一惊，冷汗出了不少。对哦，自己虽然身怀宝物没错，
但修仙路上哪里会有什么坦途，一切都靠自己，靠手中这柄剑，如此才能斩出一条平坦通天大道。方毅心中警醒，立马调整自己的心态。小青见此，满意地点点头。齐王星等人唤方毅到来，其实早有对策，需要他一人去做。我中了那司马老鬼炼制的血尸的尸毒，时时刻刻需要调动绝大多数法力去压制他，这才阻止了反噬。只是赌不如输，一味的压制可能会适得其反，酿成更大的祸端。说着，齐王星抬手拿出一枚玉牌，交到了方毅的手中，语气有些严肃道：“我已经和药王谷的七竹飞书去了，让他炼制解毒的九阳大还丹。只是七竹那老儿心中不忘年轻时候我斩了他一剑，虽然肯帮忙，但是怎么说都要让我等亲自送去炼制九阳大还丹的灵药去。所以方毅，你需要替我和宗门走上一趟。送药什么的其实很简单，但恐怕就是这送药的路上，恐怕会一步一杀机吧。”方毅微微点头，接过了那玉牌放好，旋即抱拳一礼，朗声道：“方毅明白。只是我应如何去药王谷寻那七竹真人呢？”见方毅答应的如此果断，齐王星的表情越发的满意，心中对于方毅的评价再上了一层楼。去药王谷有3条路，我与你一一。方毅断然打断了，眼神凝重：“掌门，您的伤势不可耽误，我选择最快的那条路。”方毅，你……高流本来是不插话的，但是见自己亲爱的宝贝徒弟竟然如此果断地选择了最危险的一条路，忍不住大叫了起来：“不行的！那最近的一条路，路上不但有崇山峻岭、尸毒瘴气，甚至还有血河谷的重重拦截，你过不去的。”这其实也不怪高柳，实在是因为以汲取生灵精血修行的血河谷修士，在大肆杀戮和祭祀凡人，以及用金刚寺数以万计的僧侣的精血炼魔功修为进展神速，手中更有多种阴毒至极的法器，端是可怕。高柳本来是要建议方毅走拿远一些的，绕一点路没关系，但是起码安全很多。可方毅摇摇头，神色郑重：“我辈修士无论走上哪一条路，都是艰难险阻，根本不可能有所谓的坦途。再者，我是一名剑修，剑修的修行宗旨里可是从来没有害怕一说的。”说着这话的时候，方毅那芝兰玉树的身形越发的圣耀，俊朗的脸上也是浮现出一层淡淡的光辉，如同那抛光打磨过的明珠般耀眼无比。此番话落在齐王星、高流等几位长老的耳中，更是眼中爆发神光，心道好一个修行种，好，果真不愧是我齐某人亲自挑选的宗子。片刻之后，宗门大殿之上，一道湛金色的玄光冲天起，化作一颗流星，朝着药王谷的方向飞去。方毅手中捏着一块块灵石，不断地汲取其中的灵气，以此补充自己飞行所造成的消耗。药王谷所在之地名唤青州，与真武山所在的凉州根本就不在同一处，一个在西方，一个在东方。方毅要穿过3州之地才能抵达青州，这一路上甚至还要穿过血河谷所在的血州，当真是危险无比。在方毅离开山门之后，3宗联军便再次重启战局，尽量牵制血河谷的大部分有生力量，好让方毅成事。只是血河谷妖人的算计也是颇深，早早的预见了真武山会派人去那药王谷求药。这方毅刚出真武山没多久，飞过一座孤山之时，下方陡然飘出一大片的腥甜至极，闻之让人昏昏沉沉的血色雾气，雾气如开了灵智一般，将高空堵了得严严实实的。同时，雾气之中还飞出了一大片的血道奴仆、血甲鸟和一阵嗡嗡作响的各种奇形怪状且模样十分狰狞的魔虫。铺天盖地的魔虫震动双翅，发出嗡嗡之声，血色妖鸟如一颗颗炮弹般径直朝着方毅抓来，欲要将其当场撕裂成碎片。伴随着的还有10几道阴恻恻的声音：“真武山的缩头乌龟，留下命来！”方毅看着那铺天盖地的妖鸟和魔虫，深呼一口气，不退反进，一个加速，直接冲了进去。那10几个血河谷弟子见此一幕，误以为这真武山弟子是失了心智，欲要自寻死路。可下一刻，他们的脸色突变，只见那妖鸟群和魔虫巢之中，一道似电如风的玄光陡然浮现，朝着下方倾覆而来，接着一卷，霎时间，那销金融铁，消磨一空，崩灭一切的气息交汇碰撞，造成无穷的毁灭之力。速！那庞大的妖鸟群和魔虫巢就像是寻常昆虫遇到了天灾一般，如落叶般的直愣愣掉落，将附近的几个山头都落满了。那些血河谷弟子见此一幕，悚然一惊，心道这回算是踢到铁板了，就要逃跑。可方毅哪里会给他们机会，一点额头，头顶那团似电如风的玄光再次倾覆而下，将这些人席卷在内，接着一脚，任凭你钢筋铁骨，也只能消磨一空，当场呜呼。这一切不过发生在瞬息之间，方毅没有多做停留，再次化作遁光，飞射而出。此为10步一杀人，千里不留名。区10几个血河谷的寻常弟子，方毅甚至都不用动用飞剑，直接放出自己的雷煞玄光，席卷一脚，后者瞬间便一命呜呼了。这玄光乃是昔年剑宫灭了一个道统，缴获了无数功法秘宝，其中较为有价值的一门名唤玄光精炼法的功法，取自方毅本身炼化的雷煞和无间煞，将其2者磨练，不断交汇融合，最终成就这销金融铁的奇异玄光。方毅这还只是初步入门，真正高深处的玄光，只许那轻轻一卷，甚至半片周路都消失不见，当真是大神通。飞离那孤山之后，方毅速度不减，一路之上再次遇到了几波伏击。可不管是魔虫也好，妖鸟也罢，就算是那些肉身堪比钢铁的血尸，甚至是血河谷的化血神刀，方毅也都不惧，只需气血狼烟冲霄而起，崩解一拳下去，亦或者雷煞玄光一卷，任凭你是什么妖魔鬼怪，都变成一团血水回归大地。陆陆续续杀了好几波血河谷的弟子之后，方毅的勇猛终于传到了血河谷的那些真正的精锐弟子的耳中了。在某处富商员外的家中，血流成河，富商一家上百口人此刻全部都口中吐血，死状残忍。一个脸色苍白、身穿血袍的高大柔媚女子，轻描淡写地扭断了手中孩童的脖颈，旋即微微一勾手，其上精血化作一道红丸入其口中。精血红丸入口，柔媚女子当即脸色潮红，似乎吃了什么大补之物一样。
片刻之后，他再次勾手，取着上百人的精血，炼制出10几颗红丸，个个铜珍珠，散发着腥甜诱人的气味。忽的，天上降落一只黑鸭，张开利嘴，口吐人言：“于婉莹，长老有令，真武山派出一个弟子前往那药王谷炼药，你速速前去阻止其，取其6阳魁首。”名唤于婉莹的柔媚女子神色淡漠地送走了那黑鸭，旋即露出一个轻蔑的笑容。谷中也是的，一个真武山弟子都要如此小心，还需要让我亲自去取其性命，这莫不是在打趣我？于婉莹背后的厅堂里走出来了一侍女，毕恭毕敬地走到其身旁，与其谄媚道：“许是谷内族中族老们觉得这次是娘子的立功机会，想必那真武山出来的弟子本事也不高。血河谷一直都有于家和司马家把持着高层，出身于家的于婉莹更是如同凡间的贵女一般，身后身前跟着10几位侍婢，出行更是有宝马香车，繁荣入节，奢侈至极。许是这侍婢说的话让于婉莹心中高兴，她那柔媚的脸上当即好看了几分。罢了，既然是族内的布置，我照做便是了。”高空之上，方毅心神与剑相合，撞破大气，以极快的速度飞速朝着那药王谷的位置而去。可即便他气海宽阔，蕴藏的灵力也是寻常修士的好几倍。可这么长的路程，再加太玄界的灵机贫瘠，也时不时的需要停半刻时间歇息，汲取灵石，恢复灵力。调息完毕，刚欲启程之时，忽见前方的云气弥漫，化作一大团血色雾气，铺天盖地，很快将方圆数里之地都给盖住。从这血雾之中，方毅敏锐地感知到了一股精锐的血和法力的气息。只见那血色雾气之中，忽然撞出一架奢靡至极的车辇。只见其上挂满了各种工灵，镶嵌宝珠，香风帷幔。车辇之下11只剥皮抽骨，被炼制成了血奴的奇异野兽，竟然具备飞天之能。在其之后，又10几位穿着打扮艳丽的侍婢，或是捧壶，或者奉香，当时一派奢靡艳丽且令人作呕的景象。方毅还未说话，其中走出一位侍婢，对着他厉声喝道：“哎，前面那真武山弟子见到我家银娘子的法驾，还不快跪拜行礼？若是迟了，我当抽你皮，把你筋，将其制成那人皮骨。”人皮骨，肮脏至极的血道法器。方毅闻言，神色一冷，也不回半句话，只是心念一动，一道紫芒飞射而出。那侍婢还未反应过来，却已经人头落地，一命呜呼。车辇帷幔香风之中，那于婉莹一看方毅竟然敢这般不识趣，当即火冒三丈：“带，好个贼子，安敢杀我侍婢？你这是找死！”于婉莹从车辇中飞出，素手一挥，一道红艳艳的匹链飞出，其中绽放出一道血色光辉，朝着方毅的额头之上照去。此物名唤血影罗绸，乃是于婉莹的族内长辈娶49个怀孕即将临盆的孕妇，以及其残忍的手段杀死之后，迈入某处血池之中，以血道秘法精炼而出。一旦生灵被其缠绕，顿觉无感被封，昏昏沉沉，犹如侏罗一般，任凭宰杀。依靠着血影罗绸，于婉莹在血河谷之中也是颇有威名，甚至一度成为了预备血子之中的前几位。可寻常一出的血影罗绸，今日却遇到了对手。方毅不退反进，一点额头，当即有一道似电如雾的玄光降落，如那翻涌波涛，直接顶上了那血影罗绸。两者交汇，当即迸发伟力，将方圆数里的禽鸟都给销毁。于婉莹心中一惊，心道自己的血影罗绸还是头一次遇到对手，这明光是什么法术啊？可他也不惧，娇喝一声，再次一挥，那血影罗绸当即迎风暴涨了数倍大小，如一团铺天盖地的红布压向了方毅，不给其任何逃命空间。见此一幕，方毅也知道刚入门的雷煞玄光无用，索性心念生动，飞光爆射而出，一道紫芒迎面上斩向了那血影罗绸。噗呲噗呲噗呲几下，于婉莹如遭重击，口中吐出一口血，双目之中都是难以置信。飞剑之术，剑修的威名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再加上方毅本身的剑气之中熔炼了2种地煞之气，那污秽的血影罗绸很明显不是其对手，甚至刚接触就被斩出了几条长长的豁口。于婉莹大为心疼，急忙召回了这件法器，同时心中震动不已，默念口诀，使出了一口化血神刀。接我神刀！血色刀锋消失在虚空之中，下一秒陡然跃到方毅的脖前，径直地斩了下去。可方毅丝毫不惧，甚至也没有任何防御手段，仅仅只是一抓，只听一声劈裂之声，于婉莹大口地吐着鲜血，看着方毅手中碎成2半的血色刀锋，难以置信的惊恐喊道：“不可能，你的肉身怎会如此强悍？”方毅不答，并指一点，一道紫芒自虚空飞向，绕着其脖颈一圈，那6阳魁首当即脱离，飞射而出。啊！娘子！见于婉莹的脖子断裂，美艳至极的脑袋脱落坠地，跟着她的那些侍婢们当即惊恐大叫了起来。可下一秒，还未趁方毅反应过来，那难以瞑目的美艳头颅当即化作一团血雾。方毅身前的那于婉莹的尸体也如烟尘消失于100米开外，重新汇聚成香艳的身形。于婉莹抬手一招，已经破碎了几分的血影罗绸，如倦鸟归林，飞射到其身边，将其护住。方毅见此一幕，微微思考了片刻，断定道：“血影假身。”于婉莹虽然不承认，但是也没有否认，这血影假身乃是血河谷秘法之中极为出名的替死之法，修炼条件极为的苛刻，可一旦修成，犹如拥有第2条生命，当之神奇无比。于婉莹则是警惕十足地看着方毅，手中掐招法印，一身血和灵力呼之欲出。此刻的他心中已然是在骂娘，他本以为此次是来捡楼的，谁知道竟然遇到这么一个杀神。刚才那剑气绕在他脖颈之间的时候，已经是拼了命的抵挡，可是在那至刚至阳的剑气之中，犹如豆腐一般，轻易被斩断头颅。于婉莹心中忍不住回想起刚才那一幕，心中止不住的害怕，可同时他心中也在发狠，朝着方毅道：“你这飞剑之术倒也了得，刚才是娘子我大意了，这次我必要将你斩了，炼制成我的剑谱。口舌之争谁不会？
且接我一剑。方毅摇摇头，再次并指一挥，空爆声中，飞光动射而出，犹如一柄皎皎紫色真龙，鳞甲开合自家，犹如真龙斗甲。至刚至阳的雷罡剑气一出，修行血道法门的于婉莹只觉得脖颈生疼，仿佛遇到了天敌一般。他也不是坐以待毙之人，当即娇喝一声，默念法诀，手中掐招法印，血光艳艳的血影罗绸化作匹链，将其主人团团护住，同时释放出道道心田至极的血气，似有污人法力和法器的奇能。可方毅修行的动真雷罡剑经，乃是剑宫8经12宫名列在内的玄正宗法诀，威能无穷，岂是一道模拟血和真水法力能够污秽的？当即，紫色剑芒刺入血影罗绸的防御之中，剑尖之上迸发利芒，让于婉莹不由得大叫了一声：“该死的剑修，我岂能让你得意？”于婉莹一边操控着血影罗绸防御那飞剑，一边默念口诀，抬手拿出了一面血色小旗，旗上有数十道斑斑血迹。看我血道奴仆，将你活活耗死！血河谷依靠生灵精血修炼，平日里所需的灵气本就不多，可见修需要的灵气可要多得很。于婉莹这是要活生生的耗尽方毅的法力，然后再好好的炮制他。可方毅如何是他能够算计的？他的气海之中，此刻才消去了2/5的灵力，对付他一个预备血子还绰绰有余。浩浩荡荡的妖鸟、魔虫和血道异兽纷至沓来，组成了一道兽巢，将方毅围拢在内。方毅只停留在远处，头顶雷煞玄光如海水倾覆而下，就将其覆灭，成就一团污血。可那血色小旗之内，源源不断的奴仆袭来，根本没有神智。方毅也知不能这边耐下去，果断收敛玄光，抬手一拉，数以百计的灵符飞射而出，五颜六色的灵光迸发，于半空之中像是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轰轰轰轰轰！数以百计的灵符，即便品级不高，可架不住数量叠加了起来。浩浩荡荡的血道奴仆很快被灵符炸穿。于婉莹一开始还觉得区区灵符而已，肯定不及他那数以千计的奴仆围攻。可他哪里能想得到，一向谨慎的方毅身上带着的10几打灵符不要钱的甩了出来。轰轰轰！五颜六色的灵光闪烁，将于婉莹娇媚的脸色衬托得很是难看。见蓝鹿虎没有了，方毅冷喝一声，飞光越发凌厉起来，几乎没有几下就将那血影罗绸所散发出来的灵光斩灭了不少。再这般下去，血影罗绸这件法器就要变成破布了。于婉莹心中发狠，吐了一口精血到血影罗绸之上，当即红光大冒，迸发出一股威能，震退了飞光。下一刻，他当即一卷血影罗绸，化作一道血光，逃命而去。方毅也是愣了一下，血光之中，于婉莹怨毒的声音传来：“今日是我认栽了，不过你也别得意，我血河谷还有人能够杀你呢。”已然是不顾自己所带来的势必，一人逃跑。那10几个势必见自家娘子不敌逃命而去，当即脸色一白，就要开口向方毅求饶。方毅岂能理会，头顶玄光一卷，将这10几人的身躯搅成了一团污血，回归了大地母亲的怀抱。那车辇倒是有几分妙用，也就收了起来。这一切发生了很快，方毅大笑一声，身化金芒，撞破了大气，直追那于婉莹。一红一金2道盾光在天空中划过，如2颗流星。于婉莹一开始还觉得自己肯定能够耗光方毅的法力，从而安全逃跑，到时候回到谷内再联络同门，再来杀这真武山弟子。可回头一看，却不由得亡魂大冒。只见方毅几个呼吸的功夫，已经快要追上他。方毅不言语，只是冷笑一声，心神念动，飞光迸射而出，化作一道紫色毫光，朝着他的后本身一斩。一道凄厉的叫声响彻寰宇。那2阶初级法器血影罗绸被斩碎了1/3，于婉莹的2条腿也是齐根断裂，分明也是被剑气所斩。可即便这般，于婉莹也没有回头，更是连吐好几口精血，再次飞射而出。方毅见状，冷笑连连：“这要是还能让你跑了，我就不叫方毅了。”御剑术，流星一击，如璀璨流星，惊艳一线，划破天际，带来了星辰宇宙之间的呢喃，赐予命中之人安详的死亡。紫色的流星坠落，于婉莹甚至还没有发出求饶声，身躯在流星之下焚毁一空，落下个白茫茫云间，真是干净至极。方毅抬手将这人的几件法器和储物袋抓住手中，再次启程。山间的风静静地吹着，记录着这层无人观战的斗争。杀了于婉莹之后，方毅继续赶路，路上依旧有血河谷设置的暗哨，只不过都是大小猫3两只，玄光一转，都一命呜呼。如此这般下去，消息自然也是传到了血河谷内部去了。连峰山脉这边，3宗联军主动开战，将血河谷的3尊金丹给牵扯住，旗下的弟子们也是个个奋勇杀敌。整座战场犹如一座巨大的绞肉机，疯狂吞噬着4个宗门之间的有生力量。可不得不说，这处战场牵制了血河谷绝大多数的有生力量。可血河谷的金丹真人却并不着急，因为他们的谷主金丹后期的大修士司马朝却是无人能挡。连峰山脉6朵璀璨至极的灵机互相碰撞，气机交汇之间撞出千万朵霞光，煞是好看，可也步步杀机。其中一位血河谷金丹使出一道纯熟的化血神刀，阴轨难测，以极其刁钻的角度刺向思阳的防御薄弱处。可思阳却像是早有预料，抬手一拍身躯，一道光照浮现，散发波澜不动的强大意境，将化血神刀给挡了下来。神刀碰撞，倒射而出，那金丹显露真形，赫然是一道傀儡血尸的真形。显然肉身已经消亡，只能借由血尸的存活下去。此人正是司马欣，上次中了思阳一记冰华焚焰，肉身已经消亡，只能寄附于血尸之上。只是这血尸虽然肉身堪比金铁，但总是比不过原本的肉身，让司马欣的金丹之路算是到此为止了。思阳毁了自己的道途，司马欣自然是怒不可遏，下手招招致命。思阳，你们是缠住了我们几个没错，但是别忘了我们谷主却无人可挡。药王谷呵，你们还真的以为那狗屁宗子可以到药王谷求药吗？这话一出，凌云门的紫姑和白云观的柳河当即脸色担忧。司马欣这话说的没错，
他们是把血河谷的3位金丹都牵制在这里了。可问题在于，齐王星负伤之后，那血河真人司马朝就无人牵制了。这等魔头，若是无人牵制，那才是真正的恐怖。可思阳不急，反倒是老神在在，双手猛地一拍，只见一朵冰蓝色火焰从掌心冒出，直接跃到了司马星挥出的一道化血刀气之上。奇异的一幕出现，当即被冰封住了。只是这火焰颇为奇他，竟然顺着司马星依附在刀锋之上的法力一力延伸，直接烧到了司马星寄托的血尸之上。呲啦啦，那肉身堪比金铁的血尸，仅仅只是沾染了一丝蓝色火焰，瞬间化为了一栋冰雕。司马星尖叫了一声，当即舍了这具血尸而逃。冰华焚焰，思阳我与你不共戴天。与此同时，血州深处某处煞气冲天的山谷高空之上，此刻已经浮现出一道煌煌大日。此乃金丹圆满的大修士自身法力生灵产生的异象。血河谷之中飞射而出一道乌血，心田异常，观之不详。来人一副血色道袍，有着一头白发，眉目赤红，鹰钩鼻，三角眼，明显一副英式狼顾之长相，正是那血河谷当代谷主血河真人司马朝。司马朝一出现，身后似乎浮现一道虚幻的血色溪流，其中波澜不惊，只是看了一眼都感觉污秽至极，体内法力都运转不了。司马朝看着那煌煌大日，神色有些难看。武侯华，你当真要阻我？来人名唤武侯华，乃是东益州有名的散修，金丹后期修士，传闻其修炼的法诀跟古道统大日道有联系，所以一身法力至刚至阳。武侯华淡淡的看着司马朝，语气平静道：我受老友之邀，不让你出这血河谷，希望司马道友谅解。谅解？我如何谅解？我好端端的一个金丹后期的大修士，来去自如，这都被人堵在家门口了，你让我谅解？可武侯华一身法力和手段十分克制血河真人司马朝，他的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也不敢直接骂出声。可他依旧嘴上不饶人，怪叫道：真武山的齐老头能请你阻我出山，可我还有10大弟子在外呢。区真武山宗子，我定要取其6阳魁首。对此，武侯华并未说话，只是身化大日，直接将血河谷的山门给堵死了。司马朝一道血书飞射而出，传讯给血河谷的10大血子，定要取真武山宗子方毅的项上人头。当即3州之地，一道道精锐至极的血气冲霄而起，朝着方毅赶路的方向袭来。所过之处，城池凡人被献祭，成为了其成长的资粮，当真是猖狂无比，天怒人怨。方毅已经快要飞出1州了，只不过在那凉州和雪州的交界处，他停了下来，看着前方法力同源的5人，眉头微微一挑：你们魔道前期修行，未免也太赖皮了吧？方毅看着这5人，3人都已然是筑基中期，剩下2人筑基初期，法力同源，披着血袍，周身浮现出道道阴魂白骨，坐下有着道道血奴，当真是魔道风采。反观真武山，现如今的内门弟子之中，也只有方毅、欧阳广元以及前不久的某位师弟突破到了筑基初期，剩下的依旧在炼气大圆满打转，就等着一炉筑基丹。怪不得这么多人投身魔道，个个都这般速成。要是方毅没有那天资，没准还真的是想试一试这魔道功法的。5人之中走出1人，具体长相方毅也不想记了，只看对方鼻头有颗黑痣。那黑痣冷声道：你杀了婉莹师妹，我等自然知道你非等闲之辈。且看我等这血罗试验阵法，定要你1时3刻化作一团精血，成为我等修炼的资粮。说罢，5人冷哼一声，周围几座山头之上当即迸射出5道血光。方毅只觉得眼前一花，在出现之时已经出现在阵法之中。5座血色山峰高高耸立，每一座上都有1人，有妖鸟魔虫成群，还有飞天血尸夜叉，有道道阴风和血雾，还有只游荡阴魂，最后还有那化血神刀，显然恐怖至极。方毅，今日就是你的死期！5人同时大喝，一起催动阵法，无尽的攻势朝着方毅席卷而来。阵法之中，5人大喝，同时灌注自己的血和法力到其中，当即阵法之中升起阵阵血色烟云，如大雾一般，将方毅的视线全部都封闭了起来。奴仆躯干而上，我要活活耗死这真武山的乌龟！一道厉声喝道，当即血色烟云之中冲出狰狞可怖且带着致命血毒的各式各样的血道奴仆，其上缠绕着污秽法力和气血的烟气，当真是恶心至极。寻常修士遇到此阵法，或许早就被烟气一卷，被无数的血道奴仆给吞噬干净。可方毅不一样，望着那来势汹汹，方毅也不着急，只是抬手掐了个法诀，一道紫色宝衣就浮现在体表，散发着紫色烟霞的宝光。寻常血道奴仆碰见这烟霞宝光，犹如碰到烈焰一般，体表当即焚烧起火，变成一滩灰烬。可见这白霞宝衣的灵妙之处。可5人早就将方毅的擅长的手段给打听好了，根本不惧，只隐藏于那烟云之中，不断驱赶奴仆，消耗方毅的法力。方毅也随手出了几拳，打死了上百只血道奴仆之后，在血色烟云之中飞了片刻，感觉法力已经微微有些延缓了灵动。小青忍不住开口道：这阵法虽然不入流，但是对于现在的你来说还是有些危险度的，你切莫阴沟里翻车了。得到小青提醒，方毅也知道自己不能在阵法中久待下去，当即甩出几10道飓风灵符，化作一团飓风吹向那浓浓的烟云。可那烟云看似轻薄，实则都是由5人的法力化成，寻常飓风根本吹不散，只能稍微吹薄一些。哈哈，你就这点手段，再吃我等一招！血色烟云化作3条狰狞红蟒，凶性十足，对着方毅直接咬了过来。方毅抬手用力一拍那烟云红蟒，后者立马溃散，可很快再次凝聚成型，配合着那血道奴仆，不断的消耗着方毅的防御和法力。还有我这阴血水雷！忽的，烟云之中浮现出10几颗血色的圆珠，击射到方毅跟前，当即爆发出强大的波动。这是阴血水雷，血道雷法的一种，要是被正面炸了，那这肉身也就无用了。可这时方毅却猛地一睁眼，眼中金光暴涨，喝道：可算是抓住你了！方毅的视线穿透了烟云，依稀看见其中有个人形。
一点额头，那似电如雾的玄光当即倾覆而下，将方毅眼前的所有攻击都给席卷在内，犹如巨人喝水一般，将那攻击都给吞了下去，却相安无事。什么？烟云之中，一人惊呼道。可他还没来得及心中疑惑，只听耳畔忽然传来一道劲风掠过的声音，就见眼前有紫芒一闪而过，只觉脖子一轻，头颅已然被割断，无数剑气爆发，将其的尸首炸成粉末。正是方毅找准机会，一击将其毙命。四人见此一幕，心中是又急又怕。虽然已经了解了剑修的恐怖之处，但是这未免也太凶险了一点吧。不怕，这人不过就一把飞剑，只能钻空子，我等还有4人，定能擒杀此人。4人当即心头一定，再次隐身于那血色烟云之中，催动法力，不断的消耗方毅。忽的，阵法陡然反转，那血色烟云之中凭空浮现出道血色的焰火，焰火红艳艳，不像是散发着热量，倒像是尸体焚烧时的火焰，诡谲无比。小青出声警惕道：“这是尸焰，阴邪无比，沾染一丝，你这肉身和灵魂也就无了。”方毅神色一震，当即就要撤远一些，可那4人怎会让方毅逃脱？怒喝一声：“休头！”当时阵法之中，全部攻势都席卷而来，更有那阴邪尸焰夹杂其中，使得人防不胜防。一时之间，方毅只觉得自己犹如那海啸中的一叶扁舟，屡屡在那生死一线之中挣扎求生。可也是这般，方毅只觉得自己的心湖越发的平静。一道尸焰忽然迎头打来，方毅并指一点，一道小庚金剑气激射而出，将其穿过。可下一秒，那尸焰竟然无恙，径直落在了方毅的法袍之上。只是一躲，方毅只觉得接触之处剧痛无比，更是内部与外部当即如阴邪入侵，遍体生凉，无比的寒冷。抱元手一，驱使法力涌入那伤口处。小青断然喝道。方毅当即用力一拍那伤口，至刚至阳的法力涌上，将其逼出体内，化作一团黑色的污血。可紧跟着又有更多的尸焰和攻击浮现而来，直接迸射而出，直取方毅的性命。血色刀锋遍布虚空，以各种角度袭来，端视奇诡。方毅招架地势越来越吃力，好几次都想主动赴死，以此来激活清河解留在自己身上的保命剑气。可就在这时，方毅忽然感觉心头一动，只感觉自己心神之中似乎有什么跃跃欲出。他沉入心湖，一点额头上的玄光，将无数攻势接下，然后身躯直挺挺的坠落。见此一幕，4人大喜，误以为这方毅终于法力耗尽，已经是束手就擒的状态。下坠过程中，方毅只觉得心头之中只剩下一个念头，忽如其来的神奇一念。他抬手一招，飞光入手，温顺的待在手中，散发出一种极其温顺、心神相连的感觉。这飞光被方毅日日温养，已经是和方毅的心神祭炼成为了一体，更是被清河解加了不少好东西进去。此刻，方毅本能感觉自己和飞光似乎要发生了变化。见多识广的小青见此一幕，也是语带惊喜，连忙传音道：“方毅，这是剑光分化之法呀！”剑光分化这4个字一出，方毅只觉得心头之上那层淡淡的薄纱被人揭破，心神当场发生了蜕变。不用召唤，飞光直接悬浮在方毅的身前，整个剑身绽放出紫金色的毫光，神奇的化作了一枚滴溜溜的金丸。那金丸嗡嗡作响，大放光明，接着1分为2， 2分为4， 4分为8，直到直接变成了24道紫金剑光，齐齐悬浮在方毅面前，盘旋不止，吞吐毫光，纵横捭阖，将所有攻势都一一挡了回去。4人看到这一幕，脸色惊恐，大喝：“一气化24道剑光，这不可能！剑光分化之法，又名离合分光。修仙界都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想要真正的踏上那剑修之路，成就了无上剑仙，那就必定得领悟着剑光分化之法。可这剑光分化之法，不单单需要大智慧、大毅力和大机缘，也是需要本身在剑道上是真正的有天赋才行。真正有天赋之人，领悟这剑光分化之时，分化的剑光越多，代表其天赋越强，未来成就无上剑仙的道路顺遂许多。血河谷一直东夷州之外修仙界是有联系的，自然知道许多剑修的事情。可哪里见到竟然能够领悟一气化24道剑光的？寻常见到大宗化3化4都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出门在外都会被人高看几眼。就连那闻名整个东域的天剑山，亦或者9剑盟的剑子，剑光分化最多之人也就是8剑或者12剑。东夷州这穷乡僻壤之地，怎会出现如此一位剑仙种子？剩下4人剑悬浮在方毅身前的那20道紫色毫光，盘旋不止，吞吐日月星光，犹如24柄真正的飞剑，立芒在背，让人看到都觉得胆寒无比。可一人怒吼道：“怕他作甚？左右不过是一个刚领悟剑光分化之人，难道还能运转如意，如指必使？自古以来，死了的妖孽就不是妖孽。师弟们，随我起大阵，我要活活困死这真武山的杂碎！”其余3人闻言，当即精神振奋，桀桀怪笑，手中法力翻涌，阵法之中当即起了无边的血雾，似乎要将方毅消融在此处。一朵朵阴邪尸焰飞出，遍布整个阵法之中，齐齐攻向方毅，如那万火滔天。不得不说，占据阵法之力的血河谷4人，真的让方毅有些太过被动了。找个机会，看看能不能领悟阵法。哦不，清河姐那边应该有剑阵可以传授给我。风云变幻，周身护持着24道紫芒剑光的方毅，只觉得自己丹田气海之中的法力在以极快的速度消耗着。他明白，此战不要久拖了。去！方毅冷声喝道。当即，周身犹如迸射而出24道紫色神光，如电似雾，周身旋转一圈，将那血道奴仆通通拦腰斩杀，旋即又朝着那血雾红蟒轰杀，整个过程行云流水，犹如方毅亲临。24道剑光犹如24道星芒，凡是所过之处，血雾消融，难以愈合。周天旋转一圈之后，露出了4人惊恐的神情。不可能，你这剑光怎能如此霸道？他却有所不知，方毅的剑光之所以能够驱除阴邪，其一是因为剑光乃正法，堂皇浩大，是一切阴邪的克星。
其二乃是因为方毅修行的动真雷罡剑经，乃是剑宫武功12经之中的传承，乃是秘传嫡传，岂是你一个小小的血河谷可以比拟的？血雾散去，四人的身形露了出来。方毅眼中冷光一闪，12道星芒激射而出，瞬息而至，四人还未反应过来，已经被洞穿了身体各处。啊！阵法之内响彻四人的痛苦哀嚎。剑光再一转，三人的头部与心脏被洞穿，无数剑气爆发，命丧当场。剩下一人下半身旗根断裂，上半身当即飞射而出，就要逃跑。方毅，你别得意，待我谷内血子来了，定要你好看。血子，可惜你是看不到了。方毅冷笑连连，心念神动，12道剑光护持在身边，12道剑光当即一卷，化作那剑刃风暴，对着那逃窜之人就照了下去。在那瞬间，这人扔出大大小小的法器，似乎要抵挡片刻，挣脱一线生机。可剑光犀利至极，无论是何等法器，一卷即无用。再一声哀嚎，便觉得浑身一疼，失去了知觉。五人的尸身，方毅的玄光一卷，当即将其消成血雾，风一吹就散去了。收取了战利品和这阵法的阵气之后，方毅深知耽搁的时间太久了，调息了片刻之后，再次启程。一路之上，再次遇到了3两波袭击，方毅凭着20道离合剑光，不管你来的是什么东西，劈头盖脸就打了下去。护身法器也好，血道奴仆也罢，剑光一卷，通通打落。任凭你千变万化，我并指一点，24道剑光变化无穷，运转如意，你还能招架得住？到最后，数十人席卷而来，不是被腰斩，就是被割了那6阳魁首，只等下大小猫3两只，远远地看着方毅，目光之中满是惊骇之色。你是什么妖孽？方毅不管，微微一笑，一点额头，玄光一卷，削紧熔铁。血州地界很大，但也妖分遍地，可谓是穷山恶水。方毅不得不绕路了许多，可一路之上，他的彪悍事迹很快就传回了真武山和血河谷。真武山弟子们闻言，无不感到兴奋，直言自家宗子乃是天生的剑道奇才。宗子殿外，2位值守弟子一脸兴奋地讨论着，宗子孤身一人力挫那血河谷8波拦截，至于大小猫3两只逃出升天，当真是长我真武山威风啊！另一弟子也是一脸激动，宗子剑光无双，我日后定要好好练剑。这种场面，真武山随处可见。宗门大殿之内，几位长老和掌门齐王星也是拍掌叫好。昆修燕月燕长老更是一脸羡慕地看着高柳，道：“高师兄，你可是教出一个剑仙种子啊！”高柳的胖脸之上是满满的高兴，可偏偏这嘴上还是谦虚道：“哪里，都是我那徒儿争气，不干我事。”可话虽然是这般说，但是几位长老都知道高柳功不可没。齐王星也是颇为高兴地开口道：“一气化24道剑光，足以证明方毅在剑道之上的天赋是如何之卓越。高柳，你功不可没呀！”高柳立马躬身谢过掌门夸奖。我真武山出了这样一个剑仙种子，血河谷那老司马恐怕会睡不好觉吧。齐王星忽然很期待司马朝听到方毅表现出来的困守在血河谷内的这老小子，岂不是要气疯了？闻言，诸位长老也是拍掌叫好。高柳更是兴奋在头上，忍不住嘲讽道：“何止啊，我要是这司马朝，恐怕会睡不着觉了。”